了。或许是饿了，他竟然梦见自己在吃烤鸡腿，正啃得欢，一只手劈空而来，毫不留情地夺走了他的鸡腿。我的，是我的，不许和我抢！五妹，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三姐姐，鸡腿，烤鸡腿。什么？让我不要和你抢？谭悠悠还没出声，谭如意就放开他站了起来，沉痛道：看吧，裴公子，我没骗你吧？不是我不肯，而是我的小妹妹她，做姐姐的不能不顾姐妹之情啊。谭悠悠慢吞吞地抬起头，机械地转动眼珠子往对面看过去。悠悠自打在班伯府看见你，就念念不忘，一直夸你芝兰玉树一般。她天真纯善，从不与人争抢。越是这样，我就越是心疼她，想要成全她。难得她如此喜欢一个人，伤心难过至此，我真是好难过呀。谭悠悠瞬间清醒，迅速起身抓住谭如意。三姐姐，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谭如意不由分说，将谭悠悠紧紧搂在怀里，用力捂住她的嘴，目光坚毅。你别怕，姐姐会为你做主的。裴公子，将心比心，若是换了您能不顾手足之情，只顾自己吗？谭悠悠挣扎。我没有暗恋裴荣，真的，也没有因为谭如意要和裴荣一亲而躲起来伤心，真的。不能。是吧？我就知道您是好人。我才没有，我只是梦见一只香喷喷的烤鸡腿被人抢走了，并不是梦见了别的什么，真的。哎呀，知道了，我妹妹只是梦见被人抢走了烤鸡腿，并不是悄悄倾慕谁。好了，都过去了。裴公子是好人，不会乱说话的。不是，裴公子，我不知道我家三姐和您说了什么，但我可以保证她说的全是屁话。喵的，老虎不发威还当我是病猫，喵喵喵。你说什么？你怎么可以说脏话？裴公子，今日是我唐突，求您不要计较，当他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好不好？好，裴某绝不会在人前人后提及此事半分。你们在这里做什么？谭如慧走过来，小脸蛋红扑扑的，娇羞地看着裴荣。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你们，还以为你们饿了，先回去吃素斋了呢。裴荣恍若未闻，眼角余光都没给谭如慧半分，转过身径自走了。三姐，五妹，你们走开，没你的事。谭如慧大惊失色，随即捂着脸飞奔离去。悠悠，我对不起你，我不想嫁给裴荣，但我觉得他很适合你，所以你就坏我名声，说我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暗恋未来的姐夫。三姐这是打算养我一辈子呢。三姐待我真好。我不是想害你，我打听过了，裴荣是个言而有信的端方君子，他不会乱说的，真的。三姐是觉着我最好欺负，最糊涂是不是？同时还不想便宜了四姐和六妹。悠悠，我想过了，你嫁过去，将来做了侯夫人，我愿意拜你，但那两个我不想，我不肯。我知道了，时辰不早，我们该回去了。远处，福王世子和裴荣站在高高的台阶上，把这边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谭如意竟然看不上你这个品行端方的美男子？哎呀，他真眼瞎啊！
是不是认为你一把年纪还没一亲，其实是有隐疾啊？别拿这些阿杂话埋汰人家小姑娘。被人嫌弃，还替人家说话，裴相光，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呢。裴荣不置可否，见谭悠悠走了，便也转身要走。我说，你不会是看上那个肥肥白白的小丫头了吧？裴荣利落地挥开他的手，扬长而去。他和你不般配，听说他贪吃贪玩还贪睡，也没什么才气，撑不起你们安乐侯府的门面，做不了你的贤内助，而且还是个小庶女，令尊一定不会乐意的。你再想想啊，再想想。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跑去和他搭讪？我才没有呢，你乱说。福王世子有些难堪地摸摸头，见裴荣走远了，才小声道：我和你不同，我家养得起那样的富贵人。你放下，放下！那是古剑，贵重难得的古剑，你懂吗？爹，我只是看看而已，你干嘛这样凶？你不是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吗？我怕你不懂事弄脏了。这可是我千辛万苦寻来的，整整存了10来年呢。你看，薛桃剑啊，光是这10来张啊，就花了我10两银子，差不多1两银子一张剑。这还是之前的价，现在是有价无市。老爷拿来这里，是想送我？当然了，我知道你喜欢这个。雪清，你晓得我的，我对你……孩子在呢。是，怪我不仔细，没辙了。雪清啊，我这辈子最愧对的就是你，只要我能做到，我真的很想让你高兴。女儿高兴我就高兴，既然是给我的，我乐意给谁就给谁。悠悠，你爱怎么玩就怎么玩。谭悠悠不好意思地冲谭同之笑笑，堂而皇之地拿起他的爱物，对着光一张一张细细地摩挲打量。爹，真是好险啊！女儿啊，乖宝啊，我有事要和你娘商量，你先回房去啊。好，都给我抱回房去，我细细的看，看好了就用它写诗词。是。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用它学诗词呢？小姐啊，看来老爷是铁了心要促成这桩亲事了。屋外传来门响声，谭悠悠扒着窗缝往外看，只见谭同之垂头丧气地从梅姨娘屋里走出来，便抿着嘴笑了。渣爹这是被赶出来了呢。活该啊，叫你卖女求荣。却见渣爹朝着他这个方向来了，于是他赶紧一口气吹灭了蜡烛，站着不动。悠悠啊，刚灭了灯，还没睡着吧？你听着啊，爹有几句话要交代你。这是一门好亲事，裴相光品貌俱佳，门楣高贵，家里也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嫁过去就是侯夫人，你姨娘人前人后都要得意几分。爹不会害你，你听爹的，劝劝你姨娘啊，以后爹升了官，有你们的富贵日子过。爹啊，我怕。你怕什么嘛？啊，说出来，爹给你撑腰。我怕挨饿和挨打。我知道的，咱家人口多，爹挣钱养家，太太操持家务不容易，都没啥钱。裴相光冷冰冰的，都不会笑，看起来好凶。至于什么侯夫人，她能不能继承爵位还不一定呢，我就怕她饿着我，或者有钱也舍不得给我吃。你放心，只要你高高兴兴嫁过去，嫁妆啊按着侯夫人的身份来，一定饿不着你，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这也是爹的脸面呐。至于挨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你看裴荣这么雅致斯文，绝不会殴打妇孺。不，您说了不算，我得亲自去问裴荣，否则免谈。这不是才见过吗？
我怕裴荣不肯呐。谭悠悠冲到窗边，猛力拉开窗户，对着谭同志大声说：不肯就不是诚心想结亲，他不见我，这事到此为止。您非得让我嫁，就抬着我的尸体去。行，见一见。还有，您昨天见了裴荣，都说了什么？没啥，就是为你三姐的荒唐行为赔礼，求裴荣别坏了你们的名声。他挺好说话的，和我夸了你，说你很好。谭悠悠初步同意这门亲事，以及要求面见裴荣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谭家人耳中。转眼就到了和裴荣约见的日子，因为担心会出幺蛾子，这次见面约在班伯府。谭悠悠坐在荷塘边，一边喂鱼一边等裴荣。然而很快他就发现不对劲了，总有下人时不时过来给他送吃的，还有人借机和他聊天。最近天气太热，鱼儿不怎么吃食，都瘦了。我们老夫人最喜欢这些鱼儿，心疼得很。谭悠悠再怎么愚钝也能体会到班家人防着他偷堂子里的锦鲤吃呢。都怪福王世子那个不正经的大嘴巴，我就是那么一说好吧。有江盘青鱼吃，谁那烦吃锦鲤？于是当班老夫人身边的丫鬟巧姿过来和他说锦鲤不好吃，刺多腥味重时，他睁大眼睛捧着脸震惊地说：什么？吃锦鲤？鱼儿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鱼儿呢？巧子姐姐吃过锦鲤吗？你为什么要对那么好看那么可爱的鱼儿下嘴啊？你怎么忍心啊？谭悠悠穷追猛打，打得巧姿落荒而逃。谭悠悠拍拍手，耳根终于清静了。小姐，裴公子来了。谭悠悠笑眯眯地转过身看过去。见过裴公子。听说五小姐要见裴某。是的，关于上次在万福寺那件事。您是说有关裴某向令尊提亲的事吧？就是这件事。其实我想澄清一件事，我没有私自倾慕。这件事不必再提，裴某会负责到底。我已听令尊提及五小姐的担忧，现下就给您答案。我勒个去，啥负责到底？什么意思啊？第一，裴某此生绝不会欺凌妇孺弱小，更不会殴打妻室。第二，裴某家产还算丰厚，也不吝啬，绝不会遏制妻儿。我其实五小姐就算想尝尝锦鲤的味道也没什么，裴某弄给你吃，但违心之语尽量少说。我不需要你负责。你还小，不懂事，说了不算，我自会与令尊令堂相商。就这样，回家去，今日大暑，小心受热。裴荣冷淡地点点头，转过身，大步流星地走了。谭悠悠想咆哮，这是他穿过来之后第一次如此暴躁不平静。一个自以为是的古代老男人，人老，思想也老。周氏梅姨娘突然冒了出来。看来你们谈得很不错，裴荣此人确实端方君子。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这样不好，不好。谭悠悠深呼吸，笑眯眯。太太，姨娘，你们什么时候来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都觉着裴相公不错。悠悠眼光不错，我们回去吧，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呢。怎么样，我眼光不错吧？是。谭悠悠自我安慰。长得也挺好，看脸也能多吃一碗饭啊。哎，爹，姨娘，抱歉，打扰了。是我。您怎么来了？你坐。裴荣不请自坐，自个儿在主位上落了座，指着距离他2臂远的一把椅子，强调：坐那。
呵呵，裴荣叫他坐的距离这么远，是怕他不知分寸，不懂得礼节，跑过去和他裴荣套近乎，还是怎么的？这不太好吧？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于理不合，不妥。我还是先退出的好。您是来找我爹的吗？我也是来找他的，这就让下人把他寻来。你很守礼，这很好，可以让我少操心很多。呵呵。谭悠悠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勾着唇角讽刺的笑，因为怕被发现，又假装羞答答的低了头。公子谬赞，我先告退了。不必，令尊就在后堂寻一件东西，梅姨娘也在，所以不算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是特意来看望你的，坐下说话。哟，没想到竟然还懂得来看我。谭悠悠腹诽着，在距离裴荣最远的椅子上落了座，整理好衣裙，就低着头看指甲，都不带多看他裴荣一眼的。长得好就了不起哦，是不是觉着是个雌性都会往你身上扑啊？哼！今天姑娘就要比你还矜持守礼。你瘦了，脸色也不怎么好看。听令尊说你被吓得有些狠，吃不下睡不好，睡着也在做噩梦哭喊。我原本不信，但看你眼睛还肿着，眼角还有泪痕，却是真的。终究还是年纪小，经过的事少。啊！谭悠悠抬起头来，惊诧地看向裴某人。你不必太在意外表，毕竟今后你我二人将要朝夕相处，风雨与共。不管你衰老还是变丑，我都不会嫌弃。裴先生，您怎么知道我在意外表呢？不管我衰老还是变丑，您都不会嫌弃我，这说的也太早了吧？抱歉，是我不会说话，冒犯了武小姐。我是想着，女子通常都很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不必解释。我其实也想和您说，不管您衰老还是变丑，我都不会嫌弃。既然你我二人都有如此共识，极好。谭师伯，您觉得呢？谭同之笑呵呵地从后屋走出来，激动地搓着手道：“很好，很好啊！那就这样定了，尽快挑个好日子，早些成亲，也好全了老侯爷的心愿和相光的孝心呐！啊，多谢师伯成全。自小定之后，容便着手准备婚礼事宜，现下已经备得差不多了。一大早就赶过来，饿了吧？留下来用饭，咱俩喝一盅，如何？”不会打扰府上吗？会的。拒绝吧，骚年，你会被姓谭的老狐狸算计的。当然不会了，教客上门，求之不得，怎会打扰呢？却之不恭，那就叨扰了。爹，裴公子，我有些不舒服，先回去了。凶手一次不成功，必然还会做第二次。师伯打算怎么处理此事呢？事关自己的安危，谭悠悠突然就不想走了，他想留下来听听他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事。爹，我怕。闺女坐到这儿来，爹知道你怕什么，咱们听听裴公子的想法，一劳永逸把这事儿给解决好。这件事不好处理，放蛇的小厮即便指证梁家的人，也没实质性的用处，因为没有证据，梁家大可说是污蔑和陷害。毕竟世伯与梁知府的关系不好，大家都知道，即便能证明是梁家干的坏事，也不能伤筋动骨，不如换个方式处理此事，以绝后患。裴荣说到这里就不肯继续往下说了，而是很礼貌地问梅姨娘：“听闻府上常有新奇菜谱，不知荣是否有福气尝一尝？”呀，这是咱家悠悠的拿手好戏呀，他最擅长厨艺了。今天中午啊，就让他给您做一桌好吃的。悠悠，乖女儿，快去呀！我昨天夜里没睡好，头痛，没力气。是我想的不够周到，随便什么都行，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一起吃。又不要你亲自动手，人家相光特意来看你，你得懂事，
至少也得弄那么1、2个像样的菜上来。我帮着五小姐做。姨娘，你变了。悠悠啊，你又没真的被吓到，别偷懒了，就当是做给我和太太吃，好吧？我和太太辛苦了一夜，也该补补才对啊。谁说我没被吓到？我真的被吓到。其实呢，我有些想不通啊。你这样的身份地位，什么高门大户的嫡女不好娶啊？这怎么就看上咱家悠悠了呀？当然了，咱家悠悠性子好，样貌好，那多才多艺，不比那些高门大户的嫡女差。但这出身上终究是软了那么几分。不是高门大户的嫡女就一定好，过日子还是讲究一个你情我愿，看彼此顺眼，更多还是看缘分。相信世伯最有体会。说得好，过日子就讲究一个你情我愿，看彼此顺眼，更多呀还得看缘分。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他立刻大声道：当然了，你那未来的丈母娘是出身好，为人好，没有哪里不好。老爷，太太来了。哎呀，太太有什么吩咐，只管让人来说就是了。这天这么热，怎么还亲自跑这一趟？我怕厨房怠慢贵客，特意过来看看。给您添麻烦了。顺便的，我们这边也有一件要紧的事儿，得请裴公子参详。这是我们五小姐的嫁妆单子，我们是想让姑娘风光出嫁，都想给她好的，就怕物件为质或是不够好。裴荣也不推辞，双手接了嫁妆单子，逐字逐句一一细看。府上准备得很得体，没有任何不妥。这是聘礼，请二位过目。本该由家父亲自上门与府上商榷，但他身体不好，不良于行，还望二位海涵。我看看。哎呀，这个聘礼会不会太丰厚了？令爱天真活泼，才貌双全，能够娶其为妻是荣之福气，再丰厚的聘礼都不为过。只是家底浅薄，财力有限，让二位长辈笑话了。裴公子，婚姻大事非同儿戏，结的是两性之好。既然令尊不良于行，我们也不计较那么多，便由我们登门拜访如何？如此方显得慎重。您说的一点没错，但家父情况特殊，我们家里的事想来二位长辈也曾听过一些，家父他确实不太方便，所以才会托了福王世子和班伯府出面料理这桩婚事。不过若是府上坚持，我尽力设法。没事，有福王世子和班伯府出面，这事儿差不离。不过女婿，咱们悠悠在家呢是教养长大的，我们体贴府上的难处，不计较那些繁文缛节，你们可不许欺负他呀。那是自然，裴荣能娶令爱为妻，自要护她周全，保她衣食无忧，安然一世。有客人呢，都打起精神来，别叫人看笑话。谭悠悠也就是提醒他们，并不是真要和他们过不去。正要去找谭同之，却觉得身后有异，于是回身往后望去。那是谁？谁让他进来的？啊，那是裴公子的随从，之前由厚德叔领着去茶房歇息，想是吃好了饭过来伺候裴公子的。既然是客人，必须招待妥当。你去陪他喝茶说话，老爷那边还要些时候。是，五小姐。不必，我就在这里等候即可。你叫什么名字？下仆之夜，见过谭五小姐。是树枝的枝吗？不是，是知道的知，家业的业。我还以为是树枝的枝呢。正好我家有几个下人名里也带了这个字，原来是知道的知啊。你认识我？下仆，你们在做什么？公子。枝叶迅速转过身，抛下谭悠悠，朝着裴荣迎去。谭悠悠也转过身，笑看向裴荣。
裴荣站在月亮门下，身旁一左一右站着谭同之和周氏。爹，太太，我来给你们送点自制的冰粉，可好吃可解暑了。这丫头啊，被我们惯坏了，不懂得害臊。在自己家中不算为举，是悠悠自己做的，非常特别，美味解暑，外头吃不着的。裴荣吃了一口又吃一口，不知不觉间一碗冰粉见了底。他默默地把空碗放到桌上，修长的手指在桌面轻轻敲了敲。你今日所为，在娘家可谓是活泼天真，今后若是嫁去我家，断不能如此没规矩，会让下人小看于你，绝对是报复。谭悠悠有充分的理由确定，裴荣这么教训他，绝对是因为冰粉没吃够而报复他。他默默地从食盒下方变戏法似的端出一碗冰粉，轻轻放在裴荣面前。没有了，真的没有了，这是最后一碗，全都给你，别骂我了好不好？裴荣的表情顿时僵住，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微皱着眉头接过冰粉，低不可闻地了一声。我先告辞了。谭悠悠行了个标准的服礼，低着头退了出去，背影萧瑟，微微发抖，看起来是受不住打击，悄悄哭了。谭同志示意周氏跟出去宽慰谭悠悠，他自己则好声好气地和裴荣说道：相公啊，我家悠悠胆子最小，心地最纯善，有话烦劳你好好和他说，别吓着他。吴姐姐竟然把最后一碗冰粉给裴公子，我们家除了我爹、太太、梅姨娘之外，从没人有过这待遇，他对你可真好。裴荣的目光缓缓扫过这一家子男人，从他们脸上都看到了一种叫做不高兴，但我使劲忍着的表情。几岁了？启蒙没有？看着个头不大，说话条理很清楚，不错。吴姐姐不能得罪的，她生起气来很可怕。怎样可怕？她会做什么？第一，吴姐姐再也不会分好吃的东西给你。第二，她会故意当着你的面吃好吃的，都是外面买不到的。第三，太太和我爹都会骂你，其他哥哥姐姐也不会和你玩。稚子之语，维护姐姐的心却一点不少，实在天真可爱。这是送你的见面礼。我不能随便收你的东西，吴姐姐要是知道了，下次就不给我好吃的了。姐夫给内弟见面礼正是应当的，世伯就让五弟收下吧。小孩子不懂事，这么贵重的宝玉给他容易丢，给个一般的物件也就是了，省得不患寡而患不均。咳什么呢？要是受凉了就吃药，被水呛着了也出去咳，当着客人的面这样咳，没礼貌，是这个道理，对吧，相公啊？您说的是，世荣太过年轻，思虑不周。他比个手势，枝叶走上前来，躬身将一只匣子递上。匣子打开，里头一共5块上等羊脂玉佩，都是预言吉祥的纹样。这是我自小就带着的，看你聪明可爱，特意送给你。收礼就该回礼，谭志锦悄悄向谭同之请示。该回什么礼比较妥当？回什么礼？他气哭了你妹妹，还回他的礼？你脑子进水了？时辰不早，我们还有功课没有完成，先告退了。去吧，相公若是无事，一起喝杯茶。叨扰太久，该回去了。吴姐姐来了。谭悠悠被他的情绪感染，不由得绽开一个笑，还没来得及完全笑开，紧接着一道高大的身影从谭悠悠身后走出，与他擦肩而过，是裴荣。哪怕只是一个侧脸，也能看到裴荣微皱着眉头，仿佛又在嫌他贪睡偷懒。我没有睡一整天，我是不舒服。裴荣停下脚步，转头看了他片刻，微微皱着的眉头松开了。脸色确实不大好，请大夫看看。拿我的帖子去把张大夫请来。不用，我已经好了，真的。不要讳疾忌医，现下你还小，不懂得里头的厉害，将来是要吃亏的。爹，
相公啊，悠悠自来身体康健，人有实诚，他说好了就是好了。这么冷的天气，别惊动人家大夫了。师伯，我看这五小姐瘦多了，让大夫看看，大家都踏实。婚期已近，别耽搁大事。就这样吧，他懂事，我们却不能由着他来。有劳裴公子了。谭悠悠扯扯唇角，给裴荣行了个礼，娇弱的被扶到亭子里。快给我那块烤得最好的五花肉。既然不舒服，这些油腻的东西还是不要吃的好。我其实是给您吃的，进客吗？悲伤的谭悠悠睁着湿漉漉的小鹿眼，目不转睛地看着裴荣从他筷子下夹走那块烤肉，在未尽自己的嘴里，下颌有力地嚼啊嚼，喉结滚动，进了胃。有事？没事。要你多事，事儿精。不想又恰恰和裴荣的目光对上，裴荣当即起身走开，耳根和脸已经红成一片。大哥，我饿。稍安勿躁，等我把裴相光哄走，你再吃个够。我运气真好，竟然有你这样的好兄长。你放心，大哥罩你一辈子。兄长是最好的大哥。在他期待的目光下，谭志锦走到裴荣身边，笑道：听闻相光喜好收藏金石，我前些日子得了一块古墓，据说是前代的故墓，可否请你帮忙看看？去看。成功。谭志锦给了谭悠悠一个胜利的眼神，和谭同之一起把裴荣带走了。快给我倒杯果子酒。慢慢吃，别噎着。忽听谭志敏大声喊道：裴公子好，这位是大夫吗？你给他仔细号号脉，他近来消瘦的厉害。张大夫立刻严肃认真地给谭悠悠号了脉，郑重得出结论：十分康健，若实在担心可以少饮酒，多喝2杯消食茶，切忌暴饮暴食。太不可爱了，好端端的提这些做什么？谭悠悠正想辩解，就见裴荣瞥了他一眼，他唰地站起来，耷拉着肩膀小声说道：不要骂我好不好？我整天没吃东西，又冷又饿。裴荣微微皱眉头，想说什么又忍住了。谭同志一看情况不好，立刻示意谭志锦火速把张大夫送走，再打圆场。相公啊，你今天过来不是要谈正事的吗？咱们是在这里谈，还是去我书房里谈？去正堂里谈吧，我听听。梅姨娘也来。谭悠悠抚着胸口，长舒一口气。好可怕。确实。梅姨娘回来说是婚礼细节都谈妥了，裴荣这个人抓庶务挺不错的，条理分明，主次得当。谭悠悠并不在意婚礼细节，只追着问：他有没有一直臭着脸给你们脸色看？怎么会？我们是长辈，他若给我们脸色看，便是他无礼，还谈什么婚事？他到底喜欢我什么？为什么想要娶我？你这么好，他想娶你是正常的。谭悠悠也就不管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裴校长有颜有钱还大方，他就是这么庸俗浅薄。来了来了，哭啊，五小姐快哭啊！哎呦，哭啊，五小姐快哭，不能笑。不行，我哭不出来。要不你掐我一把？掐啊！不把我掐哭不许收手，哭了有赏。青了紫了的我一定不怪你。行了，哭不出来就不哭，各有各的性情。不是哭了就真舍不得父母家人，也不是不哭就无情无义。五妹，吉时到了，哥送你出去。大哥，拜托你小心点，别摔跤啊！
谭悠悠被谭志锦背着往外走，紧张兮兮地抓着他的肩膀，小声叨叨：“注意门卡。为什么要在这个点迎亲啊？黑灯瞎火的。”你可没那么瞎，婚礼就该在黄昏时候举行。谭悠悠就不再说话了，因为他听见裴荣的声音就在不远处，仍然低沉悦耳，一本正经：“小心站好，我放你下来。接下来是要听父母教诲。你嫁过去以后要恪守规训，凡事以夫家为重，孝顺为先，四德三宗。让你母亲和你说吧。”顾小姐，关于规矩，你父亲已经和你说的差不多了。日常在家也一直学着，你都晓得，也做得很好。我盼你啊，夫妻和睦，举案齐眉，儿女双全，福寿绵延。是。吉时到，送新娘登轿。也不知道走了多久，花轿终于停了下来，轿帘被揭起，一只骨节分明的大手伸到他面前，裴荣的声音低低的：“到了。”新娘子小心脚下。谭悠悠摆出最为优美娴雅的姿态，不紧不慢地跟着裴荣的步伐一起往前走。到喜堂了，新娘子小心台阶。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不知裴荣从哪里找来的司仪，嗓子高的敲锣似的，震得谭悠悠耳膜嗡嗡响。然后他就觉得耳朵很痒，很想伸手去抓，但这种情况下肯定不能做，于是他忍得心烦意乱，等到反应过来，已被送进了洞房。好冷啊！你收拾一下，等我回来一起用饭。裴荣交代完毕，头也不回地往外走。真男人，就赶紧给你老婆添几个炭盆啊！裴荣果然停下脚步，回身看着他。我日常不惧寒冷，很少烤火，又因之前房里人多，有小孩子，我怕打翻炭盆出意外，就没让人放炭盆。你先忍忍，他们马上送炭盆进来。是，夫君。裴荣默默地看了他片刻，转身走了。柳枝关好窗子，就有婆子送了一个炭盆进来，行礼之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冷死姐姐了。柳枝啊，我今天晚上不会被冻成冰棍儿吧？啥时候才能用饭？我好饿，又冷又饿。小姐，咱们怕不是被骗了吧？你看出什么了？之前不是说安乐侯府家底很丰厚吗？咱们虽不算富裕，但也从来没有把卧房弄成冰窖的呀。堂堂侯府，好歹也烧个地笼什么的呗。但是你看这里，炭盆都不舍得用，不是穷就是吝啬。我看着他长得像个正经人啊，怎么也会骗人呢？您之前不是说越是好看的男人越会骗人吗？我说的是越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那不一样的嘛。其实钱可以挣，穷不算啥，小气才最可怕。万一我用自己的钱，他也要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就没清静日子过了。哟，这是没见过炭盆还是怎么的？披着狐裘的杨慕云有几个丫鬟婆子簇拥着，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表妹啊，我这是在做正事呢。谁是你表妹？别乱叫。你做的什么正事？小淑女不懂礼仪就明说呗，胡扯什么？谭悠悠指着炭盆道：我看这盆里烧的是什么炭，算一算这一冬咱家要花多少钱才能不冻着。你看出什么来了？这是上等的银丝炭，说是夏季1两银子能买20斤，说是冬天就只能买10斤了。
我打算以后都要夏天就把炭火准备好，勤俭持家。你怎么知道表哥会把家交给你管？你可真高看自己。表妹啊，我既然嫁进来，管家就是我职责所在，必须管的，不然就不贤惠了。我必须贤惠的，不然人家会骂我爹娘没教好我的。好啊，我不说了。表妹，你坐，别不好意思。你才不好意思，你要干什么？对，是我不好意思，我想和表妹你聊聊天。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和你有什么好聊的？我其实就是想问问，听说你表哥听说他又穷又吝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就知道你是这种人，总算露出势力的真面目了吧？嫌我表哥穷是吧？也不看看你是个什么身份模样，也配嫌弃他？还敢说我表哥吝啬，那是因为你不配。是，我不配嫌弃他，你表哥有钱又大方。哇，太好了，我没看错人，想必是裴校长单身惯了，不懂得怎么照顾小娇妻，也有可能是杨表妹搞的鬼。今天我就要把屋子里搞得暖洋洋的。被骂还笑，此人简直深不可测。杨慕云不敢久留，威胁道：我要去告诉表哥你是个势利小人，你就等着瞧吧。表妹别啊，这是误会呀，表妹。谭悠悠很没诚意地喊了2声，等到杨慕云走远，就欢乐地吩咐柳枝：让他们再烧4个炭盆送进来，要4个角落屋子正中都摆上，要上档的银丝炭。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烤火？表小姐要去诬告挑拨您和姑爷呀，你赶紧想想怎么办吧。太冷了，我没办法想。这会新郎官要敬酒待客，她一个未出阁的小姑娘没机会纠缠他。哎呀，赶紧的，快！哎呀，我要冻僵了，快点。这时门外传来男人有力的脚步声，谭悠悠站在灯下，笑眯眯地对着他行了个服礼。夫君回来啦。夫君，我脸上有什么不妥吗？没有。这是在心疼银丝炭吗？快证明你有钱又大方啊！还冷吗？已经不冷了。裴荣不说话，垂着眸子继续盯着他看。哎呀，这么盯着人家看，好害羞的。替我更衣。哦，好的。夫君好高啊，我才到夫君的肩头高呢，你一只手就能拎起我，对吧？裴荣的眉头又微微皱了起来，叫他帮着更个衣，怎么这么多话，半天不动手？什么叫一只手就能拎起他？他裴荣又不打女人，拎他一个女子干什么？夫君是生气了吗？我其实不晓得该怎么帮您更衣。您是要脱掉外袍吗？换哪件呢？我还没吃饭。既然这样，就先用饭吧。哎，夫君您坐，我给您铺菜。裴荣的眉头立时皱了起来。夫君不喜欢猪腿肉吗？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以后我记住了。谭悠悠立刻把那块凝固着油脂的猪腿肉夹走，给了他一块盐香贵妃鸡。裴荣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夫君也不喜欢吃鸡吗？对不起，以后我记住了。您吃虾，原来夫君喜欢吃虾，多吃点。裴荣垂眸看看面前冷透了的死虾，面无表情地去拿装了浓汤炖花椒的炖盅。夫君要喝汤吗？坐吧，你我也是夫妻，不必如此拘礼。好的，夫君。倒是早说，什么都伺候着吃了一遍，才说是夫妻不必拘礼。
所以其实是不想被逼着吃冷菜吧。夫君，要不要尝尝这个豆腐？谭悠悠决定继续贤惠，必须让夫君大人尝遍桌上的所有冷菜呀，不然他这个贤妻就不称职了。不必了，菜都凉了，吃下去让他们重新上。你饿了吧？很饿，但是要等夫君您回来一起吃。你我夫妻不必如此客气。裴荣眼里多了2分温度，出声招呼：来人，换一桌热菜上来。刚才杨表妹来看我了。都说什么了？说炭火呢，夏天买炭火价钱将近便宜一半，冬天就贵很多。我打算以后都要夏天就把炭火备好，勤俭持家。然后呢？我觉着就算今晚多烧几个炭盘也不至于太败家，所以就让他们多送了几个炭盘。夫君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要是觉得奢侈浪费，几个炭盆而已，不值一提。裴荣走到衣架旁，径自脱了外袍。谭悠悠光明正大地看着裴荣脱衣服，宽肩、窄腰、翘臀、长腿。我果然没看走眼，确实值98分。正看得津津有味，裴荣突然停下动作，回过头。谭悠悠无法掩饰，果断举起手捂住眼睛，把脸挡住。给我取件薄外袍，就在衣柜里挂着呢。好的，夫君。谭悠悠转过身，低着头匆匆忙忙打开衣柜，随便取了件薄外袍，又低着头走过去递给裴荣。从始至终他没抬过头，一只温暖的手轻轻碰了他的手指一下，他吓得一缩，飞快收手，袍子落到了地上。对不起，夫君。谭悠悠利落的道歉，弯腰去捡外袍，却与同样弯腰捡外袍的裴荣碰了个正着，两人目光一触即分。谭悠悠后退2步，低头垂手，静立不动。你很怕我？也不是，我就是害羞。裴荣没有再说话，转身走开了。就这样，都不懂得表示一下。谭悠悠悄悄给了裴荣1/4个白眼。公子，酒席来了，是现在送进来吗？送进来。裴荣指着其中一个仆妇说道：你留下来伺候，柳枝下去吃饭。是。饿坏了的小姐会不会吃撑啊？会不会漏了馋相被安乐侯府的人嘲笑啊？简直不能放手。还不快去！千万别告表小姐的状。知道，啰嗦。你来布菜，少奶奶饿太久，先给她盛一碗浓汤炖花椒暖暖胃。是，少奶奶喜欢吃什么，只管命奴婢给您取。有劳。不必与下人客气。是，夫君。布菜的仆妇十分伶俐，立刻舀了一勺蟹粉扒豆腐送到谭悠悠面前。给我吧，寒凉之物，她胃寒，不要吃了。我的蟹粉扒豆腐。认真用饭，别东张西望。谭悠悠酸溜溜地扒着白饭，闷闷不乐。不是爱吃鸡腿肉吗？吃吧。谢谢夫君。给少奶奶加块冬笋，不能只吃肉不吃菜蔬。给少奶奶加块猪腿肉，那个温补。这饭吃不下去了。夫君慢用，我吃饱了。这就吃饱了？吃饱了。撤了。夫君再吃些，一定要吃饱，吃饱才有力气啊。谭悠悠不信自己有这么大的魅力，诚恳地劝裴荣多吃点，却见裴荣撩起眼皮子，静静地看着他，眼神颇不寻常。那个啥，我去漱口刷牙。莫名其妙。
好有压力啊！不就是那么回事吗？我不怕，谁怕谁松绑。谭悠悠以蜗牛般的速度慢吞吞爬到床边。来了。来了。你不累吗？累。不困？困。那还不睡？谭悠悠沉默。不想睡就别睡了。我要睡的。谭悠悠就像装了弹簧似的，立刻利落地爬上了床。这床也有他的一半。坐这里。裴荣眼里闪过一丝笑意，示意他以同样的姿势在自己对面端正跪坐。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之大始，坤作成物。懂得这段话的意思吗？谭悠悠紧张的冒汗，这是在考试吗？没人告诉过他结个婚动个房还要先考文言文呢。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之大始，坤作成物。在家有没有学过？听说谭家很注重培养儿女才德。那么我要是回答没学过，不知道，是不是就说明谭家并不重视培养儿女的才德？学过的。解释一下。乾坤就是天地乾坤的那个意思，是说男女阴阳，我不知道，我解释不了。你是不愿解释吧？夫君觉得是怎样，就是怎样吧。意思是说，男人成天之阳刚，女人成地之温柔。天无地则不长，地无天则不生，所以要阴阳协调。这是在上课吗？有没有搞错？这老朽的古板男人，白瞎了这么好看的皮。谭悠悠又冷又累，没心情在这种时候听裴校长讲课。他掩着口打了一个呵欠，无视裴荣看过来的眼神，接着又打了一个呵欠。打完呵欠之后，他就开始放纵自己打瞌睡，真的好困好累。裴校长低沉悦耳的声音简直就是催眠曲。生生不息，夫妻阴阳和谐是指……裴荣的声音越来越低，渐次沙哑。我们……咚一声轻响，栽倒在床上的谭悠悠打断了他的话头。裴荣看着面前熟睡的像个孩子的小妻子，沉默许久，替他盖上被子。没生气？好人啊！谭悠悠收回偷窥的目光，放心大胆地睡着了。公子，表小姐突发疾病，请大夫告知表少爷即可，不许再来打扰。裴荣放下紧张，在谭悠悠身边轻轻躺下。谭悠悠的睡相不大好，安静躺了一会儿，就往他身边凑，先搭上一条腿，再搭上一只胳膊。裴荣先是睁着眼睛一动不动，过了片刻，皱着眉头将谭悠悠推开，低声教训：睡好了，睡有睡相。谭悠悠的回答是翻个身，紧紧抱住他的腰肢，趴到他胸前，小声嘟囔：姨娘。裴荣的额头冒出细汗，身体越发僵硬。裴荣面无表情地抓住他的胳膊，很坚决地将他推到一旁，翻身下了床。他大步走到屏风后，将帕子投入凉水中擦了一遍，走出来，谭悠悠已经滚到床边，浅红色里衣半退，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裴荣又退回去，抓起帕子准备再擦一遍汗，可是铜盆里的水已经用过一回，药就只能叫下人进来更换。他默了片刻，索性披衣走到门边。姑爷有什么吩咐吗？少奶奶没有吩咐，她已经睡着了，给你处置。谢姑爷赏。撤走4个炭盆后，裴荣终于没有那么热了。他神清气爽地走到床边，耐着性子用被子把谭悠悠裹成一只茧放到最里头，自己再拉一床被子盖好，四平八稳地闭上眼睛睡觉。
裴荣是被噩梦惊醒的，他梦见一个看不清的阴影死死压在他胸上，让他几乎窒息。他大口喘气，奋力睁开眼睛，只见胸上趴了个人，粉嫩白皙的圆脸挤成菱形，浓密的睫毛又长又翘，肉嘟嘟的小红嘴微微张着，睡得不能更熟了。谭氏。谭悠悠没任何反应。谭氏。谭悠悠厌烦地挥了一下手，正好打在他的鼻梁上。谭氏。好烦啊！天还没亮。谭悠悠猛地坐起身来，看清楚他后，表情瞬间凝固。谭氏，夫君是叫我吗？是叫你，有什么不对吗？很好，谭氏这个称呼很裴荣。夫君，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您生气的。我要是哪里做的不对，请您教我，我一定改，一定很听您的话。睡有睡相，你这样满床滚像什么样子？是我不好，我一定改。明儿晚上让他们拿布条把我绑着，10天半月就改过来了。夫君，您喝杯水吧，就当是我给您赔罪了。只是这水有些凉，您别嫌弃。你很柔顺，上来，别冻着。谢谢夫君。夫君，您真好。之前太太和我说，夫君年纪大些会更宽宏更体贴，我还不信呢。现在可知道了，是真的。裴荣淡淡点头，他不习惯和年轻女子这么聊天。夫君，您不喜欢悠悠吗？夫君不会嫌我孟浪吧？可是女子出嫁从夫，要以夫为天，自此之后，悠悠的心里眼里就只有夫君一人，不离不弃。夫君，您不说话，是因为讨厌我吗？没有，我没有讨厌你。真的吗？在家里，我爹只有在不高兴的时候，才会直呼家中姨娘们为某氏。对于太太，一直都是礼敬有加。哦，夫君，你以后能不能叫我悠悠？我是说，就咱俩的时候，我一定不告诉别人。裴荣的手很大，而且干燥温暖，就像暖乎乎的小手炉。谭悠悠抓住就不想再松手，为了防止被老朽男人不识情趣的甩开，她小心翼翼冲着裴荣讨好的笑。哦，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夫君，我刚听到打4更鼓，咱们是不是该起床啦？您看我才进门，也不知道咱家的规矩，您教我好不好？不用，我日常都是5更起身。睡吧。还能再睡会儿？太好了，我还以为就要起床了呢。裴荣这次没搭理他，闭上眼睛睡了。谭悠悠见他没把自己的手甩开，就大着胆子又凑过去些，妄想把冰渣子一样的双脚贴上去，却又不大敢。算了，还是别作死了。新婚第1天，千万不能得罪老板，不然会被穿小鞋的。夫君，我能不能要个汤婆子啊？我的脚很冷。裴荣闭着眼睛了一声。谭悠悠慢吞吞地从裴荣掌中抽出自己的手，慢吞吞坐起身来，窸窸窣窣穿衣服，然后捂着口鼻响亮地打了个喷嚏。裴荣睁开眼睛看向他。对不起夫君，吵着你了，我没忍住，太冷了。安心躺着。来人！裴荣喊了一声，职业的仆妇很快送了热乎乎的汤婆子进来。谭悠悠满足地抱着汤婆子，果断放弃了裴荣。裴荣握紧空了的手掌。再送2个炭盆进来。
别人对你好，就要也对人家好，一来一往才是人间正道。谭悠悠深谙这个法则，所以当那2个炭盆被送进来后，他又絮絮叨叨地对着裴荣说了许多好听话，直到裴荣皱着眉头道了句食不言寝不语，他才乖巧地闭紧嘴。有汤婆子温暖的被窝总是格外让人睡得沉。很快就到了5更天，一夜没睡好，头隐隐作痛，他疲惫地揉着眉心，坐起身来，等待谭悠悠跟着起身伺候他盥洗穿衣。然而谭悠悠睡得踏实无比，手和脚仍然是嚣张地摊开，一个人占了大半张床。裴荣的头更痛了，忍耐地敲敲床板，试图体面地唤醒某人。谭悠悠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谭氏，谭悠悠，在。对不起夫君，我不小心睡过头了。起吧，早睡早起身体才好。你要勤俭持家，就不能睡懒觉。主母勤奋，下人才守规矩。夫君，您愿意让我管家吗？您觉得我能管好吗？你既然做了我的妻，便是这安乐侯府的女主人，你不管家谁管家，这是规矩。夫君您真好，您躺着别动，等我伺候您起身。算了，我自己来。你赶紧穿好，别冻着了。你的娘家很暖和吗？昨天接亲时，夫君也看到了，我们家人多房子小，我住的屋子只有8丈大小，一个炭盆就能很暖和了。太太会当家，我姨娘自己也有些积蓄，所以每到冬天屋里不会断炭盆。家里大我是娇气了些。裴荣不再说话，因为柳枝等人捧着热水等物进来伺候他们盥洗了。老奴给公子和少奶奶请安。不知2位嬷嬷清早前来是有什么事？2个仆妇的神情很奇怪，似乎有点难为情。谭悠悠想了想，觉得大概是人家觉得这事儿不太方便回禀他，便起身避开。我去找个镯子，劳烦夫君处理。有事直接禀告少奶奶，遮遮掩掩的成何体统？到底什么事？谭悠悠在后头听着，觉得大老板其实是有起床气的，只是对着他忍了。只听仆妇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话，他没能听清楚。裴荣沉默许久才道：明天再来。等到谭悠悠找了镯子出去，2个仆妇已经走了，那只匣子却留了下来，端端正正放在床头的柜子上。怎么了？这2位嬷嬷是来收原帕的。裴荣面无表情，声音低沉地说了这句话，起身就往外头大步走了。夫君，您还没洗脸呢。我也害羞啦。不过小姐，太太应该教过您的。是教过啊，但我这不是不熟，一时没想到嘛。收什么原帕？没有洞房哪来的原帕？等等，裴荣说是明天再来。他下意识地握紧拳头，转头瞪大眼睛看着柳枝。小姐，您昨晚做什么了？为什么过夜不高兴？您睡着了是吧？是吧？哎呀，您为什么要睡着啊？故意的吧？还说您懂事了呢，谁家的新娘子像您这样？要闹笑话了呀！反了吧你，竟敢骂我！这不怪我，都怪他。谁敢笑我啊？我家夫君都没怪我，谁敢怪我？小姐，您说都怪姑爷，他不会是，不会是不行吧？柳枝一个大姑娘家说不出这话，只看谭悠悠越看越可怜。这么个吝啬不体贴的男人，家里还有个讨厌的表妹，那方面还不行，他家小姐命好苦啊。你怎么了？我就说了你一句，没骂你也没打你，不许哭，哭了不吉利。笑，哎呀，快笑啊！你到底怎么了？别哭了啊！是不是昨夜没得到饭吃？还是谁给你委屈受了？
小姐，您刚才说那事儿不能怪您，得怪姑爷，那是怎么回事呢？他昨天夜里居然考我，还给我上课。考您？上课？考您什么呀？哎呀，说了你也不懂。哎，就算这样，那也不影响正事儿啊。我太累了，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嘛。哎呀，谢天谢地。谢什么？你以为怎么了？没什么没什么，奴婢想多了。哎，这安乐侯府果然一点不安乐，一群作精。适合陈不成？来，我换你们令花。柳枝和莲枝都不肯给，五小姐又懒又娇，怎么拎得动？我这叫苦肉计，长辈都吃这一套，见我如此有诚心，就愿意放我进去了。裴荣匆匆赶来，远远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场景。他的小妻子笑容灿烂，端庄优雅地站在他爹的门口，左右两只手各拎着一只沉重的大食盒，十分任劳任怨。他爹屋里传出阵阵笑声，显然不是没醒，而是故意折腾人。主子拎食盒，丫头却站着，成何体统？夫君快息怒，不是他们的错，是我自己想要尽孝，非让他们给我的。你别出声，就算想尽孝，也要看看是否合乎规矩，合乎情理。你年纪小又生得娇弱，不懂得爱惜自己，还指望谁爱惜你？这好像不是骂他来着，而是很讲规矩很讲道理的指桑骂槐，骂屋子里那位不成体统，不讲规矩，不通情理，不爱惜他。看看我男人长得真帅啊，看看这个性的浓眉，这深邃坚毅的眼神，线条优美恰到好处的鼻子，性感的唇，还有这高挑强壮的身材，真是行走的荷尔蒙。傻了吗？哪有你这样看人的？没规矩。公子来了，不是有意让少奶奶久等，而是老侯爷才刚起身，未及梳洗，不好面见少奶奶。公子知道的，老侯爷最是讲究。父亲所虑甚是，还请少奶奶别往心里去。一定不往心里去。那我们进去吧。厚重的门帘揭开，浓重的药味和熏香味道，以及长期不通风的污浊空气味道群涌而至。谭悠悠骤然被熏到，差点变成一条真正的咸鱼。幸亏裴荣就在他跟前，他一手拎一只食盒，肩背结实，高大伟岸，姿仪雅致，身上隐隐传来他最喜欢的那种很特别的熏香味。谭悠悠赶紧把脸凑到他身后，深吸一口香气。你干什么？夫君，是我哪里没做好吗？你教我，别骂我好不好？我一定改的。这是在外头，别动不动就往我身上凑，让人笑话。不是故意的，是有些害怕。不怕，我在。表哥表嫂怎么站门口迟迟不进来呢？哎呀，看你们这样好，公母在天之灵一定很是欣慰。谭悠悠低着头羞涩的笑，雪白圆润的双手紧紧抓着衣襟，半个身子藏在裴荣身后。表嫂也会害羞啊，我还以为。表妹什么时候来的？我方才不知表妹在此，多有失礼。表哥，我进来已经有一会儿了，你去了哪里啊？李姨娘，你刚才是说父亲才刚起身，未及梳洗，不好面见少奶奶是吧？是。既如此，你为何要放表妹进来？虽是亲戚，也是长辈和晚辈，到底男女有别，更有礼仪规矩要讲。表妹已经成人，又将谈婚论嫁，身为亲人，理应爱护她，保护她才是。你这样成何体统？公子，妾身。李姨娘的脸从红转到白，又从白转到红，最终猛地举起手捂住脸，转过身冲了出去。
表哥，我来看自己的亲姑父哪里有错？姑父也算是看着我长大的，他视我为女儿，我也……你终究不是安乐侯府的亲生女儿，就算是，也不能不讲规矩，否则圣人为何要定下规矩？你这个死板的老朽，我懒得和你说。杨慕云也生气地跑了。还能后悔不？我不想做校长夫人了。行了，别闹腾了，把你媳妇儿带进来吧。裴荣冲谭悠悠点点头，当先往里屋走。谭悠悠悄悄挠裴荣的手背，不许胡闹。分一只食盒给我，我也拎，我拎得动。胡闹！走入里间，沉闷难闻的味道又厚重了几分。父亲，儿子儿媳给您请安，敬茶奉饭。安乐侯喷了一下鼻孔，看向谭悠悠，他下意识地往裴荣身边靠拢。儿媳给公爹请安，请公爹放心，今后儿媳都会尽力侍奉您，照顾好夫君，打理好家务。夫君，我们接下来是要给长辈敬茶，对不对？要不我去沏茶，咱俩自己上。不用，杨表哥、陈叔，你们几个进来。侄儿见过姑父。下仆给侯爷请安。几个人给安乐侯行过礼后，就很自觉地散开去做事。姑父，听说小妹又来讨您了。这丫头啊，真是不懂事。听说弟媳大清早就去给您做饭了，一口气给您做了好些个菜。我馋，就想陪着您吃这顿饭。咱们赶紧的敬了茶，趁热吃，好不好？母妃啊，你们远道而来不容易，这个面子，姑父总是要给的。想吃饭，那就一起吃。杨慕妃回头给裴荣使了个眼色，裴荣示意谭悠悠跟着他一起走到安乐侯面前磕头。这时候管事泡的茶也好了，谭悠悠接过茶盏，先试过不烫，才敢双手举过头顶敬给安乐侯。请公爹喝茶。安乐侯沉默许久才接过那杯茶，不过沾沾唇就放下了。这是儿媳孝敬公爹的鞋，公爹，您要不要试试这鞋是否合脚好穿？相光，管管你媳妇儿。爹，这是您儿媳的一片孝心，也是儿子的孝心。您不想试，那就不试，您高兴就好。陈叔，收下去。是。陈叔捧着鞋子走开，过会儿又捧着个托盘回来，笑眯眯地递到谭悠悠面前。少奶奶，这是侯爷给您的见面礼。谢谢公爹，儿媳伺候您用饭。公爹，儿媳扶您去吃饭，饭菜可香了，好吃的食物能让人高兴，身体也能很快好起来。安乐侯当然不要谭悠悠扶，逃难似的把手递给了杨慕妃。不但如此，他看向谭悠悠的表情和眼神都很奇怪，仿佛有点惊恐。夫君，是不是我脸上有什么？裴荣看到一张粉嫩鲜艳的俏脸距离自己不到半尺远，漂亮的小下巴高高扬起，肉嘟嘟的小红嘴撅着，水汪汪的大眼睛含情脉脉地瞅着自己，真的是青天白日当众人面这样荒唐。莫名其妙的老朽男人，不就是让他帮个小忙吗？看他拽的。这菜色可真丰富，色香味俱全，弟媳贤惠能干，相官你有福了。他的厨艺是极好的。真的吗？那我必须尝尝。姑父啊，怎么办？侄儿等不及了。那就吃。公爹，儿媳不知您口味爱好，示意做了3品粥。1品是鲜虾粥，是用最新鲜的虾配上江南金秋的晚稻，佐以银须姜丝、冬菇末、白菜粒、猪里脊肉末、竹盐，口味鲜甜微咸。另1品粥是青菜粥，用的是冰雪浸过的甜青菜丝、江南的晚稻、牛肉末、
萝卜粒、姜丝，口味清淡微咸。还有一瓶是白粥，公爹想喝什么粥呢？还是每样都尝尝？桌上的菜鲜甜生鲜酸辣都有，公爹喜欢吃什么，儿媳帮您取。表哥，给您盛白粥。有好吃的，谁耐烦吃那寡淡无味的白粥啊？给我盛一碗鲜虾粥。夫君，您吃什么？一样一碗。吃完鲜虾粥，谭悠悠以为结束了，却又见安乐侯端起了青菜粥，还是一口又一口，面无表情地吃。谭悠悠轻轻戳了裴荣的背一下，裴荣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弹了一下，镇定下来，抬头看他，眼神就很严厉了。吃太多了，劝劝。父亲，大夫让您少食多餐，差不多了。安乐侯放下汤匙，撩起眼皮子，直愣愣地看向裴荣，眼神颇不友好，配着那皱巴巴的皮肤，耷拉的唇角，一张法国斗牛犬的脸突然出现在谭悠悠的脑海里。罪过罪过，怎能拿长辈的脸和斗牛犬的脸相提并论呢？谭悠悠赶紧忏悔，然而斗牛犬在他的脑海中顽固地赖着不走，而且和安乐侯越来越重合。我不行了。谭悠悠借口都来不及找，快步走出房门，找个无人的角落，安心调整面部表情。还没调整好表情，就听见身后传来男人的脚步声。谭悠悠赶紧抓起帕子往眼角一擦，帕角浸过的生姜汁立时辣得他眼泪汪汪。怎么了？没什么。怎么哭了？没哭，是风太大，沙子掉眼里了。裴荣静静地注视他片刻，大发善心地抬手在他发顶拍了2下。好了就进去，出来太久不好。谭悠悠回到屋里，安乐侯已经回了里屋，只剩杨慕飞一人大快朵颐。见他和裴荣进来，就笑道：姑父已经吃好，先回去歇歇了。他托我和弟妹说，饭菜做得很美味，用心了。谢公爹夸赞，谢谢表哥。这个表弟媳娶得好，有眼光。我坚持迎娶，自然是因为他极好。相公啊，相公，没想到你竟会如此不客气，这可真是老房子着了火。谭悠悠温婉地笑着，假装要收拾残羹冷炙去角落里吃。让下人收拾即可，父亲大人累了，你我尽快离开，不要打扰他老人家休息。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是，公子放心，少奶奶慢走。柳枝啊，咱们猜猜裴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发现我们没跟上？大概也许可能或者啊，姑爷发现了。怎么了？裴荣大步走回来，两道浓眉紧紧皱着，眼神分外严肃。夫君，别骂我，我肚子疼，没力气，做不动。你别骂我，我害怕。眼前光线一暗，裴荣高大的身影俯了下来，脸距离谭悠悠不到半尺，温热的呼吸吹到他的脸上，那双随时随地都很严厉的眼睛更是牢牢锁住了他的眼睛。我不想哭的，咱俩才成亲，不吉利。可是我为难你了，你做得很好。来，我背你回去。谭悠悠掐了自己的大腿一把，千年铁树开花了，太魔幻了。快点，磨蹭什么？那个，我不好意思的。谭悠悠一边不好意思，一边用力扑上去。唉，如此高光时刻，怎能没有观众呢？必须让侯府的人知道我是裴荣的小可爱。夫君走慢些，我肚子疼得厉害，你走太快，抖得厉害。裴荣果然放慢了速度。好些了吗？好多了。夫君待悠悠真好。
谭悠悠试探着把头靠在裴荣的肩上，对着他的脖子轻轻吹一口热气。裴荣的身体紧了一下，步伐突然加快之后又慢了下来。到了。裴荣的声音有些沙哑，默默地把谭悠悠放在新房门前，垂眼看着地面。需要我抱你进去吗？谢谢夫君，多不好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我夫妻，而且你生病了，做丈夫的就该照顾妻子。好有道理。谭悠悠不客气地准备再次扑向裴荣。公子，少奶奶回来了，早饭已摆好，是这会儿用吗？裴荣面不改色地把谭悠悠抱起送入室内，同时对仆妇下达指令：早饭等会儿再用，让枝叶拿我的帖子去把张大夫请来。不要！夫君，求求您不要请大夫，我不想新婚次日就请大夫。一来家中长辈忌讳，二来会有流言，娘家或是外人知道都不好。我忍忍就好了。生病就要看医，为什么要忍着？不得讳疾忌医，这是圣人定下的规矩，怕什么忌讳流言？你小小年纪怎么这样迂腐？谭悠悠紧紧抓住裴荣的手。夫君教训的是，但我还是不想被人说。虽然家中父母兄弟姐妹都很好，但身为庶女，出身现就被人嫌弃了。我不想害了夫君的名声，您再等等，兴许一会儿就好了。父亲他是病得太久，脾气古怪，并不是想要故意针对你搓磨你。至于其他都是外人，我既娶你进门，你便是我安乐侯府名正言顺的少奶奶，我会一直护着你。这大夫必须请。我好感动。不过其实妾身有个老毛病，就是不敢和夫君说。为何不敢？我怕夫君骂我。不骂，你说。我从小到大，只要饿狠了，肚子就会疼得难以忍受。这个毛病家里人都知道。其实我之前就想告诉夫君，但是怕您说我是装的，我不敢。知道了，先用饭。宴席处烧了2个炭盆，暖洋洋的，桌上放了5、6个菜，全都盖着盖子保温。夫君，我很喜欢这里，暖洋洋的，明亮雅致，干净整洁。先给少奶奶1碗鸽子汤暖暖胃。少奶奶，这是公子一早就吩咐厨房给您做的，慢火炖了许久呢。夫君待我真好。父亲久病，脾气怪，又是独居，你在那边用饭不方便。我知道夫君待我好，我也会用真心对待夫君和咱家人的。这顿饭就这么在愉快的气氛中度过。裴荣几次欲言又止，在仆妇准备收拾饭桌的时候，终于没忍住。这是在自己家里，你不必忍着，喜欢吃多少就吃多少。谢谢夫君美意，姨娘教我养生，饿得太狠，不能吃太多，差不多就好了。咱家有些亲戚前来观礼还没走，我得去招呼一下。今天没有其他事了，明天的回门礼我会备好。你若是累就休息，不累的话可以归拢嫁妆，我会早些回来。夫君慢走啊。谭悠悠依依不舍地送走裴荣，一个箭步冲回卧房，瘫在床上呼唤柳枝。快给我揉揉腰。哎呦，腰疼。我让人给夫君送醒酒汤。不必，时辰不早，歇了吧。裴荣说完这句话，便走去了屏风后头洗浴。谭悠悠突然想起那句明天再来，头皮顿时一紧，这是该来的总要来吗？
正紧张时，裴荣披着雪白的里衣走了出来，有些生硬道：“该你洗了。”其实天色还早。谭悠悠乌龟爬行爬到床边，裴荣已经端端正正跪坐在上头等着他了。那个，今晚还要上课考试吗？不上。那个，我是第一次成亲，也不晓得规矩。听说女人要睡外侧，男人要睡里侧，方便女人伺候照顾保护男人，是不是这样的呢？请夫君教我。不用，你睡里侧。哦，其实你昨夜睡的就是里侧。请吧。裴荣突然起身下了床，站到他身边，二人距离不到半尺远，谭悠悠几乎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你想干嘛？我胆子小。春宵一刻值千金。裴荣声音沙哑，噗地吹灭了灯。谭悠悠只来得及低喊一声，就被抱起放到床上，并被捂住了口鼻。他全身僵硬，一点不敢动弹。实践证明，知识面太广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先把自己给吓死了。别怕，我们是夫妻，我不会伤害你。放开我！谭悠悠不想被人这样摁死鱼似的摁着，而且裴荣的手那么大，还那么用力，这样紧紧捂着他的口鼻，他很快不能呼吸了呀。是为了防止他尖叫还是惨叫被人听见嘲笑吗？这死男人太不懂事了。口鼻处的大手骤然松开，裴荣的语气里带了几分不易察觉的落寞。你不愿意？我快要被闷死了，夫君可不可以别捂着我的口鼻？难受，不能呼吸。哦。裴荣过了好一会儿才出声，同时放松身体与他并肩躺着，并没有继续行动。天地一片沉寂，迷之尴尬。谭悠悠的心情颇复杂，明明他们都没错，偏偏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外头传来夜风刮过树梢的声音。哎呦，下雪栗子了，好冷。夫君，能不能往屋里多放几个炭盆？我怕冷。你想放几个都可以，只要别浪费。一定不浪费。不知公爹喜欢我做的早饭吗？我明天又起早给他老人家做饭好不好？百善孝为先，他要早起做饭呢。谭悠悠觉得这是早睡的最好借口。然而被窝里伸过来一只温暖的大手，试探的轻轻地握住了他的手。不必。虽说侍奉长辈是小辈应尽的职责，但我们这种人家并不需要小辈常时亲下厨房，否则为何要养那么多下人？你我到时一起去请安即可，父亲若愿便侍奉他用饭，若不愿也不必勉强，孝顺顺子最重。夫君，我还有一事要请教您。不必称您，称你即可。裴荣拉着谭悠悠的手，又往他身边靠了靠，两个人是紧紧挨着的状态了。今天夫君批评杨表妹，即便是长辈，也该男女有别，要避嫌。婆母先逝，公爹独居，我该如何把握分寸，才不逾矩？这个问题很好，听我慢慢和你细说。裴荣似乎很高兴，侧转身子面对着他，同时很自然地把手放到他的颈下，做了他的枕头。果然，男人那啥的时候，总会比平时聪明灵活几分。看着循序渐进，脸皮厚的，日常早晚请安，保持距离，不独处，不久留。有需要转交的物品或是要说的事，尽量让我去。最大的孝道就是你我赶紧开枝散叶，添丁进口。父亲大人有孙辈陪伴，定然老怀甚慰。颤抖的手，紧张的两个人。可是夫君，我觉得公爹不喜欢我，
他是不是嫌弃我出身低，配不上你？谭悠悠一把按住裴荣的手和自己的衣襟，冷汗都吓出来了。父亲他病得太久，性情古板固执，他不知道你的聪慧出色。要说出身，你我二人不必提这个，你的嫡姐不也看不上我？我三姐姐没眼光吗？齐三小姐也不乐意。没有啊，分明是夫君没看上齐三。我看上了你。裴荣的脸突然靠过来，谭悠悠余下来的话都被堵了回去。这次堵住他口的不是手，而是带着清香的唇。谭悠悠慌慌张张，整个人处于混沌状态，一时想要踹死裴某人，一时又觉得应该向生活低头，几乎分裂成两半，一半是暴走的神经病，一半是想得开的小可爱。好了，不哭。裴荣用大拇指笨拙地替谭悠悠擦泪，旧的还没擦干净，新的又流了出来。谭悠悠泪量充沛，哭了整整1刻钟还没停止。不是那种没形象的嚎啕大哭，就是无声地抽泣着，不停流泪。别了，她纯洁天真的少女时代，从今天起，她彻底堕落为向生活低头的小少妇了。是不是很疼？裴荣被她哭得心慌，索性起身掌灯。让我看看，若是伤得厉害，请大夫看看。不行。裴荣到底还是点亮了灯，然后披着那件被撕烂的里衣，站在床前，神色莫测地俯瞰着谭悠悠。谭悠悠紧紧裹着被子，看着扔在一旁的半副衣料，嗓子是哑的。我不是故意的，真的，我就是害羞。你我夫妻一体，理当坦诚相见，没什么害羞的。让我看看。不要。不行，坚决不行。什么坦诚相见，想得美！这个斯文败类，我必须保护最后的隐私。他看着裴荣，眼神无辜又委屈，还带着一丝警惕。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感情在裴荣心间油然而生。他想起黑暗中与谭悠悠最为亲密快乐的时刻，又想起谭悠悠的啜泣和恳求。他突然俯下身，紧紧抱住谭悠悠，轻抚她的背脊。好，我不看也不请大夫，我让柳枝来帮你，好不好？夫君，明天我可不可以起得晚一点？我疼。当然可以。我还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裴荣眼里浮起一丝警惕，轻抚他背的手也停了下来。这个男人为啥不色令智昏呢？夫君以后能不能私底下叫我悠悠？谭悠悠，谭氏，外人都比你叫的亲切呢。别人怎么叫你？男的还是女的？想什么呢？我就没见过几个外男。班伯府的大姐姐、齐三姐姐，她们都是叫我悠悠，只有杨表妹才叫我谭悠悠。杨家是我外祖家，母亲过世的早，我多得他们照料。此番又是千里迢迢来此观礼，何况杨表哥是极好的人。我没说什么，夫君为何解释这许多？我叫柳枝进来帮你。叫我悠悠。谭悠悠伸出一只手，紧紧攥住裴荣的破衣服，锲而不舍。别胡闹！裴荣从他手中救出自己的破衣，拿起衣架上的衣服，很快裹得严丝合缝，这才清清嗓子叫柳枝。柳枝抬着热水进来，脸红彤彤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不敢看前方。你出去！大半夜的被赶出去，谁也不乐意。裴荣虽然板着脸，还是安静地避开了。谭悠悠也不要柳枝帮忙，自己躲起来收拾干净，涂上梅姨娘备好的药膏，换一身干净的亵衣，继续把自己裹成一个大茧。裴荣进来，见他打着呵欠，睡眼迷离，眼睛却始终盯着自己，就去吹灯。夫君别急，我忘了一件事，我睡姿不好，
怕影响夫君歇息，让柳枝拿绳子把我绑起来。不必了，来日方长，慢慢的改。小姐，姑爷回来啦！我没聋，也没瞎。谭悠悠过了好半天，才有气无力的抬眼看向裴荣。宫嬷嬷和嬷嬷刚才来收元帕，问我知不知道宗人府。你们出去。哦，我说的是柳枝和莲枝，不是你。悠悠，你留下。裴荣关上门，高挑健壮的身体挡住谭悠悠的去路。宗人府出现在这里是很正常的事，你不要想太多。我没想，我只是在想稍后回家吃什么。想来我爹和姨娘还有太太一定是我想吃什么就给我做什么，哪怕就是花掉家里许多钱也在所不惜。裴荣硬生生听出了一种最后一顿吃饱好上路的悲凉感。看着谭悠悠低垂的眼帘，微瘪的嘴，他的心情顿时变得很差，想说什么却又无从说起。夫君，你什么都不告诉我，害我险些把他当成家里的寻常仆妇。多亏我日常待人谦逊有礼，不然就把人给得罪了，闯祸了，带累你和家里怎么办？你是因为这个生气？当然了，难不成你以为我是后悔害怕？我是那种人吗？谭悠悠和裴荣对视着，双手紧握成拳，清澈的眼睛闪着诚挚勇敢的光。裴荣没有立刻回答谭悠悠的话，而是严肃地盯着他，一瞬不瞬。谭悠悠被他看得十分心虚，总感觉是想逃跑背叛的员工被老板亲手抓住了。你想跑？我没有。你敢说没有？你撒谎。我不是，我没有。拿出证据来。对，裴荣没证据。看来你真是这样想的。好，你没猜错，我就是那样的人。我后悔了，后悔嫁给你了。你……他余下的话没能说完，因为裴荣突然欺身上前，右手将他重重地拥入怀中，同时左手扶住他的后脑，把他的脸用力摁到自己胸前，不许他出声。谭悠悠哇的一声哭出来。裴荣看着哭红鼻子的谭悠悠，俯下身去，笨拙地替他擦眼泪。我要吃烤肉。好，吃鹿肉，吃鸡腿。不要鸡腿，鸡腿害我。不是鸡腿。我要狐球，像杨表妹那样的，不要白的，要火狐皮。给你火狐球衣。只有一身不够换。再来一身紫高皮。我这几天打赏下人，花了很多钱。补贴给你。不许反悔。不反悔。骗人的不是男人。裴荣用看白痴的眼神看着谭悠悠，勉为其难地和他匆匆勾了一下手指，再飞快松开，不忘四处观察是否有人看见这丢脸的一幕。夫君是在嫌弃我吗？没有。你收拾好了吗？时辰不早，想必大舅兄也在接咱们的路上。也就只能这样了。谭悠悠没再闹腾，迅速召唤柳枝、莲枝进来伺候他梳洗更衣。等到外头传来通报，说是谭志锦来接他回门，他已经收拾完毕，笑眯眯地招呼裴荣：夫君，我们去主院向父亲辞行吧。眼睛有些肿，要不要让他们拿帕子给你捂一捂？花时间呢，而且也遮不住。谭悠悠上前两步，很自然地趴在他肩上，就说是我昨夜没睡好，认床。哼。稍待片刻。谭悠悠眨眨眼，用力抱住裴荣的脖子。夫君，这不会是今天的回门礼吧？站好。是我不好，不知轻重，勒着夫君了吗？有没有伤到你？我没事，你注意礼仪。为什么呢？这里又没外人。夫君昨夜还说夫妻一体，无需客气。我喜欢夫君，所以
想和你亲近。没错，这就是回门礼。你看看需要再添点什么？不用了，好多礼。为什么添上紫金盆景？这个很贵重的吧？这堆紫金盆景是今早收拾库房收出来的。岳父大人不是想谋个好职务吗？这个用来走人情体面。原来如此。其实吧，你有钱，对这桩婚事是锦上添花，我爹并不在乎。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家中姐妹多，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般嫁给门楣高贵还有钱大方的夫君。回门礼过得去就行了，不然其他姐妹为难。倒也是。裴荣低着头重新抄礼单，没注意到他的小情绪。谭悠悠又叹了一口气，这次叹气声很大，拖得很长，裴荣想要听不见都不行。怎么了？这屋里有些空，之前太太要把她裴家的一盆瓷石榴给我，我没要，现在有些后悔。这屋里是有些空，明日我正好有空，可以和你一起布置屋子。好啊好啊。这么高兴？当然啦，夫君有空陪我，愿意陪我，这多好啊。你不嫌我不能科考？为啥嫌？不读书不科考，就有空打理书屋，有空陪我，这是好事。不瞒夫君，我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安然度日，好吃好喝好睡好玩。夫君能护我一世安然的吧？当然，护你一世安然。我有很多坏毛病，比如说贪吃贪玩还懒，也没啥本事和心眼。夫君不会嫌弃我吧？不会。夫君你真好。你的坏毛病我都知道，你不用担心，以后我会帮你一一改正。回家以后我会给你制定一个起居时刻表，明日开始执行，很快就习惯了。啊！走了。裴荣长身而起，大步往外，走了几步不见谭悠悠跟出来，就催促他：快些，让大舅兄久等不好。走快些，莫要误了时辰。我走不快，我疼。哪里疼？我不好意思说。谭悠悠故意刁难，看你怎么办。裴荣原本清冷的脸庞顿时一红，识相的没有再催促他，而是吩咐柳枝：你去正院说一声，告诉谭大少爷和老侯爷，我们稍后就到。是。大哥，五妹来了，我奉父母之命接你和妹夫归宁，看你们这样子过挺好啊。当然啦。裴荣也配合的笑。为何才来？明知有事，还要磨蹭到现在？姑父的意思是说，弟妹家中父母兄弟姐妹都在盼望新姑爷带着女儿早日登门，让他们久等不好。原本早起要给公爹请安来着，但夫君生怕打扰您休养，便不许儿媳过来。不知公爹今日安否？饭量如何？我很好。父亲大人有话要交代吗？饮酒莫要过量，一言一行自当谨慎，莫要丢了安乐侯府的脸。安乐侯摆摆手，是感人的意思。谭悠悠跟着裴荣行礼告退，等到上了马车，他立刻歪倒在座位上，拿褥子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准备小睡一觉。刚才走那么快，不疼了？谁说的？这不是强撑着吗？一来时辰不早，二来总不好让家里人发现。夫君，快别耽搁了，咱们早去早回，家里还有客人要招待呢。谭悠悠是被鞭炮声吵醒的，他伸了个懒腰，掀开车帘，笑眯眯地往外看。端正坐好，注意姿仪。好的，夫君。吴姐姐，你怎么了？为什么这样奇怪？笑不露齿，行如风，坐如钟，
站如松，睡如弓。看看你，在大街上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吴姐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变成哪样？不正常，好像这里。谭志敏指着自己的头，这里出问题了。我脑子很正常，我都听你姐夫的。请夫君继续教导我，帮我变得更好。谭悠悠一看，裴荣身上那件海青色的锦袍确实湿了一大块。我家地方小，没有客房，去我原来的屋子里换吧。好。钱姨娘扶着个小丫鬟站在自家门前左顾右盼。哟，这不是咱家新姑爷吗？怎么来了这里？吴小姐，听闻安乐侯府挺大，花园子也修得极好，改日也请我们去玩玩啊？是挺大挺好的。我很冷。夫君，这边。好了不起。哼，破落户，谁稀罕呢？看不起老娘，还不是娶了个姨娘生的？切！夫君，咱们快去屋里换衣服。打开包袱，取了备用的外袍，帮他换上。我看你似乎喝的有点多，少喝些，别不好意思推脱，倒让自己受罪。我稍后会交代大哥他们，叫他们帮你挡着。不会不好意思，我酒量还行。不是和你说过不要称什么您，怎么刚才在岳父母面前又忘记了？我是故意的呀。听说新姑爷上门会被欺负，我特意表现得对你非常敬重，他们就不会欺负你了。来这里坐。这么大的人了，靴子湿了也不知道吱声，寒从脚下起，咱们又不是没带备用的靴子。谭悠悠念叨着，将手抱着裴荣的靴筒，用力往外拔，拔着拔着捂住肚子。哎呀，哎呀，疼，岔气了。裴荣立时放下手炉，扶他坐在躺椅上，皱着眉头道：“怎么肚子又疼了？”其实是那里疼。要不你请姨娘帮你看看，我也不懂，别耽搁了。好，夫君，劳烦你自己换靴子好不好？我没力气了。哎呀，靴子是怎么弄湿的？我记得咱们家地上还算平整干净啊。大概是酒水洒上了吧。夫君，你想吃什么？我让人给你拿一些，填饱肚子再出去喝酒，不容易醉。这几天吃的油腻，若是方便，来一碗清淡的面。我去给你做，你躺会儿醒醒酒。吃面啦，我做的清淡，你要是不喜欢，我让人去厨房取鸡汤过来给你换。这样就很好，一定很好吃。我没想到，这个，裴荣指着墙根下方的一个花盆，没想到你竟然还留着它，还种活了。姑爷，小姐原本打算成亲时把您送的这枝菊花带去侯府的，谁知忙起来就给忘了。哦，是啊，毕竟是夫君第一次送我礼物嘛。辛苦了。等到裴荣转身，谭悠悠指着那盆菊花瞅向柳枝，所以这算是证明了他早就暗中倾慕裴某人。面很好吃，你可以在家里多待些时候，我们2更前归家即可。谢谢夫君。这些都是小事，只要你想告诉我即可。裴荣骨节分明的手指轻轻敲着桌面，看起来像是有话要说。夫君有话要交代吗？你稍后寻个机会提醒岳父大人，儿女婚嫁是喜事，却要注意莫让人诟病，惹出风言风语，不利官声。此处乃是内院，我不便久留，你安排个人送我出去。谢谢夫君细心关照，我一定把夫君的话带到。
谭悠悠热情地送走裴荣，一家人热热闹闹把谭悠悠和裴荣送到门口，又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小嫂子好。世子好。车帘被裴荣用力放下。世子请自重。哎，相光啊，你这是做什么呀？做兄弟的和嫂子问个好怎么了？哪里就不自重了？哎，小嫂子，相光有没有和你说那件事啊？哎，小嫂子，我理解你，相光这个人古板又无趣，比那些酸腐老夫子还要酸腐。你不方便答话没关系，听我说就好。听说你很想去京城啊，恭喜！福王世子被裴荣捂住嘴并拖走。谭悠悠敏锐地抓住了京城恭喜2个词，他悄悄掀开车帘往外看，却只看见裴荣一个人跟在车旁，福王世子已经不见踪影。看什么？我以为下雪了呢，原来没下。谭悠悠睁眼说瞎话，迅速放下车帘。裴荣的动作太快了，若非知道不可能，他真要怀疑福王世子是不是被他给灭了。夫君，我们去给公爹请安。夜已深，不必麻烦。谭悠悠尽了礼仪，便心安理得地回房歇息。热水已经备好，他抢在裴荣前面跑进去。夫君，我好冷，让我先洗好不好？好。谭悠悠泡进热水里，舒服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小姐今晚又想搞什么幺蛾子？没有，我就是想好好睡一觉而已。您骗人！对啊，我是骗你的。您千万别折腾姑爷啊，他其实挺好的。你觉得我在欺负他？柳枝，你的态度很有问题，别忘了谁才是你的依靠。知道了。小姐真是的，人家也是为您好嘛。谭悠悠，快半个时辰了，泡澡太久不利养生，且此刻已经2更2刻。知道了，夫君。谭悠悠磨蹭了差不多1刻钟，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匆匆忙忙跑出去，毫不停顿直奔大床。夫君可以洗了。裴荣长出一口气，打发走柳枝和莲枝，独自入内盥洗。裴荣的心控制不住地揪紧起来，他闭上眼睛，看到的却是谭悠悠坐在面前巧笑倩兮，到底还是不够坚定。他自嘲一笑，迅速清洗完毕，大步走到床前，掀起紧帐。半晌，谭悠悠睁开眼睛看向身边，乌漆抹黑一片，啥都看不清，只能听见裴荣的呼吸声，绵长又均匀，似乎是睡着了。他满意的轻轻松了松铺盖卷，这样箍着不好受啊，要他说摊成大字睡觉是最舒服的。铺盖卷松到一半，一只大手突然握住他的胳膊，吓得他一哆嗦。夫君，您醒了。裴荣把下颌轻轻搁在他的肩窝里，来回磨蹭。你吵着我了。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是故意的。夫君，我还疼着呢。啊？所以呢？裴荣轻轻一拉，他裹在身上的被子卷彻底松了。能不能不要那啥了？等我好了再说，行不行啊？想什么呢？我只是说你吵着我了，我看你是想歪了吧？对，我想歪了。夫君是正人君子，怎么可能是禽兽呢？不，你错了。夫妇敦伦，阴阳和谐，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怎会是禽兽呢？对，我错了。谭悠悠顺利地把自己裹成一只大茧，说他是啥都行，他只想睡觉。你把我的衣角卷进去了，我要拿出来。裴荣抓住被子一抽，谭悠悠又滚了出来。半个时辰后，谭悠悠生无可恋地瘫倒在床上一动不动，她真的是条咸鱼了。
一条被人翻完前面又翻后面的咸鱼。禽兽就是禽兽，不可能因为读的书多爱讲道理就会变成小白兔，最多只是爱读书爱讲道理的禽兽。我买了很好的药膏。你这个臭不要脸的禽兽！我给你上药。不要，我自己来。谭悠悠彪悍地抢过药瓶，翻身坐起，大步流星走向屏风，边走边霸气地指挥：给我挪个炭盆过来，再把屋角炭盆上吊着的那壶热水拎过来，动作要快，不然冻着了我要请大夫，多不好。冷死了，冷死了，好冷啊！不许说那个字，该当知道忌讳。冷疯了，冷疯了，这样可以了吧？谭悠悠带了一身水气走出来，很不友好地对着他翻了个白眼。假正经。你可以说不，我不会强你所难。你没拒绝，而且你也很喜欢。我拒绝了，是你假装没听见。谭悠悠火冒三丈，对上裴荣严肃认真的眼神，就又怂了。行，我喜欢，我很喜欢，我非常喜欢。我一直知道你喜欢我。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谭悠悠咬着背角，使劲蹬腿。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明天就想叫我早起，不然我就不姓谭。一条穿毛裤的腿伸过来，稳稳压住他乱蹬的腿。裴荣严厉道：不许胡闹，闭上眼睛睡觉。大概是这几天太累，事太多，身体备受摧残的缘故，谭悠悠又做了噩梦，还是那个躲在墙角逃避追杀，终究没能逃过，被人抓住拎起来活活撞死的梦。他尖叫着惊醒过来，下意识地缩成一团。不怕不怕，我在。是做噩梦了吧？只是梦而已。谭悠悠其实醒来就不怕了，但是难得裴某人如此温柔耐心，他也就心安理得地趴在人形取暖器怀里，当自己是个被老母亲搂着哄睡的小宝贝，从头再睡，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做了什么梦？没人回答他，只有窗外的风声寂寞地盘旋而过。他又问了一遍，再看谭悠悠已经趴在他怀里睡着了，一条腿极其嚣张地挂在他腰上，一只手勾着他的脖子。裴荣嫌弃的不行，却又莫名觉得好笑。转眼便是5更。起床起床起床！小姐，是奴婢啦！动手！莲枝抖手抖脚，把一块浸过冷水的帕子往谭悠悠脸上飞快抹了一把，再惊跳着跑到远离床铺的地方。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小姐，不关奴婢的事啊！姑爷说，我们要是不能把您叫起来，就要罚我们去洗衣服。不许吃饭！小姐这么善良，一定舍不得我们吃苦，对不对？谭悠悠一人送了一个白眼，慢吞吞地坐起身来，慢吞吞地穿衣。他呢？居然起来了。夫君待我真好，让我晚睡早起。胡说！传早饭。太早了，我吃不下。多做点事就想吃了。来，帮我更衣盥洗。贤良。我真的疼。夫君，真的，求求你饶了我好不好？我还小，还在长个子，需要多睡会儿。想起昨天晚上的情形，裴荣有一瞬间的心软，犹豫着要不要放过谭悠悠。夫君，却见裴荣一咬牙，不行，别耍赖，万事开头难，不能半途而废。从今以后，裴荣就是我的仇人，我谭悠悠绝不多看他一眼，不多摸他裴荣一下。我发誓，倘若做不到，我就不姓谭。为何不吃？不想吃。做得不好。很好。既如此，为何不吃？不舒服。
裴荣突然起身，将手附在他的额头上试了一下，又将额头贴过来再试了一下。不烫，别装病。哪只眼睛看到我装病了？谭悠悠起身就走，冲到床前猛扑上去。他真是一个字都不想和这个自以为是、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古板男人说。他也不想再伪装贤良淑德了，因为这个男人油盐不进，死脑筋，配不上他的演技。裴荣过了一会儿才进来，怎么又躺下了？我在生气，你待我不好，不体贴我，还冤枉我装病。我是为了你好，一日之计在于晨，早睡早起身体好。睡得太多人变懒，你我一起早早起床料理家务、读书写字，不好吗？谭悠悠，晨正之时，全家都要拜见主母。在那之前，我们需要先去向父亲请安。你若不起来，我便让下人到这里拜见你。谭悠悠毫无所动，悠哉乐哉地晃起了腿。放平，不许晃。谭悠悠的回答是捂着腿。好痛啊！夫君为什么打我？别生气了，是我不好，也才经人事，该让你多歇会儿。就是这样，我需要养伤。这样，稍后下人见过主母，咱们料理完家务，再一起收拾屋子，晚上早些睡。谭悠悠面无表情，合着说了这许久，还是不许他补觉。山不来救我，我来救山。他扑上前去，搂住裴荣的脖子，娇声道：夫君，让我午睡1个时辰好不好？1个时辰太长，不利养生，半个时辰足够。念在此番情况特殊，特许你今日歇1个时辰，下不为例。夫君，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不知道就别讲了，起来。裴荣知道定然不是好话，索性掀开被子，一把将他抱了起来。薄了些，难怪怕冷。稍后给你重做几双，用羊羔皮毛做里，防水又暖和。为什么不发脾气？怎会愿意给我穿鞋？你是我的妻子。夫君可以待我更好。你还小，不懂事，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会替你把握。裴荣起身，毫不留恋的大步往外走，丢下一句：给你半刻钟。谭悠悠叹息一声，认命的挽好头发，带正簪钗，再走出去。安乐侯还没起身，裴荣也不等，拉着谭悠悠在门口行了礼，问了安，便去了正堂。正堂前方已经站满了下人，陈叔和公叔各带一队人，分列两旁，枝叶则是带了5、6个彪形大汉站在旁边。谭悠悠对照着名册和人看了一遍，把手下记了个七七八八，之后便是看裴荣料理庶务。今日最大的事便是结算婚宴支出的各种费用。表小姐来了。表哥，我这里也有一笔账要结呢。表哥啊，你瞧，这些都是你让我在京城采买的东西，咱们还没结账呢。表妹辛苦。裴荣面无表情地避开杨慕云，看向谭悠悠。我这边杂事挺多，你和表妹结算。我算不好，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要做起来，一回生二回熟。表哥何必强人所难？谁不知道表嫂向来不会料理杂物，只会厨艺。哎呀，不过算了，就算结错账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左右肥水不流外人田，多给就当是表哥给我买花带，少给就当是我给表嫂买胭脂水粉的，总得让你练练手。小姐，您这话不妥当呢。表少奶奶是当家主母，怎能不会料理杂物，不会算账？这位小姐姓什么？表嫂误会了，这是我的丫鬟，叫春杏，可不是什么小姐。哦，原来是这样。我是瞧着和之前认识的一户姓傅的人家长得极像，又因为春杏通身气派，
是以认错了人。到底是从京城来的，就是不一样。你什么意思？傅小姐，这不是讽刺自己和春杏仗着从京城来不讲规矩吗？侯府众下人低着头会心而笑。我没什么意思。夫君，其实我是懂算账的，而且算得非常好，不亚于你。或者这么说，大概比夫君还要好那么一丢丢。表嫂这么能干的呀，竟然比表哥还会算账。我不信，你吹牛。表妹，表哥别藏私啊，表嫂这么能干，就该让她亮一亮绝活，好叫下头的人心服口服，省得总有那么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家子，总想着外来的人好欺负，张狂轻浮没教养。表妹说的很有道理，论理我是该亮一亮绝活的。谭悠悠抓住裴荣的袖子，小声问：不过夫君，这样会不会显得太炫耀轻狂？要不我还是算了。确实没必要。怎会没有必要呢？我安乐侯府的少奶奶定然是要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管家理账一把好手的。随着沙哑的嗓音响起，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安乐侯由李姨娘扶了过来。父亲怎么来了？儿媳见过公爹，您老人家看起来精神很好呢。既然少奶奶能算账，就当着我的面把今日的账都结了吧。父亲，他还不熟悉家里的情况。不是有你在吗？开始吧。表哥别担心，我让春杏给表嫂打下手。裴荣黑着脸把谭悠悠拽到一旁，低声道：快说你不舒服，我自会替你圆场。这样不好吧？临阵脱逃岂不是很丢脸？夫君放心，山人自有妙计。裴荣气死了，正想强制命令，谭悠悠已经冲着春杏大声道：这样，我算第一遍，你负责复核。最先算的自然是杨慕云带来的那一本厚厚的账册。这么多啊！时辰不早，赶紧的。要不让表嫂的丫鬟来念账册？要不你试试？不过他认的字真不多，错了你们别笑。谁会和小丫鬟计较呢？红地百蝶穿花妆花缎10匹。唉，看来真的是为难柳枝了，不如我来念吧。杨慕云接过账册，语速飞快。上品白旗南香2两6钱，每钱作价2两5钱银子；二等青旗南香8两3钱，每钱作价860文。不过一炷香功夫，杨慕云已经念了3页账簿。好了，暂且先这样吧，我怕念得太多太快，表嫂算不下来。你算好了吗？啊，回小姐的话，奴婢算好了。表嫂算好了吗？啊，我好像也算好了，就怕不准确。唉，这么多账目，念得这样快。谭悠悠偷眼往身旁一瞅，裴荣面无表情，正襟危坐。若非距离他最近，他都不能相信裴荣居然悄悄给他塞了纸条。这男人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还能帮着他作弊了。谭悠悠冲着裴荣讨好一笑，飞快地抛了个媚眼，表示感谢。表嫂难道还想让表哥帮忙吗？表嫂快报数，算错了也没关系，可以慢慢学，我教你啊。刚才这3页账册一共是36种货物，总价1136两5钱银。春杏啊，你算了如何？奴婢这里算的是
1136两6000银呢。虽然算错了1000银子，但春杏用的是算盘，表嫂是心算，所以算是平手。春杏算错了，确实是1136两5000银。夫君何必这样认真？之前不是说了吗？若是算多，就当给表妹买花带，1000银子而已，何必较真？倒叫小姑娘下不来台。表妹，别理她，她就是个较真呆板人。1000银子买不着好花带，表嫂给你添满1两银，买对好绒花啊！1两银子买头花，当自己是丫鬟下人吗？太侮辱人了！杨慕云的眼泪唰的就掉了下来，捂着脸跑了。小姐，小姐！哎，表妹别走啊，账还没结完。哎呀，别哭，慢些跑啊，当心摔跤。请夫君教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为什么表妹要哭？是嫌我给她的添头少了吗？早知道这样，我就给她添满10两银了。公爹，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儿媳真不是故意气哭表妹的，不然我去哄哄表妹。你再算2页账册。相光，站到我身边来。陈叔，烦劳你念账册。少奶奶，您准备好了吗？老奴要念了。夫君准备好了吗？裴荣淡淡颔首，仍然高深莫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片刻功夫，2页账册念完，众人齐刷刷看向谭悠悠，包括裴荣在内。一共是3561两5000银子。众人又一同把目光投向裴荣，裴荣面无表情的点头，目光深深看向谭悠悠。谭悠悠喜滋滋的冲他比了个剪刀手。哈哈，确实是3561两5000银子，少奶奶算的准确无误。安乐侯咳得声嘶力竭，谭悠悠一个箭步冲过去。公爹，您喝点水润润嗓子。却见安乐侯抬起手来，稳稳接过他手里的茶碗，一饮而尽，随即仰天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将手捂住脸，无声啜泣，哭着哭着又笑起来。谭悠悠真被吓着了，一个纵步跳到裴荣身后藏好，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夫君，公爹这是怎么了？我发誓，我端给他老人家喝的茶绝对没问题。不是，我什么都没做。胡说八道什么？父亲这是喜极而泣。儿媳妇儿，你过来。好的，公爹。谭悠悠有点慌，人在笑，脚在动，就是半天挪不到安乐侯面前。裴荣实在看不下去，抓住他的胳膊，用力往前一推。谭悠悠灵巧如猴，反手捉住他的手臂，以千斤坠的姿势挂上，可怜兮兮的小声央求：“夫君。”裴荣没吱声，却上前一步将他护在怀中，同时也断了他的退路。公爹，您老有什么吩咐啊？你很好。谢谢公爹夸奖，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够好，需要继续学习。谭悠悠还没说完套话，就见裴荣上前和李姨娘一道，把安乐侯扶上软轿，一起送去了后头。谭悠悠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正堂上，独自面对侯府的下人们，非常不得劲儿。下仆见过少奶奶。恭喜弟妹，姑父觉得你很好，非常配得起安乐侯府的女主人身份。多谢表哥称赞，今后请多多指教。少奶奶，您把账结了再走吧。还是等夫君回来再结吧。一则他没交代过，我不好自作主张；二则我还不熟悉情况，万一弄错不好办。弟妹只管放手去做，相光不是小气的人，且我看你这本事，定然不会出错。表哥是男人，哪里晓得做女人为人妻的难处。
谭悠悠叹息着，脚底抹油，溜之大吉，蹬了鞋子钻进被窝就开睡。迷迷糊糊中似是听见有人进来，那人在他床前默然站了片刻又离开，很识趣的没打扰他。过来，夫君，刚才是你浇水在我脸上。一个时辰早就到了，我叫你起床。哦，谢谢夫君监督我变得更好，我去收拾香笼。香笼可以改天再收，不急在这一时。裴荣拉住他的手腕，把他拽回去。你没有告诉过我你会心算，而且这么厉害。夫君也没问过我嘛，哪有自吹自擂的，那样太张狂了。要不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本事，你什么时候学的？跟谁学的？我也不知道，睡醒一觉就会了。你不愿说，我不勉强。之前约好一起布置屋子的，走，咱们挑摆设去。可是我还想去探望一下公爹呢，我很担心他老人家。父亲无碍，他是高兴的。他没想到你竟然这么能干，很惊喜。你还会些什么？不告诉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夫君，我们是去库房挑选，还是拿册子挑啊？谭悠悠自如地转换到摆设这个话题上，紫金碧玺盆景、宝石盆景都到碗里来吧。却见裴荣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为什么要去库房？我们去花房。走吧，趁着天光还早，看得清楚，你可以随便挑。裴荣大步流星往外走，谭悠悠忐忑不安地碎步追出去。夫君，夫君，花房里放的都是什么花？有没有金银宝石花？金银宝石花？裴荣做思考状，在谭悠悠不耐烦之前很肯定道：有的。让我们快些。从这里到花房差不多要一盏茶功夫，我正好带着你熟悉一下环境。咱们家是个4进的大宅子，后头附带一个大园子，里头有荷塘水榭这些。因着人少，许多院落都封了，只余下附近住的正院，你我住的宽免斋、客房，还有前院的书房、正堂。杨家表哥和表妹住的是客房？当然住客房。你不必与他计较，左右他这2天就走了。这几天就走？冰天雪地的，不如留他们过了年再走，家里也热闹。你愿意留他们过年？表妹隔3差5总找事儿，你不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杨表妹很惨的，每次都是她吃亏。你很好，有宽让之心。我们住的地方叫宽免斋，就是要宽让勤勉的意思。太好了，夫君也是很宽让的人，咱俩志同道合，所以人生在世，勤勉必不可少。裴荣毫不留情地打断他的话，推开一道门。这里就是花房了。谭悠悠扶了一下额，满屋青枝绿叶，繁花如锦，是真正的花房。他就知道他没那种命。不喜欢吗？因为父亲久病，心情不好，我便花费很多心力建起这个花房，让他1年4季都有鲜花欣赏，心情和身体都能好很多。怎会不喜欢呢？这个花房太美了，我只要一想到夫君的孝心，就觉得它更美了10分。啊，看看这些兰花，珍贵又优雅；看看这些茶花，富贵又堂皇。停！你怎么这样？这样谄媚是不是？其实我还想为此作诗作词来着，就是文采不行，力不从心。这是你要的金银花。金银花不适合放在室内，我这是为了给父亲做茶饮用的，要不换一盆？好，夫君觉得什么好就拿什么。这是石花，又叫石胆草和石莲花，全株入药，可治疮毒肝病，还可美颜祛斑。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要找的宝石花。就是它了，原来是叫石花啊，我早就想要了，一直没找到，没想到夫君竟然有。
谭悠悠愉快地端起了陶罐，打工人都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何况还能满足大老板的虚荣心。裴荣果然很高兴，立即叫来粗使婆子，又挑了2盆珍稀兰花和1盆茶花，浩浩荡荡回了房。夫君，我太懒了，总想睡觉。为了循序渐进地改正这个错误的习惯，我让他们布置了这个躺椅，实在想睡的时候就在上面打个盹，不至于躺下去就起不来。夫君会支持我改正不良习惯的吧？裴荣沉默片刻才点了头。真舒服啊，我好喜欢咱们家。谭悠悠坐在躺椅上，将手撑着下颌，观赏裴校长布置房间。这里还差一道屏风，你觉得呢？夫君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咱们弄一架好看的屏风放在这里吧。说着，他对裴荣使了个你懂的暧昧眼神。裴荣不自在地避开了他的目光。谭悠悠哈哈大笑，总感觉裴荣的一本正经很有可能是不好意思。小姐在笑什么啊？不关你事。我们去库房挑屏风，你也看看有没有喜欢的小摆设。终于等到了。谭悠悠一跃而起，扑上去抱住裴荣的胳膊，使劲蹭了蹭。快乐会传染，裴荣微笑着拍了拍他的狗头。这个可以留到咱们屋里不再披红挂绿的时候用。这架花开富贵黑漆罗甸香宝屏风不错，寓意好也富丽堂皇，你应该会喜欢。夫君不是说让我自己挑吗？行，你挑吧。谭悠悠便如鱼儿入海，欢快地命人拿了册子，对照着食物一样一样地挑过去。夫君，我要这个。别动。裴荣眼里的笑容瞬间消失，只剩下幽暗和可怕。谭悠悠被他的表情吓了一跳，慌忙把手缩回去，却不小心带翻了砚瓶，玉雕葫芦晃了晃，一头栽到地上，摔作碎片。我不是故意的，夫君。真的，我没想到你会松手。裴荣垂着眸子没看谭悠悠，蹲到地上将碎片一点点地捡起来。他捡得很认真，每一块碎片都没放过。谭悠悠默默地将水晶砚瓶放好，也蹲下去和裴荣一起捡拾碎片。不用了，你先回去。谭悠悠没吭声，继续埋着头捡碎片。我想独自待会儿。哦。谭悠悠放下碎片，怯怯地退了2步，转身朝着房门走去。走到门口，他又折回去，站在裴荣身后，低声道：“对不起，夫君保重。”裴荣还是没理他。谭悠悠咬着唇，低着头，耷拉着肩膀往外走。流年不利，这倒霉催的，他就知道不能太高兴。少奶奶的运气很不好，刚好碰了公子最在意的2件宝物。是谁送给夫君的？是他的红颜知己吗？求而不得的那种。少奶奶怎会这样问？您是听说什么了吗？难道不是吗？夫君一定是求而不得，心灰意冷，所以才随便娶我的。职业，你就告诉我真相吧，我一定不会告诉别人的，求求你了。快松手，少奶奶快松手，公子看见可不得了。那要看你怎么做。那个水晶砚瓶其实是玉雕葫芦，是我娘留下来的遗物。裴荣不知什么时候走到门边，严厉地瞪视着谭悠悠那只抓住枝叶袖子的手。谭悠悠飞快缩回手，眼泪汪汪。夫君，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不关你的事。公叔呢？公叔急急忙忙赶过来。公子有何吩咐？这样贵重的东西为何不收到匣中珍藏，反倒随意堆在架子上？自令家法40，革去1年工钱，库房总管一职暂由陈叔代理。是。
老仆领罚。夫君，你回去，不关你事。再留下来也没意思，只会让气氛变得更僵硬。谭悠悠默默地行了个礼，低着头走了。你为何会在这里？枝叶沉默片刻，对着自己被谭悠悠抓过袖子的那只手用力扇了一巴掌。谭悠悠独自回到新房，软绵绵地瘫倒在躺椅上。我惹祸了。小姐，这可怎么办呀？要不奴婢回去和姨娘说，另外寻个类似的物件赔给姑爷。赔不了啊，哪怕一模一样，也不是从前那个了。这就叫乐极生悲。小姐，幸好水晶砚瓶没摔坏。那是，不然同时摔坏2件宝物，那损失可大了。我还觉着那水晶砚瓶一定是他求而不得的家人所赠。小姐，谭悠悠拉起毯子盖在脸上，碎碎念：如果我不想着要金银宝石花，就不会去库房；如果我不想要水晶砚瓶，就不会碰到玉雕葫芦；如果他不伸手，我不让开，玉雕葫芦就不会。柳枝使劲拽他的袖子，暗示裴荣来了。他赶紧放下毯子，起身肃立，视死如归。夫君，我错了，你罚我吧。确实该罚。那你罚吧，我会设法赔你玉葫芦。虽然我知道无论如何比不上原来那个，但是……既然知道无论如何比不上原来那个，就不要再提赔这件事了。何况此事根由不在你，而是库房失职。你为什么要揪着枝叶的袖子不放？男女大防不知道吗？啊！别装傻，必须让你记住教训。打掌心一下，伸出手来。谭悠悠把手藏到身后，摇着头往后退。快点自觉些，哪只手揪的袖子？裴荣逼近一步要捉他的手，谭悠悠坚决不干，转身就跑。夫妻二人一个跑一个追，围着桌子转圈圈。裴荣的脸色越难看，谭悠悠越舒适，算好时机跑到桌前，假装跑不动了。裴荣果然猛冲过来抓他，谭悠悠身子一矮，利索地从桌子下方溜过去。砰的一声响，裴荣用力过猛，额头刚好碰到桌沿上，撞得他身子往后一仰，坐到地上，半天没动静。谭悠悠等了会儿，不见他有动静，手足并用，悄悄从桌子下方爬过去。只见裴荣坐在地上，举起双腿，将脸埋在膝盖上，一动不动。他便凑过去，探着身子从下方偷看裴荣的衣服上是否有血。谁想才刚靠近，就被一股大力扑翻在地上。裴荣整个人扑上来，将他压得死死的，纹丝不得动弹。做错事情就要挨罚。我爹都没打过我，下次你是不是要砍我的手啊？你这个人太可怕了！不过了，我们和离，我和你一决。本来我想这东西摔坏了，你是最难受的，所以只想哄好你。现在我就得和你分辨个明白，玉葫芦就是因为你才摔碎的。你不凶我，我就不会手抖；你不伸手又收手，玉葫芦就不会掉下去。都怪你，都怪你！你这个倒打一耙的臭男人，我和你拼了！我没怪你摔碎玉葫芦，我是教你男女大防的规矩。我怎会砍你的手？我又没疯。谭悠悠趁他分神，将身子一拱，用力一推，反过去压在他身上。裴荣却也不是吃素的，眼眸一眯，掐着他的腰想把他推开。谭悠悠坚决不肯，使劲往下压。就在此时，门被人从外头砰的一脚踹开。别打了呀！你们继续。杨慕飞抬手挡着脸，背过身去往外走，还顺便带上了门。谭悠悠和裴荣都傻了眼，同时愣了片刻后，手忙脚乱地分开。都怪你，身为男人小肚鸡肠，还对女人动粗，小心眼。
谭悠悠，我不跟你吵，你自己反省到底做错了没有。砰的一声，门被关上，裴荣顶着额头上的大青包走了。谭悠悠挠一把鸡窝一样的乱发，吹一口气，咬着牙走到躺椅上坐下，撅着嘴生闷气。这个死板腐朽的老男人！忽然门又被推开，裴荣大步走进来，立在他面前。你刚才说合理，简直不知所谓。婚姻大事非同儿戏，你可想过若是你我合离，将会掀起多大的波澜？你奸诈凶蛮，口无遮拦，毫无仪态，知错不改，负隅顽抗。我还殴打情夫呢，你要怎么办？休了我啊！你不知所谓，从一而终，知不知道啊？你做梦！原来夫君想要从一而终啊！天底下竟有如此顽劣的女子！都给我住口！随着这声低沉的呵斥，安乐侯和杨慕云站在了门口。谭悠悠和裴荣低着头垂着手，并肩立在屋子正中。听安乐侯咳嗽一声，又训斥一句，说的都是什么荒唐啊、丢人啊、不像话呀、没规矩啊。谭悠悠不辩解也不顽抗，态度特别端正，表情特别到位。裴荣也不吱声，清俊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就是额头上的青包特别突出。我刚才听到什么和离是吧？我侯府就没有和离这种事，以后提都不要提。姑父，您看，表嫂竟然把表哥打成这样，简直毫无妇德可言。我没打他，是他想打我自己撞的。表哥又不是傻子，莫名其妙会撞到头，肯定是你耍阴谋诡计害的。表妹，这是我夫妻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掺和。何况你还未曾出阁，请回房去吧。裴荣，我恨你！失礼，他不懂事，千万别计较啊！你们继续。杨慕飞火速出现，把杨慕云给拽走了。相公，你为何要打儿媳妇儿？是我的错，玉雕葫芦摔碎了，我不高兴，拿它出气。他不服，我又年轻气盛，这才起了纷争。惊扰父亲是儿子不对，以后再不会了。儿媳妇儿是这样吗？回公爹的话，儿媳也有不对的地方，更该在夫君动手的时候去找您做主，不该和夫君动手。行吧，婚姻是结两性之好，不只是你二人自己的事。你的婆母很早就不在了，有些事儿我这个做公爹的也不好多说。相公，你送我回去。安乐侯站起身来，佝偻着背往外走，裴荣低着头追上去扶住他，慢慢的走远了。谭悠悠没精打采的靠在躺椅上，柳枝进来道：公子被老侯爷留下来，杨家表小姐闹着要走，抱到老侯爷那里。老侯爷说家里只有您一个女眷，请您去处置。谭悠悠并不急着赶过去，慢吞吞的重新梳头上粉换衣服，收拾得光鲜亮丽，才慢吞吞的出了门。通传一下，我来看望表妹。不见，谁要见他？都是他害的我。弟妹，家门不幸，让你看笑话了。这臭丫头从小就任性，不知天高地厚。我之前总想着叫她撞到南墙自回头，没想到她撞了几回，不但没清醒，反而更糊涂了。这寒冬腊月，半夜三更的，折腾的何家不宁。只要表哥信我，我一准把表妹留下来，不叫她折腾。你来干什么？不请自来是为贼。谭悠悠捡起枕头，拍干净尘土，淡淡道：原来是个绣花枕头呢。你骂谁呢？你骂谁是绣花枕头？字比我写得好就了不起了吗？比我会算账就了不起了吗？再怎么了不起，也不能和我表姐比。不好意思啊，我没什么大志向，
从来只看眼前的，能赢你就行了。你表妹是要和我比眼睛大吗？我的更大，表妹你输了呢。你欺负我，欺负我！你不是人，你不是人！说了没错，我不是人，我是仙女呢。谭悠悠放开耳朵，把杨慕云搭在壁上的手拿开，退后一步，整理好衣裳。仙女也有嫉妒心，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要走尽快走，真是求之不得呢。你想得美！不是，你无耻！你巴不得我快走是不是？我偏不走。这又不是你家，这是我姑姑家，这里什么都不是你的，你没资格赶我走。是不是我家咱们走着瞧？有本事过了年再走，我敬你是个英雄呢。你还别不信，我就得过了年再走。世上居然有你这样不要脸的人，竟然自封为仙女，我表姐都没敢这么说。行啊，咱俩立个赌约，你要是熬不到来年再走，就得叫我仙女。说是熬过去了，我叫你仙女呢。谁稀罕你叫我仙女？我没你那么无耻。你放心，我一定会留下来，过了年再走，天天让你不舒服。拭目以待呢。谭悠悠潇洒地甩甩袖子，折身往外走。谭悠悠，你为什么不问我表姐是谁？和我有关系吗？我又没见过她，或许这辈子都不可能见着呢。当然有关系了，我表姐比你美100倍，是京城有名的才女，出身名门，品貌兼优。你这样身份低贱的小庶女，做她脚底下的泥都不配。哦，真了不起呢。知道那个水晶赝瓶是谁送给我表哥的吗？是我表姐。表哥喜欢的是她，不是你。你不过是表哥为了进京，不得不按照宫里的诗意娶进来的罢了。你当他是真的看上你了？做梦！人贵有自知之明，你若是识相，就该夹着尾巴做人。这样，也许表哥会看在你可怜的份上，给你一席之地安身。哦，表妹真是气量狭窄呢，嫉妒欺负我这个表嫂也就算了。你表哥和表姐跟你又没杀父之仇，你这样不负责任的诋毁羞辱他们，真是要不得呢。你能不能别每句话都带个呢字，真的很招人恨。你这样都不生气，你没有心，不是人。我早说过了呢，我是仙女，仙女都是超凡脱俗的呢，尔等凡人怎能理解仙女的想法呢？谭悠悠眨眨眼，懒洋洋地往外走。给弟妹添麻烦了，她若是有失礼之处，我向你赔礼。表哥放心吧，她不会闹着走了。可是我被伤得体无完肤，表哥这轻飘飘一句话赔不了。这样，弟妹若是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只管差遣，只要我能做到，保证做得妥妥帖帖。没骗我，说到做到。我杨慕飞千金一诺，说到做到。若有欺哄，天打五雷轰。我送弟妹回去。正好的，我有些话想和弟妹说。表哥请说。其实我们家的情形和安乐侯府类似，家母早逝，慕云不到1岁，恰逢家中变故，颠沛流离，不利教养幼儿，家父便将慕云送到此处，交由姑姑教养。所以慕云是在这里长大的。相光性情端正，待她如同亲妹，她很依恋她。可惜姑姑在8年前也去世了，彼时相光不过13岁，慕云也只有8岁。家父带我前来奔丧，见姑父悲痛欲绝，行为乖张，便将相光和慕云一起带回京城抚育。但相光也没能在京城久留，刚满16就被打发回秋城。慕云是被家里惯坏了，请你多多担待，我会教导他。
裴荣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和福王世子结交的吧，还有那个表姐应该也是那时候的事。谭悠悠正想着，就听柳枝道：姑爷。裴荣手里挑了一盏灯笼，独自站在不远处的道路上，沉默地看着这边。谭悠悠立在路中间，静静地看着裴荣。他恍惚听见裴荣轻叹了一声，接着大步朝他走来，板着脸道：这么大的雪，也不知道撑把伞，傻乎乎地站在这里做什么？回去了。你别开口。裴荣看他一眼，果然没有再说话。夫妻二人一前一后回到房里，两个人的头发和肩头都湿了。谭悠悠没理裴荣，自行去了后头擦头发换衣服。他不想面对裴荣，动作就特别慢，却见裴荣走进来，立在离他不远的地方道：表妹没有为难你吧？当然没有，像我这样顽劣无理、奸诈凶蛮的女子，谁敢惹我？怕不是没被我坑害够，不晓得我的厉害。我和表妹没什么，你要相信我。知道了，我相信夫君和表妹之间是清白的。你真的相信？还有，我不会对你动刀子，也不会随便对你动手，我只是想用戒尺敲你一下，让你记住教训。裴先生，我不是你的学生，也不是你的晚辈。你这样想是不对的，丈夫就有管教妻子的职责，岳父岳母把你交给我，我就要教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如此方才正确。行，您是对的。谭悠悠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给裴荣行了个礼。先生好，请先生多多指教。夫君，我很困，可以先睡吗？吃了饭再睡，我不想半夜听你说肚子疼，又要请大夫。哦。裴荣进来的时候，只见谭悠悠裹着被子缩在床角，娇小玲珑的一团，鸦青色的头发顺滑地洒落在枕头上。裴荣静立片刻，上前吹灭了灯，转身大步离开。门吱呀声响，谭悠悠睁开眼睛，裴荣没有留宿。这就要去了？表哥不必陪我，天寒地冻，风雪交加，回去吧。好兄弟就要同甘共苦。来，好在挡着些，不然湿了衣裳头发有你受的。不用。你这脾气就和慕云一样的，都是死犟死犟，明知不好偏要为难自己。不过嘛，如果你这是苦肉计，想让弟妹心疼你照顾你，那又另当别论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就是觉得麻烦。病了才麻烦。弟妹睡着了，她知道你要去做什么吗？没必要让他知道，又不是什么好事啊。你别在他面前乱说，我看他上次见了宗人府那两位，有些被吓着的样子。能吓着他？我看他就是个心宽胆大的，成天傻乐。姑父那般不给他好脸色，他也应付自如，倒把姑父吓一跳，觉得他是不是脑子有问题。裴荣挥开杨慕飞的手，不高兴地加快脚步往前走。杨慕飞笑嘻嘻地跟在他身后追。哎，相公，你其实挺喜欢他的吧？否则不会非得按照你喜欢的样子拧他的性子。我是教他规矩。太奇怪了，哎，你这种迂腐性子为什么会喜欢这种姑娘？是因为她好看吗？裴荣板着脸不出声，越走越快。二人顶风冒雪，你追我赶，来到一幢小楼前。公子来了，侯爷在等您。表少爷，侯爷有吩咐，不让您进去。不进就不进嘛。相公，保重啊。裴荣微微颔首，昂首阔步而入。昏暗的灯光下，几个牌位稀稀拉拉地摆放在龛上，前方供着鲜花、果子、糕点和香烛。安乐侯和睦而跪，双手合十，嘴唇微动，喃喃低语：父亲，儿子来了。既然来了，便在先祖面前跪着一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都要想明白。安乐侯不要裴荣扶，踉跄着站起来，佝偻着腰背走出去。裴荣凝视着那些牌位，认真整理好衣冠，才端正跪下。夫君怎么回来了？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吗？裴荣突然伸手捏住他的下颌，低声道：张口。谭悠悠反而闭紧了嘴，从鼻孔里模糊不清地哼哼出声：帮你催吐，让你别吃外人拿来的糕点，为什么不听？赶紧张口。谭悠悠蹬掉鞋子，盘腿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夫君很担心我吗？夫妇一体，岳父母既然把你交给我，我就要对你负责。谭悠悠把他的后半句话补上，抢在裴荣发飙之前拉开袖口给他看。你看这是什么？1、2、3、4、5，每样糕点有6块，全都在这儿了。夫君点点数。裴荣看看盘子里的糕点，再看看谭悠悠得意的小模样，心里一直压着的邪火突然之间就灭了。他默不作声地丢开筷子，转身就往外走。夫君这就要走了吗？不夸我聪明机智吗？还有，这么冷的天，我辛辛苦苦给你做了鱼豆花，你好歹也得说说是否好吃，是否喜欢，这才是夫妻相处之道，不然就失礼了。先生不以身作则，下次就不好要求学生守规矩了。裴荣顿住脚步，背对着谭悠悠不吭声。听说夫君这2天都有事儿，不进来了，是要出远门吗？我让人给你收拾衣裳鞋袜好不好？路上湿滑，还请夫君小心慢行，不用担心家里，多耽搁几天也没关系的。你巴不得我出远门别回来，这样就没人监督你早起早睡，勤奋立身了吧？啊，夫君真是慧眼如炬，居然被你一眼看穿了。裴荣瞥了他一眼，大步走到他面前，严肃道：把脚放下去，坐有坐相。夫君还没回答我鱼豆花好不好吃呢，先生没做好，不能要求学生。裴荣飞快地用手摁住他的腿，俯身严肃地与他对视，沉声道：我没吃。为什么不吃？它不香吗？我听说宫捏全吃光了，杨表妹边骂边吃，也吃光了。宗人府的2位嬷嬷为此特意来谢我。夫君是和我赌气，所以不愿吃吗？我不是你，没那么小气。既然不是赌气，那就是夫君太忙，没来得及吃。这样好了，晚上我另外给你做，好不好？裴荣见他老实了，缓缓收回手。我对口腹之欲不是那么看重，看你方便。对口腹之欲不是那么看重，是谁和我抢肉吃来着？这口是心非，人面兽心的家伙。我还有事，先走了。裴荣转身要走，就听谭悠悠道：既然这样，我还是先给夫君收拾行李吧，厨房没大鱼了，以后再做。裴荣脚步一顿，指着装糕点的甜白瓷高足盘严厉道：这是茶花的花瓣吗？谁干的？这么美的花居然也能下得去手？其实是掉下来的花朵了。拿来我看。裴荣要检查，谭悠悠直接拉开衣领，把花瓣全塞进去，笑吟吟道：夫君，听说花瓣可以美颜，绝不能浪费，我节约吧。把你自己的行李也一并收拾妥当，我带你一起去庄子里赈灾。夫君，我错了，其实厨房应该还有鱼的，无论如何我都给你做鱼豆花呀。裴荣并不搭理他，挥一挥衣袖，没留下半点云彩，只是双腿略有些瘸。夫君！裴荣正专心走路，骤然听到这一声喊叫，第一反应就是四处张望。就是这一会儿功夫，谭悠悠已经小跑着奔到了他面前，不由分说就弯着腰去扯他的袍角。
你做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当众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哎呀，让我看看嘛！一个要看，一个不给看，滋啦一声响，好好的袍子给撕了个口子。谭悠悠沉默片刻，严肃地看着裴荣的眼睛，一本正经道：夫君，我觉得你被坑了。就咱俩这么拉扯一下，好好一件皮袍子就坏了，只能说明一个原因，布料和皮料都有问题，朽了。是不是衣料在库房里存放的太久，所以朽了？等到天气放晴，咱们得清点一下库存，把今年的老物件都收拾一下。就这么放坏了，太可惜了。你追上来拉拉扯扯的做什么？夫君，我看你私事走路不便，怕你老寒腿发作，又不懂得照顾自己，想让你回房贴膏药。谭悠悠见裴荣一直盯着不说话，赶紧抓住机会冲他眨巴眨巴眼睛撒娇。夫君，让我照顾你吧。不用，你回去收拾行李，我还有事。福旺世子和杨表哥还在等我。你做的鱼豆花，他俩都说很好吃。福旺世子让我转告你，谢谢你特意做了美食招待他。福旺世子来了，他把我给夫君做的鱼豆花都吃了。夫君竟然省嘴待客，我辛辛苦苦做许久，好歹你也该尝尝味道。算了，谁让人家是咱俩媒人呢？我再说，夫君又要骂我小气。你不知道他来了？我怎会知道他来了？夫君有派人告诉过我吗？行了，回去吧，天寒地冻的。夫君不回房换衣服吗？好像是得换一身才行。裴荣又折身往回走，谭悠悠小跑着跟上去，殷勤地找出一堆衣服，然后站在旁边虎视眈眈不肯走。你要做什么？我帮夫君换衣服啊。别胡闹，天还亮着呢。我不懂夫君是什么意思，是你让我贤良淑德的。裴荣再次沉默，随后选择张开手臂，享受谭悠悠帮他换衣。然而谭悠悠并不止步于换外袍，他拎着一条裤子力劝裴荣：夫君真的不打算换裤子吗？哎呀，换了吧换了吧，说不定裤子的用料也很陈旧，万一待客的时候撕条口子，多尴尬啊。裴荣真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觉得心跳得厉害，人也热得厉害。谭悠悠突然觉得气氛有些不正常。夫君要是不乐意就算了，您赶紧换好外袍走吧，让客人久等不好。我那个啥，我这就去厨房准备鱼豆花，让你吃个够。很久之后，裴荣才从后头走出来，不知道是否是错觉，谭悠悠觉得他好像更严肃，更不高兴了。谭悠悠不敢招惹他，贤良淑德地把他送到门边，假装忘夫时，一直目送他离开院门，才回过身，拍着胸口呼气。和陌生男人做夫妻真难呐。哎，我说相公啊，为何回了一趟内宅就换了一身衣裳？很奇怪啊。我衣裳多，想一天换几套不行吗？当然行了，你的衣裳你做主。公子，少奶奶命下仆给您送吃食。托盘上一碗香喷喷的鱼豆花，碗上贴着一张红纸，上书4个字：夫君亲品。活了几十年，平生第一次见着这样。不好意思，我先用饭，凉了不好吃。福王世子和杨慕妃抱着手臂，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吃。香吗？一般，毕竟天天吃顿顿吃，吃着吃着也就习惯了。哼，我走了。我送你。杨慕妃追出去。裴荣很快吃光碗里的食物，看看天色将晚，很自然地回了内宅。裴荣走到宽冕斋外，只听见里头女子的笑声响个不停，尤其谭悠悠的声音最大，又脆又响亮。先就皱了眉头，加快脚步往里走。看门的婆子见了他，立刻就要大声问好，同时一个小丫头拔腿就往屋里跑。
谁敢通风报信，立时撵出去。裴荣快步走到门边，用力一推，屋里5个女人同时回头，笑容未散，纸条未撕。待看清是他，立时呆若木鸡。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丫鬟。夫君。然而裴荣已经看穿了他的口不对心和厚脸皮，沉着脸淡淡挥手。弥嫂等人低着头做鸟兽散。你就是这样当主母的？嬉笑玩闹没个正形，叫下头的人如何信服敬重你？我这不是想着要和亲嫂弥嫂搞好关系吗？毕竟他们是婆母留下来的贴心人，照顾了夫君那么多年，不是普通下人。你想和他们搞好关系没错，但不该这样做，尊卑有别。谭悠悠见他似有松动的迹象，立刻歪过去抓住裴荣的小臂。我不懂，我还小，夫君教我。裴荣看着谭悠悠搭在自己小臂上的手，心跳突然变快，原本想要叫他站好，别歪歪倒倒的，话到口边却成了：那你以后都会乖乖的听我的话。谭悠悠打了个冷战，特别不适应这种语气，总觉得裴某人有点不正常。没等他想明白，他已被裴荣一把拽入怀中，紧接着带着茶香的唇狠狠地扑了下来。谭悠悠真的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刚还在和他一本正经讲规矩的男人，一瞬间就变成了恶狼。这次与之前不同，裴荣下手颇重，只一会儿功夫，谭悠悠就已经想要哭出声来。他忍不住求饶，裴荣从始至终一言不发，却从未停止。陌生的快乐突如其来，谭悠悠惊慌失措，昏昏沉沉地想：不得了不得了，裴某人变态了，我似乎也变态了，完蛋了。外间传来吓人的声音，似乎是在问他们要不要用饭。吃饭大过天，谭悠悠本来是想答复的，但是他刚出声又被堵住了。于是外头的声音渐渐消失无踪，天地之间一片静寂，唯余菊香、红薯香、烤栗子香在室内萦绕盘旋。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谭悠悠终于彻底清醒过来，裴荣已经不在身边。想到没吃晚饭这个事，肠胃立刻各种纠结抗议。谭悠悠咽了一口口水，虚弱地爬起来找吃的，正抖擞着寻找衣服，有脚步声传来，他赶紧缩回被窝，小声哼哼：夫君，我疼。哪里疼？哪儿都疼，特别是肚子疼，还有那个什么，动一下都疼。除了疼，还很饿。时辰不早了吧？我该起床了。特殊情况，许你在床上用饭。裴荣递药给他，掩饰的低咳2声。以后不要招我。我没有招惹夫君。你白天非得帮我换裤子，傍晚又特意提醒我用了你的杯子，明明就是……你为什么还要否认？我不知道夫君怎么会这样看待我。我不是那种不庄重的人，我只是看你走路有些瘸，担心你受伤了，所以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夫君一直拒绝我的好意，我又实在很担心。至于夫君用我的杯子，完全是意外。我其实并不喜欢别人用我的杯子，我知道夫君也和我一样，所以才提醒你的。当然，都是我的错，我应该在你进门的时候就给你斟茶的。
好一会儿，谭悠悠都没听到裴荣出声，他有些担忧，怕是不能接受真相，恼羞成怒或者抑郁了。我懂，女子都害羞。你喜欢我，喜欢和我敦伦不是错，这是人伦道理。不过以后要注意时间和场合，白天不行，晚饭之前也不行，礼仪还是要讲的。啊，这是有多自信呢？我没有。你有。裴荣理直气壮地和他对视，拍狗头似的拍拍他的发顶，宽宏大度道：好吧，你说的都是真的，谁让我是你夫君呢？我说过会尽量包容你的，害羞不是什么大毛病。你走。谭悠悠虚弱地倒下去，背过身，不敢再看裴荣，他怕忍不住真的揪住他的头发，狠踹他一脚。我去料理树屋，你休息得差不多就起来收拾行李，咱们午后出发去庄子里。谭悠悠不想理他，并且暗自发誓，以后坚决不能让裴荣有任何他谭悠悠喜欢他，想要主动和他敦伦的误会。哼，我要让裴荣来求我。夫君和我一起坐车吧，骑马多冷啊。我非老弱妇孺，为何要坐车？谭悠悠就不劝了。行，你能，你狠，喝北风去。马车突然停下，有人大声喊道：公子，路面太滑，马车过不去了，趁着天色还早，回城去吧。情况比我以为的更严重，你得跟我一起走过去，能行吗？我看看，应该可以。就见裴荣静静地看了他片刻，温柔一笑，抬手替他把兜帽戴好，又把他散落的碎发捋到耳后。太不正常了，谭悠悠吓得不敢动，颤巍巍地提醒：夫君，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裴家下人立刻训练有素地把头低下。事实证明，谭悠悠高估了自己在冰雪路上行走的能力。在跌倒第3次之后，裴荣终于决定放过他。你回去，我自己去。我要去。别胡闹，回去。我今天必须赶到庄子里。谭悠悠想要讨价还价，但是裴荣没给他机会，叫来枝叶送他回去，带着人折身就走了。少奶奶请上车，别担心公子，不会有事的。我应该跟着去的。少奶奶，这不是逞能的时候。且不说道路难行，庄子里也不好住，马车过不去，咱们带来的行李没法带过去，只能使用庄子里的东西，粗糙又陈旧。小姐，这一路太辛苦了，不是您偷懒，姑爷不会怪您的。走。哎，少奶奶！枝叶拦住张有福，淡淡道：既然少奶奶要去，就让她去。你我都是下人，只能听主家的。走不动了，她自会回来。可是……张有福还想拦，枝叶已经跟着谭悠悠走远了。小姐，小姐，你回去，我能照顾好自己。天完全黑尽时，前方终于有了灯光。这就是咱家的庄子了吧？枝叶看着前方的灯火，心不在焉地应了一声：快些，马上就要到了。少奶奶，你小心，前面是条深沟。谭悠悠还没反应过来，膝弯突然一麻，脚下控制不住地滑出去，整个人朝着前方扑倒。少奶奶！枝叶急速地叫了一声，大步冲了上来。可惜约莫是步伐太快，路面太滑，他也狠狠地摔了下去。我完了！但是意料之中的悬空失重感并没有按时报到，反倒是肩颈部位传来一阵突如其来的疼痛，仿佛是撞上了什么。谭悠悠迅速反手一抱，竟然是个树桩桩，就是这节树桩挡住了他磅礴的滑落之势。谭悠悠冒着冷汗，抱紧树桩使劲亲了2口。恩人啊！少奶奶！谭悠悠慢吞吞地抱着树桩坐好，捋一把乱发，强忍疼痛和羞耻，昂着头镇定道：我没事，就凭这点不入流的暗算，要不了我的命。暗算？
少奶奶是什么意思？夏普听不懂。这破烂路竟敢暗算姑奶奶我，可惜啊！算命的早说过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这命硬着呢。少奶奶，夏普扶您起来吧。好。谭悠悠把手递过去，然而两条腿早被吓软了，怎么都站不稳。为了不摔倒出丑，他不得不用力拽住枝叶的手臂。谁想枝叶下盘不稳还是怎么的，竟然被他这一拽拉得摔了个屁股蹲，而且是坐下去就起不来。谭悠悠很内疚，站稳身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朝枝叶伸出友爱的双手。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有没有摔到哪？多谢少奶奶好意，夏普可以自己起来。我估摸你是摔坏了，这样，你在这里先别动，我去庄子里叫人来帮你。谭悠悠在沟边来回观察一通，认定他和枝叶确实是偏离了大路，索性自颈间掏出个竹哨，用力一吹，清脆的哨声穿透清冷的血液，庄子里的狗和鹅立时叫成一片。2刻钟后，裴荣带人打着火把找到了谭悠悠。夫君，你终于来救我了！你不知道，我刚才险些摔断脖子。站好！裴荣面红耳赤地把谭悠悠拽起来，回去再和你算账。我走不动了，脚疼。裴荣严厉地瞪了他一眼，终究是蹲在他面前。上来。不要，万一摔跤怎么办？这么滑，我怕。裴荣正要发火，谭悠悠已经紧紧挽着他的胳膊，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了。夫君扶着我就好了。回到庄子里，裴荣的住处已是小半个时辰后。屋里有个大火炉，非常暖和。谭悠悠在炉边坐了会，身上缓过来了，就慢吞吞地挪到灯旁查看自己的手。不看还好，一看吓一跳。要死了，要死了！谁要死了？不是让你有些忌讳吗？为何就是记不住？裴荣拎着一堆东西进来，板着脸走到他面前，待看清楚那双手，眉头就皱了起来。怎么成了这个样子？过来。裴荣板着脸抓住谭悠悠的衣领，把人拎到光亮处，直接拿了烈酒冲洗他掌心的伤口。娇气。裴荣瞪着他，加快了动作。一场清洗下来，谭悠悠仿佛被吸走了灵魂，软绵绵地趴在桌子上，彻底成了一条不会动的死鱼。少奶奶洗脚了。哎呀，我的个娘，疼死我了！亲娘！下去。裴荣打发走婆子，板着脸走到谭悠悠面前，蹲下去扶住她的脚。哪里疼？这里，还有这里。夫君，我自己来。古板迂腐如裴校长，怎么可能给女人脱鞋子洗脚吗？给她亲妈脱还差不多。没关系的，以后他自己生个儿子，天天给他脱鞋子洗脚玩，不听话就踢儿子屁股。谭悠悠忍不住探头打量裴荣的屁屁，裴荣正好抬头，恰恰捕捉到他的目光。你看什么？好像看到一只老鼠顺墙根跑过去了。那你为什么没尖叫？不怕？夫君就在我面前，有什么可怕的？别以为你阿谀奉承，我就会饶了你。谭悠悠耸肩，他今晚明明很刚的好不好？这一耸，肩颈处的伤被扯到。都这样了还不老实，坐直了不许动。裴荣很凶地瞪着他，再次蹲下去抱住他的靴子，很小心地替他脱开，又脱了袜子对着灯光看。人不老实，摔个跤也摔得奇奇怪怪，没见过谁摔跤把脚趾头摔肿的。下次我一定先商量好摔哪再跌的。谭悠悠生怕裴荣一直念叨，遂把心一横，俯身抱住他宽厚的肩膀，将头靠在他的肩窝里，轻声道：夫君别骂了，我错了，我只是想和你在一起，舍不得夫君。
谭悠悠说完这话，先就觉得自己的牙齿酸到了一片，裴荣却不出声了，板着脸替他清洗双脚，又拿伤药给他敷好，再板着脸道：还有哪里？还有这里。不会说话，非得抬手牵动伤口。裴荣垂着眸子替他解开衣领，语气仍然很严厉，动作却很轻柔。谭悠悠也说不出是什么心理，抬着2只受伤的爪子抱住裴荣的腰，将头轻轻靠在他怀里，仿佛这样就没那么疼了。裴荣停下动作，垂眸看着怀里的小妻子。裴荣嫌弃地替谭悠悠正了一下头钗，再顺手捏了一把她滑嫩的脸，手不经意从那微瘪的小红嘴上拂过，顺势探入鼓囊囊的胸前，却见裴荣从他胸前掏出一支竹哨，一本正经地问：怎会随身带着这个？之前去娘家的庄子被大鹅追着钓，姨娘说这个有用，特意给我做了一个。多亏有他，以后你都随身带着，我听见就会来。夫君低头。别胡闹！谭悠悠拽着他的衣袖只是晃，裴荣烦不胜烦，趁着取药酒的功夫，敷衍地低下了头，轻轻软软，带着清甜花香的嘴唇落在他的下颌上，一触即分。裴荣突然间不会动了，只管垂着眸子狠狠看向谭悠悠。谭悠悠低着头，长而浓密的睫毛轻轻翕动，看起来是羞得不能更羞的样子。乖乖坐着别动，我给你推拿肩颈这儿，会很痛，忍着，明早起来就能好很多。哦。谭悠悠视死如归地闭上眼睛，任裴荣宰割。灯光下，凝脂般的肌肤耀眼的白，肩头圆润小巧，锁骨精致，越发显得那一处红肿触目惊心。鬼使神差一般，他低下头轻轻吻了一下谭悠悠的伤处，仿佛电流突然间热辣辣地穿透四肢百骸，直达足底，刺激的谭悠悠傻呆呆地坐着，全身僵硬。刚才裴某人这一吻，是怜惜我、心疼我、喜欢我的意思，对吧？我不要，放开我！疼！救命啊！裴荣脸红心跳，紧急掏出一块帕子塞到谭悠悠嘴里。不许叫，再叫就不让你吃饭。1刻钟后，半死不活的谭悠悠吃过简单的晚饭，简单清洗后就被送到了冰冷的床上。因为实在太冷，谭悠悠紧紧拉住裴荣的袖子不放。夫君要休息了吗？早睡早起，身体好。我还得去看看枝叶，他伤得有些重。此外还有事情要处理，明日赈灾得先布置妥当，天亮就干活。他伤到哪里了？我不是故意的，真的只是轻轻拉了一下，没想到他就摔坏了。他是不是不认路啊？险些把我带进沟里去。人也笨，看我摔倒自己也跟着摔。我之前还以为他这个护卫是武林高手。裴荣探究地看着他，表情变幻莫测。夫君，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了，真的。他尾骨伤到了，得静养些日子才能好。这一片都是平地，雪太大，路被盖住了，天又黑，偏离大路不奇怪。职业的功夫，他停下话头，皱着眉头想了片刻。也就那样吧。你先睡，我会尽早回来。谭悠悠依依不舍地松开人形取暖器，体贴交代。夫君早去早回，记得往脚底系草绳，防滑很好的。裴荣点点头，毫不留恋地转身走了，只剩下谭悠悠独自蜷缩在冰冷的被窝里瑟瑟发抖。明明很困很累，就是冷得睡不着。辗转反侧，好不容易睡着，裴荣大踏步从外头进来，将冰冷的手盖在他额头上。你猜谁来了？爹怎会来到这里？别来查探灾情，这不是下了大暴雪吗？
乡里好些地方都遭了灾，梁老贼压着不报，躲在家里烤火不出门。他心安理得，爹却做得不安稳啊。爹什么时候来的？昨天一早就出来了，去了比咱们这里远许多的河间村，回来路上到咱们这儿走不动了，来借宿。没想着咱们也在这里。女婿啊，这可真是咱们翁婿的缘分了。我之前也不知道这庄子是你家的，走进屋子见着你，还以为看错了呢。小旭也以为看错了。年轻人大有作为。原本家里舍不得让悠悠这么早出家的，我为何力排众议支持女婿啊？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古道热肠、忠孝节义的好孩子。爹，就算您不夸，我也知道夫君很不错。咱们一家人这么夸来夸去的太见外了。你这想法不对，好就要夸，必须夸。倒是你，哪有妇道人家坐着不动，倒让男人张罗茶水忙里忙外。赶紧给女婿倒杯热茶去。爹不疼我了，您忘了，我伤着呢。这才几天功夫，您就只要女婿不要女儿了。是我让他歇着的，岳父不要骂他。这样啊，女婿真是太体贴了。女婿啊，你看你这么好的人，原本呢，我们家得了你这样的贵婿，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不该再对你有什么要求。岳父有事只管吩咐，小婿若能做到，必不推辞。哎呀，我就知道你是个孝顺的好孩子。是这样，灾情严重，梁老贼不管不顾，即便开仓赈灾，也要等着上头批准。一来一去，再推诿扯皮若干天，这天寒地冻，灾民等不得。我打算呢，把家中的存粮和御寒衣物取出来，先赈灾。这但不够啊，你晓得的，我们家底薄，所以呢，我就想着呀，想光能不能先从你这里借些出来应急，等到同意赈灾的旨意下来再还你。若是不行，我以后慢慢还你，可否？还请岳父见谅，赈灾所需钱粮不是小数目，小婿一人不能做主，还得禀明家父，商量妥当再回复。说的是。哎呀，饿了，随便弄点啥吃的吧。爹，记得泡个热水脚，多添一床被子。女婿啊，我有2句有关悠悠姨娘的话要交代她。裴荣立刻回避了。乖女儿啊，我看女婿待你挺好的，是吧？不愧是爹的女儿，就是要这样，挺好。赈灾是大事，咱们全家能否翻身，就在这件事上了。我跟你说呀，梁老贼悄悄往上头告我了，其中一条就是告我借着嫁女讹诈商户发横财。爹不是说那个事你心里有数吗？而且之前福王世子也答应帮忙了，为啥还要扯上赈灾？这你就不懂了，官场上的事，一要耐心，二要缜密，没那么快的。人家使力，咱自己也得争气。你不想爹官运亨通吗？爹做了大官，那什么杨表妹的也不敢随便欺负你，不是？谭悠悠揪住谭同志的袖子。想的，爹要我做什么？你想办法劝女婿答应借钱粮，这是做善事好事，会有好报的，知道不？谭悠悠认真的答应了，谭同志这才满足的离开。小半个时辰后，谭悠悠睡得迷迷糊糊的，身边床铺一沉，裴荣终于躺下了。他立刻把冰渣子一样的脚毫不客气地贴上裴荣的腿，裴荣被他冻得一缩，正想教训他睡有睡相，谭悠悠已经钻进他怀里，并且把手放在他的臀上，不轻不重地捏了2下。太晚了，姐还受着伤，别不懂事。裴荣说完这话，就等着谭悠悠撒娇反驳纠缠，然而并没有等到。再看怀里的人竟然已经睡着了。裴荣的心情很复杂，明明他是不允许无节制的，但谭悠悠这反应真的让人有种说不出来的滋味，似乎他就是单纯的想要找他取暖，以及只是想要摸摸他而已，并没有其他的意思。
裴荣莫名多了几分燥意，从来很容易入眠的人破天荒失了眠。次日天还未亮，谭悠悠自动醒了过来。这就要去做事了吗？你要起床？你不舒服可以多睡会儿。不了，我刚来就是想要做事的，一直睡觉不如不来。谭悠悠吸着气，哆嗦着找到衣裳，再吸着气穿上，哼哼唧唧。好了，真凉。谭悠悠飞快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动一动脖子，惊喜。夫君真能干，我的脖子没那么疼了。等下我是单独做事，还是跟在夫君身边打下手？你想单独做事还是跟着我？都可以啊。单独做事的话，我觉得自己也能行。你跟在我身边。穷苦人家都没有太多余粮，粮食埋在废墟里拿不出来，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因此很多人冒着严寒，天才微亮就在那刨粮食，老人孩子一起上阵，个个冻得脸嘴乌青。都看见了。夫君，我们开始干活吧。这一整天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午饭也是随便打发的。裴荣是和管事一起用的，只叫人告诉谭悠悠招待好谭同之。闺女，那件事怎么说了？谭悠悠严肃道：夫君怕惹事。惹事？做好事还怕惹事？夫君怕人说他收买人心，同样的事别人可以做，他不能做。哎呀，我糊涂了。那行，我另外想法子。走了，告诉女婿他忙，我就不添乱了。谭同之说走就走，毫无留恋。谭悠悠继续拿着纸笔写写画画，等到晚上裴荣回来，他已经写了厚厚一叠纸。岳父呢？我爹走了，说是你太忙，他就不给你添乱了。租使婆子送饭进来，夫妻二人安静用饭，饭菜一如既往的粗糙难吃。吃不下的话，稍后我让人重新给你做。还好了，总比饿肚子的好。岳父要借钱粮的事，我可能不太方便。啊，夫君无需烦恼，我爹已经告诉我了，说是怪他没有想周全，不该为难夫君，他另外想法子。你没有觉得是我舍不得？我相信夫君，你的人品这么好，说是有难处就一定是有难处。裴荣默默地看了他片刻，翘起唇角笑了。谭悠悠再把那一厚叠纸递过去，眨巴着眼睛求表扬。夫君，看看这个。厚厚一叠纸，写的全是有关佃户如何分批次还款的事。我是对照着名册、榆林册，又问了庄头，在我爹的指点下拟的，具体还要夫君把关。我做的好不好？我聪明不？我爹才教我一次，我就会了。裴荣郑重地把这一叠纸收好，握住谭悠悠的手。辛苦了，是我从前小看了你。圣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俗话又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谭悠悠实在听不下去，索性抛了个媚眼，娇俏地把脸凑过去。夫君怎么犒劳我呢？裴荣垂眸盯着谭悠悠看了一会儿，抓住她的脸使劲地 ra， 索吻不成便蹂躏，她这媚眼真是白抛了。在裴某人眼里，她是多没女性魅力呢。谭悠悠恼羞成怒，举起爪子拍开裴荣的手。不许揉我的脸，我最不喜欢别人揉我的脸，会变形会长皱纹的，知不知道？我若未曾记错，你这是第一次公然表示自己最不喜欢什么。你不是一直不管得到什么都表示自己很喜欢吗？不，那是因为不可拒绝。与其让自己痛苦，不如让自己快乐。仔细找找，总能找到优点和长处。当然，和夫君的婚事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自初次见到我便再难忘怀，之后一直暗中倾慕，非我不嫁。很好，很自信。这个话题是没办法继续下去了。
洗睡吧。躺在床上正昏昏欲睡，突然听到裴荣的声音在黑暗中响起：“以后别和我抛媚眼了，不好看，仿若眼睛抽筋一般。”谭悠悠所有的困意顿时被气飞，她咬牙切齿，翻身骑到裴荣身上。太过分了！一双手猛然掐住他的腰，紧接着他被倒了个跪，裴荣高大的身体重压下来，紧紧压制住他。你这么想，我便成全于你。我没有，我不是。此处只我夫妇二人，为何撒谎？只是下次记得，男上女下才是天地乾坤之道，不许再调皮。裴荣语气正经，手上半点不正经。我脚疼，肩疼，手也疼。夫君，放过我吧。裴荣本已箭在弦上，见他这样，沉默片刻后，特别有自制力地放开了他。既然疼，为何还要胡闹？下次不这样了。谭悠悠翻个白眼，不想搭理他。裴荣也不想说话，觉得自己今晚大概可能又要失眠。夫君，不要把我今天写的这个说给别人听，好不好？好。谭悠悠翻个身，抱住他的胳膊，闭上眼睛准备睡觉。迷迷糊糊时，听到裴荣沉声道：“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你仔细听好。”夫君请说。我给你做的火狐皮披风是不是真的很难看？不喜欢就明说，不要什么都说好。你可以拒绝的，不过一件衣裳而已。披风挺好的，特别适合穿着来赈灾，觉得夫君考虑得很周到。谭悠悠充分地肯定了裴荣，迅速翻身背对着他，打了个大大的哈欠，表示自己困得不行了。朦胧中，他感觉到裴荣把他蜷起来的腿拉直又摁住，还严肃地说：“睡正。”这是什么？给夫君准备的晚饭，秘制叫花鸡。你放下。夫君且。叫厨娘来。去把厨娘叫来。你不高兴？就是觉得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想回去了。夫君，路已经通了，让我回去好不好？裴荣却像没听见似的，起身向外，边走边道：“厨娘为何迟迟不来？肉都凉了。”谭悠悠拿起小刀给自己卸了一条鸡腿，今天他必须吃鸡腿解气。等到裴荣带着厨娘进来，谭悠悠端端正正坐在桌前，用小巧的茶杯文雅地喝着茶，桌上只剩下半只凉了的叫花鸡。夫君，请喝茶。裴荣不好当着厨娘的面追问，再看鸡肉已经凉了，便道：“热好切小再送来。”厨娘赶紧逃之夭夭。还有半只鸡呢？被我吃了。圣人说不可浪费食物，否则是为失德。鸡肉凉了不好吃，不好吃就吃不完，吃不完就浪费。还有，鸡肉凉了就需要加热，加热就会浪费柴禾。为了不浪费不失德，我就大着胆子先吃了。没等夫君一起用饭，是我的错。夫君要骂要罚，我都受着。休得无理取闹。我并非有意辜负你的心意，今日已晚，明日再做给我吃也是一样。别难过，你手艺好，就算热过也一样好吃，我都喜欢，一定会全吃光的。真的吗？夫君真的会全部吃完，不会骗我吧？不会。那半只鸡再送上来，已经变成了鸡块。夫君多吃些，这些天你辛苦了。吃饱喝足，裴荣心满意足，要拉着谭悠悠去外头遛弯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99。我们去看看枝叶。乌龟为什么长寿？因为它不爱动。狡辩。刚才你在气头上，我不想惹你哭，现在却不得不说，
你狡辩的本领日渐增长，这不好，以后必须改正。将来有了孩儿，我们更要以身作则。谭悠悠再次失去了他的灵魂，他死了，真的。夫君，我困，改天好不好？裴荣直接把他的嘴给堵上了。半晌，谭悠悠终于能自由呼吸，喘息的同时，听见裴荣在他耳边沉声道：“不许回去，留下来陪我。”就要回去。我是一家之主，我说了算。行了，睡觉。裴荣很武断地丢下这么一句，强迫谭悠悠躺平躺直。我很后悔跟着夫君来这里，我一心想着要帮你，你却不心疼我，不体贴我。接下来是不是要说很后悔嫁给我？迟了，食不言，寝不语，再说话就别睡了。谭悠悠咬住背角，愤恨地把他推开。别压着我，我自己睡。裴荣果然没再靠过来，却也没有再理他。清早，谭悠悠被推醒，他打个哈欠，睁眼就看到裴荣那张似笑非笑的脸近在眼前。夫君为何笑得如此奇怪？不是不许我挨着你的，为何又要钻入我怀中？因为冷啊，夫君完全可以把我推出去的。脸皮厚到裴荣无话可说，只能起身自行穿衣。夫君不把我推出去，是不是因为也喜欢我啊？我只是个庶女，你却非得娶我，是不是因为很喜欢我啊？别不好意思嘛，身为男人要有担当，敢做敢说。起吧，不早了。夫君是因为害羞吗？我知道你很喜欢我，不然为何非要娶我？是，我很喜欢你。太敷衍了，夫君，做人要诚恳。谭悠悠穷追不舍，直到裴荣落荒而逃，才心满意足地起床，梳洗妥当去吃早饭，却只看见一人份。公子呢？公子说是有事儿要和管事庄头商量，去外头和他们一起用饭了。这是被他吓着了吧？终于不会被人管头管脚了。谭悠悠轻嗤一声，轻松自在地用了早饭。闺女，来，我们给你带了东西。是什么好吃的？能有点出息吗？除了好吃的就不能想点别的？妹夫饿着你了？大哥，你不知道，这里的东西真的很难吃，我都吃不饱。确实是瘦了。是啊，吃不好睡不好还要挨骂。等下你们和他说说，让我和你们一起回去好不好？来看看是什么。这是什么？说是田黄石，京中很时兴用来做印章或是把件赏玩。赈灾之时，河间村一个秀才拿来答谢我们的，不收还不行。爹说妹夫一定喜欢，不如给你。上次你说打碎了你婆婆的遗物，让爹帮你找个好东西，这就是了。虽然比不上玉雕葫芦贵重，重在心意，女婿一定喜欢。听爹的话，别闹着回去，乖乖跟着女婿照顾好他，别懒别馋。好。女婿的为人啊，确实古板迂腐了些，不过心不坏。多看好的啊，多看好的。这次赈灾，我们全靠自己筹措物资。妹夫给福王世子、班伯父打了招呼，由他们出面相帮，城中富户都愿意帮忙，不然我们也不能短短几天就筹措了这么多物资，解了河间村的燃眉之急。夫君是很好的人。等到谭悠悠从厨房出来，裴荣也闻讯赶回来，陪着谭同之父子喝茶。你去收拾行李，稍后我们与岳父他们一起回去。真的？到底年岁小，还是一团孩子气。还请女婿多多关照，多多教他。我香喷喷、软绵绵、温柔细腻周到的柳枝，温暖舒适的房间，美味的食物啊！待到登车，他惊奇地发现裴荣竟然坐在车中，并且不是端坐如钟的姿势，
而是靠在营枕上闭目养神，不由笑了。夫君不骑马吗？裴荣睁开眼睛看着他不说话，神情高深莫测。喝酒了。裴荣不答他的话，只伸手用力将他拉入怀中，再用大手摁着他的脑袋贴在自己肩上。谨声。虽然喝了酒，但是不臭。裴荣从眼角看着他的小动作，弯一弯唇角，又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只见裴荣揽在他肩上的手软了下来，再一看，古板正经的裴校长竟然就这么睡着了，真是难得。马车抖得厉害，谭悠悠屁股都坐疼了，索性撩起裙子蹲在角落里玩那块田黄石。玩着玩着嘴巴咸，就又拿了鸡蛋饼吃，吃着吃着觉得不对劲，抬眼一看，裴荣靠在营枕上，半睁着眼睛，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夫君醒啦，要喝水吗？裴荣没吱声，只伸出手轻轻抚摸他的脸颊，微凉的指尖停留在他的唇上，来回捻动，眼神晦暗难明。天还没黑呢，夫君，这是怎么了？裴荣把手收回去。你在吃什么？凉了，但是不难吃，我用菜籽油摊的，很香，要不要尝尝？裴荣矜持地伸出修长的手指，捏起一枚放入口中。不错。裴荣点评完毕，继续吃。谭悠悠默默数着，裴某人一共吃了8块才停下来，便确定他中午时候只喝酒没吃饭，这是真的有事了。但人家不打算和他说，他也就不问，只体贴地递上茶水和帕子。夫君再睡会儿，醒来就到家了。裴荣不置可否，靠在营枕上，一直半闭着眼睛想事情。谭悠悠端正地坐了会儿，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靠在裴荣身边，再把脚和手搭在他身上，寻找舒服的角度。裴荣没管他，反而挪动身子给他腾了个舒服的位置。夫君，我们算不算是相依为命呢？夫妻一体，自然是相依为命。谭悠悠把自己手掌打开，与他掌心贴着掌心比大小。夫君的手是我的2倍大。裴荣没吭声，只将他的手轻轻握在掌中。谭悠悠挣脱出来，从袖中掏出那块田黄石，笑嘻嘻道：夫君看看喜欢不？我弄坏了婆婆留下的遗物，嫁妆中也没有特别有意思的，就托我爹找了这个，给你刻章把玩。裴荣微怔，抬眼认真地注视着面前的小女人，眼睛清亮无辜如孩童，一眼就能望到底，粉嫩的脸上还带着可爱的婴儿肥，唇角微翘，期待与欢喜明明白白写在脸上。谭悠悠见他不说话，就把田黄石塞进他掌中。不喜欢也收着，我以后再想办法给你找更好的。我很喜欢。你们可算舍得回来了，表妹今天好美啊，我自己知道。表哥，你回来啦！嚣张无礼，不懂长幼尊卑。我怎么不懂长幼尊卑了？知道你们要回来，早早就在这里等着你们，还要我怎样？当街大吼大叫，成何体统？给你表嫂赔礼。我不，凭什么？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忘了最难的时候是谁陪在你身边了？你说过要一直对我好的，你就是这样对我好的。娶了媳妇儿就忘了亲妹妹。休得无理取闹，我教你道理正是对你好。我问你，兄长是长，嫂子是不是长？你不敬表嫂，是不是不懂长幼尊卑？该不该骂？我若对你不好，似你这般粗鲁无礼，早让人赶出去了。杨慕云想说不是，却又没办法否认，思来想去，便转头又去找谭悠悠的麻烦。都是你害的。
眼疾手快，滑头如谭悠悠，早就趁着这表兄妹二人互撕的空隙溜走了。你看看他，看我俩吵架也不知道劝一劝，自己就悄悄溜走了，真是心机深沉，太坏了。还有，你以为他对你很好吗？都没有等你。我认的路，无需他等，以及他劝，你听吗？他是谁啊？我为什么要听他的？最后一次，你不敬他便是羞辱我，再这样，可以断交了。裴荣收回目光，大踏步往里走。表哥，我们真的马上就要出发吗？你太粗鲁，不配与我说话。什么时候改正，什么时候来。裴荣看也不看他，径直朝着宽冕斋走去。我从前不这样的，都是谭悠悠害的。真的，我从前也是温柔短淑的。真的。小姐不要伤心了，不值得的。对，这种不知好歹的死正经，就只配谭悠悠那种阴险货。我再理他就是猪。裴荣走到宽冕斋外，老远就听见谭悠悠的笑声，那叫一个清脆欢快，仿佛捡了万两黄金似的。他缓步走入房内。夫君累了吧？已经给你备好热水了，先泡个热水脚，暖和暖和，洗洗脸，梳梳头，换上干净衣裳，咱俩一起去给公爹请安。之前在车上，我摸着夫君的膝盖有些凉，想着你这几天都在雪地里带着农人修房，怕是受了寒，就让他们拿来艾草泡水，夫君多泡会儿。刚才为何悄悄溜了？我若是留下，只怕杨表妹会更羞恼激动，不如避开。反正夫君都会处理妥当。确实如此，以后你避着他，不管他做什么，都别与他争执，交由我处理即可。夫君帮我看看这两股栽钗，用哪个更搭这身衣裳？颜色款式都很搭，但莲花钗更喜庆，你用这个。夫君帮我戴好不好？裴荣一笑，仔细选了个最美的角度，小心地帮谭悠悠插上。见她头发乌亮浓密如云，忍不住顺手摸了一把，低声道：我有事要和你说，才刚接到的消息，宗人府有令，命我即刻入京。即刻吗？天寒地冻的。即刻，最迟不过明日。此去风险难料，我在想，你是不是留在家中不要去了？不要我去吗？你想跟我一起去？裴荣看了他一眼，沉吟。让我想想。夫君不要为难，家里也需要照料，况且公爹身体不好。裴荣没作声，继续沉思。谭悠悠怕裴荣以为他非常想去而改主意，赶紧起身去给裴荣拿衣裳。时辰不早了，公爹让去正院吃饭，夫君快些回来，我给你收拾行李。走吧。走着走着，裴荣突然顿住脚步，回身看着他。别难过了，我带着你去。啊？为什么会这样？他哪只眼睛看到我难过了？欢喜傻了吧？出息。啊，不是，夫君，我只是担心自己出身太低，又笨嘴拙舌没见识，不懂得穿衣打扮交际什么的，给你丢脸拖你后腿，我还是……正是因为不懂，所以要学。别怕，我会找人教你的。说到出身，班伯府早年还不如你家呢，京中各大王府女眷都是出身平凡，你无需担心。可是家里怎么办啊？公爹怎么办啊？家中无需担心，我会安排妥当。稍后用过饭，我有事要和父亲相商，你先回去收拾，早些休息，无需等我。哦，可是我有点舍不得姨娘，舍不得我爹和太太，还有三姐姐他们。这样，稍后我早些回来，带你去一趟岳家。
时辰太短，不够道别，行李也收拾不出来。你要懂事，出嫁从夫。谭悠悠收了气容，悄悄给了他一个大白眼，随即又气一鼓鼓的轻轻打了自己的嘴一下。都怪这张五香嘴，咸了嗑瓜子不好吗？为什么要话多？来了，坐下吃饭。谭悠悠进过手，准备按着做媳妇的规矩立在一旁伺候全家用饭。杨慕云板着块脸，不时瞅瞅他，再狠狠瞪一眼裴荣，显然是两个人都恨上了。表妹想吃什么？表哥，不是我刁难表嫂啊。裴荣淡淡颔首，抢在他开口之前夹了鸡腿放在谭悠悠碗里。杨慕云又被气饱，可是不敢发作，只好委屈巴巴地红着眼圈道：我想吃鸡腿。没有鸡腿，咱们吃鸭腿。我不。杨慕云对上裴荣的目光，硬生生把后面的话咽下去。好的，谢谢表嫂。乖。谭悠悠给杨慕云夹了鸭腿，又准备给其他人布菜。规矩行过即可，今日没有外人，咱家人也少，坐下吃。夫君，坐吧，不然按着规矩就该分两席。谭悠悠安静地在席末坐了，低着头吃饭，吃相非常文雅，挑剔如杨慕云，也没能找出半点毛病。少请饭毕，裴荣漱过口，状似不经意道：还说自己不识礼仪，去了京城给我丢脸拖后腿，这不是很好吗？岳母出自京城大族，该有的礼仪不会少教你，仔细谨慎一些即可。你要带着儿媳妇一起去？是的，父亲。本该留他在家照料，但父亲近来身体大好，陈叔等人也很得力。他又年岁尚小，太过年轻，我左思右想，还该带他入京见识一番，或许能有更多机遇。安乐侯沉吟片刻，点了头。也好。轻车简从才好赶路，先紧着路上要用的东西收拾，其余的到了京城再买。车上可以多铺2床被褥吗？我有这般苛刻吗？谭悠悠正想点头，又听裴荣悠悠道：我说了你就听吗？当然听啦，夫君不是说出嫁从夫吗？走吧，时辰不早，晚了岳父母他们就该睡了。谭同之却不在家中，周氏和梅姨娘对坐下棋，见着二人进去，先就问：你们怎么来了？是听说那件事了吗？啊？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你岳父和大舅兄被梁知府传去衙门问话了，说是有人告他们贪占赈灾钱粮，才刚进门，脸都没洗就被带走了。我看岳母和姨娘还有闲情对意，说明岳父早有安排。正是，早在梁老贼动手之前，我们就已经收到消息。天欲其亡，必欲其狂，这是狗急跳墙了。要是他在衙门里头对爹和大哥动手怎么办？多疼啊！那也不妨，你爹早有准备，他皮糙肉厚，受得住。当年他当县令时遇到的事情比这个危险多了。至于你大哥，也该让他历练历练了，省得书读多了，以为到处都是阳春白雪。你们这么晚回来，是有什么事吗？我们明天一早就要去京城，是来辞行的。为何？不是什么大事，是宗人府的意思，好像是要准备一个什么典礼。我这边怎么没听说？毕竟是宗室的事，宗室的事，寻常百姓确实不能知道。天寒地冻，就不能过了年开了春再走？福王世子和杨家兄妹都要一同回去，有他们在，这一路供应无虞。裴荣看向谭悠悠，不是有话要和岳母姨娘说的？我舍不得你们。二舅兄在的吧？我去寻他说话，半个时辰后再进来。三姐姐他们呢？
裴荣等了片刻，不见谭悠悠搭理自己，只好默默离开。为何这样突然？究竟是为了什么？你心里可有数？女婿生性沉稳，报喜不报忧，你却与他不同，是家里教养着大的。若是好事，说不说无所谓；若是不好，你必须告诉我们。我娘家就在京城，好歹也能伸手拉一把。太太一直都疼我，我记在心里的。这次的事，我其实不太清楚，只晓得是宗人府下令即刻赶到京城。夫君说是此去风险难料，却又和公爹说带着我去，或许能有更多机遇。我知道了，我即刻修书一封，再备些土仪。到了京城，你们记得往你舅舅家去。谢谢太太疼我。哎，好孩子，一家人说什么谢，见外了。行吧，你和你姨娘说说话去，我这边写信。谭悠悠即刻拉了梅姨娘的手，坐到角落里去，哼哼唧唧各种黏糊。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你是个娇气包，路上照顾好自己，不舒坦了就要说，别因为害怕女婿要讨他欢心就委屈自己，不然受罪的还是你。我不怕他，我也能照顾好自己。这里头是我的私房，还有几样你用惯的药丸，肚子疼、受寒、不消化都能用，带上，路上应急。谭悠悠收了药丸，死活不要梅姨娘的私房。我有，嫁过去之后1文钱都没动过呢。穷家富路，宽打窄用，自己有钱方便，拿着，我在家用不着钱。这有什么？我给他些银子零花就是。太太真疼我。京城里讲究多，就算打赏下人，也讲个好看。这些小银锭子是我准备了给你爹过年用的，你带走。谭悠悠把钱袋子收了，继续和梅姨娘咬耳朵。之前姨娘和我说的那件事儿，一直也没机会去做。这次去了京城，或许能寻到人。若是能够，我一定了却您的心愿。你先顾好自己吧，那件事比起你的安危，算不得什么。吴妹妹，听说你们明天一早就要去京城？是啊，明早就走。能不能帮我做件事？是要托我帮你相看相看三姐夫吗？我才不是这个意思，谁要看他了？他是谁啊？哎呀，不知道，别问我，反正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什么好看的？长成丑八怪也得嫁。那我也愿意。三姐姐看重的是内在，不是外表，不像我啊，觉得男人长得赏心悦目挺好。哎呀，我错了，吴妹妹饶了我。门外传来谭志清的干咳声，他是陪着裴荣来接谭悠悠回去的。她们姐妹谈笑无状，让女婿见笑了。岳母客气，小婿倒是觉得手足有爱。谭悠悠歪着脑袋看裴荣，在外头说话挺像样的，为何对着自己就不懂得委婉好听些？时辰不早，好了吗？好了，给家里添麻烦了。众人送他二人出去，周氏和梅姨娘又分别交代了许多路上需要注意的事项。二位放心，小婿一定会照顾好悠悠的。谭悠悠趴在车窗上往后看，只见走得老远了，家里人还都在那站着没回去，心里免不了酸溜溜的。别舍不得了，他们很快也会去京城的。你怎么知道？谭悠悠激动一回，想起来谭如意明年要出嫁，周氏等人肯定要进京，就掰着手指头算。还有将近10个月，小一年呢。裴荣透着马车前方微弱的灯光，看谭悠悠低着头在那掰手指，软软糯糯的，
忍不住圈他在怀，低声道：“习惯就好，以后在京中便是你我二人相依为命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想想这个太不吉利，赶紧晃晃脑袋，小声呸呸：“我还没过个好日子呢。”做什么？谭悠悠仰头亲了他的下颌一口，笑道：“没什么，就是想着能跟夫君出远门，好开心啊。”岳母给你银子了？留着，要花钱我会给你。真的吗？会不会不太好啊？又搞怪。裴荣开心地笑了起来，笑容爽朗，声音醇厚，分外赏心悦目。夫君真好看，声音也好好听。若是我长得不好看呢？夫君这么稳重的人，竟然也会说这种孩子气的话吗？你明明就长得很好看啊。你的性子太过活泼，到了京城要收敛这些，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谭悠悠坐直身子，学着周氏日常端严的模样。是这样吗？我也会的。裴荣轻笑摇头，把谭悠悠的手轻轻握在掌中，心情前所未有的好。谭悠悠看着裴荣俊朗的侧颜，隐约觉得好像有什么不一样了。去班伯府。这么晚了，去班伯府做什么？明日一早福王世子要与我们一起赴京，我得趁着现在拜托他把岳父和大舅兄的事安排妥当，也要拜托班伯府出力出面。虽说岳父早有准备，咱们再多做些更稳当。谢谢夫君。他们也是我的亲人，你真要谢我，以后少欺我。我没有。见裴荣紧紧盯着自己，就又虚弱地改口：就算有，也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我会帮你改正。班伯府果然全都睡了，裴荣和门房说了几句话，回到车上说道：我让他把世子请出来谈，深更半夜的，咱们就不打扰班伯府了。夫君和世子很要好吗？过命的交情。谭悠悠侧着耳朵等裴荣讲故事，裴荣却不说了，闭上眼睛养神的同时，也要求他照做。谭悠悠闭上眼睛就睡了过去，再醒来就听见福王世子在窗外热情洋溢道：小嫂子，许久不见，你放心，令尊的事我会安排妥当的。这一路会很辛苦，你姑嫂二人要互相体贴，互相扶持，莫要让人看笑话。好的，夫君，我会照顾好杨表妹的。不需要谁照。裴荣就放了车帘，命人出发。谭悠悠打个哈欠，闭上眼睛就睡着了。小门小户就是小门小户，全无礼仪规矩。一个时辰后，马车停下，柳枝赶上来。小姐，姑爷问您要不要方便。要。谭悠悠立刻清醒，见杨慕云靠在自己身上，睡得人事不省，便推醒他。一起。不去，这种荒郊野地怎么方便？我脸皮薄，做不出这种事。谭悠悠笑笑，轻巧地跳下马车，带上柳枝莲枝往小树林里走去。选好地方，柳枝和莲枝各自撑开一把伞，做好屏蔽，主仆三人轮番解决，再一身轻松地回去。裴荣站在小树林外守着，见他出来就道：还撑得住？很好啊，我一直睡觉呢。夫君冷不冷？说着，他就把裴荣的手握住去试温度。裴荣吓得立刻收手，沉着脸道：胡闹。还好还好。差不多就走了呗。上车。谭悠悠笑嘻嘻地行了个礼，朝着马车走去，经过福王世子身边，被他叫住。我说小嫂子，你们为何要带伞呢？秘密。小嫂子的秘密挺多的。
谭悠悠上了车，见杨慕云在喝茶，就好心劝他：真不去方便，万一稍后不合适怎么办？杨慕云不吭声。谭悠悠笑笑，继续睡觉。半个时辰后，谭悠悠被杨慕云给弄醒了。杨嫂，能不能和表哥说停一停车？我想那个……夫君停一停车，我想方便。这附近全是空地，也没个遮挡的地方，更没有人家。嫂嫂，嫂嫂。谭悠悠看他可怜，就叫裴荣上前凑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裴荣便让人停了马车。谭悠悠照旧带上他的三宝柳枝、莲枝、伞，领着杨慕云去了远处。待回到车上，杨慕云完全失去了之前的嚣张轻慢，从始至终低着个头，不敢直视谭悠悠。夜间，谭悠悠和裴荣说起这事，裴荣温和地拍着他的头：表妹心不坏，就是被惯坏了。那我呢？你呀，我想想啊，懒、馋、滑，爱狡辩，不守规矩。我有那么糟糕吗？缺点说完了，现在说优点。厨艺好，心软善良厚道，能吃会吃，体贴大度，也算能吃苦。书法术数都还不错，脑瓜子也灵活。我有这么好吗？夫君有没有觉得赚大？裴荣一口吹灭了灯。睡觉。谭悠悠心有不甘，扭到他怀中纠缠，非得要他承认。有没有赚到吗？裴荣把他推出去，严肃道：在赶路呢，且在途中多有不便，这房子也不隔音。多有不便，房子不隔音？谭悠悠没的话说了，这男人满脑子想的都是些什么？赶了大半个月路后，所有人都被折磨得无精打采，到了打尖的地方，就只想着早些躺下休息，唯有谭悠悠继续精神抖擞。这天午饭时，小嫂子果然是个妙人，这么快就收服了杨小姐。世子这话不对，我们明明是日久见人心。也是我不会说话。实不言，老古板，对吧？才没有，夫君是恪守礼仪。福王世子撇撇嘴，没再吭声。饭用到一半，一个风尘仆仆的大汉找了过来。公子，夏普可算找到您了。元武，你怎么会找到这里来？王府来信。裴荣拆开书信看完，飞快地瞟一眼谭悠悠，严肃道：我得先走一步。啥？京中有急事，我得先赶去处理。什么急事？一位要紧的长辈病重，我先行一步，他跟着你们走。没我在，你们也不用走得这样匆忙辛苦，还请你们多多照料的。放心吧，一定把人完好无缺的送到你面前。夫君，我走了，你尽量别给大家添麻烦。裴荣垂下眸子，转身大步离开。那个叫元武的大汉也紧跟上前，边走边和他低声说话。夫君，裴相公，你站住！谭悠悠骤然发出一声暴喝，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裴荣僵硬地回转身来，见谭悠悠提着裙子朝他快步奔来，以为小妻子是不想和他分开，便准备训人，却见谭悠悠朝他伸出手。夫君，你忘了一件事。什么事？这一路上要靠人家照顾我，我总得请人家吃顿饭，住个店什么的，以表示感谢。可是我囊中羞涩。裴荣恍然大悟，解下钱袋放到他手中。不必收，我在京城等你。不过片刻功夫，裴荣就已带着几个近身随从骑着马跑得远了。谭悠悠掂一下钱袋的重量，心情总算好了那么几分。尝尝这个，这是盘子里最好的一块肉，给你了。你们都这么看着我做什么？总觉得你们知道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不如说来听听。
哪有什么秘密啊，就是怕你难过不舍。别在意，香光就是这么个脾气。杨慕云低着头没吱声，福王世子则道：小嫂子应该高兴才对，第一次出远门吧，这一路上也没吃好玩好，真可惜了。之前是要将就相光赶路，现在他走了，咱们正好边玩边走，吃好喝好。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扎着休息玩乐，好不好？我现在是托给你们照顾的人，你们觉着怎么合适就怎么来，我没意见。杨慕飞表示反对。这么冷的季节，与其在路上耽搁，不如早些回京。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要走就走，我不拦着。行吧，慢慢的走也好。快些用饭，咱们逛凉州城去，这里的糍粑很好吃。你们去吧，我洗头。一起去。小嫂子有所不知，这地方盛产一种叫做竹之糯的稻米，特别香糯，制成糍粑又糯又香不反生，切成小块，用油酥起，再用提前熬好的黑糖稀浇上，撒上炒豆面，外酥里软，又香又甜，风味独特。我想起来了，这里有家小酒馆，烤乳猪是一绝，比京里大酒楼做的还好吃，是吧，慕云？你不会离了我表哥就不能活吧？激将法对我没用，换一招。你想怎么样？哄我，莫名其妙被抛弃，太伤心了我。别装了，你分明是嫌他们说的东西不够好吃。听表妹这意思，是有什么好吃的？我们去吃肚包鸡。不行。别唧唧歪歪的，见好就收啊。我是说，肚包鸡、烤乳猪、黑糖糍粑一样不能少，而且是我请客。夫君就这样把我扔在半路上走了，我好难过。必须把他的钱花光，我才能开心。小嫂子，请。世子客气。凉州城比秋城大了许多，也繁华很多。将近年关，街上许多买卖年货的，热闹得很。谭悠悠重点看玉，他记得要陪荣的玉雕葫芦。好东西可遇不可求，讲的是缘分，指不定什么时候碰着了。是要送人吧？入京以后要去拜见太太那边的亲戚。这些玉桃、葫芦、牡丹、百财寓意都很好，送给长辈挺好的。就是玉质普遍一般，我觉得不如不买。若是送给表兄弟表姐妹，这边的玉佩、玉环、玉钗都不错。我刚问了价钱，比京城便宜，不如在这里买来带过去，也省些钱财。他悠悠挑了几样性价比高、款式独特的小东西，结账时问店家：“有没有更好的玉葫芦？”店家见他们一群人衣着不凡，便让他们等着，亲手搬出个1尺见方的玉雕件，却是彩玉做的。这个款式太俗气了，雕工也一般。不是这款式多喜庆啊！雕工又精致，玉质也是上乘，3色彩玉呢。这么天然的出色，构思精巧的，凉州城里独一份。怎么卖？店家看着他，缓缓伸出2根手指头。20两银子。这客人就算是开玩笑，也别这么气人行吗？20两银子，您有多少卖多少，我全要了。我要是有还问你买啊？说个实在价呗。2100两足银，少1两都不卖，这可是咱家的镇店之宝。好贵啊，买不起买不起。你嚷嚷什么？说不喜欢就是了。丢人。买不起就是买不起，有什么丢人的？没钱却要装作有钱才丢人呢。行了，收好，我不买了。是这个道理，弟妹很诚实。诚实是美德，千金难求。你才不诚实呢！明明字写得很好，也很会算账，为什么要假装自己不会？等着我当众出丑。
表妹这话不对，我只是不喜欢炫耀张扬。诚实是美德，谦虚也是美德，同样千金难求。就你会说，巧言善辩。说，你还会什么？赶早的告诉我，别瞒着。没有了。哎呀，真的没有了。骗人，我才不信。谭悠悠笑得憨憨的，转头扫视一圈，顾左右而言他。哎，世子哪去了？怎么没跟上？走丢了？正说着，福王世子快步跟了上来，笑吟吟道：天色不早，寒风渐起，咱们吃了晚饭，早些歇息。好啊。整个旅途就在吃喝玩乐中过去。腊月27这一天，谭悠悠等人终于到了京城。先去我家吃了饭再说，跟我们走。表少奶奶来得巧，二皇子和咱家表小姐今日大婚，正好看看热闹。皇子大婚是难得一见的热闹吧？啊，其实我觉得吧，府上表小姐大婚，府中长辈定然都要去观礼的，我去也不能拜见。这时候不早不晚，难得给灶上添麻烦，不如我请你们用饭。其实我觉得还是回去用饭比较好，一点都不麻烦。其实吧，表嫂，我有些累了，想回家了呢。谭悠悠心知肚明，这兄妹俩是心虚吧？可是又没人告诉过他，这个表小姐就是和裴荣有一腿的那个表小姐啊。我请你们去长庆楼吃水陆八珍。不，我请。2刻钟后，一行人在长庆楼上临街的雅间落了座。来了来了！谭悠悠探着头看，只见一对穿着华贵锦衣的禁军拿着笤帚、水桶等物自街头那边扫洒过来，整齐划一，很有排面。要不要往街上铺地毯啊？今上勤俭，虽然二皇子很受宠，却不可能如此奢华。他的生母樊贵妃盛宠20余年，无人能出左右。原本皇室子弟择妻，不从富贵功勋大臣之家选取，该从寻常百姓清白之家选。但二皇子受宠，与众不同。王表姐和我们家是姨表亲，王家姨父是武英殿大学士，曾为经研讲官，为先帝诸皇子讲经于文华殿正殿，才得接种。陛下及宗室皆敬之。王表姐贤名远扬，贵妃为二皇子求娶，陛下许了。这是陛下登基以来的第一件喜事，宫中非常重视。然后呢？然后王家姨父是表哥的老师，王姨父很喜欢表哥，将所有学士倾囊相授。王家姨父不是很乐意这桩亲事，常常为此忧心长叹，久而成疾。表哥之所以匆忙赶回，就是因为王家姨父病危。那么王家姨父是转危为安了吧？王表姐乐意吗？这个我倒没问过，但也没听说不乐意。香风缭绕中，仪仗一对一对依次而过，夜灯初起。谭悠悠将手按住眼眶，挤了又挤。你做什么？太远了，天又黑，看不清楚贵人，挤一挤比较能看到。贵气十足，但是没你表哥好看，但也长得不错，加上神态、风姿、权势，也不差了。哎，大家这么惊奇皇子亲迎，是不是平时皇子大婚都不亲迎的？是，一般不亲迎。二皇子很看重王家表姐。真好。弟妹为什么拿表弟和二皇子殿下相比较？因为我很心疼夫君啊，他真的太可怜了。你都知道了？唉，啊，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杨慕妃喊了一声，气势汹汹地瞪向杨慕云。是你，找打！我没有，什么都没做，是表嫂太聪明了，真的。表嫂，你快和我哥说啊！他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做，是夫君和我说的。
其实吧，相光这个人不是拖泥带水的性子，更是端方君子，他绝不会做不该做的事。就算他对王家那什么，那也是因为王家姨父是他的老师，视师如父，这个你懂的。表哥接着说。吃吧吃吧，新鲜好吃的牛肉难得吃到。谢谢表哥，你们也吃啊。杨慕飞兄妹二人坚持要把谭悠悠送到家，谭悠悠拒绝不得，便由着他二人来。喝杯茶再走。时辰不早了，我们应该回去了，不然家中长辈要担忧。表嫂，之前都是我不好，别和表哥生气，好不好？好，我答应你。谭悠悠送走这兄妹二人，高高兴兴把廖翔叫过来。来，领我看看咱家的新宅子。咱们人少，这宅子其实大了。回少奶奶的话，公子说了，好歹咱们家也是个侯府，该有的牌面不能省了。夫君不容易啊。少奶奶，这是您住的正房，小的就不进去了。您有什么吩咐，只管让人交代，小的一定办得妥妥帖帖。正房灯火通明，两个穿着体面的婆子垂着手在门口恭候，笑吟吟的自我介绍，一个叫鲍家的，一个叫周家的。热水备好了吗？我要泡个热水澡。备好了，公子让烧了地笼，您瞅瞅合适不？若是热了，奴婢让他们捡些柴火。这个太好了，夜里再也不怕冷了。哎呦，听闻公子买宅子时，就是因为这处有地笼才买的。前主人是个富商，才修起来的新房子，原是准备用来养老的。后来啊，家中出了些变故，这才折价卖的。谭悠悠根本没听他怎么说，直接走到屋里转悠去了。谭悠悠很满意，打发走两个仆妇，迫不及待漱口、洗头、洗脚、泡热水澡。你们念叨什么呢？还不赶紧帮我搓搓揉揉，把我打发了，你们也好早些歇下。这一路不累吗？小姐，其实之前二皇子迎亲时，奴婢和莲枝看到姑爷也在迎亲的队伍里。他是宗室子弟，又是王学士的学生，想来与二皇子也是熟识的，帮着一起接亲不稀奇。莲枝，上厨房准备醒酒汤，再准备一锅好汤，等到姑爷回来啊，说不定想要吃碗面条。小姐真是太好心了，快去，咱们吃的住的都是姑爷供给的呢，做人要讲武德。怎么回事？快扶进来。有劳世子操心，本该请您喝杯热茶坐坐再走，但夫君醉着，我一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还请您见谅。改日再让夫君设席答谢。小嫂子客气，相光是宾相，替新人挡酒醉了，还请您多多担待。世子客气，夫君为天，小夫人理所应当照料好他，何来担待一词？天色已晚，世子白日赶路辛苦，夜里还要送我家夫君归家，实在太过辛苦，小夫人就不留您了。福王世子转身离开，走了一截路，回头去看，谭悠悠已经不见身影。取醒酒汤来。好臭啊！小姐快小声些，怎么能嫌弃姑爷臭呢？让人听见多不好。诚实是美德，夫君不喜欢我说谎的。鲍家的取来醒酒汤，谭悠悠上前叫人：夫君，夫君，醒来啊，喝醒酒汤了，不然明天头痛不舒服哦。没有动静，不会有事吧？不等两个仆妇回答，他又伸手去探裴荣的鼻息，再惊恐地捂着嘴道：微弱，不行，我不能让夫君就这么睡过去，我好怕。俩仆妇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见谭悠悠对着裴荣的右脸啪地打了一下，声音又脆又响：夫君快醒醒，我是悠悠啊！谭悠悠对着裴荣的左脸又是一下，带了哭腔：快醒醒，喝醒酒汤，别吓我！
谭悠悠举起手掌准备再来一下，就见裴荣的睫毛动了2下，眼睛倏地睁开了。夫君，你可算醒了，把我吓坏了。裴荣半睁着眼睛，定定地看了他片刻，又闭上了眼睛。夫君张嘴啊，喝一口就喝一口，喝了就舒服啦。裴荣过了好一会儿才张开嘴，喝了他喂的醒酒汤。夫君别睡着，再撑会儿，立刻就喝完了，喝完就能睡了啊，乖。裴荣果然就着他的手，一口气把醒酒汤全喝光了。喝完之后，把碗一推，仰头倒下，再不动弹。谭悠悠打发走俩仆妇，又叫俩丫鬟去睡，把灯灭得只剩墙角一盏羊角灯，轻手轻脚走过去看裴荣，悄悄举手比划，真想对着这脸再来一下，刚才没过瘾。夫君醒了，头痛不痛？肠胃有没有不舒服？想吃什么？再喝一碗醒酒汤好不好？远途而来本就很辛苦，还要照料我这个醉酒之人，很累吧？不辛苦，不累，真的。夫君为我买了代替龙的屋子，我照顾夫君醉酒算不得什么，辛苦的是夫君啊。看，你的脸都水肿了。不是他打的，是酒喝多了，真的。裴荣抬手摸脸，眉头轻轻皱了一下。谭悠悠很紧张。夫君怎么了？谭悠悠紧张地观察裴荣的一举一动，见他又是摸脸又是捏眉心皱眉头的，就小心翼翼道：夫君，你还好吧？还好，就是头有些痛，大概是喝多了。再给我一碗醒酒汤，来些清茶。醒酒汤马上就来，我还让人熬了白粥，稍后喝一点缓一缓，肠胃就能舒服了。裴荣靠在床头，看谭悠悠像一只花蝴蝶似的跑进来跑出去。夫君能不能起床盥洗更衣？裴荣按住谭悠悠忙个不停的小手，沉声道：就这么喜欢我？当然啦，你是悠悠的夫君啊，长得好看，人品端正，有学识，比你好的男人没几个。裴荣不出声，仰着头静静地注视着他。夫君刷牙。裴荣立时下了床，大步朝着净房走去。谭悠悠小碎步跟上，扒着门框热情地问：夫君要我帮忙吗？裴荣吐出一口水：让他们送热水来，我要沐浴。这一身可太臭了。是啊，真的很臭。夫君，以后尽量少喝点酒，好不好？喝太多酒人是不行的，我很害怕。我记住了。岳父家里有信来，已经平安无事，梁茂之已被拿下，暂由岳父代理知府一职，任命书大概年后就能下去。夫君是从哪里收到信的？当然是从岳母的娘家得到的，就是周家。夫君已经先去拜见过周家舅舅了。是，我才刚有空就去了，已和舅舅舅母约好，等你到京之后再一同前去拜见。裴荣把牙刷和杯子递给谭悠悠，示意他帮他放好。才刚好一点，就又开始指使我做这做那了。放这些东西的地方就2步远，自己放手会瘸吗？摆放东西要记得整整齐齐，活都干了，为什么不一次做好呢？裴荣站在他身后，环抱着他，一丝不苟地把牙刷、杯子摆放整齐，语气还是一如既往地教导主任。夫君说的是。裴荣抬起袖子凑到鼻端仔细嗅了嗅，嫌弃地皱着眉头脱了外衫。趁着裴荣沐浴，谭悠悠指挥着柳枝等人把被褥床单通通换了个遍。哎，小姐，您看这个是姑爷特意为您准备的吧？大惊小怪做什么？我昨天就看到了，是白狐皮哎，不是羊羔皮。小姐，姑爷还算不错啦。谭悠悠从鼻孔里了一声，懒洋洋道：做了心虚的事，当然要弥补呀。谁做了心虚的事？
这个是原来就在里头的，我觉得好好的扔了太可惜，或许可以给你午睡，省得躺下去就叫不起来。这个理由我给90分。我给夫君擦头发。裴荣端端正正坐在凳子上，身体挺得笔直，目视前方，不知道的以为他是在练功，而不是在擦头发。哎呀，看我笨的！哎呀，谭悠悠手一滑，金帕往裴荣脸上刮擦而过，他再赶紧捧住裴荣的脸，又搓又揉。有没有弄痛你啊？有点痛，拿点膏药我查查。谭悠悠不敢再作死，忙寻了膏药替他查上。夫君，我不是故意的。我醉了之后有没有失态？没有没有，夫君很安静，就是脸色特别吓人，呼吸也很轻，我还宁愿你脑疼些呢。谭悠悠给鲍家的周家的使眼色，表示讨喜的仆妇不该多嘴舌。裴荣继续沉思，那么他的脸为什么会这样痛？得问问福王世子才行。想吃什么让厨下另外给你做，不必陪我吃素。我不是吃不下，是心里有事。什么事？夫君是不是把我之前不小心打碎玉雕葫芦的事告诉别人了？没有提过，但杨家表哥和表妹都是知道的。怎么了？我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儿，有些想不明白，要请夫君替我解惑。你说。就是我一直想要买个好的玉雕葫芦给你，在凉州时遇着一个三彩玉的不错，但它要价颇高，2100两银子一文不少。我嫌贵，也没这么多钱，就没要。2100两是贵了些，但我没见着玉质雕工，不能妄下评论。东西摔坏就摔坏吧，不要一直记在心上。你若有心，早日为裴家开枝散叶，母亲应该是最高兴的。裴荣见谭悠悠垂着头不说话，小红嘴撅着，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总算立刻明白他又生气了。怎么了？是想要吗？行，我让人去买。如果夫君以后还要喝得烂醉如泥的话，婆婆肯定是不高兴的。还是为了这个生气？这次是特殊情况，以后不会了。是男人，就记住你说的话。我一定是男人。我想说的是，那个三彩玉雕五福临门，莫名其妙跑到我的香炉里来了。昨天夜里，柳枝他们收拾行李时发现的。裴荣一怔，皱起眉头盯着他不说话。我就说吧，果然男人都是小心眼子。我先是担心有人想要栽赃陷害，又觉着不太可能，无缘无故谁会针对我？这一路也没见有人追上来说我们杀人劫货什么的，会不会是表兄或者表妹悄悄送我的，想要撮合我俩？我虽然很感动，也很想把它送给夫君表达心意，但东西这么贵，不能随便拿的，对不对？夫君。对，不能拿。你把东西给我，我来处理。把玉雕拿来。世子，相光公子来了。请。不一会儿，裴荣自门中而来。怎么就来了？我还以为你醉成那个样子，怎么也得在床上躺2天才能缓过来呢。到底是身体强健，不枉你冬练3九，夏练3伏啊。你这身腱子肉，做什么书生？该去前线杀敌才对。请世子自重。知道了。坐。有什么事吗？裴荣轻轻挥手，随从捧出一只匣子，轻轻放在福王世子身边的案几上。裴荣打开匣子，露出里头的三彩玉雕五福临门。多谢世子好意，那人福薄胆小，消受不起。这东西突然出现在他的香笼里，把他吓得够呛，一心以为是被盗匪盯上，栽赃陷害。今早拉着我说了许久，求我拿去衙门报案。我这里又不是衙门。
这东西是你买了再私放在他香笼里的，还请世子收回。你怎么知道是我？杨家兄妹没这么多钱，除了你不会有别人。朋友妻不可欺，世子不该开这种玩笑。你说什么？我怎么欺他了？他不小心打碎令堂的遗物，你为此与他闹了一场，他一心想要弥补讨好你，便是途中也不忘搜寻合适之物，见着了却又买不起。我这个做媒人接你朋友的看不惯，买下送他讨好你，盼的是你们夫妻举案齐眉，这叫弃了朋友妻？这叫开玩笑？有我这种开玩笑的吗？你如何知道我与他的私事？谁告诉你的？无论媒人还是朋友，都关心过了头。相光，你要时刻记住，我前往秋城为你筹谋婚事是为什么？宗人府特意派遣2名嬷嬷在那里守着，又是为什么？你娶了小嫂子很好，他们很满意。你们若是感情好，间谍情深，他们就更满意。我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二皇子妃好。福王世子把玉雕轻轻推到裴荣面前，语重心长：相光啊，听我一句劝，何必如此刚强？小嫂子就很好，你该向她学学。裴荣皱起眉头，转头看向福王世子，眼神颇不友好。好，我不提他，不提他，这样可以了吗？真没见过这么小气的。她既然嫁了我，又真心实意待我，我自然要尽力待她好，珍之重之。裴荣收回目光，沉默地看着正前方那株枝干虬结的红梅。我与二皇子妃没有任何干系，你要分清楚。分清楚了，我错了，行吗？啊，你的脸怎么有些肿？或许是喝酒太多，这才肿了。到底被灌了多少酒？倘若不是你最后太安静老实，我还以为你是和人发生争执被打了。我走了。哎，别着急啊，这玉雕带回去。另外我还有东西给你。你看啊，马上就过年了，你们夫妻才从秋城赶来，肯定没来得及备年货。我让他们收拾了一车，你带走，省得过年没吃的。多谢关照，玉雕我不要，你留着长记性。以后别再随便往我家内人香笼里塞东西。你身份高贵，不去流言，她却只是个寻常小妇人，经不起风雨摧残。年货我也不要，我才到京城就安排下人去办了，什么都是现成的。你若空了过去喝酒，一定让你吃饱喝足，且让人看到你我过从太密，对你和王府都没好处。说完，裴荣利落地转过身，昂首阔步而去，很快就走得没了踪影。福王世子收回目光，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件3彩玉雕五福临门，突然举起来狠狠砸在地上。小姐再撑会儿，这眼看着就要过年了，你得赶紧把人记住，不然拜年时认错人，人家要笑话你和姑爷的。我知道，但是人真的太多了。早知道会有如此多的杂事烦事，我就该装病躺着，无论如何也不跟裴荣来京城。这个裴坑坑太坑了。说了这么久，少奶奶想必也是累了，不如歇会儿。好，我真的太累了。谭悠悠撑着小腰，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小圆脸上适时放出痛苦疲累之色。刚走了2步，就听见有人给裴荣问安，于是赶紧坐下，做出十分用功的模样。廖总管，继续说。既然累了就休息，不必强撑。夫君，一日之计在于晨，我怕自己睡下去就起不来，而且马上就年关了，我不记得人怎么办？不怕，我到时候托人领着你去休息，这不是偷懒。那我去了。你为何不问玉雕摆件有没有处理好？夫君，玉雕摆件有没有处理好啊？谭悠悠等了会儿，不见他发话，又打了个哈欠。夫君，玉雕摆件有没有处理好？
我问2遍了，可以去睡了吗？处理好了，直到看不见谭悠悠的背影了，裴荣才转过身，威严地吩咐廖翔：“去把周家的和鲍家的叫来。”没多少时候，2个仆妇一前一后进来了。昨夜我喝醉了，是少奶奶照顾的我，你们可在场？啊，奴婢们都在，一直听从少奶奶的差遣，小心伺候公子呢。少奶奶是不是被吓坏了？是啊，少奶奶险些吓哭了，说是您的脸色太难看，鼻息微弱，叫您喝醒酒汤也没动静。然后呢？少奶奶是怎么叫醒我的？就是一直叫，一直叫。裴荣突然一掌拍在桌上，吓得俩仆妇齐齐一抖，眼睛乱眨。少奶奶是怎么叫醒我的？别让我问第3遍。你说，假一个字就赶出去。少奶奶轻轻摸了您的左边脸一下，见您不醒，又摸了您的右边脸一下，跟着您就醒了。很好，轻轻摸了他的脸一下，他的脸就肿了。那个小妇人早起是和他怎么说的？夫君太辛苦了，脸都水肿了。裴荣面无表情地朝着卧房走去。悠悠，谭悠悠。夫君是来陪我的吗？裴荣还没反应过来，已经被他勾着脖子带倒在床上。裴荣挣扎着想要推开谭悠悠，谭悠悠却直接趴在他胸上，眼睛亮亮地看着他，指尖沿着他的鼻梁轻轻描摹。夫君的鼻子生得真好看。裴荣定定地看着谭悠悠的脸，伸出大掌扣住她的后脑，用力往下一摁。裴相公，龟儿子，老娘好不容易愿意牺牲色相息事宁人，他竟然这样待我。谭悠悠学着莲枝哇的一声哭出来。哭什么？很委屈吗？人家看到你开心的不得了，以为你是来陪我的，没想到你竟然不喜欢我，伸手就打我，好痛啊！我什么时候打你了？打人的不是你吗？谭悠悠假装没听见，不管不顾地继续哭。我鼻子疼，鼻骨肯定断了。断个屁呀！裴荣平生第一次想说粗话，这个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的小女人，她就是那么轻轻碰了一下，鼻骨就断了。那她被左右开弓大力气甩耳光，牙根是不是被打松了呢？裴荣闭上眼睛，眼不见心不烦。这还得了？哭都不能打动他，什么才能打动他？谭悠悠拼着一股劲儿，抱住裴荣的脖子，把脸对上去，看着他的眼睛哭，眼泪落在裴荣脸上，又痒又酥。他忍不住睁开眼睛，恰好对上一双湿漉漉、委屈巴巴的小鹿眼。裴荣瞪视片刻，终究败下阵来。别哭了，再哭就把你丢下床去。谭悠悠手足并用，紧紧盘绕在他身上。夫君别骂我，别惹我，我知道错了，真的知道错了。错在哪里？说来听听。谭悠悠往前勾着脖子，伸长着2只手，蹙着眉头紧张思索，这要怎么说呢？说，其实我很害怕，夫君。我大概6、7岁时，跟着父亲在县上，县城伯伯家有个小姐姐，经常和我一起玩。可是有一天，县城伯伯喝醉了，倒在花园地上睡觉。我不懂事，跟着小姐姐一起叫他快醒来，但是县城伯伯一直不答应，就这么死了。
谭悠悠背诵着酒精中毒的症状。他当时脸色苍白，皮肤湿冷，嘴唇发紫，呼吸微弱。夫君，昨天夜里就像这样，我很害怕，我不能没有夫君，只想让你赶紧醒过来。没掌握好力度，是我的错。夫君打我出气吧，我一定不哭也不叫，更不告诉别人。裴荣瞪了他一会儿，不知道该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他直觉谭悠悠是在瞎编，但是想想他那么喜欢自己，或许是真的害怕。我不打你，但是肯定要罚你。罚吗？只要夫君别生气，不要不理我。啪的一下，他的屁股挨了一巴掌，不轻不重，不痛不痒。果然和我猜想的差不多啊，这都是套路。男人啊，能不能换一种方式啊？接着他被裴某人冰冷无情地从身上推下去，谭悠悠模拟着咸鱼的姿态，绝望地趴在床上，半抬着头朝裴荣伸出半只手，声音微弱：夫君，不要不理我。我给你请了一位从宫里出来的嬷嬷，从明天开始教你礼仪，你必须认真刻苦地学习，把坏毛病全部改掉。啊！你有意见？不是说我怎么办都行吗？这就不乐意了？我没意见，我很乐意。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个男人爱得深沉。去你的臭男人，咱们来日方长。你最好有所准备，这位嬷嬷自来以铁面无私出名，无论是谁，只要达不到她的要求，都会挨戒尺打，谁说情都没用。可不像我，你一哭就心软了。裴荣絮絮叨叨说了许久，不见谭悠悠搭理自己，以为他又在和自己置气，低下头去看，只见谭悠悠早就趴着睡着了，就听见谭悠悠笑了起来。他醒了，却见谭悠悠是在梦笑，闭着眼睛翘着唇角，也不知道是梦见了什么好事。裴荣摸摸谭悠悠的脸，低下头去吻她，想要她快快醒来陪陪自己。耶，简直欧皇附体！吃猪肉脯啊，猪肉脯，咸中带甜的猪肉脯。不对啊，这猪肉脯怎么湿漉漉的？还是茶叶味的，口感不对。谭悠悠小心翼翼地睁开半只眼睛，正好看到裴校长纯情的样子，闭着眼睛做贼似的小心翼翼地亲他，亲一下还用舌头轻轻舔一下。谭悠悠莫名想笑，拼命忍住了，咂巴咂巴嘴，假装睡梦中被打扰到，将两只手胡乱一挥，对准面前那张脸，长长无须发。裴荣被吓到，猛地站直身体。谭悠悠翻个身，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大白天的做坏事，必须纵容才行，等到他养成习惯，再揭穿不迟。裴荣等了一会儿，见谭悠悠睡得香甜，就又小心翼翼地凑上去，啄木鸟似的啄了一下他的唇角，啄完之后又啄脸颊，然后是之前撞到的鼻子，最后是眼睛。裴荣立时站直身子，一本正经地注视着谭悠悠。夫君怎会在这里？夫君，我不是故意睡着的，是真的太累了，一夜没睡好。没怪你。见谭悠悠衣领散乱，露出大片雪白如脂的肌肤和娇艳胭脂红的肚兜，忍不住伸手帮她整理，可是手放上去就不想拿走了。男人心，海底针。夫君，现在天还亮着，
怎可白日宣饮？你在想些什么有的没的？难道不是？既然不是，你老兄倒是赶紧把爪子从我胸前拿开！夫君别生气，夫为妻刚，你若是真想要那个啥，随时随地都可以的。但是我旅途劳顿，你昨夜宿醉于生养不利，万一有了那可怎么好？你若是不困，陪我聊聊。其实很困，但只要夫君想聊，我无论如何也要陪着你。就是口有些渴，能不能劳烦夫君让莲枝泡壶茶？我来。真的可以吗？沏茶乃是雅事，有何不可？裴荣很快沏了一壶茶进来。不行，实在是腰酸背痛起不来，我就在这里躺着陪夫君说话。茶我不喝了。谭悠悠如愿以偿地靠在床头，喝上了裴某人亲手泡的茶。哎呀，真是太好喝了！莫非茶叶是夫君的私藏之物？胡说！大丈夫岂会做这等小气无聊之事？此乃妇人所为。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攻击女人？我说的不是你，你是很大方的。其实我是想转折一下，夸赞夫君的茶泡的极好，同样的茶叶泡出了最佳的风味，没想到竟然让夫君生气了。是我不好，下次我会把话说明白。紫口铁足，稳重朴雅，这是难得的古物啊！这宝贝是夫君的珍藏吧？怎么舍得拿出来给我用？是珍藏，正因为难得，所以想与你共享。你既然懂得，以后咱们可以一起研究古董今时。其实我只知道些皮毛，夫君教我好不好？好。你为何什么时候都高高兴兴？难道人生中就没有什么事能让你烦心吗？烦心事当然有啦，比如今天的菜太咸，衣服不够美丽，或是丫头不听话，夫君又骂我了，这都是烦心事。但是夫君，人生苦短，理当及时行乐，否则本来就够苦了，再不寻点开心，岂不是苦上加苦？那么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你不想天天对着一张苦瓜脸吧？确实，我就喜欢你乐呵呵的样子。是啦，比如夫君此刻这样笑着就特别好看，我也很喜欢呢。你其实是想告诉我，希望我经常对着你笑。是啊，个人性子不同，夫君喜欢板着脸也无所谓，只要随时对着我笑就行了。谭悠悠大胆地将手放上裴荣的脸，抓住他的唇角往上低了。这样笑特别好看，我见着都走不动路了。裴荣蹙着眉头，谭悠悠赶紧收回手。我错了，真的。裴荣不说话，垂着眼睛淡淡地注视着他。谭悠悠想了想，凑过去对着他的脸颊一边亲了一下。还疼吗？不疼了。夫君，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啦，只是因为太害怕失去你了。其实这些礼节我都会的啦，能不能让那位什么嬷嬷不要来了？不可能，玉不琢不成器，我是为了你好。你要知道，世人都是捧高踩低，跟红顶白，咱们只要有一丁点做得不到位，就会被一直挑剔。我虽然没什么大本事，却不想你被人欺辱。可是人家若是诚心想挑剔，无论如何还是会挑剔。
我这人心大，一般的挑剔无法触及灵魂。触及什么？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不在意的意思。你放心，我给你找的这位嬷嬷是京中有名的教习嬷嬷，她很有些背景，但凡从她手下出来的，没人敢挑剔，否则就会得罪一大群人。好了，你接着休息，我走了。谭悠悠目送着裴某人的背影，暗自唾弃。呵呵，哼，有需要就缠着他，没需要就一脚把他踢开，什么人呢？不过今天能得他伺候着躺在床上，喝他亲手泡的茶，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呢，美滋滋。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你在做什么？这是什么姿势啊？谭悠悠赶紧收起脚，冲他谄媚的笑。夫君怎么回来了？相光兄，相光兄，你躲什么？我看到你了，你赶紧出来啊，不然我就要闯进来了。哎，这是……你不用管。裴荣脸色极其难看，大步走到墙边，取下剑来，杀气腾腾地握着往外走。不得了！谭悠悠第一次在他脸上看到如此可怕的神情，吓得一个机灵，赤着双足跳下床，追上去一把抱住他的腰，大声道：“你要做什么？”放开！谭悠悠只管死死抱住裴荣不放，一叠声的喊人：“来人！还不赶紧去看看是怎么回事？竟然让人闯入后宅，你们干什么吃的？”哎呀，少奶奶，真是对不住。这位西英公子是国丈的小公子，为人很是狂放不羁。他来拜访公子，原本是在外院等着，趁咱们不注意，哎呀，竟然悄悄地溜到后院来了。国丈家的小儿子呀，杀了可怎么得了？你放开我，我会把这件事解决好，你不用管，也不用担心害怕。谭悠悠松开他的腰，伸手去拿他的剑，裴荣紧紧攥着不肯放。谭悠悠看了他一眼，用力一拽，裴荣板着脸回看他一眼，再用力拽回去。谭悠悠再看他一眼，又用力拽过去。裴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咬着牙再拽回去。谭悠悠觉得这画风很不对的样子，明明是夫妻俩想要同心协力对付一个渣渣，怎么变成夫妻抢剑比力气大小？要不要继续娇弱呢？谭悠悠左思右想，觉得身为女人还是娇弱一点比较好，她还没被公主抱过呢。于是蹲个马步，咬牙瞪眼，继续和裴荣抢剑。再趁着裴某人使劲往后拽时，一个没收住，整个人朝他扑过去，顺势树袋熊一样挂在他身上。你！裴荣正想发飙，就被谭悠悠搂住脖子，下雨似的不断亲在脸上、唇上。他僵硬地张着两只手，板着脸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慢慢放松下来，咣当一下扔了剑，紧紧抱住怀里的小女人。一种叫做幸福和温暖的东西在心底深处渐次升起，一点点的发芽开花，让他喉头发梗。他轻轻拍着谭悠悠的背，哄小孩似的道：“不怕不怕，没事了。”我不怕，有夫君在，我什么都不怕。但若是夫君不在了，我什么都害怕。我知道你怕我一时冲动闯下大祸，害人害己，再不可逆转。你放心，我已冷静了，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什么西英公子是什么来头？为何纠缠夫君？国丈家的幼子嫡出，皇后胞弟。他爹娘生他时已经50出头，颇为娇惯，染得一身恶习，在京中横冲直闯，便是皇室宗亲见着也多是礼让3分。我从前都是避着他的，此次入京往寿王府走了一趟，恰巧遇着他，从此纠缠不休。纠缠什么呢？想与夫君做朋友？
不是朋友。裴荣深以为耻，难以启齿。此人浑身恶习，只要见着美人就走不动路，不管男女，你一定要远远避着他。倘若以后他当着皇室宗亲的面纠缠夫君，怕是会拖累你的名声。这样的人，便是与你相提并论也是侮辱，必须想个法子一劳永逸。正是这个道理，我还以为你会劝我忍一忍，息事宁人。你放心，我会处理好此事。怎么处理？这不是你操心的事。天色不早，不如别睡了吧。收拾收拾，咱们去舅舅家拜访。我去看看礼品，你快些。夫君，看我这些宝贝，每一件都很难得，每一件都很稀罕呢。听说全是舅舅他们的心爱之物呢。你说他们怎么就舍得送我啊？咱们只是初次见面而已呢。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你记着他们的好就行了，不必如此张扬炫耀。嫉妒就嫉妒呗，装什么正经？夫君说的很是。不过他们给了你什么？你也很久没来了吧？我不是第一次去，也不是外人，用不着给见面礼。何况给你也就算得给我了。不是，我的是我的，不是夫君的。我送给舅母他们的见面礼都是我自己做的，花了很多很多心血和时辰。他们是因为感受到我的诚意，才这么喜欢我。夫君没有得到赠礼，是因为你没有我这么用心。没错，确实是你家自制的，但是装成的瓷盒、黑漆香罗甸圆盒都是我的。夫君应该夸我贤惠聪明才对。那些瓷盒、黑漆罗甸圆盒放着都积灰了，是我让他们变得光彩照人，招人喜欢。就算盒子是夫君的，我那么远的带来，这一路上也很操心，是不是？毕竟你半路就扔下我自己走了，也不晓得后来的种种辛苦。裴荣立刻不出声了，闷闷道：太晚了，睡吧，明日咱们还要去周家拜访呢。谭悠悠也是真的累了，不想再撩拨他，飞快地洗漱完毕，钻进被窝里抢先睡了。等到裴荣躺下，他已经睡得天昏地暗。裴荣摸摸他的脸，替他把散落的长发理整齐，这才安安心心地贴着他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他还在梦里摸鱼，就被裴荣推醒：快起来收拾打扮，吃了早饭我好去接孟嬷嬷。谭悠悠立时惊跳而起，仓皇地看向裴荣：夫君，我怕。不怕，只要你认真刻苦努力，孟嬷嬷不会故意折腾你的。是你说的，我如果做不好，她就会用戒尺打我。我昨天和舅母他们提了一下，他们说孟嬷嬷很严苛的，但凡从她手下出来的都是京中名媛，一举一动堪为女中楷模。夫君怎么会觉得我有这种本事？裴荣伸出大手拍拍谭悠悠的狗头：因为我觉得你行，不要让我失望。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他快速丢开裴荣的手，崩溃地拉起被子盖住头脸，在被窝里嚎。裴荣扯开被窝，见他披头散发，两眼无神，生无可恋的样子，忍不住笑了。别撒赖，快快穿衣起床，不然我拿冷帕子给你洗脸。我都让你多睡半个时辰了，没叫你和我一起晨练呢。谭悠悠机械地穿衣下床。晨练？夫君如果非得让我陪你一起晨练，不如趁早杀了我。那要看你平日的表现。爱吃没问题，只要买得来吃得起，随你吃个够。但是懒皮不讲礼仪，油嘴滑舌不可以。限你1刻钟之内洗漱完毕，吃了早饭以后我去接人，你趁这个时候梳妆。裴荣板着脸将沙漏反扣在桌上，快步走了出去。柳枝和莲枝比谭悠悠还要急，配合默契地帮着他洗漱。谭悠悠面无表情地坐到早饭桌前。不错，看来你确实能做到。以后要早些起床梳妆，哪怕只是咱俩吃饭，也要衣饰整洁，一丝不苟。
这样散乱着头发很是不妥。这么多吃的都堵不住你的嘴。这个虾饺是柳枝一大早起床做的，说是你早前在娘家是古道出来的。柳枝手艺是我亲自调教出来的，非常不错。不过呢，这食材也真新鲜，这个季节难得见到这么新鲜的大河虾。只要有心有钱，总能弄得到。我吃好了，我先走了，大概小半个时辰就能回来。你快些，务必装扮周正，给孟嬷嬷留个好印象。谭悠悠放下筷子，起身送他。夫君慢走。裴荣没什么表情的点点头，转身要走。谭悠悠一把扯住他的衣袖。谢谢夫君，特意为我准备了新鲜难得的大河虾，又特意安排柳枝起早为我准备虾饺。刚才当着丫头的面，我不好意思谢你。你我夫妻互相体贴照顾彼此乃是理所应当，不必谢。那你唇角要翘不翘的是什么意思啊？想笑就笑呗，何必这么为难自己？必须要谢的。还有，听闻孟嬷嬷特别难请到，夫君是怎么请到她的？我答应教他的孙子读书。那要恭喜夫君啦。我一直觉得你有做先生做名师的风范，这回收了学生，正好摆一摆先生的威风，省得天天教训我。我走了。谭悠悠有气无力地靠在门框上，目送他远去。小姐，你一定要好好的学啊，姑爷为您做到这个地步，你要是不争气就太辜负他了。姑爷太不容易了，小姐应该心疼他，怎么还开玩笑呢？没什么好心疼的，你们不懂男人。夫为妻纲，夫君希望我认为他无论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我顺着他的意思来就行了。一惊一乍的拉着他哭哭啼啼，夫君你好可怜啊，我好心疼你呀，看着就烦。你俩给我记住了，不许露出半分这种想法。说是有人提起，你们就说姑爷本性真挚淳朴，只想尽读书人应尽之事，教人辨礼仪，知忠义，学孝廉，以报君恩。朝廷设科举呢，就是为了不分高低贵贱，选拔国之栋梁。嘲笑姑爷，是想和朝廷过不去吗？小姐真有见识，奴婢记住了，奴婢记住了。少奶奶，这是太后娘娘赏的，许老奴一直带着。以后就要麻烦嬷嬷了。不敢，能得府上亲眼是老奴的福分。少奶奶做好准备了吗？嬷嬷能教多少就教多少，咱们尽人事听天命，不强求。不行，老奴自从做了教习嬷嬷以来，还没有教不会的学生。孟嬷嬷慢吞吞地从袖中掏出一把黑沉沉的戒尺，谭悠悠死死盯着那把戒尺。嬷嬷好了不起啊，迫不及待想让您带我脱胎换骨了呢。裴相光，你很好。少奶奶，您这样很丑。孟嬷嬷毫无征兆地打了谭悠悠的臀部一戒尺。真正的淑女，任何时候都会保持优雅和美丽，不管是在人前还是人后。您先走几步看看。少奶奶，您的腰背挺得很直，看得出来在娘家时管教得很严。不过，您以为只要把腰背挺直就可以了吗？不行的，要优雅，您差优雅还远着呢。您坐坐看看，为什么要坐得这么靠近椅背？方便您倚靠吗？您是小辈又没品级，只能正襟危坐，椅面坐到一半左右，这样可以保持身姿挺拔，显得谦恭。若是有需要，随时可以起身，也不至于太累。您笑一笑，为什么笑得这样得意猖狂？
您捡到金子了。笑不露齿，温婉可人，才不容易被人挑毛眼。笑得太过扎人眼睛，笑得太少不讨喜。来，笑到这个程度，唇角翘到这里，多1分都不行的。您说2句话听听。为什么说的这样快？官话还算地道，声音太大了。50多岁的孟嬷嬷精力充沛，拿着黑乎乎的玄铁戒尺游走在她身侧，不时发出灵魂拷问。嘴歪了，为什么不能认真的端端正正的笑？嘴角为什么会歪？之前老奴看着长得挺端正的呀。流苏为什么会晃动？有风吗？还是府上打造的金流苏其实不是金的，是柳絮，无风自舞啊？少奶奶，您那是什么眼神啊？能不能鲜活一些，精神一些，真诚一些？您没吃饭吗？您的神采呢？神采在哪儿？为什么身子会抖？为什么要动？为什么眼睛要眨那么快？您看窗外做什么？看镜子，看您自己。谭悠悠想死，真的，她被这一连串的拷问触及到灵魂了。嬷嬷，我能歇会儿吗？人有3急，我要方便。方便？文雅的说辞是什么？更衣。请您重新说一遍。嬷嬷请见谅，我要更衣。笑得太谄媚了，理直气壮的事儿为什么要这样笑？还有语速太快，不够雅致，不够云淡风轻。他悠悠瞪圆眼睛，他忍不住想要打人，怎么办？您为什么要瞪眼睛呢？您很恼怒吗？那就按照之前老奴教您的方式再来一遍。嬷嬷请见谅，我去更衣，稍后就来。少奶奶请。就是这个味儿。谭悠悠坐在马桶上就不想起来，她甚至想为这只马桶做一首赞美诗，多亏有它，她才能得片刻喘息。它就是她的避风港，它就是她的灵魂庇护所。小姐，嬷嬷问您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嬷嬷说她数到50，您要是再不去，她就亲自来请您。来了来了，小姐，您再忍忍嘛，很快就要去周家做客了，到时候您就自在了。让嬷嬷久等了。少奶奶的火候拿捏得很准啊。来，现在咱们咬着这根筷子练习说话。刚开始会比较辛苦，但练到后来，您必然口齿清晰流畅，巧舌如簧。孟嬷嬷不由分说，把一根乌木筷子塞到谭悠悠口里。咬着，来，跟着老奴说：叽叽叽，叽叽，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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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谭悠悠生不如死，午饭是什么味道都不知道，因为舌头全麻了。裴荣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因为满脑子都是鸡。稍后不要忘了带上岳母的家书，有没有听见？叽叽叽叽。什么？叽叽叽。方才孟嬷嬷一直让小姐咬着筷子练口齿，练的是叽叽叽叽叽。裴荣恍然大悟，默默地扒了一口饭，再默默地把脸转开。夫君笑什么？裴荣硬生生把笑容憋回去，一本正经道：我没笑，你看错了。呵呵，我吃饱了。裴荣坐着慢慢把饭吃了，不见谭悠悠出来，就叫莲枝去看看你家小姐收拾好没有，该出门了。莲枝进去又出来，小声道：小姐躺着呢。裴荣吓了一跳，这个时候躺下去怕是要睡到天黑，坚决不行。
赶紧大步赶进去。见谭悠悠仰面靠在躺椅上，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就让柳枝和莲枝退下去，自己走到一旁坐下，低声道：累了，那就先歇歇。本来孟嬷嬷是想看着你吃饭的，我怕你累着，打发她歇着了。谭悠悠不理他，裴荣也不生气，好脾气地拉起他的手握在掌心。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答应你，若是此次拜年顺利完成，那就什么？谭悠悠睁开眼睛，虎视眈眈地瞅着裴荣。你要什么？给你买2套京城最时兴的头面首饰。我不要，换一样。那就让云长阁给你做4季衣裳各4套。不要。给你请个大厨。谭悠悠直接转过身去，背对着他。要不给你钱，喜欢什么自己添置。哼，给多少呢？你要多少？夫君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只要你觉着合适就行。左右我拿了这些钱财，也多是用在自家头上，并不会拿去补贴娘家。给了你便是你的，爱拿去补贴娘家也是你自己的事。这样，2000两银子怎么样？老板，金主，请让我抱紧你的大长腿。钱无所谓，200两也使得。我另有一个条件。说说看。我听孟嬷嬷的意思，是要一直教导我的，我也愿意认真练习，但我不能只做这件事。一日之中，早上留给我自用，午后开始练习。夫君觉得如何？欲速则不达，我在京中另有事情要办，家要由你来当。一日之中留半日理事，可以。早上这半日，夫君不能干涉我做什么。便是我要晚起，要出门，只要不是乱来，你就不能管我。一日之计在于晨。夫君不答应就算了。我不思夫君身体康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熬到哪天算哪天吧。待我倒下，夫君可以另娶高门之女。最多可以晚起半个时辰。只能半个时辰吗？能不能再久一些啊？不能。谭悠悠收了可怜之色，神色铿锵。那你得答应我随意出门，不能多睡，不能出门。夫君其实不必娶我的，家里一大把婆子丫鬟供你调遣。不是不能出门，而是要去哪里必须让家里知道。京中复杂，有个什么我也好找人。那是肯定的，出门之前要留言。谭悠悠瞬间精神抖擞，跳将起来抱住裴荣，对准他的额头使劲亲了一口，跑到妆台前方梳妆去了。少奶奶远比老奴以为的好很多，这般年纪也可算得荣辱不惊了。嬷嬷知道什么？安乐侯府公子至今未封世子的事，在京中不是秘密。那你还往前操？公子学富五车，人品贵重，是难得的好先生。除了他，再无人教得我那孙儿。改日嬷嬷带了孙子来玩。等到拜师礼后，自会日日前来叨扰府上。马车突然停了下来，柳枝隔着车帘禀道：少奶奶，是二皇子妃3招回门，从此经过，行人回避。二皇子妃3招回门。谭悠悠掀开车帘，恰好看到正前方有华丽公车经过，公车车帘微起，其中有人朝着这边看来，而他和那辆公车之间恰恰是裴荣。谭悠悠趴在车窗上，静静地看着裴荣，
觉得裴荣似乎有些难过，这种难过虽未溢于言表，但确确实实让他感觉到了。抬眼望去，对面那辆公车的帘子已经放了下来，遮挡得严严实实。给相光公子请安，我家殿下远远瞧着像是您，让小的过来瞅瞅，说若是就请您往家里去呢。有劳白公公走这一趟，殿下这是才从学士府回来。公子客气，殿下正是从学士府回来。您这是带着家眷要去哪里呀？拜访亲友，正要归家。我过去打声招呼，很快就回。好的，夫君。等到裴荣离去，嬷嬷，刚才这位白公公是内侍吗？他称呼外子为相光公子，是因为外子未册封五品级？正是。二皇子虽未封王，但已开衙建府，得封亲王是迟早的事儿。这位小白公公是打小跟着他的，是他身边第一亲近的红人。公子之所以被如此称呼，除了未曾册封五品级之外，还因为他在京中颇有才名。人一提相光公子，都知道是他。我不知道他是名人。裴荣日常做事小心谨慎又低调，怕的就是引起宫中注意。这样的人怎会成为京中有名的才子？这不是自己找事儿吗？若说当时年少轻狂不懂事，杨家舅舅和王大学士却是老道的，怎么也该提点着他。那就只剩下一个可能，有心人故意为之，想要让安乐侯府再无立锥之地。谭悠悠越想越复杂，越想越可怕，觉得自己必须和裴荣深谈一番才行。公子回来了。二皇子邀请我们去皇子府做客，推辞不得。你真要去？二皇子夫妇新婚燕尔，皇子府规矩也多，咱们空着两只手去，怕是不太好。少奶奶多虑了。殿下与相光公子既是师兄弟，又是郎舅，亲上加亲，不用那些虚礼。全凭夫君做主。裴荣点点头，骑上马，命令众人往皇子府去。期间白内侍一直骑着马陪在一旁和他说话，很是亲近的模样。进了皇子府，裴荣就和他分开了。荣少奶奶请随奴婢先往花厅里喝茶歇气，皇子妃换了衣裳就来。有劳。少奶奶仔细脚下。才进花厅，热气迎面而来。谭悠悠目光一转，看到醒目处放了一盆正在开放的兰花，十分眼熟，仿佛是在哪里见过。谭悠悠想起来了，他和裴荣在秋城安乐侯府的新房里不就放着这么一盆吗？春兰。再看这间花厅，越看越觉得和裴荣那个花房类似，只不过裴荣的是花房，简单实用为主，这里是花厅，更加精致讲究。这是巧合吗？决然不是。这是九薰一提的茉莉真王，奴婢觉着少奶奶年少柔美，应当喜欢花茶的，便斗胆为您选了这一款茶。好茶，姐姐选的这款茶我极喜欢。九薰一提，那是极品了。啊，皇子妃来了！少奶奶不必往外去迎，就在此处立等，行福礼即可。孟嬷嬷轻轻点头，示意谭悠悠照做。谢谢姐姐提点我，我刚来京城，不太懂得规矩。无妨，见得多就懂了。外面传来脚步声响。安乐侯府谭氏，见过皇子妃殿下。不必客气，快快请起。果然生得极好，是很有福气的面相。闺名叫什么？回皇子妃的话，在家时父母亲人唤我悠悠。谭悠悠，很特别的名儿，也很适合你。坐。谢皇子妃夸赞。老奴见过二皇子妃。呀，竟然是嬷嬷。我刚才没注意到您。来人，
设座。多谢皇子妃抬举，在您和少奶奶面前，哪有老奴做的道理？老奴就在这儿伺候着。悠悠还不知道吧？早前孟嬷嬷也曾教过我规矩，我们相伴了整整2年多呢。是了，论理我该叫你一声弟妹，不过我觉着你年纪小很可爱，叫悠悠更合适，你不介意吧？皇子妃客气，论起来咱们还是表亲呢，你喜欢怎么称呼都行。谭悠悠笑得比之前还要纯真无辜，王表姐不简单呢，和校长有同款花房、同款兰花、同款熏香，就连孟嬷嬷也是同款。你们好像才成亲不久，相光与我是表亲，又有同门之意，你们成亲我本该登门庆贺的，但是路途遥远，家父抱恙，加之婚期在即，实在不便远行。我在秋城时听到杨表妹说起您，悠然神往之。今天见到本人，果然就像仙女一样，出尘又美丽，归气又大方。真是个孩子，天真又讨喜。相光对你好不好？啊，这个，皇子妃怎么问起这个来？怪不好意思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比相光大半岁，你们都该叫我一声表姐。相光母亲早逝，我们这些做兄长姐姐的都希望她过得好。谢谢皇子妃关心，夫君待我挺好的，就是我不太好，总是惹得他生气，每天总要教训我的。他每天都要教训你？是啊，夫君嫌我仪态不够好，贪玩贪吃又懒散，过分活泼，不守规矩，没见识。相光就是这个较真儿的性子，你不要太在意，改日我说说他。谢谢表姐。孟嬷嬷低咳一声，谭悠悠赶紧改口：哦，请皇子妃恕罪，我又不守规矩了。就叫表姐挺好的，亲近。孟嬷嬷别怪她了。是，皇子妃。谭悠悠低着头猛喝茶，哎呀妈，这一戏可难演了。身前是没对校长忘形的皇子妃，身后是人中精王孟嬷嬷，彻底装个傻子小可怜吧，又怕被孟嬷嬷看穿，彼此不好相处；不装傻子小可怜吧，又怕被王表姐阴了，埋在坑底，爬都爬不出来。裴坑坑真的是太坑了，只要他2000两银子太少，必须要4000两。晚饭还有些时候，来，我领你看看我养的兰花。认识这个吗？认识的，是绿梅。刚还说自己没见识呢，这转眼就能认出珍稀兰花了。之前是从哪里见过啊？当然是在老裴家的花房里了。谭悠悠眨巴眨巴眼睛，笑道：刚才双佩姐姐告诉我的。王瑟有些失望，看着那盆兰花微微走神。表姐，其实相光也是爱花之人，你们家里应该养了很多兰花，你仔细看看是否有我这里没的珍稀品种，改日也送我一盆养着赏玩。夫君确实是爱花之人，秋城老家有一个很大的花房，里头养了很多花，听说有不少是珍稀的兰花，但是夫君不许我进去，说我是个俗人，会把他的花弄坏。谭悠悠睁着眼睛说瞎话。表姐，您说啊，我只是看一眼，怎么就能把花给弄坏了，对吧？对啊，只是看看不会把花弄坏的。相光也太过分了，稍后我一定好好说说他。表姐待我真好。去看看晚膳好了没有，再问问殿下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开饭。老侯爷的身体好些了吗？想必你们成亲，老侯爷很欣慰很高兴吧？谭悠悠低着头，有些落寞的笑。公爹的身体还是那样，必须小心调养。
不怕表姐笑话，这桩亲事，其实我是高攀了。老侯爷讲规矩，我规矩不熟，日常不怎么敢往他老人家面前去。久病之人，性情通常都会比较古怪，你也别往心里去。王色低头喝茶，谭悠悠也跟着喝，发现只是这一会儿功夫，他杯中的茉莉花茶已经换成了滋味清淡的白茶。赏花之时，不宜喝香味太冲的花茶，还是该喝些气味清淡的，如此才不辜负所赏之花的真香。我不懂的这些雅事，以后有机会还请表姐多多教我。小事一桩，你若愿意，闲暇之时可以多往我这府中走动。真的可以吗？就怕夫君不许。看来相公管你是真严啊。侍女进来回话：皇子妃，殿下说可以开饭，膳房那边也准备好了。饿了吧？我看天色不早，那就开饭。全凭表姐做主。殿下，妾身这表弟媳妇质朴天真，特别招人喜欢。也不知道你从哪里找到的宝，实在是很不错。皇子妃谬赞，内子年纪尚幼，才从乡野里来，礼仪生疏，若有不妥之处，还请见谅。我看挺好的嘛，相公就是谦虚啊。早年我们还在学士府做学生时，曾经约定，将来各自成了亲，定要夫妻合奏一曲。今日到了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洗耳恭听。瑟瑟，你先挑乐器。殿下奏琴，妾鼓瑟。琴瑟和鸣。好，就依你。乐声响起，鼓意盎然，十分和谐。谭悠悠看向对面的裴荣，对他充满了同情。他说呢，这二皇子非得请他们做客吃饭是为啥？原来是为了当着裴荣的面秀恩爱，太惨了，可怜的裴校长。这时二皇子和王瑟合奏完毕，谭悠悠立刻捧场：真好听，此曲只应天上有。表弟媳妇说说看，好在哪里？古意盎然，深沉婉转，缠绵有情。其他的想不出来了。果然是质朴天真，然而一语中的。相公，你以为呢？不好，有杀气。殿下与皇子妃记忆远胜当年许多，情真意切，极好。就这么两句啊，好歹也想几个好听的词儿。我是什么性子，殿下难道不知吗？这么说吧，我要说的是在内子已经全都说了。二皇子若有所思，随即举杯。来，这一杯欢迎贤伉俪入京，全喝光啊，不许耍赖。夫君，怎么办呀？许你喝一口。相公，你这也管得太严了吧？内子不善饮酒。裴荣举起酒杯，一口饮尽。我替他喝。相公，你也有今天呀，居然这样护着，不行，你得喝3杯才行。殿下饶命啊！夫君前日替您挡酒，喝的人事不省，这2天都只能吃粥，再喝醉就不成了。谨慎。表姐。王瑟笑而不语。行吧，那就只喝1杯。酒过3巡，众人吃菜。谭悠悠戳着已经凉了的鲍鱼，兴趣缺缺。这对狗夫妻欺人太甚，男的是狗，仗势欺人心眼还小；女的也是狗，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要假装小仙女。悠悠，菜不合口味吗？我也不知道你平日喜欢吃什么。其实我是想问，这些菜都是御厨做的吗？二皇子一怔，随即大笑出声。没错，是御厨做的。父皇怕我吃不惯宫外的膳食，特意赐了我御厨。怎么样，表弟媳妇儿吃着还好？很好吃，特别好吃。那就多吃一些，稍后
我再让人给你们带些鲍鱼回去，自己做了吃。多谢殿下美意。不行的，夫君会骂我的。表姐才刚送了我茶叶呢。殿下赏赐，收着就是。多谢殿下。哦，多谢殿下赏赐。谭悠悠继续缩回去当他的小可怜，他真的太难了。当着王表姐要扮演被夫君嫌弃的乡下庶女小可怜，当着二皇子要配合裴荣表演恩爱夫妻，会精分的。这一餐饭一直吃到将要宵禁才算结束。谭悠悠强撑着上了马车。夫君，你累不累？你没睡着？你怎么了？是不是吃了凉的饭菜肚子不舒服？我没事，我的肠胃强壮得很。你没喝醉啊？没有，那点酒不算什么。谭悠悠翻个身，面对着他小声说：狗夫妻，狗夫妻。你骂谁？骂该骂的人。谭悠悠搞不清楚裴荣对这事是什么态度，只能小心翼翼地试探。倘若王表姐始终是裴荣心中的白月光，丝毫容不得冒犯，他就换个策略。裴荣一直沉默，半晌伸出大手摸摸他的脸：睡吧。并没有斥责他为什么要骂人，也没有继续追究他骂的到底是谁。谭悠悠立刻来了劲儿，熟练地拉开裴荣的手臂，钻到他怀里，将头枕在他臂上，手环住他的腰。夫君，你猜今天二皇子妃带我去哪里了？去哪了？在花厅喝茶呢。那个花厅呢，和咱们家的花房差不多一模一样，里头养着好多珍稀兰花，其中有一盆叫绿梅的，就和你放在咱们新房里的一模一样。王表姐问我认不认识，我说不认识，她好像很失望，让我问你要她没有的兰花品种。哦对了，王表姐用的熏香和你平时用的那款一模一样，好好闻啊。夫君也给我一些呗，下次我也要用。还有，我才知道原来孟嬷嬷曾经教导过表姐2年多呢。孟嬷嬷真是了不起啊，大家都认识她，敬重她。是谁推荐她来教我的呀？绿梅吗？咱家有好几盆，当初我曾用它和二皇子换过一匹汗血宝马，想来二皇子妃的那一盆绿梅就是二皇子送的。至于熏香，是个古方，我早年从书中得来的，因为喜欢它的芬芳，制成香丸送了老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你想要只管拿去。孟嬷嬷闻名于京，我从娶你之后就寻思着要请她教导你了。推得干干净净，谭悠悠将手指捏住裴荣的胸肌，用力转了一圈，甜蜜蜜道：孟嬷嬷很好，我觉着在她的教导下，我一定能变得像王表姐那样优雅。裴荣倒吸一口凉气，失控地把他推出去。你掐我做什么？啊，弄疼你了吗？夫君，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觉着夫君颇强壮，就是想摸一摸，捏一捏。对不起啊，没把握好分寸，我给你揉揉吹吹，等我以后有了经验，一定不会弄疼你了。经验？你想要什么经验？没有啦，我是说，夫君给我多摸几次，我就知道轻重。你做梦。好了，我知道夫君不愿意给我摸了。唉，要是我有王表姐那么美丽娴雅，有学识有气度就好了，可我不行，再怎么也只是个没见识的乡下小庶女，变不成凤凰，配不上夫君。你胡扯什么？是喝多了吧？你就是你，何必与别人相比？什么没见识的乡下小庶女，你比京中许多贵女好多了。你不是凤凰，
我也不是梧桐树。可是比不上王表姐啊，我一见着她就忍不住心生惭愧，自卑得很。杨表妹说她是天上的云，我做她脚底的泥都不配。杨慕云这样说的？我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奇奇怪怪的呢？你还听说什么了？连名带姓的喊出来，这是有多生气啊？一直珍藏的秘密被泄露，恼羞成怒了吧？夫君别骂杨表妹，她没什么坏心眼，就是沉不住气，偶尔管不住嘴。何况她说的是事实。胡说八道！起来！你要干什么？夫君别打我，我错了。打你？你过来！我不说，不过来就不过来。谭悠悠抱住床柱，坚决不配合。你过来，我不打你，我好好和你说。就这样说。夫君说吧，我听着。你听好，谭悠悠，我既然娶了你，就会尽力待你好，珍之重之。娶你之前我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人，你不必反复提醒我，我不傻也没老。哦，我记住了。夫君请接着往下说。王表姐是王表姐，你是你，你什么都要和她比，那么她嫁了皇子成了皇子妃，你是不是也想嫁皇子做皇子妃呢？啊？难道皇子不计较迎娶再教之夫？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你可真……裴荣猛然提高声音，鼻孔都气大了。我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啦，我是认为夫君说的这句话没可能，我无论如何也做不了皇子妃，除非什么？夫君别这样，会吓人的。我对你忠贞不二，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我的意思是说，除非你是皇子。住口！裴荣猛地捂住他的嘴。我以为你平日虽然爱胡闹，但够清醒，知道什么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你可知道，你刚才这句话足够我们一家人，连带岳父母他们一起死几次。所以咱们回去秋城安心度日不好吗？为什么非得削尖脑袋往热闹处挤？裴荣与他对视片刻，眼里的尖锐和愤怒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不甘与义气。不，我们回不去，我们没有退路，回去只有死路一条。我还年轻，你也还年轻，我们还没有孩儿。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要你死。我要看着我们的孩儿健康成长，平安喜乐。悠悠，人人都以为安乐侯府到头了，我偏要杀出一条生路来，你信我？谭悠悠与裴荣额头顶着额头，呼吸相缠。你要往哪里杀？生路在哪里？你匆匆来京为了什么？总要告诉我一二，而不是让我两眼一摸黑，该往哪里使劲都不知道。所以我才说自己自卑，配不上。我们其实是被圈在京中了，你懂吗？有人想要我死，想要安乐侯府在这世间从此消失不见。谭悠悠一颤，下意识想逃，却被裴荣紧紧扣住肩头，摁在墙上不许他动。我就知道不能告诉你，你这个人滑头又怕死，大概只能同甘不能共苦。什么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都是骗我的。就不许人家娇弱一下吗？滑头怕死不是什么坏毛病，谁不怕死啊？蝼蚁尚且偷生呢，关键是看重要时刻怎么选。你怎么选？
裴荣半跪在他面前，大掌扣着他的肩，把他禁锢在怀中，眸子半垂，把他的眼神表情尽数锁牢。我选你，我信你。我也信你，但若是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尽我所能保全你。裴荣抬起大手，轻柔地抚摸着他的发顶。你在我心中是我独一无二的妻，任何人都比不上你。对我来说，你才是天上的云，别人才是你。校长这是在对我表白吗？我不信，这厮肯定是为了骗我帮他卖命，流汗流血又流泪。我听不懂夫君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夫君可以解释的更详细明白一些。裴荣却不说话了，别扭的抬眼看着帐顶，哈哈。谭悠悠伸手拽住他的耳朵往下扯。你说不说啊？不说拉倒。你这个没规矩的悍妇！裴荣勃然大怒，正想把谭悠悠的手挥开，好生和他大战一场，好叫他知道什么叫做男尊女卑。却见谭悠悠的小鹿眼湿漉漉的，他仰着头看着自己，从未这么认真专注过，也从不曾这么期待渴望过。他是真的很喜欢自己，很在意这一切吧。裴荣的怒气瞬间消失不见，心里又酸又甜。他低下头，小心翼翼地亲吻谭悠悠的眼睛。我们夫妻一体，别的都是外人。刚才不是这样说的，谁是云，谁是泥？裴荣一直沉默，谭悠悠等不动了，慢吞吞地把他的手拿开，捂着口秀气地打了个哈欠。夫君放心，只要我还是裴家妇，就一定不会吃里扒外。累了，睡吧。臭男人，刚才一时冲动说了白月光，这会后悔了，心疼了吧？呵呵的。我和王瑟曾经谈婚论嫁，后来没有成，因为我注定没有前途，王瑟却是前途远大。他抛弃了你吗？你好像很高兴。当然了，不然怎么会把这么好的夫君便宜我呢？对吧？没人能拒绝旨意。睡吧，过去的事不必再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不会有那种情况发生。哎呀，还没说完呢，你继续说啊。说完了。唉，夫君其实并不怨怪王表姐，对吧？她比你还要大半岁，却拖到咱们后面才成亲，是因为放不下你吗？你之所以匆匆忙忙娶我，是因为宫中相逼，你也想要快点斩乱麻，彻底处理干净吗？男人之间的事，我怪女人做什么？你总这样不停地提他，是怕我想不起来。你与其吃这莫名其妙的醋，不如好好想想这个年怎么过。夫君真有担当。谭悠悠算是明白为什么王瑟会和杨慕云说天底下没有比裴荣更君子的人了。果然很君子，就是对他不够君子。他只是说了一句，难道皇子不计较迎娶再教之妇，裴荣就气成那个样子？真君子难道不是应该说我成全你吗？口是心非。再不然就是被他看穿了，恼羞成怒，想要回避。谭悠悠腹诽着，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裴荣夜里没睡好，第二天早上破天荒地起迟了。醒来之后，习惯性地伸手去推谭悠悠，却摸了个空。只见谭悠悠的枕头摆放得整整齐齐，被子也叠放得整整齐齐，躺人的地方早就凉了。这太不寻常了。裴荣竖起耳朵静听，却没听见屋里有任何声响。他赶紧披衣下床查看，室内空无一人，妆台摆放得整整齐齐，仿佛根本没用过。躺椅是空的，镜房里也是空的，衣架上只有他的衣服，没有谭悠悠的衣服。
裴荣莫名有些慌张，颤抖着去开谭悠悠的妆帘盒子，空的。他又赶紧去看他的衣柜，只剩几件里衣在里面，那些新做的好衣裳全都不见了。来人！公子醒了。少奶奶呢？到哪里去了？奴婢不知。你们怎会不知？裴荣暴躁的不得了，边走边穿衣裳，准备带人出去找。走到左跨院，听见里头传来女子的欢笑声，谭悠悠的声音特别突出，银铃似的。裴荣以往总会觉得她太过活泼，不够庄重，这会儿听到这笑声却觉得特别好听。他大步走进跨院，循着笑声赶去。只见孟嬷嬷坐在椅子上，谭悠悠盛装打扮，拿腔拿调的来回走动，不时问一句：这一身怎么样？这样就可以了。这一身去寿王府绝不会出错。裴荣轻轻呼出一口气，僵硬的肌肉骨骼也跟着松懈下来。他就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谭悠悠。见过姑爷。小姐，姑爷来了。夫君总算醒了。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在我后面起熬，不勤奋了。昨天喝了酒。裴荣看着谭悠悠灿烂的笑容，竟然有些内疚，于是胡乱找个借口落荒而逃。你继续练着，我去安排过年的事。今日除夕，孟嬷嬷下午要回家过年，明日一大早才来。谭悠悠做完功课，送走孟嬷嬷，才有空过问裴荣：夫君在做什么？公子领着人挂好桃符，又贴春贴，这会儿在验看明日祭祀用的三牲。少奶奶要过去吗？不去了，还把年礼册子拿来我看。等到他把年礼册子上的人家挨着记了3遍，裴荣走了进来，先递过来一张红纸。这是今夜的晚饭菜谱，你看看有没有要添加的。没有要添加的，有什么就吃什么，我不挑食。裴荣沉默下来，在他身旁坐着一动不动。夫君有事？裴荣从怀中拿出一个锦盒递过去。给你的。谭悠悠漫不经心地打开锦盒，只见里头是一块团龙佩。这是宫中之物。一共9条龙，是先帝所赐，有他在手，可免死。夫君刚才说要把它给我。你把它带在身上，若是遇着危险就拿出来，能够保你无虞。为什么要给我？有几块？你以为是米糕，能有几块？只得这一块。你是被我拖进这泥潭的，你本可以过得比这轻松自在许多，却被我逼得不得自在。昨夜我和你说，若真有那一天，我会尽我所能保全你。你没吭声。我想，你大概会觉得空口白牙不值得信。我现在把它给你，你可信了？万一人家不认呢？天子无戏言，没人敢不认。保命的家伙给了我，夫君怎么办？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要知道，我一定比你安全。我好歹也算个名士，想要弄死我没那么容易。那我就放心了。夫君果然有胆大，果然有君子风范。有了这个，你更方便跑路了吧？夫君在说什么？跑路？我跑什么路？我这么喜欢夫君，怎么会扔下你跑掉呢？他只是心里想想而已，并没有说出来呀。难道裴校长具有一双带透视功能的钛合金狗眼，轻易就能看穿他？这种时候，只能利用裴某人的蜜汁自信来证明他的清白了。我开玩笑的。夫君，明日我们出门拜年，就按照这个册子上的顺序来吗？谭悠悠放好团龙佩，就继续复习年历册子。偶然抬头，看到裴荣坐在一旁，目光沉沉地盯着他看，眼神颇奇怪，像是伤心，又像是自嘲，又像是有点不甘心。清分了。谭悠悠吓得手一抖，迅速掏出团龙佩递过去。还你，舍不得就明说嘛，我又不会和你抢，
这样子怪吓人的。不是想要吗？为什么还我？不怕我收起来再也不给你了？不给就不给呗，你拿着吧，等你杀出一条血路来。俗话说得好，强扭的瓜不甜。谭悠悠真怕还没用到这玩意儿，裴某人就先精分了，疯狂追杀他。黑化了的裴某人，听说越是外表冷静自持的，变态起来越是可怕。谭悠悠立刻拿起菜谱闪人。我去厨房看看，夫君歇一歇，饭好了我叫你，晚上咱俩一起守岁。裴荣没吭声，也没再看他，而是将目光落到那块团龙佩上。柳枝在炕上摆了一张小桌，放几样下酒的小菜和一壶酒，2套碗筷酒杯就退了下去，留夫妻2人守岁。裴荣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酒，谭悠悠看他一眼，又给他满上。裴荣又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酒，谭悠悠再看他一眼，继续给他满上。结果裴荣不喝了。你是想把我灌醉？啊？谭悠悠警惕地睁大眼睛，这语气不善呢，像是想找茬。听说年头年尾吵架不好，会一年到头都不和睦。裴荣瞅他一眼，没再继续生事，只拈起他剥的花生，慢慢地嚼。夫君为什么生气？没有生气。你撒谎！瞧，这里的青筋都爆起来了。谁借了你的米还你谷子了？裴荣不冷不热地看他一眼，没吭声，又喝了一杯酒。夫君若是非得把团龙佩给我，那就拿来吧，别板着脸了，不好看。裴荣又瞅了他一眼，没给他团龙佩，也没给好脸色。这阴阳怪气的样子，惹不起我还躲不起。于是扎起裙子，先来几组平板支撑，再来几组深蹲。你在干什么？我就是觉得吃的太多，身体酸软，练一练啊。你为何做出这种不知羞的动作？怎么个不知羞？夫君说来听听。你既然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勾引我？夫君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可否再说一遍？没听见就算了，反正你也不在意。夫君再说一遍嘛，我是诚心求教。裴荣更不肯说了，阴沉着脸把他推开，大步往外走。谭悠悠站在原地消化才刚得来的信息，裴某人确确实实是在说他谭悠悠不喜欢他裴荣，他是从哪里得来这个结论的呢？社畜又立刻研墨铺纸准备方案。谭悠悠写完方案，反复掂量再三，把纸张凑到烛火上烧了。突然想起来外间很久没声音了，就走出去看裴荣在做什么。鞭炮声响起，有孩童清脆的笑声传来。小姐，辞旧迎新，时辰到了，姑爷去外头放鞭炮呢，您怎么不跟着去？我懒得去，明天要早起。那奴婢就伺候您歇下吧。不忙，这会大家正是松懈的时候，你们跟着我一起去巡查一番，看看轮值的是否在偷懒。顶好能够抓到几个典型杀鸡儆猴，再树个先进模范重赏，让大家跟着学。来上几次，他这个主母的威望就起来了，慢慢架空黑化容。主院值守的婆子在嗑瓜子，听见动静就出来看，不功不过被放过。之后是二门处，俩婆子在聊天打屁，聊得热火朝天，十分忘我。谭悠悠亲自点了个鞭炮扔到二人门前，看他们有什么反应。鞭炮爆了之后，那二人什么反应都没有，继续笑得嘎嘎嘎的。再扔2个鞭炮过去，里头婆子终于有了反应。小崽子们玩闹也要挑个好地儿，这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往外头玩去。谭悠悠再扔一个鞭炮过去，里头仍然是虚张声势，始终没出来看或是抓人。谭悠悠便沉了脸，将手一挥，鲍家的上前一脚踹开房门。偷奸耍滑吃闲饭的，不晓得乱扔鞭炮会失火走水吗？都丢到窗户上了，还只认得聊天打屁喝黄尿。少奶奶，您说了轮值不许喝酒，这俩老货却在这里喝酒，难怪上值不用心。
那俩婆子，一个是采买的，姓马；一个却是从秋城老家带来的，姓刘。采买的这个马婆子不知深浅，吓得跪在地上抖抖索索，不敢抬头。安乐侯府来的刘婆子却是仗着资格老，所以并不害怕，只扶了一扶就笑道：少奶奶容禀，老奴一直盯着的，才刚就瞧见您带了人出来，接着就见鞭炮响在门前，以为是您带着人玩闹，就没管。以为是我带着人玩闹，那为何要说小崽子们玩闹也要挑个好地儿？这话不是老奴说的，是老马说的。他坐的靠里，没瞧见少奶奶。这意思你看得很清楚了。哎呦，可不是嘛！老奴就在这窗边坐着，看得仔仔细细。那你也看到莲枝扔鞭炮了？看见了，看见了。正是因为看到是莲枝姑娘扔的鞭炮，老奴就没管。满嘴白话的老货，坑骗到少奶奶面前来了，这半天还杵着不行礼，还当自己是个祖宗。哎呀，少奶奶为何要打老奴？老奴打小就在侯府里长大，几代人都是伺候老侯爷老夫人的，谁不夸一声有规矩有忠心？若是老奴不好，公子也不能挑了老奴进京伺候。既然如此，你就回侯府去伺候吧。大过年的，我不打你，先拖去柴房关几天，过了年再按着家法行事。夏仆见过少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啊？廖总管呐，替老奴向少奶奶求个情吧。老奴不知哪里得罪了少奶奶，少奶奶要赶老奴回侯府。少奶奶，您是主母，谁走谁留您说了算，但这年节下家里人口多，得有个理由才好负重啊。柳枝，时辰到了，少奶奶听着外头有鞭炮声响，担心有邻家或是家中不懂事的小厮们贪玩耍闹，到处扔着鞭炮玩，就领着我们出来巡查。刚好瞧见他二人说笑喝酒，有人在二门处进进出出，全不知道。你来说说，叫小崽子们别在这里玩闹的，是你还是他？是刘姐姐说的。分明是你说的，为了爬高枝儿，竟敢胡说八道。瞧瞧这规矩，当着我的面就敢这样，是不把我放在眼里呢？口口声声说什么侯府的鸡年老人，没了把侯府的名声都带坏了，传到外头，人家也要说廖总管不会管。廖翔头都大了，这意思是他要是处理的不合少奶奶的心意，那就是他这个总管叼着下人的头和他作对。所以即便知道谭悠悠是要立威，也只能配合，当即命人堵了刘婆子的嘴，拖到柴房里关着。谭悠悠按着名单换了下一轮的人顶上，继续往外巡查。外院算是裴荣的地盘，是由廖翔亲自管理的，没什么毛病。谭悠悠夸了值守的人，转头就看到裴荣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他。夫君放好鞭炮了吗？我这里也巡查好了呢。好了，回去吧。夫妻二人一前一后回了房，各自盥洗。谭悠悠打了个哈欠，翻个身面对着墙壁，闭上眼睛就睡着了。他睡得很熟，就连裴荣什么时候躺下都不知道，只晓得柳枝叫他时已经是4更天了。夫君什么时候起的？奴婢不知呢，只晓得到点进来叫小姐起床时，屋里亮着灯，姑爷已经穿戴完毕，坐在床边看着你想心事，似乎不是很高兴。祭拜先祖之时，裴荣尤其肃穆。安乐侯府风雨飘摇，裴荣父子危在旦夕。不对，还有他这个才嫁进门来的新媳妇儿也是危在旦夕。一条绳上系着的蚂蚱，谁也跑不了。谭悠悠摇摇欲坠，还真得想办法杀出一条生路来呀。礼毕，裴荣转头看向他：吃早饭之后，你我要按着名册挨家挨户拜年送年礼。哦，京中拜年的习俗，孟嬷嬷都和你说过了。
说过了。我们走吧。让廖总管把彩笺拿来。廖翔将留下拜年人姓名的彩笺送上来。公子，今日早起到现在，一共来了20户人家拜年。福王府留言说是明日寿王府举宴，若是晚间未曾收到帖子，就使人过去说一声，立刻送来。知道了。你也看看都有些什么人和咱们家有往来，心里有数。谭悠悠看了一遍，多数是他和裴荣早上去过的人家。谭悠悠觉得他们大概不会收到寿王府的请帖了，就试探地和裴荣说道：夫君，若是没有收到请帖，再由福王世子出面弄来，咱们这样硬挤进去会不会不太好？会收到的，不用别人帮怎么弄，也不是硬挤进去，不会让你尴尬，否则我不会请孟嬷嬷来教导你。倘若需要，就算厚着脸皮硬挤进去，我也能从头坚持到最后。裴荣沉默地注视他片刻，伸出大手想要拍他的头，伸到一半，不知为什么又收了回去，温和一笑：辛苦你了，我已铺好路，你只需要照着走就行。谭悠悠注意到他的小动作，再想想那一句你不喜欢，反正你也不在意，真心觉得这男人似是梦醒了，到底是哪里露了马脚呢？他是百思不得其解，只好低头继续翻看彩笺。这是隔壁的。啊，正是，这位陈举子亲自送过来的年礼，说是这所有酒食都是他家娘子亲手做的，请公子和少奶奶不要嫌弃呢。夫君啊，你看人家隔壁邻居亲自过来拜年，咱们也该去回礼的。有道是远亲不如近邻，能住在一起也是缘分嘛，对吧？你收拾几样年礼，我们一起过去。裴荣看着百无大事没心没肺的冲着自己笑的小妇人，心情更加郁卒。之前一直以为谭悠悠很喜欢他，那些傻话现在回想起来简直让人羞愤欲死。现在自个儿赌气生气，人家也根本不在意，这不是自作多情是什么？夫君，走啊！明显是一副迫不及待想要出去玩的样子。裴荣轻叹一声，决意把此事暂时搁置，不必深究，否则更加尴尬，更丢人。来日方长，再说吧。姑爷，小姐，有客来拜年。看到谭悠悠和裴荣夫妻二人的脸都红了，很不好意思的请他们往屋里坐。也没想着你们会亲自过来，这家里简陋，坐的地方都没有，让你们见笑了。不瞒二位，我们这屋子啊是和亲戚借的，我们人少，就锁了里头的一进院落，只住在外头。家中只有一个老苍头看门喂骡子赶车，其余杂事都是我们夫妻一同料理的。待我洗一洗手，再来泡茶招待二位。潘姐姐，我来烧水。都是粗活儿，仔细把你的衣裳弄脏了。潘姐姐小看我了，我会做。我来，知道妹妹很能干了。没有潘姐姐能干，你做的香酥鸡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香酥鸡。你尝过了？当然了，那么香，谁能忍得住？我日常也爱捣鼓小食，以后我俩一起来。好啊。实在不好意思啊，卓京才从乡野里来，不太懂得规矩，若有失礼之处，还请见谅。我们也才从乡野里来，怎么自在怎么好。裴兄弟也是来赴春闱的吗？我读书不好，打小就没参加科举，我是族中有事。啊，这京中规矩和我们乡下地方不同，我们那里过年比这热闹多了，亲族之间互相串门吃饭喝酒，不像京里拜年彼此不相见。各方各俗，我也更喜欢在乡下老家过年，轻松自在。你嫂子手艺不错，让她炒几个菜，咱们喝几盅。我家还有客人，改天再来。我会提前告诉潘姐姐，你要多做几个菜等我。你倒是不见外。好，我应了。陈家不宽裕，
你为何还要给他们添麻烦？我觉着潘姐姐不是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我和她相处愉快，就想和她多往来。我看夫君和常二老也挺谈得来的，难道不是吗？夫君日常在家切个鸡都不愿自己动手，今日为何愿意帮着打水烧水？我有些想不通呢。总不能被你比下去。交朋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往来方式。我还以为夫君是舍不得我劳累，想要讨好我呢。裴荣没吭气，只将眼帘垂着，但见他就要绊到门槛，就及时伸手把他抓住。好好走路，让下人看到成何体统？为什么刘婆子不把你放在眼里？就是因为你日常不注意仪态。非也，非也，是因为我日常不够凶悍，也是因为夫君管得太多，让大家都以为你说的话才算，我说的话不算。你想让我管家，却不给我威望，怎么管啊？慢慢架空黑化容的第二步，让他主动放手。你说的很有道理，以后我不会再在人前教训你，有事关起门来说。你做的决定，只要不是要命的大事，我不轻易干涉。这么简单？得来太容易，让人觉得不真切。谭悠悠试探道：夫君要不要再仔细想想？毕竟我这个人坏毛病多，随心所欲惯了，也没什么管家的经验，我怕你忍不住反悔。没必要，就这样定了。你从前在娘家也曾学过管家，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裴荣越过他，大步往前走了，昂首挺胸，气势磅礴的。谭悠悠扭头盯着他的背影，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阴谋。裴荣一口气走到书房，让人把廖翔叫来，宣布了他的决定。以后家务事只管去问少奶奶，把账簿、对牌、钱匣子都交给她管。公子，少奶奶她怎样？主母不就是管这些事的吗？谭悠悠见了孟嬷嬷出来，就发现家里的气氛变了。难道是他杀鸡儆猴的策略起作用了？这些人怎么就变了嘴脸？有隐情。谭悠悠思忖着往前走。少奶奶，公子命我等把对牌、账簿、钱匣子全都交给您管着。您瞧什么时候方便对一对账？姓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难道是发现硬管效果不好，索性换条软锁捆住我？毕竟料理家务就不能偷懒了。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管就管。谭悠悠背着手，傲娇地抬起小下巴。我现在就有空。账房抱着账簿要和谭悠悠算这段日子的支出，谭悠悠根本不接。之前都是夫君在管，你只和夫君说就行。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将此刻之前的账目划线封存，从我手里支出的第一笔钱物开始记账。少奶奶，小人愚钝，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谭悠悠不急不慌，拿过账簿，指着最后一行账目问：之前的账目都结清了，对吧？结清了。你在这儿写上之前的余额，这里写上收入。谭悠悠指着账簿，哪里该怎么写，说得清楚明白。从前只知少奶奶账算得好，却不知您记账也是行家里手。谭悠悠勾着唇角，不冷不热地笑了笑，挥手命他下去，单留廖翔说话。和我说说咱家的规矩。裴荣站在门外静静地听着，忍不住微笑。这一步算是走对了。谭悠悠的聪慧能干远远出乎他的意料。王瑟那句话没说错，他确确实实是寻到了宝。打发走廖翔，天已黑尽。少奶奶，是否开饭？夫君那边有空了吗？我这里可以了。裴荣走进来，把一只盒子、2张纸递给他。你要的东西。谭悠悠自问没跟他要过什么东西，
满怀疑惑打开了看，只见盒子里装着几枚香丸，味道正是王瑟暗搓搓在他面前炫耀的那一款。再看那2张纸，一张是香方，一张是撒金贴子，正是寿王府明日宴会的请柬。夫君今日用的什么香啊？他扶住裴荣的肩膀，起身凑到他面前细闻，因见裴荣的脸和脖子瞬间变红，想起裴荣昨夜说他练臀桥是勾引他，谭悠悠恶作剧欣喜，更进一步凑到他颈间轻嗅，顺便对着他的耳朵吹了一口气。你做什么？裴荣面红耳赤，正想闪避，谭悠悠已经飞快地坐了回去。这个请柬是才送来的吗？我还以为收不到了呢。裴荣见他装得人模人样的，有心想要教训他2句，又见丫鬟婆子进进出出，便将此事暂且压下。但是原本平静的心中便如揣了一只小兔子，咯嘣咯嘣跳个不停，身体更是莫名发热，让他坐立不安。夫君怎么不说话啊？你的脸怎么这样红？是不是发热了？说着又伸出爪子去摸裴荣的脸。裴荣真是怕了他，一个闪身躲到他摸不着的地方。我无事，摆饭吧。谭悠悠放下帖子，将手撑着下颌，别有意味地瞅着他笑。说我勾引，我这回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勾引。裴荣食不下咽，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对面谭悠悠那含情脉脉的目光和别有意味的笑容。若是从前，他一定沾沾自喜，觉得这小妇人真是不矜持，再怎么喜欢她也不该当着下人的面做得如此明显。此刻他却觉得非常不是滋味，明知对方大概又是在演戏，在逗着他玩，却又忍不住心存幻想，忍不住去回忆2人亲密相处时的情形，想起谭悠悠的娇嗲泪光，低声央求。裴荣长出一口气，猛地站起身来。我吃饱了。随即落荒而逃。哎，夫君，你的饭还没吃完呢，不能浪费粮食啊！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夫君昨夜是在哪里歇的？姑爷昨夜没回来。哎呦，小姐，是不是你又气姑爷啦？大过年的，忍一忍。什么叫我又气姑爷了？我是那种人吗？我对夫君真的是含着怕化，捧着怕飞，恨不得随时随地长相厮守。哎呀，小姐，您怎么和人家说这个？看姑爷哪去了？我在这里。裴荣穿戴整齐地从外头大步走进来。我给你请了梳头娘子，你今天的发型妆容，请他们帮你料理。这么隆重。午时，谭悠悠装扮完毕。夫君，好不好看？我好不好看？裴荣不回答，只取出一块玉佩，轻轻挂在他的颈脖上。贴身收好，轻易不要拿出来。还是那块团龙佩，只是旧丝绦换成了金链子，长度刚好够那玉佩藏入谭悠悠的胸衣，只要足够小心，不会被人发现，也够坚固，轻易不会失落。你等着。他跑到屋里拿了件东西出来，蹲在裴荣面前，掀开他的袍子，将那东西仔仔细细给他绑在膝间，再整一整袍子，仰头看着他笑。好了，戴上这个贵的容易，不管要磕多少个头，咱们都不怕。他心里终究还是有他这个夫君的。裴荣低着头，轻轻抚摸着膝盖，紧抿的唇角一点点的松开，微不可见的翘了起来。好了，咱们走吧。老裴，旗开得胜。裴荣内心那点感动和喜悦立时荡然无存，板着脸缓缓抬起头来，准备开口训人，谭悠悠却已溜之大吉。少奶奶，老奴会全程陪在您身边，您只要按着老奴说的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就算真有点小失误，也不算什么。
谁还不会犯错呢？谭悠悠轻轻摸了一下胸前的团龙佩。不怕，我有这个。谭悠悠和裴荣进了王府就被分开，男客往外院去，女客往内院去。他一路走去，觉得就算是新建的二皇子府，也远远比不上寿王府宽阔壮美。寿王于设计有功，这王府啊，有一大半是陛下拨款造的，二皇子殿下初出茅庐，不能比。这是宋嬷嬷，是老奴的老姐妹，早前也是在宫中伺候太后娘娘的，现如今是在寿王府里做几位小郡主的教养嬷嬷。嬷嬷过年好。明丽雅致，长相讨喜，是王妃最喜欢的那种。走吧，我领你们过去拜见王妃。孟嬷嬷挺高兴的，示意谭悠悠赶紧跟上。赶紧跟我来，趁着这会儿王妃在暖阁里歇息，无人打扰，可以多说几句话。稍后只是少奶奶一人进去，其余人都不能进。是这个理儿。谭悠悠按照孟嬷嬷教的，低眉垂眼，表情柔和，不急不缓地走进去。见宋嬷嬷站住，也就跟着站住。世子妃，这就是老奴方才与您说的那位安乐侯府的少奶奶谭氏了。您瞧，她是不是长得喜庆，像个年画娃娃似的？是安乐侯府的心腹是吧？回世子妃的话，妾身谭氏特意来给王妃和您请安拜年的，是孟嬷嬷教出来的。正是，您知道老奴平时轻易不带人到您面前的。我知道，只是……说到这里便顿住了，宋嬷嬷也不好追着，气氛一时凝重起来。谭悠悠猜他应该还是忌惮安乐侯府的尴尬身份，知道再等下去形势只会更糟，索性主动出击。世子妃，其实侄媳今日乃是有备而来。哦，什么有备而来？你想做什么？古人有采衣娱亲，我这里也有几个小戏法要献给王妃，以博长辈一笑呢。世子妃，王妃听见外头有小姑娘的声音，让奴婢来瞧瞧是什么人。啊，是安乐侯府才进门的新媳妇，说是准备了几个小戏法，想要采衣娱亲，以博长辈一笑。小辈采衣娱亲一点没错，宗室中不乏这样的人，大家也习以为常。奈何安乐侯府身份特殊，曾经的前太子后人总是有些傲气的。这个才进门的新媳妇主动提出要做这种事，就显得脸皮特别的厚。我真会，也想要长辈夸我一句多才多艺呢。小样，在领导面前表演个小节目露露脸，不是很正常的吗？何况这还是自家长辈，多大的事儿呢？傲气能当饭吃，那是心态不正啊，亲。但凡受过社会毒打的社畜，都晓得傲气不值一提，脚踏实地的完成 KPI 才是人生大事。您会什么呢？我会打秋千，会跳白索，会踢毽子。这些游戏大家都会的。我会的比你们的都要精彩，包括之前那位穿红衣的小姐姐，我会的花样比她的多，比她还要飞得高。相光媳妇，这里不是寻常地方，在场的也不是寻常人家。多谢世子妃提点，但我真的会啊！府上那架秋千好高，我没见过这么高的，真的很想试一试。退下！儿媳妇儿，你这性子还是该收一收。小辈瞧着咱家的秋千架好玩，想要耍一耍，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你这样藏着掖着，不许他玩，倒像是小气不舍的似的。哼，让他耍耍也不会怎么样。是。紧接着，寿王妃有2个侍女扶着走了出来，在屋子正中站定了。叔祖母，孙媳不是吹牛说瞎话的人，您看看就知道了。
寿王妃要笑不笑的勾一勾唇角，也不表态，慢吞吞往外走。谭悠悠赶紧跟上，却见一条狮子狗从后头跑上来，屁颠屁颠地围着他转圈，不停去嗅他脚上的味道。你身上藏了什么招狗的东西？叔祖母，我什么都没藏，只有一个香囊，里头装的是寻常佩兰，不信您可以验看。谭悠悠也不明白是为啥，只迅速将香囊解下，递给寿王妃的侍女检查。王妃，确实什么都没有。猫猫狗狗都有灵性，或是和荣少奶奶投缘。有点道理。香珠自来不喜欢陌生人的，今日才见着相光媳妇就主动上前，她是真的投缘。叔祖母，孙媳从小就格外招人喜欢，真的，就连庄子里养的大白鹅也很喜欢我。既然他这么喜欢你，你抱了试试看。可是孙媳笨手笨脚的，弄疼她怎么办？让你抱就抱啊！刚才的爽利劲哪儿去了？抱！哎呀！嘿呦，其他人我还不舍得呢，给你抱还嫌弃。人家从小就怕狗吗？正说着，那狮子狗对着他的脸舔了一口。跟上。人欺负人，狗也欺负人。寿王妃走进凉棚，所有人都站起来给她行礼问好。哟，这小媳妇是谁家的？怎么没见过？王嫂打哪儿寻来的？就和年画娃娃似的，抱着香珠这模样可以上画了。安乐侯府的新媳妇儿。谭悠悠找了个不挡人的地方站着，试着去撸狮子狗。你怎么就看上我了呢？文字爱我能理解，毕竟我血肉香甜。你看上我什么了？狮子狗舔了他的手一下，没吱声。这丫头和我夸口说是秋千打得很好，想要玩一玩。我年轻时在乡野里头自由自在，最爱的就是打秋千了。现下老了，回不去了，只能看小姑娘小媳妇儿们玩了。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凑个乐子，咱们搞个比赛，谁玩的最好就给他个彩头，你们看如何？寿王妃随手从头上取下一只玉燕头簪，放在托盘里。我出这个。寿王世子妃乐呵呵地托了一只猫眼戒指。我出这个。其余人有样学样，跟着放了一样首饰。有钱人的任性生活。正想着，侍女端着托盘到了他面前，等着他给东西。小可怜小透明也要出钱吗？难道这不是大佬们玩的游戏吗？谭悠悠见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只好强忍心酸，脱下手上的蓝宝石戒指。这个小过后也好找到材料补齐一套。蓝妹妹，还不赶紧谢过王妃？这是为你筹嫁妆呢，多有面子啊！红衣少女笑了笑，真的蹲下给寿王妃行礼。先别谢我，这彩头是给赢的人的。接下来呢，想玩都去参加，但只有一条，这秋千高啊，自个儿掂量斤两，摔下来我可不负责。我来，我们也来。王妃吓唬我们呢，只要抓紧不松手，哪里就能掉下来了，只多不好看而已。我来，把他们几个的名儿都记下来，稍后好定输赢。一声锣响，谭悠悠站在秋千架上，并不用人帮忙推送，自个儿先躬身，再屈膝，下蹲，直起，挺身，双臂往外扩展，一串动作一气呵成，自己就荡了起来。是真的打得很好，
而且胆子出奇的大，一会儿蹲一会儿站，秋千都几乎被他荡平了。人群的欢呼声一阵响似一阵。哎，是谁在打秋千？飞得这样的高，竟像是天外飞仙一般。嘿呀，王妃最会玩，不知从哪里找到这么个秋千高手，看得高兴了，又要拿我压箱子的宝贝去赏人。裴荣的脸色渐渐发白，胸口越来越闷，掌心足心全是冷汗。别人不知道，他却很清楚，这是谭悠悠。哎，好像掉下来了！呵呵呵呵呵。谭悠悠玩得差不多了，这才慢慢停下来，利索地下了秋千架子，笑眯眯地走到寿王妃面前行礼讨赏。那什么，荡得太高，头发有些乱了哈。要不请叔祖母容许孙媳去梳洗整齐再过来。你过来，你这孩子，刚才可把我们吓坏了，还以为你……是孙媳的错，下次不调皮了。哎呀，其他人还没比，你呢可以看完再去梳洗，也可以现在去。孙媳先去梳洗。梳洗的地方就在附近一个小院子里。小姐，您怎么可以这样呢？奴婢的腿到现在还是软的，手掌心里全是冷汗。您摸摸。我不摸，最不喜欢别人手掌心里湿漉漉的了。唉，少奶奶也太拼命了。是我太过贪玩，让嬷嬷操心了。来日方长，以后您就知道了。但凡涉及性命安危，我绝不会打肿脸充胖子。可怜的小姐，居然为姑爷做到这个地步。我不是为了他。您可真是太倔强了，都这样了还不肯承认，是在气姑爷昨夜没回房吗？还是因为那个兰花的事儿？荣少奶奶，奴婢奉了安乐侯府公子之命，前来探望您是否安好呢？他看见了。侍女也不解释，看过他之后就告退了。姑爷还是有良心的，特意托人来看望您。荣少奶奶，您的座位在那边，奴婢引您去坐。打秋千果然能带来幸运呢，小透明居然也能有座位，真是又好玩又长脸。比赛已经结束，安乐侯府的谭氏以绝对优势胜出。按理说，这些彩头都该是他的，但刚才有人与我提议，说是大过年的，众乐乐才喜庆。我就想着，要不然，但凡参与的都得个彩头。除了第一之外，也再来个第二，共分这些东西，如何？相公媳妇儿，你怎么看？全凭叔祖母做主。孙媳打秋千只是为了让您开心，您开心了，孙媳就满足了。不过，您的那只玉燕头簪可不可以留给我啊？还有我那个蓝宝石戒指，是夫君所赠，能不能拿回来？我就说。这丫头不是个眼皮子浅的，不贪心，你们还不信？是吧？我没说错吧？能够飞那么高的人，心眼儿一定不小。是，王嫂就是胸怀宽大的人。来，我给你们分宝贝，一半给相公媳妇儿。由着他先挑，其余你们几个分，如何？整整一大盘子珠玉首饰放在谭悠悠面前，任由他挑选。他垂着头，含着笑，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我挑好了。寿王妃淡定地看着他们分完首饰，心中自有定论。好了，都下去玩吧。再过半个时辰。咱们开宴。荣少奶奶，您的位子在那边呢。哪里啊？
侍女指着前方靠中一张桌子，就在那儿。太靠前了，论起身份来，我不该坐那里。您太谨慎了，难怪王妃喜欢您。您放心，那是王妃亲自指定的，说是给今日的秋千第一人坐。快些过去吧，就快开席了，就等您一人了呢。多谢王妃好意，我就坐这里，坐那边我紧张，吃不下饭。行吧，随您的意，不识抬举。孟嬷嬷定一定神，和谭悠悠说道：这位就是老奴和您提过的襄阳王家的甄郡主，早前没见他来赴宴，老奴还以为他不来了呢，这时候才来，当是有事耽搁了。襄阳王乃是当朝唯一一位异姓王，戎马半生只得了唯一一个女儿，才出生就被封为郡主，打小出入宫廷，在太后皇后面前长大，千娇万贵，性子火爆得很，一般人根本不放在眼里。可想而知，倘若刚才坐了她的位置，会引起什么后果。是谁要害我？您今日倒了谁的道，那就是谁。谭悠悠顺着孟嬷嬷的目光看过去，只见那位红衣服的蓝姑娘站在廊柱旁，和一个仆妇小声说话，说着说着，抬眼朝她看了过来，双方目光突如其来的碰上。蓝妹妹，要不要一起坐啊？蓝姑娘却假装没听见，直接把脸转开，背对着她。像是生我气了，早知道我就不应她了。我好难过。好不容易熬到宴会结束，众人纷纷到主人面前答谢告辞，谭悠悠也跟着人群一起往前挪。谭悠悠以为他才沾人家寿王妃的光，拿了这么多首饰，静悄悄地溜走显得特别没礼貌，就一直站得标杆似的，带着标准的温婉微笑站在一旁耐心等候着。这一等就等了足足半个多时辰，寿王妃笑得脸都僵了，正准备收摊走人，突然看到了静悄悄站在一旁等着的小媳妇。你怎么还没走？孙喜等着给叔祖母道谢啊。托您老的福，发了个小财，不和您老道这一声谢，今儿晚上都睡不好觉。你自己拿命搏来的，谢我做什么？其实孙媳真没搏命，孙媳虚岁才17，花一样的年纪，还没生孩子，也没吃够京里的美食，舍不得乱来。你这孩子说话倒是好玩。寿王妃也不知有没有相信他的话，只道：好了，谢也谢过了，去吧。叔祖母，虽说长者赐不敢辞，但其实我拿着这些宝贝心里很不踏实，毕竟这人情是您老人家的，您得还。要不我把这个留在这里给您还人情。不必不必，堂堂寿王府还能缺你这点小东西？你留着就是。行了，赶紧去吧。太好了，下次再有这种好事，您还叫我好不好？看着寿王妃点了头，谭悠悠才笑着行了礼，倒退几步转身离开。狮子狗追上去咬住她的裙摆，摇尾巴。哎呀，回去，我的肉不香。丫丫追出来抱起狮子狗，笑着回了寿王妃面前。这位荣少奶奶真好玩，居然和香珠说她的肉不香。这小丫头古灵精怪的，瞧着倒不是邪门歪道。客人走得差不多了，您老人家忙了一天也累了，儿媳伺候您歇下吧。下次再有宴席，还让裴荣媳妇来玩。这就定下了，不再看看？有什么好看的？来这里不就是为了裴荣那个世子之位吗？这事儿
原也不是你公爹要为难他家，还得看上头的意思。他若是懂事儿，那就慢慢来；若是不懂事儿，以后不给帖子就是了。少奶奶出来了。裴荣赶紧整理了衣衫，快步迎上去，却见最先走出来的是福王世子，然后才是谭悠悠。怎么才走？我以为你早就走了。我刚有点事和叔祖商量，多耽搁了些时候。出来刚好碰见小嫂子，又没看见你在二门处等着，就陪着她出来了。人走的差不多了，我若在二门处候着不太好看，但我给二门处的婆子留了言，他们有没有告诉你？说了。这一方面裴铿铿还是周到细致的，不至于让他出来找不着人。裴荣走上前去，挡在他和福王世子中间。先上车吧。有劳世子。举手之劳而已，小嫂子太过客气。带回了家，谭悠悠下了车，正想拿捏着腔调使唤裴荣，就见福王世子站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着他。您怎么还在？小嫂子，您这话什么意思？嫌我烦是不是？我今天在席上没有吃好，想着你家肯定还要宵夜，就来换一餐。你说过要请我吃蟹美酒的，怎么转眼就忘？我只是惊奇而已，没其他意思。我换身衣服再来。小嫂子，你要亲自做啊？好。谭悠悠见四下无人，只有裴荣和柳枝在场，立刻站定了，伸个懒腰。哎呀，我的腰啊，好疼，我的腿也好疼，还有我的手，全是泡。随便让厨子做点打发他就是了，你去歇着，于是我来料理。夫君这是怎么了？怕世子把咱们家吃穷吗？我是心疼你。你心疼我？为什么呢？裴荣没吭声，拉起他大步走进屋子，打发了下人，抓着他的手放到灯下细看。很疼吗？当然疼了，我很久没打秋千了呢，要做出那些动作可不容易，疼了整整1天呢。夫君帮我吹吹。裴荣听见自己的心跳得厉害，喉结滑动几下之后，鬼迷心窍地抓住那双手，珍而重之地亲吻上去。他亲得很仔细，把每一个水泡都挨着亲了一遍。谭悠悠目瞪口呆，万万没料到啊，他只是想要逗逗这个老古板，哪能想到老古板突然开了窍。在裴荣亲到第4个水泡的时候，他果断往后撤，不想手被裴荣紧紧抓着不放松。我拔。拔到第3下，裴荣整个人朝他扑去，刚好把他压在桌上。谭悠悠将手撑着裴荣的肩，想把他推出去。夫君这是要干什么？该我问娘子想做什么？这么大力气把我拉下。我没有，我是手疼想把手抽出来，是你。谭悠悠话没说完，就见裴荣低下头去，将脸贴上他的脸颊。别说话，让我抱抱。是看见我打秋千飞那么高，又做了那个动作，被吓坏了吧？裴荣不吭声，谭悠悠就当他是默认了，大喇喇地拍着他的背。哎呀，放心好了，我没那个金刚钻，不揽那个瓷器活。起吧，我全身骨头都疼呢。你这100多斤压着，挺沉的。裴荣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沉默地看了他一眼，一言难尽的表情，是嫌弃他不解风情吧？谭悠悠心知肚明。你也有今天。趁着裴荣换衣服，谭悠悠抓住机会谈条件。我这么辛苦，该不该休息？该。明天我要睡到自然醒，我还要在床上用饭。我不要华服珠宝，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愿望，夫君也要拒绝吗？我是为了谁呢？你歇着，我去待客。吃什么呀？我饿坏了，前胸贴后背。
你想吃什么？我想吃红糖和火腿丁做的花卷，用牛奶和蔗糖做的银丝卷，花卷咸香松软，银丝卷奶香浓郁。不行，我得去厨房指着他们做，不然我今晚一定睡不着。裴荣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已经招呼上柳枝莲枝，风风火火地走了。外书房中，福王世子正在翻看架子上的书，见裴荣进来，就揶揄道：“一去那么久，还以为你忘记我了呢，重色轻友。”他累着了，先打发他歇下才出来的。没办法，年纪小又娇气，只能哄了。你说什么？我没听错吧？古板迂腐的裴相光居然会哄人？她是我妻子，为了我可以豁出命去，我哄哄她又算什么呢？世子什么时候成亲？你年纪也不小了，今日令尊还让我劝你的。什么时候成亲和谁成亲又不是我能决定的，今天见说哪个日子好，那就什么时候呗。料想领人端了吃食进来，福王世子两眼放光。扁食？是小嫂子亲手做的吗？我刚说过了，她太累了，已经歇下。这是我家厨子做的。我不吃，谁家厨子不会做扁食？我走了。我送世子出去。哎，相光，不如咱俩这一起喝个小酒聊一聊。哎，今晚我不回去了，你陪我。不喝，不陪。我明日还要去给好几位长辈拜年。世子若不回去，那就歇下。我先走了。说完之后，果然大步走了。裴相光真有你的啊！蒸了2笼后，谭悠悠就让人装入食盒，分别送去给孟嬷嬷、裴荣、福王世子。世子那边已经送过扁食了，说是饿得等不了。既然如此，谭悠悠就不多事了，直接让柳枝拎着食盒回房慢慢吃。跨出院门，看到裴荣独自站在外头。夫君为何在此？刚好路过，恰好看到你出来。那位呢？打发走啦？没，说是要留在这里。你明日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也不用特别花心思招待的。花卷特别好吃，夫君要不要来一个？回去再吃。夫君你不懂得享受，这种冷天的夜晚，手里捧着热乎乎的食物，和心爱的人并肩而行，边走边吃，手里暖乎乎的，心里也暖乎乎的，最舒服了。你怎么知道？呀，一不小心得意忘形，说漏嘴了。我看街上好多年轻小夫妻就是这样的。我姨娘也和我说，早年她和我爹还穷的时候也这样，她特别怀念那个时候。姨娘和岳父还穷的时候，什么意思？他们从前就认识？那是当然啦，所以我娘是良妾嘛，在家身份不一样，我的名儿也和其他姐妹不一样。为什么呢？姨娘是书香人家的独女，本来也没打算跟我爹，后来遇到变故，不得不如此。我的这个名，据说是当年家中长辈留下的。姨娘真不容易，所以要对我家姨娘好。你放心，不提这些，光凭她生养了你，我也会敬重孝顺她的。何况她把你教得这样好。夫君真好，我愿意为你再打一回秋千，不是若干回，只要有需要，我立刻挽起袖子上。不要去了，以后都别去打秋千了。为什么？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怕。怕什么？谭悠悠隐隐猜到，非要逼着裴荣说出来。裴荣却不说话了，大步走进正院，命柳枝等人放下食盒。你们去歇着，今晚不会叫你们了。我刚才仔细想过了，着实不用你这么拼命。是我的事，我自己去拼。尽人事知天命，走到哪里算哪里。你喜欢去玩，就跟着他们去玩；不喜欢，就在家弄吃的。若是无聊，就上街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家里虽然不是很富裕，还够你花。夫君说的
是真心话，比珍珠还要真。孟母那里，你愿意留他下来就让他留着，不愿就送走他，安保我还收他做弟子。为什么突然想通了呢？裴荣没回答这个问题，只洗了手，亲自给他拿了一个花卷。趁热吃，吃了早些歇息。谭悠悠边吃边盯着他打量，见裴某人的俊脸一点点的红了起来，就笑。我知道了，还是被吓坏了，以为我手滑，从上面摔下来了吧？胡说八道，大过年的也要有个忌讳。好了，正常了。谭悠悠吃饱喝足，拍拍手准备去盥洗。刚进净房，就见裴荣跟了进来，便假惺惺道：我伺候夫君盥洗。裴荣伸手到浴桶里试水温，刚好。那什么，我怕把手上的水泡给弄破呢。我帮你洗。哪能让夫君做下人的活呢？我自己来就好。裴荣默默地看了他片刻，转身出去了。睡神附体，谭悠悠动作飞快，很快收拾妥当，打着哈欠，踏拉着鞋子走到床边，半闭着眼睛往下一躺，边踢鞋子边喊：夫君，你可以洗了。话音戛然而止，今晚的床好像很不一般，特别个人。谭悠悠机械地转动脖子，看到裴荣早就躺在了床上，他正好躺在他的腿上。他翻身坐起。夫君不盥洗了吗？我已盥洗过了，刚才你洗的时候，我去隔壁洗的。裴荣冷眼看着身边的小女人磨磨蹭蹭，摸摸搞搞，一会儿整理被褥，一会儿挪动枕头，一会儿又叠衣服，一会儿又编辫子，就是迟迟躺不下去。他也不出声，随手拿了一本书，对着羊角宫灯慢慢的看。他就不信了，折腾了这么一整天，这贪睡的女人还能熬得过他？他终于撑不住了，打了个哈欠，打算秒睡。眼睛刚闭上，灯就突然灭了，接着一只大手轻轻放在他腰上，他控制不住地颤了一下，好像这次的感觉和以往都不同的样子。我睡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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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着了。他继续闭着眼睛使劲睡，可接着他就被一双有力的手臂带入温暖宽阔的怀抱，他的后背紧紧地贴着裴荣的胸，裴荣的呼吸就在他的耳边，碎发被浮动，痒得不行。谭悠悠本想假装睡着的，但是真的太痒了，他只好伸手去抓，手刚碰到脖子就被如湿的唇给含住。夫君在干什么？蹲轮，可以吗？我好累啊，身上也疼，改天好不好？那要哪天呢？要不再过2-3天？可以。裴荣很痛快，却抓住他，让他平躺在床上。你要干啥？帮你松松筋。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裴某人力气比柳枝大多了，而且手更大更到位，只是3-2下，谭悠悠就忘了原则，开始小声哼哼。夫君怎会这个？父亲不良于行，腿脚是需要推拿按捏的。我在家中闲着无事，特意学了这个，偶尔也帮父亲捏一捏。夫君为何不早说？裴荣没回答他，继续干活。肯定是觉得大男人不能伺候小女人。要不是我打了秋千，这辈子只怕都不晓得裴荣会这个劲。谭悠悠舒服着舒服着就睡着了，睡得正正香甜，突然觉得腿部一阵酥麻，一种难以言喻的感觉吓醒了他。可以了，可以了。谭悠悠备受煎熬，匆匆忙忙拿开裴荣的手，迅速钻进自己的被窝，左边滚一下，右边滚一下，滚成一个蛋卷冰激凌，再甜甜道谢。谢谢夫君，夫君辛苦了。天色已晚，我们快快歇歇吧，明日还要早起拜年呢，我先睡了。
拜年的事不着急，答应过让你睡个够的。裴荣伸手去拉他的被子，语气不急不缓的：别拉我被子！你不要捂得这么严实，好歹把口鼻露出来，这样不舒服。我这样才舒服。谭悠悠往床的那一侧挪动，裴荣没有再追过去，安静下来，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谭悠悠呼一口气，闭上眼睛，却听窸窸窣窣一阵响，接着灯光亮起。他转过头，只见裴荣靠在床头上，就着灯光又看起了书。谭悠悠愁啊，这怎么睡？他挪到裴荣身边，试图和他商量。夫君，要不您去书房看，或者去榻上看？不，我就在这里看。谭悠悠生气地瞪了会眼睛，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裴荣放下书，俯身下去，静静地盯着谭悠悠看。他想不明白，这具娇小玲珑的身体怎么能爆发出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这样勇敢，无所畏惧，仿佛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闯一闯，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呢。裴荣吹灭灯，紧紧贴着谭悠悠躺下，很快也就睡着了。师娘来了，谢谢师娘的花卷，特别多好吃。这傻孩子一口气用了3个特别，可见是真的合意。谭悠悠蹲下去，和安保面对着面。那你打算怎么谢我啊？我把祖母的戒尺藏起来了。哟，对我这么好啊？嘘。安保让他噤声，贼兮兮回头看一眼裴荣和孟嬷嬷。师娘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谭悠悠把糖和压岁包递给他。师父和祖母在说什么呢？再说师娘昨天做客的事，师娘真了不起。那是你祖母夸我的啦，别当真啊。为什么要否认？1是1，2是2，虽然是小孩子，也要说真话，不能随口敷衍，不然他也会跟着学。是，夫君说得很对，我错了。裴荣突然想起自己和他的约定，不在人前说他，便住了口。当然，这是谦虚。安保记住了，这是礼仪。有人夸你的时候，记得谦虚一下。谭悠悠震惊地看向裴某人，为人师表的原则呢？既然起了，就收拾出门吧。先去杨家，再去大学侍府。哦。相光媳妇是真招人喜欢，暮云这丫头啊，最是挑剔霸道，能得她这么爱重，不容易。相光这媳妇娶得不错，看你们这样好，我也放心了。当年的事都怪我，若非是我没忍住，相光也不至于。是我害了你啊！哎，老爷也是爱惜相光的才能，不忍埋没。事已发生，就不要总是想着了。你姨父为了你的事一直耿耿于怀，昨夜突然醒来，还在和我念叨这事儿呢，怎么劝都不好。今日你来了，也劝劝他。若是再来一次，侄儿还想再拜在姨父膝下，做一回您的学生，此生不悔。当真？二表哥，姨父累了，要不先让老人家歇会儿，咱们先出去，等姨父有精神了再过来陪同。就是，咱们也领着新媳妇出去吃些好吃的，逛一逛园子。这天多好啊！我看屋角有几枝杏花已经开了呢。好啊，给我也摘2枝杏花插瓶，让我看看那花儿，感受一下春光。姨父您放心，我亲自去摘，给您挑最好的。相光媳妇，停一停，我有话交代。姨父您说。你们都出去。
王大学士只留一个常年服侍的嬷嬷在场，和谭悠悠说道：我看你是个聪慧的，当时知道我不行了。哪有，您老看起来挺好的。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收了相光为徒，最遗憾的事是因为自己义气把他推到了人前，害他不得安生。我原本想要护他一世，奈何抵不过命啊！你答应我善待他好不好？从王大学士房里出来，谭悠悠手里拿一簇杏花扯啊扯，不一会儿，娇嫩的杏花就被他摧残成了零落的花瓣。王大学士让他善待裴荣，这肯定没错，把心爱的学生拜托给别人照顾，他理解。但他不理解的是，这老人家居然让他以后多多宽让王色。他是什么天选之女，照顾好了男主还要照顾女配？你怎么啦？是不是姨父给你委屈受了？别理他，他变糊涂了。没受委屈，就是不太明白。姨父和我说，让我以后多多宽容大表姐。姨父这样说？大表姐是皇子妃，又是做姐姐的，有权有势，哪里用得着你宽让？分明该她多宽让咱们才是。很有道理，所以做表嫂的必须宽让表妹，对不对？那肯定啊，要得好大带小嘛。你能做到待我好，大表姐也该待我们好。如果她做不到待我们好，那就是她不好。既然她不会做人，咱们为啥要宽容她？表妹，你做人很偏心啊。从前说我不如表姐脚底下的泥，现在又公然这样偏着我，真的好吗？为啥不好？偏心的是王姨父，我可没偏心。我这人最是正直，谁对我好我就向着谁。你们在说什么？再说姨父的交代呢。姨父让表嫂善待你，宽让大表姐，这什么意思嘛？那谁来善待表嫂，宽让表嫂呢？总不能因为表嫂性子好就让她吃亏。哎呀，你这沉不住气的性子，我现在还没吃亏呢。我护着你表嫂。是了是了，我是多余的，你们聊着吧，我走了。言罢，抱着杏花大步走了。这株杏树结的杏子又大又甜，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杏。你刚才扯这些，够咱俩吃一顿了。你不早说，多可惜啊！在生气呢？姨父病得糊涂了，说什么都不知道，别和病人计较。我不生气，就是见不得生离死别这种事。裴荣没再说话，只轻轻拍拍他的头，再默默守在一旁。原本欢欢喜喜来拜年，没想着遇到这事儿，你也别太难过。花开花谢，潮起潮落，都是寻常。我知道。我听姨父的意思，你传出才名这事另有隐情。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回去之后和你细说。裴荣要牵他的手，我们回去吧。这是在别人家中呢，拉拉扯扯的多不好。裴荣沉默了，总觉得脸有点痛。夫妻二人一前一后往回走，突然看到好些服饰鲜亮的仆从呼啦啦地赶进来，先就把四处的道路给堵了，不叫他们通过。怎么回事？二皇子妃回府省亲，闲杂人等回避。夫君，表姐回来了，我们赶紧过去拜见吧。不必，他们骨肉相许，咱们凑过去不太好。谭悠悠也没勉强他，跟着他七拐八弯到了书楼。我们进去看看。看守书楼的老仆二话不说开了门。哎呦，公子呀，好几年没来了。哎呀，大仆都生小猫了。
自您走后啊，这猫一直叫一直找，整整找了2年才没找。一只黑白相间的大猫从外面轻快地跑进来。大普，是我，快过来。大猫懒洋洋地看了他一眼，转过身，扭着屁股走了。猫猫狗狗都是有灵性的，你以为你是我啊？裴荣没吭声，随手抽了一本杂书放在他面前，示意他读。夫君读给我听。裴荣有些为难，东张西望，是生怕被王家人看到他念书给媳妇听的意思。不读算了，我自己来。给你念，给你念。裴荣的声音低沉优美，谭悠悠刚听了个开头，他便停下。谭悠悠抬头，只见王瑟独自走进来，怀里还抱着那只叫大普的猫。黄子飞。谭悠悠起身行礼，裴荣也放下书本，抱拳行礼。都起来吧，父亲让我过来取一本书，没想到你们在这里。知道黄子飞到来，不好上前打扰，示意我俩到书楼里暂坐片刻。不知黄子飞要寻哪本书，可否要我帮忙？不用了，我自己找。既如此，我二人就不打扰黄子飞了，告辞。相光，你可记得早年父亲送我的那本书放在哪里了？我记不得了。早年姨父送你的书，有好几本呢。就是你刚到我家时送的那一本，也是春天，下着小雨，楼前那棵老桃树才开了3两枝花。大普还是个小毛绒团子，总是喜欢爬到你肩上，掉下来又往上爬，把你的衣裳全抓坏。我要把他送走，你不让，说大普与你有缘。裴荣半垂眸子听着，抓住谭悠悠的手，松了又紧，紧了又松。要不我去外面替你们把风？胡说八道。相光，你是在说我吗？对不起，父亲不好，我情绪有些不稳，总想着要是能回到从前就好了。黄子飞，您误会了，夫君不是说您，他哪敢对您这么无礼啊？他是在骂我呢。王瑟看看二人交握的手，再看看裴荣怒视谭悠悠的样子，眼里的亮光暗淡下来。弟妹，你能否去外面等会儿，容我与相光说2句话，只说2句就好。好啊。谭悠悠挣开裴荣的手，小声和他道：我去替你看着，听到我咳嗽就赶紧出来啊。裴荣又狠狠瞪了他一眼，用力抓住他的肩头，摁住不许动。黄子飞要说什么就说吧，早年你我二人同为姐弟，又是同门，年纪幼小，没那么多避讳。如今男婚女嫁，各有夫妻，该当避讳。且黄子飞身份高贵，更该小心谨慎。相光提醒的是我不够谨慎。那能否请你帮我寻寻那书？家里的书太多，我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把它藏哪儿了。当时是你和我一起藏的。我想起来了，确实有这么一回事。你想起来了？是一本女则，大学士让黄子飞来寻此书，必有深意。黄子飞还该仔细品味才是。是女则，相光说得很对。父亲待我用心良苦，哪怕病成这样，也还替我操心。我一定牢记他老人家的叮嘱，仔细品读女则，做女子之表率。其实我也记不得放在哪里了，不过2楼第1排书架第3行左起第2格有好几本新的女则，你可以拿那个去给姨父，不要耽搁太久，我怕他等不得。王瑟僵硬地转过身，一步一步朝着楼上走去。走吧。裴荣收回目光，把睁大眼睛看热闹的谭悠悠用力拽出书楼。夫君走慢些。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夫君在说什么。
把风。我没说错啊，虽然我知道你们很清白，但人心险恶，万一有人乱说怎么办？我去外头替你们看着，看到有人来就提醒你们，省得生出不必要的误会，这哪有错？我是用词不当，那我后面已经改了吗？都说是替你看着了。你晓得我清白就是了，千万别。知道了，我不会乱说的啦，会掉脑袋的嘛，对不对？裴荣无奈地看了他一眼，转身大步往前走，神色颇郁闷。谭悠悠慢吞吞地跟在后头，心情特别好，不对，也就是一般般了。毕竟王姨父不太好，只能说之前王姨父那番话带给他的不愉快没了。见过殿下，您可算来了，皇子妃正需要您呢。我们欢欢喜喜来拜年，姨父之前还和我说笑，没想到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二皇子没理他，大步走进屋里。谭悠悠竖起耳朵，只听到他打着哭腔喊了一声：岳父大人，我来迟了。这一日，裴荣出了孝，沐浴熏香，把自己收拾得体面光鲜，对着窗外的阳光深吸一口气，正式搬回主院居住。进了院子，却发现四处安静的出奇。少奶奶是去厨房了吗？少奶奶应该是去买菜了，很快就会回来。果然如此，裴荣唇角含笑，正想进屋歇歇，就听隔壁锣鼓喧天。公子，你做什么？隔壁陈家二老爷高中，钦点为榜眼，但是人不在家，全由陈家奶奶一人操持。报喜的差人嫌包的封赏太少，姑娘让奴婢回来。我这里也是准备好了，你回去告诉少奶奶，就说外面迎来送往这些事都不用他们操心了，我会打理妥当。去把瓜子、花生糖什么的带些过去，给陈家招待女眷孩子。柳枝没料到不但没挨骂，还事事妥当，喜滋滋地收拾了过去，凑在谭悠悠耳边轻声说了。潘氏耳朵好，全都听了进去。俗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我们这是前世修来的福分，才得你们夫妻做邻里。哎，你家相光瞧着严肃不近人情，实则挺懂人情世故的。他在家中就很擅长打理书务，毕竟打小就撑起家业的。说是不懂这些，也不值得我对他这么上心啊。忽见柳枝冲他狂使眼色，回头一看，裴荣就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背着两只手，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眼神晦暗难明。夫君真是及时雨，常儿哥外出访友不在家，我们两个妇道人家正在发愁呢。可巧你就来了，快，都交给你啦。夫君来了，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啦，他最能干了。潘氏只是抿着唇笑，裴荣瞅谭悠悠一眼，转过身走了。不一时，他便走入人群之中，招呼起了差人及邻里。妹妹好福气的，男人啊，最怕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你家夫君是个务实的人，光凭这一点，你们的日子就差不了。确实如此，太过务实，是不是就显得无情了？管那么多做什么？管好自己就行了。榜眼郎找到了。陈家一直热闹到将要宵禁才安静下来。三言两语难以表达我的谢意，咱们常来常往。常来常往，咱们回去了。裴荣坐在椅子上，安静地看着他不动弹。谭悠悠又叫了一遍，见他还是不动，便上前用手指轻轻戳他肩膀。走啦。扶我。男色正好，谭悠悠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扶住了自家的男人。夫君为什么这么沉？小姐，奴婢扶这边。谁让你碰我的？男女授受不亲，知道吗？哎，少奶奶，下仆来帮忙。裴荣的目光淡漠地飘过去，小五立刻捂住肚子。哎呀，少奶奶，对不住，下仆突然肚子疼。
谭悠悠热得出了一身汗，无暇顾及这些小事，索性把众人全部赶走，一咬牙扶住裴荣的腰，大踏步往里走。走着走着觉得不对劲，抬眼一看，裴荣半垂着眼，一瞬不瞬地盯着他。你要干什么？裴荣却又闭了眼，全身心扑在他身上，一点力都不肯使。借酒装疯是吧？那就玩个大的。他咬着牙把裴某人拖回房，扔到榻上躺着。夫君等着啊，我去给你端醒酒汤。裴荣没理他，像是睡着了。谭悠悠跑去净房拿一壶凉水，气势汹汹赶回来，裴荣却不在榻上了。再一看，床前一个男人侧对着他，慢条斯理地脱衣裳，一件、两件、三四件，落到地上全不见。哎呀，辣眼睛！哇，太完美了！看看这紧窄的腰，还有腰窝。哦，不对，听说男人的应该叫肾窝。看看这肌肉饱满紧实的大长腿，肌理分明的人鱼线。裴荣的脚步声由远及近，谭悠悠几乎能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热气和淡淡酒香。谭悠悠心跳加快，觉得自己大概率装不下去了，就打算逃跑，才动了念头，就被一双滚烫的大手抓住手腕。接着他的手被掰开，裴荣的脸近距离出现在他眼前。哎呀呀，你怎么能这样，羞死人了！裴荣握住他的肩头，一言不发，低下头去。夫君没有洗漱，太臭了。我白天才沐浴过的。你用的碗筷还是中午洗过的呢，要不要再洗啊？哎呀，快去快去！做人要文雅，即便是夫妻，即便是在房中，夫妻之间也是要以礼相待，如此才是长久之道。裴荣不想说话，转身走了。小样！净房中传来水声，谭悠悠翻个身，趴在榻上静静地听着，觉得搭伙过日子的话，裴校长其实也还不错。要睡就赶紧洗了睡，浑身是汗到处滚。谭悠悠大吃一惊，回头一看，只见裴校长披着一件单薄的礼衣，背着手站在不远处，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呵呵，男人打击报复的如此明显，如此迅速。谭悠悠一边起身朝着净房跑，一边欢快地问：夫君不是醉了吗？这么快就醒啦？我想醉就醉，想醒就醒。夫为妻纲，你要怎么样？我不怎么样。夫君请继续。裴荣自己却又笑了，伸手去捉他。他已灵巧地跑进净房，把门牢牢拴上。小半个时辰后，谭悠悠终于香喷喷地出现在床前，裴荣却已经睡着了，而且是睡得很熟的那一种，就连谭悠悠堵他鼻孔都没弄醒。裴荣突然翻个身，伸长手臂把他带入怀中。为何叹气？天太热了。那就不盖被子了。裴荣直接把被子弄走了，谭悠悠矫情着矫情着就顺其自然了，毕竟双方都要尽义务的，人生苦短，该享受的时候还是尽情享受吧。半晌，关键时刻，谭悠悠正哼哼唧唧，突然听见裴荣沉声道：如果我不懂得打理事务，就不值得你上心。男人经常吹牛，夸自己有多厉害，女人偶尔也会吹牛的。夫君就不要计较了，正事要紧。真是个小心眼的男人，这种时候拿捏我。裴荣被最后那一句拉勾的掉了魂，索性一口吹灭了灯，为所欲为。
很久之后，谭悠悠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时辰了，反正她挺满意的，满意到想哼哼唱唱。考虑到贤淑形象，她终究没哼唱出来，而是翻来覆去问裴荣：“夫君，我们很久没出门了，是不是该出去走动走动？”“去哪里呢？你还没带我出去游玩过。”“你怎能这样对我呢？吃干抹净就不管了？”“你想怎样？”半个时辰后，裴荣还睁着眼睛睡不着，谭悠悠却早就睡得打起了小呼噜。“师娘，师傅今天怎么没管你？”“他在给你写字帖。”“不对，他为什么要管我？”“师傅不是不许您在这门前蹲蹲站站的吗？说是不成体统。”“我是为了谁？不是你让我带你出来看小鸟的吗？现在你说我不成体统，还我的棒棒糖！”安保赶紧护住糖，指着前方道：“哇，有人来了！”“安保啊，师娘的糖和点心好不好吃？你要听师傅的话呢，还是听师娘的话呢？”“当然是听师娘的了。”谭悠悠出手如闪电，瞬间拔走安保的糖。“哎，小鬼头，竟然敢哄我，也不看看我是谁！”“我没哄你啊！”“人在哪里？”谭悠悠转过身，准备来个现场指证，却险些将棒棒糖戳到一个人的胖脸上。“哎呦，对不住，我眼瞎没看到您了。”“怪我不好，不关师娘的事。”“哎呀，不妨事。哎，你们在做什么呢？”“这小雀从树上掉下来，始终飞不起来，我怕它被人抓走，就让师娘陪我守着。”“守它做什么？这么肥美，烤了下酒吃最好。”“那不行，不能无故伤及鸟兽。阿弥陀佛。”“难道你平日不吃肉的？”“吃啊，但我没有当着小孩子的面杀鸡宰猪吗？”“哎呀，这小雀子呀，还不到出窝的时候，靠它自己是飞不回去的。要不你把它捧了，拿梯子送回去。”“师娘不许我碰，说是大雀子发现它被人碰过以后，就不理它了，会让它饿死。”“那就把它吃了，你不要就给我。”“不能吃！师娘，揍他！”“你让我揍人，我能揍得过谁？”“哎呀，这位老伯逗你玩的呢，捡了养在盒子里吧，每天喂它小米和水，总有一天它能自己飞走。”安保跑过去，笨拙地捧住小雀子，冲胖男人皱皱鼻子，跑回家去了。谭悠悠笑一笑，看着这胖男人走进陈二郎的家。那位小郭夫人说过要带他去吃各大高门的美食，后面也一直没露过脸，好让人失望。谭悠悠感叹着往里走，迎面遇到柳枝来寻他。“晚饭来一道炸鹌鹑，告诉厨房，要外酥里嫩，火候刚好。如果炸焦了，就留着他们自己吃，拿月钱还我。”“你还知道回来？”“夫君这话问的奇怪，我一直都在家啊。”“有你这样做师娘的吗？你去看看，谁家主母会像你这样不顾仪态地蹲在门口玩半天？越来越不像话，也不怕带坏小孩子。”“夫君说话不算数，你说过不在人前骂我的。”“那要看是什么错，似你这等越来越出格，我就得管你。”谭悠悠撅着小红嘴不出声。“小姐，贤良淑德，贤良淑德。”谭悠悠长出气，要征服改变一个老古板有多难，目前只是万里长征第2步。他走上前，低眉顺眼解救可怜的小安保。“夫君，我是想叫安保什么是善心，并不是有意跑到门口蹲着的。”“我看你是忍了又忍，才勉强忍住口水吧。”“哪有，我很善良的。”
就是师娘最善良了。刚才有个坏老头让我吃了这小雀子，是师娘帮我护着的。写10篇大字，写不完不准睡。安保哇的一声哭起来，捧着惊慌失措的小雀子跌跌撞撞往里走。我去看看晚饭。谭氏，你站住！夫君叫我。裴荣才说了一个字，门就被人拍响了。陈二郎喜滋滋道：我家长辈来看我们，相公，你带着弟妹过来吃晚饭。今日来我家做客，我让我家娘子亲自下厨款待几位。你家小娘子若是不肯听你话呢？她敢。是的，我不敢，我可怕夫君了。哎呦，好有趣的夫妻呀！从陈家出来，谭悠悠就把裴某人丢给小五。夫君说是要去书房住，你记得把它洗刷干净，伺候好。小五殷勤地答应着，果真把裴荣扶去了书房。次日一早，谭悠悠睁开眼睛，惊见本该在书房的裴某人竟然躺在他身边。谭悠悠戳戳裴荣的胸：夫君，夫君，醒来。裴荣不动，没反应。走水啦，走水啦！胡闹！如此大事岂能胡说八道？我已经说了，夫君打算怎么办？裴荣瞪了他一会，板着脸起身穿衣，打算冷处理。我一直在想，隔壁那位袁舅舅到底是个什么人？好奇怪啊！是个宦官，而且地位不低，不然不能独自出宫过夜。你怎么知道？他不是长着胡须吗？你们闺阁妇人不懂得这些也正常，那是贴的，他不想让人知道他的身份。至于陈家夫妇是否知道，我也不清楚。多谢夫君解惑，夫君真是才高八斗，见识深远。裴荣总觉得谭悠悠这话仿佛在讽刺，但见他严肃又认真，只好当作自己多想了。无论如何，咱们不管人家的闲事。陈二郎是榜眼，已入翰林，前途远大，让人知道他家长辈是宦官，不是好事。你千万闭紧了嘴，不要往外乱说，他们是真不容易。我记住了。夫君真善良。这不是正常该做的事吗？起来，说过要回请人家的。夫君昨夜当着陈家人的面说，我不敢不听你的话。现在我想试试，不听你的话会怎样？大清早的找茬，罪人罪话你也当真？我也要面子的。夫君不给我面子，等于夫君自己没面子。我有面子，夫君更有面子，不对吗？知道了，快起，等会客人来了。谭悠悠看着门关上，送了裴荣一个白眼。小姐，小姐，有人送了帖子过来，请您去赴宴呢。我不认识这家人啊，会不会搞错了？有没有另外派帖子请夫君？门房只送了这个来，没提过夜的事，或是送去外书房也不一定呢。谭悠悠把帖子放到裴荣面前，邀我后天去做客呢。夫君有没有帖子啊？这家人我不认识，不晓得该不该去。或真是女眷自己举行的私宴，待我托人打听一下，再决定去不去。只能这样了。谭悠悠决定还是把孟嬷嬷请来，陪着她一起去。说着说着，就见裴荣目光一直往他小腹上瞟，就伸手把小腹掩住。夫君看什么呢？我有事要出门。夫君慢走，一路小心，早些归家。每次他出门都是这几句话，一点诚意都没有。裴荣不太高兴地走出去，想想浓眉又皱了起来。隔壁都有动静了，为何他家迟迟没有动静？舅母使人回复你没有？回复了，他们都要去。谭悠悠上前接过他的外衣，递一杯凉茶，再递一把扇子。热吧？还好。裴荣递一只匣子给他，给你弄了养颜丹。哪有什么养颜丹？
夫君被人骗了。怎么着？人家是告诉你能返老还童，还是能青春永驻？不是，就是能让人肌肤变白。我看你最近总带着安保在外面跑，都晒黑了，想着你大概会需要。不喜欢就算了。喜欢喜欢，哎呀。早晚各服1粒，饭后清水送服，连服1月方才有效。好好好，等会儿我就用。裴荣满意点头，自去盥洗。等到晚间歇息，裴荣走进卧房，见谭悠悠躺在躺椅上一动不动，以为他睡着了，便上前唤他去床上安睡，却见谭悠悠顶着一张褐色的脸，冲着他眨巴眨巴眼睛。夫君不用等我，我很快就好。你这是在干什么？你的脸怎么了？我在用夫君特意为我准备的美白丸。美白丸？就是姑爷带回来给小姐美白肌肤的那个呀。瞧，把这个药丸啊碾碎，加上牛乳调成糊状，再敷到小姐脸上。为了防止不适，要先在耳后试一试才行。谭悠悠，夫君有事？裴荣看他顶着那张褐色的脸，睁着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无辜地望着自己，想骂又骂不出来，一甩袖子走了。怎么办？姑爷好像生气了呢。柳枝有些害怕，谭悠悠弹跳起来，直奔净房，3下5除2把脸洗得干干净净，再对着镜子左顾右盼，确认自己的脸没问题，这才笑眯眯地跑回去躺上床。以为他是谁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往肚子里塞，吃坏了怎么办？他又没生病。您不去哄哄姑爷吗？他不回来怎么办？凉拌呗。谭悠悠最近吃得太饱，只想歇歇。正说着，就听见门响，裴荣板着脸走进来，站在床前一言不发。柳枝赶紧退下。夜深了，夫君还不歇下吗？明日还要早起呢。让你吃的药，你为何敷上脸了？我是觉得啊，吃下肚去，哪有直接敷在脸上效果快呢？对吧？进了肚子，还要通过5脏6腑、血脉经络，等到脸上，药效只剩不到1/10了。裴荣听不得他鬼扯，一口气吹灭灯，躺下了。过了一会儿，床帐中便传出谭悠悠讨饶的声音：“夫君清醒，我错了。错是错了，改是不改的。”裴荣想到这里更加用力，稍后还给谭悠悠垫了个枕头。第二天早上，谭悠悠没能起来床，裴荣倒是神清气爽，各种温柔体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谭悠悠咬着背角，瞅着裴某人的背影，牙痒痒。说好的诚实端方君子呢，居然也会骗人了。多亏他聪明，不然指不定什么时候肚子里就揣个小包子了。他才不干。何况为啥没孩子就该女人吃药？说不定是男人有问题呢。当天夜里，裴荣又想再接再厉继续耕耘，才刚靠过去，谭悠悠就捂着肚子哼哼唧唧：“哎呀，疼，好疼啊！哎呀，裴荣不知他是真还是假，但见他翻来覆去的，又怕是真的，就张罗着要请大夫。别，3更半夜请大夫也麻烦。夫君帮我揉揉就好了。裴荣被他缠不过，只好帮他揉，揉了又揉，手都软了。谭悠悠还没好，揉到困意上头，只求能不再揉，其他什么都好说。等到谭悠悠说好些了，裴荣立刻松一口气，躺下去翻个身就睡着了，梦都没做一个。谭悠悠也舒服的不行，谁会想到有朝一日裴校长会帮他揉肚子呢？反正他是没想到。你怎么认识小郭夫人的？谭悠悠一指糟鹅掌，为了这口吃的。这是你的运气。他可是个滑头的，不知有多少人想往他身边凑，从来没有一个成功的。当面笑呵呵，转过身就不认。
你是他亲自点名要带来出席宴会的第一人，所以你要小心，肯定有人眼红嫉妒，给你使绊子。稍后跟牢我们，别乱走。这位是谁啊？他一直瞪我，怪吓人的。那是朱御史家的夫人陶氏。早前和小国夫人玩得不错，后来不知怎么两人掰了。他怕是见你和小国夫人好，看不顺眼，你小心些。正说着，就见那朱御史夫人陶大妈站了起来，眼睛恶狠狠地瞪着谭悠悠，大步流星走过来，将手中一壶酒用力往桌上一放。这位妹妹生得真好，我与你一见如故。来，我俩喝一杯。朱夫人，我家侄媳妇不善饮酒。与尔何干？这是我和我小妹妹的事儿，她自己有嘴，让她自己说。喝不喝？不喝就是看不起我。这位大娘，承蒙您看得起我，称我一声小妹妹，我却不敢妄自尊大。您瞧着比我年岁大许多，我该称您大娘才是。这位大娘，我不胜酒力，但一杯还是能喝的。您是前辈，我先干为敬。言罢一仰脖子，咕咚一声把杯子里的酒给喝光了。好了好了，怎么不是果子酒？哼，果子酒有什么意思呀？糟鹅掌当然要配烧刀子才过瘾。再来一杯，咱姐俩好事成双。不能喝了，我喝不成这种酒。你看不起我？好吧，那就再喝一杯。喝完之后再一次喊辣，眼里泪光闪闪，我见犹怜。我与妹妹十分投缘，再来一杯，换犀角大杯，凑个连中3元。嗨，意思意思得了，换什么犀角大杯呀？我们家可没那么多酒给你们糟蹋。宋家姐姐待客不诚心啊！之前下帖子时说是酒管够，菜管足，这会儿又怕我们喝光了你的酒，没意思。这位是陆翰林夫人，他家夫君早前和相光有过些局语。喝，好吗？那如果我喝光了，大娘一定也要喝光。那是自然。谭悠悠软糯糯地接过犀牛角杯，双手捧定，埋着头狂喝一气。我喝光了，该大娘您了。大娘，该您了。您不会要赖账吧？做人必须言而有信，老人欺负新人已很过分，若再耍赖，与下九流无异。好了，我也喝光了。连中3元不够，咱们再来一个4季发财，再满上大杯。陶大妈很犹豫，她的酒量有多大她自己清楚，现在已是极限，但这小丫头看着早就不行了，可就是不倒。来，这回该大娘先喝了。好，我先喝。你若喝不下去，别怪我灌你喝。要是您喝不下去，我能灌您吗？当然能，还请各位做个见证。我2人无论是谁喝不下这一杯酒，都可以灌。陶大妈断断续续饮了半杯酒，再也喝不下去，红着脸指向谭悠悠：“你喝，喝完我再接着喝。”谭悠悠端起犀角杯，仰着头连续不停地喝，不过片刻功夫就已亮了杯底。来，该你了，大娘。我不。陶大妈晕头转向，想要耍赖。谭悠悠一提裙摆冲上去，一手扶住她的后脑勺，一手抓住犀角杯，径直往她嘴里灌，边灌边碎碎念：“求求你做个人吧，一把年纪了还这么不要脸。”
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哎呀，好了好了，到此为止。宋御史夫人忙着上前把二人分开，压着陶大妈给谭悠悠赔礼认错。呸！不要脸！欺负人家白参年纪小是吗？这是不把主人家和我家看在眼里，也是不把小郭夫人看在眼里。以后但凡有我在的地方，你最好别出现，不然见你一次臊你一次。呸！朱夫人，你家朱御史也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大丈夫，你这做妻子的不能当贤良助力也就罢了，至少别拖后腿。你们刚才既然让我做了见证，你就得把这酒喝光，不然我这见证人面上无光。下一次有我在的地方也不想看到你了。陶大妈左右为难，后悔万分，两眼上翻，准备晕厥过去，却被杨舅母指着脸道：你敢装晕？装了试试看。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大娘知道错就好了。我不比您爱惹事儿，怎么也得感谢郭夫人领我赴宴，感谢宋夫人请我好吃好喝，不让舅母操心，不扫大家的兴。息事宁人，这是宋夫人最想要的结果，当即看谭悠悠十分顺眼。就是，我们是有家教的人家，自己不长脑子，也不知是谁给撺掇的。拼酒，真想得出来。怎么也该来个车轮战嘛！你孤身奋战，说明人缘不好啊。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座的多数都是好人，谁愿意和你呢？陶大妈羞愧难当，醉酒顿倒，被宋夫人使人扶了下去。谭悠悠笑一笑，翻个身，安安静静地睡着了。待到一觉醒来，已是次日清晨。他伸个懒腰，哼唧出声：儿子，我口渴。一杯温水递到他唇边，裴荣的声音冷冰冰的：喝吧。谢谢夫君。不想睡就起来吃饭，我不骂你。裴荣伸出大手握住他的手掌，准备拉他起身。谭悠悠顺势扑到他怀里，紧紧搂住他的脖子，脸贴着他的脸，小声道：夫君当然不能骂我了，我又没错。怪我不好，但是你可以不喝的，没必要为难自己。我们之前说过，这件事你不用管了，我自己处理。我知道啊，我就是从一本书中看的，说是烈酒装入犀角杯中能够激发酒香，所以想要试试。还有就是陶大妈的样子太丑了，我想狠狠打她的脸。犀角杯我们家中也有的，你打人家的脸，却把自己也给喝倒了。你知不知道你昨夜睡得像猪一样，我也想把你的脸打肿呢。啊，夫君不要，人家这肌肤吹弹可破，又香又嫩，哪里能和您老人家脸皮拼？你是我三世的仇人。不对，分明你是我三世的恩人。我这辈子就是来还你恩情的，不然你哪儿去找我这么能干又善良的媳妇儿呢？对不对？话多成水，起床吃饭。哎呀，人家腿软走不动，夫君抱我。裴荣看着他不动弹，我太可怜了，在外面被别人欺负，回家夫君还不心疼我，让他抱一抱都不肯。裴荣伟岸的身躯便一点点软下来，默不作声地弯腰抱起他。谭悠悠立刻搂住男人的脖子，亲了他的下颌一口。夫君，我喜欢你这样对我，特别喜欢。裴荣一僵，虽未说什么，动作更温柔了。他把谭悠悠轻轻放在床沿坐好，还给他拿了衣衫，笨拙的要帮他穿。夫君是守了我一夜没睡觉吗？你想得美。
谭悠悠再抱住他，亲一口他的脑门。我不但想得美，还长得美。夫君，我还想吃宋御史家的糟鹅掌，怎么办？昨天没吃够。你放心，以后一定让你吃个够，吃得随心所欲，吃一碗倒一碗都可以。那不要，太糟蹋了。其实啊，宋御史家的酒真不赖。哎，你看我喝了这么多，醒来头也不痛。下次不许再喝这么多。那你呢？我一样。拉钩。不了，我不是小孩子。夫君别走啊！哎呀，我胃痛！哎呀！午饭时，谭悠悠如愿以偿地吃上了宋家的糟鹅掌和凉拌藕带。夫君待我真好。我就是随口一说，你怎么就能跑去宋家给我讨要糟鹅掌和凉拌藕带呢？多不好意思啊。不过也无所谓了，显得你真性情。怜惜自己的妻子才是真大丈夫嘛，是不是？夫君，你没有跑去朱御史家吧？这事就算了啊，女人间的争斗别扯上男人。他输得挺惨的，给我作揖鞠躬，发髻都差不多挨着地面了。你是没看到他那个样子。裴荣面无表情地看着面前那张小红嘴，嘚吧嘚吧说个不停，只觉得有几十只鸭子在耳边不停地聒噪。食不言。哦，好的，夫君。裴荣看他吃的差不多了，等他歇小半个时辰再让他午睡，除了水之外，不许给他吃别的东西。诺。裴荣整一整衣衫，神色肃穆地往外走。我有事要办，晚上不回来吃饭，你该睡就睡，该吃就吃，不必等我。夫君要去哪里？男人的事女人少问。好稀罕哦。申时，京中各处的官员们纷纷下衙，翰林院的翰林们也三三两两地走出翰林院，准备归家。忽见翰林院外的空地上有一人席地而坐。那不是裴相光吗？他这是干什么？怎么会跑到这里坐着？相光兄弟，你怎么会在此？怎么了？陈二哥，我有事要巡路翰林，与你无关，趁早归家。相光，你这话不对。你我既然兄弟相称，有事便该互相帮扶。说给哥哥听听，怎么回事？哥哥替你做主。陈翰林，你才半只脚踏进翰林院，屁股都没坐热，你替谁做主啊？我看你呀，大名鼎鼎的相光公子都不知道吧？还真不知道。但我早知道我相光兄弟才气过人，这没得错。相光公子啊，久违了，您这是打哪儿来啊？有何事啊？给姜老见礼，我今日是来寻陆宗善、陆翰林的，我欲与他斗诗，还请诸位做个见证。陆宗善是谁呢？他的先生是曾与王大学士一起为先帝金上诸皇子于文华殿讲经的交大学士。6年前的五仙湖畔赏荷论经会上，作为交大学士的爱徒，陆宗善大拜王大学士的大徒弟，志得意满，睥睨天下。可惜这种得意没能维持半个时辰，16岁的翩翩少年郎裴荣引经据典，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他打得落花流水，羞愤欲死。这二人的仇怨便是从那结下的。在之后，裴荣远走秋城，销声匿迹。相光，许久不见，你一向可好？宗善，许久不见，你瞧着挺好。承蒙圣恩，陆某这些年确实过得不错，只恨才疏学浅，有负圣恩，不能为陛下分忧解难。相光，你是真可惜了。我今日寻你，是因为突然想起当年赏荷论经会上忘了与你比诗才，今日特来补上。你想找事是不是啊？当年的教训还不够吗？当年的教训，不知陆翰林指的是什么？是你惨败于我，还是指我御前失仪？你
看来你是没有受到教训。你想与我比，我就要与你比吗？你一介白参，算什么东西啊？你不敢，你怕了，你怕输给我。我是不屑。来人，把这个不知所谓的疯子给我赶走。你不敢，你怕了，你怕输给我。翰林们议论纷纷，指指点点，他们好像都已经认定他输了。我让你们把这个疯子赶走，你们听不见吗？你竟然成了这个样子，真丑陋。你听着，你今日若不与我比试，稍后五仙湖畔赏荷会，我会直接向你挑战。陆兄，为何不与相光公子比试啊？你二人皆是青年才俊，也叫我等开开眼界，重温6年前那场辩经会的风采啊！陆翰林，我虽然不知道具体怎么回事，但你不该这样。都是读书人，不想比就不比，好好说呀。为什么要仗势欺人，让杂役赶走相光呢？我觉得你啊，有辱斯文。关你什么事？你这个官话都说不清的乡巴佬，有辱斯文的是你。你骂谁乡巴佬呢？怎么回事？一群翰林围拢在翰林院外吵闹嚷嚷，如同菜市叫骂，成何体统？阁老，阁老，是有人挑事。荆轲榜眼，是你挑事？陆翰林骂我乡巴佬，有辱斯文。是你先骂我的。此事因裴某而起，与陈二郎无关。啊，裴相光？是裴某。他要和你比诗才，你为何不与他比？是怕输吗？不行，堂堂翰林怎能惧怕区区一介白参？你必须比，不然就是丢了我翰林院的脸面。阁老，不好比的，万一输了怎么办？哼，怎么可能输呢？翰林就是日常做学问的人，陆翰林又是其中翘楚，老夫对他充满信心。也行，不在这里比，那就留到五仙湖赏荷会上比。小陆，你保证能赢的吧？五仙湖赏荷会上必须赢，不然那脸面丢的可就大了。人家说的不是你陆宗山，而是要说整个翰林院。说不定天子降怒，你我都担待不起。要不答应裴相光吧，就在这儿比，输了也只是你们俩的私事，不会牵连大家。就这样定了，马上比，老夫来做见证。要怎么比？画下道道来。请阁老命题，以一炷香为限，看谁做的诗最多，意象更好。青烟缭绕，一炷香很快燃到尽头。停，交卷。郭阁老严肃地命令裴荣和陆宗善停下，杂役小跑上前收走二人手中诗作。阁老，只是您一人评判吗？陆翰林想让谁参与评判？让我的先生。陆翰林这是有多怕输呢？必须自家先生在场才能赢。宗山，先生近来身体欠安，这种事情还是别劳烦他老人家了。你若信得过我们，便由我们来品评，如何？那边郭阁老已经看完二人诗作，轻飘飘道：你要请谁来品评都行，老夫不怕人说我徇私。我判裴相光赢，各位可以传看。郭阁老以一炷香为限，以和为题，裴荣写了2首，陆宗善写了1首半。写诗这种事当然不是以多胜出，讲的是品质。众人只看了裴荣的第1首诗，就已爱不释手。唯有绿荷红菡萏，卷书开合任天真。
诗作传到陆宗善手中，他呆立不动，满脑子想的都是他完了。从此刻起，他变成了士林中的笑谈，再无颜面见人。天色渐晚，暮色四合，翰林院前看热闹的人已经散去，唯独留下裴荣和陆宗善二人。裴相光，我与你什么仇什么怨？你为何总是害我？6年前是时势使然，怪不得你，也怪不得我。这一次，你该回家问一问尊夫人。陆宗善羞愤欲绝，怎么离开的都不知道。裴荣夹着草席，昂首阔步行于街面。陈二郎跑出来：“相光兄弟，你的事了结了，走，我们一起回家。”多谢兄长一直等我。哎呀，你太不够意思了，居然瞒了我这么久，害得我被人嘲笑。走，今晚去我家吃饭，咱哥俩必须喝一盅。我还有事，改日吧。街角处停着一声小轿，阁老，他们走了。卷书开合任天真，好诗啊！这么多年过去了，裴相光还是那个裴相光。传令，跟紧陆宗善等人，不要让他们再出来害人。哼，技不如人，就该羞愧欲死，躲在家中不露面才是，还敢害人？这世间的狠人都是不要脸的人呢，要脸的早就死了。常随大着胆子道：“阁老要不要呢？”我老郭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走吧，回家已是迟了。夫人呢，又该罚我跪搓衣板了。谭悠悠在家也是睡醒2觉，裴荣还没回来。耳听着木鼓一响，将要宵禁，他是真有些急了。少奶奶，隔壁陈翰林家使人过来说，之前见着咱们公子，公子有事前去访友，今夜会回来的很晚，让您别等了。陈二哥是在哪里见着夫君的？陈家下人没说。谭悠悠坐了一会儿，觉得不是太踏实，索性去了隔壁。谭姐姐，陈二哥。谭悠悠敲了敲门，这2口子看到他，热情更甚从前。陈二郎太过激动，谭悠悠好一些才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裴铿铿去替他报仇了。谭悠悠晕乎乎的回到家里，第一时间就是找来孟嬷嬷。嬷嬷，夫君是不是找您问过话了？您醉成这样，总要有个说法。少奶奶，老奴虽然年纪大了，眼睛可还好着呢，耳朵也没聋，心也没瞎，谁好谁歹，心里有数。嬷嬷最能干，不然怎会我出门就要请您镇场子呢？谭悠悠吹捧好了孟嬷嬷，冷静下来就开始担忧。裴荣好不容易沉寂下来，因为这件事又浮出水面，会不会遭致新一轮打击？月色朦胧，裴荣与送他的人道别。哎呀，公子可回来了，少奶奶命下仆一直在门前守着。哦，公子回来了，少奶奶命下仆加紧防范。行到二门处，谭悠悠已经等在了那里。夫君，你可算回来了。饿不饿？我给你煮面吃啊。为何不睡？等你啊，我可先亮书的了。裴荣收回目光，仰着头往前走。谭悠悠追上去，抓住他的衣袖凑过去，小狗一样的到处闻嗅。你干什么？看看夫君是否有在外面喝花酒啊。谭悠悠理直气壮地插着小蛮腰，小眼睛盯着他看了会儿，又甜蜜蜜地笑了，凑上去死皮赖脸地把手塞进他掌中，小声道：夫君，我今夜特别挂念你，你不回来我都睡不着。裴荣想起回家之后见到的一系列事情，相信他说的都是真话，便默不作声地将他的手握紧了。小半个时辰后，谭悠悠躺在裴荣怀里，将手伸到他胸前，画了一个又一个圈圈。要睡就睡，不睡就起，干什么？
就要这样才踏实。夫君，你为什么要去找陆宗善呢？日子好，想找就找。难道夫君不是因为想替我出气，心疼我吗？夫君不要不好意思嘛，都老夫老妻了，说体姐话不算什么，说了就好睡觉了。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哪样？谭悠悠忍无可忍，翻身骑上去准备继续捣乱，却被掐住腰肢，再也逃不得。我原本想着你宿醉该好好休息，是你自找的。裴荣声音嘶哑，一口吹灭了灯。谭悠悠表示很后悔，但是如果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他还是会继续骚扰裴铿铿，因为他心情好。次日，裴荣照旧起得极早，还顺手把谭悠悠拎了起来。他在那舞剑打拳，强身健体，谭悠悠就在那哈欠连天，看他表演，虽各种撒赖，却是没有半句抱怨。早饭时，裴荣终于忍不住：“你为何没抱怨？”“抱怨什么？”谭悠悠给他加了个红焖海参。大清早吃这么好。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饭要好，午饭要饱，晚饭要少。为什么不能吃得好？吃吧吃吧，只要能吃就使劲儿吃，过几天咱们吃鲍鱼。一想到谭悠悠昨天夜里的表现，裴荣瞬间了然，当即微沉了脸。谭悠悠，你在想些什么呢？没想什么，就想和夫君过好每一天，吃好喝好睡好玩好。这么害怕，要不我先送你回秋城。好啊好啊。谭悠悠叫了2声好，见男人的俊脸黑得不能更黑，就嘿嘿笑了。我生是夫君的人，死是夫君的鬼，咱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信你个鬼！裴荣脑海中陡然冒出这句话来，然后自己把自己吓着了。于是他气呼呼地瞪向谭悠悠，却得到谭悠悠羞答答一个笑脸，于是那口气莫名其妙又散了。不用害怕，此事我已善后，不会引起太大波澜。夫君早说嘛，害得我把干货全都泡发了。这么热的天，这样的补还是要上火，得去药铺抓些凉茶去火才行。裴荣索性放下筷子走人，眼不见心不烦。谭悠悠嚼着海参，觉得裴某人似乎有些回避，不太乐意告诉他的后手是啥的样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晚间，裴荣回房，看到谭悠悠坐在灯下，笨手笨脚的和手里的小鞋子奋斗，眼睛立时一亮，若无其事道：“你做的这是什么东西啊？奇奇怪怪的。”“小鞋子啊，这是鞋底。哎呀，太难了，世上怎会有如此艰难之事？”裴荣一声不吭，眼巴巴地凑了过去。“怎么了？为什么做这个？是不是咱们有了？”“有什么了？”“就是有孩儿了。”谭悠悠假意掰着手指算，“好像，似乎……哎呀，真的！”裴荣一下子激动起来，猛地起身蹲到他面前，先是将手紧紧搂住他，随后又赶紧放松力度，小心翼翼地环住。“悠悠，我在，校长。”“什么？”“啊，没啥。你要干嘛？别这样，我慌张，我害怕。”“真是长大了些，你为何不早提醒我？胎位坐稳之前不能蹲轮的。”“什么小腹长大了？那明明是肥肉啊，肥肉！男人都这么眼瞎的吗？”“夫君啊，我知道世人都想要儿子，何况咱们家还是几代单传。可若是我这怀的要是女儿，那怎么办？”
女儿怎么了？我俩的女儿一定钟灵毓秀。那要是一直没有儿子呢？不许乱说，实在没有，就是命数如此，该认命时还得认命，你要想得开。谭悠悠张目结舌，他要想得开？明明是裴某人必须想得开吧。裴荣又摸摸他肚子上的肥肉。其实我想，倘若一直没有儿子，或许咱家日子就平安康泰了，这样也挺好。谭悠悠学着裴荣的样子，伸出肉爪子拍拍他的狗头。夫君能这样想得开，我就放心了。你以为我是什么？食古不化？没有，我没这么想过。夫君啊，其实这双鞋是隔壁潘姐姐托我帮她做的，说是让孩子沾沾我的福气。你骗我？是真的，不信你去问问。还有，你在我肚子上摸到的不是你儿子，是我的肥肉。裴荣捏了捏俊脸，肉眼可见的变黑变冷，唰的站起来。你夫君，我就是想和你开个玩笑而已，你不会和我生气的，对吧？毕竟你不是食古不化的人，夫妻间开个小玩笑很正常的，对吧？还有，一直没怀上那是命数，咱俩都要认命，对吧？裴荣深呼吸，指着他想说点啥又没说出来，不说吧实在憋屈的厉害，毕竟不是谁都能摸着人肚子上的肥肉叫儿子的。我都没怪夫君嘲笑我胖了，女人很在乎这个的。裴荣再次深呼吸，转过身大步走了出去。夫君，别走啊，我错了。谭悠悠干嚎几声，笑得打跌，顺便摸摸自己小肚子上的肥肉，决定要减肥。柳枝摊着脸收走小鞋子。小姐，您是多无聊啊，居然忍心折腾姑爷这样的老实人。他老实？好吧，我哄哄他，如果他回来的话。话音未落，裴荣就出现在门前，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柳枝立刻拉着莲枝消失不见，留他夫妻二人在房。夫君，我错了，别生气了，我就是想知道你是爱我多一点，还是只在乎我能不能为你生孩子。裴荣没理他，转过身灌血去了。谭悠悠讨了个没趣，却也不怎么在乎，收拾好就躺下了。没多会儿，裴荣带着一身水气走出来，板着脸吹灭了灯，一把将他抓了过去。我错了，夫君，别打我。裴荣低头吻上去，堵住噪音来源。良久之后，谭悠悠双眼无神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嗓子都是哑的。夫君为什么不生气了？虽要认命，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我还年轻，还该努力，不能闲着。谭悠悠艰难地翻过身，噙着眼泪咬住背角。他太难了，真的。外表斯文冷静的人，变态起来真的很吓人，真的是太可怕了。若是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和裴校长说再来一次。转眼就到了福王府请客的日子。谭悠悠一大早起了床，吃过早饭就开始收拾打扮。差不多了。确实差不多了，又不是去学美，对吧？万一打扮得太美，压过在场所有人，引起嫉妒，那可怎么办？裴荣已经习惯他这插科打诨的德行，都懒得管了。再三叮咛不许与人斗气斗酒之后，又不放心地交代了孟嬷嬷一通，直到隔壁潘氏使人来问，这才肯放谭悠悠出门。谭悠悠趴在车窗口，对着倚门送妻的裴某人挥手。怪可怜的，年轻力壮的大男人天天关在家里，居然不无聊。不把他收拾得哭爹叫娘，我就不姓谭。您本来就不姓谭嘛，您是裴谭氏。不许在我面前提某某氏，
谭悠悠翻个身，亮出小肚子，帮我摸摸，肥肉有没有少一点？柳枝摸了2把，很认真的道：没有。我这么辛苦，为什么不瘦？你这么能吃，为什么没胖成猪？夫君来接我吗？谭悠悠扒着窗子冲裴荣笑，然后又哼哼。我太可怜了，这么热的天，在外面奔波整日，不但得不到夫君怜惜，还要被你嘲笑讽骂。这天底下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人了。我现在还没吃饭。家里没有厨子吗？夫君这是要等我回家做好饭，亲自端到你面前，你才肯吃？若你愿意，也可。少奶奶，不是这样的了，公子一直在这附近等着您呢，可担心您了。夫君辛苦了。娘子也辛苦了。裴荣不动声色地替他放好车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专心专意把人护送回家。谭悠悠赖在车上不肯下来，有气无力的道：夫君，我累瘫了，你背我。胡闹，赶紧下来。你要是实在动不了，我让鲍家的背你进去。没良心的。谭悠悠低骂一声，挣扎着下了马车。谭悠悠肯定不会再去厨房给裴荣做饭吃，洗洗涮涮之后就瘫在榻上，享受俩丫头的马杀鸡。等到裴荣吃好饭回来，他已经睡着了。裴荣也不动他，先去盥洗完毕，把门窗关好，这才俯身把他抱起放在床上，再低下头去深嗅一口，奶香、甜香加兰花香，是真的很好闻。谭悠悠翻个身，小声嘟囔：老实些，别以为我好惹，大巴掌招呼你的胖屁股。裴荣侧耳静听，听明白了，不由微微一笑，随手从床头拿起一封信拆开了，对着灯光仔细地看，是寿王世子亲笔写给他的，郑重邀请谭悠悠做娇娇县主的启蒙先生，语气很是谦和诚恳，表示每天都会派车马接送。平时有束修，48节也有专给先生的供奉，问他是否同意。这是很大的面子，也是很难得的机会。在从前他孤身一人时，寿王府绝不肯这样对他示好，这都是谭悠悠给他带来的机会。裴荣收起信件，洗干净手，这才吹灭了灯，在谭悠悠身边轻轻躺下。谭悠悠睡得死沉，直到被裴荣吵醒。他迷迷瞪瞪眯着眼看，晨光微熹，男人的身材健美有力，锲而不舍地拱了又拱，像个奶娃似的。你在做什么？直到用早饭时，谭悠悠也没给裴荣好脸色看。这个臭不要脸的，前天还说他没奶香和甜香味道，今天早上又说很香很甜。别生气了，慢慢就习惯了。食不言。谭悠悠吃好饭起身就走，却被裴荣握住手腕。我昨天收到寿王世子的信，郑重请求你做他家小县主的先生，有束修，48节有供奉。你答应了？这不是轻松差事，没问过你之前，我不会答应。这还差不多。唉，我完了。既然不愿，我这就去回绝。夫君待我真好。谭悠悠冷眼旁观，只看这男人是惺惺作态，还是真心要替他解决问题。毕竟这件事能给安乐侯府带来的好处不止1点2点。裴荣却是认真地收拾了一通，真的骑上马出了门。谭悠悠也不着急，安安心心坐在家里敷脸按摩各种摊，享受清晨的阳光。毕竟以后这样的悠闲日子几乎没有了。小姐，您昨天不是已经答应了吗？怎么还骗姑爷？万一姑爷真去寿王府回绝此事，那边误会怎么办？误会就误会呗，太容易得到的往往不珍惜。昨天话赶话的，我脸皮薄，
也没好意思谈条件。等夫君去帮我谈一谈，得到些好处。姑爷要是知道您这样不诚实的使唤利用他，会不会不太好？怎会不好？男人就是要使劲使唤，别怕磨损，不然不晓得好歹的。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谭悠悠长叹一声，吩咐莲枝看着余下的银丝卷，蒸好以后分别给隔壁杨家各送一些，每个下人中午发一个，他自己则提了一食盒，坐上马车去了寿王府。说好过来教导娇娇的，为何今早相光过来又给回绝了？夫君怕我不懂规矩，犯错误冒犯长辈，也是觉着我不学无术，担心教坏娇娇妹妹。谭悠悠表面忐忑，内心暗喜，这男人总算没有唯利是图，不枉自己给他打了99分。你这么乖巧懂事，心眼又好，怎么可能冒犯长辈不学无术？我看你懂得就很多，兰质慧心。什么这么香啊？娇娇从里头跑出来，直奔谭悠悠跟前，伸手就要抢食盒。娇娇乖宝宝，不行这样的哦，还没孝敬家里的长辈呢。娇娇生气的抬腿去踢他，奈何根本踢不到。谭悠悠俏皮道：踢不到呀，踢不到，小短腿。我不喜欢你了，你滚！我不要看见你，你这个丑八怪，丑死了！半夜出来能把人吓死。不喜欢我的人多了，不差你一个。这是寿王府，该是你的祖父母和父母亲让我滚才行，小孩子做不了主哦。不想看见我，我也不想看见你呢。这么不乖的小孩谁喜欢啊？还有，丑八怪半夜是吓不死人的，天那么黑，看不清楚脸。呸！谭悠悠早有准备，拎着小丫头的领子转半个圈，小丫头的口水全部吐在寿王妃脸上。都怪你，你得给我祖母磕头认错。谭悠悠笑了笑，将娇娇放到地上，且看寿王妃婆媳打算怎么处置这个熊孩子。只见世子妃把娇娇一把拽过去，对着那胖嘟嘟的小脸高高举起手掌，然后轻轻落下。没规矩的孽障，还不赶紧给你祖母磕头认错，给你荣嫂子赔礼。娇娇却和怎么了她似的，躺到地上打滚，使劲儿的嚎。谭悠悠不说话，只笑眯眯地看着寿王妃。聪明的人无需多说。这是我今早亲手做的银丝卷，孝敬给长辈，说是喜欢，以后又做了送来。丫丫拎着食盒要走，刚还在地上打滚的娇娇一咕噜爬起来，追上去抓住食盒使劲儿扯，没抢过来就掀开盖子，抓住里头的银丝卷往地上扔。忽见一只大手伸过来，抓住娇娇往旁边一拽，及时解救了食盒和银丝卷。裴荣站在一旁，神色严肃的垂眸盯着娇娇，不怒而威。娇娇抬头看向裴荣，第一反应就是冲过去踢人，却见裴荣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掏出一把乌亮的戒尺，再眼疾手快地抓住小丫头的手，对着那白胖胖的掌心就是狠狠一下。啪的一声响，娇娇呆了，世子妃傻了，寿王妃也愣住了。刚，太刚了！谭悠悠震惊地捂住嘴。校长，你这样耿直，真的好吗？娇娇反应过来，捂着手仰头望天大哭，这次是真的哭了。宝，打死他！打死这个坏东西！裴荣将长长的手臂一伸，肃穆地拦住世子妃，淡声道：世子妃，慈母多败儿，玉不琢不成器，这孩子再不教导就迟了。我，他还小。裴荣淡淡地瞥了世子妃一眼，不慌不忙地再次抓住娇娇的手，啪的又是一下。从现在开始，县主每说一个脏字，就打一下掌心。救命啊！我要被人打死了！
让他来教你，好不好？不好，我是县主，你不能打我。这把戒尺乃是昔年太后娘娘命人用玄铁锁住，曾打过公主殿下，也教训过不懂规矩的郡主县主，当然也是打得的。没错，这就是孟嬷嬷手里那把戒尺，太后娘娘所赐。叔祖母，既为同宗，自有帮扶族人之意。既然府上有请，我夫妻二人责无旁贷，但要教好孩子，就得听我们的。现下，诸位是否还乐意让我夫妻二人持教？我不要。相光啊，你看这个事这么办好不好？寿王缓步而来，身后跟着寿王世子。叔祖父，世子。谭悠悠见状也跟着行了礼，只是他这个礼行的颇不好看，因为腿上挂着一个撒泼的娇娇县主。起吧，不必多礼。这孩子被宠坏了，如今已是积习难改，中间有些事还没理清，我这里再商量商量，你们先回去可好？是，我们先回去。好的，夫君。柔姐姐，你教我错了，你带我走，我去你家。前何去而后何宫也？谭悠悠默默观察一番，见小丫头害怕地瞅着寿王，就晓得这家中唯一能治熊孩子的就是寿王本尊。不行啊，我家太小了，住不下县主。还有，我家下人特别爱哭，要是县主打了他们能哭个几天几夜，很吵人的。谭悠悠毫不留情地扒开小丫头的手，把她留在凶案现场，再优雅地蹲了个礼，跟着裴荣后退几步，转身扬长而去。柔姐姐，救命啊！你带我走吧！身后传来娇娇绝望的哭喊声，谭悠悠丝毫不觉得心疼，只觉得极度舒适。再看自家的裴刚刚，怎么看都顺眼无比。为何总是看我？没什么，就是觉得夫君好刚，充满了男子气概。你很奇怪。啊？做妻子的夸赞夫君不是应该的吗？为何奇怪？正常情况下，你该感到害怕才是。毕竟我才刚刚狠狠揍了县主，多半是会得罪寿王府的。裴荣领着谭悠悠走到外间，突然想起来，你是坐王府马车过来的？是啊。夫君要不带我骑马吧？我给你雇马车。却见王府管事追了出来，陪着笑道：哎呦，怎么能让荣少奶奶雇车呢？车已备好，还请少奶奶这边登车。谭悠悠看这态度，猜着寿王及寿王妃应该是没被裴刚刚得罪太狠，便高高兴兴上了车，笑眯眯和王府管事道了谢。夫妻二人慢悠悠回了家，打发走王府的车，再回了房。裴荣这才问谭悠悠，为何不怕？我认为夫君做得很对，教学生不只是先生的事，与其之后教不好徒生怨恨，不如现在先定下规矩。至于怕或是不怕的问题，难道还会比现在更糟吗？裴荣思索片刻，微笑摇头，又伸出大手拍拍谭悠悠的发顶。谭悠悠受不了，夫君能不能别这样了，就像拍狗头似的。拍狗头？你为何如此认为？因为红狗就是这样的呀。那你想要我如何？你也有今天。要这样。裴荣没懂，睁大眼睛盯着他。什么？谭悠悠比划两下手，示意他低头。裴荣听话的低了头，谭悠悠便温柔的在他发顶轻轻抚摸两下，然后笑道：要这样，
如此方显真爱温柔。裴荣垂了眸子，静然而立，许久，翘起唇角，灿然一笑。夫君在笑什么？如此方显真爱温柔。悠悠，你真爱我吗？当然啦，夫君就是我的天啊！天塌下来，我还能活吗？不能。有你在，我才有遮风避雨的地方。所以我非常珍爱夫君，就像珍爱我的眼珠子一样。裴荣仔细品味片刻，眼里的亮光渐渐暗了。其实，你离了我大概会过得更好。谭悠悠把他抱住，小狗似的在他胸前蹭了又蹭，花言巧语。谁说的？我不是那种人，我要从一而终。裴荣抬起大手，习惯性的想要拍谭悠悠的头，想想又改为轻柔抚摸她的后脑，动作小心又轻柔，并没有把她的头发弄乱。就是这样，孺子可教也。饿不啊？我们吃银丝卷啊，我亲手做的，可好吃了。好。给世子妃见礼。快起来，快起来！礼不可废，先叙家礼，再叙诗礼。正是这个道理。既然要教孩子往正道上走，咱们就要先做给他看。谭悠悠一头雾水，只好听从裴荣的指示行事。给世子夫妇见了礼，那二人又站起身来，郑重其事地请他往主位上坐。二位是长辈，又是王府，今日不讲这个，重点是拜师。尊师重道，怎么也该以师为先。先生请上座。谭悠悠也就不客气地在裴荣身边落了座，神色肃穆。是此刻就要拜师吗？是，今日正逢吉日。小郭夫人和陈翰林夫人正好在我家中，他们想过来给二位见礼，不知是否合适。拜师礼就该热热闹闹的才好，请他们二位出来吧。于是在小郭夫人和潘氏的见证下，谭悠悠安然受了小县主的拜师礼，正式荣升为先生。娇娇大概是被狠狠揍过，老实多了，狮子夫妇挺满意的。然而这种满意在遇到胖豆丁安保后就被彻底打破了。在大人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俩孩子已经打成一团，在哭成一团。裴荣抽出戒尺往前一指，指，怎么回事？你先说。我不小心打碎了他的醋汁罐子，醋汁跑了。就是这样。小郭夫人叹为观止，和谭悠悠说道：指挥若定，你家夫君果然了不起，你没夸错。要不我家小子也送来你家算了。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想要趁机混饭吃。你也太精明了吧。寿王世子将这一幕记在心里，回到家就交代妻子：你交代下去，一定不能怠慢相光夫妇，不只是为了娇娇。你的意思是，安乐侯府还能翻身？相光心性坚韧，品行端正，务实有决断，且有才，我看行。谭氏也极好，娇娇若是能学到他一半，后半辈子我不担心了。谭悠悠并不知道雇主给了他这么高的评价，他双眼无神地托着腮，看着在院子里胡作非为、不断祸害花草树木的娇娇，只想买块豆腐撞死算了。为什么上课要定在早上？早上我要料理家务的，我可以让他迟一下来。一日之计在于晨，夏日炎炎正好眠，都是早上读书，哪有下午读书的？别怕，这种事情都是一回生二回熟的，为人师表颇有乐趣。谭悠悠不想说话，并且朝他扔了一本书。裴荣捡起书本，微皱眉头：你若是不高兴，可以扔别的，为何非要扔书？为人师表，
怎可以不爱惜书？唐僧，容姐姐。什么？你刚才说什么？说你唠叨了。谭悠悠没好气地推开他，起身往外走，准备去教训那个祸害他青春的小毛丫头。佳佳，好玩吗？好玩，太好玩了。玩够了吗？我们该上课了。不要，我还没玩够。我数1、2、3，扔掉锅铲，跑去洗手，到屋子里坐好。说是做不到，就要挨揍。哎，吓唬谁呢？1、2、3。谭悠悠话音落下的同时，一手拎起小丫头，一手解除她手中握得死死的锅铲，随后对着小胖屁股就是几巴掌，声音清脆，掌掌见肉。寿王府的大丫鬟吓得捂住眼睛不敢看，娇娇瞪圆眼睛愣了片刻，嗷的一嗓子嚎起来。谭悠悠把她扔到地上，冷漠地抱着双臂看她哭。想哭就哭个够，哭饱就不用吃饭了。娇娇刹住车，准备对着谭悠悠吐口水，嘴刚张开就被她自己的手给塞住了。娇娇震惊地张着嘴，瞪圆眼睛看着自己的手，不明白谭悠悠是怎么在瞬间抓住她的手并塞进她嘴里的。她也曾往别人嘴里塞过东西，却从未尝试过将对方的手塞进去，太新奇了。蓉姐姐，你是怎么想到这个主意的？我从前怎么没想到这个？太好玩了！想知道？看你表现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我听你的话，蓉姐姐，我这就去洗手。娇娇也不叫丫鬟过来伺候，自己又跑去洗了手，再乖乖坐在桌前等谭悠悠给她上课。结果谭悠悠并没有拿出笔墨书本，而是拿出一堆漂亮的石子和彩色颜料。来，我们一起玩吧。把这一章诵读10遍，我回来要检查。安保敢怒不敢言，眼睁睁看着裴荣溜走去徇私。裴荣走到谭悠悠上课的地方，站在窗外悄悄地看，只见一大一小相处和谐。裴荣忍了又忍，最终忍无可忍，抬手轻扣房门，再低咳一声，变成花猫脸的一大一小抬起头来看向他。裴荣严肃地指着桌上的颜料：我的。肯定是夫君的，我又不花花。这些颜料都是最贵的，但是最好看。好看！不但贵，而且很难得。有些原料必须去深山里找，其中还有各色宝石。我知道，因为珍贵难得，所以历经千年不变色。能不能把它们还给我？不能，先生，荣哥哥，巧巧很喜欢这些颜料，能不能别拿走？不行，我必须拿走。我和你买好不好？我不卖，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夫君不是说家里所有的东西我都可以动用吗？谭悠悠撑着下巴盯着裴荣看，满眼都是控诉。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好的，我知道了。咱不稀罕他这个，我另外给你买啊。他这个不好，画到脸上可能洗不干净，咱俩就真成大花猫了。还你，小气鬼！不是，小气哥哥。裴荣抱着一大盒子颜料狼狈地离开，两道目光落在他身后，如芒在背，刺得他极难受。谭悠悠见裴荣走远了，就小声和娇娇说：你看他凶不凶？我可怕他了。太凶了，真的很可怕。他打人比姐姐还要痛，我整整痛了好几天，筷子都拿不动。我看他皱眉就害怕。其实我也被他用戒尺打过，打得我遍地打滚，满屋逃窜。
从桌子下面钻到床下，他都不肯放过我，太吓人，我都不能再想了，想起来就忍不住要哭。这么凶的吗？那你是怎么逃脱的？他爹救了我，他爹就是安乐侯，我的公爹，你该叫一声伯父。太可怕了！他打了你哪里？这里，还有这里。谭悠悠乱指一气。哎呦，痛得我躺在床上3天没起来。你别看我胆子大，其实我最怕他了。也是他一皱眉，眼睛一瞪，我就吓得瑟瑟发抖。那以后咱们别惹他吧。不惹。谭悠悠把娇娇抱起来。走，哎呀，咱们洗脸茶香香去。今天就画这些了，接下来我带你玩球好不好？好啊。娇娇跟着谭悠悠跑进跑出，俨然已是同盟，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可怕的裴荣。这艰难的一天啊！夫君辛苦啦，快来这里坐，我给你打扇子呀。咱夫妻俩说说知心话。裴荣沉默地坐下，沉默地注视着他。夫君为何这样看着我？我原本想着，只要你高兴，些许颜料而已，给你就是。所以又送回去。我听见你说，你很怕我。我用戒尺打得你遍地打滚，满屋逃窜，从桌子下面钻到床下，我都不肯放过你。痛得你躺在床上3天没起来。你只要一看到我皱眉头，就害怕得瑟瑟发抖。谭悠悠把扇子一点点往上挪，直到把脸全部盖住。等到裴荣念叨完，他就躲在扇子下面小声道：夫君，你看我现在是什么样？你是故意拿我那个颜料的吧？是啊，因为它最好看嘛。哎呀，夫君，你看我嘛，我现在这个样子是怎样的？以后你千万别惹我。夫君现在是不是看不到我的脸啦？这叫不要脸，对吧？裴荣瞪着躺椅上的谭悠悠，只觉得气短神虚，耳鸣头晕，总之就是一口气上不来，接下去不是要死就是要疯的状态。裴荣默默起身往外走，谭悠悠一看不好，赶紧丢了蒲扇扑上去抱住他的腰，娇滴滴道：夫君要去哪里啊？我想活得久一点。放开。不能，我离不开夫君的。谭悠悠抓住他的肩头，用力往他背上蹦，双腿稳稳盘在他腰间挂住，再把下巴贴在他肩颈之间，轻言细语：哎呀，夫君别生气可好，不是有意诋毁你的，我主要觉着总打小孩子不好，容易引起误会，也不利于小孩子成长。仔细想想，那丫头不是怕你吗？正好用你这尊大佛镇住她，我就省事了。你再给安保上课，我怕打扰你们，就没和你商量。谭悠悠见裴荣好像没那么生气了，抓住机会往他脸上响亮的亲一口，继续讨好卖乖。夫君啊，你看你多能干，要不是你，这事现在还不是一团乱麻理不清。多亏有你，我才能轻松应对。我真的好敬佩你，好仰慕你啊。裴荣侧目看去，谭悠悠赶紧盯牢他的眼睛，小鹿眼湿漉漉，无辜又纯净。真的。你下来。谭悠悠见哄不好，就乖乖从他身上滑下去，手脚轻灵的像猫儿似的，只怕一不小心就激怒了他。裴荣昂着头，板着脸，大步往外走。谭悠悠咬着帕子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完了，倔驴生气很难哄的。自觉点，别拦我。好的。我走后别来寻我，我不会原谅你的。
原来是疯狂暗示必须不顾一切留住他。谭悠悠睿智地看穿裴荣的真实目的，冲上去把门关紧，再死皮赖脸地抱住他的大长腿。夫君，人家错了啦，原谅我吧，原谅我吧。那要看你怎么做了。夫君想要我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看着办最难办了。夫君，你想要什么吗？怎样都依你了。裴荣险些就要撑不住，不敢再看他的眼睛，只望着屋顶一动不动。再不理人，人家就不哄了。这就是你的诚意。我的诚意在心里，你又看不见。谁说我看不见？裴荣终究没忍住，贴在谭悠悠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谭悠悠震惊地看着裴荣，语气颤抖。啊，夫君，你变了。你的诚意呢？嗯。谭悠悠不情不愿点了头，小声提要求。但是只能有一盏灯，而且要放得远远的，不然不行。还敢提要求？指不定此刻京中已在传言，说我裴相光打老婆打得如何凶残不是人。算了，我不勉强你。裴荣转身往外走。好好好。是夜，室内灯光亮如白昼，谭悠悠捂着眼睛，又被某人坚定地拉开，不得不看清真相，接受失去部分隐私的现实。灭灯之后，裴荣从身后轻轻环着他的腰，低声道：别怕被我看见，你是我的妻，我是你的夫，咱们约好要过一辈子的。谭悠悠不出声，这男人看着斯文沉稳，实际侵略性十足，这一步步的都是想要彻底征服她呢。果然，夫妻之间就是一场战争。哼，我可不怕，且看鹿死谁手。我可是被社会毒打过的社畜，这个家我当定。等我当了家，掌了权，我就只会裴坑坑每天为我洗脚剪指甲，再来一个马杀鸡。谭悠悠阴险地眯起眼睛，然后睡着了。次日，谭悠悠睡得起不来，裴荣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他还躺着不动。裴荣看不下去，直接上前捏住他的鼻子。谭悠悠闭着眼睛哼哼两声，张开嘴巴呼吸，继续睡。裴荣处变不惊，再捂住他的嘴。谭悠悠不情不愿地睁开眼，才想表示愤怒，裴荣就低下头，温柔地亲吻他的眼睛。起吧，天就要亮了。娇娇说过要来我们家吃早饭的，你不想披头散发糊着眼屎面对学生吧？太粗鲁了，你才糊着眼屎呢。少奶奶，小县主来了，世子妃亲自送来的。不会是找我算账的吧？不怕，我同你一起去。好，夫君，你就是我的依靠。裴荣没什么表情地站起身，昂首阔步而去。谭悠悠小跑着跟在后头，翻白眼。这个不解风情的裴刚刚，这种时候难道不该牵着他的手，与他并肩缓行，你侬我侬，说两句甜蜜蜜的情话吗？看这个男人快得被狗追似的。你果然有一套。昨天娇娇回去后特别乖，整晚都没有调皮捣蛋，还认了3个字，写的也好。你是怎么做到的？这孩子精力旺盛，带他玩球玩到累，就只想歇着，不想捣蛋。如此还可强身健体，不至于太胖。劳你费心。世子妃命侍女取了2盒上等颜料递过去，一盒给香光，一盒给你教学用。谭悠悠没客气，一起收了。世子妃又让人取出许多礼盒。
都是给你们的。我也收了束修，不能再收别的。怪我不好，把孩子惯坏了。这些个老毛病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慢慢来，我们不急的。谭悠悠保持痴呆笑，还是舍不得他大孩子呀，居然想用钱财贿赂他。不过好羡慕，对女儿这么好，他想梅姨娘了。想起温柔慈祥的梅姨娘，谭悠悠心酸地抽抽鼻子，要哭的样子。哎呀，我没有怪你的意思，真的，我就是想要对你好，想要你对娇娇好。我是看沈娘待娇娇这么好，突然想起我姨娘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可不是嘛，养儿方知父母恩。姨娘只我一个，看得跟眼珠子似的，什么好的都要留给我。谭悠悠开始表演，但我实在太懒，姨娘为了让我学东西，打断3根竹棍。我那时不懂事，怨她待我太严苛。现在才懂得，她是真的待我好，不然我哪有此刻呢？世子妃沉默片刻，僵硬一笑，命人收了礼盒。时辰差不多了，别耽搁你们上课，我先走了。早就该走了，总也说不完，总也说不完，难怪爹总说您唠叨。你秀没良心的！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了。知道就好。沈娘经常来玩。又是一个小孩子被姨娘暴打的凄惨故事。下一次会是什么呢？被岳父揍还是被岳母揍？说过不翻旧账的。裴荣似笑非笑地瞥他一眼，拿起自己那份颜料，潇洒离去。我们一起做彩色扁食好不好？好吃又好玩。好啊好啊，怎么做呢？我们用鹦鹉菜榨汁揉面，做出来就是翠绿色的；用胡萝卜榨汁揉面就是橘红色的。午后，娇娇骄傲地捧着一盒7扭8歪的绿饺子、橘饺子离开裴宅，并且学会了金木水火土5个字。看着惬意的伸懒腰的谭悠悠，裴荣的心情很复杂。你为何想得到这么多办法？不用特意想吧，需要就会自己冒出来的。看来你是真聪明。当然啦，我就是因为聪明才知道夫君最值得嫁。辛苦了，你休吧。谭悠悠立时爬到床上蒙头大睡。裴荣轻笑摇头，贴心地替他把帐子掩好，只怕蚊虫飞进去咬到他。谭悠悠被一个摊位吸引住，那是几块杜梨木做成的雕板。哎，这是什么？花间彩雕套印板片。谭悠悠简单解释一句，便敛了心神，聚精会神地查看板片。就是它，这个怎么卖？摊主伸出3根手指。30两银子吗？太贵了，便宜些呗。老头探手去取他手中的板片，再挥挥手示意他赶紧走。隔壁摊子的货主笑道：哎呦，这老二是个哑巴，他要的不是30两，而是300两。又不是龙肝凤髓、天鹅肉、仙鹤肉的，几块烂木片卖这么贵？走了走了。谭悠悠不出声，继续拿起板片细看。老头也不理他，随他去看。裴荣走过来：怎么了？谭悠悠一言不发，只将那套板片拿给他看。多少钱？300两银子，好贵啊，是吧？很喜欢吗？谭悠悠猛点头。裴荣取下荷包数银票，眉头都没皱一下。3张100两的银票整整齐齐摆放在眼前。老头慢吞吞地收了银票，再将板片放入一只上了年头的匣子，双手递给谭悠悠。谭悠悠喜不自禁。还有吗？老头没理他，收起摊子就走了。哎呀，这老二经常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倒是每次都会来的。哎，小娘子若是喜欢他的东西啊，下次交易再来，
或许还能遇着。谢了。裴荣赏了那摊主几个大钱，示意谭悠悠：“还有什么是你喜欢的？”没了，谢谢夫君。裴荣点点头，走到另一边杀价捡漏买香药去了。前不久他开了个香药铺，专卖上等香药和自己调制的香丸等，生意还不错。好看，有钱有才，还疼老婆，你这运气可真好。谭悠悠假装谦虚：“姐姐的运气也很好啦，有几个人能做阁老呢？又有几个阁老居内呢？”什么破玩意儿，也值得300两白银。这东西，小爷家里多的是。登徒子，臭流氓！我们走。小郭夫人不想惹麻烦，拉着谭悠悠转身就走。小娘子，你贵姓啊？枝叶。枝叶立时走上来，气势汹汹往小白脸面前一站。壮士饶命，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啊。相国寺内人潮汹涌，又是杨慕云在相亲，谭悠悠不想多惹是非，见小白脸认怂，就示意枝叶撤退。怎么回事？没事了。裴荣见对方果然已经走了，就没再继续追究，只之后再不让谭悠悠脱离自己的视线，走到哪都护着。走得累了，杨大表哥提议：“我们一起去丁家速茶铺子歇歇气。”众人纷纷应许。谭悠悠坐在窗前翻看他才收的宝贝，忽见有暗影挡住光线，抬眼一看，窗外站着个穿绿袍的年轻男人，死死盯着他。见他抬起头来，转身就跑了。谭悠悠有些毛毛的，叫了小郭夫人到一旁，把刚才这事儿悄声说了。是刚才那个登徒子吗？不是的，这个比刚才那个更高一点，穿戴的也更华丽。小郭夫人悄悄叫人往外去搜，却什么都没找到，只在窗下看到2排脚印。因着出了这事儿，谭悠悠不想再在外头逗留，借口身体不适，让裴荣送她先回家。哪里不舒服？不是不舒服，是遇到点事，回家和你说。裴荣也没强迫他，扶他上车坐好，自己骑马随行。夫妻2人走了不远，速茶铺子里走出2个年轻男人，其中一个正是之前调戏谭悠悠的小白脸，另一个穿着绿袍。公子，这真是个上等货色，裴相光真有艳福。若能将这2人同时收入囊中，您这辈子就真值了。裴相光，你给小爷等着！马车进到2门外停下，谭悠悠才下车就被裴荣拉住往内院去。怎么回事？我怕打扰表妹相看，就没嚷嚷，只请小郭夫人神搜了一圈，只在窗下青台上看到2排脚印。无妨，兴许只是碰巧了。总归你才得了新鲜玩意儿，这几天就暂时不外出了，在家歇着。我再去访几个功夫好的做护院。谭悠悠这会儿已经不怕了，很奇怪，他只要和裴荣在一起，心里就很踏实。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安全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似乎是裴荣跑去翰林院挑战陆宗善之后。想到这里，谭悠悠抬起头来，愣愣地看着裴荣。看我做什么？谭悠悠主动抱住他的腰，将脸贴上他的前胸，听着他沉稳的心跳声，心也跟着扑通扑通地跳。我就是觉着跟夫君在一起很踏实，好像那些可怕的事情都不怎么可怕。谭悠悠举起3根手指。我保证这次没撒谎。裴荣收了笑容，目光沉沉地注视他片刻，低下头，轻轻吻在他的发顶上。我知道你没撒谎。谭悠悠乖巧安静地趴在裴荣怀中，像只乖乖的小猫咪。裴荣颇为享受，正想夸他乖，就听谭悠悠很小声的道：夫君，今天你买给我的那个板片很好，
我很喜欢。若是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你能不能再卖给我？裴荣没出声，只沉默地注视着怀里的小女人。谭悠悠乌黑水润的小鹿眼里露出几分心虚。不是叫你白花钱，我自己有钱的，你帮我买了，我付钱给你，好不好？不必了，你这个是名家所画、名家刻制的板片，可遇而不可求，收藏起来颇有价值，我遇到就会买给你。裴荣话音未落，谭悠悠就主动抱住他索吻。夫君，你真好。裴荣的脑袋顿时一片浆糊，什么真心假意都不管了。看着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印出来这么好看呀！我拿去给夫君看。大老板花了大钱，总得让人知道这东西确实值这么多钱，下一次人家给钱才大方。小嫂子，许久不见，一切安好？安好，都安好。谭悠悠探着头往窗里看个不停，直到见着裴荣才笑眯眯地挥手，举起新制成的花笺给他看。裴荣看到，微笑着冲他竖起大拇指，表示他做得很好。谭悠悠心满意足，冲着福王世子蹲了个礼，开开心心转身往回走。小嫂子，我的线没久，你始终没兑现呢。谭悠悠停下脚步，却不忙回答他，只管敷衍地傻笑着，拿眼去看裴荣。裴荣冲他点了头，他才出声答应。好嘞。相光，你这夫纲很正啊，小嫂子居然什么都要听你，是不是你不答应她就不留我吃饭了？那是自然，她敬爱我，自是按照我说的办。啊，他日我成了亲，自也有敬爱我的人，你得意什么呀？我没得意，不过刚好世子问起，我便随口说出事实。钟西英那个事情，你打算怎么办？钟西英的什么事？哼，还想瞒着我？我看你是不把我当朋友看了吧？从前他几次三番纠缠你，你爱惜颜面名声不肯跟我说也就算了，反正你也没吃过什么亏。如今他居然敢打小嫂子的主意，你还能容得下他？你如何得知他在打那人的主意？你这是什么眼神？昨天你们一家人去相国寺买东西了是吧？刚好我家二弟陪着我娘也在丁家茶铺喝茶吃点心，正好看见钟西英立在窗外偷窥小嫂子，他回来就和我说了，让我提醒你小心一些。你这样子，仿佛我是管了不该管的闲事。事关那人名节，是以格外小心，还请见谅。哼，算了，谁让我们是过命的交情，我不和你计较。相光，我总觉得你这次回京以后与我生分了。我是为你好，为府上好。那你为何不忌讳寿王府呢？我家父王与陛下是同胞手足，更为亲近，寿王始终隔了一层，你不忌讳他，反倒忌讳我，这说不过去。为何说不过去？寿王虽为宗正令，辈分也高，门客却比府上少了大半，更不曾集齐半朝权贵家中之厨子为王府备宴。你什么意思？世子以为是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说福王府权倾朝野，惹人忌惮？哼，你不与我往来，就是因为忌惮福王府的势力？裴荣默认。好，你既然觉着不妥，为何不直接提醒我，反倒要用这样的方式？裴相光，你心里可有把我当作朋友和兄弟？此刻我就是在提醒你，这样委婉，世子尚且受不得。若是我莫名跑到你面前提这事，只怕世子是要暴跳如雷吧。世子问我有否将你当作朋友和兄弟，那么敢问世子，你有否将我当作朋友和兄弟？二人双目相对，各不相让。半晌，福王世子率先垂了头。看来我们之间的误会还真是不少。我今日来，主要还是想为你解决钟西英这个大麻烦。你若信得过我，便让我来安排，只要按照我说的办，
保管让他死得透透。你是为了帮我，还是想要借机掰倒后祖？自是为了帮你。钟西英手上至少有20条人命，之所以一直逍遥法外，正是因为仗了皇后的事。若无福王府，你觉着自己是否能够与皇后对抗？此事宜早不宜迟。钟西英想要败坏你们的声誉，容易得很，只需在哪个宴席上随便说几句红话，你们夫妻就算完了。我知道你不在乎，小嫂子呢？你忍心让她一辈子关在后院之中不见天日？让我仔细想想。不急，毕竟是大事，烦请告知小嫂子，今日的献美酒我不喝了，改日再领。告辞。裴荣目送福王世子走远，慢慢的低下头去，半晌又缓缓抬起头来，目光中满是坚毅。好端端的怎么就走了？他不是早就闹着要吃我做的饭菜吗？他家里有急事，说是让你记着，下次双倍补偿他呢。夫君想吃什么，我做给你吃。你做什么都行，我都喜欢吃。真的吗？别做了，让厨房随便做。那不行，我必须做。今天这个很特别的，不信你等着。谭悠悠张着2只手，兴冲冲地跑回厨房去了。不一会儿，厨房里就响起他脆生生的声音。裴荣贪恋地听着这些声响，眼眸中的冷意和坚决更胜之前。上天垂怜他，给他以幸运，无论如何，他都要竭力保住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我不能去郑家，表嫂替我去啊！我相信你，表妹啊，我替你去也不是不可以。但日子是你自己过，再好的人，遇着不搭调的也会水火不容；再不好的人，遇着搭调的，也能琴瑟和鸣。可惜你不是男人，不然我嫁你得了。你嫁给他，我怎么办？我和大表哥商量过了，我们去郑家给你看，老老实实回家待着吧。我哪里不老实了？我难得来你家一次，你总想赶我走，什么意思啊？嫌我不好就赶紧走。若非看在小时候的情面上，我懒得和你这种人说话。裴荣一点反应都没有，仿佛他不存在。杨慕云气不过，又折身回来使劲儿踩他的脚。裴荣才不肯吃这个亏，随手抓起褥子往前一挡，杨慕云就踢在了褥子上，于是又哭又喊，被杨慕妃强行拖走了。夫君谦让一下表妹会怎样？一个大姑娘弄得这样哭着回家去，让人怎么看咱们？你也知道她这么大个姑娘了，还这样不懂事不稳重。我只是她表兄，不是胞兄，打打闹闹成何体统？就算你不计较，旁人看了也要说3道4。按理说，你应该不高兴才是。你不但视若无睹，还替他说话，是因为无所谓吗？夫君做得对，夫君做什么都是对的。我错了，错得非常离谱。再有下次，我一定狠狠地骂杨表妹。那也不必，他不懂事，你不能比他更不懂事。谭悠悠侧目看着裴荣，所以你老人家到底是想闹哪样？裴荣却没看他，而是将目光落到窗外，看着树影斑驳的墙面，微眯了眼，同时牙关紧紧咬着，下颌线条绷得极紧。谭悠悠到这里也看出来，他心里藏了大事。夫君是否有决断不下之事？快和你家军师商量商量，或许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呢。没什么，我在盘算郑培和表妹的亲事。我和大表哥商量好了，明日一早出发去郑家打探情况，你乖乖待在家里，不要外出。任谁怎么和你说，都安心坐在家里等我回来。表妹委托的是我，她不放心你吗？不急，我们先去探探路。我有些事务需得处理，先走了。夫君慢走，夫君不要太累，夫君早些回来。谭悠悠给莲枝使个眼色，示意小丫头赶紧跟上去。半晌，莲枝回来道：
姑爷和枝叶收拾了一大包东西出门，婢子瞧着像是些刀枪棍棒之类的。刀枪棍棒，谭悠悠吓了一跳，匆忙跑到外院去看，果然裴荣挂在墙上的剑不见了。想到裴某人只做不说的性子，谭悠悠头都大了。毫无线索，他就算想把人拉回家，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再看看一脸茫然的柳枝和莲枝，便镇定一笑。当是去铁匠铺修整这些东西，前几天说是天太潮湿，都生锈了。谭悠悠越想越可怕，还不敢胡乱打听，因为害怕走漏风声。柳枝，叫人给我往墙边支个梯子。小姐啊，太晒了，要不再给您绑把伞，挡一挡阳光？贴心。这一站就是差不多1个时辰，天要黑时，裴荣、枝叶、小舞的身影终于在巷口出现。那一堆长枪短棒的是不见了，但3个人看起来衣衫整洁，面容平和，并不像是杀过人的样子。谭悠悠拍拍手上的瓜子壳，准备撤退，以免被裴某人看到骂他不守妇道。然而裴某人已经看到了他，一张俊脸，面无表情，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仿佛在射冰刀子似的。既然跑不掉，那就不跑了。谭悠悠笑眯眯地冲他挥挥手，再优雅地下了梯子。哎呦，我腿麻了，仿佛有千万根针在捉，快来扶着我！哎呦，好麻呀！哎呦，莲枝和柳枝赶紧扶着他往正院去。谭悠悠走一步哼一哼，放开他，退下。整个正院空落落的，只剩下夫妻2人。夫君是想抱我回房吗？你还敢若无其事？有哪个当家主母的会爬上墙头往外张望？成何体统？这就是你答应我的乖乖在家待着不惹事？太不像话了！裴荣更生气了，冲过去将谭悠悠一把抱起，挂在肩上，大步往房里走。幸福来得太突然，裴某人还是第一次这么抱他呢。谭悠悠想着想着就笑了起来。裴荣满肚子怒气，听到他笑个不停，又气又怒，把他扔在床上，对着小翘臀就是2巴掌。还笑？还笑？哎呦，你是疯了吗？夫君快帮我看看，他是不是在晃动？裴荣气得脑袋发晕，却又忍不住顺着他的话仔细观察，确确实实，浑圆挺翘的臀部被打了之后，真在轻轻晃动。谭悠悠没听到裴荣出声，自己伸手摸了一把，沾沾自喜。哎呀，看来这段时间没白练，效果挺好的。夫君有没有发现，我最近身材更好了？裴荣还是没有出声，莫非已经被他迷得晕死过去了？谭悠悠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到裴荣不知什么时候坐在了床沿，将手撑着额头，默默叹气。这是被气死了。谭悠悠爬到他身边，将头枕在他腿上，厚着脸皮往上看。夫君，别生气了，我就是听说你带了刀枪棍棒出门，特别担心害怕，却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寻你阻止你，所以搭了个梯子当望夫石。你个讨债的！胡说，我明明是来还债的。谭悠悠利索地翻身坐起，搂住他的脖子，趴在他背上，低声道：你是不是怕人家说我不守妇道，爬墙装疯一点？今日事急从权，下次我戴个青铜面具。没有下次。是，没有下次。所以夫君干什么去了？最近天气潮湿，家里那些东西生了锈，我顺便把它们拿去给铁匠处理一下。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呢？难道以为我去杀人？杀人犯法，我不会给自己给家里找麻烦的。夫君今日探路，感觉如何？挺好的，
郑家距离京城不算远，道路平整，两旁柳绿花红，起码大概1个时辰就能到。将来表妹想回娘家归宁也方便。裴荣起身走到窗边喝水，始终背对着谭悠悠。心虚的表现。夫君啊，其实今日我本可以让小厮在巷口等您，不用自己爬墙的，对不对？对，你既然想到了，为什么不这样做？因为我发现了2件蹊跷事儿。我注意到四一书铺门前多了个卖糖水的小贩，但是吧，这一整天下来也没几个人跟他买糖水，可他丝毫不着急，就往那一直坐着不动，也不招揽客人。倒是看见咱们家有人进出，就特别感兴趣，站起又坐下，勾着脖子看。还有街对面那棵枣树下有个茶水摊子，对吧？今天有2个闲汉在那坐了整整1个时辰，也是勾着脖子盯着咱家大门看。摊主收摊走了，他们就往枣树下蹲着不走，直到夫君归家也没走。这个时候你去看，指不定人还在那蹲着呢。裴荣敛了怒容，大步流星就往外走。谭悠悠不慌不忙跟出去，但见裴某人利索地跑到他之前站立的梯子下方爬上去，探了小半个头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黑，只剩一点点麻麻亮，但是仍然能看见枣树下方的人影。裴荣利索地下了梯子，再看立在下方仰头看着他笑的谭悠悠，心情格外微妙。他以为他在胡闹，结果人家在做正事。夫君，现下已经宵禁，这人还在外头蹲着不肯走，怕不是盗匪伺机作案？他们看到你没有？肯定没有啊，这些人只晓得看大门和街面，根本没想到看上头。只有我这种人才能想出如此非同一般的主意。裴荣不想和他说话，并且丢开他的手，快步走了。熄灯以后，夫君，你睡着了吗？行吧，都会装睡。谭悠悠伸手一捏，旁边的男人顿时一个机灵。说好同生共死的，结果什么都不肯和我说。夫君请随意吧，以后也别想我和你说心里话。那天偷窥你的人是钟西英，他深恨着我，又盯上了你。我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你我怕是要身败名裂。你要杀了他吗？他身份特殊，只怕后患无穷。你放心，我不会杀的，有的是人想要他的命。来，咱俩合计合计，如何面对这番风雨。经过这件事后，咱俩就算患难夫妻了。夫君为何不说话？没什么，我就是觉得患难夫妻这个词，你用得很怪异。不怪，我现在想要知道你掌握的所有情况。哎，要不咱俩起床喝杯小酒谈谈心？喝什么酒？喝酒对胎儿不好。我不想谈心。3更时分，谭悠悠总算弄清楚了始末。钟西英之所以对裴荣从深爱到深恨，关键点在于上次他找上门来闹腾之后，京中权贵子弟，他欺负的人，别人也欺负的他。初2那日我们去寿王府赴宴，他也寻了去，恰逢那日贵人多，他远远看着我，却因惧怕寿王等人不敢过来。开宴时让人给我酒中下了药，又引我去花园子里头。我心里记挂着你，没敢多喝，自然也就没上当。不知他是怎么回事，竟然招惹了福王本人。福王当即命人废了他的第3条腿，因为事关皇室颜面，两边都没声张。这些日子一直没见着这人，是因为他一直在家养伤。事后不知为何，他就怨恨上了我。他竟然对福王动手了吗？福王长得好看不？年纪有些大了吧？又在乱想什么？那是长辈，
你这样未免有些不太敬重。我就是好奇嘛。黑莲花。什么？我说那天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在内宅竟然一无所知。夫君回家也没和我提过一句半句的，真是沉得住气。夫君，若是有一日我俩不合适了，一定好聚好散啊，千万别黑我。我不想和你说话，没个正形。接着往下说呗。钟西英这些年胡作非为，害了不少人，手上至少得有10-20条人命。据我所知，这些人的尸骸都被他悄悄处理了。当务之急是要找到这些尸骸，并且找到合适有力的人指证的。皇后无子还要被这么个东西拖累，难道就不想清理家门给自己积点德？积德哪有颜面重要？越是身居高位的人，越是看重眼前，至于死后，谁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呢？多做好事的人会有好报的，真的，我就是现成的例子呢。睡吧。那咱们说好了，这件事必须我俩一起做，你不许背着我单干，不然我就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裴荣了一声，也不知道是答应还是没答应。哎呀，这一时半会儿修不好，今天夜里怕是赶不回去了。哎呀，这出门之前才检查过的，这是被人故意弄坏的，想必是那郑家庄的人欺生。罢了，坏也坏了，当务之急是趁着天还没黑尽，赶紧找个地方落脚，不然就得露宿了。裴荣左右看看，这地方选得精妙，前不挨村后不着店，人烟稀少。谭悠悠也注意到了，依偎在他身边低声道：看来这坏东西也不是完全没脑子嘛。之前有几户好人家的孩子走失，情形也差不多这样，是老手了。先使人盯梢，再让人冒充工人支走大表哥，给马下药，再弄坏咱们的车，不是老手我也不行。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裴荣说到这里，突然觉得不太对劲，为什么他身边的小女人竟然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你为什么不怕？当然怕了，我这是假装镇定。哎呀，夫君，你摸我的胸口，心跳的咚咚咚的。这是在外面，正经些。赢者自赢，这老羞容，我又没硬拉这个臭男人的手往我胸上去摸心。天越来越黑，柳枝点亮灯笼，往地上铺了块毯子。小姐快坐好，奴婢这就给你弄好。谭悠悠挨着裴荣席地而坐，探着脖子看他吃东西。好吃吗？挺好吃的吧，闻着就好香。裴荣左看看右看看，但见车夫和小五都在另一边蹲着吃面，柳枝在专心弄吃的，没人注意到他们这边，就夹了一筷子凉面喂到谭悠悠嘴边，也不说话，就默默地看着他。哎，天上下红雨了，吃不吃？当然吃了。谭悠悠飞快地低下头，咬住面条使劲一嗦，吃得干净利落。好吃，我这手艺真是好啊，美味啊。夫君待我真好。还不够好。裴荣脑子里莫名浮现出这么一句话，鬼使神差地将手中的面碗递过去。你先吃吧，你没我能忍。苍天啊，大地呀，我等这一天真的很久了，顾婉柔终于懂得礼让了。谭悠悠双手紧紧扶住面碗，仰头看着裴荣。夫君，这样不太好吧？应该让男人先吃饱的，女人吃不吃都不要紧。男子汉大丈夫，理当先让妻儿温饱。你先吃，
吃饱。是不是以后咱家有好吃的，都可以先紧着我来？是。谭悠悠心满意足地把面碗塞回去。夫君待我这么好，我不能只顾自己。你吃，我坐车不消耗体力。我是真心疼你，想让你先吃饱的。这一幕落到藏在柳树林中的某些人眼里，就是恩恩爱爱，甜蜜的不得了，让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摧毁。少顷，众人吃饱喝足，车夫继续修车。小五骑马前往附近的村子求助，谭悠悠和裴荣靠在一起看星星。小五为何一去不回？这小子糊涂着呢，要不我去看看？不要，我害怕。我去林子里方便方便，你去吗？去啊！谭悠悠叫上柳枝，一起朝着柳树林走去。你们先去，我看着。夫君先去，我替你看着。裴荣瞪他，以目示意。干什么？谭悠悠一脸懵懂，无论裴荣怎么暗示，都无动于衷。裴荣无奈，只好先走了进去。柳树林中漆黑一片，他走到一个避风的地方，慢吞吞撩起袍角放水，不出意外的听到了喘息声。是。裴荣低喝一声，却见四周跃出5、6条人影，直朝他扑来。悠悠！他才喊了一声，就被一股重力猛扑倒地，同时肩上挨了重重一下，再接着被人捂住嘴，紧紧摁住，眼被蒙上，手脚也被绑了起来。不是挺能的吗？怎地就不行了？是不是很担心外面的小娇妻啊？等着，老子很快就把你俩送作一堆。另外传来谭悠悠的声音：夫君，是你叫我吗？你是不是没带手指啊？我给你送来。钟西英立刻收声，示意手下保持安静。夫君，姑爷。有隐隐灯光伴随着沙沙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又犹豫地停了下来。夫君真是的，到底在哪也不出个声。小姐，说不定咱俩走错方向了，往那边去。胡说，这柳林能有多大？他不出声，一定是因为你在，所以不好意思。把灯笼给我，你先出去避一避。小姐您不怕吗？有什么好怕的？这是天子脚下呢，谁吃了雄心豹子胆敢作乱？夫君，这里。我就知道是害羞了，出去吧。灯光越来越亮，身姿窈窕的年轻女子娇怯怯地朝着这边走来。钟西英比个手势，两人自谭悠悠身后抱起，抢走灯笼的同时朝他扑去，试图处理裴荣一般也把他绑了。许是吓坏了，谭悠悠一点声音都没出，黑暗中只听到噼里啪啦一阵乱响，随即一切归于平静。去，把外头那个车夫和小丫头处理了，别让他们出声。话音未落，一阵微风拂面而来，他嗅到一股淡淡的甜香味，随即砰的一声巨响，他的头挨了狠狠一拳，打得他晕头转向，眼冒金星，轰然倒地。他挣扎着爬起，想要骂人，一阵冷风袭来，腹部又挨了狠狠一拳，痛得他痛苦嘶吼。快走，有高手！黑暗中，一群坏东西什么都没看清楚，只在地上胡乱抓起2具被捆绑着的人，扛在肩上狂奔逃离。等到车夫和柳枝高举着火把赶过来，只看到谭悠悠站在树林中，呆呆地眺望着黑暗中。人高马大的枝叶站在他身边，枝叶也是呆呆的。公子不知去向，还请少奶奶明示，接下来该当如何？夫君若是知道你们现在才想起他来，一定会很伤心失落的。把这狗东西绑起来。二人这才发现他脚下趴着个一动不动的男人。少奶奶，下铺不放心公子，准备跟上去。您这里应该没有大碍的吧？不，我这里有大碍。你也累一整天了，来这里坐下，让柳枝给你弄些吃食。可是公子那里……
公子命你保护我。坐。职业，你的身手很不错嘛，以一敌几毫不费力。刚才黑灯瞎火的，我就怕你会误伤到我。有几回已经碰着了我，就及时撤了力，不然只怕此刻我已人事不省。职业一口面哽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噎得直翻白眼。看你一大把年纪还这样毛躁，慢慢吃，没人跟你抢。我帮你啊，别噎死了。少奶奶，夏仆知错了，夏仆有罪，夏仆再也不敢了。看你糊涂的，难道是刚才混战时被人打伤了头？少奶奶饶命，求放过。好柳枝，快过来帮我按按捏捏，我累了，困。哎呀，他怎么啦？谭悠悠打个哈欠，不在意道：许是方才恶斗歹徒之时伤到了头，有些糊涂不清醒。不用担心，休息休息就好了。小姐，刚才那个坏东西是枝叶打晕的吗？当然是他了，不然还能是谁？可是奴婢看见你用拳头砸。枝叶不管，我又站得最近，只好勉为其难了。哎呀，我现在手还疼着呢。好柳枝，帮我吹吹。谭悠悠哼唧两声，闭上眼睛睡着了。与此同时，钟西英等人抬着2个人狂奔向前，行至一处旷野，方才停下休息。好了，很快就到咱们的地头了，歇一歇就赶紧走。美人儿，真滑，真香啊！哎呀，别瞪啊，小爷这就去宠幸你老婆。什么人？跑！他不及细想，拔腿就逃。一番混战，蒙面人抢走其中一人后，潮水般退走，当真来无影去无踪。怎么就走了？钟西英百思不得其解，缓过气来，赶紧去查看战利品，见裴荣还在，就又松了一口气。公子，接下来该去哪里？钟西英想了想，去温柔乡。一群人扛着裴荣继续前行，谁也没注意到裴荣震惊且深思的眼神。另一边，不知名的庄子里，一名蒙面人扛着抢来的人走进一间屋子，小心翼翼地把人放在床上，掏出火镰准备点灯。灭掉。黑暗中传来冷淡威严的男声：退下。是。蒙面人犹豫片刻，低声道：主子。何事？是否需要烧些热水，做些吃食等着？不必。男人的语气里透出些许不耐烦。蒙面人默默退下，体贴地关上门。没多少时候，屋里传来一声愤怒的吼叫：这是怎么回事？你们也瞎了，弄个男人回来敷衍我。公子何必与自己过不去啊？闹腾了这一夜，身上早就脏了，何况天还热，若是不清洗，黏糊糊臭烘烘的多难受啊！左右是出不去了，您就听小的一声劝吧，顺从主人，自己也快活。为何出不去了？公子真美，人美声音也美。这里是主人的温柔乡，但凡进来的人都出不去，须得留在此处，终身侍奉主人。若我非要出去不可呢？那就只有死路一条。除了下人，出去的都已经死了。死了？我不信。此为天子脚下，谁敢如此胆大妄为？死人而不被发现，谁能如此手眼通天？那些死人都到哪里去了？您不信就算了，我只是好心提醒您。就是，我若是你，就会乖乖的服侍公子，得些好日子过，否则不但自己受罪，
家人也没有好日子过，何必呢？哼，销魂酥早已生效，何必与他浪费口水？脱光了，扔池子里洗涮干净，捞出来备用。主人很快就要过来了。是。裴荣泡在温暖舒适的池水里，满脑子都是谭悠悠做美食时的表情、动作以及夸张搞笑的言语，也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好了吗？好了。有劳。不敢，能为公子效劳是小人之福。裴荣见那二人要把一件轻薄半透明的宽大纱衣拢到自己身上，温言细语提出要求。能否为我穿戴的整齐些？这样我会更自在，也不会乱发脾气。可是，这屋里没有这样的衣裳。给他。小爷就喜欢一本正经，穿得一丝不苟的裴相光，这样才够劲儿。就有人开了房门，送进一套精致的玄色箭袖长袍。裴荣唇边露出淡淡笑意，深藏心底深处的造诣和耻辱淡了许多。他是在为民除害，也是在为自己和妻子谋求生机，没什么耻辱的。你们出去！我就知道是你。钟西英腿一软，跪倒在裴荣面前，哑着嗓子道：相光兄，你真美啊！世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美人啊？自从昔年五香湖畔惊鸿一瞥，钟某便再难忘怀，总妄想着有朝一日能够一亲芳泽，就算让我立誓死了，我也乐意。钟西英见他脸色不算难看，就爬起来试探着在他身边落了座。相光兄，你当知道，进来以后就再不能出去了。你喝了这杯酒，我便待你如眼珠子一般，此生绝不负你。若我非要出去，你也要弄死我吗？你嘛，我自是舍不得的，但肯定不会那么温柔就是了。你看那边墙上的鞭子什么的，都是为不听话的家伙们准备的。我若主动求死，你会不会把我送归家中？不会，我会把你送去一个好地方。你若想知道是哪里呀，就先喝了这杯酒。裴荣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迷香燃尽，鎏金香受渐渐冷却，壶中美酒也见了底。钟西英喝得烂醉如泥，趴在桌上拉着裴荣的手不停地喊：好哥哥，疼疼我吧。裴荣垂眸注视着他，偶尔拍拍他的脸，动作说不上粗暴，却也绝对不温柔。好哥哥，再来，再来两下。我中了迷香，又喝了太多的酒，没力气，否则你要多重都可以。我早知道你对我有意，我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你为何不肯理我呀？我身份特殊，要脸面的。来，告诉我，我若死了，你会把我送去哪里？水里荷花好看，鱼儿肥。钟西英终于醉死过去。裴荣看着将要燃尽的蜡烛，知道天就要亮了。还不想死的趴下，趴下！外面终于传来嘶吼声，有人使劲儿拍门，大叫钟西英。公子，官兵来了，快走，快走啊！
紧接着惨叫声传来，门被打开，火把照得四处通明。杨慕飞最先冲了进来，看到衣着整齐、肃然端坐在桌旁的裴荣，就先松了一口气。你还好吗？我很好。那狗东西呢？世子为何也在？我为何不能在？好朋友、好兄弟就是要讲义气，兄弟需要我便及时出手，即便兄弟不信我，满怀傲气不肯让我帮忙，我也要厚着脸皮帮这个忙。我跟着来到这庄子附近，突然失去你的踪迹。庄子太大，咱们人手太少，正想着该从何处下手时，世子爷就来了。多亏世子这边人手充足，我们才能这么快找过来。哼，早知道相光这么厉害，身居险境也能凭着3寸不烂之舌把这恶心玩意儿灌醉，我们也就不急了。多谢世子。谢什么呀？哎，小嫂子呢？她应当还在柳树林边等我回去。你们这对夫妻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问到那些人都埋在哪里了吗？先把人起出来。裴荣把钟西英的原话说了一遍。这个庄子里有荷塘吗？若未猜错，那些人应当都沉塘了。有的。杨慕飞抢着要去捞人，却被裴荣叫住。大表哥。相光。杨慕飞回头见裴荣冲他使了个眼色，稍许思索便留了下来。世子，相光有些不妥，我留下来照顾他，其余事情便由您善后了。好啊。福王世子又深深地看了裴荣一眼，扛刀而去。我中了迷香，这酒水也不干净。裴荣抓住杨慕飞的手，目光涣散。找解药，却见2个面容清秀的少年低头弯腰走进来，跪下奉上药盒。解药在这里。中途突然冒出来的那一拨人，或许是他。你我的计划到此为止，余下的不问不管。摇摇欲坠的安乐侯府与3品侍郎府是不能和福王府、国丈府对抗的。既然福王世子执意插手，便由他去吧。1个时辰后，裴荣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人前，天色已然大亮。水要多久才能放干？这荷塘极大，若是等它慢慢放水，至少也得几天几夜，我等不得，国丈府也等不得，是以须得多挖些水渠，越早找到尸骨越好。你拿定主意要和国丈府对上了？这话我得问你。此案因你而起，我是因为小嫂子求助而顺藤摸瓜至此，发现不对劲才动的手。福王府深受皇恩，怎能因为避嫌而不管恶事呢？倒是你，此案一出，国丈府和中宫怕是要视你为眼中钉了，你不怕？与我有何关系呢？我是受害者，将此事发觉并散发出去的人是世子。国丈府和中宫便是要恨我、怪我，也要排在世子之后。恩将仇报啊，你这脸皮也是越来越厚。哎，杨兄，倘若不是我急忙忙赶来，你们原本是要怎么办的呢？不怎么办呢？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是来救我表弟的。若非世子赶来说明这是国丈府的别庄，我也不知道呢。这无赖劲儿，真是一家人啊！世子既然喜欢管闲事，那就管到底吧。裴荣指着水中道：“那是什么？”水面下方大团黑色阴影来回游动，瞧着是鱼，但却是平时难得见着这么大的鱼。是青鱼，青鱼食肉，专用来啃食尸肉的。吃的太多，因此长得极大。这样的鱼啊，刺儿极少，味美且鲜。听闻小嫂子最喜用这样的鱼做各种美味，不知你们有没有吃到过啊？我们家不吃青鱼。都快下午了，姑爷还没回来，怎么办呀？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毕竟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娘家也没在这里，无可依靠啊，是吧，职业？是少奶奶。哎，我看你好像是生病了，回去以后必须请大夫好好给你瞧瞧，调养调养。实在不好，就回秋城老家去吧。
夏仆不去。夏仆只想留在这里伺候公子和您，真的。你的忠心我收到了，但你这身板不行啊。京城居大不易，米珠新贵，夫君和我不容易呀。再养个病人在身边，怕是很快就要吃不起肉了。还是秋城养人，自家就有药铺子，地里也出粮食。夏仆的身体没问题，少奶奶若是不信，夏仆这就证明给你看。枝叶挣扎着爬起去帮车夫的忙，车夫指使他，把车抬起垫高。谭悠悠不忍直视，将扇子遮了眼，叹息。看他逞强的。枝叶又拼命地挣着，小五看不过去，跑过去帮着搭了一把手，总算是把马车垫起来了。少奶奶，您瞧，夏仆有力气，夏仆身体很好，不用养病。他翻了个白眼，迎面扑倒在尘土中不动了。哎呀，这可真是的，吓死我了！快看看他怎么了？这个傻子，没力气就别装嘛，非得逞强。来，把他拖到那边树荫下，别晒坏了。好沉啊！枝叶死气沉沉，任自己的身体在地上摩擦，让他死了吧，钝刀子割肉，要命啊！怎么回事？顾不得裴荣还离他几丈远，丢了扇子狂奔过去，满面喜色，叫声又响又脆。夫君，夫君，你可算回来了！谭悠悠狂冲过去，用力搂住裴荣的脖子，又蹦又跳。不经意看到杨慕飞等人，猛然想起自己在做什么，就收回手，捂着脸，凄凉的痛哭起来。夫君呀，你究竟是哪里去了呀？丢下我一个人在这荒郊野地里，害怕又可怜呀，有心想要去寻你呀，又不知道你往哪里去了呀。别哭了。我以为你一定出事了，我这边抓到一个坏蛋，我也问不出来啥。裴荣忍无可忍，用力捂住他的嘴，沉声道：别哭了，算我求你。可是当初钱姨娘就是这么嚎的嘛，虽然难听，但是效果好啊。别哭了，难听。哦。谭悠悠应了一声，眼睁睁看着裴荣闭上眼睛，高大挺拔的身体轰然倒下。这是怎么了？别打了，我没死，就是累的。夫君。谭悠悠真诚地哭了，这一波三折的，她真怕裴荣死掉，她暂时还不想做小寡妇。别哭了，没事没事，歇一歇就好了啊。杨慕飞从后头赶上来，就地安置好裴荣，再带人3下5除2把车修好，准备回城。这个东西怎么办？送给福王世子。关福王世子什么事？此事说来话长，他怎么了？非得逞强抬车，伤着了。男人啊，就喜欢逞强。还剩一口气的枝叶差点没背过气去。有没有好一点？我其实没大碍，就是饿了。还有就是酒家迷香，实在不舒服。之前在柳树林里歇了那一觉，已是好多了。有一阵子，我好害怕。不怕不怕，我心里都有数呢。夫君真是足智多谋，英勇无畏。别吵了，我头晕。
裴荣把他的头摁在胸前，闭着眼睛道：“这样就好。”夫君不能睡，头发还湿着呢。谭悠悠戳戳裴荣的腰，男人没有丝毫反应。再看，人家已经睡着了，而且睡得十分深沉。行吧，看在你忍辱负重、人也不笨的情况下，就让我认认真真伺候你一回。谭悠悠小声嘀咕着，轻手轻脚从裴荣怀中爬起，拿了帕子仔仔细细替他擦干头发，又怕他醒来会饿，随意挽起头发去了厨房做虾粥。谭悠悠到底没忍心把他叫醒，只把一碗虾粥放到凉透，他自己也靠在裴荣身边睡着了。再醒来已是天光大亮，他哼唧着伸个懒腰，眯着眼往旁一看，但见裴荣坐在一旁大口大口地吃东西，便懒洋洋道：“夫君在吃什么？”“吃你做的虾粥呢，真好吃。”“凉了怎么吃啊？重新给你做。”“挺好的，下火。”“下火？夫君上火了？”“昨天那些香啊酒的，不是好东西。”“要不要我给夫君去去火啊？只可惜此时乃是白日，不可宣饮。”裴荣一怔，随即看向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夫君。”裴荣果断放下碗筷朝他靠去，完全忘记了什么白日不可那什么的规矩。“现在可舒服了些？”“好多了。”“糟糕，都怪我不好，竟然让夫君坏了白日不可那什么的规矩。”“做人不要太死板，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这不是被下药了吗？若不处理妥当，于身体不利。”“夫君，你变了。”“这世上哪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呢？”“精辟。”裴荣看到他吃瘪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他今日方知，似谭悠悠这般脸皮厚善狡辩，感觉真不错。“笑什么？”“别扯这些了，咱们说正事。你和枝叶怎么回事？”“你先和我说你那边的具体情况如何？”裴荣不太乐意和他说具体的事，怕污了他的耳朵，因此只捡着紧要的几样说。谭悠悠听完：“你是说中途突然冒出一波人马劫走了我？”“是劫走被误抓的坏东西。”“劫走了被误抓的坏东西，然后福王世子及时出现了。”“以后此事便归他管了。若是有人问起，你一概不知，只说陆玉强人打劫，绑走我想要讹账。幸亏杨家表哥去得及时，顺利救出了我。”“我就是这样和潘姐姐他们说的，但寿王府那边还得仔细斟酌说辞。别个能说不知，这边不能。”夫妻俩仔细商量一回，定下应对之法，这才重新提及枝叶的事。“我看枝叶极为怕你，为何？”“夫君真是慧眼如炬。来，且听为妻与你分说。”他便把当时他在林子外头听到动静，怎么进去，怎么做事，遭遇了什么的具体场景说给裴荣听。和枝叶共同对付贼人之时，不知碰巧还是怎么的，枝叶好几次险些打到我，有2回我觉着他的掌风都扫到我的后颈上了，就是这里。夫君知道吗？这里只要手掌用力砍下，人立时就能昏厥过去了。还有这里，他又拉着裴荣摸他的颈动脉，模拟给他看。这样勒着，只需要一会儿，人就能晕厥，甚至死掉。只有老往我这两处招呼，就算不是故意的，也是蠢的要死，对吧？我很生气，避开之后，使劲踢了他2脚，也不晓得踢到哪里。总之以后他就没再往我身上招呼了。后来钟希英不是嚷嚷着让把柳枝他们处理了吗？我就着声音找到他，当头给了他一拳，
枝叶又补了他一拳。他就叫有高手，快走！我们出去之后，枝叶就变得很怕我，老想着避开我，还说要丢下我去找你。我不答应，他就一直委委屈屈可怜巴巴的，就这么回事。夫君啊，你来替我解答解答，枝叶是怎么回事？我觉得他很不正常。你再把当时的情形仔细说一遍给我听。谭悠悠不厌其烦地又描述了一遍，重点强调枝叶怎么蠢，怎么眼瞎，至于他怎么折腾人就轻描淡写。总而言之，就是枝叶太脆弱，什么逞强抬车摔得满脸血都和他没关系，或许还是苦肉计。什么苦肉计？苦给谁看？苦给夫君看啊！你看，我只是空有几分蛮力，怎比得他技艺高强，身经百战？我是没看到夫君回来了，他肯定是早就看到了，所以主动跑去帮忙抬车，再把自己摔伤，好让你看到。以为我趁你不在作威作福，折腾下人，骂我、罚我、讨厌我、不喜欢我，那就对了。我知道了，我没上当。那么夫君以为枝叶是怎么回事呢？悠悠，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他是坏人，在看不清楚的情况下，什么可能都会发生。枝叶救过我好几次命，不能因为这个就把人赶走或是定罪，那样太寒人心。我听大夫说他伤得挺重的，得卧床休息好几个月才行。既然如此，就先让他养伤吧。夫君说的很对。你是在说反话吗？没有啊，我觉得夫君很讲道理，一切只看证据，绝不偏听偏信，挺好，是合格的一家之主。以后若是有人和你说我坏话，你也不会随便相信，对吧？孺子可教。裴荣轻抚他的发顶，欣慰地笑了。这一日，裴荣破天荒地和谭悠悠一起躺到午后才起身，二人高高兴兴穿戴整齐，和安保一起吃了饭，料理完家事便往寿王府去回话。长夜漫漫，也没其他事可做，咱俩玩个游戏。什么游戏？谭悠悠眨着大眼睛。赌明早寿王府会不会送娇娇来上课。赌什么？银子。想赌多少？100两银子。好啊。夫君，真的是你吗？这是什么话？夫妻之间玩闹算不得什么，只要你别去外面胡来就行。夫君啊，你终于想开了。要是咱们刚成亲那会儿你就这样，那该多好。既然夫君也想玩一玩，那咱们再玩个大的。玩吧玩吧，你放心，不管怎么玩一定是我赢。把你的钱准备好。第一件事，娇娇还来不来上课，咱俩都不说出来，各自写个纸条塞进铺满里去。明日验证之后再砸开了看。很公平。第二个要赌什么？赌枝叶。赌枝叶是故意为之还是失手？这个呢就不用写纸条塞铺满了。夫君就赌他是失手，我就赌他故意为之。怎么赌？稍后咱们去看他，你别进去，我独自进去。冷灯如豆，半是阴暗。门外有脚步声传来，似是裴荣。有没有人给我点水喝？来人啊，给我点吃的吧！从未见过他如此可怜吧？只是这一顿饭开得迟了些，就像3天没吃饭没喝水似的。裴荣没什么表情，只示意他可以开始了。谭悠悠换上一副洋洋自得的嘴脸，缓步走入室内。枝叶啊，男子汉大丈夫，就算疼也忍着些。看你这怂包样，笑死个人了。少奶奶，怎么会是你啊？为何不是我？我来看看你啊，毕竟你是个没人要的小可怜。
夫君不要你了。你和公子说了什么？我能说什么？实事求是呗。你做什么我就说什么，反正你心里眼里也没他。谭悠悠掀开茶壶盖子，啧啧出声。有道是人一走茶就凉，你这还没走呢，茶都没了。哎，刚才我听你叫唤什么？饿了是吧？可是厨房里已经没饭了呀，怎么办？你今晚注定要饿肚子了。少奶奶，夏普不是故意的。你什么不是故意的？你就慢慢熬着吧，我等你变成摊子。少奶奶，我不要做摊子。是啊，做了摊子，这辈子就算完了。你还没成亲吧？还没儿子吧？将来怕是给你上坟烧纸的人都没有啊！来，说说，你有什么遗愿？少奶奶，夏普还年轻啊。我知道你年轻，所以才要给你记录遗愿，算是做好事。我早说过，京城居大不易，米珠新贵。你背叛夫君，几次三番暗害我，还想我们好吃好喝把你养着，再给你请大夫流水一样的花银子。做梦吧！趁我还没改主意，赶紧说。再迟些，就这样死掉好了。我要把你做成人肉包子，拿去给城郊的乞丐吃。神不知，鬼不觉，世间再无知也此人。你喜欢哪种做法？炒肉、鲜肉、汤包？少奶奶，我错了，我不要当包子。由得你吗？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你说了算，能不能饶了夏普啊？先说你错在哪里？千错万错，都是夏普的错。夏普不该学艺不精，瞎了眼睛，几次不小心险些伤到你。继续，继续啊！想好了再说，不然就算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别指望你的公子了，他是什么性子你不是不知道。好的时候呢，千般万般都是好，一旦不好，立时翻脸无情。想想他是怎么对待某表姐的，看着你就来气。先打残了，扔到柴房去。他随手抓起门栓，高高举起，挥过去。枝叶怪叫一声，缩在床角大喊：你要怎样才肯放过我？我只想做人肉包子。少奶奶，您就不想知道是谁要害您吗？想啊，但你不是不肯说吗？先把你这个内奸给铲了。我告诉你，你得放我一条生路。说。是皇长子。啊？为什么？怕你们帮二皇子。秋神之时，只要你出事，公子就不能来京城。假话，敢骗我，打死你！枝叶被打得脑袋瓜子嗡嗡的，满嘴血腥，伸舌头一舔，一颗牙齿居然掉了下来。谭悠悠才不管这些，扬起手继续扇。枝叶毫无还手之力，抱着脑袋哇哇哭着喊救命。老实交代，回家过年。我说。悠悠，你先出去。哎，一时爽起来没控制住，表现过头了。谭悠悠赶紧收回他在床上的脚，松开枝叶的发髻，装出贤良淑德、优雅可爱的样子，眨巴着眼睛道：好的，夫君。谭悠悠悄悄退出去，体贴地关上门。回身时，他看到枝叶挣扎着朝裴荣爬去，仿佛见到了大救星。公子，救命啊！枝
裴荣退后一步，并不让枝叶碰到他，显然是生出警惕之意了。行了，大功告成。谭悠悠拍拍手，走到窗下静听。谭悠悠，回房去。好的，夫君。谭悠悠脆生生地应了一声，转身冲进屋里，一把将枝叶从床上拖下来，一脚踹在他腰上，确认他再也动不了，这才对着裴荣甜甜一笑。我先回去啦。枝叶瘫在地上一动不动，悔恨的泪水顺着眼角不停地流。裴荣看看枝叶的惨状，再看看谭悠悠娇小玲珑的背影，心情前所未有的复杂，不知不觉眼神放空。怪奴婢，奴婢早该想到的。你和面那么厉害，又岂是寻常贵客小姐？都怪奴婢，奴婢太笨了。算了，谁还没个笨的时候？你看我随时都很笨，聪明如夫君，我也有被人蒙蔽发蠢的时候。哎呀，好了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能这样也是好事，对吧？至少以后再和夫君打架时，你不用担心我吃亏了。柳枝不说话，只悄悄往他身后一指。当然啦，我和夫君这么恩爱，是不会打架的。哼。呀，夫君怎么就回来了？你不是在审那什么吗？他晕死过去了，一时半会醒不过来，是被你打的。哦，我是怕他伤害夫君，所以防患于未然，没想到用力过。不会死吧？应该不会。谭悠悠叹了口气，裴荣默不出声，等着他发言，他却又不说，叹了一声又一声。为何叹气？我是感叹，做女人难，做力气大的女人更难啊。世间都要女子柔顺，力气大的太过刚强的就是异类。可我若非如此，早就死过好几回了。梁家放毒蛇咬我是一次，去庄子里赈灾是一次，还有这次。哦，对了，夫君，我必须和你说啊，去庄子赈灾那次，我不是险些摔深沟里了吗？那不是意外，我走着走着，膝盖突然一麻，然后就摔了。我当时没多想，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枝叶对我做了什么。暗器，一定是暗器，他想让我摔沟里去，不死也残废。当时你也不在身边，幸亏我力气大，不然哪里有我俩此刻的相知相惜呢？对吧？夜凉如水，谭悠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破天荒的失眠了，因为这个点儿裴荣还没回来。这不正常，毕竟此人过分自律，作息特别规律，这都3更天了，不会是被他的凶残吓着了，不敢和他同床共枕了吧？忽听门吱呀一声响，裴荣轻手轻脚走了进来，谭悠悠也不出声，就默默看他要干什么。只见裴荣慢吞吞的脱衣去净房盥洗，又慢吞吞走过来，立在床边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你没睡着？夫君不在身边，妾身睡不着，因为想你。裴荣恶寒瞪他一眼，吹灭灯火，脱鞋躺下。谭悠悠默默地测量了一下，以往都要贴着他睡的裴某人，此刻距离他差不多有1个臂长，这可太远了。老板害怕他，要和他保持距离，不行，必须不行。我这会儿特别后悔，早知道会这样，我就应该在嫁给你之前被毒蛇咬死。早知道会这样，我就应该在去庄子里赈灾的路上被摔死。早知道会这样，我就应该任人宰割，被枝叶或者是什么人绑去送给那谁谁谁。这样，夫君就不会烦恼了。胡说八道！你胡说什么呢？夫君，我这会儿真的特别后悔，特别后悔。
爹和姨娘早就警告过我，千万不能让人知道我天赋异禀这个事儿，不然一定会被嫌弃的。因为男人都受不了女人比他力气大，比他更强，我不行。因为和夫君在一起的时间越久，越觉得你不是普通人。世间男儿皆不如你坦荡大气，更不如你英俊伟岸，还不如你智勇双全，你一定不会嫌弃我嫉妒我的。可是我错了，错得离谱。我不该因为担心你被人算计就暴打直言，更不该在你面前动手。我应该什么都不会，全心全意只依赖着夫君。真的，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宁愿死了也不要夫君嫌弃我，害怕我。胡说八道什么？裴荣低喝一声，粗鲁地把他拽进怀里。我容不下你，我嫉妒你，我受不了你比我强。你嫌弃我？是，我嫌弃你。无论如何，任何人都不值得你为了讨好他而不要命。他若不把你的性命安危当回事，就不值得你喜欢，更不值得你为了他不要命。听见没有？听见了，夫君。夫君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如梦初醒。裴荣一听这话，突然就恢复正常了，慢吞吞地把他推出去，默默地躺平，一言不发。谭悠悠一头雾水，刚不是还挺好的吗？为啥突然又不出声了？夫君，夫君，怎么不说话了？没什么可说的。夫君，夫君，你是嫌弃我吗？还是害怕我？是怎样？你总得说明白啊！我不想和你说谎，你到现在还和我说假话，完全没有诚意和真心。你这个虚伪的女人！我说假话，完全没有诚意和真心？虚伪的女人！谭悠悠认真琢磨了一回，前后仔细一想，确定问题就出在那句夫君的话犹如醍醐灌顶，让我如梦初醒上。我太难了，之前真的是得意忘形了，过了头，真是血的教训啊！做人真得低调，低调。谭悠悠检讨一番，厚着脸皮钻进裴荣怀里，再把他的手臂拿了，放在自己的腰上。他以为要用很大的力气，结果是轻轻松松就达成了这个动作。所以裴铿铿这是等着我表达真心。谭悠悠的心情前所未有的好，使劲儿亲了裴荣一口。夫君，我很喜欢你，是真的喜欢，不是假的。而且我是真的信赖你，才会在你面前毫无顾忌，为所欲为。我现在还小，还在长身体呢，咱们的境遇也还不安定。等过2年，我给你生孩子呀。这是你自己说的啊，我可没强迫你。我仔细想过了，你这本事还是得瞒着，更安全。就这样雷声大雨点小的过去了？谭悠悠颇有几分不切实际之感，所以裴某人一直是在钓鱼，等他上钩吧。算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开心就好。次日清早，谭悠悠是被吻醒的，她睁眼就看到裴荣满含笑意的眼眸。醒来，天亮了。裴荣小声催促的，声音低沉悦耳，十分动听。不一样了，真的不一样了。谭悠悠怔怔地看着裴荣，这就是传说中的爱情吗？看着我做什么？还没清醒？
困就再睡会儿，不过先说好，赌约过时不候啊。不许来这！夫君，你不赌钱可能不知道规矩，什么钱都可以欠，唯独赌债不可以。你的规矩倒是挺熟的。不说，我是记性好，听人说过一次就记住了。哦，原来如此啊。不是这样那是那样，我天天和你在一起，就算想赌也没机会啊。那是嫌我管得太紧了。我没这么说啊，夫君管我管得多好啊，有事自己先向前冲，好处就留给我，供我吃香的喝辣的，糊弄使弊，多好。我还以为在你眼里我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老古板老迂腐呢，所以才时时想着要和我打架。哪有，你在我眼里如珠似宝，看你不高兴我都能心疼许久，怎会舍得与你打架？怎么舍不得？刚成亲时设计我头上碰个大包的是谁？那是意外，意外。裴荣起身往外走，谭悠悠跳着穿鞋。夫君等我。吃过早饭，裴荣正准备往外院去，谭悠悠朝他伸出手。给钱。给什么钱？都说过赌钱不好了，你还当真了？夫君说话不算数。裴荣突的一笑，转身取了一只匣子给他。拿去，家里的闲钱都在这里了，以后全交给你管。哼，这傻萌，大清早的逗我玩呢。公是公，私是私，这是家里的公账，我不会私自动用。咱俩打赌的那个钱是我自己的，我爱咋用就咋用，咱得公私分明。拿来。你是真公私分明啊！拿来。他打开匣子，取一张100两的银票递给谭悠悠。你赢的钱。谭悠悠心满意足了，抱着银票做事亲了一口，喜滋滋地装进自己的钱匣子里，小心锁好，再把裴荣给的匣子当着他的面清点了一遍。一共是32100两，我会记个账。咱俩按月对数还是双月对？不是喜欢钱吗？给你长着就是相信你，你和我对什么账？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那不行，我不能辜负夫君的信任。你挣钱不容易，劳心劳力，风里来雨里去的。既然把钱交给我，我就要管好。1个月对一次，就这样定了。谭账房，要不要写个收条给我啊？如果夫君觉得需要，我可以的。我出去了。谭悠悠晓得他是要去审枝叶，并不多话，只叫柳枝他们退下，再叫裴荣过来，很仔细地替他整理好衣裳穿戴，踮起脚在他下巴上亲一口，笑着挥手。夫君慢走。裴荣垂眸看着他，暖暖一笑，转身大步离开。小的给县主请安，您早啊。谭悠悠吃了一惊，急着往外面去。他以为寿王府不会送娇娇来上课了，居然又送来了。想到自己塞在铺满里的那张纸条，肠子都悔青了，恨不得立时换一张进去。他还没捂热乎的100两银子呀！悄悄去把装了纸条的泥铺满拿出来，用一根细长的钩子塞进去，一点点的想要把纸条勾出来撒个赖。走开走开，别挡着我的光。来人笑了一声，听到这熟悉的声音，谭悠悠反射性的将铺满藏到身后。夫君这就回来了，事情办妥了。拿来。拿啥？裴荣长臂一伸，将他拽过来，再从他手里抢走铺满，瞅他一眼，直接把泥铺满给砸了。我就是看看，没想做什么。咦，我好像装错纸条了，装了个白条进去，这种怎么算？啊，当然不算啦，作废作废。100两银子绑出来。这毒品真是没法看，愿赌不服输，真搞不懂你。给孩子们弄琉璃瓶装苔藓也得不少钱，彼时大方得很，
此时却这么抠搜。什么抠搜啊？我这叫逗趣。谭悠悠狡辩着狡辩着，忍不住瞅着裴荣笑。裴荣是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他的钱，只是单纯的想哄他开心而已。笑什么？谭悠悠直接扑过去就把他给抱住了。夫君，你真好。行了，人来人往的，看见不成体统。送走俩孩子，裴荣3两口扒了饭。我有事要出去。说完事再走。职业是谁的人？裴荣用力一拽，袖子拽不出来，再一拽，眼看着就要坏了，只好叹道：“我就是去处理他的。”怎么处理？杀了？不能杀，有人盯着，我不能给自己找事儿。送回他原来的地方。那是哪里呀？夫君可否说来听听？原大学士府。是大学士，还是表姐？人是大学士给我的，但心是向着王表姐的。我懂了，难怪。初恋原来是这么一号人物，真正眼瞎，也幸亏裴荣之后断得干净清楚，不然还不知会惹出多少幺蛾子来。夫君慢走，早去早回，莫与人争论，莫与人生气。之前不和你说，是怕你多想，心里难受，与我多有芥蒂。行了，不必解释，我可不是那种人，绝对相信夫君君子之名不是虚的。快去吧。怎么回事？哎呀，这不是御赐的宅邸吗？老太爷已经先去了，这宅子要收回去了。王家兄弟都是大吃一惊。职业这是怎么了？为何要把他送回来？原本家里在搬宅子，我不该添乱，但这事真是……早年先生怜我坎坷，便将枝叶赠送于我。枝叶好几次救过我命，我始终对先生心存感激，也很信任枝叶。但他3番几次对卓京动手，念及先生所赐及旧情，我不忍动手，只将他退回府上，请2位兄长定夺。他将枝叶所作所为细细描述一番，只字不提王瑟本人。王家兄弟却不是蠢的，一听便懂是怎么回事，不由羞愧无比。把人留下吧，怪我们识人不清。不是先生识人不清，怪我没有管束好，让他忘了本分。这宅子收回去，打算搬去哪里？父亲早就料到会有今日，在城东买了个3间的私宅，我们搬到那边去，守孝读书，一举两得。本该回老家守制，奈何小妹独身留在京城，她也难。我们若是全都走了，她便是一个人了。母亲溺爱她，非让我们留在荆州。这便是试探着替王瑟说情的意思。裴荣没接话，只提出要去拜见王老夫人。家中有事，他走不开。你媳妇好，你要好好待她，有她照顾你啊，我们也就放心了。大学士之前留了许多书给你，我一直想着要给你收出来，却浑浑噩噩的没动。直到前些日子说是要搬家，我这才叫他们收了一下，还在藏书楼里搁着呢。有些说是还没找齐全。那，这是书单，你若是得空，便自己去取吧。随意拿几本做个念想即可，其余的便由家中保存也是一样。父亲对你心有愧意，你不拿，他在九泉之下也不心安。为人只要孝顺，父亲说了给你便是给你的。如今家里乱着，我和二弟也没心情去收拾，你自己去收，顺便也帮我们把书收拾了打包，就当是帮我们的忙，可好？那行。裴荣拿着书单挨着搜寻过去，不知不觉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相公，许久不见。皇子妃，还请您让路。已是傍晚，暮鼓将至，我该回家了。悠悠在等你吗？你一定觉得我挺无耻的吧？自己已经成了这副样子，还几次3番纠缠。
是。你这个人总是这样。瓜田李下，还请皇子妃避嫌，请让道。可我就是不想让。你要如何？我知道你恨我，我也挺恨自己的。为什么不能陪你一起去死？但我读了那么多书，不敢不尽孝。我不恨皇子妃，一点都不恨，倒是想求皇子妃不要恨我，给我一条活路。你为何这样说？皇子妃既然在此出现，想必是赶来处理枝叶的事。既如此，何必还在我面前假装？此事与悠悠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何要针对他？我不知道枝叶会这样做，是他自作主张。那不重要。老实说，您怎么想，我一点都不在意。如今您已得到了想要的，咱们就各走各的，下不为例。我说到做到，你知道我的性子。相光，你怎能这样对我？王瑟低头垂泪，仿佛梨花带雨，楚楚可怜。裴荣直接转身走到窗前，俯身往下看，并不给他多余的目光和关注。昔年，你拜入父亲门下，父亲倾囊相授。你曾问，如何才能报答师恩？父亲说，女子生来世间便是受苦，他唯有我一女，爱若性命，不能放下。你若真想报师恩，待他100年之后，便由你替他照料。如此，他九泉之下可以瞑目。相光，可有此事？我早猜到皇子妃会说这话，等了许久，终于等到。那你可真是知道，从前你可不会这样对我说话，娶了谭氏之后。与他无关。裴荣将那几本笔记收入怀中，抓住窗棂试了试，冷淡地打断他的话：杀妻之仇不共戴天，若非顾及先师颜面，感念师恩，我此刻不会站在这里听你废话。裴荣，你既然这么爱他，为什么不肯为他搏一个锦绣前程？你如今落魄落寞，连个世子之位都不能得到，寻常宵小也敢对你动手，将来更是前程渺茫，何不与我携手共进？王瑟陡然尖叫了一声，因为他看到裴荣竟然爬上窗子，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等在下方的侍女罗伊听见声响，匆忙奔上楼去。跳下去了！罗伊冲到窗边，皇子妃别怕，裴公子没事，他抓着树枝下去了。罗伊扶着王瑟来到窗边，只看到裴荣远去的身影。王瑟绝望地靠倒在罗伊怀里，泪如泉涌。这一刻起，他什么都没有了。哎呀，皇子妃快稳住，您肚子里的小皇孙可受不得惊吓，这才是1等1的大事。王瑟扶住肚子，我只有他了。君可算回来了，我真是望穿秋水啊。这个，我离开学士府之后，发现大埔一直跟着我，折回去又晚了，所以他终于想通啦，这叫弃暗投明。正好我闲着无聊，给他做个猫窝，让他知道什么叫宠爱，什么叫享福。不会是你偷的吧？若是有人找上门来，我可丢不起那个脸。当然不会，我是那种人吗？我看有点像。你这衣裳怎么了？又脏又破。猫抓的。我怎么看像是被什么东西刮的？猫抓的哪有这么大的洞？你撒谎。难道我什么都要向你禀告吗？为什么不呢？我是你老婆。夫为妻纲，妻为夫纲。谭悠悠利索地怼回去，见裴荣满脸震惊之色，就讪笑着道：哎，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夫君不愿说就算了，不勉强，不勉强。谁还没点不想对人说的秘密呢？是吧？我也是有的。你有什么秘密是我不能知道的？难道我什么都要向你禀报吗？
为什么不能？我是你夫君。老实交代。就不告诉你呀，就不告诉你啊！裴荣扑上去，把他抱起来扔在榻上，欺身上前，将他禁锢在身下，专注地看着他，低声道：“你为何这般可怜可爱？”裴荣低下头，轻啄谭悠悠的额头、眼睛、脸颊、嘴唇、下颌，再抬起头，只见谭悠悠睁着一双清澈纯净的小鹿眼，傻傻地看着自己。以后离王色远些，我今日与他翻脸了。真的啊？他做什么了？你做什么了？这医生难道是被他撕烂的？哎，不对啊，他不是怀着身孕吗？这么大力气，这么激动。被无情掀翻的裴荣无语，谭悠悠后知后觉，赶紧讨好的把他扶起躺好，再小鸟依人的蜷进他怀中。夫君别生气，我是因为太嫉妒了，嫉妒就容易失控，真的。你看大家劝谁谁谁时都会说冷静冷静，我现在就需要冷静。再亲亲我。我没碰到他，他也没碰到我。我跳楼了，这衣裳是树枝刮的。你跳楼了？你竟然跳楼了？从几楼跳下去的？是从1楼跳下去的吧？裴荣不想理睬谭悠悠，并且推开他起身离开。别啊，我和你开玩笑的啦。从哪跳下去的？有没有伤到哪？3楼。我要去更衣了，别烦我。飞檐走壁，原来我身边还暗藏着高手呢。夫君，夫君，我帮你更衣啊！你可真了不起，我没想到你竟然如此坚贞。你想要什么，我满足你啊！没多少时候，屏风后面传来奇怪的声音。大普趴在柜子上，竖着耳朵仔细听了片刻，又趴下去，懒洋洋地眯着眼睛打瞌睡。福王世子那边传来消息，荷花塘水已经放光，从里头打捞出来23具人骨，其中有2具还有腐肉。国丈府已经得到消息，正前往福王府交涉。接下来便是狂风暴雨。你准备好了吗？夫君啊，人家真害怕的。但是为了伸张正义，为了那些无辜的冤魂，我愿意吃这个苦。你不要怕，我心中自有成算。晚饭想吃什么？我前几天泡发了鱼翅和海参，今晚可以做点好吃的。吃，但凡能做的都做了吃，吃完再买。这就对了嘛。人生在世，须得及时行乐。等到晚饭将要上桌，他又打发裴荣：“夫君，去隔壁把常二哥和潘姐姐请来一起吃饭，我早上和他们说过的。”裴荣懒得和他计较，起身去了隔壁。进门就听见屋里欢声笑语一片，像是有客人，便问门子：“家中有客吗？”“是我们舅老爷来了。”相公来了呀！哎呀，刚还想着你们家的饭啥时候才熟呢。哎，我家舅舅来了，带了好酒过来，咱们几个正好喝几盅。你这个人可真是不客气。就是来叫你们过去吃饭的呢。哎呀，有道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这口福真好啊。几人去了隔壁，谭悠悠见着袁知恩就乐了。我还说呢，一大早喜鹊就在屋顶叫个不停，原来真有贵客。这丫头嘴真甜。哎呀，你们这是要做什么呀？啊，是有喜事吗？有啊，您老太们吃饭不就是喜事？孝顺，老袁喜欢。来来来，今夜咱们不醉不归，别浪费了这些好菜啊。对对对，多吃些，趁新鲜吃光最好。你俩自去玩乐，不用管我们这里。这是怎么了？
是遇到大事了吧？就是上次那件事，听说做坏事的人大有来头，所以我决定把好吃的先做了吃光。唉，周希英那个混账王八蛋！两个娃娃不年不节的吃这些，还不要命似的做了这许多，是要吃告别饭吗？舅舅，怕什么？他们本就是这个意思。说吧，遇着什么事儿了？是遇着点事。我之前被国丈府的七公子绑架，承蒙福王世子和表兄搭救。今日方知，福王世子在国丈府别庄荷塘里挖出20多具尸骨，已是报了案。此案必会闹大，我定会卷入。是福是祸尚且不知，且与诸位暂别。不怕不怕不怕，没事的。国丈府和福王府势力都不小，你们夹在中间可怎么办？该咋办就咋办呗。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命生成这样，咋办呢？裴相光，倘若国丈府逼你作证此事与钟希英无关，你该如何？我只是阐述事实，愚者与我无关。就算严刑拷打，名声因此毁灭，你也不改主意吗？不改，否则荷塘中的20多具枯骨如何伸冤？好，记着你说的话。袁之恩用力拍拍裴荣的肩，转身大步走了出去。夫君。什么？我怕你真要站出去指证钟希英吗？就没啥办法全身而退，他们真的可能把你关起来。全身而退不可能，就算福王府不盯我，国丈府也不会放过我。但我有把握，无论如何一定能回来。只是可能这些日子你会受些罪。我真是命苦，正与夫君情深意浓，却不得不分离。我舍不得你啊，夫君。我求求你了，好好说话行不行？我这不是抓住机会表现我的柔弱吗？我真的是弱女子啊，需要依靠夫君的弱女子。说人话。我舍不得你，我担心你，我怕你挨打吃亏受罪，被人欺负。我知道了。就这样。睡吧，不早了，明日还得早起给孩子们上课呢。又是同样的结束语，谭悠悠绝望地睡了过去。我肚子疼，肚子疼。谭悠悠吓得赶紧问娇娇具体哪里疼。这小姑娘一味只是哭，说也说不清楚，只紧紧抓着她的手，要她送自己回家。谭悠悠也不放心就这么把人放走，便和裴荣说了一声，跟车把人送了回去。我要荣姐姐陪着我。世子妃的笑容有些尴尬，谭悠悠看出来了，心中便是一沉，匆忙哄了娇娇2句，抽出自己的手，转身就往外跑。站住！这么匆忙，要去哪里？回叔祖母的话，孙喜赶着回家。这几日不太平，我不放心夫君。娇娇爱重你，既已把你领回府中，寿王府也没有把你推出去的道理。我早说过，男人的事儿，女人少掺和，因为无能为力，你怎么就不肯听呢？老老实实待在王府，也算是帮相光的忙啊，让他安安心心的不好吗？谢谢叔祖母和各位的爱护，我心中万分感激。但我不能只顾自己，夫君在家，我便陪着他；他不在家，我便看好家。家中上下1-20号人，都指望着我这个主母呢。
恕祖母，我先去了。拦住他，不要让他去！娇娇尖叫，跳起来去追谭悠悠，谭悠悠却已飞快地跑得不见了踪影。唉，我以为他会顺势躲在王府避祸呢，没想到这么个圆滑人物，竟然如此坚贞。不过是负责任讲道义罢了。所谓外圆内方，便是如此。娇娇交给他，我是放心的。金嬷嬷，王妃请吩咐。你跟去裴相光家，替我看好相光媳妇儿，莫让她被人羞辱欺凌。我们给娇娇选个好先生不容易呀，得看好了。是。会不会让公众误会咱们插手此事？我是照顾娇娇的先生，又不是照管裴相光，这道理到哪里我都说得清。哼，总不能这就翻脸不认人吧？相光公子被金兆府带走了，裴少奶奶知道是怎么回事吗？能有什么事呢？无非是前些日子预兆劫到的，当是协助缉拿盗匪罢了。众人将信将疑，但见谭悠悠镇定自若，走得稳稳当当，又有四衣书铺的黄掌柜出来帮着劝说烘干，这才慢慢的散了。掌柜的，谢您了。嗨，裴少奶奶莫要谢小的，要就谢我们东家。这便是我们东家了。邻里之间不必客气。应当谢的。鄙人也姓黄，黄元，字一书。见过黄先生。哎呀，少奶奶您可回来了。黄爷今日有空过来？今日新到一批书，我过来看看。你们先忙，若是有用得着的地方，可来寻我。哎呀，真是多谢您了。廖想领着谭悠悠往家走。少奶奶，公子被金兆府的人带走了，凶神恶煞的。上锁链了？那倒没有，就是极其的凶狠，不讲道理。您怎么回来的？2个轮子跑回来的，可惜还是来迟了一步。公子临行前吩咐下仆，让您别害怕，若是有人上门骚扰，就往寿王府去，那边不会不管您。再不然，杨舅爷家也会来接您，他已经安排好了。我哪也不去，就和你们在一起。咱们把家看好，等夫君回来。哎呀，还以为少奶奶年轻不当事，谁知就是顶梁柱呢。稍后往孟嬷嬷那里送了信，就和她说家里出事了，让她暂时别让安保过来，看看她怎么说。谭悠悠想试探一下孟嬷嬷的反应，若是那边主动提出帮忙，那是最好；若是不肯，她少不得厚着脸皮去求一求。料想应了，自去安排不提。刚安置妥当，寿王府的金嬷嬷赶了来，说明来意后，谭悠悠是真感动，当即把人安置妥当，又叫人带了他的亲笔信去寿王府道谢。到此一共有寿王府、杨家、陈二郎夫妇、孟嬷嬷、小郭夫人、四衣书铺等6家人愿意出手相助。哎呀，快给我一杯凉茶喝，嗓子都要冒烟了。弟妹莫担心，我虽然未见着人，但东西是送进去了。紧接着，杨舅父下了衙又赶过去，把京兆尹给堵住了。因着2人有交情，京兆尹悄悄透了底，这次要收拾裴荣的不只是国丈府，还有交大学士那一群人，以及某皇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咱们相光就吃亏在太出众了。大表哥有话但请直说，我收得住。没了。早知道会这样，当初我就不该和人赌气拼酒的。如果不是我和人赌气拼酒，交大学士那群人也不至于这么恨夫君。快说呀，藏着掖着干嘛？终究做主的还得是悠悠，你不让他知道具体，怎么好拿主意？妇道人家懂什么？我不说是因为还没有拿准。相光自来有成算，
当初御前失忆那么大的事，不也全身而退了？这次他既然敢出手，必然留有后招。我没弄清楚就乱说，岂不是让你们白白担心害怕？谭悠悠继续嘤。杨慕飞受不了，求求你了，别嘤了，和你跟人拼就没关系。那些人本就嫉恨向光，就算你不应战，他们也会另外找事。这是旧年夙愿。大表哥当真不肯说吗？不说，我警告你啊，别再嘤了啊！我听了头痛耳朵叫，感觉要少活10年。哦，饿了，吃饭。你们爱吃什么告诉柳枝，他会安排。一顿饭，杨慕云悄悄看了谭悠悠不下10次。谭悠悠皮笑肉不笑道：表妹是不是看我生的美，所以无法自拔？我就是想知道表嫂是怎样做到哭笑正经收放自如的。这里面有个秘诀，脸皮够厚就行了。我之前一直同情你，为啥嫁了表哥这么个老古板？就在刚才，我突然有点同情他。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呢。让你去交大学士家门前哭，你敢不敢？有什么不敢的？但必须有用才行。毕竟我虽然脸皮够厚，却也怕被晒黑。万一夫君回来认不出我怎么办？多大的事儿啊，总能扛过来。大表哥，你帮我估算一下最坏的结果，夫君会被打残吗？那你希望被打残还是不被打残呢？我肯定希望他完好无损，但这种事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尽最大的力。是我轻看了你。这么说吧，你的想法是对的，做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说裴荣也有可能会死。我要见他，无论如何。我知道了。大表哥太辛苦啦，您想吃鱼豆花吗？或者米汤鱼片？大表嫂还没吃过呢，我们明天做了吃啊。不用了，我最近都不想吃鱼。悠悠啊，你不用操心招待我们，我们不是外人。没事，就算天塌下来也是要吃饭的。少奶奶，有客人要见您，不肯报姓名呢。这天都黑了，不怕犯宵禁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手握重权之人啊。大表哥，还劳烦您陪着我去。那客人说了，只见少奶奶一人，其余人都不见。您若是不肯，千万别后悔。这么拽，谭悠悠偏就较上劲儿了，当即安排杨慕飞藏在隔壁见机行事，他自己独自入内见客，又叫莲枝把小猫抱上，稍后放入正堂。你要见客，干嘛放猫进去啊？自有道理，表妹可以细想慢想。这茶也就马马虎虎吧，府上竟然用这种茶来待客吗？不怕客人笑话，家中出了大事，但凡值钱的都卖了，这茶是没人要，不然也卖了。这么快，都卖给谁了？亲亲戚戚，日常交好的友人之类的，大家都晓得的。我家夫君日常喜好收藏金饰古董，对吧？对。夫君一出事，我去衙门也见不着人，想着他日常得罪人多，他是难得善良，是吧？裴相光仗着自己有才，心高气傲，得罪的人可不少呢。这次他进去呀，不死也得脱层皮。是啊，我就想着要花很多钱啊，我一个妇道人家，娘家也不得力，还是个庶女，没有什么嫁妆的，又才嫁进来没多久，夫君没敢把家交到我手里，那没钱咋办呢？
我只好把这些东西送去给亲戚友人。我也不懂价值几何，就请他们作价帮我打理了。我的命太苦了。全送人了，都送给谁了？这许久了，还没来得及问客人尊姓大名呢。我的命好苦啊！鄙人乃是。中年男人开了个头，就见一只花色迥异寻常的小猫走了进来。这猫长得稀罕啊，难得见着。是啊，是王妃送我的，说是暹罗猫，整个京城不超过5只，可难得了。府上给予寿王府交好，何不把之前的东西交给他们处理？相光公子的事也可以请他们帮忙呢。就是请的他们呢。谭悠悠恍觉失言，连忙咽了一下口，追问道：客人还没告诉小夫人尊姓大名呢。哼，鄙人乃是国丈府管事刘双喜。裴相光做了什么事，你心里明白？小夫人不明白呀，夫君向来遵纪守法，是个斯文人。夫君呀，我的命好苦啊！有你在时，我何曾操过心啊？你才离家半日，就有人上门追迫吓唬我来了呀！他这一嚎，裴家下人纷纷拿着门栓、笤帚等物围了过来，站在门口大声道：少奶奶，您怎么了？哼，怎么的？皇城脚下还想围殴国丈府的人，眼里还有没有王法了？有其主必有其仆，一窝子没规矩的贱种！我的茶盏，这是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了。这么个茶盏，少说要值4两银子，够买2担米了呀！你赔我茶盏，赔我钱！我的命好苦啊！少给爷装疯卖傻！识相的赶紧知会裴荣，休得帮着歹人冤枉我家七公子，否则的话，别说是个破烂茶盏了，便是这宅子也能给他砸个稀巴烂，再一把火烧了。还有你们这些人，全都统统去死！好可怕啊！夫君啊，我好害怕呀！救命啊，夫君啊！你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谭悠悠嚎啕大哭，哭声穿云裂金，整条白云巷都听见了。这会儿他家传出如此凄惨的嚎哭声，岂能不引人注目？于是许多人赶过来拍门，想要一探究竟。你是何人？竟敢如此欺凌宗室？你眼里还有王法吗？什么玩意儿，也敢和老子讲王法？你也不过一介家奴，怎敢如此欺凌我等？皇城脚下不讲王法，那讲什么？金嬷嬷没被踹着，却闪了老腰，躺在地上哎呦大叫：你是王法，国丈府是王法，我非得去京兆府告你不可！我就不信没人治得了你！治我？京兆府？你便是去敲登文谷告御状又如何？国丈府照样稳当的很。够了，这傻叉！国丈府这是多看不起我这个女流之辈，弄了这么个玩意儿来吓唬人。诸位听见了吗？这恶奴说是没人敢动国丈府，他就是王法。
什么京兆府、告御状都不行。啊！我的天啊！告御状都不行，区国丈府家奴就敢妄称自己是王法，告御状都没办法，那国丈府岂不是比陛下还厉害？天啊，这是为什么？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你说了，我都听见了。我们都听见了。国丈府就是王法，天子也不了国丈府。我没有，你们冤枉我，构陷国丈府，构陷皇后娘娘。是你这个居心叵测的疯女人，我弄死你！他凶神恶煞地朝谭悠悠扑去，试图以武力服人，却被杨慕飞等人一起将他按翻在地。狗奴还敢打人！好可怕，他要弄死我呢！嬷嬷救我！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更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理。国丈夫出身微寒，与朝廷并无寸功，仰仗天恩，才得封侯，位列京中名门，安享荣华，本该知恩感恩，遵守法度，为陛下分忧，做天下万民之表率，方不辜负浩荡皇恩。然尔等不但忘恩负义，横行民间，残害百姓，欺压宗室，藐视法度，还狂悖无礼，犯禁夜行，不敬陛下，口出妄言，知法犯法。这般行径，实为国戚之耻。陈某承蒙皇恩，从一介布衣得入翰林，绝不能对此恶事坐视不理，非得参国丈府一本不可。陈二哥，快别说了，咱们惹不起的。为何惹不起？本朝幸陪不幸终，若是放纵恶人一直嚣张，公理何在？识君之路，忠君之事，我既拿着俸禄，便要为民伸张正义，哪怕就是丢了头上这颗脑袋，也不要忘了做人的根本，更不可辜负皇恩。正是这个道理。陈榜眼说的对，国丈夫行恶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放了我！你们这群无中生有的王八羔子，也弄死你们！你要弄死谁啊？敢犯夜禁，还想弄死人？这是哪里来的盗匪？众人一看，竟是5城兵马司的人巡夜至此，看到这般热闹，便进来一探究竟。我是国丈府的人，这些暴民扣押了我，想要构陷国丈夫，构陷皇后娘娘。快，你们快把他们抓起来，送我回国丈府。行啊，先打了范晔的板子再说。众兵丁不由分说，拖过去抡起棍子就是一顿打。诸位君也千万悠着点啊！虽然犯了夜禁，始终是皇亲国戚，他很凶的，说是要弄死我，诸位小心他报复啊！闭嘴，不然连你一起打！哼，该使劲打，重重的打，把这小子屁股打烂，叫他知道什么才是王法。打完了，陛下还会有赏呢。转眼之间，20仗打完，刘双喜趴在地上起不来，嘴里尚且骂个不停，口口声声说的都是要把这些人怎么样。拖回去关起来。那校尉叫手下把人拖走，不忘现场教育众人一番，说的都是胆敢犯夜，聚众闹事，将要如何。众人只好远远宽慰谭悠悠一番，各自散去。嬷嬷有没有伤到哪里？要不给您请个大夫。金嬷嬷扶着腰，不碍事，就是闪了一下，让柳枝丫头帮我推推就好。这短命的狗东西，绝不能叫他白白打了你我。明儿一大早啊，我就回去告诉王妃，请王爷给您做主。有劳嬷嬷，但只是我家这摊子烂事，扯上王爷王妃，我这心里着实不安啊。王妃让老奴来，
就是护着您的。堂堂宗室，岂能被区区一介家奴欺凌至此？咱们王爷这个宗正令，总不能是吃白饭的。这么多宗室都看着呢。金嬷嬷由杨慕云姑嫂扶了进去，不住骂骂咧咧，是非得把那刘双喜搞死不可。大表哥可有什么要和我说的吗？你看到了？看到了，挤眉弄眼的，生怕别人不知道你们认识。除了你这个贼精的，别人哪会注意这个？这位和相光有交情，相光之前曾拜托他帮着看顾你。方才若是你拿捏不住，他也会伺机捉人，搞点事出来。谭悠悠仰望着天空，不语。你看什么？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叫我如何不想他？夫君啊，我可怜的夫君啊，也不知道你有没有饿着冻着。我走了。谭悠悠又长叹了一声，她真的很想裴荣啊，想得心都痛了，所以她必须去把裴荣那些值钱的东西先藏起来。廖总管，谭悠悠贼兮兮的小声叫廖翔，我们赶紧去把家里值钱的金石古董藏起来。谭悠悠是被憋醒的，他睡着睡着，突然就觉得喘不过气来，仿佛一块重石死死压在胸上，难受的不行。他挣扎着睁开眼睛，正好和一双闪着莹莹绿光的圆眼睛迎面对上，是大普。既然猫眼闪绿光，定然已经夜深，但想要猫眼反光，多少得有点光。他屏住呼吸，仔细观察，却有微弱的光在屏风后一闪而过，转眼就灭了。不正常。敌不动，我不动。谭悠悠僵硬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眼睛死死地盯着帐外，总觉得有一双眼睛藏在什么地方窥探着他。背脊凉飕飕的，温暖舒适的床铺都不香了，因为传说中强盗和坏东西最爱躲在床底下。哗啦一声轻响，像是老鼠从房梁上跑过，又像是窗外夜风拂过树梢。谭悠悠怕得都要抽筋了，幸亏两只猫似是知道他害怕，靠过去一左一右，紧紧贴着他。真是两只有良心的好猫啊！谭悠悠正自感动，忽然之间一阵微风袭来，吹动他下垂的碎发。那碎发好巧不巧，刚好探到他的鼻孔里，痒得他没忍住，啊嚏一个喷嚏打出去。与此同时，火光一闪，一个人影出现在床前，二人面对着面，把彼此看了个清清楚楚。二人都在彼此眼里看到了惊恐和猝不及防。就在这一刹那，对方抓住机会丢掉火折子和床帐，朝他猛扑过来。谭悠悠被扑了个结结实实，想着对方手里没拿刀，胆气顿时一壮，一把抓住对方的发髻往上一提，再抬脚狠命一踹，一声闷哼，来人，有强盗！他手忙脚乱滚下床，摸索着去寻火折子，却被人抱住脚使劲一拖，他竟然没能控制住自己，一下摔到地上。那人再次扑上去，试图用手脚固定住他，动作又快又狠，力量也不小，和他之前遭遇的钟西英的手下完全两个级别。有啊，这是高手啊！谭悠悠暗骂一声，剧烈的抽搐两下，不动了。对方正忙着呢，突然发现他不对劲，懵了片刻，小心翼翼去探他的鼻息。谭悠悠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那人犹豫着，微凉的手轻轻落在他脸上，再慢慢滑向他的颈动脉。就是此刻，谭悠悠飞快抓住那只手，用力往外一拽，把对方掀翻的同时，以自己的身体为武器，狠狠砸下去。那人闷哼一声，挥动拳头朝他砸去，谭悠悠赶紧避开，那人却趁势爬起来，朝着外头跑了，一路带翻若干家私，摔得噼里啪啦的。谭悠悠听着都疼得慌。哎呀，少奶奶，您怎么了？强盗跑了，快追啊！弟妹，您还好？我不好，
怕是要死了。你那个什么穿着？我穿的好好的，进来吧。窗下有个死人！表哥，你先看，不是我干的。人没死，就是昏过去了。这有迷香。谭悠悠使劲踹了那坏东西一脚，突然想起来，这么大动静，俩丫头和周家的、鲍家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于是又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赶紧跑去查看。这都是夕照迷香了，这里有血。不是我。那是谁？不是我干的，可能是听到我喊叫，他太惊慌了，慌不择路撞破了头。吹迷香的人不怀好意是一定的，但这人昏厥并被绑成了粽子，原因不明；迷香被灭，原因不明。假设是被跑到谭悠悠屋里现在逃跑中的那位下的手，那他为什么要帮谭悠悠？为什么又要逃跑？他想做什么？弟妹方才有否看清跑了的恶徒是个什么模样？黑灯瞎火的，他还蒙着脸，我只看到一双贼溜溜的眼睛，个头不矮，像是练过的。这人心狠手辣，几次三番想要置我于死地，而且是准备掐死我。幸亏我机灵，装死逃过一劫。另一边，杨慕飞总算把吹迷香的家伙弄醒了。那家伙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破口大骂：哪个贼日的暗算你爷爷！仔细看看我是谁，谁让你来的？想干什么？一顿毒打，那家伙招了。是个杀人如麻的采花大盗，说是有不明买家花500两银子买你的命，屋里能找到的所有财物也都归他所有。他正往你屋里吹迷香的时候，有人在背后打晕了他，余下的事他就不知道了。唉，这种恶徒本该送去京兆府审讯清楚，再叫他伏法。但你表哥想着最近的事太复杂，或许这位会是很重要的人证。今早天刚亮就把人送回家去，由宫爹那边设法处置。太可怕了，表嫂报警了。这是什么仇啊，居然这么恶毒，杀人谋财还想毁人清白，真是太坏了。对啊，什么仇什么怨，太坏了。究竟是国丈夫为子疯狂报复，还是王表姐因妒生恨要毁情敌？还得等着杨舅父分解谜题。总而言之，这次的事情真的搞大了。少奶奶，少奶奶！心惊惶惶，大呼小叫，成何体统？说吧，什么事？啊，福王世子来了，说是有急事，必须见您。听说世子寻我有急事。听闻这几日小嫂子都在四处托人打点，想要探视相光。我想了些办法，总算可以带您去探视。这可真是太好了，多谢多谢。什么时候可以探望？小嫂子想要什么时候去？咱们这就去，合适吗？当然合适，只是杨家大表哥不在家，没他陪同，您这儿方便单独与我外出吗？这有什么？叫廖总管跟着就是了。那就去准备吧，有要换洗的衣物和吃食用具，尽快收拾了来。小嫂子，听说昨夜家里进了盗贼，您没被惊吓着吧？谢您关心。家里进了盗贼，谁不害怕呢？咬咬牙就过去了。要不然我派几个侍卫过来帮着护院。我家侍卫弓马谙熟，手脚功夫都不错，人也挺精明能干的，都信得过。会不会给府上添麻烦？当然不会。我昨日遇着些烦心事，与小嫂子说话时不在意，失了分寸。回家仔细一想，都是我无礼，这便与您赔礼了。说着，果真给谭悠悠行礼，一一到底。谭悠悠连忙侧身避过，再还他的礼。您客气了。福王世子目送谭悠悠离开，直到看不见了才收回目光。廖总管，小嫂子要收拾东西得花些时候，你带着我走一圈，查看一下现场，或许能找到什么痕迹罪证也不一定。是，您请。福王世子稳步向前，下石阶时突然顿了一下，
眉毛微皱，牙关紧咬，脸色发白。您不舒服？啊，昨儿骑马时拽了一下脚筋，缓缓就好了。我们估摸着是从这里进来的。啊，这处的墙头瓦片掉了2块。谭悠悠收拾妥当出来，福王世子也在二门外等候。你们这院子还是大了些，人少空旷，就容易进贼，不如再带2条大狗过来。谭悠悠想到家里的2只猫，就有些犹豫。啊，小嫂子是担心我家的狗会伤人吗？是的，也怕会伤到家里的猫。那不会，我们家的狗是训过的，有专人照料。若是伤及无辜，小嫂子只管把我的头拧下来当球踢。世子真会开玩笑。行吧，那就一并麻烦您了。福王世子高兴地笑起来，请谭悠悠和花氏上车，他自己上了马，跟在一旁。你真要福王府的狗？全靠别人哪行？我其实想起来一个看家护院的好宝贝。这宝贝啊，不像狗，给它投食什么的都不起作用，真正六亲不认。是什么？嘘，表嫂到时候就知道。谭悠悠屏住呼吸走进去，一脚踩下去就觉得不对劲儿，像是踩着了什么东西。接着那东西吱吱吱地叫起来，挣扎个不停，竟是个活物。谭悠悠吓了一大跳，将灯笼一照，竟是一只又肥又大的老鼠。他踩着了老鼠的尾巴，那老鼠凶悍地挣扎着，一双绿豆眼闪着凶光，竟然扭转身去想咬他的脚。谭悠悠不怕别的，就怕这玩意儿，当即汗毛倒竖，魂飞魄散，先就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挥舞着灯笼食盒一阵乱跳。一只大手攥着鞋子伸过来，用力往下一拍，啪的一声响，老鼠不动了。不怕不怕，老鼠被我打死了。夫君，谭悠悠想哭，张着手臂就要扑过去。我身上很脏，我没穿鞋，地上也很脏。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脏不脏？裴荣一言难尽地叹了口气，接过他手里的灯笼去照地面。看，用这只脏了的鞋把这东西扒出去。裴荣不动。我总要穿鞋的。我给你带了干净的。谭悠悠想把食盒放在地上，却又嫌脏，看来看去没个地方可以放。裴荣一笑，接去随手放在地上，打开了看。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来？有朗姆鸡参汤呢，那个补人。我这几天啊都在谋思着要来看你，灶上一直备着这汤，来不了，就让大表哥喝了补身子。毕竟他跑来跑去也累啊，能来装上就走，我想得很周到吧？周到。裴荣看着已经洒了大半的鸡汤，没敢说给谭悠悠听，而是假装忍不住馋意，端起来就喝。慢着，那里有湿帕子，你擦擦手，才弄我老鼠呢。然后他就看到了食盒里洒的到处都是的鸡汤，是他刚才踩着老鼠被吓到，挥舞着食盒和灯笼乱跳的时候弄洒的。谭悠悠怔怔的看看食盒，又看看裴荣，内疚、心疼、委屈、无措一起涌上心头，瘪瘪嘴，哇的一声就哭了。裴荣显然没料到他说哭就哭，尴尬又心疼，忙着把碗放下，想抱他哄他，又嫌自己脏。别哭，难得见面，你就守着我哭吗？你不知道，我不能原谅我自己，真的要命啊！走了99步，最后一步被这只死老鼠给坏了事，气死我了！裴荣想要安慰谭悠悠，然而饥饿使得他脑子一片混沌，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谭悠悠却又自己好了，拿着带来的鞋袜让他换。我拿的都是旧衣服，就怕新的好的惹了别人的眼，你反而穿不上。想得真周到，
没料到你竟然是个过日子的好手。快吃，别说话，只有1刻钟呢。裴荣虽然极力想要保持优雅，但他拿筷子的手是抖的，吃的也很大口，几乎还没嚼碎就咽了下去，是饥饿。谭悠悠想着这牢狱里到处阴暗潮湿，老鼠也不怕人到处乱爬，只怕各种寄生虫也多得很，就想去摸摸裴荣的被褥，以便回家再给他送来更换。别看了，这里头就这样，你天天换也这样。我没事，挺好的，不用担心。可是谭悠悠看着明显消瘦憔悴了许多的裴某人，又有些想哭了。这哪是做证人呢，分明就是来受折磨的。裴荣握住他的手，天皇，你看，我只是吃些苦头而已，并未挨打受伤，这就已经很好了，不是吗？你快吃，我听你的，别穷讲究了，吃快些，咱俩好说话。裴荣果然狼吞虎咽起来，一会儿功夫就把谭悠悠拿去的吃食消灭了大半。谭悠悠悄悄塞一包肉干给他，这个抵饿，你拿着。裴荣收了肉干，为何不听我的话？我没有，我很听话的。谭悠悠以为他不知道外头的事，瞎话张口就来，同时还想顺便往他身上靠。裴荣却将他推开了。有跳蚤有虱子，你不怕？我回去换洗就是了，你必须抱我一下，不然我没力气了。裴荣沉默下来，随即给了他一个重重的拥抱，在他耳边小声道：别把团龙佩拿出来，你给我也保不住，那是咱们最后的一招。若是3天之后我没能去宗人府或是出来，你就拿着它去肆意书部寻黄源。还有，别在家里住了，去寿王府吧。顾好你自己，不要为我担心。夫君，我还给你带了金疮药，万一那啥，你记得用上。我知道了。裴荣拍拍谭悠悠的发顶，很坚决地把她的手掰开。谁带你来看我的？福王世子吗？你怎么知道？谭悠悠惊奇得很，突然回过味来。裴荣刚才也让他别在家里住了，这说明裴荣晓得他的情况。裴荣在这里头也不是完全消息不通，那多半是这里头有他的人。能不能？不能。好钢用在刀刃上，重要的人留着救命用。你记着，我此时越惨，对事态的发展越有帮助。谭悠悠就没再废话，飞快地把这几天的事简单说了一下，包括昨天夜里的事，因怕他担心，特意夸张。那个歹徒被我一脚踹飞了，都吐血了。裴荣没出声，只轻柔地继续拍他的发顶，然后道：你该走了。人家还没来叫我走。话音刚落，就听见脚步声和人犯的哀嚎声渐渐靠近，果然是时辰到了。他便站起身来，垂着眼帘迅速收拾东西。裴荣也没出声，就默默地看着他忙碌。小娘子，时辰到了，走吧走吧。哎，走了走了，叫人发现大家都难做。这就来了。谭悠悠拎着食盒走到门口，回头往后望，但见裴荣站在那里静静地注视着他，高大挺拔的身材仍旧顶天立地，但整个人都透着悲伤。他突然悲从中来，大声道：夫君，裴相公，我没后悔嫁给你，我挺喜欢你的。裴荣一怔，嘴唇蠕动2下，像是想说什么，终究只是一笑。我知道了。哎呀，走了走了，快些快些。谭悠悠一步一回头，直到再也看不见裴荣为止。不期然间，眼泪掉了下来，再也止不住，他便一直哭一直哭，哭到走出大门还在哭。
小姐，您这是怎么了？我家小姐怎么哭了？是不是我家姑爷？怕是被老鼠咬掉脚趾头了。啊！柳枝吓得怪叫一声，立时蹲下去掀了谭悠悠的裙子，要给她检查脚。春死了！谭悠悠嫌弃地避开柳枝的手，继续嗷嗷地哭，完全无惧众人的目光。她就不信了，她连哭的权利都没有，谁敢阻止她，不许她哭，她就咬死谁。小嫂子，快别哭了，谁也解决不了啊！我身上脏着呢，说不定会有啥奇怪的虫子。牢房里就这个样子，跳蚤、虱子、老鼠什么都有。等下我自己走回家去，别弄脏了马车。谢谢世子，您可真是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会一直记在心上的。小嫂子不必客气，怪我没早些帮忙。相公还好吗？我不方便进去看他，怕人家说我和他串供。他不好。谭悠悠又开始瘪嘴，也不等其他人，只管抽泣着往外走。花氏连忙追上去，力劝他坐车回家。不要，我就要这么走回家去。我可怜的夫君啊！谭悠悠一路走一路哭，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家死人了。这么个年轻漂亮、装扮雅致的小媳妇，在大街上这么哭，很快就引起重重围观。去瞅瞅是怎么回事。由于花氏和柳枝等人都跟在后面，长随很快弄清楚了经过。阁老，是相光公子家的女眷才从京兆府出来，像是相光公子出了什么事儿，所以伤心到失常了。马车帘子被掀起，郭阁老走下车来，立在道旁看了片刻。火候到了，走，进宫。谭悠悠并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裴荣说是越惨越好，但他被关在牢里，不能让人知道有多惨。那他谭悠悠就告诉全京城的人，他们夫妻究竟有多惨，简直就是人间惨剧，惨绝人寰。谭悠悠哭啊哭啊，哭到白云巷口的四衣书铺时，两只眼睛肿成桃子，眼泪哭干，嗓子也哑了。哎呦，我的老天爷！裴少奶奶，您如何成了这模样？谭悠悠委屈巴巴的，张口想要说话，却出不了声，只好指着嘴巴摇摇头，又给黄掌柜行礼，表示感谢他的关心。我家公子太惨了啊！我家少奶奶这是伤痛欲绝，实在没办法了呀。哎呀，这裴少奶奶，吉人自有天相，您莫怕啊。谭悠悠红肿着眼睛，给众人团团行礼，行着行着，一个踉跄，晕倒在地。小姐，可怜的小姐。少奶奶，少奶奶，您醒醒，您醒醒啊！弟妹，弟妹，我可怜的弟妹，这是做了什么孽呀？哭声震天，看热闹的读书人们义愤填膺，各种议论。热心肠的邻居们跑来帮忙，各种宣传裴家小夫妻的不幸。四衣书铺从没这么热闹过。不远处，福王世子慌慌张张跳下马，想要赶过去一探究竟，却不想双腿一软，踉跄着往前一扑。世子，您现在不能上去，咱们不如回吧。哎，我这个大梅像是做错了呀。咱们回王府吧，稍后请个好大夫过来也就是了。回什么王府？经过这么一闹，这事眼看着就要捅破天，触怒天颜了。你赶紧布置应对。福王世子转身正要上马，突然痛苦地扶住胸口，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低咳出声。明贵惊恐地瞪大眼睛，低声道：世子，您吐血了！大惊小怪什么？
福王世子不慌不忙地掏出帕子，擦去唇角的血，仔细收好帕子，咬着牙爬上马背，昂首挺胸，继续往前行走。世子，小的给您叫辆车吧，您坐车。我好端端的坐什么车？正值壮年、身体康健的宗室子弟，你见过哪个坐车？不就是被女人踢了一脚吗？他绝不认输。御书房里吵成一团糟。陛下，老臣冤枉，老臣不知。冤枉不知？国丈推得真干净。证词在这里，状告钟西英强抢民女、侵占农田、逼良为奴的状纸也在这里。皇叔怎么看待这事？回陛下，国丈或是冤枉，但国丈府的奴仆在外仗势欺人，缺乏管教，无法无天，确有其事。其实之前刚好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国丈府一名叫做刘双喜的奴仆范晔闯入安乐侯之子裴荣家中，威逼打砸，恐吓宗室女眷，还打伤了老臣家中的老奴。老奴哭诉，老臣想着始终是国丈府的下人，私底下解决就是了。但这刘双喜委实不像话得很，竟然当着众多百姓的面说国丈府就是王法，他说了算，哪怕敲灯闻鼓告御状也告御状也没人动得了国丈府，这就太过分了。老臣就怕带坏国丈和皇后娘娘的名声，更怕百姓以为陛下护短，偏听偏信呐。陛下，臣还听闻这刘双喜大骂宗室是贱种，宗室子弟龙脉高贵，国丈府区区一介家奴，竟敢狂妄至此，不知是谁给的胆子。还有那采花大盗，哼，真是顺者昌，逆者亡，手段如此下作。皇帝越听越怒，抓起茶盏朝国丈砸去。钟国丈早就吓得瑟瑟发抖，见着皇帝这动作，眼睛往上一翻，直接晕倒在地。陛下息怒。等到皇帝终于有心情召见郭阁老，已将傍晚。国丈府的事，民愤极大吧？是，整个京城都传遍了。皇后素衣请罪，愿意交出凤印，自贬为庶人。朕与他起于微时，同甘共苦，共约白头。他为着朕的缘故，吃了许多苦头，乃至于不能孕育皇子，朕心中着实不忍。这几日在朕耳边聒噪的人着实不少，为何郭卿只字不提？陛下圣明，此案是非曲直，圣心早有决断，用不着微臣妄言。钟西英的案子清清楚楚，并不难断，难的是后头牵扯到的人和事。因此裴荣的存在至关重要。若他咬死钟西英，国丈府和皇后一派倒下，皇帝也就失了制衡樊贵妃的棋子。若他反口认怂，不肯指证钟西英，国丈府和皇后就还有翻身的机会。樊贵妃难以染指中宫之位，二皇子的权势也会受限。端看皇帝怎么想怎么做，可以说裴荣的生死只在皇帝一念之间。民间都这么说。民间说什么的都有，但微臣不能不提一句，国丈府做事实在不知轻重。买凶杀人这事儿也就不提了，裴荣之妻和杨氏郎家为了皇后娘娘的名声，没往外传，只将凶手缉拿了，再报到御前。民间也只知他家是进了盗匪，其他尚且不知。今日微臣奉诏入宫，途中被人堵住道路，险些来迟。陛下知道是为什么吗？朕身居宫中，如何得知？别卖关子，赶紧说，肚子还饿着呢。原来是裴荣之妻谭氏去京兆府探夫回来，因为太过悲伤得了失心疯，
在街上狂奔大哭，被人围观了，示意道路都被堵塞了，水泄不通啊！有这么多人看热闹吗？是。微臣迫不得已，只好绕了远路。谭氏为何如此悲伤？他可有大骂，或是说了什么？谭氏为何如此悲伤，微臣不知。想来无非就是裴相光在狱中过得很惨，或是出了事。妇人本就柔弱，她头天夜里才遭盗匪惊吓，白日再看到自家夫君受了磨难，不疯也难呢。唉，要说这谭氏，品行脾性都不错，骂是没骂，就是一直哭，好像说是要去买寿材。京中百姓和士子同情他们的人很多。有件事，微臣必须向陛下禀告。微臣家中汉妻贪吃，谭氏善厨并贪吃，二人臭味相投，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微臣也曾听汉妻提过这谭氏，据说是个忠君守礼的。早前他家有个仆妇，夸赞陛下是明君，这谭氏还特意赏了这仆妇300个钱。所以呢？微臣本是实话实说，却又害怕别人说微臣受不得枕头风，徇私。但其实，微臣虽然为妻如虎，可为了陛下，却是宁愿被汉妻罚跪打骂的。出息，夫刚不振。裴相光还那么倔吗？倔驴似的倔。陆宗善至今不敢露脸，交大学士气了个半死，在家里骂了3天3夜，恨不得掐死陆宗善才好。若3司会审，务必把这案子审理清楚，但凡违反律令者，一概不赦。陛下圣明。这件事你亲自过问，务必办得好看。陛下，微臣不擅长断案，卓京又与谭氏交好，不妥。刚还说为了朕什么都愿意，现在就开始顾及名声了。裴荣只是人证，又非人犯，有什么要紧？是。裴荣家中的下人为何夸赞朕？如何夸赞朕？啊，是巡夜的抓了2个盗匪，他家仆妇想不通，说是当今皇爷是明君，也没听说哪里闹大灾荒的，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居然想当盗匪。谭氏听见了，就夸着仆妇明事理，让其他人都跟着学，故此赏了300钱。退下吧。郭阁老走出御书房，迎着晚风，长长的出了一口气。这事总算成了，裴荣活了。谭悠悠顶着一双金鱼眼，慢吞吞的在自家宅子里到处晃悠，心里想的都是：裴荣怎么还不回来？寿王府怎么还没来送喜？不会临时发生什么变故吧？回到主院，又百无聊赖的喂了一圈大白鹅，再撸了2回猫，终于没能敌过安神药的威力，倒在床上睡着了。睡得正沉稳之际，忽然觉得脸上有些发痒，他以为是猫，就伸手去推。大旁边呢？谁想还是痒，他又以为是小猫，就伸手去捞。哎呀，小普啊，要睡觉就过来，别闹。不想这一捞，竟然捞着一只温热的大手。谭悠悠下意识以为屋里又进贼了，吓得一个机灵，睁开眼睛就看到一张熟悉的俊脸出现在眼前。他大叫一声，张开双臂准备朝裴荣扑去，突然又想起来自己的水泡眼，就又惨叫一声，紧紧捂住眼睛，背转身去藏起来，不肯给裴荣看到他的丑样子。
别怕，我不嫌你丑。我不丑，你看错了。是，你不丑，你美如天仙。天仙都没我美。谭悠悠说着，又嫌声音嘶哑难听，于是缩在被窝里不说话不露头，只管闷着。天这么热，你这么闷着不难受吗？行吧，我先走了。刚动了一下，衣襟就被牵住了。谭悠悠一只手蒙着脸，一只手拽着他的衣角。夫君，你吃过饭没有？裴荣瞬间被水一般的柔情给淹没了，他环抱着谭悠悠的肩，和他头抵着头，同样很小声道：吃过了，叔祖父接我出来，先带我收拾干净，又给我包扎了伤口，吃饱了再送我回来的。伤口？你伤着了？哪里？我怎么不知道？快让我看看。少了个脚趾头。你骗我！你这个没良心的，看着我担心害怕很好玩吗？少哪个脚趾头？拿给我看。要是没少，我现场给你弄一个下来。怎么弄？像野人婆那样一口咬下来，当成炒豆嚼吧嚼吧吃掉吗？谭悠悠瘪嘴，无声地哭了。这是他之前无聊和安保娇娇讲的野人婆偷吃不听话小孩子的故事。裴荣当时不屑一顾，说他胡说八道，子不语怪力乱神，没想到他全记住了。谭悠悠小心翼翼地把裴荣扶到窗边，让他坐下，再很轻很轻地帮他解开衣带。我要脱了啊，要是疼你就说。谭悠悠就屏住呼吸，替他将上衣缓缓脱下。挺直宽阔的背上缠着密密麻麻的白布条，谭悠悠顿住手，不想动了，只呆呆看着裴荣。半晌，一只温软的手小心翼翼地触了他的背一下，又受惊似的飞快拿开。又过了片刻，谭悠悠轻轻靠在他肩上，脸贴着他的肌肤，轻声道：我这样你疼吗？不疼，一点都不疼，真的。你上次拿去的金疮药很好。我上次明明说是去看你，却连你受了伤都不知道，只以为你是饿了。是我不告诉你的，不是你的错。你看，你多周到，竟然想到给我带金疮药，再没有比你更周到体贴的了。真的吗？你见过的所有女人中，我都是最周到体贴的。是，谁也不及你。裴荣轻轻后仰，靠在他怀里。谭悠悠生怕弄疼他，丝毫不敢动弹，只将两只手捧着他的脸，一寸一寸地摸下去。裴荣先还睁着眼睛，后来就半闭了眼睛，再后来就这么坐靠在他怀里睡着了。夫君，夫君，床上睡。裴荣并不像他那样赖皮难收拾，才觉就醒了。伤得不重，别看缠得密密麻麻的，其实就是7、0、8岁几个小伤口。我先睡一觉，有事或是晚饭叫我。谭悠悠飞奔向前，抢着把床铺好，半蹲着请裴荣：夫君，请上床歇息。裴荣宠溺一笑，抬手摸摸他的金鱼眼，趴在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少奶奶，您这是要做什么呀？夫君背上有伤，须得趴着睡觉，扭着脖子太难受。寻张帕改一改，这里挖个洞，再叫针线上做这样2个圆洞形的枕头，他才好睡觉。这东西好啊，许多矮板子的人都会需要。哎，要不咱们顺手多做几张拿了卖，给相光挣个医药费。行啊，这事儿就拜托大表哥了，多做多得，扣除夫君的医药费，余下的都是您的辛苦费。弟妹给这东西想个名儿？我懒得动脑子，大表哥自己来吧。也别说是我给你的，就是你自己想的。谭悠悠打个哈欠，决定再去睡个回笼觉，就躺在裴荣身边看着他睡。
裴荣睡得很熟，虽然谭悠悠严重怀疑他会落枕，却不影响欣赏他的美颜。等到一觉醒来，天都黑尽了，四周静悄悄的，空旷又寂静，仿佛天和地、人世间都离他和裴荣很远很远。谭悠悠正要叫醒裴荣，却见他脸色潮红，伸手一摸，烫得吓人。于是所有柔情蜜意、诗人情怀全都一扫而空，忙着叫柳枝去请大夫，又打了温水给裴荣擦身降温。大夫利落地把裴荣伤口打开了看，却是些细小的齿状伤口，有些地方已经感染，红肿不堪。这伤口早上才处理过，处理得很好，用的药也很好。少奶奶可去把这些药再寻些来，明日换上。裴公子身体底子好，人又年轻，很快就会好的，不用太担心。他为什么一直没醒？要不您再给他瞧瞧？好，或是之前一直没能睡好，不用担心，休息好了呀，比吃药还管用。大夫啊，以您的经验，外子这伤口是怎么弄的？这个，少奶奶，这伤口在下还是第一次见着。说是钉板吧，这又是齿状。要不等到裴公子醒来，您再问他。只能如此了。谭悠悠垂头丧气去熬药，柳枝劝他：你也需要休息，这种小事交给奴婢做就行。不，我要亲力亲为，不这样，夫君如何能感受到我的关怀和诚意，以及心疼呢？我好怕。不怕不怕，会好起来的。小姐，你变了。哪里变了？我还是我。你比从前更担心姑爷了。其实吧，是这么回事儿。从前我没经历过，轻易就得到，所以不怎么珍惜。这次差点失去，才发现很宝贵。所以说，太容易得到的，往往不珍惜。俩丫头似懂非懂，谭悠悠好不容易深刻一回，却没有观众，真是觉着没劲儿透了。忽听杨慕飞在屋里笑道：弟妹，相公醒了。谭悠悠赶紧丢了蒲扇跑进去，但见裴荣已经由杨慕飞扶着坐了起来，二人目光一碰，就再也舍不得分开。还需要我帮忙吗？没有，你快走。你快走。满屋酸臭。杨慕飞讨了个没趣，低声嘀咕着走了。夫君，你可吓坏我了。扶我去看你新做的卧榻。谭悠悠刚把他扶起来，裴荣就整个的压在他肩上，长长的手垂下去，好巧不巧，刚好落在他的心房上。谭悠悠只觉着那个地方热得发烫，忍不住微微红了脸。不老实。裴荣一本正经地摸了一把。你不是说被我吓坏了吗？我试试你的心跳得厉害不？裴荣盯着新鲜出炉的美容床看了会儿，嫌弃无比。这个卧榻太丑了，好端端的中间挖个洞，奇奇怪怪的。夫君不必勉强。这东西呢，我其实是给我自己做的，毕竟我喜欢推拿啊，往身上涂点香膏保养啊，这样趴着蛮舒服的，也不用担心自己落枕，变成歪脖子。能防止落枕吗？那我将就了吧。裴荣利索地趴下去，然后说：也就一般吧，奇巧淫技。之前我还挺担心夫君的，特别怕你那啥，现在一点都不担心了。为什么？祸害1000年呗。谭悠悠甩袖就走，真的是冤家呀！顺眼不过半日，又开始彼此嫌弃了。裴荣拉住他的袖子，很小声道：悠悠，我逗你玩的，就怕你担心。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很喜欢。这话说的太一般了，不能打动我。在京兆府大牢，你和我说
你没后悔嫁给我，你挺喜欢我的，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你求我啊！我求你。谭悠悠这才俯身下去，贴在他耳边小声道：裴相公，我没后悔嫁给你，我挺喜欢你的，希望你做个祸害我千年。说完之后，谭悠悠莫名觉得向来极厚的脸皮有些热。那会在大牢里阴沉沉悲惨惨的，这话很容易就出了口，这会儿说着总觉得有点别扭啊。我也没有后悔娶你，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即使你是个眯缝眼。谭悠悠抬脚就踹，却被裴荣抱住了脚。你几天没洗脚了？你失去我了，哼！谭悠悠拔出自己的脚，气呼呼地端药去。男人就是宠不得，3天不打上房揭瓦。裴荣乐呵呵地笑起来，重回人间的感觉真好。醒了？醒了。好些没有？好多了。过来陪我。夫君过来。我又伤又病。我半夜看过了，你早退烧了。夫为妻纲。天亮了，夫君快醒醒吧。今早吃什么？你想吃什么？想喝鸡汤，那天的鸡汤几乎都洒了。鸡汤会有的，鸭汤也会有的。在这之前呢，先说说你背上的伤是怎么回事。听说是一种新做的刑具，专用来对付讲假话的人犯。谭悠悠没再继续追问，而是顺从裴荣的意思，过去帮他挪了个舒服的姿势，让他侧躺着，他再和他面对面躺下。裴荣身体底子好，加之受伤后没有耽搁太久，寿王府给他用的也是最好的伤药，谭悠悠又极尽所能给他调养，伤口恢复得很好。养到第3天的时候，伤口已经全部消肿结痂，可以仰卧，只是人还是比之前消瘦。无人的时候，他经常独自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花草树木发呆。谭悠悠很担心他是否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症，因此总是在他发呆的时候赶着大白鹅，抱着2只猫，牵着2条小狗跑到窗外和他打招呼。大白鹅随地拉屎，小狗经常和猫打架，打完之后又和大白鹅打，院子里吵得很。裴荣先是不管，后来就嫌烦，逼着谭悠悠亲自打扫大白鹅拉的屎。谭悠悠往往耍赖逃跑，裴荣去追他，10次总有那么1、2次抓住，于是就拿了戒尺监督他铲屎，逼着他教小狗上厕所。谭悠悠哪里又是能做这种耐心事的人呢？坚决把锅甩给下头的小厮，以至于裴荣只要看到他带着队伍浩浩荡荡出现，立刻就要拿着大笤帚冲出去把他们扫地出门。谭悠悠故意逗着他打闹嬉笑，半个月后，裴荣终于不发呆了，还和从前一样一本正经，神色肃穆，摩拳擦掌。安保和娇娇为何还不来上课？难道要当先生的亲自去请吗？裴校长复活了。夫君，帮忙端菜，人手不够了。裴荣把一盘鱼放在角落里的桌子上，生硬地招呼客人。各位请慢用，需要什么只管让他们添。谭悠悠端着一壶酒过来，笑眯眯的。夫君敬酒啊。裴荣哪里做过今天这种事，心情激荡，加之忙得昏头昏脑，谭悠悠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敬诸位，感谢诸位。相公，恭贺你了。袁家舅舅也来了，您怎么也不说一声，往屋里坐？我看你们忙得很，不想添麻烦。左不过是吃饭，在哪儿不一样啊？哎，怎么，你这是亲自动手了？裴荣顺着袁知恩的目光一看，自己原本洁净的袍子前方不知何时染了一大块油渍，2条浓眉立时皱了起来，忙着就要去换衣服。哎呀，换什么衣服啊？马上还会再脏呢，是吧，舅舅？
这倒是真的。相光始终还是书生意气，不食人间烟火。是了，我今日带了友人过来，也给你们介绍介绍。这位是我的恩人明老。见谭悠悠和裴荣行礼，不过淡淡颔首而已，显得颇为倨傲。谭悠悠并不在意，热情地招呼他们吃好喝好，告了罪就准备去招呼其他人。陪我家恩人喝一盅，叫他们忙去。这么多下人，哪有让主人家亲自端菜送酒的？正是，这小娘子是你媳妇儿吧？安乐侯府好歹也是宗室侯爵，堂堂主母抛头露脸，大呼小叫的招呼客人，成何体统？你也不管管？您老说的是，平时内子并不这样，她虽性子跳脱，却是很懂规矩的，日常不得允许，绝不出门。今日乃是因为我家卷入一桩官司，多得友人和邻里相助，我们夫妻十分感激，不知如何报答才好。思来想去，唯有亲手执壶斟酒，端菜送饭，才能聊表寸心。答得漂亮。正是呢，当时小夫人吓得六神无主，多亏邻里有人相帮，才能守得云开日出。否则，只怕还没等到天子主持正业，小夫人就先哭死了。明老瞥他一眼，淡淡道：天子主持正义是来得迟了些呀，这么冤枉的案子居然拖了那么久才过问。明老，话不能这么说的。谭悠悠吓得小鹿眼瞪成牛眼睛，裴坑坑已经够坑了，这位更坑啊。为何不能说？天子管着天下呢，天下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吃饱穿暖，这些大事要操多少心啊？这么多事，就算排队也得慢慢来嘛。况且皇爷秉公执法，没有包庇国戚，是真正的好皇爷。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他再竖个大拇指。唐的不说，咱们这些人能够安心坐在这里吃吃喝喝，说笑玩闹，也是沾了皇爷勤政的光呢。话说回来，我有一事不明，本朝宗室封爵就没有封为侯的，安乐侯府，这是怎么回事？实不相瞒，在荣看来，能够封侯已经很好，毕竟不是谁都能生下来就拿俸禄的，这都是沾了血脉的光。若非陛下殚精竭虑操持国政，养着宗室，让我等衣食无忧，我不可能想学琴棋书画就学琴棋书画，想取如花美眷就能取到如花美眷。呼奴使婢高床软枕，出入车马锦衣玉食，还想要什么呢？谭氏，你觉得你夫君怎么样啊？旁的女人都希望自家夫君封侯拜相，你呢？明老，小夫人自然是觉得自家夫君最好了。夫君长得好看，品行高洁，温和有礼，知足常乐，还懂得很多大道理。客人多，你们自去忙吧。好不容易松活些，谭悠悠回头去看，袁知恩和那个明老早就不知影踪了。客人散去，我们再喝一杯，难得高兴。裴荣嫌弃地看看自己身上的各种酒渍油渍，毫不客气地把陈二郎推进陈家大门，大踏步赶回去换洗。谭悠悠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房里，只听得净房里一阵水响，小心脏立时小鹿似的一阵乱跳。这都1个多月了，裴某人的内伤外伤应该都养好了吧？官司了结，邻里之间如此融洽，如此美好的夜晚不能浪费呀。于是赶紧跑到隔壁厢房，指挥柳枝莲枝一通忙碌，把自己收拾得光鲜亮丽，这才长发飘飘，仙气十足地回房去。裴荣已经收拾妥当，换好礼衣，坐在床边等他了。去哪里了？为何才回来？谭悠悠脱去外袍，在他面前转了个圈，眨巴眨巴小鹿眼。夫君，你猜？像个妖精似的。你见过这样美的妖精吗？没见过。裴荣注视着他，眼神渐渐变得幽暗。谭悠悠再抓住他的衣襟，使劲一扯。
你见过这样全心全意待你好的妖精吗？你又喝酒了？我没有，别瞎说。我有没有和你说过，今天人多势杂，你不能喝酒？我真没有，不信你闻。谭悠悠把小红嘴凑过去，对着裴荣哈气。裴荣毫不犹豫把她放倒了。他今天非要让这小女人看看究竟谁的力气大，让她动不动就撕她的衣裳，动不动就把她掀翻。今天他要把她掀翻100遍，翻到她求饶为止。许久之后，谭悠悠有气无力地瘫在床上一动不动。裴荣心满意足地吹灭灯，再把谭悠悠用力拽入怀中搂着。轻点，轻点。还请夫君怜惜我这朵娇花。你觉得今天那位明老是谁？不是普通人。夫君，你早前参加赏荷会夺魁，御前师爷，难道没有见过那位吗？还没来得及走进大殿，就被打出去了。夫君是被人暗算了吧？说我心怀怨怼，不敬天子。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以吧，以后咱们还是踏踏实实过好小日子吧。人生苦短，何必那么较真呢？早起晚起没太大区别的，对吧？不对，就算只过普通小日子，也有千百种过法。我要让你过最好的那一种。我死了。裴康康怎么就这样追求上进呢？这样真的太不好了。此生我再不要你身陷险境，四处求人，踏入牢狱那种污秽之地受惊吓，更不要你抽出街头泪洒衣襟，哭到没有眼睛哑了嗓子。知道了，你有眼睛，你有100双眼睛。我又不是蜈蚣精。谭悠悠戳戳男人厚实有力的胸肌，心满意足地睡了，做了一夜的美梦。梦里他过上了咸鱼的生活，裴校长对他有求必应，动不动就跪舔。多么美好的生活，多么可爱的男人。起床起床起床，到点了到点了。你能不能让我一直爱你？裴荣没跟上他的思路，但直觉不是什么好话。总之就是每日一发起床气就是了。于是大度地亲亲谭悠悠的脸。娘子很美，可惜就是腰有点粗，肚子有些肥，至少3斤肥肉，割下来很大一块。我恨你。2刻钟后，被迫跟着裴荣打拳舞剑的谭悠悠，一边有气无力的划水，一边偷偷地给裴某人丢白眼。裴荣视而不见，坚信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总有一天他会让谭悠悠习惯这种生活。饭后，谭悠悠管理家务，裴荣外出巡视铺子。少奶奶，有客人来了。五表妹啊，早就想来看你和妹夫，这奈何近来家中的事情实在是多。今儿个他生病，明儿个他进学，婆母欠安，你二表嫂还怀着身子，这家里的事情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是忙得脚不沾地呀。这好不容易有了空要来，家里又出了点事儿，你大表哥就不得不去处置，这又耽搁了不少时候。我有心独自过来，可又怕失礼，这一拖就拖到了今日了。正是，你大表嫂一直和我念叨，骂我为何这么多事，担心你们以为我们是在刻意回避，我也不想的。但是吧，人在世间太多不得已，表妹和妹夫没有怪罪我们吧？当然不会啦，要怪也只怪坏人，干嘛要怪自家亲人？又不是你们害的我们。给表妹夫准备了些补品，还望不要嫌弃。人到人情的，表嫂太客气了。表妹夫呢？还在养伤吗？哎呀，看我糊涂的，见着你们光顾着高兴了。他是去铺子里对账，很快就回来。你们还有铺子在经理啊？怎么没有听说过？
就是一个小香药铺子而已，日常打发时间的，不值一提。有这么件事，三表妹如意今年年底要出嫁，前些日子我们收到姑母的信，说是要来京中，想必再过几天就要到了。届时你们一起去家里吃饭团聚。这就要到了，怎么也没给我写封信，或是带个口信？啊，带了信的，只是前些日子你们不正忙着吗？这怕给你们添乱，就没送过来。想得挺周到，表嫂现在把信给我吧，许久没收到家里的信，怪牵挂的。周大表嫂脸一红，家里最近事儿多，小孩子也多，调皮捣蛋的，一个没注意，就不知被他们给弄到哪里去了。谭悠悠这回是真不高兴了，低着头拨弄茶碗不出声。周家势力他懂，毕竟大家都是人嘛，拖家带口的，趋吉避凶是常态。周大表哥见谭悠悠脸色不好看，心里也有些不高兴，起身道：你们聊着啊，我出去等相光。我看五表妹也怪忙的，要不我们先告辞了。稀客，我在铺子里盘着账，家里来人说是贵客上门，便急着赶回来，就怕怠慢了亲戚。怎么，大表哥大表嫂这是要走？表妹夫回来的正好，我们来看你，正好也有件小事，顺便赔个礼。家中孩子不懂事，不小心把五表妹的家书给弄丢了，长辈们非常不安，特意命我和你嫂子过来赔罪。五表妹生气得很，我们做错了事也不好辩白，这就郑重的向你们赔个礼。大表哥太客气了，你是官绅，我是白绅，怎么也该是我给你行礼才对，怎么反过来了？表妹夫这是什么意思呀？是说我看不起你们，欺负你们吗？怎么会？大表哥真是多想了，我是和你开玩笑的。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许小气啊！来，往这里坐，咱们说说话，亲近亲近，不然就真是瞧不起我。大表嫂快请坐，悠悠她年纪小不懂事，你们不能和她计较，不然就是小气。你真的在生表哥表嫂的气？我哪有，我是没料到信会丢，心疼的。我太想念家中长辈和姐妹们了。大表哥大表嫂，你们误会了，我是真难受。看你真没出息，再是想念父母亲人也得忍着。好了，不许哭了啊，看我带了什么回来。正好的，大表哥和大表嫂也一起看看。什么？有个胡商带了好些品相极佳的宝石在我铺子里售卖，我看着挺好，有心给你挑个好的，又不晓得你喜欢什么，还想着你之前念叨过好几次，说是三姨姐年底要成亲，不晓得给她什么做添妆，这边把人带了回来，让你亲自挑。既然赶巧遇着，大表哥也正好给大表嫂挑一挑。大表嫂日常操持家务辛苦，打套金镶宝石头面戴着，日常待客做客体面，也是男人的面子。这个算了吧，家里的开销大。这样啊，那就算了，怪我想的不周到。我们是长辈不在身边，自己做主惯了，不比大表哥难处多。夫君真是的，以为就你有钱吗？大表哥是做官的人，自己有俸禄的，而且大表哥也没说不买，就你一个人说个不停，倒像是怕大表哥把好东西挑走似的，小气。是，我小气。大表哥别和我计较，等会你和大表嫂先挑，我够意思了吧？把你最好的货拿出来。看到这位周大爷没有？这可是京中鼎鼎有名的世家子弟，做官的。周大爷。胡商也颇有意思，忙着取出布袋子装的各色宝石铺陈开来。周大爷，周大奶奶，你们瞧，这是最好的蓝宝石、绿宝石，这个红宝石叫鸽血红，也是最好的。还有这个毛晶石、金刚石，镶了首饰闪闪发亮，好看得很。大表嫂皮肤白，戴什么都好看。我看你日常喜欢穿蓝色衣裳，不如打一套蓝宝石头面，夏天戴着特别清爽。你年纪小不懂，大表嫂是嫡长媳，露面的大场合多，
打造一套红宝石的才好，喜庆也显得气色好。哎，我看这几盒就很不错。哎呀呀，几位太有眼光了，这是最好的货了，独一份的。大表哥给大表嫂买了吧？大表嫂日常操持家务多辛苦啊。这些要多少钱啊？哎呀，不多不少，1200两白银。这么贵啊？哎呀，不贵呀，这些是最大最好的，有10多颗呢。你要是嫌贵，可以换次一等的。这组就不错，只要600两银子。周大表哥还是不吭气，翻上又拿出一袋子小宝石。哎，这个成色也很好，就是小了些，200、300两就能做一套极好的啦。那就这个太小了吧？大表哥也太小气了，这种也就随便玩玩，至少要中等的。大的那个你真不要吗？不要就买给我家娘子了。我虽然钱不多，也要尽力讨她欢喜。不买了，天色晚了，我先回家了，家里还一堆事儿呢。哎，大表哥，表嫂生气了，快买了送她。改日再说吧。周大表哥匆匆忙忙的走了，背影十分的狼狈。哎，再给姨娘挑一份，岳母还有你的姐妹们也一人挑一样，叫金匠来家打造，省得你无聊。夫君你变了，太不厚道，这夫妻俩铁定要吵架。还有，你真的很俗气，怎么能拿钱砸人，给人添堵呢？唉，真是全身都充满了铜锈气。你的看法不对，身为男人，理当尽力让妻儿过上好日子，应该感到愧疚的人是大表哥。大表哥给夫君提鞋都不配，但是如果没钱就不配活着吗？你又错了，有钱没钱与是否应该活着没关系，但只要人活着，就得尽力朝着好的方向奔，更要明白自己能花多少钱，怎么花，花多少，该不该。比如我只有1000两银子，就会只给你买300两的首饰，不是舍不得，而是要用余下的银钱维持温饱，赚取更多的钱，让你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叫量入为出。既然拿定主意，我就会坚定不移地照着想法去做，旁人冷嘲热讽或是激将哄骗，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我不会听，也不会在意，这叫意志坚定，心无外物。周大表哥太过在意虚名，心智不坚，既不懂也舍不得疼爱妻子，吵架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关我什么事？所以夫君是个端方君子，不会做挑拨人夫妻感情的事吗？当然不会，我只会教训让你不高兴的人。真有道理。哎，这可不错，可以给姨娘做戒指。这个真不错，但得给太太挑一颗差不多的才行。咱俩要不来赌一个？赌什么？就赌周大表哥会不会再跑回来买这个宝石。这次咱们还赌100两。谭悠悠犹豫了，他不是男人，他不知道呀。出息，你也没少花钱，为什么就是这么抠呢？因为习惯从你那里抠钱了，被你抠走就觉得肉疼。赌不赌？这次不赌就没以后了啊。赌，但是下次要由我定规矩。裴荣鄙视地瞅他一眼，挑好宝石打发番商。行了，去吧。番商恭敬地行了个礼，走了。哎，还没拿钱呢。哎呀，送给您了，美丽的夫人。哎呀，我竟然美到这种地步了吗？想什么呢？这是我们家自己的生意，刚到的新货，让你先挑。夫君是为了逗我开心吗？真是我家的，不然你以为我拿什么供你吃穿喝辣、穿金戴银？你让番商帮你卖货，不可以吗？毕竟大家都觉得番商的宝石更好。大表哥要是真买宝石，就是付钱给你。好像是啊。你这个奸商！
谭悠悠跳起来，用力纵到裴荣背上，紧紧搂着他的脖子，双腿盘在他腰间，险些没笑疯。原来你是这样的，裴相光。这场官司花了太多钱，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怎么弥补亏空，再多赚些。思来想去，找了这个法子，你得把这首饰做得精致漂亮些，多带给人看，多给咱家拉点生意。好嘞，经过之前的事，上头那位对我们家再没那么防范，毕竟弱到这个地步，轻轻一根手指就能碾死。钱是个好东西，我们可以积累力量，做点别的了。做啥？夫君想做啥？难道要谋反吗？别吓他呀，他怎么看都不是个当皇后的材料，所以多半是要陪着他一起掉脑袋的。至少可以养几个真正忠于自己的护院，功夫很好的那种。还可以多交几个朋友，在关键时刻为我们出力，甚至还可以全力支持某一人，借助他的力量让我们变得更强大。谁？黄元，四一书铺的东家黄元，就是黄长子。我早该想到的。我给岳母他们看了座宅子，忙了几日都弄好了，带你去看看。夫君是发大财了吗？为何这样问？不然为什么要给他们看宅子？家里的闲钱只剩不到1万两了，接下来就是中秋节，要走节礼。杨表妹定亲，我三姐成亲，潘姐姐生孩子，各种开销大得很，每样都省不了。看你这副小气样，我是想着三姨姐要出嫁，不可能在周家出门，必须得有自己的宅子，所以先打点妥当。裴荣表面嫌弃，内心欢喜，这才是真正想要跟他好好过日子的模样。小媳妇总算有些当家主妇的自觉了。送红宝石首饰已经很大方了，经理房价那么贵，咱们可以给他们租一个，把租金什么的付了，也可以在三姐姐出嫁之后接他们来家里吃住。买宅子干嘛？夫君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呀，我什么时候说过要送他们宅子？是我们自己的，借给他们用。你真的发财了？不会是不义之财吧？咋弄的？快教教我。半个时辰后，谭悠悠屁颠屁颠地跟在裴荣身后，在三进的宅子里欢快地跑来跑去，不住赞叹。这宅子真不错，雕梁画栋，假山流水，还带全套家具。真的只要800两吗？夫君没有骗我吧？如假包换。前2日周家大表哥找到我，央我领他去寻番商买宝石给大表嫂，花了600两银子买了一套中等成色的。我又帮他杀价，送了一对小蓝宝。他回去之后在同僚和宗族中吹嘘，之后又领了好几个人去买，刨除成本一共挣了1000余两，买下这套宅子还有剩。哦，对了，这套宅子原本属于国丈府，发没之后，有几个朋友觉着我吃了苦头，理应得到些补偿，便给我留下了，自然要比市价便宜许多。等到三姨姐出门之后，要是你不喜欢，咱们再转手卖了。裴荣摸摸朱漆柱子，回头看着谭悠悠，严肃道：哦，还有一件事，大表哥来寻我时穿的衣裳领子很高，捂得很严实，我怕他热，就好意帮他扯开，没想到他脖子上好几条大血痕，也不知道是不是大表嫂抓的。夫君还有其他事要和我说吗？要不您一次说完。你过来。是，夫君。谭悠悠小碎步跑到裴荣面前，仰起头，湿漉漉的小鹿眼可怜兮兮的，小红嘴嘟嘟着。夫君请说。我还在京郊添置了200亩良田和一个小庄子，以后可以去避暑。也是国丈家的吗？也是很便宜吗？对，此外还有一个位置不错的铺子，国丈府治下的家产不少，都被各路神仙分得差不多了。我们的不起眼，但够了。够了，再有多的也别拿了。别怕，我有分寸。不是喜欢钱吗？
给你还不要？有钱拿还得有命用啊！我还想留着这条命吃好吃的呢。你呀，除了每天都想吃燕窝，还想吃什么？没有了，就想天天和你一起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裴荣回到家就指挥谭悠悠干活，毕竟才赚了钱，添置了大宗家产的人最辛苦。谭悠悠磨磨蹭蹭地抱来铺满，追问裴荣：“夫君猜的是什么呢？是周大表哥买红宝石，还是不买？”裴荣不告诉他，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指挥他：“砸开不就知道了？”看清楚了吗？上面写的什么？为什么你能猜到呢？做生意当然要讨好彩头。让我看看你写的什么。不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就这本事还喜欢赌博？我是为了玩，不是为了钱。那你为何如此生气？我没有生气，我是气你故意捉弄我。夫君，你变坏了。拿钱。谭悠悠瞪着他，不情不愿地递过去一张银票，嘴巴撅得老高。没毒品。裴荣捏一下他的嘴，接过银票收入自己的荷包。这是之前输给你的吧？现在又回到我这里了。你和我赌了3次，只赢1次。若真是计较起来，你还得倒贴100两，何必呢？赌博为何会让人倾家荡产呢？就是因为不劳而获，容易让人上瘾，觉得来钱很容易，实际都是赢得少输得多，等到泥足深陷，后悔就已经迟了。裴荣说了许久，见谭悠悠歪着脑袋瞅着他一直不说话，便识相地打住。好了，你这么大个聪明人，自己有数，不用我多说。哼，交学费100两。交什么学费？你偷师，你偷学我给娇娇上课的办法。裴先生这时也把我当成顽劣不受教的学生了呢。谭悠悠去抢裴荣的荷包。偷师费必须缴，做人要有品。裴荣就不给他。我是那种人，你耍赖。你才耍赖呢，给我。谭悠悠没裴荣高，只好追着他满屋子跑。跑了2圈，柳枝等人全都识相地避了出去，还体贴地把门关紧了。谭悠悠没注意到，摩拳擦掌准备卷袖子，考虑着要不要把裴某人放翻算了。正犹豫间，裴荣突然冲过来，把他拦腰抱住，扔在床上，跟着扑了上去。不行啊，夫君，你不能这样子的。哎呀，天还没黑呢，你的操手呢？谭悠悠的声音越来越小，只剩下衣裳摩擦的窸窣声和低喘声。良久之后，谭悠悠有气无力地靠在躺椅上，有气无力地摇着扇子，瞪着一旁时不时瞅着他笑的裴荣，不想说话。钱没要回来，人也赔了，这日子没法过了。3日后是周氏等人进京的日子。夫君快些，咱们赶紧的和孩子们上了课，早些出去接。天还没亮，你急什么？我急啊，真的急啊，我可想念姨娘了。她天真无忧的少女时代呀，想到这里，她忍不住瞅一眼裴荣。自从嫁给坑坑，她的生活就充满了坑，辛苦许久，到现在也才爬出一半。你那是什么眼神？爱慕的眼神。吃吧吃吧。裴荣一笑，饶过了他。大哥、二哥、太太、姨娘。哎，五妹，是五妹来救我们了。梅姨娘立刻掀开车帘，探出头来，看着朝他们跑来的谭悠悠以及稳重地走在后头的裴荣，眼睛不由得湿润了。看来小夫妻过得很不错啊。都是托了老爷和太太的福，这是悠悠自己的福分。吴姐，五妹，我们在这里。接着2个女孩子跳下车，也拎着裙子朝谭悠悠奔去。五妹穿的是京城里最流行的花样吧？真好看，
啊，还有你这头面是新做的，这宝石真红真大。是新做的，夫君才给我买的，好看吧？哦，好看，很好看。吴姐夫待你真好。五妹，你们这一向都好啊。回三哥的话，我们都很好，路上辛苦。夫君，这是我三哥。三舅兄。五妹夫。说话间，马车也到了。太太，我可想你们了。姨娘，你想我不？高了，胖了，脸上也有血色。姑爷把你养得不错。关他什么事啊？我身上的肉都是我自己吃出来的。谭悠悠把脸凑过去。来来来，想得很嘛，就亲这里，想亲多久都行。你这个调皮鬼，没有少给姑爷添麻烦吧？并没有，悠悠是贤内助，十分贤良能干，小婿能娶到她，是此生之大幸运。五妹妹，妹夫说的是你吗？如意，马上就要出嫁的人，又是做姐姐的，口无遮拦，尚且不如你妹妹稳重，你是要气死我啊！太太别气，您还要嫁女儿娶儿媳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如此出色。夫君定是看着哥哥们都在，生怕挨打，所以夸大其词。怎么可能？你本来就很好，妹夫端方君子，才不会说假话，是吧，五妹夫？是。我没其他意思，就是觉得五妹长大了，不是小孩子了。没事没事，我知道。赶紧吃东西，周家的表哥们还在十里亭那边等着呢。周氏敏锐得很，立时察觉到他和周家的关系怕是出了点问题，因此就给梅姨娘使个眼色，让她去单独找谭悠悠私聊。这个事情吧，说来话长，姨娘夹在中间不好回话。你和太太说，线下人多事多不好细说，稍后我和他车上再说。还没动静啊？什么动静？刚还说你长大懂事了，转眼又成了傻乎乎的小孩子。你们成亲也快1年了，还没有身孕吗？没有，我还小，这不是还在长个头吗？夫君也不着急。姑爷倒是真难得，我原来见他那么严肃，只怕和你性情不同，难相处。没想到还真是年纪大，懂得疼人。说话间，众人吃好了，裴荣就招呼着大家上车，准备出发。谭悠悠当仁不让地爬上周氏和梅姨娘的车，毫不客气地挤在正中间，一边一个揽着。太太和姨娘这一路怎么打发时间呢？没什么好打发的，就是聊聊天，下下棋，偶尔还喝口小酒。谭悠悠替他二人补充上，开始说周家的事，用的是夸的方式。我第一次去外祖母家，可把我震惊了。真正的世家大族，占了一条街，好多牌坊。我从下面经过，大气都不敢出。周氏族人最骄傲的就是能给族里再添一座牌坊。舅舅表哥们都很忙，我这边遇着的事也不少，不好经常去打扰。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走动一二。后来家里遇这事儿，我去求舅舅舅母，没见着舅舅和表哥，只晓得他们也很为难。我怕拖累他们，没敢再去找。官司了结之后，就是10来天以前，大表哥大表嫂突然来了，带了好几样贵重的补品，说是来看相光的。之前太忙脱不开身，又说你们要来，他们把家里给我带的信不小心弄丢了，可把我心疼的。我心疼嘛，就没有及时开口。大表哥就说我生气了，非得给我赔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幸亏夫君及时回来打了圆场，不然真是……太太，说是舅舅舅母他们提起这件事来，还请您替我解释，我没生气，真的，也请他们别生气。不必解释，
我是信得过，才请他们一并给你带书信。以后啊，咱们自己传书信，不麻烦别人。好啊，去和夫君说，我今天夜里陪姨娘，不回去了。这不好吧？没什么不好，夫君也是很孝顺的人呢。谭悠悠跑过去，把母女二人的枕头并排放好。谭悠悠打个哈欠，蹬掉鞋子准备上床，还没躺平，就听莲枝在外小声道：“小姐，姑爷来了。”姑爷有事要交代吗？姨娘，小婿给您送宵夜过来。梅姨娘是真欢喜了，不顾谭悠悠的反对，把她从床上拖起，略收拾一下，一起迎了出去。哎呀，怎敢劳烦姑爷操心？难得接着姨娘过来，做小辈的怎么孝敬都不为过，怎么能说烦劳二字和操心呢？好。所谓的宵夜就是燕窝，母女二人一人一盏。看你没吃宵夜就睡觉，半夜又要饿醒叫唤。夫君真是太体贴了。吃吧吃吧。谭悠悠只好在裴某人爱的注视下吃他每日一盏的燕窝。刚放下汤匙，一只大手拿着雪白的丝帕递到他面前，轻柔地替他擦了擦唇角。姨娘，悠悠瞧着长大了，其实还和小孩子一样。拜托姑爷多多照料他，我心里会很感激。姨娘为何这样说？体贴照顾妻儿是男人应尽之责，何况悠悠与我情投意合，便是把我的性命给他，我也是乐意的。这人不能小看啊，当着姨娘的面表演这些，是想干啥呢？总觉得有阴谋。不说这些了，咱们说些高兴的事。我们给姨娘准备了礼物，姨娘看看喜欢吗？大手一翻，亮出一只丝绒面的精致盒子。盒子打开，蓝宝石戒指在灯光下散发着深邃迷人的光芒，豪而不横，清丽脱俗，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贵美。哇，奴婢从未见过这么美的戒指，一定很贵吧？钱财和孝顺比起来如同粪土，不值一提。悠悠之前说过，姨娘有一对红宝石耳坠子是岳父送的，您很喜欢，他也就想给您做个宝石戒指。小婿便随着他挑了这颗宝石，希望姨娘喜欢。喜欢，只要你们给的，姨娘都喜欢。别傻着呀，给姨娘试试，若是大小不合适，好叫金匠改。被裴荣一系列骚操作吓呆了的谭悠悠恍然回神，赶紧配合地取出戒指给梅姨娘戴上，刚准备夸赞呢，又被裴某人抢走了台词。再合适不过了，姨娘气质高雅，给这戒指添了雅致之意。老兄，你想干哪样？为了讨好丈母娘，已经不要灵魂了，好吗？天色不早，我们该回去了。姨娘远道而来，该让姨娘好好休息。其他话明天再说，是吧，姨娘？啊，对，快回去了，我累了，要歇了。姨娘说过我们一起的啊。谭悠悠没能说完想要说的话，就被无情地推了出去。梅姨娘当着她的面毫不犹豫地拍上了门。谭悠悠回头看着裴荣，双手叉腰，牙齿好痒，真的。走了，太晚了，累了一天，该歇着了。我不，我要和姨娘在一起，我好久没见着她了。所以少奶奶是不是想把我一脚踹飞呢？或者是当场把我掀翻在这里？怎么会呢？我怎么舍得这样对待夫君呢？而且我的力气也没那么大，只有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突然这样。真的，我很柔弱的，需要夫君怜惜。裴荣瞥了他一眼，抬起下颌，没吭声。谭悠悠看到了王之蔑视，于是更加低调的做人。
然而当天夜里仍然没能逃得过被翻的命运，并且还被咬疼了，以至于第二天早上他穿抹胸时不得不倒吸了2口凉气。该死的男人，体力真好。还没收拾好吗？裴荣神清气爽地从外面走进来，递给他一副双节棍。来，试试这个。啊，这是奇葩吧？奇葩吧？夫君，要我练这个？防身嘛，空有一身蛮力可不行。我想了许久，觉得这个不错，也方便携带。裴荣理所当然地把他拽了出去，一炷香后，谭悠悠比划着：“哼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哼哼哈嘿，我打开任督二脉！哼哼哈嘿，我飞檐走壁！哼！”柳枝等人低着头偷笑，裴荣认命地扶住额头，大步走过去夺走他手里的双节棍。你别练了，该干嘛还干嘛吧。好嘞！谭悠悠运气拔腿，瞬间跑得不见踪影。裴荣看着手里的双节棍，挫败地把东西扔掉，是他输了。大夫，内子日常身体很是康健，胃口也很好，就这几天才这样。说是炎热吧，已经入秋，天气渐渐也在凉了，莫非是风寒入体？公子莫要着急，号脉之后就知道了。脉象往来流利，硬质圆滑，如珠滚玉盘之状。小娘子，这个像是滑脉呀！啊，大夫，您会不会看错了？老朽给人看了几十年的病，还未有人指责老朽不会看病。小娘子，您是第一个呀！哎呀，您老切莫与他一般见识，他是被吓着了，年纪还小呢。没其他事，老朽告辞了。不许走啊！不是，还请您再给内子再仔细看看，是否需要安胎呢？体壮如牛，安什么胎？体壮如牛怎么了？我要比牛还强壮，让你们收不着医药费。裴荣干咳一声，高声遮掩他的话音。那个大夫，您请外面喝茶。小娘子好志气，老朽祝您比牛还强壮。也不收诊费，更不耐烦喝茶，一甩袖子就往外走了。沈大夫，内子不懂事，您千万别计较，诊费必须收的，不然不好意思的。裴公子是个斯文有礼的。罢了，看在您的面子上，老朽不计较了。以后再有什么，只管来说。我完了，我完了。胡说八道，什么完了呀？这是天大的喜事，别人高兴尚且来不及呢，你哭什么？当心伤了身子。我体壮如牛，伤不着。我完了，我完了。不许哭了，再哭我就……我体壮如牛，您打不坏的。我完了，我完了。裴荣走路带风，兴高采烈地走回去，老远就听见谭悠悠的哭声，先还以为他怎么了，加快脚步赶过去，正好听见他在那伤心无比的哭诉。我完了，以后再没好日子过了。快别哭了，妹夫来了。谭悠悠无动于衷，哭得更凄惨了。梅姨娘见裴荣脸色不好看，就道：“三小姐、六小姐，去我房里喝茶吧。”谭如意和谭如玉赶紧撤退。梅姨娘低声交代裴荣：“有身孕的人都这样，说哭就哭，说笑就笑，还请姑爷多多担待。”
裴荣点头应下，先送他们到门前，才折身回去。谭悠悠已经哭累了，瘪着嘴在那苦巴巴的喝茶。他的自由啊，他的青春啊，他的梦想啊，他懒惰的闲余生活啊，从此以后通通泡汤了。怀着身孕喝什么茶？你可称心如意了吧？当然称心如意，和我一般年纪的孩子早就满地跑了。你似乎不是很高兴，这是不乐意为我生孩儿？我还小，我还在长身体，我还没长好，我怕。没事没事，这不很快18了吗？杨家的2位表嫂也都差不多这个年纪有的孩子，不怕啊！我给你请最好的大夫和稳婆，日常咱们注意着，不会有事的。让我一个人听听。裴荣忍气吞声，看谭悠悠在那神色瞬息万变，一会儿发呆，一会儿瘪嘴，一会儿擦泪，一会儿叹气，心里越想越不高兴，这得多嫌弃他呀！当即站起身来，硬邦邦道：“那你静吧，我走了。”谭悠悠没理他，甚至都没多看他一眼，独自趴在榻上，独自悲伤。裴荣气呼呼地在外面转了一圈，终究还是放心不下，就又板着脸回去。谭悠悠已经不哭了，躺在榻上看书。你觉着会是儿子还是女儿？夫君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什么话？哪有这么称心如意的事啊？这回总不会是肥肉了。孕期更要小心保养，这样躺着看书会把眼睛看坏的。所以呢，这段时间是不是我都不能看书了？倒也不是，我可以念给你听。倒也不是，我可以念给你听。你看到哪里了？我念给你听啊。那我还给娇娇上课吗？我可以代劳。经过这些日子的准备，娇娇可以跟着安保一起上课了。你可以带着她玩一玩，做些糕点小菜之类的。踢球、踢毽子、跳绳之类的就别碰了，安心养胎。男人，满脑子想着传宗接代、开枝散叶的男人。呵呵，又开始对我管头管脚。我抚琴给你们听。大雅之音对胎儿陶冶情操很有好处。没听到谭悠悠有任何动静，再看他早就睡着了。他不懂为什么谭悠悠会这样对待他，以及对待他们的孩儿，于是越想越多，越想越深。等到谭悠悠被饿醒，只见黑漆漆的屋子里坐着个黑漆漆的男人，一动不动地盯着他看。干什么？怪吓人呢。我没想到你会这样，我以为你会高兴呢。我以为我们已经心心相印，生死相依，没想到。没想到什么？我就是想着你快活，我受罪，觉得很吃亏。只是我快活吗？难道你不快活？你不是也很喜欢吗？我可没说过喜欢。是谁今早抱着我哼哼，让我再用力些？生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吗？你不肯，我还能强了你？哎呦，好饿。所以男色害人，我自作自受，行了吧？想起从前的从前，想起曾经的父母，曾经的一切，两滴大大的泪水从谭悠悠眼里滚落出来。他也懒得去擦，就由他们挂在腮边风干，继续想他的心事。怎么了？才洗了头就站在风口吹，也不怕着凉？没风，不会着凉。夫君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不放心你。怎么哭了？谁惹你不高兴了吗？是不是娇娇和安保不听话？我去收拾他们。没事啦，风大迷了眼。是太无聊了吧？我弹琴给你听。不要，我不想听。你不听没关系的，可以睡觉或者假装没听见。我儿子要听。
谭悠悠反抗无效，只好木着脸坐在榻上，等待命运的宣判。裴荣静守焚香，弹得专心又投入，是真正的沉浸式表演。谭悠悠却只想起一句诗：人的命运，你多么像风。少奶奶，隔壁陈二奶奶使人过来说，他家老舅爷听到琴声，知道姑爷回来了，请姑爷过去喝酒说话。隔壁请你过去呢。不去，我要弹琴给我儿子听。明老也在。你如何知晓？潘姐姐不是快生了吗？不方便下厨待客，所以特意托我帮她弄了点好吃的送过去。做了什么好吃的？家里最近也没什么好的食材，我记得井里吊着一块鲜牛肉，就给他们做了个麻辣香锅。我过去看看。裴荣盯他一眼，没多说什么，转身走了。柳枝冲过来：小姐，怎么办？要不奴婢赶紧过去，悄悄提醒陈二奶奶别说出去。没有用的，别浪费那个精神。相公来了，哎，快来陪我家恩公喝个小酒，说说话。哎呀，我呀没读过书，不懂得读书人的事儿。你读过的书多，正好。裴荣沉着的行礼问好，从容不迫的在明老下手落了座。内子的手艺，两位尝着还好？很好。初尝麻辣刺激，过后回味无穷，尤其开胃。这个天儿已经渐渐凉了，吃上这么热乎乎的一锅，舒坦。荣先敬两位长辈。还想吃点别的啥？上次尝了府上的银丝卷、破酥包、蒸粉肠，一直怀念至今。内子贪嘴，就爱鼓捣这些小事。我们想吃你家小媳妇儿做的吃食，还望两位长辈见谅。内子身体不适，不便下厨。你是小气吧？刚不是还在下厨做吃的吗？他哪里不舒服？老袁给他请个好大夫。不瞒二位，内子有孕在身，不敢让他太过劳累。银丝卷和破酥包这些都是要用力揉面的。你年龄不小了吧？是不小了。想要儿子还是闺女呢？很想要个女儿，却又怕她没有娘家兄弟支撑，将来去了婆家受气。想要儿子呢，也怕教不好，没出息，将来带累别人家的闺女受罪。年纪轻轻想的可真多，要不别生了吧？也曾这样想过，但天意如此，不可违逆。不管是男是女，都顺应天意吧。恭喜你了，不管是男是女，都要教导他们端正本分，做人才好。相公啊，上次你和我说起秋城那边的事儿，我觉着挺有意思的，再说来听听。裴荣也就换了话题，谈天说地，说到高兴处，神采飞扬，妙语连珠。隔壁谭悠悠在床上蜷了些时候，左等没见裴荣回来，右等没见裴荣回来，于是越来越心虚，就问：姨娘怎么还不回来？您忘了，今早姨娘出门前说过，这几天都不回来了。三小姐婚期将近，她要帮着太太理事，收拾几件衣裳，我也过去帮忙吧。小姐这是想逃跑吗？您就不怕姑爷更生气？哎呀，生气这种事情，就是刚开始那会儿火气最大，停一停，缓一缓就好了。谭悠悠前脚刚走，裴荣后脚就回来了。毕竟明老和袁知恩并不能在外久留，时辰差不多就得走。裴荣带了几分酒意，先往厨房去，抓住厨娘问了个清楚明白，再往正院走。正房里空空荡荡，静寂无比。人呢？公子回来了，少奶奶回娘家帮忙去了，说是谭三小姐即将出嫁，好些事都要她帮着搭手。哼，她可真忙。裴荣挥手打发了仆妇，仰面倒在榻上发散酒气，
也让自己的情绪平定下来。就在说出谭悠悠有孕的那一刻，他外表平静，微微含笑，其实内心慌得一塌糊涂。走入陈家大门之后，甚至腿软到站不稳，不得不靠在墙上歇了好一会儿才能走回来。现在回想起整个过程，只能说做梦一样，以及上天垂怜。谭悠悠是真有福气，就连偷个嘴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当然也给他带来了福气。这些年来走过的艰辛历历在目，裴荣将手盖在脸上，无声而笑，跟着却又无声地哭了。哭过之后，起身有条不紊地洗脸梳头换衣，再对着镜子仔细看过无碍，这才出门去找谭悠悠。裴荣伸过大手牵着他，含着温柔的笑意往外走。明日我再送你过来。夫君今日这饭吃得高兴，明老和袁家舅舅有没有夸我手艺好？吃得高兴，都夸你手艺好。他们还想吃你做的银丝卷和破酥包，还有蒸肠粉之类的，被我拒了。我说你怀着身孕，不宜太过劳累。你怎么敢拒绝他？不就是想吃点面点吗？我可以指着别人做的。啊，不对，你说出来了。孤注一掷，生死一线，死里逃生，感激上天。他没说什么吗？没有说不许我们生吧？夫君胆子真大，竟然就这么说了出来。那有什么办法？我儿子有个贪吃好吃的娘，厨艺又好，在家里随便炒个麻辣香锅就把贵人引了来。不关你的事，这是我们家的麻烦事，让你担惊受怕了。幸好明老没有不许咱们生，只说无论男女，让我们好好教导孩子，让孩子端正本分做人。我不是故意的，我错了，对不起。孕妇贪嘴不是什么大事儿，只要把握好分寸就好。今天这事儿也算是因祸得福，这是你我的福气，也是孩子的福气，咱们得惜福。哦，快别哭了，姨娘不是说了吗？做娘的得高高兴兴，对孩子才好。夫妻二人回到家中，谭悠悠比以前乖巧听话100倍，简直就是豁然开朗，突然之间就想通了。临睡前，他打着哈欠道：夫君，我以后会加倍小心的照顾好肚子里的小家伙，你就放心吧。娘子辛苦了。一夜无话。次日，谭悠悠还在睡梦之中，门就被拍响了。夫君，裴荣披衣起身出去，过了片刻回来道：起来吧，隔壁陈家嫂子要生了，咱们得去帮忙。我去请稳婆和大夫，你带人过去看看能做什么。怎么就要生了？不是还没到时候吗？不知道，快些。据说陈二哥已经吓得六神无主了。我先去请人，你记得把人参片之类的带一盒过去应急用。弟妹，我好怕呀，你怕不怕呀？我很怕的，很怕。所以陈二哥，你别吓我了好吗？哎，原来你也怕呀，我还以为你不会怕呢。我为何不会怕？内子柔弱，你凶悍。陈二哥，你什么意思啊？我凶悍？陈二郎这是想吵架吗？他哪只眼睛看到我凶悍了？我这么娇弱的人，为什么没声音了？为什么不叫了？难道……不行，我得去看看。娘子，娘子，你还好吧你？没事吧你？娘子。把你们家二爷拖走，往他嘴里塞块抹布，省得这样一惊一乍、口无遮拦的吓人。好好的人都要被他吓坏了。谭悠悠随手抓了块白布，团吧团吧塞进陈二郎嘴里。把人拖走。趁着稳婆进去查看情况，谭悠悠张罗众人吃早饭。裴荣先端了个椅子让他坐。是不是吓着了？我看你脸色不大好看。他说我凶悍，
平时弟妹这样好那样好，其实就是这么看待我的。他被吓傻了。凶悍这2个字和你有关系吗？谁不说你斯文秀气啊？你等着，稍后我给你出气。算了，看他都吓傻了，不和他计较。你回去歇着，我在这里陪着陈二哥。有孟嬷嬷在，都应付得过来，有事再叫你。好。谭悠悠颤悠悠地抓着莲枝的手回了家。到了午后，谭悠悠心焦等不得，就想往隔壁亲自走一趟，不想裴荣快步走进来。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母子平安。你去帮着弄一下，我再留在那里不合适。长得像谁啊？有几斤？我咋知道？小婴儿能看出什么来？做女人太辛苦了，我想做男人。不如我俩换一下。行，换吧。我好怕。等到潘氏醒来，潘悠悠再去看他。裴娘子，你为何在这里？我为何不能在这里？我听说你也有身孕了是吧？人家刚生了孩子，你不能来的，会把陈二娘子的奶水给带走，知道吧？我家嬷嬷没告诉我，她经验很老道的。这是我们当地的风俗，很灵验的。这些京城人仗着自己有钱有势，故意欺负人呢，难怪直到现在还没吃上奶。谭悠悠怎么听这话都像是在说自己，却也不可能争辩理论，便低着头往外走。哎，弟妹，怎么才来就要走啊？你和相公过来吃饭呀？哦，这又是怎么了？谁惹你了？告诉我，我给你出气。陈二哥家的同乡说我怀着身孕不该去看潘姐姐，会把他家的奶水带走，潘姐姐喂不上小宝喝奶，就怨我。竟有此种说法？你也不知道吧？孟嬷嬷没和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不是故意的。你当然不是故意的，不过话说回来，你信吗？不信，可是搁不住人家信啊。子不语怪力乱神，我也不信，想来陈二哥也不信。不过呢，既然这是人家当地的风俗，还得当回事，我去赔个礼。毕竟这么有情有义的邻里难得遇着，咱们不能因为这点事闹生分。好，我这会想着，这件事也算是提醒，以后就算是想帮人家的忙，也该先打听清楚当地的习俗。当娘的能有如此宽大的胸襟，将来咱们的孩子一准错不了。少来！正说着，小五就来禀告，说是陈二郎来了。别误会，我们不信这个，我是过来给弟妹赔礼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娃吃不上奶，那不是你嫂子不会喂吗？哪有这种没道理的说法呀？陈二哥，虽然你不信，我也要向你们赔礼呢。我没事前打听清楚你们的风俗习惯，就贸然冲了过去。乡邻无知，弟妹别往心里去啊。好了好了，这事就这样过去了。不过若是需要，我负责给侄儿请个好奶娘。忙着许久，歇会儿吧，我和二哥有话要说。没多少时候，裴荣回来叹道：真是人心隔肚皮啊。刚刚说你的那个妇人，你当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夫妻和陈二哥夫妻一同入京赶考，陈二哥高中，他家落榜，却又不愿意回去，央着袁家舅舅帮忙寻了个西席之位，留在京中读书。一来二去，竟然嫉妒上了陈二哥。听陈二哥的意思，此人似是与焦大学士那一派走得有些近，想捞些好处，是以趁机挑拨上了。然后呢？前2天袁家舅舅不是和明老来过了吗？他们日常可没那么闲，我猜着怕是会有什么好事和咱们有关系，所以这些人耐不住了。只可惜他们小看了我们。袁知恩以为自己藏得好，却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他。咱们能平安到现在，
大概别人以为和这个很有关系，挑拨了我们两家人，也就断了袁知恩那条线，这桩好事就不容易落到咱们头上了。有道理。那是什么好事呢？小嫂子，救命啊！你家的大白鹅叼死人了！世子究竟做了什么坏事，惹得大白鹅追着叼？哎呀，我能做什么坏事？无非就是想着献美酒，迟迟未能吃上吧。哎，什么东西好香啊？小嫂子又在做什么好吃的？不知我能否有这个福气得尝一口？不能。不好意思啊，世子，这锅酸汤猪肘子是我定下的。这位是郭阁老家的夫人。见过郭夫人。其实我今日过来是早前受了相光之托，帮小嫂子寻一件宝贝。如今那宝贝有了消息，就赶紧过来报信。是什么东西？花间彩雕套印板片。从哪里找到的？相国寺万幸交易时淘到的。和谁买的啊？什么时候的事？哎呀，好渴呀！话说我来这里许久，小嫂子不请我吃饭也就算，水也不给喝一口。这边请，上座，上好茶。什么好茶？世子这么热，你得上凉茶。外面都说郭夫人开朗，爱开玩笑，原来是真的。是和一个老头子买的，这人神神秘秘的，背个小箱子在相国寺里乱窜，我有使人盯着。小嫂子若是感兴趣，下次我让人过来叫你如何？好啊。少奶奶，几位小姐过来了，说是有事要和您商量。谭悠悠就领着小郭夫人告辞。还请世子稍坐，我去就来。眼看也要到饭点了，若不嫌弃，留下来用了饭再走。不嫌弃，不嫌弃。福王世子彬彬有礼地送他二人出去，这才折身回到花厅喝茶等饭。忽听环佩声响，幽香扑鼻。正自奇怪时，屏风后有人低声道：“世子爷。”福王世子吓了一跳，不敢出声。前2天还和人家卿卿我我，问什么时候能再见着？现下我来了，你又不理，是什么意思啊？你也不看清楚是什么地方，让人看见怎么办？你妹妹妹夫不得把我撕了吃掉？说吧，什么事？你不是想要迎娶我吗？为何还怕他们看见？索性说清楚了好。我嫡母对我不好，说是要把我送回秋城去。我哥又四处帮我相看，你什么时候才提亲啊？我这不是要成亲了吗？得等着这边大事办了，我才好办你这里的事。我早知道你是骗我的。我既非国色，也无丰厚嫁妆，才学也一般，你根本看不上我。别哭了，我来寻你，自是看得上你。那你看上我什么了？你说，你不说个明白，我就在这里嚷嚷起来。谭如慧哭哭啼啼的，却是一步一步紧紧逼近。我对你一见钟情。当然，我只这么说，你肯定也不信。联姻，我还想要和你妹夫他们一直这样好下去呢。做朋友可没有姻亲这么紧密。我不懂。我哥说，我给你做妾，会让我妹夫恼羞成怒，难做人。怎么可能？到底是小门小户，不懂得规矩。王府侧妃能和普通人家的妾室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品级不比你们太太低。再说到相光，安乐侯府能否继续下去，也未必一定。虽是宗室，他的身份也就和普通人家差不多。一个庶民，一个王府，相差这么远，能有什么难做人的？你看你五妹，看似混得风生水起，她在寿王府侧妃面前敢不低头，将来也是一样。不管是你的嫡姐、嫡兄，还是你的庶妹，都要跪拜。世子给我画了这么多大饼，却也没个实际的，让人心中难安。既然五妹夫在你眼里只能算个庶民，
你为何千方百计的要与他做姻亲呢？他有才啊。总之这些事你不懂，听我的没错，你且安心等着，我会尽快解决这件事。不行，我等不得了。我嫡母已对我有所怀疑，只等谭如意成了亲，就要处置我。世子，你帮帮我，只要能让我早日脱离苦海，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吗？我只想早些离开那些人。你不是谭嗣，你究竟是谁？言罢，大步朝着屏风走去。我不是谭嗣，能是谁啊？闹翻了，只我一人没脸吗？来人啊！救命啊！谭如慧突然大喊起来，外头就有纷乱的脚步声传来。怎么了？福王世子已走到屏风前方，闻声果断折身往外走。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叫救命呢？不是这里，是那边。下人们便朝着他指的方向而去。福王世子收了笑容，迅速折身回去，手抓住屏风，用力一推，屏风后面空无一人，只留下熟悉的熏香味道，确确实实是谭如慧日常爱用的冷梅香。原以为是个虚荣没见识的小女子，却也有几分烈性，这倒是和谭悠悠一样的。就算那件事情不能成，闲暇时分逗着玩也可以解解闷。待他把屏风扶正，廖翔也就来了，说是饭好了，请他用饭。小嫂子呢？这不，杨家表小姐要过生日，几位谭家小姐在和我们少奶奶商量送什么礼才好呢？全都在吗？就没有谁不在？我听说几位谭小姐不大合得来，不知是不是真的？哎呀，世子爷这是为难小的了，主家什么都是好的。哎，不过四小姐确实喜欢安静就是了。福王世子得到想要的答案，便不再啰嗦，由廖翔伺候着用了饭，狠狠夸一番酸汤猪肘子，意犹未尽的去了。少奶奶，父王世子用过饭走了，赏了小的1两银子。给你就收着吧。为何总是这么小，不见长大？姨娘他们都说我这是第一次，大概4、5个月才能起来。听说福王世子来过了？岂止是他一人来过，今日客多，最早是三哥来，然后小郭夫人，还有福王世子，可精彩了。谭悠悠让柳枝把那套梅花的花间彩雕套印板片拿来给裴荣看。福王世子说是受你所托帮着找的，你怎么把我的事告诉他？是他在我书房里看到你之前套印的花间，问起来我就随口说了那么一句，并没有托他帮忙。把板片给我。夫君打算拿去还给他吗？不行，别的可以，这东西我得留下。不行，交出来。为什么不行？你得有理由说服我。我这么做自是有道理在里头。给我，我以后再给你找好的。什么道理？咱们要以礼服人，而且这东西独一份，少了它不行。听丈夫的安排就行，你不需要道理。夫君说的很有道理。告诉厨房，晚饭只需准备1份米汤，其他都不用了。柳枝领命而去，谭悠悠只管紧紧地抱着那套板片不放手，并不和裴荣讲道理。夫妻二人僵持不下，不知不觉到了晚饭时候，裴荣立刻指挥谭悠悠：净手，吃饭。今日招待小郭夫人，我多加了1顿，并不饿。夫君一人食即可。我不要吃这个。秋燥，夫君需要吃这个清清肠胃，败败火。乖，听妻子的安排就行，你不需要吃饭。裴荣把筷子用力搁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响。夫君不高兴啊？别不高兴啦，你管着道理，我管着饭食，咱们各自都有理，将就将就吧。毕竟还要过一辈子呢，想不开可咋办？这能一样吗？哎呀，吓着了，哎呀，吓坏宝宝了！
哦，别怕啊，别怕，你爹就是声音有点大。人不吃饭会饿死的，你想要我死吗？人不可以讲道理会气死的，你想我气死吗？我听说孕妇心情郁结对胎儿不好，无论是体质还是性情都会有影响。夫君啊，你平时都要求我坐姿站姿睡姿端正，听大雅之音，行光明之事，保持愉悦，我也想的，但是你这样我高兴不起来啊。裴荣瞪着装模作样的谭悠悠，最终败下阵来。怀璧其罪的道理你懂吗？我读的书少，不懂。就是一个人本来没罪，但是因为他怀里藏着一枚价值连城的玉璧，所以他就有罪了。大家都想害他抢走玉璧。谭悠悠继续摇头。你就是那块玉璧，裴阳亏死你。谭悠悠瞅着裴荣那张拉得老长的脸，比划着道：至少比平时长了1巴掌。少来。多大的事儿呢？王表姐不也亏死你？我早就知道，不然莫名其妙送我什么2000两的玉雕。原来你早就知道是他送的，那你为何要装傻，说什么可能是江洋大盗塞在你香笼里的？糟糕，我怎么说漏嘴了？果然最近脑子不够用。说，他还对你做过什么？他敢对我做什么？能对我做什么？我一脚踹死他。说，王表姐还对你做过什么？啊，不对，你对王表姐做过什么？拉过小手手没有？亲过小嘴嘴没有？搂过小腰腰没有？你不可理喻，我是那种人吗？夫君当然不是那种人啦，我相信你。不过，在你看来，我是这种人吗？你当然不是这种人，但是，既然知道他有想法，是不是该远离？这东西是不是该还回去？你想要我和别人这样牵扯不清吗？我没和谁牵扯不清。裴荣神气活现地从他手里拿走板片，再通知外面重新做饭过来。少奶奶之前吃什么就送什么。是少奶奶做的，别人不会做。总有剩余的吧？是。柳枝出去片刻，端来一碗汤，汤很香，唯一的缺点就是太清，里头只有几片酸菜飘着，其余什么都没有。厨房说就只剩这一口汤，还是厨子舍不得丢，打算下面条吃的，全都给姑爷端来了。就用他煮碗面条送来。不多时，面条送到，裴荣也不多话，姿态优雅地吃啊吃。谭悠悠趴在对面，哀怨地瞅着他。夫君，这个板片我不是给自己的，是我姨娘需要。哦，这是一套12花神，缺了一套就不齐了。你看这里，梅花坞名间，这是我姨娘的祖传之物，是她一辈子的心愿，你得想办法留下来才行。为何不早说？这是我姨娘的事儿，她也没让我和你说，我爹和太太都不知道。就像你和王表姐的事儿，你不也没早说，后一天说一天。咱们能不能别再提王色？要是你，我天天这么念叨，你高兴吗？不高兴。我太难了，夫君怎么说都有理。不告诉我王色的事，是不想不高兴；不告诉裴阳觊觎我的事，又是为了什么呢？是想让我没设防，吃个大亏吗？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万一我猜错了呢？你是不是又要说我自作多情，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那可是你生死之交的好兄弟，你知道却不告诉我，提醒我。所以这是夫君的错，不是我的。还有这套板片，你怪我不该收，
那你为何不帮我找，反而给他机会？说明你对我不上心。谭悠悠走到外面，悄悄回头去看，只见裴荣板着块棺材脸，对着已经坨了的半碗面条生闷气，眼看着是吃不下去了，就笑嘻嘻的扭扭腰，脚步轻快地往厨房走。我都咳成这样了，你还不管，心里还有没有我？哎呦，我还以为是大鹅叫呢，原来是夫君啊！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给你揉揉啊。谭悠悠撅着小红嘴，给裴荣揉胸口，揉着揉着，抓住某个凸点，用力一掐。啊，夫君，你这里有个大跳蚤，我抓住了，快快快！你这个不贤的妇人，我是身体强壮，皮糙肉厚，不然早就被你给打死了。哼，你这个肚子里藏奸的男人，我是运气好，力气大，不然早就被你害死了。你毒打亲夫还有理了你？你欺瞒不报还有理了？牙尖嘴利，巧言善辩，成何体统？心思阴暗，蛮不讲理，斯文何在？谭悠悠挺着胸和小腹，步步紧逼，把裴荣一直逼到墙角。裴荣节节败退，身体压着了菊花。小心我把你的菊花……你爆！我的菊花招你惹你了？它长得好好的，开得多好看！过些天还可以请岳母他们来此喝茶赏菊，难道不雅吗？你要把它捏爆了？不对，这个用词有问题，可以说捏碎、揉烂。谭悠悠狂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扶着肚子不敢再笑。行了，咱们别吵了，你赢了，笑得我肚子不行，你别逗我笑了，我求你。好男不与女斗。哎呀，别，夫君要做个大度好男人嘛。有什么好笑的说出来了，自己偷着乐，好比锦衣夜行，有什么意思？我就喜欢偷着乐啊。裴荣很是不爽地回到房里。夫君饿不饿啊？再来碗面条。让我饿个够吧，不用你管。还会赌气了，真是人生一大进步啊。谭悠悠打个响指，柳枝忍着笑意端了热腾腾的酸汤猪肘子进来。我怎么舍得饿着夫君呢？吃吧，我亲手为你做的。下不为例。知道了，夫君下次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了，我原谅你了。裴荣拿筷子的手紧了又紧，看着谭悠悠清澈无辜的小鹿眼和唇角的笑意，认命地叹了口气，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吃肉上。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昨日我不在家，听内子说世子去了我家。是，这不是拿了东西想请你帮我鉴定吗？鉴定东西？你在我家吃饭了？是，我没吃多少。是你吃了多少的事吗？关键是你一个人，对不对？是我一个人，但是你们家还有小郭夫人在，也是廖翔陪我用的饭。福王世子咽一口口水，握紧马鞭，不露痕迹的四周观望逃生路线。裴荣突然往前一扑，大手紧紧抓住福王世子的胸襟，高挺的鼻尖险些怼到福王世子脸上，呼出来的气是冷的。你通传的时候，我家的人没告诉你我不在家，你为何还要进去？什么意思？我是送东西进去啊，就是上次在书房那个花间。哎，荣公子，有话荣公子好好说，有话好好说。走开，不关你们的事。我们在开玩笑呢，你们走开，别管。世子，王爷就要出来了。是我不对，不该在你没在家的时候独自登门。我没其他的意思，就是想给你送花仙板片过去。是送给我的？当然是给你的啊，帮你找的呀。
福王世子赶紧挣开他的大手。哎呀，这咱们谁跟谁呀？兄弟嘛。亲兄弟明算账，何况不是亲兄弟。400两，我上次花了300两，多给100两请你喝酒。不用。为何不用？你看不起我？你真心把我当成过命交情的朋友加兄弟吗？不远处传来下人给福王请安的声音，福王世子只好忍气吞声的收了，强笑着道：那我还赚了啊。总不能让你吃亏啊，我自己也不乐意吃亏的，特别是有些事。大清早的，你们在做什么呢？相光怎么不往家里坐？王叔早，不是什么大事，我们在开玩笑呢。昨日世子趁我不在，独自跑去家里讨要谢美酒，把那次给我准备的晚饭全吃光了，害得我只能喝米汤，这会儿肚子咕噜噜叫个不停。装什么穷？一顿饭能把你吃穷啊？不过，你小子，你哥不在家，你跑去干嘛？知不知道礼节？再有下次，老子打断你的腿！啊，皇叔别生气，我们开玩笑呢。恭喜你啊，相光，很快你就能入宫在御前讲经了。若是你父亲知道，不知高兴成什么样。皇叔在说什么？侄儿怎么听不懂？讲什么经？陛下想要挑选博学老成、人品端厚之士在御前讲经，并让皇子大臣旁听。你被选中了，恭喜！天恩浩荡。裴荣先是震惊，随即欢喜，转身对着皇城一一到底，很好的掩去了其他表情。他其实昨夜已听谭悠悠提过，还当戒骄戒躁，继续努力。行了，我走了。你们兄弟没其他事的话，也各自做正事去吧。福王世子抓着手里的银票，皮笑肉不笑道：相公恭喜啦！多谢，我走了。看着裴荣高大挺拔的背影渐渐远去，福王世子气愤地将银票撕成了2半。世子，您何必和银子过不去？您要是看不上，不如赏给小的呀。你没睡醒还是怎么的？站好！昨日你说什么来着？皇子府送信过来。明贵连忙踮起脚尖凑上去，贴在他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不安分的婊子！告诉他，我答应了，安排妥当再使人过来叫我。是。太太，姨娘，我有事要寻五妹妹说话。去吧。谭悠悠跟着谭志文慢吞吞地往外走，边走边把福王世子的事说了一遍。以荣华富贵利诱四界，说什么一见钟情，还说是想和相光一直这么好下去，关系越紧密越好什么的。我思忖着，大概还是看好咱们家的前程吧。那就更不能沾了。身为亲王，尽想着拉结能干的臣子，是想做什么呢？反正这家伙不是个好人。让你受累了。确实，三舅兄行事考虑不周，有事就该直接与我商量。你五妹是个女子，生来柔弱天真，又怀着身孕，你让她去试探恶狼，就不怕她出事？哎呀，夫君什么时候来的呀？吓我一跳。三舅兄，你我二人私底下聊一聊。五妹夫骂得对，是我思虑不周，拖累了五妹，以后再也不会了。其实是我自己愿意帮的，我也想知道那个坏东西到底想干什么，不然就是拿刀架在我脖子上，我也不能答应。谭氏，夫君，我错了，以后我再也不冒失了，都听你的了。才怪！既然做了一家人，三舅兄就无需担忧别的。裴某自问人品无缺，也不算笨拙，还能护着家人。多谢妹夫指正，我记住了。我俩聊聊。我也听听。没你的事。裴荣要报复谭悠悠，就是不让他如意。三哥，能不能帮我说说情？妹夫，是我不好，和五妹没关系。这事儿他既然知道了开头，
就让他知道结尾吧。夫君，求你了，不然我会睡不着呢。睡不着就会影响身体，身体不好就会影响他啊。没你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呢。回去。谭悠悠撅着小红嘴立在原地，目送裴荣和谭志文离开。哼，小样儿，这难得倒我啊！我给妹夫赔礼。裴荣摆摆手，已经过去就不提了。我是要提醒三舅兄，这事不宜紧闭。福王世子心思阴暗，见不得光，并不愿意旁人知晓此事。但若我们步步紧逼，撕破他的脸面嚷嚷出来，于他没有任何妨害，反倒是我们被动。示意今日我见到福王世子，只字未提，你这边也要注意，别提半个字。是我想的不够周到，多谢妹夫提醒。四家兄弟姐妹说这些做什么？我今日过来带了些往年春闱的试题和卷集，三舅兄可把两位兄长请过来，我们一起赏鉴。好。夫君，我心愿你。那你总是故意气我，不然太无聊啦。逗着玩能保持身心健康。裴荣转过身将他抱住，把头轻轻靠在他胸前。你就是我三世的冤家，专来治我的。谭悠悠恶意地碾了他两下，再坏笑着。什么感觉？没感觉。裴荣死鸭子嘴硬，除了叹气和眼馋，还能有什么感觉？这女人真的很坏。是后天就要入宫讲经了是吧？不给你任何品级、头衔、官职，穿什么才好呢？就穿日常的衣服好了，这个没紧要。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何况夫君长得这么好看，言谈举止都很得意。谭悠悠不经意看到一旁的花笺板片，立时上前拿起。你又把它弄回来了？是，400两银子买下的，以后和裴阳再无任何瓜葛。梅花坞梅家是姨娘的娘家。是。夫君是听说了什么吗？有关梅家的事？不过一些传说罢了。姨娘既然是名门之后，从前怎么没听你们提过？姨娘早年没说，我要和你成亲了才提了一点点，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拿去给姨娘吧，告诉她我会想办法把其余板片找齐。谭悠悠搂着她使劲亲了一口，乐滋滋地抱着板片就跑。等到人走的不见了影子，裴荣才反应过来，说好要让他使劲求、拼命求才给他的呢，为什么莫名其妙就交出去了？天刚5更，裴荣轻手轻脚地起身盥洗更衣，就怕吵着谭悠悠。然而等他从净房出来，谭悠悠已经穿好了衣服，虽然还是睡眼朦胧，笑容却极甜美。怎么起了？还早，再睡会儿。我要陪夫君吃早饭，再送你出门。今日可是你的大日子呢，怎能少得了我？裴荣含笑搂住的。难道不是你的大日子？是啊，夫君呢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裴荣早已习惯他这些奇奇怪怪的话，懒得去管，吃过早饭就去看书。夫君不要慌哈，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何况你是最强的。哎，你觉得会选什么题呢？心里有没有数？你放心，我最多就是发挥平庸，以后再不能入宫讲经。说错话这种事不会有的，毕竟我有个好老师，只要发挥1/10就够了。好老师？王大学士很会说话吗？他真心没发现。裴荣瞥他一眼，笑而不语。哦，夫君真的学会了吗？我不信，我要考考你。考吧。裴先生，请听题。请你用30个不同的词夸奖你的妻子。谭悠悠拍拍他的肩。
请啊，裴先生，不用不好意思，哪怕夸的不到位呢，我也不会太计较的。貌如天仙，善解人意，体贴入微，温柔似水，善良天真，可爱可怜，身强力壮，强悍如牛。什么？夫君是在骂我吗？身强力壮，强悍如牛？难道不是真的吗？你赢了，在下告辞。相公，相公，我们该走了。谭悠悠站在门前，冲着裴荣摇小手绢，习惯性道：“夫君，早些归家。”好，我一定早些回来。腰牌拿来。这是奉旨入宫讲经的裴先生，他无品级，腰牌还未领到，今日就先由我领他入内，以后就有了。不行，规矩如此，没有腰牌一律不许出入宫廷。陈二郎想塞钱，却被侍卫推开。职责所在，还请陈编修莫要为难我等。相公，你在这等着，我去找个品级高的来领你进去。话未说完，人已冲了进去。这不是相光吗？今日是你讲经的好日子，为何立在这里不进去？见过殿下，草民没有出入腰牌。来，咱们俩一起进去。多谢殿下好意，但此事该由礼部、翰林院出面办妥，草民还是再等等吧。不识抬举。既然如此，我就先行一步了。二皇子大步走入宫门，低声叮嘱：既然裴相光不想进来，你就帮帮他。这是谁呀？宫中怎会有白丁出入？你们好大胆子，竟敢让人在此停留骚扰，还不赶紧把人赶走！大学士，别来无恙。焦大学士假装没听见，昂着头往里走。大学士，敢问贵徒陆翰林现今可好？这是赤裸裸的挑衅，但凡是个人都不能忍。哼，我道是谁？原来是年少有为的相光公子。你为何在此啊？回大学士，晚辈奉旨入宫讲经，在此等候传召。这样啊，那你先等着吧，老朽先行入宫了。裴荣恭敬拱手：年老慢行。你们可曾见着裴相光了？不曾。他还没来吗？没来。这都什么时辰了，怎么还不到啊？诸位大人，陛下已经处理妥当政务，很快就会过来了，还请各位做好准备。裴相光还没到吗？他在宫门外候着呢，礼部没给他出入腰牌，侍卫不给进，还请大人随我一道接他进来如何？谁说没给腰牌？分明是裴相光自己弄丢了。分明是礼部未曾给到腰牌，说什么还在制作，怎么礼部的错却要推向裴相光吗？陈编修，你怎么能如此污蔑礼部呢？我实话实说，何来污蔑？诸位都是寒窗苦读数十载，几经磨练才有今日。裴相光人品高洁，才德兼备，却因是宗室的缘故不能科举，好不容易有了今日幸运，却要因为某些人的嫉妒而落空挨罚。各位，将心比心，你们觉得应该吗？陛下这就到了，都准备好了吗？郭阁老协同2名同知经言士走进来，见众人这副模样，便道：怎么回事？陈二郎犹如见着了娘家人，赶紧上前说了经过。郭阁老便道：先请焦大学士讲经，稍后再让裴相光讲。不好意思，老夫突然觉得头痛欲裂，怕是暂时不能开讲。阁老，这可怎么办才好？如此大事，竟敢为了一己私利不顾君王！陈某哪怕就是丢了官职，也要在御前申诉到底，看谁的头颅和骨头更硬。
你退下，不关你的事。既然大学士身体不适，本官这就禀明陛下，送您归家。当然可以，只是老夫很为阁老担心呐。陛下仁厚，不会为了这种事为难臣子。来人呐，送大学士出宫，回府休养。还未禀告陛下就把人送走，怕是不太妥当。妥当。稍后我自会禀告陛下，若有怪罪，郭某全力承担。快，赶紧把大学士送回去，耽搁了病情，你们谁能负责？于是几个内侍强行扶起焦大学士，快步往外送。焦大学士恨着，只盼能在半途遇到皇帝。然而他不但没看见皇帝，反而看到文华殿外的阴影处站着一个人，高大挺拔，清贵儒雅，俊美肃穆，令人见之难忘。正是裴荣本人。你为何？还请大学士安心养病。今日您那场讲经就由晚辈代劳，不必牵挂。你这个……焦大学士恍然明白过来，这哪里是他在算计人家呢？分明是人家将计就计，算计了自己。一时之间怒火攻心，一口气上不来，只管瞪着裴荣，呼哧呼哧喘气。哎呦喂，这不是焦大学士吗？一段日子没见，怎么就老病成了这般模样？赶紧的送出宫去，咱家这就禀告陛下。内侍听了，走得飞快，转眼间就把焦大学士抬了出去。眼看文华殿越来越远，焦大学士气怒交加，喉头一甜，呕出一口血来。哎呀，大学士呕血了，不得了了！礼部这些人真是的，大学士病成这个样子，竟然还敢请他老人家入宫讲经。陛下知道，还不知心疼成什么样呢。唉，可惜了，病成这样，吐血又晕厥，真是重臣呐。裴先生，稍后就要辛苦你了。分内之事，不敢说辛苦。元宝来定定地看了他两眼，见他并未表现出认识自己的模样，便让他跟着自己也走入文华殿，微笑着道：诸位大人，陛下先去更衣，1刻钟后开讲。相公，你是怎么进来的？可把哥哥给急坏了。我随身携带了圣旨。那你不早说，你可把哥哥给急坏了你。二哥跑得太快，我没来得及抓住你，又不敢在宫门外大声喧哗。好机会，老匹夫装病拿架子，全都是你一个人讲啦。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了，开讲吧。第一个题目还用焦大学士之前拟定的吗？可。于是皇帝落座，百官、诸皇子、裴荣各就各位，正式开讲。与此同时，宫外，少奶奶，有人送来了这个。谭悠悠正要叫莲枝打开了看，梅姨娘已然伸手接了过去。谭悠悠看着不对劲，姨娘，拿来我。啪的一声响，是匣子掉到了地上，盖子应声砸烂，板片散落一地。谁送来的？人呢？奴婢不知，是廖总管让人送进来的。梅姨娘便拎着裙子往外狂奔而去。赶紧追上去，我随后就到。梅姨娘一口气冲到外院，刚好看到一个人影匆匆忙忙走出大门，于是什么都顾不得，继续往外追。待谭悠悠赶到，梅姨娘已经追出了巷子。快备车！哎呀，少奶奶别急，夏普已然派人跟上去了。谭悠悠稍许安心了些，见马车套好，就赶紧追了上去。一个护院等在路口，通知谭悠悠：少奶奶，姨娘朝这个方向去了，他们做了记号的，您只管跟着夏普走就行。这不是通往相国寺的方向吗？今日有万幸交易。哦，是有万幸交易。
会不会是上次卖板片给我的那个老头？姨娘在那里。相国寺门口的大街上人群汹涌，梅姨娘焦急地往前小跑着，每次看到穿灰色短衣的男人都要扒拉了看一看。柳枝、桃枝以及2个护院牢牢地跟在一旁护着，倒是没什么大问题。少奶奶，人太多了，车过不去，您从这里下，再往前没地儿停车了，掉头的地方都没有。谭悠悠扶着莲枝的手下了车，带上护院往前去追梅姨娘。江福生，接着就跑进了相国寺。我们到那边去。他还记得上次买板片时的地儿，赶过去后，那个摊位早就被别人占了，现在卖的是扇子。那个怪老头啊，已经很久没来过了。中间来过一次，还不到1个时辰就走了。可有人与他买东西了？摊主想了好一会儿才道：是一个贵人买了一套板片，大方得很呢，出手就是几百两银子。这老头财运可真好啊。不用问，这位大方的贵人就是福王世子裴阳了。谭悠悠蹙起眉头，开始担忧，总觉得今天的事情不太对劲。你俩去前门守着，你俩去后门。那里有个着浅绿衣裳的女子身影一闪而过，消失在僧房后，而梅姨娘穿的就是浅绿色衣裳。陷阱，谭悠悠基本可以确定，这就是针对她的一个陷阱。悠悠救我！和梅姨娘的声音一模一样。我们报官。作为一个骗过人的家伙，他是不幸呼救的人是梅姨娘。以梅姨娘对他的爱护，怕是宁死也不会张这个口，可见对方究竟有多厉害。这次的事情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还是有事找警察吧。光天化日之下，竟有此等恶事，简直不能忍！弟兄们，带上家伙跟我来！一群兵丁立马拿起武器跟上去，先就把东西2处塔院给堵了。有僧官来拦，被谭悠悠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着求了一回。有劳诸位大使，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待我归家禀过夫君，一准为菩萨重塑金身。阿弥陀佛，我佛慈悲，愿佛祖保佑令堂平安无事。找到了，找到了！西塔院内闹哄哄的嚷嚷起来。谭悠悠赶过去看，只见几个僧人抬出来2个男人，正是他们家新雇的护院。这是中了迷药，喷些凉水吹吹风就行了。这里还有一个。小姐他们打奴婢，还绑奴婢，你家奴婢的手和脚都差点被勒断了。不是，姨娘呢？姨娘没找到吗？东塔院内传来一阵嘈杂，中间还有女人的尖叫声。谭悠悠连忙赶过去，只见兵丁们押出来一个女人，那女人年约20多岁，颇有几分姿色，身上穿的正是梅姨娘的衣裳。谁指使你的？发现凶徒和人质！有人喊起来，谭悠悠一个箭步往前冲了过去。这是一间废弃的柴房，2个身强力壮的凶徒被逼在角落里。不许过来，不然就弄死他！姨娘，你来做什么？还不回去？林芝，赶紧把小姐扶回去。回去？哪有女儿眼睁睁看亲娘陷入险境而不顾的？那还是人吗？对不对，裴少奶奶？当然了，你们要如何才肯放人？银子和平安，一个都不能少，不然……凶徒已立刻往梅姨娘脖子上划了一下，鲜血顺着梅姨娘雪白的脖颈流下来，染红了衣领。你要多少钱？只要我有就一定给你，只求你别伤害姨娘。给我们500两银子，再送我们出城。你过来代替这个女人。不要，悠悠，你别管我！谭悠悠举起双手，缓步朝凶徒走去。我来换他，
你们说话要算数啊！裴少奶奶，您不能上当啊！谭悠悠没理李校尉，坚定不移地往前走，走到凶徒甲身前。好了，放了我姨娘。凶徒乙果然将梅姨娘使劲往前一推，再伸手去抓谭悠悠。与此同时，凶徒乙横转刀柄，使劲朝着谭悠悠的小腹击去。悠悠！梅姨娘尖叫着想要冲过去帮忙，却扑了个空。与此同时，噗的一声闷响，但见两个人高马大的凶徒被谭悠悠抓着背部的衣服用力磕碰在一起，一手抓住一个发髻，磕鸡蛋似的使劲磕，两个脑袋碰得砰砰响，那声音听着就让人牙酸骨头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好可怕，吓死人了！都是姨娘不好，把你吓坏了。可怜的孩子，哪里见过这些事，何曾见过血？绑起来，再次搜查，看看是否还有同党。谭悠悠娇弱地靠在莲枝肩上，很可怜地和李校尉僧官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概是佛祖显灵，被我的一片赤诚孝心感动，让我瞬间获得神力，成了扬善。我一定要给佛祖重塑金身。我佛慈悲，佛光普照，女施主舍身救母，一片赤诚之心，天下少有。李校尉，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家一定铭记在心，没齿难忘。朱父今日入宫讲经去了，待他归家，一定登门重谢。裴少奶奶是有大福气的人，佛祖保佑。与此同时，一个人影鬼鬼祟祟地溜出了相国寺。师爷一口气穿过3条街才敢停下来喘气，他体力透支太过，导致靠着墙坐下来就起不来。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究竟有多害怕谭悠悠。不管了，逃吧，注定办不好的事，逃就对了。师爷埋着头沿着墙根快步往前走，他得趁着天色还早，快些出城，逃得越远越好。正要加快速度赶过去，就见几个青衣大汉迎面而来，每个人的目光都紧紧锁着他，十分不怀好意。你们要干什么？哟，这不是咱们之夜吗？你还活着啊？你要去哪里啊？夏仆不去哪里，就是在这附近走走看看。我还以为你想跑呢。真是没想到啊，这世上的事总是让人出乎意料。你看，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谭悠悠力气大到这种地步？小的没机会，不是不想和您说。来，难得遇上，咱俩好好聊聊。聊吧，您想知道什么？但凡你知道的，我都想知道。50两黄金，你卖命一辈子有存到一半吗？若是还嫌不够，这里还有。你线下的身份上不得台面，王色并不敢明目张胆把你怎么样。我就不一样，想让你舒服活着，或是憋屈死去，都是小事一桩，自己选吧。小人愿意听从世子吩咐。这就对了。把这些赏赐先收起来，稍后安心回去。王色若是怪你，只管把事推到我身上，不许再跑。那边有什么就来报给我知道，懂吗？懂。天渐渐黑了下来，寒风四起，吹得树梢哗啦啦的响，几片枯叶打着旋儿飘落到地上，其中一片刚好落到门前。谭悠悠一本正经地悄悄往外挪了3步之后，裴荣突然抬头，恶狠狠地盯着他。你要去哪里？没有啊，夫君就在这里，我能去哪里啊？谭悠悠笑得谄媚无比，利索地弯腰拾起地上的落叶。我是看着他生得特别好，想给夫君做个书签。你看啊，秋去冬来，万物凋零，唯有他仍然透着一股子活泼的生机，绿中又带了几丝黄，天然美丽，别致独特，天下无双。也只有他
才能配得上夫君啊。裴荣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谭悠悠那张白净如玉的脸，心就软了一丢丢。他还没来得及表现出来，谭悠悠已经敏锐地捕捉到了，立刻扑过去抱住他的腰。夫君，都是我不好，别怪姨娘好不好？她待我向来如同眼珠子一般，这次肯定是遇到不得了的事了。真的，咱们平头小百姓谁会想到这里头有这么多阴谋诡计呢？是吧？哎呀，夫君，别生气了啦，我会补偿你的，好不好啦？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夸我的，我多机智啊，并没有不自量力的乱来，对吧？就是花了你不少钱，但你放心，这钱将来我一定能还你的。裴荣被怀里这只小猫咪蹭得完全没了火气，他认命地将谭悠悠抱起放在膝上。确实不怪你们，要就怪算计咱们的人。至于钱，挣来不就是给人用的吗？谭悠悠非常赞同。是啊，钱就是要用，放着不动不能显出它的用处啊。我就知道夫君是个大方豪爽的，但这钱我还是会还你的，放心好了。什么你的我的，你的姨娘就是我的长辈，我赡养她照顾她理所当然。我们去看看她。姨娘，小姐和姑爷过来了，您想要见他们吗？小姐说要是您不想，不用勉强，自个安心休息就好，没事的。请他们进来。梅姨娘将谭悠悠拥在怀中，珍惜地轻抚她的头发。姨娘，贤妻害了你。谭悠悠满不在乎道。怎么会？我是谁啊？本就顶顶聪明，在被夫君教导了这一年，就更是聪明机智的天下无双，地上无敌，是吧，夫君？姑爷，这次的事情是我欠缺考虑，拖累了悠悠和你。事情已经发生，再是后悔也没法子从头再来。我这里先给你赔个不是。姨娘无需顾虑，我既然娶了悠悠，与您便有半子之意。长辈有事，小辈便该帮着解忧解难，您这样就生分了。悠悠啊，这桩婚事只怕是你爹这辈子办得最妥当的一件事了。那是，要是我爹在场，他得说他办得妥当的事可不止这一桩，还有许许多多为民请命、为民解忧的大事好事，是吧，夫君？是，岳父是个好官。这个故事有些长，咱们慢慢说。要是你们累了倦了不想听了呀，就和我说。或许你们一直觉得很奇怪，老爷和太太待我为何不同？这是因为我的娘家早年间算是有几分薄名。天下名间出江宁，江宁名间出梅坞。桌上这几套花间板片皆都出自江宁梅花坞梅家，那是我的娘家，我是最后一个梅家人。梅家子嗣单薄，到了我爹这一代更是子息艰难，直到年近50之时才得了我一个。眼看着后继无人，我爹日夜忧虑。说过继，梅家3代单传，只与几户远房族人，平时也没什么往来，且虎视眈眈盯着梅家产业，等着吃绝户，都不是什么良善人。我爹就想，与其任人鱼肉，不如收2个徒弟精心培养，挑一个品貌端正能干的入赘继承家业照料我。江福生是我大师兄，他8岁上来到我家，是我爹外出做生意时带回来的，是个孤儿，
无父无母，无名无姓。我爹在江边遇到他与人争时被打得头破血流，看他可怜又聪明，就带他回来，以江为姓，名为福生。愿他一生福气满满。奈何江福生虽然在画画方面悟性不错，读书却是不行。梅茂丁千挑万选，最终选中了一个贫家子弟。想必你们也猜到了，这个人呢，就是悠悠他爹了。悠悠的爹长得好看，嘴巴又甜，很会看眼色，也很聪明，还很刻苦，很会读书。才来没多久，就得到了梅家务上下的喜欢。他那时尚未开窍，并不知道什么男女情爱之类的，他更喜欢与年岁相近、更懂得讨好自己的谭世超一起玩。他们一起吟诗作对，读书写字，每天总有说不完的话。我爹问我，2个师兄更喜欢和谁在一起过日子？那时候我已经长大懂事了。大师兄越来越沉默，很久不会和我见一面说一句话。年少之人，没见过世面，只贪图享乐和美貌。我就选了你爹。他选了谭世超，江福生更加沉默。可能大家都知道，大师兄心里委屈不高兴，但都没有当回事。毕竟梅家只有一个女儿，当然是谁最好就选谁做女婿。作为孤儿，教养成人，还负责给他娶亲，梅家已是仁至义尽。12花神间，其实中途有被毁掉过5套。大师兄亲手重置补齐之后，神韵不减半分，且更为清新。那个时候我爹已经很老了，加之身体不好，得了个手脚颤抖的毛病，早已拿不动画笔刻刀。可以说梅花坞那时候全靠大师兄撑着场面。而悠悠的父亲自考中秀才之后，重心已不在制作花笺上，而是专心举业。那一年他要参加秋闱。谭世超心思不定，功利心太重，一心只想举业，只想做官出人头地，且家中父母兄弟皆已不在世上，他不会真心珍惜雪清妹妹，更不会甘心入赘梅家，放弃祖姓。我才是真正珍惜爱重雪清妹妹那个人呐。我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是虚的，我们一起长大，谁是什么样子，师父和雪清妹妹心里都清楚。你们选谁就是谁，弟子绝无怨言，也始终不会忘记梅家的恩情，始终待师如父，善待雪清妹妹。我们最后还是选了谭老爷。大师兄很生气，见事情无可挽回，就说这几年铺子里的生意全都是靠他，既然梅家是要寻读书人做女婿，那他就请辞离开，不留在这里妨碍别人。还说迟早有一天我们都会吃谭世超的亏。我爹很生气，觉着大师兄威胁他，忘恩负义，诅咒梅家，是白眼狼。师徒大吵一架之后，江福生负气远走，梅茂丁病重。我们知道他中了举，我爹高兴的病都好了一半。然而全家人等啊等，一直没有等到他回来。半个月以后，我才收到他托人送来的一封信。他让我等他高中进士，授官之后再回来娶我。当然，最后他确确实实中了进士，但也没有回来。我爹病情日渐加重，心里却一直想着这件事，几次使人送信入京，都没有找到人，更没有收到任何音讯。情况很明白，谭世超悔婚了。
那一年的年30夜，每一家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因为梅茂丁快不行了。到了祭祖之时，久未露面的江福生突然出现了。他与从前大不相同，穿戴华丽，只眉宇之间多了一层阴霾。那是我吃过的第2难吃的年夜饭，第1难吃的是我娘过世那一年。忘了和你们说，我娘是继室，我5岁那年走的。谭悠悠抱紧梅姨娘，使劲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姨娘，您有我，我也有。那天夜里本该一起守岁，但我爹身体不好，早早就撑不住了，我便陪在他的病榻旁守着。不想那几日大概是累了，又吹了凉风，竟然病了，头痛欲裂。你病了，去歇着吧，这里都交给我。因为头痛发热，他真的是熬不住了。再醒来，就是被江福生从满是浓烟的屋子里抱出去。家中下人四散奔逃，姨娘们也跑得不见了踪影。按说金银等物不会被烧坏，然而半点不存。江福生从我清醒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唯一值钱的只有铺子里的板片和没卖出去的花间，还有那几间铺面和田产。我要葬父，就只能变卖铺子和田产。可我去到铺子里收拾时，却发现12花神间和许多板片都不见了。这时外间起了一个传言，说这把火是江福生放的，我爹也是他杀的，板片和花神间都是他偷的，还说我也被他为的就是报复。有人让我去报官，我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觊觎梅家家产的人太多了。江福生把我从满是浓烟的屋子里抱出去，并没有把我怎么样。家中金银半点不存，明显是被姨娘们卷走了。无凭无据，我不想随便毁掉江福生。但是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都想要找到他，问清楚当年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所以您今天见着的那个人很像江福生吗？很像很像。当然也可能那个人不是他，是人假扮的。后来姨娘又是怎么遇到谭知府的呢？安葬好家父之后，流言满天飞，那些远房族人太闹腾，3天2头的骚扰，不许我卖田地，要我追拿陶窃陶奴，报官追捕江福生。但其实他们都只是为了自己，毕竟我爹死了，我一个孤女，就算追回财产也会被他们抢走。我不想一直被人指指点点，也是不堪骚扰，就趁夜偷偷离开了。天下之大，竟然没有我的容身之所。我女扮男装，混入一个商队之中，跟着他们一起做行脚商，混一口饭吃，也能得到庇护。兜兜转转，竟然就到了一个边缘小县城。这小县城啊，可不得了，山高皇帝远，穷得叮当响，山贼多如毛。我们才到人家地头上就给盯上了，然后嘛，就是老掉牙的故事了。山贼打劫，悠悠他爹带兵剿匪，我刚好被他救下，然后就在一起了。事情已经过去，姨娘该放下的还是要放下。我会设法找到江福生，尽力把当年的事情弄清楚。
天色不早，您吃些东西，早点歇下吧。夫君，我留下来陪着姨娘。裴荣应了，体贴地替二人关好房门，又交代下人仔细照料着，这才独自去了书房。谁在那里？夫君，是我。半夜3更的，你不老实睡觉，跑来这里干什么？我来找你啊！我气得睡不着，又怕吵着姨娘，只好来找你了。那你不叫个人陪着，也不点灯笼，摔跤怎么办？我在自己家嘛，而且你在家，不怕。唉，我是越想越觉着你好，真正君子，高风亮节，凤毛麟角。然后就想你想得不得了，简直等不到天亮。姨娘睡着了，还是没吃东西？睡着了，没吃，说是没胃口。唉，姨娘太可怜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她这么受罪。以后对她再孝顺些，别总是气的，让她担心。冤枉！我哪里让姨娘担心了？比如此刻，姨娘是不知道，知道了能不担心，能不生气？还有你偷吃东西，不讲究坐姿睡姿，贪图玩乐。停！我自己心里有数，知道轻重。你又不是我爹，这么难唠叨。你说什么？我和谭知府能一样吗？我们分明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是啊，你是君子，他是渣子。唉，我咋有这么一个爹呢？真是丢死人了，气死我了！从前我在你面前还能直起腰板，现在简直没脸见你了。唉，话也不是这么说，谁也不能挑选爹娘出身，他的错不能算到你身上。不，我不能原谅我自己。为了替他赎罪，我今晚不睡觉了，明天也不吃饭了。行了，别演了，你无非就是怕我因为这些事连带着对姨娘、对你、对大舅兄他们有看法。放心，我这个人恩怨分明，从来清楚明白，不算糊涂账。夫君真是太好了，你打算怎么办？不能因为谭知府的错害了全家人。明日一早我就去各处打点，你这边也要商量好怎么应对上门探望的人。这事分明就是有人着意算计，咱们还得防着被人追根究底刨出来。我太难了，夫君，我的脑子被你的孩儿分走了一半，不够用。你来想想怎么处置他。我困了，想睡觉。裴荣还没来得及说话，谭悠悠已经挨着他睡着了，而且很快就打起了小呼噜。次日天刚蒙蒙亮，谭悠悠就醒了，伸个懒腰，看到裴荣顶着2个黑眼圈盯着他。夫君难道一夜没睡吗？我一整夜都在为岳家的事操劳。夫君辛苦啦。怎么也赶不上你怀着身孕辛苦，赶不上姨娘伤心痛苦。你听好，外头的事我会去办妥，你只需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养胎，懂？懂。夫君说什么就是什么，让我往东我不往西，让我吃肉我不喝酒。还喝酒？你可真会想。再睡会儿，我10多就出门。除了四处打点，还得赶紧找到江福生的下落。回来会很晚，也会喝酒，你熬了醒酒汤等着。昨天忙得一塌糊涂，也没来得及问你入宫讲经的事是否顺利，有没有人为难你？陛下有没有夸你啊？也就那样吧，为难不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吗？我准备充分，他们没得逞，陛下没怎么夸，只是赏了一柄如意。我就喜欢夫君这稳重样，毫不轻狂。不是嫌我古板无趣，无聊招人恨。谭悠悠举起右手自插双目，让你瞎，竟敢搓把珍珠当榆木，看我怎么教训教训。对，使劲戳，千万别手软，不瞎不算数啊！什么？你让娘亲别瞎，留着眼睛陪你玩？好，乖宝宝，娘亲一定按照你说的办。夫君啊，
咱孩子不许我这样做呢，我只好对不起你了。裴荣起身整理衣帽，是他低估了谭悠悠的不要脸程度，告辞。夫君多吃点，多带点钱。你是谁生的？我姨娘生的啊。姨娘一个人能生你？废话，肯定还有谭老爷了。你想说什么？我从前一直想不通，姨娘温柔端庄娴雅，为何你的脸皮如此之厚？现在终于明白了，原来女儿孝父这话没错。你放心，将来就算谭知府入京挨了冷脸，他也不会难过的。所以夫君其实是想说什么呢？是说我想悔婚，想和离，也是可以的吗？裴荣斜睨着他，难道你以前没想过要扔下我偷跑吗？又开始翻旧账了。胡说八道，有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我一直都说了，我生是夫君的人，死是夫君的鬼，要和你同生共死的。裴荣淡淡的扫他一眼，面无表情的取了抹布擦桌子。谭悠悠低头一看，他刚才这一下用力太猛，桌上的砚台给拍得跳起来。我来，夫君这双手可金贵了，怎能做这种粗活呢？这种事交给我就好了。夫君别生气了，我不是故意的啦。我没生气，你天生力气大嘛，控制不住自己的，怪不得你。就像你原来骑在我身上打我一样，控制不住自己吗？我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终究还是被嫌弃了。这就是我从前一直不敢告诉你的原因。果然，男人都是这样的。别装了，挤出这2滴泪花了不少功夫吧？裴荣擦干净桌子，收拾一通，又重新整理好笔墨纸张，坐下来继续写信。信写了一半，没见谭悠悠继续过来骚扰讨好他，便转过头去看。谭悠悠靠在躺椅上，双腿翘得高高的，撅着个小红嘴，睡得香甜无比。这是故意睡了气他的吧？就是告诉他，人家不在乎他嘛，懒得理他，不如睡觉。气呼呼地拿着信纸走了，他去书房里写。门啪嗒一声关上，谭悠悠从睫毛缝里偷看，见裴荣果然走了，便伸手摸着下巴思考：这人是怎么了？为啥怪怪的？唉，男人的心思你别猜呀，猜来猜去猜不着呀。柳枝，去把小五叫来，我问问。小五没多会儿就来了，还是一脸懵。回少奶奶的话，夏仆没发现什么，一切如常。难道是欲求不满，所以脾气怪？想起来了，在寿王府遇到好几个宗室，都和公子开玩笑呢，说是夏波不敢说。说，必须说，马上说。那夏仆说了，少奶奶不要生气啊。他们说让公子小心一点，要是遇着佛光普照，被少奶奶打得头破血流的，记得叫他们帮忙。小五，姑爷怎么回答的？公子说不用他们担心，佛光普照只教训坏人，您从来对他言听计从，他让您往东，您不会往西，让您笑，您不敢哭。夏仆什么都没说。对啊，夫君没说错，我刚还挨了他一巴掌呢。少奶奶骗人，公子哪舍得动您一根头发丝儿啊？下去吧，别告诉公子我找过你。姑爷，少奶奶做了您爱吃的菜，等着您呢。我已经吃过了，不是说了不回来吃饭的吗？少奶奶说您在外办事，怕是吃的不舒服，所以特意给您备着。少奶奶等许久了，您好歹尝尝。麻烦。裴荣面上嫌麻烦，走得比谁都快，转眼就把柳枝落在了后面。走进内院，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只见石阶旁放着一个奇怪的东西，凑近了一瞧，竟然是只用稻草扎的大兔子。那兔子耳朵旁还插带了一朵菊花。谭悠悠，你做什么呢？夫君，
喜不喜欢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啊？丑死了，好难伺候啊！这根本就是在找茬嘛。丑吗？我没觉得啊。这个是夫君，这个是我，我们俩再生一只更小的小兔子。这只丑的不能见人的小兔子，正是当初裴荣送他的那一只。你带着的？当然了，这是夫君亲手做的，比金银珠玉珍贵的多。我从前嫌它丑，现在却觉着它很珍贵难得。夫君，懂我的意思吧？不懂得。人心隔肚皮，你不说出来，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思？我从前只是奉命嫁给夫君，现在是真的爱慕敬重夫君。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个？被逼无奈呗。其实很早就想说了，但我这个人吧，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内心很是羞涩，不好意思。还有就是，我以为你都知道，可是夫君说人心隔肚皮，必须说出来，那我就说出来啊。真的？没骗我？当然没有啦，我是那种人嘛，我骗谁也不骗你，咱俩要过一辈子的。谭悠悠，你是个撒谎精。啊？啥？力气大的事也就罢了，板片的事，你信誓旦旦的和我说只有你和姨娘知道，我是第三个知道的，结果谭知府和岳母都是知道的，我算老几啊？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骗我？啊！果然多行不义必自毙，果然撑不起我也。没有了，真的没有了。不，我不信你，你辜负了我的信任。裴荣掰开谭悠悠的手，昂首挺胸往里走。哎，别啊，夫君，我对你是真心的。还是他爹，我真没啥隐瞒的了。人嘛，都是慢慢处着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子，是否可信，再托付终身的嘛。站住，走慢些。若是走得太快，摔了跤或是动了胎气，哼！哦。谭悠悠像个受气小媳妇似的，立时放慢速度，碎步往前走。这样还差不多。做什么亏心事了？这么讨好我？悠悠能有什么坏心眼啊？无非就是觉着你辛苦了，想让你高兴高兴。真没想到啊，男人傲娇起来比女人还作呢。裴荣大马金刀往桌旁坐了，示意谭悠悠到他身边坐下。谭悠悠看他似乎心情很好，觉着这事儿应该就过去了，先哄哄，过后再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吧。你刚才说再也没有骗我瞒我的事了，对吧？是啊，我记得是真。就算有，也不是要紧的事，善意的开玩笑的那种。哎，夫君知道的，毕竟怀着身孕，记性会变差。哦，这样啊。对。那么，从前的事咱们就不提了。好。以后还会不会骗我瞒我？当然不会啦，我骗你干嘛呀？都一起生孩子了。好，记住你的话。谭悠悠总觉得裴某人这笑容透着一股坏味，感觉要被坑的样子。然而等他打起精神准备迎战，裴荣却专心致志吃了菜。还是你想的周到，我在外办事确实吃不好，我已经请托了5城兵马司的人帮着查找江福生了，还有这次的事也不能随便放过。哦，稍后用艾草泡个热水脚，这事也不急的。你下次入宫讲经是在什么时候？还是以你的大事为主比较好？我有分寸，别担心。你的心算技能是谁教的？我。谭悠悠正想顺口敷衍过去，对上裴荣的眼睛，谎话突然就不香了。原来坑在这里。说，我若说是自己学的，你信吗？我信。秋千也是吗？力气大，会使巧劲儿，
多练几次就好。字呢？家学渊源。吃呢？自给自足，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酒呢？天生的。到此为止，以后不许再骗我。那你呢？我几乎就没骗过你，不然你找出来。谭悠悠想啊想，好像似乎真没啥证据。裴某人不肯说的，通常就是不说。不行，好像真的是一孕傻3年。最近他真觉得脑子不够用，于是他就把这话说了出来。弄点猪脑花吃吃，以形补形。我不吃这个，万一生个猪脑子怎么办？那吃鱼头，听说吃鱼会聪明。谭悠悠没吱声，因为心情太不好了。裴铿铿这是欺负孕妇啊！谭悠悠慢吞吞地爬上床去，背身面里独自委屈，想着想着还滴了2颗泪。与他相反，裴荣大获全胜，非常高兴，上床的动静都大了许多，躺下就伸手要摸谭悠悠的肚子。怎么了？刚不是还好好的吗？你欺负我，你欺负孕妇。我没欺负你。裴荣霸道地把他搂在怀里。我是希望你心似我心，此生不相负。人和人之间多一点真诚不好吗？我觉着吧，做人还是应该像隔壁常二哥和潘姐姐那样，淳朴一点比较好。你说的很对，所以他俩是一对，咱俩是绝配。老天爷没配做这姻缘，对吧？他抓起裴荣的爪子，使劲咬了一口。你这个阴险货！天气一日冷似一日，转眼间谭如意的婚期便到了。一家人都在忙个不停，唯有谭悠悠一人无所事事，寂寞的发慌。好无聊啊！好无聊啊！唉，我想到一个解闷的好办法。今日天气极好，不冷不热，正好晒晒太阳，看看热闹，散散心啊。柳枝顿时心生不妙之感，果然谭悠悠接着就指挥粗使婆子去把她之前弄的那个眺望台搬出来。不要啊，小姐，怎么可以爬那么高呢？没事儿，小姐手脚灵敏着呢，那天把坏人打成那样也没怎么。我知道啊，可是小姐现在不也怕姑爷吗？什么？我怕他？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小姐怀着孕呢，姑爷管她是为了她好，可不是为了让小姐怕她。就是，你个臭丫头！奴婢是小姐的人了，跟着您上刀山下火海都没问题的。哎，那不是裴阳吗？他来干什么？那是谁啊？福王世子啊！谭悠悠眼看着福王世子朝着自家门口来了，便利索地下了梯子。柳枝，你去瞅瞅，看他想干什么。这家伙吧，裴荣不在家他就来了，肯定没安好心。柳枝赶紧去外面打听情况，谭悠悠则命令粗使婆子把瞭望台收好。等他收拾妥当，柳枝来回话。福王世子点名说要见您，说是有很要紧的事和您说。问他是什么要紧事，不讲就叫他等到姑爷回来再说。柳枝递过一封信，这是福王世子给您的信，他说了，要是您不肯见他，就先看看信再做定夺。拆了放在桌上，我看看说了啥。柳枝依言照做，谭悠悠站得远远的，勾着脖子看内容。小姐，您怕什么？怕毒药啊！没听说有人会借着书信下毒吗？啊！小姐，奴婢去洗个手。去吧去吧。虽然我觉着这毒对你没啥影响，但小心起见，你还是洗洗比较好。谭悠悠撇着嘴，十分不屑福王世子的文笔，一目十行，快速看到最后，才被一个名字吸引住。江福生。福王世子居然告诉谭悠悠，江福生在他手里。今天他把人给带来了，问谭悠悠见还是不见的。柳枝，柳枝，快来，我有事要问你。小姐，您说。刚你见着福王世子，有没有带什么人在身边啊？有好几个人呢，其中一人戴个兜帽，被人拽着，
看不清楚面孔。谭悠悠想了又想，决定还是出去看看。左右这是在自己家里，没什么可怕的。不好意思啊，世子，刚睡着了呢。不知贵客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您莫要见怪啊。快给世子换热茶。小嫂子客气了，是我临时登门，扰了您的清梦，还望您莫要见怪。那咱们都不见怪啊。听说世子带来了梅花雾梅家的传人，在哪呢？有花笺卖吗？有板片卖吗？小嫂子知道梅花雾梅家？当然知道啦，不然我干嘛总是买他家的板片呢？我收藏了好多花笺。啊，也是。不过我这次来可不是帮人卖板片和花笺的，而是帮人伸冤的。帮谁伸冤？这是哪跟哪啊？我也帮不上你嘛，夫君不在家呢。与相光没关系，而是这个人。福王世子一扬手，随从推出一个人来。这是谁啊？世子为什么要绑着他？这就是江福生。你那套荷花板片，还有我那套梅花板片。梅花板片不是世子的，是我家夫君买的。是相光买的，都是从他手里买的。前些日子听说相光兄四处寻找此人，我就留了个心，想要帮你们的忙。没想到运气不错，竟然让我遇着了，这就赶紧的上前请人。谁知道呢，他竟然想逃。小嫂子，您说这是为何？我没在场，不知道呢。怕不是世子太凶，打了他，或是抢了他的宝贝。他呀，身上有个不得了的秘密，有关梅花雾梅家的。福王世子猛地指向江福生，厉声道：他是个杀人犯，杀人放火夺人祖产，潜逃20余载，受害者正是小嫂子的亲姨娘。你说什么？我姨娘好好的呢，她这会儿正在帮着我们太太料理家务。今日是我三姐出阁的好日子，世子再是身份高贵，也要注意这些，别乱开玩笑。我不喜欢。我不是这个意思，小嫂子难道不知吗？相光没告诉你？告诉什么？知道什么？你到底想干嘛？我给小嫂子讲个故事，听完您就知道了。在这之前，要不要把其他人遣下去呢？这个恶心的坏东西，这是打算威胁恐吓我？男女授受不亲，我不想听你讲故事，请回吧。小嫂子不乐意听也没关系，我这里写了信，您瞅瞅。男女授受不亲，我要严守妇道，劳烦世子让人拆了信，打开信纸放在这桌上，待我慢慢的看。何须他们动手？一群阿杂男子，没得弄脏了信纸。我来。他掏出一把精致的小银刀，拆了信，再仔仔细细将信纸平铺在谭悠悠面前，双目生光，笑意盈盈。小嫂子，请看。信纸上写的无非就是谭悠悠从梅姨娘那里听到的，只中间有些细节不一致。为何就这么一点儿？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为什么不写完？福王世子一直仔细观察谭悠悠的表情，本想看到各种惊诧、心慌、害怕、讨好、精彩交织，不想居然是这么个结局，猝不及防之下便有些口吃。什么？后来写完什么？世子不是给我看故事吗？为何不把故事写完？这是吊胃口啊！我最讨厌这种了。拿去写完再来。看故事没写完，吊胃口，拿去写完再来。一直垂眸不语的江福生终于抬眼看向谭悠悠，这怕不是个傻的，别人明摆着居心不良，胁迫吓唬他，他竟真把这个当成故事看了。福王世子看向谭悠悠的目光却是更加谨慎小心。这女人扮猪吃老虎是惯犯，越是装得没事儿似的，心肠越黑，下手越狠，
这是想干什么？二位盯着我看做什么？刚才都说了，我要严守妇道。二位若是不守规矩，就请回吧。小嫂子，这可不是话本呢，是真事，有关梅花坞梅家的事。至于后续，您不是比我更清楚吗？我是觉着这种事还是别写出来的好，万一落人口实，还不知有多少人会被牵连呢。您说是不是？谭悠悠放下袖子，一眨不眨地盯着福王世子看。小嫂子是没听懂我的话，还是故意装糊涂？我一心一意为你打算，你却和我捉迷藏，这样不好吧？大家都是人，世子就该早些说人话才对。说吧，你到底想做什么？我不想做什么，只是刚巧碰到这件事，又听闻某位贵人也在找这人，并想在上头做文章陷害府上，所以才把他给小嫂子送来。在下告辞。说完这话，福王世子果然起身行礼告退，把江福生扔在那里就不管了。他等着谭悠悠叫住他，毕竟他刚才这通话说的语焉不详，但凡心里有鬼，都会害怕他知道里头藏的事，总要出声挽留，试探深浅，再谈个判什么的，这才是正常程序。然而直到他走出花厅，也没有听见谭悠悠叫他回去。福王世子不敢相信地停下脚步，回身去看，只见谭悠悠还坐在原来的地方，一动不动地和江福生大眼瞪小眼。这女人做事可真是不按常理出牌。福王世子摇头轻笑，继续往外走。他倒要看看谭悠悠接下来会怎么做。世子走了。谭悠悠收到，正式开始他的表演。江福生，你真是那个梅花坞梅茂丁老先生的大徒弟吗？我是。那么论起来，我该叫您一声师伯。谭悠悠让莲枝解开江福生手腕上的绳索，和气地请他坐，又叫柳枝给江先生上好茶。你不知道我杀人放火，毁了梅家的基业吗？为何还给我松绑上茶？道听途说而已，也没人真正见着您杀人放火，是吧？凡事都是要讲究证据的，何况我姨娘说了，您不是那样的人。从小到大，我姨娘常对我说，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真话总是不好听，但愿意和我说真话的人才是真正对我好。他还说，他早年太过年轻不懂事，薄待了一个总是对他说真话的亲人。等到他醒悟过来，一切都迟了。那个人就是大师伯啊。咱们不熟，大师伯可能不会相信我，但你想想看，当初流言传得那么厉害，我姨娘可曾说过您一句不好听的话？也没去告官吧？他没告官，他没告官，难道不是因为顾及家族名声，不想家丑外扬吗？大师伯，想必您也知道，当初他们都往我姨娘身上泼什么脏水了吧？女子的清白最最紧要，要证明清白，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报官抓人。我姨娘为何没有这么做？难道她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和终身吗？或者您还觉得这是因为顾及家族的名声？我不是，我没有。是啊，我姨娘一直都知道你不会做这种事，她认为中间必有误会。这么多年，她一直在找你，却不是想要找你算账报仇什么的，她只是想要亲自告诉你，她错了。谭悠悠示意在场的下人都退出去，低声道：当时很多人逼我姨娘告你杀人，她不肯，他们就再三欺辱逼迫她，
我姨娘在江宁待不下去了，也为了找你，只好女扮男装走遍千山万水，中间吃了无数苦头委屈。后来遇到山贼，被掳上山，碰巧又遇到谭知府带兵剿匪，他走投无路。那么清高的人，为了能在此生之年见你一面，迫不得已给人做了妾。又因为有了我，他不得不强颜欢笑，苟且活着。我稍微懂点事，他就告诉我有个师伯姓姜，让我长大有能力了一定要找到姜师伯，替他洗刷清楚冤屈误会，让他不要再逃了，好好过日子。都是我拖累了姨娘，她这辈子太难了，太苦了。之前有坏人冒充大师伯，把我姨娘诱出去，险些杀死在相国寺。至今我姨娘脖子上的伤痕还在呢。江福生哭得更加厉害，直至喘不过气来，揪着衣襟躺在地上抽搐。大师伯，你怎么了？别吓我！快来人啊，请大夫！白云相救助着一位大夫，很快赶来给江福生扎了针，开了药。您之前被福王府的人抓走，想必也没能吃上饭，先喝一碗燕窝粥补一补，稍后厨房那边就做了热乎吃食送过来。我不饿。裴少奶奶，求您去把梅姨娘请过来，可好？大师伯啊，你也知道今日是我三姐的好日子。我姨娘再怎么样也还是谭家人，她离不开身。您要见她，得等到那边事情办完，得到太太允许，她才能过来。是我害了她。大师伯，能不能和我说说当年的事？刚才您也瞧见了，福王世子那意思是直接把您当成了杀人纵火犯。我这边要是不能给您早些洗刷干净冤屈，后续会很麻烦。你放心，我没有乱说话。我当初已经很对不起雪清，不可能再对不起她了。福王府的人问我有关谭世超的事，我什么都没说。我看福王世子那模样，就猜着他应该不知道好多事情，是恐吓套我来着。所以我更加相信姨娘的判断，认定大师伯是好人。但是吧，既然福王世子是想搞事，我这边没能如他的意，他一定会继续使坏。为了大师伯自己，也为了大家安宁，还请大师伯不要隐瞒。行，你这孩子是个靠谱的，我说给你听。说起这件事来，我只能说是运气不好。那年年30的夜晚，我让雪清去歇着，我替她守着师傅，其实还是指望能够说动师傅答应把雪清嫁给我。雪清走后，我就叫醒师傅，和他谈及身后事以及雪清的终身大事。师傅他并没有拒绝我，正说到关键时刻，下人来询，说是两个姨娘打牌赌钱，扯皮打架，闹得很厉害。雪清病着起不来，让我去看看。我处理好事情，就忙着赶回去，想抓住时机和师傅说定大事。不想，师傅他已经死了，他胸前插着一把刀。我正想叫人，有个姨娘跑进来，说我是凶手，可我不是。我又气又急，又不敢大声嚷嚷，我和他厮打起来。
打着打着，有人往我后脑勺上砸了一下，我便晕了过去。再醒来，屋内已经火起，四处烟雾弥漫。我醒来以后，就忙着去看雪清，她还活着。我把她抱到空地上，原本想要陪她一起共度难关，但是我听到有人大声说我是凶手，还说火也是我放的。是梅家的远房族人，他们早就和师父的小妾勾在了一起，原本并没有打算杀人放火，但是我回来了，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他们人多势众，我却只是一个孤儿，而且雪清不一定会站在我这边。我觉得自己定然不是他们的对手，所以选择逃跑。但我不想死，我也深恨他们毁了我的一生，所以我盗走了花间板片，不让他们借此赚钱。我其实也只是一个懦夫，和谭世超是一模一样的人，自私又懦弱。师父眼下挑了2个坏东西。大师伯那时候还年轻，突然遇到这种事情，难免惊慌失措，做错事情在所难免。后来呢？您接着说。你说的对，我太年轻了，没经过事，后来后悔，却再也不能回头。我这一逃就是很多年，我寝食难安，也不敢借这个本事挣钱。实在没钱过不下去，就卖一套板片。直到那天遇到你，我就知道自己藏不下去了。我悄悄打听你的消息，不敢再去相国寺摆摊，也不敢再留在京城。可我正想离开，却又听说雪清要来，我想看看她。一来二去的，卖板片的钱却被偷了。那天好多人看到我收了这么多钱，一直盯着，终给他们找到机会盗了去。无奈之下，我只好再卖板片，不想却被福王世子给抓了。闺女啊，京城里没有秘密，尤其是这些皇亲国戚，权势滔天，为所欲为。你们千万要小心啊！江福生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闭上眼睛昏睡过去。他在裴阳手里本就受了不少罪，全凭意志撑到现在，该说的已经说完，总算可以放心昏睡了。柳枝，你留在这里好生照看着。谭悠悠起身往外，准备安排护院将这里看牢看好。不想刚走出房门，就见裴荣站在门前静静地看着他，倒把他吓了一跳。谭悠悠把门关上，压低声音：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那边招呼客人吗？岳母和大舅兄在，出不了纰漏。我是听说裴阳来了，怕你招架不住，所以赶回来。没事，这是在咱们自己家里，我小心着呢。梅家这事还挺复杂的。是啊，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真是没错。你相信江福生的话吗？10之8九应该是真的。裴荣一直默默观察着谭悠悠的表情，这会儿看到他蹙着眉头长吁短叹的，以为他是在伤怀梅家的遭遇，便默默将他搂紧，趁着周围无人，迅速吻了他的发顶一下。不要难过，既然咱们知道了，总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让恶人受罚。是啊，我太难过了，难过的心肝都是颤的，难受，想哭，却又害怕对咱孩儿不好，一直忍着。歇着吧，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你不用操心了。谭悠悠不想歇的，
但是娇弱又伤心的人肯定得歇着，他只好乖乖听话躺上床，准备等裴荣离开就起来。没想到头挨着枕头，莫名其妙就睡着了。裴荣小心地替他把被子盖好，叫来周家的和鲍家的，板着脸道：可知为何今日多数人都去了那边帮忙，唯独你二人留了下来？周家的低着头不敢吱声，只管悄悄戳鲍家的，表示：你口才好，快回答呀！鲍家的却也像个巨嘴葫芦似的，只管低着头不吭声。很好，既然你们这么忠心机智，我也不为难你们。去，把那架瞭望台，对吧？抬出来劈成柴火烧了。是。你们半年的月钱没有了，今年过年的赏赐也没了。啊，公子，不服是吧？要不我让人牙子来给你们换个地方。鲍家的赶紧拉着周家的往外跑。莲枝躲在门后偷看，见裴荣转身向着屋里走来，张皇失措，四处寻找能藏身的地方，找来找去，似乎只有谭悠悠的大床下面能藏人。就算姑爷发现，也不能把他叫出来，否则就会惊扰到小姐。莲枝觉得自己格外聪明，利时利索地钻到床下，把自己藏得严严实实。裴荣推门进屋，发现刚还躲在这里偷看的小丫鬟竟然不见了。四下一打量，心里就有了数，于是一股怒火窜上脑门，气得青筋暴起。果然是有其主必有其仆，上梁不正下梁歪。然而他真不想把谭悠悠吵醒，便冷笑一声，转身离开。算账这种事嘛，可以收利息的。江福生原本睡得很安稳，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没睡得这么踏实过。可惜这种踏实安稳没能维持太久，他总觉着有什么东西压迫着他，让他十分不舒服，同时还很紧张。他睁开眼睛，正好对上裴荣冷漠严肃的脸。是裴公子啊。江福生，懦弱自私之辈，辜负梅家养育之恩，苟活世上多年，你心中有愧吗？因为你的懦弱自私，梅茂丁惨死多年不能伸冤，梅雪清毁去一生，人不曾怪你怨你，你可想过赎罪以及如何赎罪？你想要我怎么做？不是我想要你怎么做，而是你想要怎么做。京中没有秘密，这话你说得很对。光是动动嘴皮子哄年幼无知的小女子小心谨慎，实际上是没有用的。正如你当年只知动嘴假装正义，大难来时却临阵脱逃，把个烂摊子丢给一个无辜的弱女子，害她尽失名声清白，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他乡，遭逢不幸，毁去一生。你觉着自己没有错，很是无辜，只是运气不好是吗？我可以去做，但必须确定这是雪清想要我做的事。你会见到梅姨娘的，但凡做过错事的人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没有做过错事的人也不应该为此受到牵连。裴荣收回目光，转身往外，经过柳枝身边时刻意盯了他一眼，照顾好客人，将功赎罪。裴荣丢下这么一句，大步离去。吓死了！哟，我来的可真巧啊，竟然遇到忘恩负义的白眼狼谭氏超嫁女儿。哎，在座的各位，尤其是新郎官，你们可知道这新娘子的爹谭氏超是个什么人呐？谭志锦兄弟几人面色大变，立时示意仆人上前拦人。事到如今，还想隐瞒下去啊？我倒要看看，当着这许多宾客的面，谭世超是否还能只手遮天，挡住这悠悠众口。我是江宁梅花坞梅家人，谭世超早年家贫无依，全靠梅家供养读书，说好给梅家入赘传承香火，中了进士后却悔婚抛下梅家姑娘，另攀高枝娶了周家大小姐。啊，对了，当年的周家大小姐就是如今的谭知府太太，也就是新娘子的亲娘了。这叫不叫忘恩负义白眼狼？
如此背信弃义、厚颜无耻、一心钻营、道德败坏、为天下所不耻之徒，丁家也敢和他做儿女亲家吗？就不怕带坏丁家的清誉吗？敢问太太，可真有此事？不错，朱夫确实出身寒门，全靠梅先生教养成才。梅先生早已先去，但中间的事嘛，并不像这位说的那般。却见后头冲过来一个青衣老者，手里高高举着一只拐杖，直直朝着那个所谓的梅家族人当头砸下去，边打边骂：梅武啊，你这个不孝子孙啊，吃喝嫖赌败光家产，四处勒索敲诈，丢死个人呢，在谭家这里骗不到钱，竟敢坏人姻缘名声。哎，梅家怎么就出了你这个丢人现眼的家伙呀？走，与我回去，此番不让你断条腿，老朽不姓梅。三叔公，您快别生气了，孩子不懂事，慢慢教就是了。您看你，大老远的从江宁赶过来吃喜酒，别气坏了自个儿的身子骨，那可不值当。梅武，不是我说你，我不给你钱是为你好，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恶毒的事呢？我想为你求情，都张不开口。来人，快把梅五爷扶下去。哎，我不是。就是这么一会儿功夫，梅武已被众人堵住嘴拖了下去，青衣老者则被扶到一旁坐下。怪我没处理好家务，让诸位看了笑话，只能改日再设酒宴给诸位赔礼道歉。当下嘛，是不是还要继续？听大奶奶，二郎，出现这种事谁也想不到的。你们要是觉得不妥，这桩亲事就此作罢，可好？二叔，你怎么看？丁二郎犹豫不决。谭如意突然一把扯掉盖头，昂头冷笑：哼，不用犹豫了，就这样吧，趁早了结干净，就此作罢。你说算了就算了吗？轮不到你做主。哼，二公子说的硬气，却只怕也轮不到你来做主。我看不如这样，咱们都先停下，你们回去问过家中长辈再来。不用问，这就上轿。二郎不必如此，结亲是结两性之好，勉强之后，害的是你们自个儿。我们每一届女流尚且不惧流言，你身为男子，何惧之有？小叔，要不咱们先使人回去说说。大嫂，我就在这等着，烦劳您回去一趟，和父母说说，看怎么办才好。好，这种事真是始料不及。要我说，这一辈子也难遇上一回。可不管怎么说，酒席已经备好，咱们就先吃个饱，喝个够，如何啊？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不是？要是好事继续呢，你们正该吃的嫁女酒；若是不能继续，就当给你们赔罪。瞧你这张嘴，该说的不该说的都给你说完了。遇着这种事儿，人家不是都哭吗？你笑什么？哎呦，不然我还能哭吗？运气已经这样了，哭也没用，不如笑个好看的，让你们看着舒坦些。自己先不当回事，下次见着诸位才好意思。太当回事了，以后啊就没脸见诸位了。这话呀，我还是跟我们家五丫头学的呢。我就说呢，您这语气太熟悉了。瞧您平时端庄肃穆，不像是能说这话的，果然是近忧者忧啊。周氏淡笑不语，谭悠悠怎么和他说来着？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果然有道理。于是丁家人尴尬了。二郎，你看这事儿怎么办才好？这样下去对你未必有好处。太太，晚辈有话询问，还请太太拨冗相待。各位吃好喝好啊，难得把大家聚在一起，我稍后就来敬酒，不醉不归。二郎，你要问什么？梅家那事是真是假？是真如何？是假又如何？是假，自然就该赶紧接了如意拜堂成亲，时辰不早了。罢了，二郎，
这桩亲事，我看就这样吧，是真是假都不重要。在我看来，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能够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人这一辈子，谁也说不清楚以后会如何。这次是小意外，倘若今后又有其他事呢？我怕拖累了你，也拖累了丁家。你回去吧，明日我会亲自上门，与你父母协商解除婚约之事。晚辈不是的，太太，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想退亲，我只是想问清楚梅家那事儿是不是真的。假的。我叫梅雪清，是梅花坞梅茂丁的独生女儿，只我有资格对这件事说道，其余人都没资格。雪清，算了。周氏扶住梅姨娘的胳膊，礼貌地笑着对谭志锦道：“你送丁二公子出去，不然也请他们入席，吃饱喝足再走。”二公子，您请。丁二郎浑浑噩噩的，等到清醒过来，人已经站在门外，周围都是陪同他接亲的丁家人。我爹和我娘呢？大嫂呢？他们还没有来吗？天渐渐黑下来，谭家这边的客人们已经有回城的了，丁家大奶奶仍然没有回来。丁二郎红了眼睛，几欲落泪，忽见一人骑马而来，停在他面前，下了马。二郎，这是怎么回事？为何未曾接亲就在这站着？相光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旁边的宾相帮着把经过说了一遍。这些人啊，我是真没想到胆子这么大，上次绑架勒索不成，这次竟然闹到了婚礼上。罢了，这叫有缘无分。事已至此，你一直在这站着也不是事，先回去吧。裴荣叫了宾相到一旁，轻声说了几句，丁家跟来接亲的人便上前将丁二郎抓着，强行拖走了。谭悠悠是被莲枝叫醒的。小姐，快起来吃酒席啊！那边送了好几桌酒菜过来，让咱们全家人帮着一起吃呢。什么好几桌酒菜帮着一起吃？他们的菜备多了？不至于啊，不是请了专门办酒席的人帮忙吗？那奴婢不知道，送酒席过来的人也没说什么。谭悠悠忙起身收拾好了出去看，果然送来的都是正席，不是剩下的菜肴。看看天色也黑了，裴荣等人还没回来，就猜是出事了，当即安排家中下人吃饭，自己准备去隔壁陈家打听消息，却见裴荣骑着马，身后跟着一辆车，慢吞吞地进了门。怎么回事啊？就见梅姨娘搂着哭成泪人的谭如意坐在里头。恭喜三姐啊！你傻了吗？我的亲事黄了，家里人都不敢让我留在那边，让我来这里散心。你不安慰我，还恭喜我，这叫及时止损。大喜的事情我不恭喜你，难道要陪着你哭吗？行，你听着。哎呦，我的命好苦啊！好容易收了一门亲，新郎是个矮冬瓜，长得像鸡蛋，还是个软脚虾。婆婆刻薄又霸道，管天管地管我家。哎呀，这样我也不嫌弃，就是想家想的不得了。你住嘴！谁想嫁他家了？你胡说八道！既然不想嫁，那不是正好？你哭什么气什么？谭悠悠给梅姨娘使眼色，想问是怎么回事。有人去闹事，丁家生怕牵连到他家的名声，磨磨蹭蹭的找话说，这便罢了。太太觉着那边吵得慌，让我带着三小姐过来住几日。那丁二郎我倒是不稀罕，但我以后怎么办啊？没人愿意娶我了。感情刚才我的话你没听进去啊？及时止损，你没嫁，以后就还有机会再挑个好的。嫁过去生米煮成熟饭，后悔也来不及了。
万一过到一半撑不住，和离回家，在家更难。今晚你该好好喝2杯，庆祝逃离苦海。哭什么哭？再哭啊，我们小宝都要瞧不起三姨了。谭如意瘪着嘴，被谭悠悠和梅姨娘一左一右牵着去了跨院。谭悠悠把人安置好了，这才有机会把事情经过完整的听了一遍。夫君真是运筹帷幄。谭如意莫名其妙的，你们有什么事瞒着我？事情到了现在，再瞒着谭如意也没意思。谭悠悠就把事情经过大致说了一遍。具体前因是这样，因为担心有人闹事，我们几个就商量着要做个准备，找人冒充梅家族老，以毒攻毒的法子是相光想出来的，没想到还真用上了。我对不起你们，对不起，对不起。难怪太太说我是个棒槌。我当初还陷害悠悠，明知悠悠不愿嫁，非把亲事推给她，让姨娘伤心难过，让悠悠受委屈。我不委屈。谭悠悠赶紧捂住谭如意的嘴，偷瞟裴荣，但见裴某人脸色臭臭的，十分不好看，便讨好的冲他笑。这叫命中注定。多谢三姐成全。我好难受啊！没想到竟然是这样。其实悠悠你3招回本，我听你说起在北家受委屈，心里也很难受来着。我对不起你，都怪我。裴荣转身走了出去。不是大姐，你要是真心疼我、内疚我，你就别再提这件事了，好不好？你这不是心疼我，你这是在害我呀！哎呀！谭悠悠抱着头倒在榻上，她死了，真的。三小姐别哭了，100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能做一家人那是不得了的缘分。事情过去就算了，咱们向前看。你这性子呀，是真该改一改才好。姨娘，我对不起你，从前我还瞧不起你来着，没想到瞎眼的人是我。今天也是你一直护着我，你打我吧，打我吧。梅姨娘也没辙了，这姑娘这性子，经了这么大的事儿也没啥大的改变，只能慢慢来了。谭如意哭着哭着累了，被彩玲哄着吃了些东西，躺下休息。谭悠悠牵着梅姨娘往外走。我这脑袋瓜子嗡嗡的，这会儿还能听见三姐姐的哭声。还好啦，小姑娘遇到这种大事难免伤心，三小姐也没寻死觅活的。裴荣迎面走来，恭敬温和地问梅姨娘：“姨娘要见江福生吗？”“早见晚见都是见，见吧。”“夫君啊，今天捣乱的人是谁派来的？弄清楚没有？”“还能有谁呢？”“福王世子，王表姐。裴阳刚把江福生送过来，应该不是他，是王表姐吧？”“没有证据，不好乱说话的。”“夫君莫怕，放心啦，我分得清的，绝不会把别人的过错算到亲人身上，更不会翻旧账。”“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有什么可怕的？没有证据，确实不好乱说。稍后那边自然会有消息传过来。”谭悠悠意味深长地瞟了他一眼，淡笑不语。若真是不那啥，说什么身正不怕影子斜呀？这是什么时候？姨娘正火烧火燎的，你却只顾着和我争长短。装，继续装。
夫君这话不对，我哪能正应你呀？肯定是你长呗。裴荣默了片刻，轻轻掐他一下，很小声道：“越来越没遮掩了，这种玩笑回房再开，怎么能在这种时候这种地方开呢？”我怎么了？谭悠悠莫名其妙，再一看，裴荣竟然红了脸，一边瞪他，一边又心虚的偷看梅姨娘的反应。你还说？这是又想到什么奇奇怪怪的了？谭悠悠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直到把梅姨娘送进客房，他这才回过味来。争长短，肯定是他长。他震惊地看向裴荣。夫君，我是说你口舌伶俐，个头也高，人又聪明机智，我争不过你，你却要我回房开这种玩笑，你是不是想歪了？唉，真是没想到，夫君你变坏了，我随便一句话，你就能想到这上面去。唉，看来是和尚当久了，太可怜了。裴荣坚决不肯承认，神色越发严肃正经。胡说八道，我可不是那种人。哪种人啊？我还说，要是那什么，我今晚犒劳犒劳你呢。既然不需要，就算了。给我老实点儿，不然你能把我怎么着？敢把我怎么着？裴荣又爱又恨，伸手捏住他胖嘟嘟的脸颊，正想用力，就听屋里传来低低切切的哭声。谭悠悠立时将人推开，凑上前去，隔着门缝往里看。裴荣也跟着谭悠悠一起偷看，谭悠悠不给他看，将手去捂他的眼睛。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你不是很讲究的吗？为何也跟着我一起看？裴荣把他的手抓住，整个人紧紧搂在怀中，摁着不许动。我的孝心和你一样的，都是在为姨娘做见证人，也是为了防止姨娘受伤害。大师兄，我等了很多年，就只想亲自听你说一句，家中发生的那些事，我爹的死，那一场大火，都和你没有关系。我发誓，我没有害过师傅，没有放过火，我只是偷拿了板片，盗取了一些金银。若有半句谎言，让我不得好死。那行了，这件事到此为止，我放下了，你也放下吧。就这样算了吗？当然不会就这样算了，总要为冤死的人讨回公道，否则这天下公理何在？怎么讨回？既然已经开了头，结尾也就不远了。梅姨娘并不与江福生多说，转身就往外走，干净利落得很。谭悠悠和裴荣赶紧往后退，假装自己没偷看。雪清，我当年丢下你独自逃跑，害你过了这么多年的苦日子，怎能就这么算了呢？你骂我几句，你打我几下也好啊。固然你们有错，但我走到这一步赖不上别人。倘若我能自立自强，执掌家业，不要总想着依靠别人，也不至于这样。幸亏悠悠不像我，这便是上天最大的仁慈。雪清，你别这样说，你让我无地自容。雪清，我求求你，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吧，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你若真想帮我，那就不要再牵连伤害无辜的人，譬如说悠悠，还有谭家的其他孩子。有错的是谭世超，不是其他人。大师兄，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答应你。那就这样吧。大师兄，你安心将养，我先出去了。
梅姨娘推开房门，只见谭悠悠和裴荣站得远远的望着她笑，她便也跟着灿然一笑，温柔道：走，咱们吃饭去。姨娘，我好想您啊，明明只是分开这么一会儿，我怎么觉着分开了很久似的？你说奇怪不奇怪？姨娘，您有什么吩咐，只管交代小婿去做，小婿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您想吃什么用什么都只管说，不用客气。我最想要的就是你俩平平安安、和和美美的，相知相惜，好好过日子，多生几个聪明伶俐的漂亮孩子。放心吧，要论会过日子，没几个人能超过我。小婿记住了。夜深人静，裴荣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轻手轻脚贴着谭悠悠躺下，第一件事就是把她的手拉过去。谭悠悠把手收回去，坚决不碰她。还生气呢？不是我说，你太小气了，怎么不和姨娘学学？那么大的事说放下就放下，还急着保护无辜。世间少有人能似姨娘这般清醒豁达，实在让人佩服。你就不想让我佩服吗？不想。为什么不想？要上进，给孩子带个好头。裴荣再次抓住他的手往自己身上带，谭悠悠继续挣扎。上进什么？哪有平安把孩儿生下来为重要？为此我都没出门。是啊，你不用出门，是因为在家也可以看热闹吗？坐得高高的，左邻右舍、街头巷尾的热闹都逃不过你的眼睛。来了来了，他终于来了。夫君啊，要豁达豁达，该放下的要放下。来，给孩子带个好头，让我佩服佩服你。裴荣瞪了他片刻，用力将他拽过去。我现在就让你佩服我。不要不要！哎呀，恶霸强抢民女了！谭悠悠的叫声越来越小，渐渐的听不见了。半晌，谭悠悠揉着酸麻的手臂道：这比揉面还难弄啊，真佩服。这算什么？等着哭吧。太不正经了，夫君你怎么可以这样呢？男人。次日一早，天不亮，裴荣就起了身，准备早早过去陪周氏、谭志锦去丁家退亲。刚把衣裳穿好要走呢，袖子就被牵住了。夫君，让我跟您一起去呗，多个人多一份力量，别的不说，看着也热闹不是？又不是去打架，要人多做什么？其实我很佩服夫君的，而且今晚还想再佩服一次。哦，也好，有你在，我可以少操点心，省得有些话岳母不好说，我和大舅兄两个男人也不好说。夫君最好了。给少奶奶穿厚些，记得准备好手炉，天冷莫要冻着的。半个时辰后，夫妻俩和周氏、谭志锦会合，紧接着周大舅和周大太太也来了。丁大老爷是多拖一刻都觉得丢人，当即请了几个邻里做见证，双方退了彼此庚帖婚书、嫁妆聘礼，各自行一礼，分道扬镳。眼看着越来越冷，我得回去了。过年时好多事还得我操持，你三姐四姐留在这里也不是事儿，梅姨娘留下来照看你，你大哥也留下来。太太过了年再走吧，我大哥不是还相亲吗？您得看过人才能走啊，必须要您长眼的。不了，有谭知府这事夹在里头，你大哥这门亲事没那么容易，人家还得看你大哥是否能中进士呢，怎么也得是2年后的事，不急。那是您觉着不急，万一人家就看上我大哥了，急着要嫁呢？那就全权交给你来办理，可好？我可没那么大的本事，将来要是太太看不上，怪我怎么办？还有我三姐，她出了这种事，你还急着把她带回去，
人家追问起来，他哪受得了啊？不得天天跟人吵架斗狠。这倒也是，不如叫他也留在京中给你做个伴，就这么定了。总而言之，我必须赶回去看着谭知府，不能叫他再出什么幺蛾子，给咱们添乱。接下来就是周氏等人收拾行李，准备回丘城。裴荣主动邀请谭志景和谭如意到自家居住。那行，只是要劳烦相官多操心了。姨娘、志景和如意三人的开销，我这边会另算给你。岳母这就见外了，难不成我带悠悠回娘家，还要缴纳伙食费给您不成？那自是不必。那不是一样的吗？我若是没钱使了，自然会问太太要，半点不带客气的。周氏做事雷厉风行，说走就走。从寿王府出来，又去娘家拜别，第二天一大早就走了。谭如意哭成泪人，倒在梅姨娘怀里喘不过气来。快擦擦，冷风一吹，脸上该皴了，不好看还疼。我的眼睛是不是哭坏了？好痛啊，眼泪止不住。我看看，怕不是进了沙子。谭悠悠一个机灵，掏出另一条帕子递过去，将先前那条帕子换回来。乖乖龙地洞，他一不小心把蘸过姜汁的帕子错拿给谭如意了。今日又用不着这东西，你怎么也给我带上了？柳枝很委屈。奴婢没给您带，是您自个儿出门时揣上的。是吗？我不信我有这么傻。真是这样。怎么了？没什么，就是记性不好，带错了东西。这个吗？裴荣准确地从他手里抽走那条帕子，凑到鼻端闻了闻，勾唇而笑。生姜味儿。我从前曾听人说过，女子若是想要装哭，只管往帕子上浸姜汁啊。夫君，谭悠悠赶紧捂住他的嘴，弯了眼睛冲着谭志锦等人笑。没啥没啥，走啦。哎呦，好冷啊，咱们回家做米汤鱼片吃啊。裴荣留下一个意味不明的笑容，把姜汁帕子塞进袖中，翻身上马。走吧。谭悠悠有气无力地爬上马车，捧着已经有了弧度的小腹直发呆。你怎么了？为何看着吴京打彩的？没什么，我就是觉得吧，怀这个孕，把我所有的老底都抖露出来了，这日子没法过了。谭悠悠用力拍在谭如意的大腿上。我决定了，今晚我要做个鱼头两吃，你们都别和我抢。以形补形，他必须把脑子补回来。夫君寻我何事？谭悠悠很自然地歪过去，靠在裴荣肩上，顺便摸了他的胸一把。别胡闹！裴荣将他拉到面前，仔仔细细地打量他的腰腹，又小心翼翼地把手掌附上去，按了2下，又用2根手指试探着捏他肚子上的肉有多厚。做什么？这是裙子厚了，不是我的肉。现在是冬天，冬天。确实是裙子厚了，不过你最近还是少吃些的好，不能再胖了。这是在嫌弃我吗？你想多了，究竟是你太胖察觉不到胎动，还是确确实实咱闺女和你一样懒得动？夫君这话不对啊，每一句都是在说我呢。找茬呢？裴荣一笑，捧着她的脸道：我很高兴是个闺女，这孩子有福气，也会给咱们带来福气。是遇到好事了吧？我早间受到恩旨，今年旦日大朝会，陛下特许我参加。果然是好事，恭喜夫君，小蜜世子之位很快就能下来了。那不一定，只能说明陛下对我比较认可。我这是小事，主要是樊贵妃那边也让你随同朱命夫一同入宫朝贺。我？为何突然想起我来？谭悠悠大吃一惊，总觉得有阴谋的样子。樊贵妃那是2皇子的亲娘，王瑟的亲婆婆呢。
或是贵妃在宫中听说了你贤良淑德的名声，所以好奇想要见见？要不就说你病了？但只是若这样说了，这个年你就只能乖乖在家待着，不能外出游玩赴宴了。不好，外头本来就在传我娘家的坏话，我若再拖病不出，情况只会更为糟糕。且之前不是说好去寿王府拜年时，领着我哥和三姐一起去的吗？我得去。莫要害怕，咱们和从前比起来，多少也有了些屏障。贵妃不会把你怎样的。贵妃顾及身份，当然不会把我怎样。唉，我是害怕你青梅竹马的王表姐，她出校了，当日朝会肯定会出席，加上接连几次害我都没得手，怕是心痒难耐啊。她不敢在宫里对你动手。那可不一定。夫君为何这般肯定？你见过她了？没有，我躲她尚且来不及，如何会见她？你真会想。你届时就紧紧跟着叔祖母，她会护你周全。那块团龙佩也记得带上，还有那什么贵的溶液也别忘了。好啊，那我去请默默过来，商量着准备入宫的穿戴。去吧。29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这雪下来之后就没化过，到处堆得白茫茫一片。这是他在京城过的第2个年，比起去年那个冷清仓促的年夜，是真热闹多了。肚子里揣一个，左右两边坐着亲娘和兄姐，还有一个坑被填了一半的陪伴坑，小日子是真的越来越好。在谭悠悠的操持下，这一桌年夜饭那叫一个丰盛。谭悠悠馋得哈喇子都出来了，奈何全家都不给他多吃，尤其裴某人格外凶残，说不给就不给，哪怕是梅姨娘家的菜也不行。谭悠悠怨念无比，就这么到了4更时分，该入宫了。这冰很厚啊。我让人给马蹄包了麻布，咱们走慢些，走稳些，没那么容易打滑。过了这一段就好了，宫道有专人除冰的。可是我怕，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万一我从座位上滚落下来怎么办？绝不可能。听话，上车正好眯一会儿，你一个人躺着宽敞。是怕人家笑话你。夫君不疼我了。裴荣就和没听见似的，无动于衷。谭悠悠没辙，只好上了车，抱着手炉依靠可爱的柳枝，忽觉腹中似有气流攒动，又好似是小鱼游水，很轻地滑了一下。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胎动吗？小姐，您怎么了？以后叫我少奶奶，我要做娘了。以后你叫小姐，是我硬呢，还是我肚子里的这个硬？少奶奶，您这是？又是一串气泡冒出，这次的感觉就很明显了。谭悠悠啊的一声喊出来，抱着肚子，激动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你怎么了？胎动了，胎动了，胎动！谭悠悠指着自己的小腹，又兴奋地拉裴荣的手去摸。裴荣神情肃穆地观察着奴仆的表情，迅速摸了一把，然后皱眉：“没有啊。”哎呀，人家还小呢，这会儿正睡觉，哪能随时动啊？行了，时辰不早，走吧。这回换了裴荣，眼巴巴的隔车看着，心痒难耐。车外传来一阵喧嚣，柳枝打起车帘，只见外头到处都是车辆、马匹以及打着灯笼照亮的豪门奴仆。少奶奶，奴婢真没想到竟有这般福气，能够亲眼目睹当日朝会。是上朝路上，不是当日朝会。都一样啦。稍后奴婢真不能陪您进宫吗？不能，一般不能带侍从入宫。那没关系，奴婢稍后趁人不注意，悄悄摸一把皇宫大门上的金钉，沾沾福气，那也很好啦。嘿嘿。正说着，裴荣就用马鞭敲了敲车壁。我要与你分开了，记得去寻寿王妃，
行事千万谨慎小心。夫君也小心谨慎些。晚上咱们回家吃麻辣香锅。裴荣看了他一眼，眼睛黑沉沉的，淡淡一点头，迅速走了。相光媳妇儿，你来的倒早啊！年轻人就是该这样勤勉才好。寿王妃乐呵呵地让世子妃把备好的荷包交给谭悠悠。哎，相光媳妇儿，替我分给他们。是，叔祖母。谭悠悠接了荷包，分给宫人女官。这位是谁呀？哈哈，这是裴相光的媳妇儿。她日常不爱出门走动，不爱出风头，所以你们不认识她。这次是贵妃娘娘特召她入宫参加朝贺的。宫门开了，宫门开了！随着鼓响，就有女官过来帮着众人按照品级高低排队入宫。谭悠悠很自觉地站到了队伍最后，走着走着，有人悄悄地扯了她的袖子一下。裴少奶奶，请问您是？奴婢锦泉，袁总管让我照看您呢。哪个袁总管呀？我不认识呢。锦泉也愣住了。您不认识？裴少奶奶，您怎会不认识袁总管呢？真不认识，您可能弄错了。哎呀，有位姑姑在瞪我，是怪我不守规矩吗？于是再不搭理锦泉。随着队伍前移，锦泉被留在原地，满脸不敢置信。小样，当我是个傻子呢。钟皇后退居别宫，樊贵妃虽统领6宫，却名不正言不顺，只能在自己住的长宁宫接受命妇朝贺。不远处，才从他那里得了冷脸的宫女锦泉悄悄绕过人群，走到前方，和侍立在王瑟身后的罗伊使了个眼色。怎么样了？说是不认识什么袁总管，压根不理我，真是话不留手。你先下去吧。锦泉低头退一下，罗伊快步走回王瑟身边，趁隙上前低声说了经过。急什么？半点沉不住气。是。王瑟缓步朝着谭悠悠走去。谭悠悠老远就看到王星星朝着他这个方向来了，便乐呵呵地站起身来，等着王星星的降临。悠悠，我老远瞧着像是你，还以为自己看错了，没想到真是你呢。给皇子妃请安，贵妃娘娘赏了体面，许我入宫觐见呢。你看起来胖多了，几个月了？回皇子妃的话，刚好5个月。5个月，这么大？其实也无所谓了。可是有什么不对吗？没什么，就是，反正你还年轻，没事儿，没事儿。皇子妃，到底怎么了？求您告诉我吧。没事没事，我就是吧，听人说怀儿子腰身会很紧实，前头看着凸起，后头却还有腰身。怀女儿呢，大概就是你这样子。不过不要紧，先开花后结果嘛。真的吗？真的是个姑娘啊？那也不一定，我看不准的，就是随口一说。你这里冷不冷啊？正当风口，我想办法给你调下位子。多谢皇子妃，我就坐这里好了。我没品质，能够入宫参加旦日朝贺，已是大幸。贵妃娘娘来了，我得去伺候着，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让人过来寻我。谢谢皇子妃。樊贵妃换了一身同样华贵的衣裳入了席。裴谭氏，到。谭悠悠略有些慌张地拎着裙子起身，急行2步上前，跪拜在地。民妇给贵妃娘娘请安，娘娘千岁。原来你是这样子的，看起来真是讨喜。
难怪寿王妃和二皇子妃一直在本宫面前夸你。几个月了？回贵妃娘娘的话，5个月了。挺不容易的，怀着身孕还要料理家务，照顾夫君，很辛苦吧？不辛苦，都是应该的。果然是个招人疼的孩子，本宫瞧着都忍不住心疼了，一心只想着让你过得舒服些。这样吧，本宫身边有一侍女，名唤沉香，十分能干体贴，谙熟宫中规矩，惯会照顾人，叫她伺候你用膳，你看如何？一个工人走出来，蹲下行礼。你看她怎么样？可还和你眼缘？多谢贵妃娘娘，这位姑姑生得好极了。只是让她照顾民妇用膳，会不会太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裴相光有大才，品行端正，陛下几次夸他有功。你初次入宫又怀着身孕，本宫理当多加照料。就这样吧。谭悠悠高高兴兴地谢了恩，低头后退几步，才回身往后走。贵妃娘娘，要说这儿女婚事啊，前些日子京里还真出了一桩新鲜事儿。谭悠悠眼皮一跳，果然来了，真是没完没了了呀。什么新鲜事儿啊？就是丁家给次子娶妻，迎娶新娘过门当日黄了。不过是些小事儿，还是不要扰了贵妃听听吧。没事儿，听听就好。接着说，这是出了什么事啊？新娘子是谭家女，家中父亲是个外任的知府，靠着母家这边的关系，多方走动，才与丁家定了亲。总而言之，就是把当日那桩事仿若说书一样献给大家看，语言当真，生动活泼，还幽默，仿若亲临其境。岂有此理！我朝竟有此等人品卑劣的官员吗？此人品行败坏，如何当得一地父母官？母妃，这中间怕是有误会。这位谭知府正是裴相光的岳父，裴谭氏的父亲呢。那位和丁家退亲的姑娘是裴谭氏的嫡姐。哦，裴谭氏，可有此事？请贵妃娘娘恕罪，民妇以为这位夫人是在说书，听了也是津津有味。没料到竟然是在说我们家的事。哈，这话有意思。你知道的又是怎么回事呢？正好今日大家都在，你好好说明白了。果然无错的话，本宫为你分明。贵妃娘娘容禀，其实都是家贫害的。寒门难出贵子，这话是真没假的。毕竟人穷，容易被人挑刺欺负，做人做事都是千难万难。长辈早年的事，民妇不是特别清楚，但民妇知道一件事，民妇的亲姨娘是梅花坞梅氏的独女，也就是刚才那位夫人说的那个对家父有教养之恩的梅家。自民妇记事起，姨娘从未说过家父一句不是，更与我们太太亲姐妹一般，谦让有爱，感情甚笃。家父更是个清正爱民、官声极好的好官，年年考绩都是第一。依着你的意思，这事儿就是丁家的错了。丁家没错，我们太太说了，这是我三姐和丁家二郎没缘分。哼，既然丁家无错，你家也没怪丁家，为何退亲之时吵成仇人？没有啊，我们好说好散来着。过后我家夫君还曾当众夸过丁家二郎。贵妃娘娘，这事儿谁都没民妇清楚，因为民妇当时就在现场。民妇亲眼瞧见的，我们两家从始至终都很谦和礼让。就算我们没见识脾气坏，丁家诗书传家，也不能和我们一般见识，丢人现眼的和我们吵。这位夫人，你要是不信，可以问丁家人。丁家有人来了吗？臣妇参见贵妃娘娘。快说说是怎么回事？裴谭氏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们两家退婚时吵架生气了吗？
丁伯母好。裴少奶奶，咱们又见面了。丁工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娘娘，此乃奸人作恶，但两个孩子确实也是无缘，吵是肯定没有的。我丁家最是讲究规矩礼仪，就算不成，也是好说好散。隔壁邻居俱是见证。本宫平生最恨乱嚼舌根、不守规矩之人。母妃，大过年的，刘淑人也是为了说笑热闹气氛，您就饶了他吧。本宫倒是无所谓，要看被他编排的苦主饶不饶呢。怪我不会说话，却是绝对没有坏心的，还请丁家妹妹莫与我一般见识。哼，大过年的，看在贵妃娘娘面上就算了吧。毕竟我们丁家诗书传家，最为讲究的就是规矩礼仪，总不能与你一般见识，丢人现眼和你吵。就是，刘淑人，你不必给我赔礼了。你年纪大，身子骨不方便，年纪大难免糊涂，这次就算了。刘淑人说不出话来，这自说自话的劲儿可真足，谁要给他赔礼了？还骂人老糊涂了，身子骨不方便，人家才40岁。多谢贵妃娘娘秉公。我提议，咱们共同举杯，敬祝贵妃娘娘福寿安康。好不容易领宴完毕，该散伙了，众人皆是一身轻松。谭悠悠也赶紧起身行礼告辞，却见那叫沉香的工人亦步亦趋地跟着他往外走。姑姑请留步，我这就跟着寿王妃他们一起出去了。那，这是给您买脂粉用的，今日真是辛苦您了。裴少奶奶，贵妃娘娘有命，令奴婢以后都跟着伺候您了。为何？自然是连续您辛苦。不是，刚只是说照看我吃这一餐饭。您是娘娘身边得用的人，就这么被我拐出宫去，那不行。你还不走，又在这儿闹什么呢？皇子妃，裴少奶奶看不上奴婢，要把奴婢退回去呢。这就是你不对了，女人还该贤良淑德，多为夫君考虑。你怀着身孕，不能伺候照顾相光，娘娘体恤你辛苦，少了沉香，你该感恩才是。拗着不收，实在不妥。皇子妃误会了，民妇不是不要沉香，就是刚才贵妃娘娘也没说清楚，我怕就这么贸然把人领走了，会犯错。来，我领你过去，听娘娘和你说。王瑟温柔地拉着谭悠悠走过去，笑道：母妃，这个小傻子不敢把人带走，说是您没说清楚，他怕这么把人带走会犯错呢。真是傻得可爱。沉香刚才伺候你用膳，伺候的可好？谭悠悠肯定得说好啊。既然又和你的眼缘，又伺候的好，这个人是真没挑错。带回去吧。是。你都会些什么？譬如说画画、绣花、乐理、舞蹈、书法、厨艺、棋技之类的。回少奶奶的话，奴婢会奏琵琶，会跳舞，下棋也是会的。这可真是太好了。你会什么舞？会不会胡旋舞？还有天魔舞？哎，反弹琵琶会不会？奴婢不会这些，但是可以学的。以前宫中教习乐舞的姑姑曾夸过奴婢有天赋。那就好，回去就安排起来。别听了我知道，你是特殊型人才，不用吃得壮壮的。就现在这样，跳舞才好看。哎，当然，如果瘦的没体力的话，还是要多吃一些的。请少奶奶放心，奴婢一定伺候好您。我等着你啊。好困，我们一会儿到家叫我。柳枝拿了毯子给谭悠悠盖好，然后端端正正守在一旁，不动声色地打量沉香。妹妹看什么呢？你的胸也太小了，屁股也小，不利生养。你亏得咱们少奶奶心好，不然你这样的瘦子拉到外面卖不上好价钱，太瘦了干不了活，不值钱。少奶
奶奶说我是特殊型人才，不用干重活。呀，当然啦，能歌善舞的，卖去青楼最值钱。谁敢？我是贵妃娘娘的人。失敬失敬，姑姑好，还请姑姑不要计较婢子刚才的失礼。你别乱叫。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姐姐你很难相处啊。柳枝撇撇嘴，不再说话了。少奶奶，到家啦，醒来。在柳枝温柔的呼唤声中，谭悠悠醒了过来，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再动动脖子和手。你饿不饿？回少奶奶的话，婢子不饿。那你累不累？婢子不累。那你去准备着吧，晚上给我们助个兴，唱啊、跳啊、弹琵琶什么的，把你拿手的都搞一遍。去告诉廖总管，让他把这位新来的沉香姑娘安排好，要什么衣服、琵琶之类的，都给她找齐。沉香没多想，跟着婆子见了廖翔，说明来意，要求最美最好的衣裙以及很好的琵琶。你领回来的人呢？还没打扮好呢，先藏起来。晚饭时再叫他惊艳亮相给夫君看。什么惊艳亮相？谁耐烦看他？听说宫宴时有人刁难你了？也没有啦，就是有个人冒充袁之恩的人跑去找我搭讪。王表姐和我说了2件事。第一件，我腹中的怕是个女儿，好可怜。第2件，让我给你纳妾，不能不贤惠。然后嘛，有人挑事儿，把我3姐和丁家的事儿当成笑话讲给贵妃听。王表姐拦着不让讲，说是会让我没面子。这些明面上的事，我早知道你能处理妥当。是啊是啊，我可聪明了，大家都叫我谭聪明。谭聪明配裴君子，绝配啊！裴荣有些不自在，却又觉得谭悠悠真可爱，便将手放在她的小腹上，静心体会胎动。等了许久，也不见肚子里的小人有动静。怎么回事？为何不动？像我一样啦，懒得动。你可是生气了？我为什么要生气啊？可是夫君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当然没有，且今日我已破题。今日我在前朝也遇到了和你类似的事，有人提起岳父悔婚另娶的事，说我不配入宫讲经。我趁机提醒陛下彻查当年梅家的火灾，替一代名士梅茂丁申冤。夫君真了不起啊，这么难的事都被你搞定了。稍后说给姨娘听，姨娘一定把你当成亲儿子看，都不要我了。胡说，姨娘待我好，那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要是我对你不好，她立刻就能翻脸不认我。夫君真是慧眼如炬。谭悠悠笑着起身，却被裴荣拉了坐回去。别动，他好像动了。没有啊，哎，真的动了。女儿啊，我是你爹。好傻，去换衣服。裴荣又傻笑了一回，这才恋恋不舍地去洗脸换衣。静一静，我给大家准备了个节目助兴，先乐呵着。开始。就听一阵琵琶叮咚之声自屏风后头轻柔地响起，接着声音越来越响。一个穿着绯红纱衣的曼妙女子怀抱琵琶旋转而出。这个是从哪儿找来的野路子？怎么半点规矩都不懂的？什么野路子啊？人家是宫中贵妃娘娘赏的，大哥你不懂欣赏就别看，吃喝你的吧。什么宫中赏的，必是冒名顶替，这不守妇道不懂规矩的丑样子，简直污了我的眼睛！打出去！滚出去！丢人现眼，学好规矩再出来。少奶奶，宫里出来的多少得给几分面子。这样，让他坐在屏风后头弹弹琵琶好了。
叮咚的琵琶声中不断传来喷嚏声。这是第7个还是第8个喷嚏？我没数清楚。相光记得吗？记不得。相光啊，就算要收妾室，也要找端庄文雅的。是个叫什么沉香的，太不合适，太丢人了。我没想收妾室，就算要收也得再过几年。来人啊，给沉香姑娘披上斗篷，别冻着了。沉香屈辱地落下泪来，接着又忍不住打了一串喷嚏。怎么不弹琵琶了？是不是体力不支了？回少奶奶的话，奴婢没本事，扫了您的兴致。这体力真的不行，得多吃些，想壮实一点才好。送沉香姑娘回去吧，叫厨房给她送晚饭，饭菜要好。今日元旦，她又是从宫里来的，不能委屈了。是。唉，没了琵琶伴奏，好像少了点什么。其实我觉着这个沉香还是不错的，好好教一教，还是有前途的。没人附和他的话，因为裴荣的脸色实在太难看了。明日还要早起，姑爷和悠悠忙了一整天，也累了，早些歇着吧。为何搞这么一出？太难看了。我不知道他会这样啊，真的，我只是让他表演个拿手的，弹个琵琶，跳个舞，这不难吧？谁晓得他会用力过猛呢？唉，好端端的家宴，你弄这些花头做什么？一家人好吃好喝，安静说话不好吗？偏要搞个外人掺杂着。怎么会是外人呢？他是宫中赐给夫君的人。夫君现在虽不准备纳妾，过几年也是会的。他现在是有点瘦，好好养着，过几年就胖了。你，嘘，我去看看他，不能让宫里抓住咱们的小尾巴，说咱们待他不好，刚来就病了什么的，不好。哎，夫君去吗？不去。裴荣拿背对着他，不想说话。谭悠悠也不勉强，左手扶着莲枝，右手扶着柳枝，笑嘻嘻的去看沉香。回来就一直哭一直哭，饭也不吃，就放在那儿糟蹋了。哎呦，多好的鸡鸭鱼肉啊，真可惜啊。去熬碗姜糖水送来，炭盘要烧得旺旺的，别叫他病了。奴婢何德何能让少奶奶这么操心？太瘦了，多吃些才不容易生病。这个香酥鸡很好吃，郭阁老夫人最喜欢的。这个羊蝎子也很好吃，我挺喜欢的，来，都尝尝。不知不觉间，沉香把面前的饭菜吃了一半，肚子吃得圆圆鼓鼓。谭悠悠怕他撑坏了，又让拿消食丸。待到谭悠悠离开，沉香已经瘫在床上，不想动了。唉，别说，裴家的菜真的好好吃啊！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菜了。这算什么？我们少奶奶亲手做的东西才叫好吃呢。只要厨房里头炊烟一起，左邻右舍都要找借口来我们家溜达一圈，蹭吃蹭喝的。咱们家是不是都喜欢胖一点的？可不，胖说明有福气呀。吃得好，过得好，才能胖。你看咱们少奶奶，圆润富态的恰到好处。再看看咱们家上上下下的，就没一个瘦子。蜀姑娘您最瘦了。沉香点点头，她懂了，自己确实太瘦了，须得吃胖一些才行。哎呀，还是咱们主院最舒服，屋里烧了地笼，暖乎乎的，进来就不想走。安排热水伺候着歇了。裴荣已经盥洗过了，躺在他自己的睡榻上，就着灯光看书，听见动静眼皮都没撩一下，更别说搭理谭悠悠了。少顷，盥洗完毕走出来，裴荣已经放下书本，灭了睡榻前头的灯，背对着他睡了。谭悠悠打个哈欠，闭上眼睛就睡着了。他今天也是真累了，睡得迷迷糊糊的，他依稀觉着似是谁捏住了他的鼻子，让他不能呼吸，于是下意识地将手一挥，这麻烦总算是解决了。
次日清早，谭悠悠准点醒来，但见原本早就该起床的裴荣还躺着，仍旧是昨夜入睡时的姿态，背对着他，侧卧在睡榻上一动不动。夫君，该起床了。他踏拉着鞋走过去，探着头看，但见裴荣依旧沉睡没有反应，便将手去摸他的额头，并不烫，又觉着不够确定，低下头去将额头抵着他的额头试温。做什么？我看你一直没醒，怕你生病。该起床了，咱们还得去寿王府拜年呢。昨日叔祖母和我说了，让早些过去。裴荣躺着不动。我不去了。啊？为何？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不想去。啊？哪里不舒服啊？心情为何不好？来，我看看。别碰我！哎呀，来嘛来嘛！谭悠悠不给他挣扎的机会，轻轻一用力，就把人给拽了起来，然后惊愕地叫了一声：“呀！夫君这是怎么了？谁打的？”你问我，我问谁呢？我昨夜给你盖被子，你为何打我？我打的？好不好的？我为何打你？谁知道呢？也许是嫉妒心作祟，趁机报复呗。不对，我根本就没嫉妒，怎会趁机报复？你给我盖被子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以前我也没动过手，必然有其他原因。你当然不会嫉妒了，你高风亮节，胸怀大度，目下无尘嘛。挨打什么的你也不用放在心上了，是我自找的。裴荣冷冰冰地瞅了他一眼，自去衣柜里翻找今日要穿戴的衣裳。我来，夫君辛苦了，在这坐着吧。谭悠悠去拉裴荣，男人岿然不动，他刚要使劲，就收到一道冷冷的光刀。我那个啥，不是故意要伤害夫君的，我其实是做了个噩梦，梦见有人捏我鼻子，不让我呼吸，我憋得难受，想着我咋都行，但不能闷着我女儿啊，于是就这么一用力，估计刚好碰上夫君给我盖被子，就挨了这么一下下。我给夫君吹吹。谭悠悠踮起脚尖，抓住裴荣的肩膀，撅起小红嘴凑过去，呼呼地吹着气。裴荣看着他无辜的小鹿眼，白里透红的粉嫩脸蛋，讨好的笑容，可爱的小红嘴，心里的气莫名消了许多，却不想就此算了。不用了。那我给夫君煮个鸡蛋滚一滚。灵芝，赶紧煮个白水蛋来。不用了。裴荣到底还是接了谭悠悠搭配的衣裳，刚穿好呢，他就在那夸张的拍手。翩翩君子，世间少有，太好看了。裴荣面无表情地绕开他，拉开房门走了出去。夫君，别走啊，还没滚鸡蛋呢。裴荣走得更快了，留给他一个决然而愤慨的背影。少奶奶，这是怎么啦？大清早的，你又怎么招惹公子啦？谁知道呢？人在床上躺，祸从天上来。半个时辰后，一家子都准备好要出门了，仍然不见裴荣现身。你怎么招惹他了？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清早起来，他一只眼睛乌了，说是给我盖被子，被我一拳打过去。姑爷是挺委屈的。我不是故意的。我去看看姑爷，大过年的少了谁也不行。我去。那你快去快回。我真是胸怀大度啊，这家里最离不得的人就是我。谭悠悠大步流星地往外书房走。您这胸和怀确实挺大的，走慢些，公子看到又要说您了。谭悠悠放轻脚步，将书房窗纸戳个洞，刚把眼睛凑过去，就被一支饱蘸墨汁的毛笔戳过来。哎呀，我的眼睛好疼啊！
裴荣赶紧从屋里跑出来，拉着他去洗眼睛。谭悠悠一直哼唧个不停，就是这么沾点墨汁你就又哭又叫的，我这眼睛被打成这样也没嚷嚷。夫君也可以哭的。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去！今日不许你上妆，不能只是我一个人难看。夫妻俩斗着嘴出去，看呆了梅姨娘等人。哎呀，姑爷，这丫头是个傻子，下手没轻重的，我打她给你出气。不用了，姨娘，她也不是故意的。转眼看到躲在马车后面的沉香，心情立刻不好了，厉声道：“她为何在这里？她想干什么？”公子，奴婢不是，是少奶奶让奴婢伺候着一起去寿王府呢。不许她去。不好吧？好歹也要让她露个面，以示咱们对宫中的重视。你随意，反正后宅的事你说了算。谭悠悠给沉香使眼色，让他赶紧上车藏起来。沉香踉跄着爬起，慌慌张张往车上爬，因为太过害怕，上车的时候又险些摔了一跤。裴荣太凶了，谭悠悠更是个笑面虎，竟然把丈夫给打成了个乌眼鸡，真是悍妒啊！沉香不见了，奴婢刚才瞅着二皇子妃身边的那个叫罗伊的丫头也不见了，要不要奴婢去找找，当场抓她个现行？不用了，由得她去。又过了片刻，沉香急急忙忙地回来了。谭悠悠不过淡淡扫她一眼，她就赶紧道：“少奶奶，奴婢昨夜吃的太多了，坏了肚子，刚去寻茅厕了。”谭悠悠点点头，继续和别人说笑。二皇子妃也不见了。外院，裴荣顶着一只乌鸡眼，神色自若地和众人说说笑笑。相公，你这眼睛是怎么回事？听闻是昨夜喝的太多，不小心撞上椅子摔的。哎呀，怕不是椅子撞的，而是粉圈砸的。毕竟日常府上就爱用酸醋调味。相公，你这真是你媳妇打的？回王叔的话，真是摔的。真是摔的？怎么这样巧？宫中刚赐下美人，你就挨了这么一下。谭家三女说不嫁就不嫁，凶悍得很。我看你媳妇只怕也……王叔，你要看相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那可太简单了。您这再给他赐个美人不就清楚了？有道理。我还真想起一个人来。裴荣正想拒绝，二皇子就拦住的。哎，相公，别推辞啊！推辞就说明这伤是你媳妇儿打的，就说明你媳妇儿不贤良淑德。就是，这自古以来都是一个茶壶配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壶只配一个茶杯的道理？何况你堂堂宗室子弟，御前讲经的大能人，岂能被这么一个小媳妇给拿住？就这么定了，这人我明儿就给你送过去。你要是敢推辞，以后就别认我这个王叔。恭喜相公再添美人。哎，我有要紧的事寻你。裴阳给他使个眼色，转身往外走。裴荣沉默片刻，瞅个空子跟了上去。你寻我何事？哎，别这么冷漠无情嘛。上次倘若不是我把江福生送过去，只怕谭家的事没这么好平息呢。相公啊，你多少得给我道声谢。行，多谢世子设计抓了江福生，接连饿了他几天几夜，还给他留下一口气。我那不是想替小嫂子的姨娘报仇，抓凶手吗？相公，我们之间的误会太深了，我若要害你，早就把人送给王色了，还能主动送去给小嫂子？以王色的心狠手辣，只怕会硬生生打得江福生一口咬死谭世超，叫谭家永世不得超生。你真是想要帮我？那是自然。我知道你在怀疑什么，但这是没影子的事。你就算不信我，也要相信小嫂子。我这不是已经成亲了吗？我媳妇儿都有身孕了。裴荣不置可否，却见王色娉娉婷婷地走了过来。相公，你还是来了，我还以为你不肯来呢。相公，冤家宜解不宜结，你们先聊着，我去替你们把风。
裴阳哈哈一笑，转身快步离开。裴荣面无表情的转身要走，却被王瑟拦住去路。相公，你就这么狠心吗？我只是想和你商量一下我爹的周年祭罢了。就算我因为嫉妒做了过火的事，我爹总没有对不起你吧？他把毕生所学全都教了你，若没有他，你也不会有今天。你说的没错，若没有先生，我确实不会有今天。你到底还是一直怨恨他，在赏荷会上把你推出来。我其实也恨，若没有那件事，此刻就该是我和你。皇子妃请慎言，有一句话我早就想和你说了，今日既然撞上，我便说了吧，请你自重并知廉耻。我不知廉耻，裴荣，你没有良心。裴荣不耐烦地推开他，很是后悔不该跟了裴阳来此，之后见着王瑟更不该给他机会说话。王瑟被他这一推，竟然控制不住地朝着一棵老梅倒去，而那老梅刚好死了一根枝丫，枝头坚硬锋利，恰恰地对着他。这一摔必然会戳伤人，那就不是一般的麻烦了。裴荣下意识地抓住王瑟，王瑟顺势往他怀里倒去，并顺势搂住他的脖子。恰在此时，谭悠悠的声音突兀地响了起来：“咦，我来的真不巧呢。”裴荣仿若被雷劈了一般，猛地将王瑟推开，转身对着谭悠悠沉声道：“不是你看到的那样。”是，悠悠，你可别误会啊，我们就是在谈我爹的周年祭而已，我不小心滑了一下，相光就扶了我一把。放心好啦，我不会误会的。毕竟我家夫君是要脸的人，最多就是心软略蠢，不像有些人不知廉耻二字怎么写。王瑟轻飘飘地瞟他一眼，神秘一笑，以胜利者的姿势飘然离去。临行前不忘交代裴荣：“相光，我和你说的事别忘记啊，咱们下次老地方见。”裴荣没吱声，继续铁青着脸看向谭悠悠：“你怎么来了这里？”“当然是来抓现场的。”“不是你想的那样，什么抓现场的？”“我没想啊，我就是有点害怕。唉，我觉得夫君，你最近太飘了，飘到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刚才幸亏是我看到，说是别人看到，我就要成寡妇了。”裴荣探究地看着谭悠悠，他觉着谭悠悠很不正常。一般妻子见到这种场景，正常反应是勃然大怒，又哭又闹。所以如此冷静，是不是不在乎？这么一想，裴荣心里就特别不能接受，当即大步上前，抓住谭悠悠的手，低声道：“我没做对不起你的事，真的。”“我知道。柳枝来寻夫君许久还没回去，你看到他了吗？”裴荣还真没见着柳枝。“没见着，寻我何事？”“没事了，我先回去了。”谭悠悠转身往外走，恰逢裴阳赶过来和他打招呼：“小嫂子，许久不见，你这一向还好？”“多谢世子关心，我好得很。”“你有没有见着我媳妇儿？她初次参加这样的宴会，还请你多多照顾她啊，她还有身孕了呢。”“好说好说。”“这里头装的酸梅糖，我媳妇儿爱口，新媳妇儿不好意思说，请小嫂子帮忙带进去。”却见裴荣大踏步赶来，往二人中间一杵，板着脸厉声道：“你还在这站着做什么？还不赶紧回去！”“夫君啊，我们这也是刚好遇着，世子请我帮忙给他媳妇儿带盒酸梅糖进去呢。”就许他州官放火，不许自己百姓点个灯啊！也不看裴荣是什么表情，径直让裴阳把盒子交给莲枝，扶一扶，转身就走。裴荣恶狠狠地瞪着裴阳，裴阳一脸无辜：“相光，你不是误会了吧？”“拿刀来！”
公子，您拿刀做什么？裴荣不愿解释，接过刀正要割袍子呢，只听小五道：“那不是世子爷吗？他做什么跑得这么快？”裴荣一看，裴阳早跑得没了影子，他这割袍断交也是没法子表演了，只好恨恨地扔了刀，气得一阵头晕。方才下仆看到少奶奶带着莲枝过去了，向她行礼问安，她也不理。是公子让少奶奶不高兴吗？闭上你的鸟嘴！哦。莲枝小心翼翼地观察谭悠悠的表情，他正好经过一个池塘，谭悠悠命他：“把刚才福王世子给的那个糖盒扔进去。”好。少奶奶干得好。好在何处？这福王世子本就不是个东西，他要给他媳妇送东西，让谁跑腿不行，非得让您帮这个忙，所以一定是在使坏，扔掉最好。对啊，你这么个小姑娘都想得到的事，有些人怎么就想不到呢？到底还是年轻啊，一不小心就飘了。所以他说裴铿铿飘了，以后该叫裴飘飘。男人呢，真是很容易就得意忘形，特别是这种年轻的，自己就不同了，随时随地都记得自己是个社畜，只想追求咸鱼的人生。回到家里，所有人都感受到了谭悠悠的不高兴，个个都小心翼翼的。沉香更是赶紧溜回自己的小院子，完全不敢在谭悠悠面前露脸，就怕惹了她的邪火，白招一顿骂。不想才换下衣裳，张婆子就来叫他：“少奶奶叫你好生打扮一番，去给她唱个小曲儿解闷子。”少奶奶真叫我去给她唱曲儿，不是叫我去骂。你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吗？心虚？没有没有。沉香见他表情放松，并不像是要发脾气的样子。少奶奶，您想听什么曲儿？18相送。这是什么曲儿啊？奴婢确实是不知。哎，算了，你就随便唱个拿手的。少奶奶您说说，教教奴婢，或许奴婢就学会了呢。我是不会，不过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女的，女扮男装去读书，和一同窗成为好朋友，互相爱慕，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在一起，最后双双死了。这个奴婢是真的不知道。沉香尬笑加心惊，这裴少奶奶太凶狠了，昨夜才将裴荣给打成个乌眼鸡，今天就恨不得裴荣和二皇子妃一起死掉。这么凶悍的笑面虎，怕是会不动声色把自己搞死的吧。沉香越想越害怕，突地跪下去抱住谭悠悠的脚，哭得涕泪交流。少奶奶，您饶了奴婢吧，奴婢知错了，奴婢也是身不由己啊，奴婢没和二皇子妃说您的坏话，真的，奴婢。你要干什么？少奶奶，您饶了奴婢的命吧，奴婢什么都告诉您。你别说，什么都别说，千万别说，捂住他的嘴，我可不想知道这些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宫里的阴谋啊，都是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呀，大家心知肚明就好，摆在明面上反而难处理了。太过聪明的人往往是活不长也活不好的。大过年的你嚎什么呀，懂不懂规矩？沉香直起身子，跪坐在地上，看着谭悠悠，拼命忍眼泪。立刻给我止住，不然我拿大嘴巴子招呼你。谭悠悠捏一捏自己的脸，竭力让自己的神情显得柔和些。结果沉香的眼神更惊恐了。少奶奶太可怕了，知道不好打她这个宫里财赏下来的，就捏自己的脸出气，这脾气得多暴躁啊，心得有多狠呢？裴荣昨日喝的有些多，也没人给他醒酒汤，翻来覆去半夜才睡着，一觉醒来已是大天亮。公子爷，少奶奶说请您醒过来就过去。他有什么事？就是一大早福王府送来了2个美人，说是福王赏您的。裴荣眼皮狂跳，
光着脚就往床下跳。看到小五惊愕的眼神，就又低咳一声，坐回去一本正经道：“少奶奶怎么说？”没说什么，很是和气高兴，让廖总管给那2位美人安排住处，还问那2位都会些什么。哦，公子爷，您早饭吃什么？不吃了，我酒没醒，不舒服，还要再睡会儿。裴荣当机立断，回身躺下，把被子拉起，一直盖到下巴，闭上眼睛继续睡。小五摇摇头，端着水盆出去了。裴荣觉得头更痛了，心里把福王父子恨得不行。宿醉带来的头痛还在继续，裴荣心烦意乱间，又听到了一阵鼓乐之声从后宅飘了出来，咚咚咚，每一下都仿佛敲在他的太阳穴和心脏上，吵得他差点没疯。后头在做什么？少奶奶让几位美人排练节目呢，说是过2日咱们家也要待客的，届时就不从外面请戏班子了，家里总不能白养这么些人，能省一点是一点。你去告诉少奶奶，叫他们别练了，我头痛。须臾，小五回来，抠着门缝，怯生生道：“公子爷，少奶奶说了，到时候来的都是贵客，怠慢不得，让您千万忍着些。她是孕妇，也不舒服，她能忍，您这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一定也能忍。”于是，一番鸡飞狗跳，空着肚子就匆匆出了门。去到相国寺，已有好些个同门师兄弟在列。哎呀，公子，您可来了！你为何不提醒我？哎呀，您昨夜回来就睡了，没来得及。今日一早，夏仆去请您，您关着门没搭理呀。夏仆让人告知少奶奶，少奶奶说您昨日借酒消愁，心情不好，让夏仆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时候您自会过来。若是不来，也有您的道理。他借酒浇愁，心情不好。裴荣兜着一肚子火没地方撒，对着前来寒暄的同门师兄弟，还得赶紧打起精神应付。二皇子殿下和皇子妃来了。说话间，二皇子夫妇满脸哀痛地走了进来。王瑟跪在灵前默默流泪，二皇子却是直接把裴荣的手给抓住了。原本岳父大人的周年祭该我们做晚辈的一手操办，但我身份所限，许多事情便不便操持。幸亏相光想得周到，主动提出他一力操持，让我和内子按时过来即可。也正好许久未与各位师兄弟见面了，大家正好聚一聚。众人一听，表情各异地看向裴荣，这是借机帮着二皇子夫妇拉拢收买人心吗？裴荣宛若活吞了一只大绿苍蝇，恶心欲吐。当初岳父在时曾与我说过，视相光为亲子，叫我们这一辈子都要相互扶持。对不住，我要吐了。裴荣忍无可忍，高声打断二皇子的话，转过身，当着众人的面就吐了起来。相光这是昨天喝多了吧？不多，就是突然身体不适。我对不起先生，对不起诸位师兄弟，对不起这佛门清净地，冒犯殿下是非得已，还望殿下恕罪。身体不舒服嘛，我怎么会怪罪呢？难得师兄弟聚在一起，我们说说话。裴荣又要吐了，忍了又忍之后，他掩着口虚弱道：对不住大伙儿，我身体不适，先行告退。也不管二皇子等人是什么表情，带着裴家的人大步离开。二皇子目光阴沉，默默地咬了咬牙，出师不利。二皇子难忍心中愤恨，勉强忍耐着与剩下的几人应酬完，便借口宫中还有事，叫了王瑟回去。瑟瑟，慢一些。殿下。嘘，不着急，先上车。王瑟只好低头登车，还未坐稳，二皇子紧跟着挤了上来。这就是你说的，裴荣答应帮我们操办此事，须及同门与我交好。殿下，裴荣是生病了。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护着他，贱人！
这么不舍，为何要嫁与我？我没有。殿下清醒，别打脸，妾身还要见人。我真是瞎了眼了，才会看上你这么个水性杨花的贱人。王瑟面无表情地倒在座椅上，木然地看着二皇子跳下马车，翻身上马，扔下他绝尘而去。罗伊钻进车内，紧张地扶起王瑟。哎呀，皇子妃，您忍着些，婢子这就去寻些冷水给您捂一捂。不必了。皇子妃，您不要想不开啊，天下男人都一样，就没有不打女人的。一世夫妻百世恩，我错过了太多。王瑟扶着额头，低低地笑了起来。要不我们去宫里寻娘娘给您做主吧，您好歹也是明媒正娶的皇子妃，殿下不该这么打您的脸。这年节下还有许多宴会要出席呢。你傻了吗？媳妇和儿子谁更亲近？回府找人给我寻些好膏药来擦脸。他已无路可退，只能一条道走到黑。倘若别人要拦他的路，那就别怪他狠辣无情了。裴荣拖着疲惫的脚步回了家，家里静悄悄的，径直往后院去寻谭悠悠，却见正院里头只有周家的和鲍家的在。人呢？少奶奶和亲家姨娘他们一起逛街去了，说是咱家待客时还需要些东西，没准备好。什么东西非得自己去准备？分明就是故意冷着他，甩脸子给他看。裴荣心知肚明，却没脸在仆妇面前说破，便打发二人下去，走入房中四处查看，寻出昨日穿过的那件外衫，拿起匕首将袍角割下，扔给小五，送去给裴阳。公子爷，这织锦狐裘里的袍子可老实着呢，难怪你昨日徒手撕不坏。你是觉着在我家伺候太累，所以想换个地方？小五立刻闭紧嘴巴，捡起袍角，转身往外跑走。福王府中今日宾客满座，来的都是拜在福王门下的各路官员，以及与王府交好的名门望族。诸位可知外头刚发生了什么事？不知。大事件呢！今日是故去的王大学士周年忌日，裴相光竟然出面阻拦此事，替二皇子与王大学士门下弟子牵线搭桥。这可真是看不透了。之前不是说裴相公此人罪之甚毒吗？福王微微一笑，并不表态。忽听下人通传道：安乐侯府相光公子使人给世子爷送东西过来。是谁啊？是相光公子的长随小五。快叫他进来问问。不多时，小五端着个朱漆托盘进来，托盘上用锦帕遮着一物，也不知道是什么。小哥可是才从相国寺来？相国寺是午间去的，也就在那儿待了半个时辰。见着二皇子殿下了？殿下去的突然，恰好我家公子突发疾病，还没等殿下说完话，就吐得一塌糊涂，这就赶紧回家了。小五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明白，加含义深刻，再举起托盘。世子爷，这是我家公子爷送给您的。裴阳示意下人上前去接，小五不让，坚持道：世子爷，我家公子爷交代了，请您亲自验看。又在故弄玄虚了。裴阳笑着将手掀开锦帕，见着那半截袍角，脸色微变，当即示意下人火速拿走，却不想小五手一滑，托盘落地，半截袍角就这么大喇喇地展现在众人面前。割袍断翼，满座宾客俱都悄然无声，福王父子更是脸色难看无比。长不大的小孩子又在闹别扭了，这兄弟俩呀，随时都在扯皮赌气。前些日子我才替他们二人断了几场官司，看来又要再劝一回了。裴相光看着老成，没成想私底下竟然这般爱玩闹。可不是嘛，我与他一同吃饭，竟会嫌我吃的比他多。
趁着福王府众人强力排解尴尬，小五迅速退出去，一溜烟回了白云巷。回到家中，但见裴荣和陈二郎对面而坐，喝茶下棋。见他来了，就问：“事情办妥了？”“办妥了。”小五也不顾及陈二郎在侧，绘声绘色地将刚才的场景描述了一遍。“相公，你和福王世子割袍断交了？你别强忍着招待我啊！生了病就要看，咱们谁和谁呀？”“我的病已经好了。与裴阳断交是早就想做的事，只不过之前顾念旧情，一忍再忍，终不能忍。”“不必感伤，这算不得是真正的朋友。同志之时交好，凭的是一腔义气，因为熟悉或者没有其他伙伴便成了好友。待到大时，染上红尘浊气，各有利益所向，自然渐行渐远。”听二哥一席话，豁然开朗。今晚就在我们家吃吧，让二嫂抱着孩子过来，一起热闹热闹。“我就不客气了啊，孩子这会儿在睡觉呢，等会儿醒了就抱过来玩耍。”“去和少奶奶说，陈二哥一家今晚来吃饭，请他快快准备。”小五呆了，是他低估了自家公子爷，这手段真是迂回婉转。还站着做什么？快去！裴荣随手扔个5两的银锭过去，示意小五：“刚才的差事办得很好，这是赏你的。好好办差，还有赏。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小五眉开眼笑，谢过赏就蹦蹦跳跳着出了门，火速去寻谭悠悠等人。裴荣看到希望的曙光，整个人放松许多，和陈二郎谈论的话题也从朝政改成了诗书。高谈阔论间，忽听外面传来一阵喧哗，仿佛是有很多人上门的样子，少不得让人去问：“怎么回事？”“是少奶奶买了些东西，让人送上门来。”“买了什么？”“一批罗锭漆盒，一些香料，还有一些七零八碎的。”“让账房把钱付了。”“说是少奶奶已经付过钱了。公子，还有一事，少奶奶看上了一个铺子，之前出的价，那家不肯，这会儿又后悔了，跑到家里来候着，说是愿意。您看这……”裴荣这回是惊了，谭悠悠竟然背着他买铺子了，这是要做什么？“相公，你去忙，我先回去叫你嫂子不要准备晚饭。”“二哥慢走。”裴荣送走陈二郎，方折回去看谭悠悠究竟买了些什么。果然如同料想所言，什么都有。要卖铺子的人在哪里？把人叫去书房候着。不多时，一个年约20来岁的男子到了书房外，利落行礼：“给裴先生请安。”“你姓甚名谁？家住哪里？铺子又在哪里？”“小的姓陈名峰，家住跑马巷内，铺子就在四宜书铺旁，日常卖一些茶叶土产之属，因经营不善想要转手，恰好裴少奶奶知道，就想买下这间铺子。”“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年前裴少奶奶给过一次价，没谈成。今日一早少奶奶打门前过，又给了一次价，小的觉得少了，但家中老夫又说可以了，这便让小的上门来寻少奶奶协商。”“你读过书？”裴荣酸唧唧，这件事竟然是年前就有了的。“略读过几年，奈何家贫，只能放弃从商。”“你们谈的什么价？你与我说也一样的。”“回裴先生的话，恐是不行。裴少奶奶有交代，这事儿只能他与小的谈，因为是他要买，不是裴家要买。既然少奶奶不在家，那小的就改时候再来，多有打扰，请裴先生见谅。”“不，你卖给我。”“那个裴先生，虽说夫妇一体，但此事陈某已然答应过裴少奶奶，一诺千金。听闻您是端方君子，想必也不会为难小的吧？”裴荣黑着脸挥挥手，让陈峰离开，自己仰倒在椅子上，气得不想说话。“公子啊，家里来信了，一封是老侯爷的，一封是少奶奶娘家的。”裴荣看看天色不早，谭悠悠仍然没有回家的意思，索性带上书信和随从，自己上街去寻。
裴荣在茶馆里扑了个空，打听到去了狮子楼，又忙着赶过去，还是扑了个空。公子爷，或是少奶奶他们中途改变主意回家了吧？毕竟少奶奶最是贤惠心善的，肯定不忍心让您饿肚子。看着天色不早，想必很快陈二爷他们就要来家了。客人来了，却不见主人在家，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裴荣肯定不能做这种事，当即出了狮子楼往家走。裴荣黑着脸回到家，刚进门没多久，陈二郎夫妇就抱着孩子过来了。我原本说是明日再过来给你们拜年，大家在一起聚聚，骗你二哥说择日不如撞日，就在今天好了。哎，弟妹是在厨房里忙活吗？我去给她帮忙。她还没回来，不晓得逛到哪里去了。二嫂就坐着玩好了，厨房里自有人忙活。我还是去厨房看着吧，弟妹现在还未归家，肯定是有事耽搁了。我去看着，叫她回来就是现成的。潘氏去了没多久，小五欢天喜地的来报信：少奶奶他们回来了。总算还知道回来。相公，你可真坐得住啊！梅姨娘、三姨姐、大舅兄都在呢，你这个女婿不去打个招呼吗？哦，是这个理。裴荣顿时神清气爽，装模作样道：那我先去一趟，随后就来。去吧去吧。裴荣赶到二门处，已经没有人了，只有几个婆子大包小裹的在车上取了东西送进去。他只好又往正房去，不想正房里还是冷冷清清的，并没有谭悠悠这个人。公子是寻少奶奶吗？少奶奶去了东花院，说是吃过饭了，让您别等。他不知道家中有客人吗？应该是不知道。你没长着嘴吗？他不知道你不会告诉他。规矩呢？我看这些日子没讲规矩，把你们一个个都放松了。再骂也没意思。裴荣板着脸往外走，有心不理谭悠悠，直接去外院，又怕陈二郎夫妇看笑话，于是硬着头皮又去了东跨院。他是去问候梅姨娘的，才不是想求谭氏呢。我来看看姨娘。梅姨娘很快迎了出来，笑眯眯道：姑爷太客气了，怎么还特意跑过来？不必这样客气的。我今日逛街看到一把扇子不错，给你和悠悠他爹兄弟们各自买了一把，你先挑。裴荣哪有心思挑什么扇子，他只注意到谭悠悠没在东跨院。悠悠去了外间，听说是隔壁陈家夫妇过来，他去打招呼了。姨娘，我昨夜喝醉了酒，有些胡闹，悠悠生我的气了吧？我没听他说呀，也没听见姑爷闹腾，怕是你想多了，小夫妻哪有隔夜的仇啊？那我先出去待客，等会饭好了，我再让人来请姨娘。有劳姑爷挂心，晚饭我不吃了，我们在外面吃过了。不知不觉间，他又走到了厨房外，也不好意思进去，就隔着窗子悄悄偷看。然后呢，谭悠悠和潘氏也没在，于是他高兴起来，这肯定是去外院招待陈二郎夫妇了，自己跟着赶过去，正好找个机会接过话头，说着说着就好了。逗孩子玩呢？是啊。见着弟妹了。裴荣一听这话不好，再看，果然谭悠悠还是不在花厅内，心里顿时说不出来的滋味，还得假装自己见过人了，干笑着敷衍过去。他说要来和你们见礼，可是来过了？来过了，他有点事儿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弟妹真是能干，体格也好，忙里忙外的，精神抖擞。又出去了。裴荣心中有一团火在烧，烧得口干舌燥，却只能强打精神，仔细待客。好不容易熬了一盏茶功夫，外头终于响起谭悠悠的脚步声。裴荣顾不得陈二郎夫妇在场，猛地站起来，快步赶过去开了门，探着头，睁大眼睛盯着外面看，倒把谭悠悠吓了一跳。夫君这是做什么？
裴荣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到了口边只有一句：你可算回来了。我以为夫君今日要在相国寺待到天黑才回来呢，所以抽空带姨娘和哥哥他们出去逛逛，顺便办了点事儿。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回家了。也不问裴荣为何这么早就回了家，径直越过他，走过去和陈二郎夫妇打招呼说笑。弟妹方才不是说要出门办事吗？为何这么快就回来了？已经办好了。谭悠悠笑眯眯地从袖中取出2张契书，一张地契，一张房契，宣布：打今儿起，四一书铺旁边那间铺子就是我的了。这么快，你为何不与我商量？我还没来得及和夫君说这事儿。是这样，我早就想着要用嫁妆做点事儿，只是之前才到京中未曾安稳，就没敢说。最近家中安稳，我也摸到了些门路，便有胆子一试了。刚好看到这间茶铺要转让，我想着它离家近，管理起来也方便，便果断下手，用嫁妆钱买了。当时夫君去了相国寺，我怕被人买了，想着你平日常与我说当断则断，我便下了手，价钱极好。谭悠悠见他一言不发地看着自己，笑容越发甜腻，将那2张契书递过去。夫君不夸我吗？你看这价多好，我这契书也没理错吧？我还请了四一书铺的黄掌柜帮忙做了中人，只等年后衙门开印，拿去备过案就行。弟妹真是聪慧啊！我早就想在京中买些产业，奈何没有看到合适的。弟妹是打算做什么营生？就做些自己淘的古方香粉胭脂，还有香丸蔷薇水什么的。另外兼带一些梅家的老营生，炙寿花间。夫君，看到我今日让人送回来的东西了吧？都是我用嫁妆钱添置的呢。都说过年时东西贵，那也要看怎么谈。我这些东西啊，均价可好了。又是嫁妆钱，真的要分家了。裴荣低头喝了一口茶，分外困难地挤出一丝僵硬的笑容。分什么你的我的？我们家就我一个，还不都是咱们的？那可不一样呢。拿夫家的钱做生意，万一倒了怎么办？会被人骂败家儿媳的。我拿自己的嫁妆钱做生意，就算丢了也没人说得起我，是吧，潘姐姐？是这样。哎呀呀，这相光你有福气了啊！等弟妹赚了钱，那记得请我们吃饭喝酒啊！夫君，你不会骂我吧？不会因此不高兴吧？裴荣注视着谭悠悠，内心很沉重。公子爷，少奶奶，晚饭好了，要摆饭吗？知道你在外面吃过了，好歹陪着二哥二嫂用一些，热闹。那是自然，但要分2桌，把大哥请过来，你们3位喝喝酒说说话，我和潘姐姐、姨娘3姐坐一处。裴荣长长吸了一口气，郁闷到完全失去胃口。我要生气，大过年的。我没有生气。等到送走陈二郎夫妇，谭悠悠打个哈欠，准备回房歇歇。裴荣一直悄悄跟在后头，谭悠悠也不出声，只当他不存在。进了房门，自去盥洗，出来就躺下了。岳母有信给你。劳烦夫君帮我放在妆台上。你不看吗？要是累了，我可以帮你拆开念给你听。夫君忙了一天也累了，不用了，谢谢。谭悠悠翻个身，闭上眼睛。岳父的腿摔断了，是震灾摔的，秋城又遭了雪灾，比去年还要严重很多。同心府赈灾不力，酿成民乱，知府被拖出衙门当街暴打。岳父不但筹措钱粮解决了秋城的问题，还帮着同心府解了燃眉之急。我早前使人去郭阁老家打听过了，消息已经报到御前，陛下御笔亲批，夸岳父能干。谭悠悠一点动静都没有，裴荣不确定地凑近了一看，人早就睡着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他刚才的话。
裴荣气得很，有心想要去捏谭悠悠的鼻子，眼眶又在隐隐作痛，最终只好默默地走到自己的睡榻前，准备躺下。谁想睡榻上铺的盖的全没了，整整齐齐码了一堆婴儿衣物，这是不给他留地儿了。裴荣又气又委屈，跑过去使劲儿推谭悠悠：“你醒来为何把我榻上的被褥全收走了？这是要赶我走吗？”哎呀，多大的事儿啊，叫柳枝给你铺上不就得了？夫君不要吵了好吗？我忙了好些天，接下来还要待客，累着呢。唉，乖宝宝不怕，是一不小心声音大了些。他闭着眼睛，轻柔地抚摸腹部，严肃地交代裴荣：“孩子能听见，会被吓着，别这样一惊一乍的。”昏黄的灯光下，裴荣觉得自己特别无助，特别不懂事。他默默地在屋里站了会儿，大步走了出去，跟着又进来，气呼呼地翻出被褥自己铺陈。他就不走，这是他的家，他的卧房，谁也不能把他赶走。少奶奶，您猜公子爷在做什么？不想猜。哎呀，您就猜嘛。在念知乎者也。不是啦，在举石锁，而且还跑去厨房打水啦，只着一件单衣，2只手平平地拎着水桶，从井边一直拎到厨房水缸，全家吓得没人敢和他说话，都以为是在梦游。你确定？确定以及肯定。他们有人过来要请您去瞧瞧，万一真是梦游，那就把他牵回来哄着再睡。可奴婢知道不是呀，早上亲眼看到出门去的，还和婢子说了话呢，再没有更清醒的啦。所以您说公子这是……别打扰他，这是在练力气呢。少奶奶，公子突然要练力气，难道是想和您动手吗？他到底是个男人，人高马大的，万一练得很厉害，下手也没个轻重，他练2辈子也练不出来啊。那就好。柳枝眼角瞥到裴荣走了进来，便假装在和谭悠悠商量带什么花好。咱们昨天买来的芍药花挺好看的，这杏粉色非常特别，很配少奶奶这身珍珠粉的衣衫。是不错，就它吧。少奶奶真好看，真是叶若桃李啊。裴荣停下脚步，不露痕迹地看了一眼。你看到我放在妆台上的家书没有？回公子的话，少奶奶已经看过并收起来了。家里都好？都好。今日去拜年，你说我穿什么比较好？随便都行，夫君一表人才，穿什么都好看。我想要你帮我搭配。好。谭悠悠头也不回，很顺溜地指挥莲枝：“去把衣柜左边第1套衣裳拿出来。”裴荣看着那一堆衣物，幽怨地看谭悠悠一眼，默默地进去换衣服了。刚换好呢，就听见谭悠悠在外叫道：“夫君换好了吗？快出来！”娘子寻我何事？来，这里坐。裴荣被他笑得心慌，忙着上下打量自己的穿着打扮。我哪里不对吗？没有，快坐下。裴荣依言坐下，纠结着准备道歉。悠悠，我有话要和你说。不急，你们进来吧。但闻幽香扑鼻，环佩叮咚，3个美人环肥燕瘦，袅袅婷婷地走进来。奴婢给公子少奶奶请安。裴荣顿时觉着有火在屁股上烧，他总算明白谭悠悠刚才那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是什么意思了。夫君好福气呢，昨日福王府送这2位美人过来，你尚且宿醉没见着人，趁着今早有空，叫他们过来你看看，瞧瞧喜欢不？若是想要给他们赐名，也可一并进行。沉香，你先到，就从你开始吧。婢子沉香善琵琶歌舞，还懂得下棋。公子和少奶奶若是需要，婢子随时尽心侍奉。沉香多学2首曲子和舞，陪我玩玩。好的，少奶奶。奴婢雪珠善奏笛吹箫，也会清唱曲儿，此外
还懂得调制颜料画画。这个好，以后夫君画画就让他在一旁给你红袖添香。奴婢绿意，会鼓戏，会说书，还会投壶，泡茶制香都是会的。好，以后夫君乏了就叫他去伺候，泡茶制香、鼓戏说书，或是陪着投壶都很好玩啊。夫君与他们说几句话吧。别怕啊，夫君啊只是看着凶而已，其实一点都不凶。裴荣面无表情地站起身来，转身大步走了。啊，夫君别走啊！你们都看见了，咱家公子爷什么都好，就是略任性。你们日常要多哄着些才好啊。少奶奶真是大度，奴婢二人能来这里，实在是天大的福气。沉香在心里呵呵。裴荣看着窗外开始发呆，谭悠悠又出门了，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独自出门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与其在家枯坐，还不如去隔壁寻陈二郎出门赏雪呢。他才不要在家痴痴地等某个人回家。裴荣仿佛找到了一条新出路，兴冲冲披了斗篷往外走。走了没几步，突然一个女子冲过来，一个踉跄朝他怀中扑来，既美且娇。裴荣想到王瑟那一扑，真是毛骨悚然，飞快地往旁跳开。那女子扑了个空，硬生生摔倒在地上。不知羞耻！裴荣厌恶地皱起眉头，甩袖而去。骂你呢，听见没有？赶紧起来，丢死人了！我要是你啊，一准买块豆腐碰死算球。公子，公子，等等小的呀！趴在地上的雪珠哀怨地抬起头来，欲哭无泪。姐姐不行啊，出师未捷身先死，摔得疼不疼啊？哼，小蹄子，幸灾乐祸个什么？老娘好歹抓了片衣角，你连公子的鞋都没碰着。当然了，你个五短身材，要是我也没脸在公子面前晃悠。姐姐身段倒是好，但这跟着就得病倒被送走了吧。滚滚滚，哪来的骚蹄子，一点规矩都没有，怎么敢往外院乱窜呢？你谁啊，竟然敢打我们？是少奶奶让我们来找公子爷的。是公子爷让我把你们两个骚蹄子赶走的。那公子爷说了，以后再不许往外院来，不然就以不守妇道论处，直接绑了扔到福王府大门外头。少吓唬我们！哼，看来你们是不知道我家公子的名号，要不要试试看呢？悠悠啊，你家夫君来接你回家了，说是雪大陆华他不放心，向我告罪，想要提前接你回去呢。你去不去啊？谭悠悠正想开口，小郭夫人就道：什么要去啊？对，应该去的，不能辜负人家一片心意嘛。差不多了，去吧去吧，来，我送你出去。谭悠悠只好和相熟的人道了别，装成文质彬彬又娇弱的样子，做作的有两个丫头扶了出去。我先走啦，记好初时去我家，全家都要去。我和我的孩子们一准要去的，我们家老郭嘛就不一定了。裴先生知道的，他忙起来真是一点空没有。裴荣微笑着给小郭夫人见礼，感谢她照顾谭悠悠。他不用我照顾，还帮我招呼客人呢。行了，我不耽误你们了，早些回去吧，我也要去忙了。谭悠悠乖巧地挥手再见，转身要走，斜刺里伸出来一双大手，裴荣紧紧抓住他的胳膊，扶着他下台阶。累吗？不累，没有夫君举石锁拎水桶呗。我是觉着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想要强身健体，让自己更强壮些。对，天天练着，力气就能比我大了。一脚踹出去，呼，把我从这里直接射飞到街对面那堵墙去，撞得惨叫着跌落下来，口吐鲜血，艰难地朝你爬过来，紧紧地抱住你的大腿，哀求的
夫君，饶我一命，求求您了，让我不死吧！你冷漠无情的回答我，不，谭氏，我对你太失望了。他在那比比划划，眉飞色舞，毫不停顿地上了车，见裴荣要跟着上来，就把人拦住。夫君，快去骑马，强身健体的时候到了。我要和你一起坐车。为什么呢？宗室子弟不是都要骑马的吗？你又不是老弱妇孺病残，顶风冒雪骑一次马，胜过你举100次石锁拎100担水。裴荣突然伸出大手，用力按住他的脸颊，使劲儿往中间挤，同时贴近他，沉声道：我举石锁拎水桶练力量，不是为了打你，是为了翻你，让你没力气和我争。我想把你怎么翻就怎么翻。臭不要脸，下流，放开我！裴荣被他这么一骂，突然就舒畅了，宛若3伏天吃了一个冰镇西瓜，全身毛孔通通打开，从头爽到脚。他跟着硬挤进去，大手紧紧抓住谭悠悠的小手，一本正经地看着前方道：就不放开，打死也不放。真不怕？你打吧，要是打了就能高兴，你随意。不过能不能商量一下，不要只打一只眼睛，要就2只一起打，对称。石榴枝在车外没忍住笑了。对不起少奶奶，对不起公子，奴婢没忍住放了个屁。柳枝点头弓腰，跑到另一辆马车上去了。莲枝死死咬着嘴唇，脸憋得通红，也跟着一溜烟跑走。走吧，回家。谭悠悠有气无力地靠在迎枕上，板着脸不想说话。裴荣小心翼翼地往他身边挪了挪，将大腿紧紧贴着他的大腿，有意无意地蹭了又蹭。麻烦夫君让一让。谭悠悠把靠枕拿了，塞到二人中间。不许超过这里，身上有股绿茶味。我今天没喝绿茶的，喝的是红茶。天冷，红茶暖胃，绿茶寒凉。谭悠悠心想，就知道和他说不通，算了。裴荣一本正经地看着前方，手抓着中间的靠枕，一点点地往外拔。拔完之后，继续将大长腿贴近谭悠悠的小长腿，再将手紧紧搂住她的肩，低声道：我是清白的，我是干净的，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我当时就是怕他被刺伤，拔出萝卜带出泥，让人知道他不守妇道，给咱们带来麻烦。以后真的不会了，别生气了，我错了。你为我怀着孩儿，明知你不舒服，我还在外饮酒作乐，太不像话。我从前一直想着，就和太太姨娘跟我爹过日子那样跟你过好了。你爱怎么折腾都行，享受多少个茶杯啊切的都可以，反正我能过好，咱们各自尽职尽责就行。但是你非得招我，招了我又不负责。我和你爹哪里一样了？完全不同，你不能这样待我。我就要，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是最讲规矩的，说是几度要不得。好，那我问你，谁家收妾收美人的不先过问正气？福王府送那2个人来，你问过我了吗？你不守规矩，就别怪旁人也不守规矩。我是想着1只羊是放，3只羊也是放，就把他们搁那放着，我又不做什么。什么1只羊3只羊的，他们才不是什么羊，那是活生生的大美人。他们在我眼里就是羊，宫里那个叫什么的，是1只光吃不长肉的瘦羊。福王府那2个，一个是尖嘴羊，一个是秃顶羊。好吧，沉香很瘦，你说他光吃不长肉，我也赞同。尖嘴羊和秃顶羊是怎么回事？那个叫什么猪的，嘴巴尖的猴似的，还自以为美得很。不是尖嘴羊是什么？
装模作样的学小孩子说话的那个，头发稀疏，不是秃顶羊吗？夫君观察的挺仔细的，我都没注意到这些，你就注意到了。除了这些缺点以外，他们都很美的吧？我没盯着他们看，我就是不小心看到的，抬眼就看到了，真的，我就盯着看过你。睁眼说瞎话，我是后来人，从前你也是盯着看过别人的。求求你，饶了我吧，我真的和你扯不清了，我真没有二心。承蒙不弃，我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安稳日子，还没过够呢，我不想节外生枝，也不敢飘。不管美丑，这些羊是你的，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做主。不，是夫君的，是你的还是你的？谭悠悠翘起唇角，看着外面偷笑。小样，这就承受不住了，好生脆弱。马车里别样安静，行到一半，裴荣忍不住了，凑过去小声道：雪好大呀。谭悠悠不语。你的肚子也好大呀。裴荣把手放在他的肚子上，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之前，先就把耳朵贴上去，温柔道：闺女，我是爹，你要乖乖的啊。肚子里的小生命居然有了反应，轻轻蹬了一下。哎，他动了，他听见我和他说话了。裴荣高兴得如同捡到10万两黄金，猛地捧着谭悠悠的脸使劲亲了一口。谭悠悠猝不及防，被亲了个正着，嫌弃地瞅他一眼，也跟着笑了。好吧，看在他这么个老古板却很喜欢女儿的情况下，暂且给他一次机会。裴荣见他笑了，立时厚着脸皮凑过去，撅着嘴要亲他的小红嘴。谭悠悠用手挡住，严肃道：胡闹！大白天的，大庭广众之下，怎可不讲规矩礼仪？谭悠悠蔑视着他，悄悄地抛了个媚眼，再将他用力推开。保持距离，注意仪态。今日的雪真是极大，二人走到家中，地面竟然已经堆起2指厚的雪。今年这雪远比去年大了许多，秋城位于南方，尚且遭了大雪灾，我看京城这边只怕也轻松不了。公子，福王府送来的那2位美人，别问我，我不知道。您必须知道，沉香姑娘被打得有些惨，哭着闹着要进宫去告贵妃娘娘，说是福王府的2美人联手欺负她。哎呀，这事眼里没有贵妃娘娘，没有皇上啊！你去福王府走一趟，把这事禀给福王妃知道，叫她派个嬷嬷过来安抚沉香，就说咱们压不住。公子，下仆就是这个意思。快去办。2个时辰后，福王妃派来的嬷嬷带走了2个不懂事的美人。雪初和绿意走时后悔的不行，哭着喊着要见谭悠悠，却被告知少奶奶因为他们的事动了胎气，不能见客。于是他们又向沉香求饶，恳请姐妹相称，和平共处。滚犊子！去你爹的姐妹！打我的时候怎么不知道我是你姐啊？若不是少奶奶让我以和为贵，我非得求贵妃娘娘为我做主。什么都敢抢，什么都敢欺，什么东西！福王知道了，脸黑的锅底似的，总觉着沉香说的这几句话隐约透出了宫中对他这个皇帝胞弟的看法。谭悠悠听到完整报告，目瞪口呆之后，强烈表示要见沉香。什么是人才？那这就是人才。少奶奶，您说奴婢是特殊人才，奴婢不能辜负您的期望。奴婢很荣幸能为您排忧解难，脸被抓烂算什么呀？奴婢不打算依靠色相吃饭来着，头发被薅了也没关系，还会长吗？柳枝和莲枝危机感顿生，糟了，有人想抢他们的饭碗。少奶奶让奴婢日常也跟在身边伺候吧，奴婢愿意贴身伺候您，为您梳头洗脚，端茶送水，捶背捏肩。沉香姐姐，您是宫里来的贵人，怎么能让您做这种粗活呢？这种粗活让我和柳枝姐姐做就行，您呐，日常就唱唱歌，跳跳舞，弹弹琵琶，
陪少奶奶高兴高兴就好。伺候少奶奶不是粗活，我心甘情愿。你是好意，但若是让人知道，会说少奶奶不敬陛下和贵妃娘娘的。少奶奶。柳枝和莲枝同时虎视眈眈地盯着谭悠悠，莲枝还眼圈发红，撅着小嘴。唉，太招人喜欢也是辛苦啊。柳枝说的对，沉香把这几件事做好就够了。沉香很是失望，却聪明的没多话，乖巧地回了自己的小院子，让张婆子把绿意和雪珠用过的东西通通扔了。婢子还以为少奶奶有了新人就要忘记旧人呢。我又不傻，我的饮食起居怎能交给外人呢？当然要交给你们俩啊。嘿嘿，少奶奶，婢子这几日跟着您外出赴宴，看到夫人太太们说了一种叫什么留仙计的新法式，觉着您书一定好看，便跟人学了。待客那日咱们说吧。真乖。少奶奶，您让小的们装的漆盒、备的伴手礼全都准备妥当了，您可要去过目。谭悠悠这便起身往外走，事关他日后的发财梦，肯定得上心呢，必须仔细检查。少奶奶这些心思真是够巧，也不知道是怎么想出这些主意的，可比那些送糕点什么的有意思多了。唉，贫穷使我上进。你可以用家里的钱。不行，我不能辜负夫君的信任。公是公，私是私，不能坚守自盗。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咱们夫妇一体，分什么彼此啊？亲兄弟明算账，咱俩的是咱俩的，我的是我的。夫君要是真想帮我，不如从我铺子里进货，在你的铺子里分销或是做赠品什么的，比如那些买宝石香料的，买的多就送一份我铺子里的东西做礼品，人家用了就知道我的东西好啦，我给你打8折。你高兴就好。谭如意和梅姨娘听说此事，也过来看热闹。3个女人一台戏，先还说梳妆打扮的事，接着就说起了才被送走的绿意和雪珠。谭如意说着，不时看一眼裴荣，咬牙切齿的样子，仿佛他就是个十恶不赦、花天酒地的酒色之徒。裴荣待不下去，只好跑去前院找谭志锦。妹夫来了呀，自己做，想要什么叫下人伺候着。还在和我赌气啊，说是开了铺子，让我从他那里拿东西过去卖或是送人，给我打8折。我倒不是怕他赚我的钱，他愿意全数拿走也乐意，但是这么算的情让人不是滋味，我又不是养不起他。不是养得起与否的问题，五妹天性爱玩闹，妹夫就当陪她玩呗。她没做过生意的，多半会遇到很多难题，你盯着些，发现问题及时帮忙解决，可不比直接给她钱让她高兴啊。这么一解释，裴荣心里舒坦了许多。行，他就看着谭悠悠折腾，等他需要了再出来指点他迷津，让他真真切切知道生意不是这么好做的，钱不是这么好赚的，更要让他知道她的丈夫不但有学问，做生意也是一把好手。没多会儿，一双大手落到他背上，不轻不重地帮他搓背。谭悠悠扭头往后看，果然是裴荣，于是夸张地将手盖住胸。非礼勿视，天经地义。哪能烦劳夫君呢？这种伺候人的粗活，让丫头们来就行了。您是相光公子，裴先生呢？为妻如虎的人，理所应当伺候妻子，不然怎么能叫为妻如虎呢？什么为妻如虎啊？我怎么听不懂？前夫人。哎呀，那种嘴碎之人理他做甚？人家郭阁老年纪比你大，资历比你老，还不是被人说？裴荣没吭气，直接亲了上去。既然被人盖了这么个名头，总得讨点利息才是。
不行了，我太累了。不要你忙，只要你别睡着就行。半晌，谭悠悠总算得以安宁。然而裴荣并不肯回自己的睡榻，继续赖在他身边，还将他的手紧紧握着不肯放开，时不时的就要亲他一口。哎呀，好烦啊，好吵，好粘人。谭悠悠腹诽着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他醒来，裴荣又去取食锁以及帮厨房拎水去了。这还上瘾吗？裴荣满身是汗的走了进来。以后你若要洗澡，也让我帮你拎水吧。夫君不能这样，你把活全干了，让下头的人怎么办？你从前都是等着我一起吃早饭的，现在不等了。不好意思啊，夫君，我等的肚子这个等不得。裴荣就不吭声了，拿一本书在他身边坐下来，就守在那里，哪儿也不去，看着像是很认真，却又时不时来一句：是只卖胭脂水粉、香丸、花尖，还是要加上头花？别加头花了吧，不然就显得杂了。听说那头花是你自己画了图交给铺子里定做的？这事情很久了吧，一直也没听你提过。你打算请几个人？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可靠的管事？夫君不出去看看铺子吗？年前到现在，你好像都没去过铺子呢。不去，就算我1-2个月不去，他们也不敢乱来。我很早就打理庶务做生意了，自有一套。夫君真厉害，那去以文会友吧。男人总在后宅待着，容易被人说道。该走的人家我都走好了，还不许人休息吗？我头晕，听不得人一直不停说话。夫君可不可以别出声？那我在这里看书，不吵你。你有需要就叫我。谭悠悠没忍住笑了。行吧，那就容许裴某人继续待着呗。少奶奶，少奶奶，您还记得夏普吗？是你，你还敢来？哎，少奶奶，有话好好说，我有要事要告诉您。你来，打不死你我不姓谭。少奶奶，您早就不姓谭了，您是裴谭氏啊。你过来，赶紧说，我不打你。少奶奶，其实有件事，夏普心里一直很不安，早就想告诉您了，一直没敢说。如今看着我即将临产，就敢说了？哼，王色让你来的吧？不是，夏普这就要走了，临行前左思右想，觉着还是该把此事说给您听。我看你还是说给裴荣听吧。别呀，少奶奶，您要叫公子过来，这事儿您就永远都不知道了。您头上有个疤是吧？是啊，难不成是你打的？夏普不是有意要害您，实在是公子吩咐的，不敢违抗啊。突如其来的说上这么一出，您一定不信，但确实是真的。夏普说上几句，您心里就有数了。您当时是不是躲在一个角落里，不敢出声，不敢跑？后来被我抓住，我还说了一句：“小东西，可抓到你了。”您是被我抓住抡起来砸在墙上的。您嫁进侯府后，我一直担心您认出我来，所以几次三番对您下手。难道不是王色让你对我下手的吗？那会儿你们毫无瓜葛，他害您做什么呀？行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总要有个理由。为什么？谭悠悠给伙计使眼色，准备活捉职业。不想职业一个箭步窜到门口，叫道：“因为您听了不该听的话。”话音未落，人就疯狂往外跑，一会儿功夫就跑得没了踪影。嘿，少奶奶，要追吗？不必了，追不上。唉，谭悠悠叹息，真的是个陨石坑啊，深不可测的那种。他喝完杯子里的水，起身准备离开，却觉得身下突然一阵如湿，仿佛是小便失禁了一般。是羊水破了，赶紧去把公子叫过来，我要生了。少奶奶您别慌，还有些时候呢。您就搁这稳着别动，别吓着客人，又让客人反过来吓着您。咱们离家近，
一会儿就到家了，家里什么都有是吧？一切都会顺利的啊。谭悠悠点点头，大马金刀的呆呆坐在那里不动，脸上保持着奇怪的笑容。裴荣来得很快，几乎是风一样的卷了进来，看到他后一句话都没有，直接俯身把人抱了起来，朝着家门狂奔。夫君这时所举得好，水头也灵得妙，是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吗？裴荣阴沉着脸没搭理他，脚下跑得更快了。我在外面等你。夫君，为什么屡次放走之言？这时候提他做什么？我先出去了，你安安心心听稳婆的话。好。谭悠悠没再追问，生产的疼痛已经开始。不管怎么说，先把肚子里的祖宗生下来，好好活着才是大事。谭悠悠从不知道世上居然还能有这般剧烈的疼痛，痛到骨头开裂，痛到呼吸困难，痛到仿佛死都是奢求。他紧紧抓住梅姨娘的手，眼泪汪汪的，好几次觉得自己是要说遗言了，等到话出口，却只是一句姨娘，鸡腿害我。裴荣急得不停来回走动，就听谭悠悠一声惨叫，怎么了？恭喜裴先生，贵千金，体重7斤6两，是个有福气的胖姑娘。小的亲手接生的孩子呀，少说也有100个了，就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外间风大，赶紧抱进去吧。哼，装什么呀？不敢抱就不敢抱，谁不是这样过来？你要不抱啊，那给我抱了啊！嘿嘿，来，伯母为咱们暖暖喝奶。7斤6两，这是怎么长的？不是说了不算大吗？难怪那么痛。公子啊，老奴真是用心管着少奶奶的饮食的。或是这孩子像他娘一样，胃口太好。孩子有些大，他受了不少罪。若是脾气怪些，还请姑爷多多体谅，不要气他，否则落下月子病不是玩笑。是，姨娘吩咐的是。姑爷出去吧，天气闷热，屋子里气味不好闻。悠悠不喜欢闷，都怪他。悠悠要是没跟他出去就好了，一定没这么疼。罪人裴荣欲哭无泪。谭悠悠睡得迷迷糊糊的，总觉着梦里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她，不错眼的那种盯，压力巨大，害得她睡不安稳。睁开眼睛，但见床前黑沉沉的浮着个人影，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她看，吓得她就是一记右勾拳，对方很灵活地躲开，同时攥住她的手腕。别胡闹，是我。是裴荣。黑灯瞎火的，这样潜伏在我床前会吓死人，知道吗？谭悠悠松口气，抱怨着想把自己的手抽回来，裴荣却紧紧攥着他的手不放，还将他的手拉过去，紧紧贴在脸上，也不出声，就这么趴在床前一动不动。怎么了？是不是做噩梦了？睡不着？为何认为我是做噩梦了？或是亏心事做多了？睡吧，我就在旁边守着你。你这样我不舒服。裴荣也就由得他自在，安静地守在旁边，拿了蒲扇轻轻扇着，凉风习习，真的很舒服。谭悠悠眼皮渐重，很快又睡着了。裴荣默然坐了许久，将手轻轻探进他的发底，摸到一条疤。次日清早，谭悠悠在婴儿啼哭声中醒来，跟着就觉得胸前一阵电流麻过，有点啥东西流了出来。快把孩子抱来！怎么了？怎么了？哎呀，赶紧把孩子抱来，我要喂奶。乖宝宝哦，别哭啦，娘喂你吃奶啊。吃饱就不饿了啊，乖乖。
你出去，我要喂奶。裴荣想说让他看看孩子吃奶，但是当着柳枝和莲枝的面，这种话着实说不出来，只好蔫蔫地走了出去，又样样地站在门口守着。少奶奶，您这是搞哪样啊？公子看着好可怜啊。我更可怜啊，你去问问昨天孩子爹去了哪里。柳枝很快带来消息，去了咱们铺子里，奴婢问过王娘子了，说是问了您为何突然破水的事儿，然后什么都没说就回了家。您那天遇到的是枝叶吗？是啊，是枝叶那个狗东西。王瑟想让他害我，下次别再让我遇到，不然我非得弄死他不可。少奶奶，无论如何，奴婢站您这一边。我的命好惨啊，我太可怜了，柳枝，我难过的喘不过气来。柳枝赶紧搂着他哄啊哄，谭悠悠趁机提要求，威逼利诱。把窗户开条缝透个气，我就没这么难受了。柳枝斗不过他，只好叫莲枝在外头把风，悄悄把门窗开了条缝换气。谭悠悠喘口气，敲敲床板。柳枝，我有事问你，你要一五一十的回答我。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你必须认真仔细的想清楚了再回答。小姐请吩咐。我那个时候摔破了头，就是险些死掉的那次。我是在哪里出的事？你仔仔细细的说给我听，一点不要省，越详细越好。那件事呀，其实是个意外。当时是秋天，张富户给他家老太太庆生，60大寿，办得很隆重，特意从外地请了个有名的戏班子来，但凡有头有脸的人家都得了邀请，我们家当然也去了。戏班子演的是新戏，最后一场演得挺晚的，大家都看得入了迷。散了场后就发现您不见了，再找就看到您头破血流的倒在那里，人事不省。旁边是一处假山，又高又陡，爬上去刚好可以看到外面的戏台子。大家都说您是从假山上摔下来的，您的鞋底上有泥，假山上也有泥印子。对了，您的衣衫还刮破了一处，衣料丝也挂在假山石上呢。这现场还伪造的挺仔细的。我一个斯斯文文的姑娘家，莫名其妙黑灯瞎火爬什么假山，难道就没人怀疑我是被害了？您的意思是说您是被人害的？您都想起来了，那是谁？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我是问，当时没人怀疑这事有差错吗？没。您吧，小时候有点皮，就喜欢爬高下低的，下人一不注意，您就调皮去了。当时跟着您的那个丫头叫杏枝的，因为没看好您，被打卖了。那不是我。唉，您那时不是小嘛，不懂事，摔这一跤之后就真的乖了，但也懒了，唯有馋一直没变。是谁先发现我的？我爹在现场吗？你说秋城有头脸的人家都去了，也包括安乐侯府了。婢子当时是在姨娘身边伺候的，您不见了，大家都分头到处找。听到人说您在那边，婢子和姨娘赶过去，也是密密麻麻围了一大群人。到底是谁最先发现的？没注意，似乎是张家的下人。老爷是从我们后头赶去的，他喝了酒，有些醉，到了之后就忙着把您抱起来送医，其余的事都是过后才去料理的。安乐侯府有没有去，婢子不知道，女眷中没见着。那会老夫人早就过世了，当然没女眷。我的枕边人是个阴险狠辣的杀人犯，潜藏多年，装的比松树还直，比莲花还高见。怎么办啊？在线等挺急的，可惜我没网，求助无门啊！谭悠悠哀叹一声，啪嗒倒下床。他死了，真的。少奶奶，您还要问什么吗？不问了。
让我静静。谭悠悠翻个身，咬着被子角，难受，想哭。少奶奶，小姐饿了，还是您先喂吗？谭悠悠忍住烦躁，刨一把头发。来吧，小宝贝儿。早就等不及的小婴儿一口叼住，用力的吸啊吸，什么都没有，于是大哭。谭悠悠以为自己没摆好造型，赶紧往前递了递，小婴儿又是一阵猛吸，还是没有，继续哭。或是没有，要不换一遍？谭悠悠又换，小婴儿吸了2口，继续张大嘴巴使劲儿哭。谭悠悠脑袋瓜子被震得嗡嗡嗡的响，心里又烦躁又委屈，还特别着急，便也跟着掉了眼泪，而且是放声大哭的那一种。少奶奶您别急啊，越急越没奶水，这不还有奴婢吗？饿不着小姐。你不懂。谭悠悠搂着孩子哭啊哭，她太可怜了。原以为是努力向上生活剧场，没想到的是恐怖杀人悬疑剧场。把孩子抱下去喂奶吧。是。少奶奶，小姐饿了，先让奴婢喂她奶吧。好，红大，别呛着了。是。乳娘抱着孩子走出去，屋里就只剩了裴荣和谭悠悠2个人。什么事啊？明天要给孩子洗3，亲戚好友都会过来，寿王府那边也使人送了信，寿王妃和世子妃都会过来，小郭夫人、周家、杨家、朱家、陈二哥家，还有我几位师兄弟家，人不少，至少也有10来桌，我都已安排妥当。你这里能行吗？能行。你别哭了，我听人说月子里哭眼睛会疼，还容易看不见。裴荣还没说完，忽见谭悠悠举起手掌，气势汹汹地直起身子，朝他这个方向扑过来，于是吓得往后倒退一大步，结结实实撞在墙上，退无可退，只能睁大眼睛看着。啪的一声脆响，床帐跟着晃了3晃。打死你！让你一到夜里就吸我的血！谭悠悠捏着一只被拍扁的蚊子给裴荣，气哼哼道：家里的蚊子也太多了。我这就让人到处熏熏，再给你挂个避蚊虫的香药包。站住！才来就要走，这是嫌我难看吗？我嫌你做什么？你又想到哪里去了？那就是嫌我身上气味不好闻了。毕竟出了这么多汗，这么多天没沐浴。没有，这不是天天都擦洗着吗？倘若你不嫌弃我，我很想亲近你。你可以走了。悠悠，我知道你很委屈，但是我想告诉你，我真心实意想要和你相知相守一辈子，永不分离。哦，那你倒是把所有的秘密都说出来啊，这样我就能看到你的真心了，不然都是扯淡。咱们说话可以再文雅一点。去吧去吧，下次我不扯淡了。谭悠悠再次挥手，他就不该对裴荣抱任何希望。裴荣踌躇片刻，终是转身走了。当天他未再来过，谭悠悠也没问他。宝宝，我是爹爹，你要记住，我是爹爹，很疼你的爹爹。咱们姑娘要起个好听的名儿，爹爹老早就想好了。本要与你娘商量，但她现在很累，不想说话，只想发脾气。爹爹觉得哪个名都挺好，也觉着哪个都不配你。这样好了，咱们拈个阄，抓到哪个是哪个，你说好不好？裴荣爱怜地摸摸他的小脸，拿出一把纸条，分别揉成团放到笔筒里。爹爹这就要拈阄了啊，咱们晃这个笔筒，谁最先跳出来就选谁。婴儿闭上眼睛睡着了，裴荣继续摇笔筒，好不容易只摇出来一个纸团，他慢吞吞地将笔筒放在一旁，蹲下去捡纸团，再慢慢打开。咱们看看是个什么字。轩，
萱草忘忧，勿忘母恩。闺女啊，咱们就用这个字了。你要无忧无虑的长大，记得你娘生你很辛苦。小婴儿已经睡得呼呼的，并不知道他在念叨什么。裴荣难过的扶着额头，湿了双眼。门外，谭悠悠悄无声息地转过身，慢慢朝着产房走去。柳枝和莲枝一左一右扶着他，互相交换着眼色，都在叹息。柳枝进了门就忍不住怪道：都说没事儿啦，姑爷心细，既然说了要照看小姐，就一定能做好。您偏不信，非得走这一趟。幸亏刚才没起风，不然着凉可怎么好？姨娘和姑爷若是知道，非得揍我们一顿不可，说不定还会打麦了事儿。谭悠悠躺上床，背身向里，一句话没说。睡吧，明日还要早起呢，好多事情。让我再睡会儿，好累，好困。这孩子发烧了，你们是怎么照看的？姨娘，别怪他们，和他们没关系，是我自己不争气。柳枝，我要吃你熬的红糖小米粥，快去。莲枝啊，你给我倒杯水来，不冷不热，刚好的那种。俩丫头含着眼泪答应着自去忙碌。唉，你这个讨债的，倒是让我安生片刻呀。姨娘，我告诉您一个秘密，我是来还债的。你有我，我有你，咱们娘俩从此不孤单。你这孩子，病着还不忘说笑。还有，我大概是前辈子欠了裴铿铿的债，所以那么远的赶过来还债。胡说八道，喝水，多喝点啊。裴荣走进来，想靠近谭悠悠又不敢。大夫很快就到，客人已经登门，我得去外头招呼着。若有什么不妥，立刻叫我。去吧，这里有我照应着，不必担忧。悠悠，你可有哪里不舒服？头疼。公子，是王府来人了。我有空就过来。裴荣只好快步出去迎客。谭悠悠目送着他的背影，心情好糟糕。你们到底是怎么了？适可而止得了，生孩子还生出了仇。姨娘，您不恨我爹吗？为什么能忍这么多年？我恨他做什么？我可没那个闲工夫。他待你还算不错。从现在看来，裴荣带孩子也不错。睡吧，别想了，伤神。谭悠悠实在是觉得累，便合上眼睛养神。不知过了多久，又听见裴荣的声音响起，跟着有人把他的手拉了，放在床边，铺上帕子，手指微凉，给他诊脉。你们怎么都来了？你这个不省心的小冤家，不是说壮得如牛马，怎么就病了？大夫怎么说？哈，无需担忧，产时失血稍多，外感风寒，适宜发热，开2副药吃下去就好了。但还需放宽胸怀，勿要忧虑啊。吃了这个药还能不入吗？最好不要。谭悠悠没再继续纠结这事儿，只望着众人苦笑。你们欢欢喜喜来看我，却没想到我不争气，想把自己给放倒了。杨舅母细声细气道：什么不争气呀？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咱底子在这儿，很快就能好了，是吧，老王妃？正是这个理儿。今日是有好事儿呢。你是个有福气的人，孩子也有福气。我们原本打算在细3之时说的，但你显见是赶不及了，我就先告诉你，保准听了就能好一半。
什么好事啊？相公日常讲经做学问，兢兢业业，认真又刻苦，陛下一直记着呢。原本过年时就想准他为侯府世子，听闻你有孕呢，便说要留在这个时候赏，连带着你一起赏，让你们喜上加喜。叔祖母，您和叔祖父待我们的好，我会教导孩子一直记在心上。说什么歪道话？你叔祖父是宗正令，职责所在，何况你们自己也争气呀。妞妞是个有福气的好孩子。哎，等着吧，诰书命符都有了，该有的都会有的。蓉姐姐，以后别人见了你也要尊称一声世子夫人。哎呀，好了，人也见着了，吉时也快到了，咱们还是别在这影响产妇休息吧。寿王妃一声令下，带着众人尽数离开。柳枝，你去和公子说，办妥喜丧的事儿，送走客人，叫他立刻马上来我这里，我有话要和他说。三朝喜儿，洗涤污秽，消灾免难，吉祥求福，平安吉利。好了，此后平安康健，什么花斑斗疹，稀稀拉拉的，无病无灾。恭喜裴先生。公子，少奶奶说了，请您办妥这边的事即刻过去，她有事寻您。裴荣眼里的喜意疏而不见，默默点了点头。忽见下人狂奔而至，上气不接下气道：公子，公子，有旨意到。众人早得了消息，尽都替裴荣高兴。裴家下人利落的支起香案，摆好蒲团，就等好消息到了。来宣旨的却是二皇子，眉开眼笑，比谁都高兴，不知道还以为是他家添了女儿呢。裴荣不动声色，毕恭毕敬地接旨，听到册封他为安乐侯世子，谭悠悠为世子夫人时，皇恩浩荡，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相公，恭喜了啊，可谓是双喜临门。你可真是见外啊，添了女儿也不说一声，好叫我们过来给你添盆。若非我得了这趟差事，尚且不知你大喜呢。二殿下，不是臣不与您说，而是臣以为你们都知道的。毕竟前几日皇子妃才使人问过，还送了一只老山参以备不时之需，说是您让他送的。确实是我让他送过来的，但当时不是还没生吗？臣和内子得偿心愿这事儿，也要感谢皇子妃和您呢。是呢，相公，你可要记住，为了你这事儿，我可是花了9牛2虎之力啊。那是自然。有一件事，荣要劝诫殿下。你说。皇子妃乃是陛下、贵妃娘娘亲自为殿下择的佳媳，贤良淑德，美貌端方，善良稳妥。自嫁入皇子府，殚精竭虑操持家务，更为殿下生了嫡长子。这样难得的美貌和美德是殿下的福分，但殿下怎么可以对不起她呢？说句不客气的话，殿下怎么可背信弃义、忘却施恩、宠妾灭妻、苛待皇子妃呢？这可不对。我没有。殿下不必否认，妻者妻也，与夫其体。本朝律法规定，宠妾灭妻当杖责90，另改名分，各归本位。皇子犯法当与庶民同罪，况天家当为民间表率。殿下饱读诗书，明知故犯，该当罪加一等。你是不是喝多了？殿下莫与他一般见识，他是欢喜疯了。我没疯，我说的都是事实。师父若是泉下有知，只怕会气得坐起来。陛下既然许我在文华殿内御前讲经，又让诸皇子旁听，违背礼法之事，我自可直言劝谏。你不可理喻，是王四说的吗？皇子妃贤良淑德，不说这些。
请殿下思过改之。裴荣认真整理妥当衣冠，对着二皇子深深一礼，姿势标准得很。二皇子恼羞成怒，用力一甩袖子，大步走了。你干什么？你是鬼迷心窍还是欢喜疯了？才刚得封世子之位就开始作死，要不要我打你2耳光帮你醒醒神？这个臭脾气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罢了罢了，他就是这样刚直的性子，传到御前也不一定就挨罚。大喜的日子别说这些不高兴的事了。于是众人故意粉饰太平，热闹了一回，各自散了。裴荣送走男客，靠在门上，仰面望天，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来而不往非礼也。王瑟想要他帮他，行，他一定好好帮他。去把小郭夫人请出来。小郭夫人很快出来，神色略有些惊异，还有些不满。裴先生，一直以为你是个拎得清的，没想到关键时刻犯糊涂。夫人批评的是，我有些事情要出门处理一下，往日因为担忧内子不敢外出，今日趁着夫人在，还请您拨冗多留片刻，陪她说说话，开解一二。我若顺利，1个时辰后必回；若不顺利，天黑前必回。你不会是去杀人吧？夫人说笑，我如今有妻有女有家，又刚得封世子，好日子且在前头，为何这样想不开？正是，你知道就好。之前内子曾叮嘱我言，外间事情办妥速回房内，他有话要问。如今不巧，我要办妥事情才能与他面谈了，也请夫人一并转告。裴荣得到小郭夫人首肯，转身大步往外，毫不迟疑。他找姐姐做什么？小郭夫人把裴荣的话转告给他，劝道：夫妻嘛，哪有不磕磕碰碰的？只要不是生死大仇，他也没犯大错，就能解得开。谁害的你，能大巴掌呼噜回去的就只管打，不能的也别叫他得意了。知道了，我听姐姐的。要不你睡会儿，我和小潘守着你，哪儿也不去，可好？好。申时，烈日炎炎，一个青衣奴仆快步步入一条偏僻的小巷，敲响一户普通人家的门，周而复始，一遍又一遍。职业敞着胸怀，哗啦一下打开门，凶神恶煞道：干什么？找谁啊？吵死人了！世子命我来寻你。我可不知道什么世子。看来世子爷没说错，你这种狗奴就是翻脸不认人、无情无义的那种。世子爷让我问你，想不想再被赌注打死，横尸街头？开玩笑的，你也不早说明是福王世子啊。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啊，就我一人。2间半屋子，茅厕都没一个。皇子妃待你可真不薄啊，杀人放火害人的事都让你去干，先把你藏在京郊鸟不生蛋的庄子里，现下又让你来这里藏着，好歹也要弄个人给你生火煮饭不是？你平时吃喝什么？门口随便吃张油饼，吃碗面条什么的。世子找我做什么？世子说他有办法让你摆脱王室，让你从此不再做奴仆，任人差遣。福王府能斗得过二皇子府？我的神器就在二皇子妃手里，难道世子还能去偷抢过来不成？你太小看王府了，哪怕神器就在二皇子妃手里，堂堂王府要藏一个人，难道谁还敢去搜不成？实话与你说了吧，你没办好事儿，不但让谭氏顺利生产，还让裴荣得封世子。谭氏得了诰命，二皇子妃气得很，正想着如何收拾你呢。我不信，我该办的事都办了。那谭氏母老虎一只最是凶悍不过，运气又好，他能顺利生产可不能怪我。这是懂道理的人才会这样想，二皇子妃他可不这么想。毕竟裴荣今日可是当着所有宾客的面和二皇子说，多谢二皇子妃使人问候，
又给谭氏送了一株老山参，这才帮助谭氏顺利生产的呀。我没送老山参。这不算什么，还有件事你得有数。裴荣当众臭骂了二皇子一顿，说是他忘却施恩，背信弃义，宠妾灭妻，对王室不好。地底下的王大学士若是知晓，只怕会气得坐起身来。二皇子气得当众拂袖而去。裴荣向来就是这个性子，他骂二皇子不关我的事，何况他说的也是真话。这就对了，你仔细品品这话。裴荣与二皇子妃早就没有来往，他为何知道这些呢？是谁在中间传的话呀？当然是送老山参的人了。你觉得二皇子和皇子妃会对这个人怎么样呢？我没有，我什么都没说，我根本没敢见裴荣。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还有啊，你觉得裴荣会饶过你吗？他不会杀人的，他若杀了我，整个安乐侯府都完了，他也完了。兔子急了也会咬人呢，何况裴荣有钱还能忍。记得当初他是怎么办钟西英那件事的吗？记得钟家是怎么买凶杀人的吗？只要肯花钱，哪里找不到几个亡命之徒呢？救我！我倒是有法子救你，就怕你不肯听话。我一定听话，你快说呀！你替世子送封信给皇子妃。送信这种事不是很简单吗？世子爷神通广大，轻易便可办到，何必非要寻我呢？我这会儿自身难保，可不敢上门送死。皇子妃才吃了亏，哪敢随便相信别人？就是你最合适，你只要把信送到，世子就能救你。青衣奴仆见枝叶仍是犹豫，折身便走。你既不肯便罢了，生死由命吧。哎，不是我不乐意，而是这个，万一过后世子不认怎么办？你得给我个保证。这样，把世子爷那根马鞭拿给我做个凭证，如何？也行。想来世子让我拿着东西来做信物，就是为了让你安心。拿去。枝叶接过那根香金错玉的马鞭，与青衣奴仆一起出了门，前往二皇子府。到了地方，却不走前门，而是轻车熟路绕到后门。青衣奴仆往墙角一藏：“快去，我就在这里等你，好带你回去王府。”枝叶摸摸那根马鞭，按着约定敲响后门，三长两短。你怎么来了？听说皇子妃又受气了。可不是嘛，我虽未在跟前伺候，却是听到些风声，说是殿下今日回来就发了好大的火，把皇子妃屋里的陈设都摔了，还动了手。知道是为什么吗？我算什么？哪里晓得是为了何事？你要进去吗？殿下还在府里吗？枝叶话音未落，就见门被人从里头拉开，10来个王府侍卫冲出来，不由分说便将他和婆子按翻在地，绑了起来。我是府里的人，奉皇子妃之命出去办事的，你们怎么敢这样对我？皇子妃不会饶过你们的，我要见皇子妃。那几个侍卫并不与他多说，直接脱了他的臭袜子塞进他嘴里，拿走东西，将他和婆子扔到柴房里，关上门就走了。另一边，侍卫将搜到的东西呈到二皇子面前。标下奉殿下之命守在4处，果见后门有人敲门，三长两短，那婆子便鬼鬼祟祟开了门，来的是枝叶，二人正交谈时，被我等抓个正着，搜出以上物品。退下。二皇子打发走侍卫和伺候的下人，这才拿起马鞭仔细查看。马鞭做得十分精致，非是寻常人家用得起的，也不是寻常人敢用的。满打满算，整个京城里就只有福王世子裴阳一人胆敢如此张狂。二皇子已是急火丛生，待拿起书信撕开一看，更是气得连嘴铁青，当场就把茶盅给砸了。
下人听见动静，连忙道：“殿下，滚！”二皇子怒吼一声，抓起马鞭和书信，朝着后宅快步而去。门被踹开，二皇子怒发冲冠，大步走入。殿下，有话好好说。滚！不知廉耻的贱婢，就是你们这起子淫贱东西，在中间使坏勾脸。二皇子朝着罗伊就是一鞭子。殿下还是不肯信我吗？既然如此，您赐死我吧。我呸！不守妇道的贱人，你也配？我只当你与裴荣旧情未了，没想到你还和别人勾搭成奸。殿下就这么想往自个儿头上戴绿帽子吗？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如此侮辱我，也侮辱你自己？还敢否认？二皇子暴怒地将马鞭和书信朝王瑟的脸砸去。贱人，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你对得起我？王瑟看一眼马鞭，觉得有些眼熟，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是谁的，便心慌意乱地捡起书信来看。信上只有寥寥几字，是约他出去见面的，下方没有剧名，但是字体遒劲，是男人的字无疑了。我冤枉，殿下，我冤枉，有人要害我。我也希望是有人害你呢，但凡是个男人，谁乐意做乌龟啊？老实交代，你与裴阳什么时候勾搭上的？我没有。若我与裴阳有任何首尾，叫我不得好死，不让王氏一族不得好死。我暂且不与你争辩，待我审过你身边的人，便知真伪。把罗伊带下去，严刑拷问。殿下饶命啊！小姐，救救奴婢！殿下，罗伊打小就跟着我，人人皆知她是我的近身侍女。她若有事，只怕闲话传得难听。您就算不给我留脸面，也给咱们孩儿留几分脸面，不要让人说长道短，求求您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强扭的瓜果然还是不甜。言罢，他很坚决地踢开王瑟，转身大步离开。小姐，救救奴婢！王瑟痛苦地抓住衣襟，无声悲嚎。夕阳如血，残光透过柴房缝隙落到枝叶脸上。他眯缝着眼睛，满怀期待地看着外面的天空，只盼着奇迹出现，救他于囹圄。有杂乱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皇子妃是否经常自后门偷溜出去，或是经常让人通过你夹带私货，引人入府？都有些什么人，什么东西？你先想清楚再回答。你和你的家人是死是活，全在你一念之间。皇子妃，并未经常自后门偷溜出去，但也是有那么几次的。罗伊爱出去，也有人常往府里送东西，送口信什么的，送的什么，说的什么，老奴不知情，都是罗伊姑娘亲自办的呀。二皇子将手一挥，便有人递上剑来，剑往婆子脖子上一割。殿下饶命，老奴知道一些的。有一次，有人上门来寻罗伊姑娘说话，老奴见她衣饰不似寻常，便偷听了一番，竟是福王世子身边的长随叫什么灵贵的。二皇子瞳孔微缩，手起剑落，一抹鲜血冲天而起，婆子瞪着眼睛，张着嘴，被割断的喉咙冒出一串血泡，无声倒地。枝叶被吓疯，眼睛疯狂乱转，喘不过气来。不要，我说，我什么都说。你只有一次机会，我问，你答。王氏与裴荣可有私情？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裴荣就是个不解风情的老古板，算服的要命，给他机会他也不会乱来的。你今日是替谁送信？
是替父王世子培养，他让夏普给皇子妃送信，说是殿下与皇子妃应配容深显，皇子妃必然不信其他人，只能让夏普走这一套。只要办妥此事，他便帮我成为自由身。那根马鞭，那是信物。二皇子双目充血，只当这信物是王瑟与福王世子之间的信物，愤恨极度羞耻之中，只想赶紧结束这一切，将掌中宝剑狠狠刺入枝叶心窝。枝叶痛得剧烈地颤抖了几下，瞪着眼睛软倒在地，死不瞑目。二皇子抽出宝剑，任鲜血溅了自己满脸，丝毫不嫌，亦不避讳，提着剑朝后宅狂奔而去。乳娘正抱着裴润喂奶，眼看裴润就要吃饱，就在此时，门被人用力踹开，惊天动地一声巨响，教养嬷嬷还未来得及发怒，裴润已然大哭起来，哭着就开始呛咳，憋得一张小脸青紫，翻着白眼，十分吓人。满屋子的人又哭又喊的，二皇子也吓住了，拎着剑不敢动弹。虎毒伤不食子，你怎么忍心对润儿下手？你想我们母子拖累了你是不是？行，我这就带着他去死，一了百了，给你的双倍让位，让你称心如意。二皇子手里的剑落到地上，眼看着裴润缓过气来，便用力抓住王瑟往地上一推。泼妇，你哪里还有丝毫大家闺秀的模样？见了孩儿受罪，不是理该抱住孩子吗？你倒好，只管争风吃醋，悬死灭活，天底下哪里有你这样的母亲？你枉为人母，枉为人妻，败坏王室门楣，我这瞎了眼才会娶你进门，实乃此生之耻。也不去看孩子怎么样，甩手就走了。皇子妃，小皇孙这样不行啊，得请大夫，赶紧的，不单是被呛着了，还被惊吓着了。血，杀人了！王瑟低头一看，自己的手上、肩上、衣上全是浓烈腥臭的血，再看二皇子扔在地上的那把剑，也是黏黏糊糊，沾满了血。王瑟眼睛往上一翻，晕死过去。你的事情办妥了？办妥了。我不是故意拖延不肯来见你，而是当时看着小郭夫人和陈二嫂哄得你高兴，不忍打扰，想让他们多陪陪你散散心。然后你也正好趁机办个事，对吧？办的什么要紧事啊？陛下之前问起一本古籍，宫中没有，我就去相国寺寻了，准备明日入宫谢恩时敬上去做谢礼。确实是很重要的事。寻到了？寻到了。我回来时遇到王娘子，就自作主张让铺子里明日歇半日夜，叫她领着伙计工人来家里吃饭，看你，陪你说说话，你觉着可好？你已邀请，就算我觉着不好也要陪客，总不能人家兴冲冲的来，我推脱太累不见，把人赶走吧。怪我没先和你商量，我只是以为你应该很想知道铺子里的生意如何，想要哄你高兴。还有一件事，枝叶死了。什么？是不是你？影帝吗？什么？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清楚，能不能再说一次？我一定认真听。不说。怎么死的？肯定是这厮杀人灭口，太可怕了。裴阴险升级为裴凶残了，被二皇子杀的。啊？为什么？二皇子为什么会帮你？难不成那个秘密还和二皇子有关系？所以他们联手灭口？啊呸！不对，我这是什么猪脑子？肯定是裴坑坑又坑人了。不是帮我，是枝叶犯了错，二皇子心胸狭隘，容不得人，所以一怒之下动了手。就为了你那几句话，他就把枝叶给杀了？都不问问清楚的？谁知道呢？或许还有其他错吧。你也知道，枝叶不是良善之辈。夫君误会了吧？枝叶是你老师给的人，救过你好几次命，
多年相伴的情谊非比寻常，怎么可能会做坏事呢？要也是别人坏，比如说我。悠悠，我错了，我给你赔礼，别生气了好吗？我心已死，虚无缥缈的赔礼救不活。你只需说清楚一件事，枝叶说我头上的疤和你有关系。当初因为我无意间听到不该听的话，你便下令让他杀了我。有这回事吗？他静静地看着谭悠悠，迟迟未能回答。你在那么多人里选中我这个又懒又馋、迷迷糊糊、贪玩贪睡、门不当户不对的小淑女，是因为想要把我放在身边盯着吗？不是我，不是我，我不是这种人，我没让枝叶对你动手，我是后来才知道这件事的。好，我相信不是。那是谁？谭悠悠逼近裴荣，想要给他造成一个泰山压顶之势，好叫他赶紧的坦白从宽，别这么磨磨唧唧的。然而刚靠过去，突然想起来自己好几天没洗头，肯定全身咸鱼未熏的死人，便又火速撤退。裴荣却把谭悠悠的动作误会为嫌弃自己，要和他一刀两断的征兆，于是不管不顾地挤上前去，将谭悠悠紧紧搂住。如果我说了真话，你会不会离开我？是老侯爷吧？我娶你，虽有想要保护家族的原因，其实也是想要赎罪。赎罪？你娶我是为了赎罪？当时宫中非得逼我娶妻，我看秋生所有闺秀都一样，你贪吃贪睡憨憨的不爱动，大概是脑子坏了有问题，样子也讨喜，不爱惹事，挺善良，你家也乐意，所以我贪吃贪睡憨憨的不爱动，就是脑子坏了有问题。你可真上进啊！合着在你眼里，跟你不一样的人就是脑子坏了有问题。别生气，这样不好看。接着说。我想把你变好，也想天长日久，生儿育女，渐渐的不好的都能变好。我不用你帮着变好，我自己就很好，不好的是你。我被你害死了。其实你要是真想赎罪，就该放过我。以我这性子，就算想起来什么也不会找你们麻烦的。因为我懒嘛，懒得动。对不起，对不起，是我的错，不是我的错。所以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父亲说了不该说的话，我被贬回家，他心里充满怨气愤恨，没忍住和职业说了大不敬的话。你刚好遇到，职业问你听到了什么，你说听到他们在骂皇帝。我当时去给他拿吃的，如果我在，一定不会发生这种事，就连抱怨的话我也不会允许他说出来。你信我吗？我得仔细想想。以上种种我没撒谎，职业从前真的救过我好几次，我念这份情，后来把他送回王家，不是我不想他付出代价，而是因为盯我们的人太多，无时无刻不在如履薄冰。旧事已了，情分已断，这一次此事全由我谋算，具体经过我不想和你细说，不想要你害怕我嫌弃我。你现在身体虚弱，听多这些事不好，等到你出了月子，什么时候想听了你再来问，我告诉你。现在我对你已毫无隐瞒，若你还是不能释怀，那我……你怎样？愿意与我和离吗？我不答应，我死也要死在你们母女面前。好好的说什么死呢？
好死不如赖活着，大男人寻死觅活的做什么？悠悠，你是和我开玩笑的，对不对？悠悠，我以后愿意居内。来来来，我们轩轩想爹娘啦，我们能不能进来呀？快请进来。裴荣此刻最怕听到谭悠悠拒绝，巴不得有人横插一脚，麻溜跑去开了门，先对着梅姨娘谄媚一笑，再接过轩轩，小心翼翼地亲一口。吃饱了吗，乖宝宝？姨娘，我要抱轩轩。叫姑爷抱给你啊。裴荣并不要他开口，立刻马上把孩子抱到他面前，小心翼翼地放在他怀中，还指点他怎么抱。这里再往上一些，轻轻抬着轩轩的脖子，这样他会舒服一点。当着姨娘和孩子，给我留2分脸面。夫君真不错，短短几天就学会带孩子啦。我心疼你，心疼轩轩，你们2个是我的至亲之人，我当然要尽早学会带的。姨娘，今晚可否陪我和悠悠一起用饭？好啊，人多吃着香。我看悠悠这2天胃口都不好。寡淡无味，我胃口能好才怪。裴荣闲着脸守在一旁，接着去握轩轩的小手，也把谭悠悠的手包在掌中。你俩的手一模一样的，都很好看，白白嫩嫩的呀。看看这眼睛，这头发，这鼻子，这嘴巴，都像你，要多好看就有多好看，任何诗词都没法子描述出来。哎，抱过去玩吧，我饿了。那我让人传饭，我和你吃一样的饭菜，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好不好？这不好吧？怎的不好？你生孩子吃了那么大的苦头，我陪你吃几顿清淡的饭菜怎么了？说着就抱着轩轩去外头吩咐下人传饭，语气欢欣鼓舞的，仿佛捡了个金元宝。算了吧，别和姑爷赌气了，我觉着他还行，主要是坐月子生气不利于恢复，对你自己不好。不许笑。这个鲫鱼汤还不错，鲜肉饼也挺鲜的，你尝尝。你嫌汤油，我给你把油撇了如何？不了，我吃的药说是最好清淡些，你要是喜欢就多吃些，别浪费了。好，我替你吃。鸡蛋吃了一半，他停下来吸一口气，忍了忍，接着攻克鲜肉饼。肉饼吃下一半，他喝了一口水，趁机停了好一会儿。鲫鱼刺多，吃了2条之后，他的2条浓眉皱起又松开，艰难的又吃了一块炖猪脚。吃不下就别硬撑着，端下去，爱吃什么让厨房另做好了。我爱吃的，挺好的。今晚还是让我带轩轩吧，我晓得你不放心把他单独交给乳娘。其实我也不放心你。今晚把轩轩放在我房里，我看着他，他饿了哭了的，乳娘也方便进出。可是我不放心你啊，你还病着呢。要不这样好了，孩子就放你屋里，我在旁边加个睡榻，咱俩一起看着，这样一举两得。姨娘觉得这样如何？又能满足悠悠爱孩子，我也能照顾他们娘俩。梅姨娘还能说什么呢？肯定是说好。那就这样定了。谭悠悠指着那只肥腻的鸡，吃完它就按你说的办。裴荣的筷子立时抖了几抖。裴荣当然没能吃完那只白水煮鸡，虽然他用尽全力，还是吃的鸡欲作呕。夫君加把劲儿啊，只剩2条腿1只翅膀半边身子了。夫君再努力一下，还剩半只。哎，这样好了，鸡头和鸡脖子鸡脚什么的也没什么肉，你就别吃了吧，赶紧的，快凉了。夫君，我给你加了鸡腿哦，这是最后1条了，吃完就只剩翅膀和半拉身子了。真了不起啊，不愧是男人，顶天立地，能屈能伸，能打也能吃。哎，赶紧的，快吃快些，大口吃，就快凉了呢。哎，会撑坏的，真是的，一个敢说一个敢做，是不是傻呀？这么大的人了，
姨娘别生气嘛，俗话说得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情我愿的事，怎么会是傻呢？这叫真心真意，对吧，夫君？裴荣沉默片刻，抿唇淡淡一笑。梅姨娘直接让人把饭菜收走，严肃地说：“谭悠悠，就算要吵架要生气，也不能开这种玩笑，弄坏身体可不是好玩的。我宁愿你们好好吵架。”好，我听姨娘的。夫君你觉得如何？姨娘，只要悠悠高兴，我愿意吃苦受罪。夫君这话说的，炖鸡养人，若不愿意，咱们可以不吃。姨娘，谢谢您的好意，只是此事你莫管了。梅姨娘叹口气，索性转身走了。轩轩怎么能这么可爱呢？是吧？是。回来啦。回来了。轩轩，轩轩，乖宝宝，看看是谁来了。我是爹爹。轩轩认出他，手脚动得更厉害，小嘴大大张着，眼睛里满是笑意。孩子该办百日宴了，你有什么想法？我没想法，照着规矩来就行，不要出格，也别寒酸，差不多最好。怎会没想法呢？孩子这辈子就过一次百日，还是得仔细斟酌才是。天气炎热，饭菜不能放置太久，一定要新鲜洁净，否则把人吃坏了不好。就这些？就这些。你说的是，咱们不和别人比，差不多就好。这样，稍后我把菜单和宾客名单给你，你看着添减。行。此时风景宜人，不冷不热，也没刮风，我们抱着孩子出去走走。谭悠悠也没拒绝，跟在他身后出了门。今年秋天，杨表妹要成亲了是吧？是啊，姨娘和大舅兄写去秋城的家书也快有回信了。这日子过得可真快。是啊，人生百年，眨眼而逝，咱们得倍加珍惜，过好每一天。你从前不是爱练那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桥吗？为何现在不练了？我怕吓着夫君，教坏女儿。不知者无罪，我见识少，你就该教我。女儿还小，不懂得这些，你爱怎么来就怎么来。如若我没有嫁给你，且还想起从前的事，你会怎么办？我没听懂你的意思。罢了。是他钻了牛角尖，忘了初心，倒让自己别扭难过了这么久。做人呢，最要紧的是开心，所以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吧。我可能会装得很凶的吓唬你，让你见到我就怕，不敢提起那件事。换句话说，教你做人。你已经做到了，行走坐卧每件都教过了。其实是你救了安乐侯府，给了我许多，谢谢。也谢谢你给我轩轩。看这个。不要。不要什么？我不要做谭知府那样的人。工具人啊，这个主意不错啊。你说轩轩一个人太孤独了，是吧？是什么工具人？这不是重点。走喽，我们去看看姨婆和小姨。工具人不是重点，重点是轩轩一个人太孤独了。裴荣瞬间明白过来，欣喜若狂，一颗心颠颠的，面上更加严肃，四平八稳，其实是行走如风的追上去。对，轩轩一个人太孤独了，女孩子容易被人欺负，所以要给她多添几个弟妹。如若轩轩被人欺负，你要如何？我挖了她家祖坟。五妹夫要挖谁家的祖坟？没什么。再说秋城的书信很快就该到了。早到早好，能不能行的趁早了结，省着天天挂着这事儿。谭如意已经不会害羞了，很直爽地将一张帖子递给他们看。钟义伯夫人邀我过去赏花，怎么办啊？我应不应？三姐怎么想的？她看不起我，我也没必要上赶着去讨媒圈。万一钟义伯府趁机说你目中无人呢？
那也不行。才刚开始就任人轻贱，就算成了亲，也不会有好日子过。不如一直硬气，该守的规矩必须守，说到天我也没错。帖子大家都有，不能只让他一个人下。如今我好歹也是个侯府世子夫人，咱们轩轩的百日宴，请忠义伯府的人过来玩啊！就这样定了。夫君，记得给他家下请帖。好，不如我们现在就拟定宾客名单如何？咱们一起写请柬，你念我写。你念我写，我的字不比你的差。我舍不得你辛苦。我不辛苦，我乐意。我不想别的男人看到你写的字。以后咱们实话实说，不要拐弯抹角好吗？好，那我说了，今晚我们可以敦伦吗？我很想你。谭悠悠不想说话，这也太直了。是你让我不要拐弯抹角的，我想很久了，做梦都在想。裴荣振振有词，神色严肃，耳根却是红的不行。写请柬吗？是夜，裴荣到底没能满足心愿，因为谭悠悠身体不适，各种不舒服不适应。他虽遗憾，倒也没说什么，顺势在谭悠悠房里留下来，同床共枕，搂着她说话到半夜。说的无非是些小时候的事，安乐侯老夫人性情古板，管束他极严，他不过偷着捉了个蛐蛐，就被罚跪饿饭。这些都不算什么，不过吃点苦头罢了。但是祖母让母亲过来，当着我的面训斥他，说他没教好我，我受不了。为了不让母亲难过，我努力按照祖母的要求去做。谭悠悠半合着眼睛听他叨叨，想起来的是自己悲惨的从前。悠悠，我们忘记从前，好好过日子，好吗？要是你总也忘不了，那也没关系，我能等。好。谭悠悠翻个身，揪着他的衣襟，找了个舒服的姿势，慢慢的睡着了。这是谭悠悠生产以来睡得最好的一觉，无梦到天明。醒来以后，裴荣还在身边，一动不动地搂着他，见他睁眼就温厚一笑。我们一起举石锁吧。谁要和他举石锁了？傻蛋。大舅兄又亲了轩轩一口，我闻了一下，臭烘烘的。你得找个时候和他说说，别老是亲我们轩轩。你上次不是说了吗？容易把病带给孩子，对吧？夫人辛苦了，让为夫帮你洗浴如何？只是洗浴？当然了，你这一整天忙里忙外的，还得应付王色，真是身心俱疲。我若是还动其他心思，算是人吗？那你帮我安捏一下。好，我和你说，我天天举石锁提水，臂力好了不是1点2点，保证你舒服。裴荣一本正经地帮着谭悠悠洗浴，拿了丝瓜瓤擦呀擦，不时还帮着按捏放松一下。玛莎鸡啊玛莎鸡，这手法，这服务态度，666。好了，还有哪里不舒服吗？很舒服。夫君辛苦啦。你先歇着，我去洗洗。好。舒舒服服躺上床，嗅到今晚的被褥特别香，仔细一闻，似是合欢香的味道，于是笑了笑，半眯着眼睛等裴荣。然而太累，终究还是在裴荣出来之前睡着了。迷迷糊糊的，觉着身边床铺微沉，片刻后，谭悠悠叫出声来：“你说过不动其他心思的，你不是人。”裴荣并不说话，只管朝着目标前进。他此刻当然不是人，他是饿狼。半晌，谭悠悠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目光空洞地瞪视着帐顶。裴先生，你毁了我的好眠。说明还不够累，再来一次一定很好睡。不，我不能这么自私，你也很累了。为了夫人好眠，为夫不怕累。裴饿狼再一次扑过去，一本正经的建议。
咱们一起做臀桥。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说你空了可以教我，并不是说现在。呵呵，我信了你的鬼，男人。这次给朕进了什么吃食啊？臣以为陛下不喜欢，就让臣妻不要再献丑了。你未曾问过，怎知朕不喜欢？是臣错了，请陛下恕罪。将功赎罪，下次多送一些。之后，裴荣还是只给皇帝带了小小一碗柠檬泡椒鸡翅。皇帝用筷子扒了扒，一共6只小小的鸡翅尖，当即翻了脸。朕上次赏你那块田黄石，难道不够换1只鸡吗？回陛下的话，1只鸡只有2只翅膀，要3只鸡才能凑齐这份吃食。为了这份吃食，微臣家中最近都在吃鸡，宫保鸡丁、油炸鸡皮、烤鸡、卤鸡、油泼鸡、香酥鸡、泡椒鸡脚、白切鸡。行，鸡骨头呢？你不会都吃了吧？可以炸鸡架，熬高汤，不会有半点浪费。没想到，朕小小一份吃食，就如此兴师动众。不过你媳妇儿很会当家，不像有些人家，为了待客，主客不过3席而已，所费巨大，竟有鹅18只，鸡72只，猪肉150斤。南方之牡蛎，北方之熊掌，西域之马奶，东海之鱼翅，无不罗列席上。另有果品菜肴100余种，饮水火炉、象牙筷子、水晶碗、御酒壶、赤金双持虎人杯，一只就有16两重。民间尚有许多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他们取食民脂民膏，却不是精忠报国，只顾贪图享乐，如此铺张浪费，实在可恶至极。裴荣垂眸静听，心中自有思量。这场奢侈的酒席不是别家办的，正是福王府一场私宴。不过20-30人，耗费近1000两白银，可谓穷奢极欲。所以，这是想要对福王下手了吗？相公啊，你说说看，这样穷奢极欲、不思民间疾苦之人，该如何处置啊？裴荣心中自有壮志，奈何没有机会施展。机会就在眼前，当真蠢蠢欲动。然而想到家中的妻女，最终狠狠按下这心思，肃穆道：“请陛下恕罪，微臣非是朝官，不能参政议政。”你当众痛斥2皇子，算不算参政议政？回陛下的话，微臣当时奉的是师徒之意。2皇子曾与微臣同在先师门下学习，有同门之意。为着先师，无论如何也不能看着2皇子做错了事。其后2皇子又由陛下指派，同在御前听臣讲经，这便有了师徒之意。微臣说他几句，不算越位。哼，真会说，推得一干二净。朕想给你一个机会，去查一人。禀陛下，微臣只想一心治学，善待妻儿，看着儿女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你想要的，朕都能给你。裴荣还想再说，皇帝挥挥手：“罢了，先回去好好想想，再来回话，别急。”裴荣低头退下，面无表情地往外走。又听皇帝在身后大声道：“下次可让你媳妇儿做什么鱼豆花来尝尝，那东西不好弄，可让她入宫做了敬赏。”裴荣顿时停下脚步，回头看向皇帝。鱼豆花必须要吃热的、新鲜的，再热过就腥了。从他家到皇宫距离远，不方便，是夜谭悠悠从未进到御前，元宝来也没尝过这道菜。那么是谁说给皇帝听的呢？皇帝冲着他勾唇一笑，示意值守的宫人把房门关上。雕花门扇将裴荣隔绝在外，他抬起头来看着湛蓝色的天空，遍体生寒。或是命运本就如此，永远也逃不过这宿命吗？裴荣行到宫外，并不立即归家，先骑着马四处走了一圈，觉着心情差不多了，这才往家走。世子快些归家，老侯爷来了。老侯爷来了？是啊，听闻是宫中下了旨意，宣侯爷回京。因为时间紧迫，又有钦差在旁，侯爷就直接进京了，没来得及给家里写信。裴荣打马归家，
果见家门前头停了好几辆马车，廖翔正指挥人搬行李。裴荣看着安乐侯，心里酸楚难当。这是生他养他的父亲，再有多少不是，始终竭力护他长大，自己却如惊弓之鸟，正当壮年，活成这般凄惨模样。再看看谭悠悠和轩轩，头就立刻变得有3个那么大，心中惊恐不安，就怕谭悠悠翻旧账，重提当年的事。裴荣心中各种情感翻滚交织，站在门口只是发呆不动，看起来似乎是很不高兴的模样。我儿回来了，也没跟你说一声，就这么来了，怕是要给你们增加不少麻烦。听闻你们还有一套宅子，要不我住那边去？谭悠悠看裴荣这模样，立时猜到了他的想法，也不多话，只微笑着静看他们父子怎么打交道。父亲这一路上可都安好，累不累？这是咱自己的家，一家人哪有什么麻烦，不用别处去，就住这里。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始终低着头，不敢看谭悠悠，怕被反对，所以不如先把局面定下来，过后再补偿好了。好，我儿出息了。若是你祖父母和母亲地下有知，定然十分欣慰。老夫从未想过，此生竟然还能踏入京城。裴荣眼里也含了泪，竭力忍着不流出来，伸手拉过谭悠悠，郑重其事道：好叫父亲得知，我们一家能在京城团圆，谭氏功不可没。儿媳妇辛苦了，兰心慧智，吃苦耐劳，实乃裴氏之福啊。公爹谬赞，儿媳虽操心劳累，但夫君待我也极体贴温厚，所以儿媳不觉得辛苦。小丫头长得一脸福相，实在是我见过的最机灵、最好看的女娃娃，我梦见她好几次呢。父亲还未抱过轩轩吧？来，抱抱。我风尘仆仆，还未盥洗更衣，别把外头的脏东西带给我孙女了。没事，轩轩体格健壮，从未生过病，不怕。安乐侯这才小心翼翼地将轩轩抱在怀中，轩轩睁着黑亮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他看，看着看着瘪了嘴，哭着要找谭悠悠。安乐侯并不松手，笑着哄道：轩轩不哭不怕，我是祖父，祖父疼轩轩啊。你看这是什么？你们聊着，我去看看热水和房间备好没有。安乐侯抬眼看着谭悠悠的背影，轻叹一声，低头继续哄轩轩，但是轩轩哭得厉害，小脸涨得通红，压根不依他哄。轩轩还小，认生，过几天熟悉就好了。啊，你去帮着桂枝行礼，我有话要和相公说。世子，是否需要妾身把大小姐抱出去？不用，我抱着就好。父亲，宫中旨意具体是怎么说的？什么都没说，就说让我火速收拾行李入京。我这一路上担惊受怕的，就怕没好事。你事先半点风声都没听说吗？我也曾听说半点。今日入宫，陛下也只是让我回家看看，并未说您已到京。哎呀，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我就怕住在一块儿会拖累你们，还是让我住出去吧。人老了，怕你们嫌弃。何来拖累嫌弃一说？父亲是听说什么了吗？没有。世子爷，热水与房间已经备好，少夫人着奴婢来请侯爷前去盥洗歇息，晚饭已在准备中，一会儿就好。少夫人想着大小姐定是睡着了，让奴婢带了毯子和乳娘过来，这便交给乳娘带回房去吧。裴荣便将轩轩递给柳枝，抱出去交给乳娘。这是儿媳妇身边的大丫鬟吧？怎的与你说话没大没小的？你也不管束这些，没得让外人看了笑话。
既然陛下未曾赐下毒酒，咱们还该把门庭撑起来，该讲究的就得讲究。陛下若要赐下毒酒，并不用宣召您入京。至于门庭，不是靠着这些撑起来的，父亲不必操劳这些小事。既然来了，就安心养老，旁的事交给我们去办。啊，侯爷，奴婢伺候您盥洗歇息，可好？好，相光不陪我吗？裴荣忙将他扶上轮椅。当然要陪。几人一同前往后院，柳枝轻声细语地解释道：少夫人说了，本该让侯爷住正院的，一时之间太过匆忙，来不及收拾，先委屈侯爷暂住跨院，过2日收拾好再搬过去。我儿呀，辛苦你了，这一下在京中吃了不少苦头吧？儿子挺好的，您瞧，都长胖了。裴荣递帕子给安乐侯擦泪，正父子子笑之际，忽听一阵响亮的鹅叫在近旁响起，跟着几只又肥又壮的大白鹅扇着翅膀狂扑过来，伸长脖子要去叼安乐侯。这是什么？安乐侯吓得惊恐大叫，险些把轮椅带翻。此时裴荣的好臂力发挥了巨大作用，凭着一己之力力挽狂澜，将轮椅稳稳定住，同时大声吆喝恐吓驱赶大白鹅。柳枝也忙着去赶大白鹅，谁晓得领头的大公鹅太过凶悍善战，趁着众人一个不防，硬生生在安乐侯的老枯腿上狠狠叼了一口，再扇着翅膀迅速撤离现场。安乐侯又惊又痛，吓得当场晕厥过去。裴荣使劲掐了人中，安乐侯才算悠悠醒来，醒来就大声喊道：有人要害我，有人要害我，儿子，有人要我死，杀了他们，杀了他们！奴婢该死，没有护好侯爷，家中白鹅定是没有见过侯爷，所以才会胡来。奴婢这就命人严加看管，绝不让他们出来打扰侯爷。相光我儿，为父腿疼得厉害。裴荣掀开他的裤腿，果见小腿上青紫了一大块，于是脸都青了，转头呵斥柳枝：为何事先不将鹅关起来？谁管的？拖下去家法伺候，打30大板。是。走，快走，我儿快送我回房。一股难闻的尿骚味扑鼻而来，这是被吓得失禁了，可见身体有多差，被吓得有多厉害。裴荣心情差到极点，沉着脸把人推到西跨院，只见谭悠悠在那忙里忙外的，见他们来了就笑着迎上来道：委屈公爹现在在这里暂住2日。这是怎么了？快！裴荣来不及多说，急急忙忙推着人往里走，头也不回道：你去照看孩子吧，这里不用你管了。谭悠悠莫名其妙的，却晓得自己此刻大概是不受欢迎的，便交代了周家的几句，转身快步离开。柳枝哭丧着脸迎上来，小声说了刚才的事。谭悠悠目瞪口呆，扶额叹息：奴婢觉着侯爷那话不对劲，就像是针对您似的。您仔细想想，是哪里不小心得罪了人？不知道，这才进门一会儿，我总共只说了几句话而已。不对，一定有问题。谭悠悠也知道有问题，但一时半会儿的也摸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能先苟着了。世子，侯爷是否睡了？睡着了。裴荣让丫头下去，威严的示意李姨娘坐。我有话要问姨娘，你要如实告知，休得隐瞒，否则……世子请吩咐。此次我看父亲病情有所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回世子的话，侯爷自你们走后，便日日担惊受怕，吃不下睡不着，难得睡着也尽是做噩梦，常在梦中叫陛下饶命。醒来总是全身大汗，便要去祠堂跪着。妾身问他梦了什么，他也不肯说，问得多了就会发火。后来听说您得到御前讲经，那日起便能好吃好睡了。
大概过了1个多月，收到一封书信，就又开始做噩梦。有天夜里醒来，和妾身说什么伴君如伴虎，您不容易。约是2个月前，又收到一封书信，侯爷看完脸色就变了，忙着将书信烧成灰烬，再将自己关进屋里，不吃不喝也不理人。妾身怕出事，一直守在外头，好生哄着。到了天黑，侯爷才许进去。当天夜里，侯爷又做了噩梦，一直说他不是故意的，让看在世子的面上饶他一命。妾身怎么问都不肯说发生了什么事，只经常念叨他老了没本事，是您的拖累，不如死掉算了，省得被厌烦。唉，不瞒您说，世子，妾身每每听到侯爷说这些，就难过得很。问你话哭什么？父亲年纪大了，也该有些忌讳。跟着钦差就到了，大家都觉得是好事，谁想管事的才通报到侯爷面前，他便吓得晕死过去，还和今日一样失了劲。醒来就忙着要找毒药吃，又让妾身拿绳子勒死他算了，说是祸事来了。问他什么祸事，他又不说。陈管事无奈，只好先去稳住钦差，打听清楚是要咱们入京，这才去劝侯爷，说倘若自尽，便会被人无中生有，说是畏罪自尽，会拖累世子。侯爷这才消停。这一路上，侯爷也是担惊受怕。我知道你们一路辛劳，姨娘不必再提。那2封信是谁写的？写了什么？妾身不识字，侯爷也从不让妾身碰这些东西，只记得那2封信用纸很讲究，是花笺，香味也很清雅，是出自一人之手，是京城去的。你撒谎！啊，没有，妾身没有。世子，妾身不敢的，真不敢的。妾身后半辈子还指望着侯府呢，怎么敢欺瞒世子？我和少夫人都是厚道人，从不为难搓磨无辜之人。你照顾伺候父亲多年，给你养老送终是应该的，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李姨娘犹豫片刻，先跑去看看安乐侯是否已经睡着，又看看门窗外头是否有人，这才跪下去小声道：妾身不敢有瞒，侯爷收到第2封信后，做噩梦时常叫少夫人饶命。少夫人饶命？是说儿媳妇饶命。儿媳妇饶命？这是指谭悠悠呢？裴荣面无表情地打发走李姨娘。他大概猜得到，2个多月前安乐侯收到的信，说的应该是从前那桩杀人灭口的事。算算时间，正是此事爆发之际。当时谭悠悠正在坐月子，且以她的性子，不可能写信恐吓安乐侯，所以只能是王色。这一招实在是太毒，真正将他陷入困境。裴荣握紧拳头，将后槽牙咬得死死的，自己到底还是太过心慈手软。夫君寻我何事？怎么还没书写啊？好的，夫君稍后啊，我去就来。算了，就这样说吧。你听着，我有要紧事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王色在中间捣鬼使坏，因为真相暴露而心虚愧疚害怕，日以继夜，寝食难安，变生心魔，怕你报仇，还怕我有了媳妇忘了爹，更怕此事暴露惹得宫中大怒降罪，从而家族覆灭，因此失常，大概就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多谢夫君解惑。杀人者害怕被害者报复，因为担心惊恐生病失常，反而成了弱者可怜人。是父亲的错，但事已至此，接下来夫君打算怎么办呢？公爹也是认定我会害他，身体的病能治，心病难治，不是从外头随便买2只鹅红烧烟熏吃下肚就能了解的。今日要吃鹅，明日不知是否会要你休妻。绝不可能，我暂时还没有想到好的法子，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先稳住他的病情再说。我知道了，夫君既然决定好，那就放手去做吧。快去招呼公爹用早饭吧，再给他请个好大夫，
我去忙忙家务。悠悠，我很为难。左边是生我养我的老父亲，右边是同生共死、心心相印的妻子，总想两全其美，但我只是凡人，你教我该怎么做？不，你知道该怎么做。如果没有想到，也只是暂时。倘若一直想不到，那就是不愿意。裴荣，这种事情只能正面应对，不能靠和稀泥，那样只会一塌糊涂。裴荣暴躁起来，为什么每次他刚春风得意，就会遇到一堆乱七八糟的事？他怕开口说错话，无可挽回，只能紧抿着唇，看着谭悠悠脱离他的视线。世子，少夫人刚把夏仆叫过去，把对牌、账簿、钱匣子一并交给了夏仆，说是最近心情不好，身体欠佳，忙不过来。哎呀，这可怎么办？裴荣强行咽下一口老血，刚瞪过去，就见廖翔眨巴眨巴眼睛，一脸无辜地看着自己。世子呀，这事到底要怎么办？您得给句准话呀。什么准话？那什么钱匣子和账簿，夏仆可不敢长着，这就交给您吧。廖翔便戏法似的抱出一个沉甸甸的匣子，并几本账簿往石阶上一放，飞快行礼溜走。夏仆还有事要办，先告退了。裴荣看着钱匣子和账簿发呆，一片黄叶打着旋儿飘过来，刚好落到他的头顶上，无处话凄凉。这一瞬间，裴荣只想起来这么一句：家中什么都是现成的。很快主院布置妥当，裴荣打起精神往北跨院去，想看看那边收拾的如何了。姨娘和悠悠呢？姨娘昨夜没睡好，有些头晕，去歇着了。铺子里来了个重要的客人，点名要见五妹，我看她忙不过来，就在这帮着收拾屋子。妹夫既然来了，那你自个儿忙着吧，我去歇一会儿，也有些不舒服呢。裴荣眼看着谭如意急匆匆地走掉，总觉着自己是被所有人给抛弃了，人嫌狗憎的那一种。裴荣张着两只手发了会儿呆，再往屋里走，见好些香笼细软都没打开，就道：这些不摆出来吗？少夫人说只放日常用的就好呢。为何？回世子的话，奴婢不知道呢，少夫人没说呢。裴荣默默地起身往外走。柳枝啊，你就不怕世子爷发火吗？我实话实说，为何要发火？世子日常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呀，这难道不是安乐侯府的家风吗？声音不小，裴荣听得明明白白的，耷拉着两只肩膀往外走，一路走到香典外头。世子爷，是太和长公主，孟嬷嬷也在。裴荣很替谭悠悠高兴，按着礼节上前请见问安。起来吧，自家姑侄不必如此拘礼。相公啊，你娶了个好妻子啊，生的女儿也可爱聪慧极了。殿下谬赞。果然年轻的小夫妻，本宫不过叫你妻子出来一会儿，就巴巴地追了过来，当着本宫的面就能看呆了眼，可真是让殿下见笑了。行了，见也见过了，你回去吧。咱们女人的事，你一个大男人听着也别扭。裴荣低着头退出去，委屈地想，谭悠悠从始至终好像都没看过他一眼。忽听身后有人禀告：福王世子请见长公主殿下，说是要给姑母请安。叫进来，这一个个的真烦，让人不得亲近。裴荣立时停下脚步，打起精神，警惕地看向前方。哟，这不是相光兄吗？许久不见，这一向可好？裴荣没吭声。别这么小气嘛，不是朋友，好歹还是同宗兄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这还是在你们家铺子里，总不能赶客吧？裴阳笑着与他擦身而过。世子，咱们回去吧，家里一堆事儿呢。裴荣倔强地站着不肯走，他就是要在这守着等着，直到天荒地老。
从他这个角度看过去，刚好能看到裴阳围在太和长公主身边献殷勤，还不停地逗弄他的宝贝轩轩。裴荣眼里冒出火来，心说若是裴阳胆敢伸手去抱轩轩，他非得冲进去不可。正想着，就见裴阳果然伸了手，于是怒火冲破理智，大步向前，高声道：“裴荣请见长公主殿下。”进来，怎么去而复返？家父昨日乘诏入京，此时正在家中等候宫中宣诏。乍然听闻殿下光临，很是欢喜，交代侄儿恳请殿下前去家中做客，不知殿下是否有空？安乐侯回京了呀？哎呦，好事，恭喜啊！他也上年纪了，听闻身体一向不怎么好，远道而来也辛苦了，不如安心歇着，养足精神，等陛下传召才是大事。好意本宫领了，暂且先不打扰了。不知殿下日常喜欢喝什么茶，用什么糕点？侄儿这就安排人送过来。这铺子里没什么好的。裴荣一本正经地和太和长公主应对着，不时利用眼角余光释放凶残的飞刀，每一刀都往裴阳身上招呼。裴阳完全没感觉，反倒笑嘻嘻地和谭悠悠搭讪。小嫂子真是秀外慧中，早就听闻香典的东西好，我也想给家中女眷买一些回去讨好他们。可我一个大男人也不懂得什么是合适，今日正好碰上，就请小嫂子帮忙介绍一下呗。世子恕罪，长公主殿下是长辈，更是贵客，还有先来后到之礼。今日我只孝顺长公主一人，世子若有需要，让掌柜为您介绍，如何？是我没想周到，姑母恕罪啊。小嫂子您先忙啊，我来看看我大侄女。哎呀，这么好看，给我抱抱。慢着，男女授受不亲，请世子自重。我先带孩子回去，你安心照料长公主，若有需要随时让人传话，我就在家里等着。谭悠悠露出咸鱼的微笑，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裴荣再趁着众人不备，恶狠狠地瞪一眼裴阳，回过头满怀爱意地逗着轩轩走了出去。哎，太小气了，认识他这么多年一直这么小气，小嫂子平时怎么受得了？长公主殿下，这个若是能擦在手臂上，更能体验是否合适。你回去吧，有正事就办，没事啊，多陪你媳妇儿，别一天到晚到处瞎晃，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裴阳挨了训斥也不生气，笑眯眯地告退。到了铺子外头，却见裴荣还在那站着，轩轩却是不见了，便笑眯眯地迎上去。哎，相公，有事找我啊？离我们家远些。我这不是恰好碰上吗？大道朝天，各走半边，你总不能不许我在这边经过吧？要不你把这片都买下来，修个高墙，不许人路过，如何？只是这样，香典就不能做生意了。哎，我再给你出个主意，把香典关了，不许小嫂子出门，这就妥了，如何？裴荣死死地咬着后槽牙，才按捺住情绪，没直接挥拳打到裴阳脸上去。小不忍则乱大谋，他后退2步，转身大步离开。哎，相公，你变了，是不是在害怕什么，或者是发生了什么？我们走。世子爷，他会不会猜到那件事啊？哪件事？没事没事。闭紧你的嘴，该忘记的要忘记，总是记着，死得快。父亲看看这字写得如何？挺好，颇具风骨，不俗不媚，自成一体。是谁写的？您仔细了看，应该能认出来。认不出来，反正不是我儿写的。难道是你那大舅兄写的，或者是你的学生叫安保的那个？安保还小，字尚且未曾认全，哪里写得出这样的好字？父亲此刻觉得身体如何？还行，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团聚在一起，有你在跟前孝顺，多好啊！儿子也觉得如此甚好。这字您确定没见过？不曾。这是轩轩他娘亲笔写的，看来
父亲收到的那2封信，一定不是轩轩他娘写的了。什么信呢？我听李姨娘说，您自收到这信开始，便寝食难安，日夜噩梦，还叫轩轩他娘饶命。我还以为是轩轩他娘写信威胁恐吓您了呢，看来不是的。我头疼的厉害，就算是头痛的厉害，也得把这件事说清楚才行。有人要我家不得好日子过，父亲必须把经过151告诉我，不能有半句隐瞒，否则不单是真相毕露，更可能家破人亡。如今刀已压在脖颈之上，难道父亲还要继续糊涂下去吗？我不是故意的，我说过了，我当时太害怕，我怕拖累你，我怕世间从此再无安乐侯府，所以迫不得已。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呢？我说过，我让你不要娶她，你非不听。安乐侯激动地大声嚷嚷起来，爪子一样的手紧紧揪着被子，呼吸越来越难，翻个白眼晕厥过去。请大夫进来。廖总管连忙陪着早就等了许久的大夫进来诊脉。侯爷久病，不良于行，气血不畅，郁结于心，体虚神怯，多梦难眠，加之年纪大了，激动之时难免晕厥，开些安神的药，多劝其宽心，慢慢将养就是了，多顺从，少刺激。裴荣紧抿双唇，目光暗淡，默不作声。如果可以，他并不想选用这样直白激烈的方式。谭悠悠说的对，他不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而是做不到。他受了枝叶是王色的人，一直听王色之命行事的影响，下意识地认为就是王色干的。但今日见了裴阳，他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可能不是王色，而是另有其人。他可以设圈套离间算计二皇子王色和裴阳，自己置身事外，坐山观虎斗。别人同样也可以设计离间谭悠悠与安乐侯，他和王色在坐享其成。这个坐享其成的成，自然是谭悠悠。所以藏在背后的那个人是裴阳，福王世子，有动机，有能力。裴荣突然觉得自己挺悲哀的，打小一起长大的几个人全都弃他而去，不留余地地算计他，欺辱他，这是为什么呢？或真如旁人所言，他性情古板无趣，不招人喜欢。世子爷，老夫给侯爷扎一下银针，很快就能醒来，跟着好生静养就是了。大夫将裴荣拉回现实，手起针落，安乐侯悠悠醒来。我早知你总有一日会嫌弃为父，你对他言听计从。谭悠悠踏着晚霞进的家门，累却很开心，因为今日太和长公主买了许多东西，她虽送了不少，却也挣得还行。最重要的是拓宽了人脉和生意渠道。谭悠悠欢快着，忽见廖翔陪了一个面生的大夫从里往外而来。谁不舒服？侯爷旧疾复发。辛苦大夫了，看了如何？可开药了？一定要开最好的药啊！只要能治好病，我们不怕花钱呢。是谁招惹老侯爷生气了？夏仆不知，当时只有世子和侯爷在屋里呢，李姨娘都被打发走了。夏仆只是奉命陪同大夫远远候着呢。等了许久，突然听到世子大喊一声，这才领着大夫进去。当时老侯爷就已经昏厥过去了。难道是他？也许，大概是。快把大夫送回去吧。累不累？我帮你揉揉腿。谭悠悠无话可说，转过身背对着他，继续吸溜他的奶茶。轩轩想你了。我是不是很不招人喜欢？哪里？夫君太过自谦，王表姐就很喜欢你啊，魂牵梦萦，恋恋不舍，就连荣华富贵都没你香，没你美。
他哪里是喜欢我，他从始至终喜欢的都是他自己。之所以不肯放过我，不过是不甘心不服气罢了。他觉着我就该守他一辈子，为他鞍前马后，不顾生死。那你为何不守着他呢？难道是怪他不是真爱你？哎呀，你们这些个负心人呐！你才是我的妻，我该守的人是你，我最该对得起的人也是你。哎呀，好冷啊，好大一股穿堂风，冷得我想笑。想笑就笑吧，我确实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妥，但我对你真没坏心，也不是故意要委屈你。谭悠悠把她的手指拿开，将轩轩递给乳娘抱出去，然后挽袖子掰指节，淡淡道：来，让我打你一顿。为何要打我？狠狠打你一顿，再和你赔礼致歉，说我不是有意的。毕竟我虽然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妥，但我对你真没坏心，也不是故意要委屈你。想打就打吧，别打脸就行，只要你能出这口气就好。谭悠悠轻蔑一笑，收回手，翘起长腿靠在躺椅上晃啊晃。你也配？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听好了，你也配。我为什么不配？因为我嫌弃你，鄙视你，讨厌你啊，所以我说你不配。裴荣愣在当场，觉着自己被砍了10000刀，从身体到心脏都被谭悠悠手中那把无形的上下翻飞的刀剁成了泥。谭悠悠从柜子里摸出一瓶烈酒，豪气地就着瓶口吹了一大口。姓裴的，老娘不想和你过。你以为随便是个人就能挨我的打吗？啊！告诉你，不能。我想好好说，愿意忍气吞声逗乐取笑，那是因为我懒得动，只想苟着。现在我不想苟且了，所以不想和你过了，滚！还干嘛干嘛去，哪凉快哪待着去。你怎么可以这样粗鲁呢？我就是这样的人啊，一直都是。你以为随便弄个嬷嬷弄把戒尺就能把我驯服了？我是懒得和你计较啊。怎么着？不服气？不服气来打架啊？看我不把你揍得满地找牙，哭着找爹爹！我怎么了？平时嘴皮子不是挺利索的吗？这会怎么结巴了？来呀，吵架打架，你不是天天举石锁提水桶吗？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裴荣果断掉头往外走。你喝醉了，我不与你计较。谭悠悠将手一伸，牢牢抓住他的腰带。我要和你计较！以为我怕你啊？裴荣大吼一声，反身就朝谭悠悠扑去，气势仿若猛虎下山，巨浪滔天。谭悠悠一个愣神，就被他扑翻在地。裴荣出手如电，双手紧紧扣住他的手腕，同时膝盖分开，死死压着他的腿，身体也跟着俯下去，紧紧压住他的身体，动作熟练又流利，也不知道练习了多少遍。真以为我弄不过你啊？我那是让着你。暴露真面目了吧？装不下去了。暴露真面目的人是你。裴荣死死压着谭悠悠，不想起身，又软又香，舍得放开的肯定不是男人。谭悠悠唇角露出一丝不怀好意的笑，身体猛地往上一顶，裴荣还没反应过来，人已调了个方向，成了被压制的那一个。他闷不作声地和谭悠悠反复争夺高地，就是不肯输这口气。力气大了不起吗？不到最后一刻，他绝不认输。如此鏖战几个回合，谭悠悠终于将裴荣彻底制服。他得意洋洋地骑在裴荣身上，冷笑：来啊，不是让着我的吗？来啊，
继续啊！裴荣不出声，不反抗，只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表情和眼神都很不正常。谭悠悠被这熟悉的眼神和表情惊呆了，稍微一动就感觉到了裴某人身体的变化。他立刻站起身来，不想和这莫名其妙的男人继续斗了，打架都能打出来那种感觉，真是奇了怪。裴荣坦然自若地跟着起了身。也就是我，不管你是什么样子，都照旧把你当成正常女人看待。哼，不好意思啊，不管你是什么样子，我都觉得你就是个坑，而且还是个大深坑，不，沼泽地，一脚踏进去就拔不出来的那种。你确定深坑不是你吗？让人拔不出来的沼泽地也是你？不要脸！你力气再大再了不起，也是我妻子，生了我的娃，以后我还要让你继续生。对啊，我借机生个蛋，谢谢啦。行了，吵也吵过了，打也打过了，再等我今夜，我会给你交代。言罢，转身就往外走。谁让你走了？站住！柳枝和莲枝火速从角落里钻出来。少夫人，别生气了，生气伤身。叫我武小姐。武小姐，人都走远了，咱们别闹了。奴婢伺候您沐浴啊，再用香膏退一退。您这几天也累狠了，好好歇一觉。这个主意好，谭悠悠立刻跟着可爱的柳枝小姐姐沐浴去了。经过最初的不讲道理和哭闹之后，安乐侯现在是以沉默对抗一切。父亲既然不肯直面此事，非得这样闹腾，让大家都不好过日子，儿子便如了您的意。明日早起，我就与轩轩他娘和离，轩轩也归他管。我这些年打拼下的家业，划一半给他们娘俩过活，留一半给您养老。安置妥当你们，我便入宫向陛下坦诚一切，将那件事的前因后果全都应承在自己头上。子代父过，父债子偿，陛下要杀要剐都认下，一劳永逸，让人再不能借此生事害人。您可以安心过日子，再不怕陛下找您算账。轩轩他娘和其他人不同，可谓女中豪杰。她答应过我不与父亲计较，那便是真不计较。她聪慧能干，深得寿王妃小郭夫人喜欢。她护得住轩轩，没有轩轩拖累父亲，父亲大可长命百岁。只是儿子要烦劳您再操点心，我死了后，请您把我葬在母亲身边。胡说八道！你胡说八道！裴荣将他扶了躺好，跪下去磕头，还望父亲息怒。儿子不孝，这就去写和离书，写息产书了。我不许你去！你去把谭氏叫来，我给他赔礼，我给他赔礼，是我错了，可以了吗？不用委屈您，您生我养我一场，怎么能让您委屈呢？给小辈赔礼，太难为您了。儿子不想对您不孝，却也不想对轩轩他娘不义，舍了自己才是最好的。裴荣起身往外，身后传来很大动静，像是什么东西掉落到地上，他也没管，不回头的继续向前。侯爷，您这是怎么了？世子，不好了，侯爷晕厥过去了。白日里大夫开的有应急用的药丸，喂一颗就好。世子不能走啊，妾身心里害怕，侯爷年纪大了，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也是命。姨娘最好有所准备，待我入宫之后，说不定父亲还会气死急死。届时你先换大夫，再叫少夫人帮忙，总能把后事办好。万一办不好，那也是命。人生在世，要认命。世子为何说出这样不吉利的话？该发生的总会发生，与说出来与否并无太大关系。父亲此刻昏厥，你也不必慌张，慢慢就习惯了。世子！李姨娘眼睁睁看着裴荣就这么走了，急得没办法，无意识地抓着安乐侯的手一阵猛掐。哎呦，干什么？你个蠢货！我养的好儿子，果然铁石心肠。
到底怎么回事啊，侯爷？妾身只是个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你们这样死啊活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该问的别问。你去给我盯着，看他接下来都在做些什么。妾身乃是内宅寻常妇人，初来乍到，哪里敢去盯世子爷的梢呢？让人看到还不知会说出什么难听话。少夫人也不是好相遇的。我让你去看相光做什么？和少夫人是否好相遇有什么关系？你扯他做什么？李姨娘委屈巴巴地往外走，办法是人想的，她做不到，让家中相熟的管事去看看总是可以的。裴荣回到书房，当真坐下来写和离书和析产书，写好又叫廖祥签字画押做见证，还让小五帮着收拾进宫要穿的衣裳，忙忙碌碌的，搞得很有那么一回事。真在做，没骗你。安乐侯气得脸嘴铁青，正想着该如何应对，裴荣来了。父亲看看，以便心中有数。天亮之后，儿子会请街坊邻居做见证，再送去衙门备案，这事儿就算了结。安乐侯一瞅，并不是一时之间突发奇想，随便弄了弄糊弄自己的，当即就想撕烂了事。父亲想撕就撕吧，撕了痛快。儿子方才一共抄了4分。我赔礼，我真心赔礼，只要他接受，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可是儿子不想委屈父亲呢。扶我起来，我亲自去寻他赔礼。安乐侯挣扎起身，却被裴荣摁住。父亲消停些吧，半夜3更的，我怕吓着他们娘俩。轩轩还那么小，受不得惊吓。我还老了呢。现在请父亲将那2封信的内容说给儿子听吧。第1封信说了你和郭丈夫闹的事，你总是报喜不报忧，有大事总瞒着，生死攸关也不吭气。我看了很是害怕，怪儿媳妇不肯与我说，她一个年少的妇道人家能做什么？净瞎闹。也是运气好，不然真是害了你。你若是有个什么3长2短的，为父也不能活了。父亲的心儿子知道，请您继续说正事。信里又说，陛下在你身边放了毯子，为父真是日夜不安，就怕你们年轻不懂事，做出什么犯了忌讳的事，惹得龙颜大怒，抄家灭族。父亲多虑了，我们只有家没有族，最多就是我父子2人一死而已，其余族人也是陛下的宗族，安全得很。第2封信说了知夜和从前那件事，又说谭氏怀恨在心，先是弄死了知夜，再一心只想把你哄好了，一起对付我，想让我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地死去。你自来嫉恶如仇，还如此宠爱放纵的，为了他整个人都变了，定会被他蛊惑蒙蔽，我能怎么办呢？所以您就天天瞎折腾，能得什么好处？只是让轩轩娘更反感您。要我就天天哄着她，她心软。只有2天2夜而已，而且我是真病了，真被吓坏了。他让大娥刁我，是真有其事对吧？他把知夜弄死，也是真有其事吧？这叫心软。你终于肯承认他确实烦我嫌弃我了，你就护着他吧。看我病得要死，吓得半死，也不肯说他半句不好。你呀，你是色灵智昏，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了。安乐侯抱怨着，又剧烈的咳嗽起来，同时还往上翻白眼。
裴荣长叹一声，塞个药丸到他嘴里，坐等天亮。小姐，快醒醒，快醒醒！有大事要事不得了的稀奇事。什么事啊？老侯爷来了，说是来看您和大小姐。这会儿世子正陪着在隔壁看孩子呢。什么？孩子？隔壁？轩轩什么时候去的隔壁？我怎么不知道？小姐，您睡糊涂了吧？大小姐天快亮时饿了，奴婢抱去隔壁交给乳娘喂奶换尿布，之后就留在了那边呢。哦，我知道了，再睡会儿。别这样围着我，水泄不通的闷得慌。啊，你还不起来吗？我也病了，哎呀，喘不过气来呢。你们赶紧走呢，别吵我，不然会死人的呢。哎呀，我的胸好闷啊，肚好痛，哎呀，心也好痛。您继续睡吧，奴婢不管了。哎呦呦，我好怕爬哦。谢谢您啊，出门记得把门关好。别让人进来找到我。负责把风的莲枝把嗓子都咳哑了。裴荣淡淡道：“看来大家都病了，稍后把大夫请来，给所有人看一遍，开个方子，熬大锅药分着吃。”不用了。裴荣示意他和柳枝退出去，自己走到床边，将手伸进被窝里，轻车熟路地抓住谭悠悠的脚踝，用力往外拖。谭悠悠就被他拽了出来，他也不说话，俯身压上去，低着头就开始搞小动作。谭悠悠勃然大怒，反手将他掀翻下去，用膝盖压着，冷飕飕道：“你要干什么？”“我病了。”“要做什么？摆明君吗？”“父亲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不用了，好意我心领了。”谭悠悠无所谓的很，光是耍嘴皮子有毛用。裴荣拉着他的手各种拨弄。“悠悠，给我个面子。”“你有面子吗？”“给轩轩一个面子。”“这还差不多。可我没梳洗呢，要装扮妥当，至少也小半个时辰呢。”“没关系。”“可是我怕公爹等不及呢，毕竟他病着呢。”“没关系。”“你出去。”“不行。”“那就算了。”谭悠悠做事要躺回去。“我走。”裴荣赶紧起身往外，同时悠悠叹气，做人难呐，夹在中间的男人就更难。可是他能怎么办呢？家和万事兴，真男人就是要挺住。轩轩，好宝宝，娘亲来了。谭悠悠哄了会儿闺女，见到父子俩一个坐着一个站着，都是呆呆的，就有些不耐烦，笑里藏叨道：“刚才收到寿王府送来的帖子，说是要去乡下庄子泡温泉，邀请我带着姨娘三姐一起过去。我思来想去，觉得不好推却，便让人收拾行李，午后就要出发了。”“要去多久？你要带着轩轩去吗？”“轩轩那么小，我肯定是走到哪带到哪。”“儿媳妇儿啊，我来给你赔个礼。”裴荣挥挥手，所有下人低头退出去，屋里就只剩下自家人。谭悠悠没吱声，只管低着头逗轩轩玩。从前的事呢，是我对不起你，好在你没事，未曾酿成大错。如今咱们也成了一家人，你和相光要好，又有了轩轩，从前的事就忘了吧。以后我一定善待你，一定善待轩轩。”“不，酿成大错了。我头上的疤一直都在，而且每逢天气变化都会疼痛，也常常做噩梦。”“那你想要我怎么做？”“我看这样好了，给你们母女分一半家产，算作赔偿，如何？”
不行是吧？那你砍我一刀，把这口气出了如何？不用了，家产我要，就当尸体轩轩拿着。看在孩子的面上，砍回去什么的就算了。今日既已把话说到这里，希望公爹不要再以为我会下毒使坏，试探我的孝心和真心究竟有多少。人心最经不起考验。说实在，让我看到亲手做的粥饭无故被人倒进马桶，这辈子都别想再吃到我做的一粒米一根菜。轩轩他娘亲手做的粥饭无故被人倒进马桶，这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病得糊里糊涂的。李姨娘总知道，叫她来。相光，算了，何必拿可怜人折腾？到此为止。不行，既然父亲不知道，说明这事就是李姨娘自作主张，实在太过可恶。小小妾室竟敢挑拨离间，糟蹋粮食，绝对不能轻饶。叫他来问个清楚明白，该休就得休了，省得鸡犬不宁。儿媳妇儿啊，你帮我劝劝相光，家和才能万事兴啊！刚才咱们已经说好往事过去就算了的，这又要闹大，让人白看笑话呀！父亲为何舍不得那恶妇？来人呐，把李姨娘叫来！儿媳妇儿，算了，我不耐烦在这件事继续纠缠。行吧，受委屈的人是你，你说了算，我听你的。我累了，我要回去歇息。父亲记得让李姨娘过来给轩轩他娘赔礼致歉。安乐侯耷拉着死人脸，有气无力地哦了一声，整个人蔫了一大截。裴荣也不送他，叫了周家的和鲍家的把人推回去，转手就掏了稀产书给谭悠悠。给你和轩轩的。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到的这样，这些东西都是你的了。我已让廖翔去衙门备案，稍后会把房契地契一并给你。谭悠悠默了片刻，将稀产书收好。悠悠，你觉得我刚才做的怎么样？还行。谭悠悠给他一个笑。挺好，尤其是最后那段。我为了咱们这个家，为了轩轩，真是绞尽脑汁。改天给你做猪脑花吃，以形补形。你们真要去寿王府的庄子里泡温泉？当然是真的，这件事还能杜撰吗？出去散散心也好，这个也给你。裴荣再递一封信过去。这是什么？暂且别打开，4日之后再开。什么东西啊？没金子银子珠子，也没宝石，就是一封信。4日之后打开就知道是什么了，在那之前千万别打开。谭悠悠坐上车，见裴荣一直在门口那儿目送他们，少不得和谭如意道。总觉得这人今天有些怪。没觉得，还是那么狡猾。裴荣目送谭悠悠等人出了门，折回身去收拾整齐，迎着朝阳出了门。今天他要把这件隐患处理干净，哪怕就是冒着杀头的风险也要做，否则此时之安乐仿若偷窃而来，享受之时也不得安心。谭悠悠说得对，光是赔礼道歉解决不了问题，必须直面，让事情回到正轨上，按照该有的规则进行，如此才能无愧无忧。世子爷要去哪儿啊？侯爷想请您念书给他听呢。去宫里面圣，若能平安回归，想念多少本书都行；若不能，请父亲自己保重。世子爷非去不可吗？要不您自己去和老侯爷说？该说的已经说完。裴荣并不啰嗦，直接打马走了。丹云呆了一呆，飞快赶回去寻安乐侯。侯爷，侯爷，世子爷进宫面圣去了，说是若能平安回归，您想听他念多少本都行；若不能，请您自己保重呢。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安乐侯面色大变，踉跄起身，想要跑出去追赶裴荣，却被左脚绊倒右脚，狼狈摔倒在地。李姨娘想去扶他，却被他狠狠推开，咆哮着道：“
快把他追回来！这个逆子，他是诚心想要逼死我。侯爷，妾身一个寻常内宅妇人，人生地不熟的，如何能够把世子追回来？您就相信世子吉人天相，一定平安归来吧。滚！安乐侯挣扎起身，要丹云扶他去追裴荣。哎呀，还请侯爷见谅，下仆不能放您出去，这是世子的吩咐啊！你敢？我才是一家之主！还请侯爷冷静。真正慈爱的父母不该给孩子添麻烦。您老了，就安心听从年轻人的安排吧。谁敢拦我？安乐侯目眦欲裂，正想强行闯出去，却见廖翔后退一步，将手一挥，沉重的大门被关上，将里外2个世界隔绝开来。他只能听见树上的秋蝉叫个不停。相光，蓉儿，我的儿啊，我的儿！爹错了，爹错了，爹真的错了！求求你快回来，快回来啊！相光来了。裴荣见过王爷，见过几位大人。相光啊，大家一直对一件事很奇怪，为何同是骑马而来，别人难免衣衫褶皱，风吹发乱，你却总是衣衫笔挺，一丝不苟，是有什么诀窍吗？自是因为我随身带了备用的衣裳，重新梳了头。相光也会开玩笑了呀。裴荣轻巧让开，请世子自重，你我同在陛下跟前当差，该有的礼仪规矩还是要有，勾肩搭背，动手动脚，不成体统。众人皆都无语，各自散去。元宝来看得清楚，忍不住轻笑一声：“你笑什么？”回陛下的话，老奴在笑裴相光这个人有意思。元宝来将事情经过说给皇帝听，描述道：“福王父子脸色都不怎么好看呢。什么样的事发生在裴相光身上，朕都不会觉得奇怪。叫他进来。”裴荣低头垂眸，大步走入，一丝不苟地行了大礼。皇帝叫他起来：“今日并不讲经，你为何来此？”回禀陛下，微臣是来谢恩的，谢陛下让家父回到京中，让微臣一家团聚。这个事啊，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好好当差。微臣往宫中送了家父祈求觐见谢恩的折子。不必这么麻烦，听闻安乐侯身体欠佳，叫他安心养着就是了。还有事？微臣是来向陛下请罪的。这件事要从微臣自京城回到丘城开始说起。他用词简单准确，却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未替安乐侯与自己辩解，只把其中的惶恐与后悔说得明明白白。家父与微臣犯下大错，请陛下惩罚，指此事与内子小女毫无关联，还请陛下饶过他们。微臣来之前已给内子留下了放弃书，此后他与安乐侯府再无关系。瞒了这么多年，为何不隐瞒到底，偏到此刻才说？别不是有人胁迫你，眼看就要东窗事发，这才投机取巧说出来装可怜吧？陛下慧眼如炬。元宝来颇为紧张，默默上前换茶，却在端走茶盏时不小心将一叠折子碰倒，再跪下去求饶。陛下恕罪，老奴罪该万死。退下去吧，你这样就罪该万死，有些人岂不是该千刀万剐？陛下圣明。元宝来眼巴巴地说了这一句话，默默退了下去。皇帝却是若有所思，随即冷笑：“裴荣，好手段啊！朕身边的人竟然也被你给收买了，你好大胆子！”陛下是说袁半半吗？袁半半确实吃过陈妻几顿饭食，想来他是不舍这口吃食罢了。裴荣，看在这些日子尽心讲经的份上，朕容许你将事实经过道来，若有半句隐瞒。此事说来话长，
微臣身边早前有一侍卫，名叫枝叶，为家师王大学士所赠，他便是替家父出手伤害谭氏之人。此人几次三番犯错，被微臣送归王室。恰逢臣即将要生产之时，他突然出现，将此事揭破。自此，微臣家无宁日。大概在同时，家父收到神秘来信，家父心中惶恐，多番作妖，闹得家宅不宁。微臣贪图陛下之恩宠，又想在老父跟前尽孝，还贪图娇妻稚女在侧之安乐，便学着世间糊涂之人和稀泥，妄想将此事敷衍过去。不想臣妻是个明白人，直接揭了脓疮表皮，暴露内里不堪及腐臭。他让微臣知道，什么才是读书人的浩然正气和大智慧，什么才是顶天立地、问心无愧。微臣一度为难，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他说，微臣不是不知，而是想要假装糊涂。微臣看着娇妻稚女，老父忠仆，在思及皇恩，终于明白，是微臣辜负了陛下的期望，辜负了读书人忠直清朗之名声，辜负这许多年来读的圣贤书。微臣不配在殿前讲经，不是真孝义，不是真爱妻女。微臣不过是个贪图安逸享乐的俗人小人罢了，自己立身不正，何以管教他人，为人师表？幸好尚未铸成大错，还有机会可以弥补。故此，微臣悬崖勒马，留下放妻书与息产书，入宫向陛下请罪。家父年迈体衰，多年重病，糊涂短视，惶恐如鼠。那时之怨怼，只是因为疼爱微臣罢了，其余时候并不敢违逆陛下。微臣恳请陛下放他一条生路，所有罪责由微臣一力承担，求陛下成全。娇妻稚女御前讲经，得封侯府世子，人间的荣华富贵，读书人的终极荣誉都在你眼前了，你竟然舍得？陛下，人生在世，有舍才有得，有可为，有不可为，微臣舍得。舍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舍去俗气私心中最为浑浊之处，得到读书人之骨气，儒家之道。枝叶呢？微臣事后打探，只知他回了二皇子府。你且退下吧。陛下不治微臣之罪吗？元宝来不是帮你说情，将朕架下来了吗？这天下间背里骂朕的人不止你们父子二人，除了咒骂怨恨，还有许多人想要朕赶紧死掉呢。朕圣明，那些人尚不曾千刀万剐，追究你父子二人做什么？谢陛下恩，陛下圣明，实乃黎民百姓之大福。裴荣愿为陛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朕身为天子，便当为天下黎民谋福祉。李相光，你等着，朕要打造一个百年盛世出来给你们看。朕未老。陛下春秋正盛，正是干出一番大事业的最好时候，当然未老。罪臣裴荣，回去听宣。这就让人很难受了。有道是伸头一刀，缩头一刀，是死是活给个准话，也好让人不做多想，直接认命。能一次办好的事，偏要留这么个尾巴，是真折磨人。这便是帝王心术。裴荣心中明白，默默恪手退下，行到门边再回头，欲言又止，忐忑离开。袁爸爸，出来。陛下有何吩咐？你觉得朕是否降服了这小子？陛下不是早就降服他了吗？不然他能这么老实的给您认错坦白，这是又怕又敬啊。何以见得？因为怕，所以才会有怨；因为敬，才会主动坦白。诚惶诚恐，不外如是。不然谁知道肚子里头做的什么文章？哪怕就是将心肝剖开，那也看不出来啊，是吧，陛下？你这老滑头，要论会讨好，谁也不及你。哎呀，陛下英明，就算老奴会讨好人，也是因为陛下宽容。换做旁人，只怕要嫌老奴愚钝呐。你愚钝，老奸巨猾就是你。去查查那个叫枝叶的去了哪里，具体又是怎么回事？要说这裴相光是真迂腐，
那枝叶手中握着此等要命的大事，他竟不斩草除根，却将此人送交王室，也真是。是以陛下让他教书讲经，最为合适不过。迂腐是真迂腐，却也说明此人既情既恩且厚道。王氏与他有恩，枝叶救过他的命，倘若为了也许会3个字就取走人命，实际也真是冷情冷心。虽不能杀伐果断，却也光明磊落，可以倚重。你去查枝叶此事，记得不要惊动任何人。安乐侯已经哭得不能动了，半死不活地坐在门前廊下，喘一口气，抽一抽。父亲何必如此？我好像听到世子的声音了，怕不是我儿已经死了，游魂归家。父亲，是我活着回来了。安乐侯扭着头，耷拉着唇角，可怜又委屈地盯着他看了半晌，嗷的一声哭出来。蓉儿啊，是爹错了，爹以后再也不敢了。你不要任性，千万要好好活着呀。若在家真是要死一个人，且让我去，你活着。裴荣轻拍安乐侯的背脊，将人扶起送入房中，找人送水洗脸。陛下没有怪罪吗？去把萱萱母女接回来呀！我错了。不急，陛下让我们在家中等着，旨意下来再去接人不迟。陛下宽厚，不会有性命之忧，只是可能爵位没了，差事没了，那咱们有家有产业，也饿不死，还能活得不错。都是为父的错，都怪为父。润润嗓子在哭。你个不孝子！裴荣笑笑，坐在一旁命人送饭过来，先问安乐侯吃不吃。安乐侯别扭，我吃不下。裴荣就不管他，埋着头自己吃得欢快淋漓，吃饱了抚着胸口道：能够活着吃饱饭，吃好饭，真好。我走了，父亲好生歇着。你要去哪儿？不许去！我累了，财经生死大事，父亲不心疼我吗？去吧。裴荣回到谭悠悠的屋里，看看四处熟悉的摆设，嗅一嗅它的味道，倒头便睡。无论如何，又逃过一劫，能够好好活着就是好事。怎么突然就回来了？为何成了这副模样？遇到劫匪了？骑马弄的。听说家里出了事，不放心，让我陪着回来看看。为了快，非得骑马。先进屋。谭悠悠坐在妆台前，拿着梳子很用力地梳头发，抓着发根使劲梳，也不管头发是否被挣断。裴荣看不下去，上前接了梳子，帮他一点一点地顺毛。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为何？想必你也拆了我给你留的书信。没拆啊，你不是让我明天再拆吗？我这么听话乖巧的人，怎么会不听话呢？继续帮我通头发，我手臂抖得厉害。你不是力气很大，不过区区一匹小母马，竟然就把你搞得全身酸痛无力。我连续骑1个月马赶长路也不会这样。你了不起，可以了吧？所以啊，很多事情不是力气大就能解决的，更多依靠的是技巧和智慧。信里写了什么？和离书。送你们离开之前，我已决定入宫向陛下坦诚一切。你说的很对，我知道该怎么做，不过是顺着私心不想做而已。想要管束别人，必须先正己身。然后呢？陛下圣明，宽怀有度，只是夺了安乐侯府的爵位，免了我御前讲经的差事。除了钱，我已一无所有。你还愿意跟着我吗？你只有一半家产，另一半是我和萱萱的。你知道吗？我打小就不喜欢求什么姻缘。你喜欢求什么？求财运。
我最喜欢给财神爷磕头了，只要能交财运，让我磕多少个头都行。你为何如此肤浅贪财？钱财不是最重要的，夫妻恩爱。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贫贱夫妻百事哀啊。和离叔还算数的吧？我不穷，我有钱，你跟着我哀不了。这意思是和离叔不算数了？不算数，我不同意，我不答应，你休想。哦，你不答应，你不同意就算了。我有和离叔在手，走遍天下也不怕。你斗不过我。和离叔呢？趁早还我，否则……否则什么？要打架吗？谭悠悠把梳子一扔，开始挽袖子。否则，我就把余下的家产全都给你。我是不会答应你嫁给别人的，也不许轩轩叫别人爹爹，除非我死了，不然你休想。谭悠悠被他挤得蹭到大腿内一侧，痛得低呼一声。起码磨伤了吧？我帮你擦药。谢了，不需要。谭悠悠白他一眼，起身走掉。裴荣暗搓搓地踩住她的裙子。谭悠悠险些摔个大马趴，被裴某人拉到怀中后就很生气，用力拍打了他2下。越来越讨厌了。可我觉着你越来越可爱了。你这么着急回来看我，是因为舍不得我吧？我怕家产受牵连啊。我累了，洗洗就要睡觉了。去守着你爹吧，别吵我。一起。良久，谭悠悠无力地抠紧脚趾间，虚弱地呼出一口气。不准这么用力，弄疼我了。好。裴荣表面很顺从，其实并没有改，总要有个时候，有个地方，让这女人知道她的厉害之处。谭悠悠享受得不得了，和他斗。呵呵，就是这男人奇怪呀，明明看到裴阳的马鞭了，为啥直到现在还没问？他都等得不耐烦了。裴荣看他走神，立刻加大力度收拾人。谭悠悠晕晕乎乎地睡过去后，裴荣精神抖擞地披衣起身，走到外面，拿块帕子包住那根香金错玉的马鞭，嫌弃地扔出门去，交代小五找条野狗圈在他脖子上，扔到福王府门外去。天黑了，让他睡吧。明日弄了水一并刷，还回去是干净又体面，也不至于冻着的。那我明天再给他打扮打扮。哎，咱家谁会给马扎小揪揪啊？为何突然想起来要给马扎辫子？好看啊，我也想要自己的马呢，我会骑了。你想要马可以，我明日就让人给你寻访好马，但不许你给他扎小揪揪。裴荣的表情是严肃的，同时手还很痒，想掏戒尺，但是那只发痒的手很快就被谭悠悠抓住了。谭悠悠把他的手打开，紧紧牵着，带着他一起往北跨院去。夜深了，我们先回去吧。你不嫌弃我什么都没有了吗？嫌弃的，但我思来想去，夫妻还是原配的比较好。爹也是原装的更好，为了轩轩，算了吧。哎，我们能回秋城吗？不能，陛下不许我走。为何？谭悠悠很吃惊，爵位夺了，差事也没了，还不许人走？难道是要留下蒸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清炖红烧，或者做刺身？在想什么？谭悠悠如实回答。依着你的想法，怎么做比较好吃？你可以煮或者选部位爆炒，我可以蒸或者快了吃。至于公爹嘛，大概只能清炖或者红烧，因为太老了不好吃。韩悠悠一口气说完，迅速挣开裴荣的手，快步离开。哎呦，突然好困，我睡了，好累好累。裴荣把他拽住，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编排长辈！是你问我的。
我话还没说完。不管红烧、蒸煮、爆炒或者吃生的，好歹一家人始终在一起，是吧？你赶紧说，陛下打算把你们怎么样？陛下说让我承继安乐侯之位，先理清家事，再考虑让我做点别的事。所以以后公爹就是庶民，我是侯夫人了。就算是庶民，那也是长辈，你看不惯他就少往他跟前去，不能故意去记得。是侯爷。院子里光线阴暗，裴荣高大的身影慢吞吞地走着，表情有些许落寞和孤独。你累不累？要不我背你回去？不想要背，那不如我抱你回去。裴荣二话不说，上前将谭悠悠抱起，扛在肩上，大步向前飞奔。你不怕被人看到有损你的颜面啊？这是我家，你是我老婆，我想怎样就怎样。他决定了，今晚必须让谭悠悠求饶3次以上。二人嬉笑着跑进北跨院，再将院门严严实实关上。院落一角，袁安乐侯坐在轮椅上，看着这一幕，吃惊的脸上的褶子平了一半。这世子爷和少夫人也太不注意了，家里有老有小的，还有这么多下人，要是传出什么不庄重的话去，那可怎么好？若是传出什么去，就是你干的。叫侯爷和夫人什么世子，你要抗旨啊！知道了，老爷，咱们回去吧。求求你了，放过我吧。你厉害还是我厉害？你厉害，厉害的不得了。谭悠悠敷衍着，用被子把自己裹成一个鸡肉卷，琢磨着再这样下去，他就可以把上衣和裤腰用针缝起来了。裴荣找回场子，也就不强撑了，找个舒服的姿势躺好，和谭悠悠商量：咱们再生一个？不要。对上裴荣惊愕不解的眼神，赶紧解释：我是说再让肚子歇歇气，不急。也是，你再养养，之前伤了元气，明年生一个，大后年再生一个，咱们至少也要生3个。3个？谭悠悠打个寒战，用被子把自己裹得更紧了。夫人，侯爷去接姨娘和大小姐他们回家了，临行前让厨房准备好酒好菜，说是今晚要全家聚在一起，好好吃顿饭。杨家舅老爷他们也要来的。去得这么早。裴荣，抢了自家老子的爵位有何感想？失去御前讲经的差事，是不是说明你已失去最早的初心？裴荣并不回答，越过裴阳，目不斜视地往前走。裴阳瞳孔微缩，对着裴荣挺直的背脊猛然挥出长鞭。你知道吗？我最恨你这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裴荣不曾回头，反手一把抓住长鞭，淡声道：不喜欢可以不往来，没人逼你。这么恨我，却非要逼着自己与我交往，道貌岸然的是你。裴阳使劲儿回抽马鞭，那马鞭却仿若在裴荣手里生了根，怎么都拽不动。裴荣，你这个伪君子，明明身有神力，武艺超群，却假装自己文弱，我看不起你。你和我是好友，对我尚且如此遮遮掩掩，可见对别人又是何等虚伪。这2口子都不是好东西，全都是渣渣，骗死人不偿命，不要脸。世子请慎言，你我最多只能算是儿时玩伴罢了，好友尚且差得远呢。毕竟你是王府世子，本侯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读书人罢了，两者相差太远，难做朋友。既不是好友，不知彼此为人品性实属正常，不必因为马术、力量、文采皆不如本侯便恼羞成怒，肆意往我身上乱泼脏水。如此，只恐整个宗室声誉都会被你拉低呢。
裴荣抬眼看向围在裴阳身边那些宗室子弟，温文尔雅、大气超然的微微一笑。诸位跟随福王世子呼啸而来，是因为对本侯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敬请说来，本侯一一作答。谁先来？中郡王世子所来是为何事啊？哦，我是刚好从此经过，打扰了。诸位兄弟，各自保重。一骑红尘，再不见踪影。裴荣再看向另一人，还没开口，那位已经高声笑道：“哎呀，哎呀，这天气怎么突然这么冷呢？哎呀，穿少了，得赶紧回家喝个姜汤啊！那个，诸位慢来，告辞，告辞。”哎呦，我突然肚子疼，走了走了。哎呀，你说什么？什么？哎呦，不好意思，家中老母寻我有急事，不敢耽误，再会。长随走得慢了点，就挨了他一鞭子。你傻了呀，快走啊！一会儿功夫，只剩下裴荣、裴阳二人互相对峙，其余人等都是能躲多远躲多远。好啊，咱们安乐侯真有本事，我平时只当你是个古板迂腐之人，没想到。毕竟咱们全都年轻过，谁没遇到过表里不一的渣子呢？裴荣打断他的话，松开鞭子，转身扬长而去。我还没……裴阳气急败坏，然而裴荣等人已经走远了，便是他再怎么大声，裴荣也听不见看不见。被羞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是无视。裴阳气得揪心揪肝的疼。韩悠悠走过去，轻轻环住他的腰，将脸贴在他的背上，隔着男人温厚的背一挤，他听到裴荣的心跳声，沉稳而有力，砰砰砰，每一下都敲到了他的心上。怎么了？枣红马打个响鼻，侧头朝向谭悠悠，蹭蹭他的头顶。他有名吗？他是在和我亲近对吧？当然有名，他叫赤炎。你看他的鬃毛很长了是吧？还很多，有时候奔跑得太快或是风大，也会弄得他很不舒服的。那我可以给他绑小辫子啊，我弄了些彩线回来。谭悠悠继续靠在裴荣背上，琢磨要给枣红马弄个什么发型，突然脸上一湿，伸手一摸，黏哒哒，说不出来的奇怪味道和感觉。枣红马咂巴咂巴嘴，掀起上嘴唇，做出一个类似嘲笑的表情。啊，这个马成精了，他吐我口水，还嘲笑我。别瞎说，赤炎很乖的。唉，是啊，寿王府的人也和我说，小县主的马温顺又听话。别乱说话，马也通人性的，他听得懂话。我方才能够不去培养，是因为我与赤炎心灵相通。若他胆小畏惧，不信我，当场就得出乱子。谭悠悠收回环抱在他腰上的手，摆开架势来了个亚洲蹲，耷拉着两只手道：是啊，他也通人性的，他听得懂话，他与你心灵相通，他胆子不小，不畏惧个啥。所以你非得认为我在瞎吹吹，也不信你的马果真做了刚才那些事吗？时辰差不多了，舅父他们还等着咱们开饭呢，轩轩也该醒了，进去吧。谭悠悠抿抿唇，拖着脚步跟在裴荣身后往前走。走着走着，身后传来奇怪的声音，他回头一看，惊得目瞪口呆。裴荣的枣红马一反刚才的温顺安静模样，狰狞可怕地对着寿王府来的小母马下手了。别看！裴荣反手将他的眼睛捂住，拉着他就走，沉声教训他：什么都想看，这是你能看的吗？也不怕污了自己的眼睛。若是让人看见，成何体统？堂堂侯夫人竟然旁观这种事！停，这是偶然，明白吗？你不让我看就行了，叨个没完。门口卖大碗茶的阿婆也没你唠叨。你还喝过大碗茶？家就在这里，再不然铺子就在巷口，要喝什么茶没有？你非得跑到那里抛头露面站着喝大碗茶，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那么馋？哎呀，受不了了！谭悠悠扒掉裴荣的手，提着裙子往前跑，简直就是唠叨狂魔呀！救命啊！把裙子放下，慢慢走，气度举止啊，不是，小心摔跤。裴荣在后面提醒着，大步流星往前追，试图让新上任的侯夫人拿出该有的风度气质。晚饭还是男人一桌，女人一桌，喝到暮鼓响起，杨家人才相携离去。回到屋里，裴荣已经盥洗妥当，只着里衣靠在床头看信。夜里少看书，灯光太昏暗了，眼睛坏掉就要变成眯眯眼，看啥都这样丑，以后就该被人叫做裴瞎子了。这是嫌我管你太多，也让我见识见识被人管的滋味吗？哎，你说对了，就是这样的。我想好了，以后我要把你从头管到脚，让你知道什么叫烦。管啊，只要你不嫌麻烦。裴荣起身走到他身后，将他抱起，坐在自己膝上，将信纸递过去。是岳父来的信，之前有课没来得及看，咱俩一起瞧瞧。谭悠悠靠在他怀里，夫妻二人头挨着头，呼吸交织，一起细细看信。说的却是谭知府最近要入京述职，同时要亲自查看冯宝山的为人品性如何，叫谭悠悠帮着谭志锦把房子换个大些的。随着信一起来的还有几张银票。我爹也是的，要用钱直接和我说不就行了，还卖什么田地？你现在很有钱吗？有钱就在荷包里蹦跶，不想着钱生钱吗？大佬带我发财。大佬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南方客人说的方言啦，我觉着挺有意思的，所以说给夫君听。意思是大哥带我发财啊。大哥，这个称呼不错，以后你也可以这样叫我。裴荣收到他抗拒的眼神，很不开心。你不乐意？我比你大，又是一家之主，你还要让我带你发财，叫我一声大哥都不愿意。我觉着咱们桥归桥，路归路，各自发财好了，这样比较不容易影响感情，永远都是好朋友。我还偏就要带着你发财。你可以再盘下一个店面，专做花间生意。现在买你花间的多是女子，有些读书人不太乐意进脂粉铺买这个的。不许说，我自己知道，铺面我都看好了。铺面都看好了？我不问你，你还不说是吧？你想干什么？夫妇一体，你却总想自己干。我……谭悠悠一阵头痛，只怕他开始就不知道停止，索性勾住他的脖子，猛地凑上去堵住他的嘴。裴荣眼睛陡然睁大，仿佛受到了惊吓，随即就开始高兴。成亲这么久，谭悠悠似乎是第一次这么主动了。我要去盥洗了。裴荣恋恋不舍地目送他离开，再慢吞吞躺到床上，看着帐顶若有所思。谭悠悠一身轻松躺下，正想吹灯，裴荣低咳一声，又开始叨叨。刚成亲那会儿你不是这样的，女子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谭悠悠很无奈，这人吃错药了吗？大半夜的搞事，想不理睬吧，又觉着这才刚和好，再闹矛盾不太好，索性如法炮制，翻身再次堵住他的嘴。半晌，帐中传来一句低沉的男音：别以为这样我就饶过你了。然后又是一阵不可名状的声音。许久之后，谭悠悠终于结束劳动，虽然很累，但是很满意的总结经验。以后裴某人再这么叨叨，就这样对付他。有所得必有所失，耳根得到清净，付出劳动是应该的。以后不许再这样了。裴荣义正辞严，实际身心舒爽。他决定了，以后就这样干，有所失必有所得。谭悠悠爱折腾就折腾去吧，反正也翻不起多大的浪花。夫妻二人都很满意，香甜地进入梦乡。
这一等便到了深夜，木谷早已想过，裴荣仍然未曾归家。谭悠悠叫了好几个人去问，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这可是从未发生过的事。我儿危险！我儿快躲起来！老爷快醒醒，您做梦了呢。哎呀，这是在家里，都好好的。不得了，我梦见祥光出事了。你快去前头看看他回来没有，若是还不曾归来，便让儿媳妇过来。李姨娘凄凄哀哀说了来意。妾身觉得侯爷夜宿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半夜3更的也打扰夫人休息，老爷大抵是梦魇着了，没清醒过来。他最近越来越糊涂了。不必多言，我随你去。裴老爷看到谭悠悠，便直勾勾地看着他，压低声音道：儿媳妇儿，大事不好，相公出事了。公爹此话怎讲？有人要杀他，他全身都是血，他在路边等死。你赶快去救他，儿媳妇儿，赶快去救他。我知道了，公爹，你放心，我这就点起家中后院和小司管事，一起去寻夫君。你安心休息，一有消息我就会知会你。从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你可不能落井下石，辜负祥光啊！他为了你爹都不要了，是不孝子啊！不会的，夫君是轩轩的爹，待我极好，儿媳怎么也不会对他不好。公爹放心啊，儿媳这就带人去救他，急着呢。他掰开裴老爷的爪子，低声吩咐李姨娘给他喂安神药。裴荣不知去了哪里，祸福未定，万万不能后院起火。李姨娘弄好药，裴老爷却总是不肯服用。你们就是想把我弄水着，省得我烦你们。相光我儿，除了爹爹疼你，没人真心疼你。谭悠悠看他闹得不像话，使个眼色，便有婆子上前帮着李姨娘把药喂下去。你们趁着祥光不在欺负我。正说着，便听到散养的大鹅大叫起来，于是拔腿狂奔。出了院子，正逢廖翔带着护院闻声而去，正是梅姨娘和谭如意居住的东跨院方向。谭悠悠跟着廖翔等人赶了几步，偶然回头，但见家中的人几乎都朝着这个方向而来，心中一动，转身迅速赶回北跨院。主仆3人赶到北跨院，但见院门大开，看院门的婆子倒伏在地，正房的门和厢房门都是开着的，四下一片安静。谭悠悠双腿发软，谭悠悠嗓子发干，想要尖叫，想要哭喊，却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他圆睁着眼睛，带着最后一丝希望走到正房，幻想能在那里见到孩子。然而他终究是失望了。萱萱，西跨院，西跨院。柳枝也很冷静，用力把莲枝推向前方，跟上谭悠悠，他自己则跑去通知廖翔等人赶去西跨院。莲枝拿出吃奶的力气向前飞奔，却怎么也追不上谭悠悠，只好眼睁睁看着谭悠悠引入黑暗中消失不见，于是急得眼泪狂飙。谭悠悠一口气冲到西跨院前，他站直身体，警惕地观察四周，但见西跨院门紧闭，门前灯笼未亮，里头漆黑一片，什么声音都没有。左厢房里传来一阵微弱的响动，一点火光亮起，又迅速熄灭。谭悠悠狂奔过去，恰好听见乳娘在里头尖叫：“救命啊！”他一脚踹开房门，看到一个高大的男子伏在床边，像是用力拖拽着什么，便将手里的大鹅砸了过去。砰的一声闷响，那人被砸得趴倒在地，跟着又迅速正起，敏捷地爬到床下。救命！救命！救命！夫人，救命！谭悠悠不声不响，大步走过去，
双手抓住床架，用力一拖，再一掀，轰的一声巨响，床被他直接掀开，扔到一旁，露出里头的2个人。他看到刚才那个男子，一条手臂紧紧勒着乳娘的脖子，一手抱着一个襁褓，背靠着墙角，凶狠地瞪视着他。别过来！你敢过来，我就弄死他们！这位大哥，不知你是为求财，还是为报仇？我们家向来乐善好施，不爱惹事，所以你应该是为了求财吧？刚好我家男人才收了一笔银子在库房里，不说1、2、8千，3、4千总是有的，都给你。你把这放了，我保证你平安无事。谁稀罕要你的钱？老子是来报仇的。裴相光为人尖酸刻薄，不留后路，害得我们钟氏家破人亡。如今我也要让他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钟氏，钟皇后？不可能，分明就是欲盖弥彰，想让钟家背黑锅。大哥，你这是何必呢？稚子无辜，这小小的孩子有什么错？何况钟家乃是咎由自取。他边说边慢慢向男人靠近，男人察觉到了，大喊一声：不许动，不然我马上弄死你女儿！听闻安乐侯夫人天生神力，今日一见果然了得，但我今日便要让你一败涂地。想要你女儿活命吗？想。跪下！谭悠悠二话不说就跪了下去。大哥，饶了我女儿吧，她很可怜的，裴家重男轻女，待她一点都不好，你不能帮他们的忙啊。把衣服脱了。这样不好吧？我一个嫁过人的残花败柳，又长得姿色平平。谭悠悠叨叨着，外头传来火光和脚步声，还有莲枝叫人的声音。夫人，夫人，夫人！闭嘴！脱衣服！男人猛地将已被吓晕的乳娘丢开，将手中襁褓高高举起。再多说一个字，老子就摔死这小杂种！我脱！大哥，你别急啊，冬天了，天气冷，穿得厚。闭嘴！叫你家下人退出去，立刻，马上！谭悠悠发出一阵剧烈的咳嗽，艰难道：你们退出去，立刻，马上！再给这位大哥备一匹马，要温顺听话的。大哥，您看我这样安排妥当吗？算你识相，再脱光为止。脱啊，继续脱，老娘又不是没穿过比基尼。谭悠悠咬着牙，直接脱下小袄，朝着男人娇媚一笑，再解裙子。就着窗外透进来的火光，加上他特意摆的 pose， 便是一针剪影，那也是极诱人的。但凡是个正常的男人，至少也会有1/1000秒的走神。真的，只要有1/1000秒的走神就够了。谭悠悠心里祈祷着，朝男人娇媚一笑，将解下来的裙子朝他兜头扔去，同时足下发力，炮弹一样将自己的身体弹射出去，抢在男人反应过来之前将他扑翻在地，双手抢夺襁褓的同时，膝盖往上一顶，紧紧压住男人。襁褓入手，谭悠悠就觉着不对劲了，虽有重量，却无轩轩的奶香味儿。他抽空一瞟，便是一阵心惊，哪里是什么轩轩，不过是个戴着帽子的瓷娃娃而已。于是随手抓紧襁褓，对着膝下的男人猛砸下去。不想那男人也是个厉害角色，很快反应过来，腰部使劲，双足弹跳，一个鲤鱼打挺，同时手肘狠狠朝着谭悠悠的脸部撞击过去。谭悠悠丢开襁褓，避开对方的攻击，就是这么一瞬间，男人已经抽出刀来，1寸长1寸强，1寸短1寸险。谭悠悠脑子里冒出这么一句话，立刻拧身而起，退到门边准备逃跑。
男人并不恋战，提着刀挥舞几下，逼开谭悠悠，便拧身朝着外头狂奔。廖翔带人追上去，双方一阵混乱，却都不是男人的对手，是个实打实的高手。谭悠悠心中愤怒，左右看看，见台阶下方有个半人高的石狮子，上前抱起，暴喝一声，直接朝着男人扔了过去。砰的一声巨响之后，廖翔等人只看到刚还张牙舞爪的歹徒仰面倒在地上。夫人！廖翔等人很激动，却见眼前人影一闪而过，谭悠悠快如闪电，眨眼的功夫就跑回了屋子。谭悠悠接过莲枝递来的衣裳，一边穿一边询问才醒来的乳娘：“萱萱呢？大小姐被鲍家的抱走了。”谭悠悠猛然想起一件事来，一颗心瞬间安定了许多。他风风火火地往北跨院赶，身后跟着一串人，人人心里都有很多疑问，却无人敢开口。谭悠悠走回北跨院，直奔耳房，走到一个半人高的柜子前站定，双手握住门环。谭悠悠吸一口气，用力拉开柜门。鲍家的抱着熟睡的萱萱坐在柜子里一动不动。谭悠悠长吁一声，伸手接过萱萱：“辛苦了。”“你也真是的，听到动静就该出来，看把夫人吓的。”“不是我不肯出来呀，是这个柜子太小了，我动不了，又不敢乱嚷嚷，万一把歹人招来怎么办？”“那是我错怪鲍嫂子了，别和我计较。夫人，大小姐没事吧？”“没事，没事。我们赶紧回去吧，乳娘受惊要看大夫，大小姐接着只怕就要饿了，得想想给她做点什么吃。”柳枝和莲枝一左一右地跟在谭悠悠身后，护着母女俩往正房走。“到底咋回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咱们侯爷料事如神，这都是他的安排。那天侯爷突然找我，我以为又是夫人干的事儿被发现，要挨罚了呢。没想到侯爷是交代我，以后若是夫人不在大小姐身边，就让我寸步不离地守着。倘若有人使坏，就叫乳娘抱着那个包着瓷娃娃的襁褓往外跑，我自己抱着大小姐躲起来，还让我别告诉其他人我躲哪儿，保命最要紧。夫人也暂且别说，怕吓着她。可我琢磨着，不能瞒着夫人啊，这母女连心，发现孩子不见了，那当娘的不得急疯了。我就和夫人说了，要是以后躲猫猫呀，我就藏在这个柜子里。咱们夫人也是聪明，一下就猜着我们藏在这儿了。老周啊，我琢磨着自己要发财，你觉得呢？也不知道侯爷和夫人会赏我什么，金子、银子、房子。赏你个屁呀！见面分一半，你要不要跟着吃屁啊？回来了，回来了！谭悠悠赶紧迎出去，但见谭志锦背着裴荣快步而入，旁边廖翔和陈二郎扶着推着，似乎很严重的样子，心仿佛被重锤猛地砸了一下。谭悠悠正在原地，全身僵硬，不能动弹。梅姨娘使劲推了他一把，他才缓过神来，迈开步子迎上去，不想双腿发软，一个踉跄。啊！姨娘怎么倾斜？谭悠悠来不及解释，推开谭如意，抓住谭志锦的胳膊。如何？活着。齐全。完整。把人给我。这个，哎，给他，咱们力气都没他大。对。事到如今，谭悠悠也不想掩饰了，当着众人的面轻松抱过裴荣，轻轻放在床上，放好才发现裴荣的腰上缠着白布，鲜血已经染透。还说完整，确实没少什么呀。流了这么多血，还说没少什么，这得多久才能养回来？寿王世子领了大夫入内，谭悠悠这才止住，专心专意关注裴荣的伤情。打开缠着的白布，但见左腹部有一条约2寸左右的口子。
谭悠悠看到那条又深又长的刀口，手足俱都发凉发颤，心说完了，这么长这么深，一定把肠子呀内脏啊什么的都给捅坏了。又没抗生素也没麻醉术，裴坑坑真的要被皇帝老儿给坑死了。他不想做寡妇呀，也不想要轩轩没爹，更不想要单独面对裴老爷。寿王世子带来的大夫显然是个高手，对着裴荣满身的血，眼睛都没眨一下，稳稳当当清理干净，掏出针线准备缝合，从始至终冷静无比。大夫之前是在军中吧？你看你很了不起啊。不，鄙人从前是个兽医，专门给牛马羊治跌打损伤或者上颌。什么？兽医上颌？世子爷，这位大夫是在开玩笑吧？谭悠悠吓得打了个嗝，从角落里猛窜出来，站到寿王世子面前，圆睁着一双湿漉漉的小鹿眼盯着他看，满脸惊愕和控诉。老钱，你怎么这样不正经？没事吓他们做什么？我没说谎，我从前就是个兽医，从我手下经过的牛马羊少说也有几千头，上颌过的至少有1000。世子爷，你别理他，他就这性子。满京城要论谁治这种腹部外伤，就说老钱最厉害。那些牛马羊啊什么的，都是他练手用的。谭悠悠就不再说话，抱着手站到一旁，看钱大夫善割裴荣啊，不是，是给裴荣缝合腹部的伤口。钱大夫，你这针啊线啊什么的用滚水煮过了吗？你说呢？煮过了，煮过了。肚子里伤到的脏器缝合了吗？血止住了吗？哪里来的无知妇人呢？不懂装懂，还要不要我治了？裴谭氏呀，大夫，我是裴谭氏啊，伤了的是我家夫君，我没有不懂装懂。我日常也喜欢像您一样给牛马羊缝一缝补一补什么的，只是没您缝补得好。我知道肚腹里头有经脉血管啥的，说是被伤到一定要仔细对接处理妥当，不然可能外头缝好了里头出个血不停，还可能里外都缝好了，但是长不好坏死了。钱大夫，这些您都会的吧？钱兽医静默片刻，折回去将刚缝好的伤口又打开了，低着头反反复复翻看。这样下去怕是人没被杀死，反倒被他弄死了。世子爷，劳烦您请位御医过来如何？让他治。你糊涂了？他没糊涂，你们才糊涂。世子爷啊，他们瞧不起我是兽医，我还非得把这活给干了。哼，你若不让我干完，下次再有什么事情，别叫我啊。裴谭氏，你的男人，你自己决定。钱大夫，您有几成把握？8成。如果你们离患者和我远些，别把口水沫子喷到伤口上，我觉得我有9成。够了。谭悠悠很果断地把谭志锦等人赶开，他自己站在远处旁观。大约又折腾了大半个时辰，汗水浸湿衣衫的钱兽医终于满意收手。好了，他福大命大，伤口整齐，又遇到了我。你那医术真高明啊。钱大夫呀，我家夫君什么时候可以醒来？什么时候可以进食啊？我不知道啊，得看他是否能熬得过去。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其实只有6成把握。谭悠悠举起双手，想要掐死钱兽医。钱兽医斜睨着他，后续不要我管了。谭悠悠就又将双手紧紧抱住柱子，使劲地掐，有气无力道：了得，您治了几天只牛羊马，想必一定有独门秘方让主妇熬过去，对吧？对啊，我有独门秘方，这可是在几千头牛羊身上试过的。我试过很多次，配方加加减减，为此赔了很多钱呢。原来钱大夫家里有矿。你怎么知道的？这回换了谭悠悠吓一跳。封建时代，贵重金属矿业相当于印钞机。你盯着我看干什么呢？失敬，
是我眼拙。不知府上有几位兄弟姐妹啊？只有我一个呀，怎么了？谭悠悠嫌弃地看着他，长得磕碜了点，年纪也太大，配谭如玉怕是不行的。看什么看？再看不给你男人用药了啊！接下来是不是要问是否婚配啊？哼，没有，因为没有人愿意嫁给我，他们都怕我。哎，你也怕我是不是？我怎么会怕您呢？您不给卓夫用药我也不怕的，砸的是您自个儿的招牌。拿来。大家都不知道他要啥，唯有寿王世子眼疾手快地递过笔墨纸张。您请，您请。钱寿一再狠狠地瞪一眼谭悠悠，埋头龙飞凤舞写就一张药方，抓起来往地上一扔，掉头就走。寿王世子赶紧追上去，各种慰问讨好吹捧。谭悠悠伸手去摸裴荣的鼻端，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有其事，反正他是觉着几乎没啥气息似的。于是颤颤巍巍撕下一丝棉絮，放在裴荣鼻端试验，棉絮动就有呼吸，棉絮不动就没气了。棉絮再动，而且持续在动。谭悠悠松一口气，举起袖子擦眼泪，一不小心棉絮飘落裴荣鼻前，随着呼吸进进出出。哎呀妈呀！他低叫一声，利索地抓走棉絮，这要是被吸进去，忍不住打个大喷嚏，裁缝的伤口可就见了鬼。裴荣突然睁开眼睛，一瞬不瞬地盯着他，仿佛是问他在做什么。谭悠悠慌忙把棉絮藏入掌中，小心翼翼道：你醒了，感觉如何？裴荣并不回答，直愣愣地盯着他看了会儿，又闭上了眼睛。谭悠悠更慌了，见谭志锦走进来，就打着哭腔道：大哥，你快过来看，怕不是回光返照吧？怎么了？刚不是还好好的吗？谭悠悠再掏出棉絮放在裴荣鼻前，瘪着嘴道：你瞧，棉絮不会动了，他死了，我变成寡妇了。正哭着，裴荣长长的睫毛又动了动，眼睛一下又睁开了，这回不是直愣愣的，而是严厉地瞪着谭悠悠，非常的生气。妹夫，你还好？是不是太疼了？裴荣回转眸子看向谭志锦，缓慢地眨眨眼。妹夫，是不是要交代什么呀？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问是不是要交代遗言呢？裴荣索性闭上眼睛，他就不该指望谭家兄妹嘴里能出什么好话。我知道。谭悠悠上前把谭志锦挤开，打算将功折罪。夫君太疼了，另外失血过多没力气说话，他是太疼了，硬生生疼醒的，所以想要安神药，对不对？裴荣再次睁开眼睛，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错了啊！我知道了，家里一切都好，公爹很好，轩轩很好，抓到3个坏人，一个被我用石狮子砸得半死，另外2个被你书房的机关暗箭射得半死，没有东西被偷。裴荣面色缓和下来，朝他眨眨眼，嘴唇动了动。渴了饿了吧？熬着，不敢给你吃喝啊。哎，哥，刚才那个药方弄清楚没有？赶紧煎药啊！哦。谭志锦手忙脚乱地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语气沉重地叮嘱裴荣：妹夫，别担心，家里的人我都会照顾好的，安安心心的啊。仿佛是在说，别担心，我会替你照顾好家人的，安安心心的去吧。裴荣睁着眼大喘气，整个人已经麻木不仁带绝望。谁能听到他的心声呢？知道家里一切都好之后，他就真的只想要一碗安神药，因为太疼了呀。他怀疑自己会被活活疼死，不是被人搞死的，而是疼死的，想起来就特别窝囊。谭悠悠粉嫩的小脸突然出现在他眼前，带着甜蜜蜜的笑容。夫君，张嘴啊！
裴荣还没有来得及张嘴，一把汤匙已经撬开了他的嘴，接着有浓稠难吃的药汁涌入，想要不窒息就得忙着吞咽，这给裴荣带来了很大的伤害。吞完药汁之后，他已经气喘吁吁，痛苦不堪。他愤怒地瞪着谭悠悠，觉着这个妇人怕不是真想做寡妇，想要趁机谋杀亲夫。睡吧，睡吧，安心的睡吧。谭悠悠将柔软的小手附在他的眼皮上，就像抚摸大脯小脯似的来回抹了几下。裴荣眼前一黑，彻底睡死过去。吃好就去睡，内院有我，外院有你大哥和廖总管，出不了事儿。谭悠悠也不想吃别的了，让人把米汤鱼片放在红泥小火炉上涮着吃。吃着吃着，突然一阵恶心，吐的后面胆汁都出来。姨娘，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怕是得什么病了。梅姨娘心里也慌，拥她在怀，哄了又哄。姨娘是关心则乱，屋里供着2位大夫，有病不看在这哭个什么？没多会儿，白玉衣飞快地来了，眯着眼睛，将手指在谭悠悠腕间一搭，便笑了。哎呀，恭喜夫人，这是喜脉呀！你确定？哼，老夫自小学医，祖传的医术，夫人觉着老夫这几十年的饭都是白吃的，喜脉也能看错？哼，那是前寿医吧？头胎没吐过，这才刚怀上就吐得这么厉害，得请您开个方子养一养。白玉衣也没太计较，跟着梅姨娘去了外头开方子。一条咸鱼总是不停地下载，怎么看都是个冷笑话。等到梅姨娘回来，就看见谭悠悠侧卧着，将手捧着肚子，很忧伤。姨娘，我会变成西瓜皮的吧？这样一胎接一胎的怀，肚子长大又缩小，缩小又长大，到最后啊，皮呀肉啊全都撑开撑断，不就变成西瓜皮花肚皮吗？这个呀，那可不一定呢，得分人。我没有，你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会。可咱们都只是一胎呀，要是将来反反复复无数次，一定会变化的。谭悠悠挠一把头发，翻身坐起。哎，你要干什么？我去看看孩子他爹。哎呀，我说，这位侯爷呀，您是醒了呢，还是又昏过去了啊？哎呀，要是醒了，那你就配合一下呀，早些好起来，也省得贵夫人担忧，不是啊？裴荣就又睁开眼睛，却是看向谭悠悠的。谭悠悠立马挤过来，紧紧抓住他的大手，眨巴眨巴眼睛，泪水宛若开了水龙头一般，流得没完没了。裴荣立时忘了他之前的气人行径，转而心疼起来，手指轻轻碰触他的脸，表示安抚。哎，有话慢慢说不行吗？现在重要的都是疗伤啊。钱大夫想问什么？问吧。哎呀，果然是有靠山的人啊。伤口疼吗？裴荣眨眨眼，谭悠悠当传声筒。当然疼了。饿吗？饿。冷吗？有点。热吗？废话。钱寿一突然拉开被子，对着裴荣腹部使劲一按。裴荣痛得叫出了声，冷汗浸透鬓发，好一会儿才缓过来，悠悠地看向谭悠悠，是想让他替自己表达疑问乃至发飙的意思。谭悠悠咬着唇没吭声，他看过剖腹产的同事也这样被医生使劲按肚子来着。裴荣再次闭上眼睛，他就不该指望谭忽悠。神志清楚，既然如此，准备喂药吧。不是大夫，我有个疑问啊，他伤到腹腔，
究竟有没有伤到肠管什么的？哎，那不是得听到肚子咕咕叫，放了屁才能吃喝吗？这样就吃药有没有影响啊？肠管还好了，就是一点点割伤。哎，他运气极好啊！听到肚子咕咕叫，放了个屁才能吃喝。哎，这个你是听谁说的呀？似乎有点道理。难怪之前好几个都死了。以后我可记住了，不给吃喝。哎，难道要他饿死啊？这药不吃下去能睡着吗？怎么治伤呢？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解决？谭悠悠认命地垫好枕头被褥，俯身抱起裴荣靠好，接了汤药，一匙一匙地喂他。裴荣好不容易喝完汤药，眼巴巴地看着谭悠悠，要他赶紧兑现诺言。谭悠悠喂了他几口糖盐水，又把人抱起放下去躺平了。谭悠悠收拾干净，再次趴到他床边，抓住他的大手，一字一顿道：我又有了。裴荣没懂，眼皮开始打架，刚喝下去的药起作用了，他又想睡了。我又怀上你的崽了。谭悠悠瘪瘪嘴，还没挤出眼泪，裴某人已经昏睡过去。夫人不哭啦，这是想开啦。又没人心疼，有什么好哭的？水不要钱吗？3天后，兽医及人医一起宣布，裴侯爷脱离危险，仔细调养，很快就能恢复健康。白御医回宫交差，钱兽医继续去寻找需要他的牛、马、羊以及两脚兽。安乐侯府里的气氛随之轻松起来。在想什么？在想肚子里的这个，以后我不跟你玩了。好，都依你。悠悠，我总算兑现了诺言，保得你们娘几个一世安荣。其实我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贪图享受，够吃够穿够开心就好。你真不必要拿命去搏，再怎么难也不会比以前更难，是吧？那是你们女人的想法，我是男人。夫人，二皇子夫妇来探病呢。探个毛线的病啊！这两口子是吃撑了没事干是吧？莫名其妙探什么病？不知道人家很讨厌他们吗？给我换身衣裳。不想见到他们，恶心。你不帮忙，我只好自己来了。西药眼全套，已经走了99步，不差这一步。我教你的都记住了。记住了。谭悠悠到底没那么硬的心肠，不能眼睁睁看着裴某人独自挣扎，默默上前将人扶起，一通打扮。光鲜亮丽是不行了，只能力求干净整洁，毕竟受了这么重的伤，活生生饿上这么多天，帅哥早已瘦得皮包骨，鲜肉变成老腊肉。谭悠悠想着，心情好了起来。在想什么呢？在想吃鲜肉还是吃腊肉。口水的吞咽声，肚子的叫声，裴荣表情要比平时更加严肃好几倍，十分镇定地整理自己的袍袖。别装了，夫君你就承认自己馋了吧。表弟妹，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也说来我们听听。谭悠悠上前行礼，二皇子虚服一把。自家人无需多礼，我们就是听说相光生了病，特意来看看他。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也就这2天的事，喝多了摔了一跤，没大碍。看着是清点了不少，不像才病。殿下慧眼，丢掉差事就病了，茶饭不思，日夜借酒浇愁的，能不受吗？谭氏，表弟妹还是和你表姐一起去聊聊吧，我与相光有几句男人间的话要说。那不行，万一我不在，殿下又哄我夫君去喝酒怎么办？去。裴荣给他使过眼色，他才不甘不愿地邀请王色。二皇子非请。谭悠悠把王色领到隔壁厢房入座，这里距离裴荣近，就算有事他也赶得急冲过去。
你又有了。中午吃的多了些。你是个有福气的，至少比我有福气。我问你个事儿，父母的错能不能算到孩子头上？当然不能。我是不赞同父债子偿的，但别人大概不会这么想。你能这样想就够了。隔壁突然传来嘈杂声，却是二皇子和裴荣争吵起来了。二皇子的声音极大，裴荣也不遑多让，中气十足，怒火中烧，仿佛要跳起来打人似的。事实上，谭悠悠赶过去时，裴荣确实已经跳了起来，并且举着御赐的戒尺准备往二皇子身上砸。那模样彪悍的完全不似才受过重伤的，倒像是对皇家充满怨气，逮着机会就想发泄似的。谭悠悠狂奔过去，紧紧将暴走的裴某人抱住摁下去。二位还是赶紧离开吧，酒到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何必这样上赶着闹腾呢？有什么意思？裴荣，你等着，有你后悔的一天。松开！二皇子何曾受过这种冷遇，一甩袖子大步走了。王瑟紧随其后，面无表情。裴荣面色惨白地软倒下去，谭悠悠赶紧把他抱起，准备送上床。不好了不好了，二皇子又折回来了。谭悠悠心口一凉，正想着要如何才能应付过去，柳枝又道：又折回去了，二皇子非把他叫回去了。谭悠悠不放心，冲到窗边，隔着缝隙看，正好与王瑟的眼睛对上。幽幽暗暗，如同鬼火，令人遍体生寒，说的就是王瑟此刻的眼神。他朝谭悠悠极淡地笑了笑，翕动嘴唇，无声地说了句什么，转头跟在二皇子身后离去。什么人？夫人，夫人，是奴婢呀！奴婢有事要禀，很重要的事。谭悠悠强撑着走到外面，让鲍家的放开沉香。你有什么事？宫里贵妃娘娘派人来寻奴婢问话，夫人救救奴婢。怎么说啊？这几天奴婢是觉得家里有事，是以一直待在院子里没出来，夫人心里有数的吧？我知道。适才二皇子殿下造访，有人往奴婢院子里扔了个纸团，让奴婢设法出门，可奴婢不想去。既然贵妃娘娘宣召，沉香姑娘应去就去，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是没什么可是，方才二皇子殿下已经来过，没什么可隐瞒的。打扮得漂亮些，让我们府里的马车送你，别丢了安乐侯府的脸面，更不能让人说我们苛待你。谢夫人，奴婢知道了。谭悠悠再回去，裴荣的伤口已经重新处理完毕。裴荣面如金纸，躺在床上可怜兮兮地看着谭悠悠。谭悠悠走过去握住他的手。沉香刚才来过，说是樊贵妃让人给他递了字条，让他出门会面问话。我放了他去，叫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再打扮得漂亮些。裴荣眨眨眼表示赞同。沉香极聪明懂事，要不等到这事儿了结，夫君把他收了吧，不然你这堂堂侯爷没个妾室什么的颇不像话。裴荣手上微微用力，紧抿着唇，恨恨瞪着他。别以为他不知道谭悠悠在打什么算盘，不就是嫌弃他不想生娃吗？好了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强爱牛头饮水是不行的，咱们裴侯爷要自己挑选，不要别人强塞的。等你好了自己挑。见过皇子妃。年里，殿下不在府里，我听闻双佩生了，特意过来看看。生了个什么？回皇子妃的话，是个小郡主。好啊，女儿是贴心小棉袄，乖巧又听话，孩子一切都好。一切都好。怎么还不把孩子抱去给乳母喂养呢？饿坏了孩子，咱们谁也担不起责啊。是。惠嬷嬷，让乳娘进来喂，就在这里，让我多看会儿孩子。何必呢？多看少看终究要道别，
早走迟走都要走，你就别依依不舍了，让这孩子无牵无挂的活着，不好吗？你想干什么？殿下马上就来了。我能干什么呢？我尚且自身难保，又能干什么？文嬷嬷，当初陛下派你们过来时是怎么说的？您还记得吗？我怕您年纪大了，记性不好，忘记了，那可不得了，是欺君大罪啊！文嬷嬷顿时一颤，有些心虚地看向双佩。我不要！双佩尖叫起来，从床上跳下去，赤着双足往外狂奔。殿下救我！王瑟并不追赶双佩，只含着笑看向文嬷嬷和刚进来的惠嬷嬷。两位嬷嬷不约而同地打个寒战，一起冲上去扭住双佩往屋里拖。殿下，殿下，你在哪里？你快来啊！我和儿需要你，救命！救命啊！王瑟端庄地立在一旁静静看着，哪怕看到白绫缠上双佩纤长的脖颈，哪怕看到双佩下身涌出了血，哪怕看到双佩怨毒地瞪视着他也毫无所动，姿态闲适优雅，笑容恬静。你等不到殿下了，殿下在别院养了好几个美人，他到那里去寻欢作乐了。那地方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你刚才派去报信的人是找不到他了，想必此刻他正在醉卧美人膝呢。双佩停止挣扎，瞪着充血的眼球，恨恨地盯着王瑟。也或许能够找到，但殿下一定不会来。这天底下谁敢违逆陛下呢？与其当面看你死，不如眼不见心不烦。他这个人有多势利无情，你不是不知道。看看我，不也一样？双佩闭上眼睛，落了气。王瑟俯身擦去他眼角滑落的2滴泪水，顺便摸了一下颈动脉，确认人确实死了，才又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来往外走。有用时珍之重之，无用时弃如敝履。错过一次，就再不能回头了。哎，皇子妃，皇子妃，这孩子怎么办呢？交给您看顾着行不行？王瑟毫不理睬，走回自己的居所，便命人把门紧紧关上，坐下来好一阵咳嗽，擦去唇角的血迹，堆满笑容去寻裴润。母妃，母妃抱抱。润儿，这回可好，暂时没人能和你争了。与此同时，二皇子走进别院，有悠扬的琴声自房内传出。吵死人了！再怎么学，也不会成为裴荣。看殿下这暴躁驴样儿，是没得了好。你说什么？敢再说一遍？不敢。您是皇子，天皇贵胄，微臣不敢。不是裴荣，那天夜里劫走葛东野的人不是裴荣。葛东野是盐运司的一名小官，却是他们的重要棋子。葛东野这些年便是窝在盐运司，趁隙倒卖私造的盐引，以便从中谋取巨额利润。不是裴荣，能是谁？真不是他。我亲手用剑刺进那人肚腹，剑上有血，伤口必然很深。只才几天功夫，他便是神仙也不能行动如常，甚至跳起来拿剑矢打我吧。那可不一定。裴荣此人自来性情隐忍，指不定一直强撑着呢。你没有折回去看？哼，你当我和你一样蠢吗？我不但回去看了，还特意找了人问，裴相光好着呢。因为抓了你犯蠢派去的3个蠢货献给陛下，陛下还特意赏了他家闺女1箱子内造玩具。元之恩亲自送去的，还派了老白去给他爹看病。老白只会内科，不会外伤。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认为账册一定藏在裴荣家里？这不对，就算当天晚上被刺伤的人不是裴荣，这事儿也和他脱不掉干系。你找来问的人是谁？怎么说的？你莫问这些。
总之是很可靠也很能干的人，他提供的消息不会有误。二皇子不愿说出沉香的事，挥手命人收拾好屋子，送上热酒菜，亲手持了鸳鸯壶给裴阳斟下一杯慢性补酒。喝吧，能吃之喝之时，且及时行乐。过了今日，尚且不知明日如何呢。裴阳不疑有他，与他碰杯之后，喝尽杯中之酒。殿下也太丧气了些，多大的事儿，该清理的已然清理干净，光凭几本账簿和一个葛东也并不能说明什么。只要咱们攻守同盟，能奈我何？说的是，我是一定不会乱说的，就怕你走漏风声啊。我走漏风声？殿下是在开玩笑吗？你是陛下亲子，贵妃娘娘宠冠后宫多年，就算犯了错，陛下也不会把你如何，最多训斥一顿了事。我就不一样，乱臣贼子，全家被灭也是可能的。我会乱说？不会。万一你和福王叔为逃避罪责，把事儿全推到我们母子身上，那可怎么办才好？不会不会，殿下且120个放心。裴阳说到这里，看着手中芳香四溢的酒，突然想起什么，放下酒杯，起身道：我突然想起来家中有事未了，这就得走。什么家中有事未了？你是不敢喝我给你的酒？你瞧好了。二皇子冷笑着，将给裴阳的第二杯酒端起，一口饮尽，亮出杯底。看清楚了吗？第一杯有毒，第二杯无毒，他要裴阳死得神不知鬼不觉。殿下多想了。裴阳一一到底，始终不肯留下来，急匆匆地走了。二皇子扔掉酒杯，靠在桌案上，一脸溃败。殿下，双配姑娘生产，使人到处寻您呢。什么时候的事儿？4日你与皇子妃去安乐侯府探病时便发动了的。二皇子便想着，妇人出产花的时间会很久，自己回去也不过干坐着而已，不如迟些再回去，趁这会儿做点有用的事才好。于是命令小厮叫了几个得力的幕僚门客进来，共商大事。待得诸事商定，最新消息来了，说是双配已死，宫中派来的嬷嬷已然回宫复命，留下一个新生女婴，请她回府主持大局。二皇子心中烦躁不堪，有心逃避，却又知道自己逃不了，只好硬着头皮赶回家去。但见双配院中哭声震天，伺候的丫鬟婆子围着一具尸体不知所措，新生女婴却是不知在哪里。于是匆匆看了双配一眼，命人将女婴抱来粗略看过，便丢给乳娘养着。皇子妃呢？便有人将王瑟之前的作为说给他听了。二皇子不由勃然大怒，醉意交织着恶意，拿着长剑冲到王瑟房中，但见王瑟坐在妆台前认真梳妆打扮，穿的是尚未成亲之时的少女装扮。衣不如旧，人不如昔。殿下，妾身近来消瘦的厉害，日夜咳血，头发也是一把一把的掉。您瞧，不过梳个头发便掉了这许多，不得不用假发撑着，才能勉强见人。我们为何走到这一步呢？我一直没想明白。明明从前殿下非我不娶，为此不惜等我多年，我一直以为您是真心的，没想到这恩爱转瞬而逝，譬如朝露。是你不贤不忠，你早知你父亲不许兄长帮我，却只字不提。你贪恋荣华嫁了我，却又嫌我没有培容有才貌，几次三番心生二意，想要与他勾搭，勾搭不成，又与裴阳狼狈为奸，一起算计我。殿下，何出此言？我并不知道父亲不许兄长帮你，
更不曾与裴阳一同算计过你，什么狼狈为奸？哼，最毒不过妇人心，到了此刻还敢否认？人证物证俱全，难道我还冤枉了你？你敢说没有想过与裴荣再续前缘？一次不忠，次次不忠，你这个水性杨花、无德恶毒的女人，彼此双配，算计夫婿，你哪里配做皇子妃？二皇子越说越气，举起宝剑往王瑟身上狂抽过去。王瑟并不求饶，冷漠地注视着他，淡淡笑道：你也就这点本事了，惯会欺负妇孺弱小。双配是我逼死的吗？分明是你自己作死的。要他死的是陛下，你心中不平，何不去寻陛下？你对他有情，你不贪恋荣华富贵，何不与他双宿双飞？非要用尽心机求娶我这个大学士之女，不过是母家无力，想从戚家借力而已。可惜似你这般愚蠢薄情，便是给你10个大学士之女为妻，你也照样登不上那个位子，只会把路越走越窄，最终天怒人怨，人憎狗厌，不得好死。二皇子被他撕去面皮，越发愤怒，加之这几天遭遇到的各种事情，压力太大，只想找个口子发泄出来，于是举着那把剑疯狂地抽打王瑟，不知停手。直到有人冲进来紧紧拽住他，大声哀求苦告，他才恍然惊醒，停手。而这个时候，王瑟早已伏倒在地，不会动弹了。有大胆的侍女上前轻触王瑟鼻端，皇子被没了！胡说！他在装死，他装的。我就是轻轻碰了他几下而已，怎么可能就死了？王氏，不贤不洁的妇人，奸诈恶毒，死有余辜。看在岳父和孩子的面上，我暂时不和你计较。哼！二皇子一甩袖子，大步离开，走到外间，冷风乍起，几点冷雨打在脸上，所有醉意尽数消散殆尽，整个人出了一身冷汗，双膝一软，跪倒地上。完了，我竟然亲手杀死了王瑟，完了，父皇一定不会饶过我的，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情，一定不能。二皇子挣扎起身，冲回去，嘶哑着嗓子命人将王瑟身边知情的士人尽数绑起，扔到屋内，关紧房门，趁着夜深人静好掩饰，浇上油脂，做个走水的现场，想要一把火烧尽罪责。小皇孙呢？哪里去了？便有人想要入内去寻裴润，二皇子却是一味装醉，迟迟不肯下令灭火救人。倒也不是他非得让那孩子死，但若是灭火救人，走漏了王瑟被他活活打死，并且焚尸灭迹的事怎么办？所以这孩子是福薄命短的，才生下来他就知道了。哎，夫人，咱们家后门发生了一件稀罕事儿。什么稀罕事？一个穿着锦缎棉袄、瘦瘦小小不过1岁多的小男孩坐在安乐侯府后门外的墙边哭个不停，嗓子已经哭哑。周家的抱起来仔细端详，一时也认不出来这是谁家的孩子，只好苦笑道：夫人您瞧，这事稀罕的啊！先抱进去，哄他别哭，给他羊乳吃，带他睡觉，等到天亮再说。咸鱼被生活的奄奄的想流泪了呢。这都是些什么破事儿啊，小说都不敢这么写。因这孩子来历不明，近日的事一件接一件，不是太平时候。谭悠悠严令府中众人将嘴闭紧，不得乱传乱说，违者一律家法严处。裴荣一味只是昏睡，对这些事一无所知。谭悠悠躺在床上眯了会儿，天刚亮就惊醒了。夫人啊，昨夜二皇子府走了水，听闻二皇子妃和小皇孙一并没了。
这事闹得极大，宫里都被惊动了。果然呢，谭悠悠垂死病中惊坐起，生活到处是惊喜。他先去看那小男孩，大概是心理作用，居然从那张小小的脸上看到了王瑟和二皇子的影子。这孩子太娇气了，羊乳不吃，米粉不吃，蛋羹不吃，非要吃人乳。先给他找个乳娘应对着。谭悠悠耷拉着眉眼，有气无力地走到裴荣床前坐下，撑着下颌盯着他看。不过看了片刻，就见裴荣两道浓眉动了动，跟着人就醒了。怎么了？你怎么就醒了？我没吵你啊。你这样盯着我，我能不醒吗？昨天夜里，二皇子府走水，二皇子妃没了。如此也好。说是裴润跟着一起没了，但是咱家昨夜在后门外捡到一个孩子，我瞅着就是裴润。裴荣再次目瞪口呆，嘴唇不停翕动，欲言又止的。想说什么就说吧，别在心里不好。不是我没答应过替他养孩子，我很久没和他见面了，真的。我知道，我是在想，现在怎么办啊？让我想想，有了，把锅丢给陈二哥。对，死贫道不如死道友，就这样定了。解决了棘手的问题，裴荣松了一口气。然则始终是死了故人，且是以这样凄惨的方式死去，难免颇多唏嘘，并不是很想说话。他决定帮助裴校长调节心情。总这样躺着可不好。我听钱淑仪说了，见过类似的伤者，觉得自己受了伤必须静养，就一直躺着不动，结果嘛，肠子粘连在一起了还有里头堵塞了，从此不通气不通便，长得跟个孕妇似的。想要我做什么明说吧。来，夫君，把你的手交给我，让为妻扶你散散步，往正院走一走，看看老爷子，省得他突然想起来闹着要找你。裴荣看着他那条和自己比起来绝对称得上细弱的胳膊，忍不住莞尔一笑，果真将手递过去。小心些，钱守义说了，若是伤口再崩开，他就阉割了我。可以啊，果真如此，倒是省了不少麻烦。胡说八道，口无遮拦。这次一定是个小子，咱们好好养，将来让他护着轩轩。谭悠悠非得和他作对。可我觉着还是个闺女，要是俩闺女打架，你向着谁啊？以理服人。但有时候不能完全讲理的，还得以情动人啊。是二女的错，但她年纪小不懂事，哭得哇哇哇的特别可怜，骂她不忍心，对不对？想让长女让一让，但长女站着里，同时也很委屈，还很较真。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谭悠悠沉默片刻，大笑出声。你笑什么？有这么好笑？谭悠悠一边擦去笑出来的泪，一边拍他的肩膀。恭喜夫君，可以出师了。皇子府才出这样的惨事，你就笑成这样，怕是不太好啊。说的是。谭悠悠收起笑容，沉痛地走进正院，给闻声而来的裴老爷行礼问安。公爹昨夜睡得可好？早饭进的可好？安康吗？儿媳妇儿，大清早的为何沉着脸？夫君不许我笑。我儿既不许你笑，定是有他的理由，是吧？我儿这是才从宫中回来啊，看着清简了，脸色也不太好，要多吃多休息。儿媳妇儿，你多辛苦些，后宅的事别让男人操心。我不在家这几日，多亏轩轩他娘操持家务，她也实在辛苦，这么多事独自担着，还怀着身孕。快别累着了。谭悠悠毫不客气地做了。
裴荣也跟着自己寻了地方坐下。裴老爷完全沉浸在我儿有出息，光宗耀祖，深得帝宠的欢喜中，然而说的却是自己如何做噩梦，如何被吓到的事。说到激动处，还去拉裴荣的手各种甩。夫君，我记得你今日还要入宫，时辰怕是差不多了啊。李姨娘心里有数，帮着打掩护，夫妻二人这才顺利逃出正院。从今往后，你从父亲这里受的委屈，我10倍100倍补偿给你，好不好？夫君的意思是说，公爹骂我1句，我可以骂你10句100句？谭悠悠不正经的胡扯着，将伤员安置妥当，准备开始折腾吃喝、逗猫喂鹅、逗弄孩子，以及养自家肥膘的一天。夫君，我刚刚逃过一大劫，全凭个人出色的机智和聪慧，以及高超的判断力，还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极高的警惕性。才出城门没多久就遇到了裴阳，他上来纠缠，说是我们两家有误会，冤家宜解不宜结，想和我谈谈。然后呢？请问裴夫人如何发挥个人出色的机智和聪慧，以及高超的判断力，还有细致入微的观察，极高的警惕心？我一看他就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倒霉样子，觉着还是躲避为妙。这边一句话都没多说，瞅着机会就折身跑了。果不其然，只是一会儿功夫，他就大口呕血，摔下马背。怎么样，夫君，我厉害吧？裴荣没出声，只放下书本朝他伸出双臂。谭悠悠靠过去，裴荣便将他轻轻拥在胸前，亲吻他的发顶。上天保佑，上天保佑让我遇见了你，这辈子娶到你真好。你从前不是很嫌弃我吗？难道你不嫌弃我？我没有，你冤枉我。是我冤枉你。感谢夫人不嫌弃为夫迂腐古板，事儿多。嗨，做人嘛，就是这么回事儿，都是人弯腰迁就世道，没有世道弯腰让人的，是吧？夫君要是觉着我说的不对，可以批评指正啊。你说的很有道理，所以虽然你的脚很臭，为夫也认了。谁的脚臭了？我的脚不臭。夫人放心，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裴荣忍着笑，慢慢溜进被窝里，假装伤口疼。哎呦，好痛好痛，怕是刚才气着了。哼，今晚的鱼片粥没了。谭悠悠知道他在装，气呼呼地往外走。夫人，夫人！身后传来裴荣的呼叫声。谭悠悠昂首挺胸往外走，唇角控制不住地往上翘。裴荣式的幽默呢？不管怎么说，始终和从前很不一样了，不是吗？未来可期。次日，福王世子酒醉失足，落水而亡。寿王让我告诉你，福王准备向陛下讨要体面，追封裴阳为郡王，并以郡王礼下葬，其妻闵氏为郡王妃，其女为县主。待丧礼毕，另择福王诸子之一为世子，承亲王爵，另选诸男孙之一过继为裴阳子，承郡王爵。荒唐！裴荣对于福王为裴阳请封郡王爵这个事儿挺激动的，回到内院和谭悠悠说起来，气氛溢于言表，还使劲儿地拍了一下桌子。对，实在太过分了，简直痴心妄想，贪婪卑鄙。咱们家只得一个侯爵，拼了命才保住，他家犯了大事，却想同时占着2个王爵，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怎么不上天呢？是吧？倒也不是这么说，咱们家情况不太一样，能够这样已属侥幸。爵位虽然重要，平安康健更重要。咱们还年轻，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夫君说得很对，夫君真有志气，夫君真睿智，夫君……好你个调皮捣蛋的家伙，逗着我玩很开心吗？你咋这么较真到可爱呢？不是我较真到可爱，而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夫君慧眼如炬，一语中的。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的光景，夫君应该更放松些。规矩在于心，而非流于表面。夫君大可再松快些。悠悠，你为什么总是这么容易满足？旁的妇人一心想要夫君出人头地，荣华富贵，你却只想吃了睡，睡了吃，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夫君是在夸我吗？你觉着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我想生生世世都和你在一起。救命啊！裴荣被他惹得好气又好笑，趁机狠狠捏了他的丰盈处一把，美其名曰惩罚。侯爷夫人，老爷生了！乍一听就和老爷生了似的。哎，生了个什么啊？西北左参政。确切地说，是西北承宣布政使司左参政，为西北行省主官布政使的副手，分管粮储、屯田、军务、驿传、水利、抚民等事。还好，我还以为一去就要挑大梁呢。哪有那么容易？要做掌柜，至少也得先做2年学徒啊。4、5年回不来吧？先做3、4年参政，再做布政使，随便搞搞，7、8年、10来年的光阴就没了呢。这是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别难受了。接连升官，多少人求之不得。且我问了岳父，他雄心勃勃，摩拳擦掌，一心就想做事，这也是求人得人。这么好的事儿，咱们得赶紧备一份礼过去恭喜恭喜。夫君提醒的是。谭悠悠忙着收拾礼物、银票什么的。若是岳父不收，你就说是给姨娘路上花用的。你放心好了，我爹不会不收的。今天夜里有事发生。也许是，也许不是，为何猜着会是今夜？看你这心神不宁的，我又不傻。那你不怕？怕了干嘛？我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傻大胆，睡吧，有我在呢。3更过后，一阵奇怪的声音呼啸而至，仿佛是风声、雨声，又仿佛是马蹄声、脚步声。裴荣放下书本，肃穆起身，推开房门，走到距离院墙最近的地方，屏住呼吸，细听静听。哎呀，侯爷，外面全是官兵，来了又去了，去了又来了，一波又一波。不慌，看好门户。这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夜，天空晴朗，月色可爱，就连夜风也带了些温柔。皇帝盘膝坐在软榻左侧，手握酒杯，将牙块和着琴音，轻击玉盘，半眯着眼眸，饶有兴致地看樊贵妃跳舞。一曲终了，他微微娇喘，笑着走向皇帝。爱妃真是不会老，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须渐白，身宽体胖，你却仍是当初的模样，果真是天生丽质。陛下，臣妾哪是什么天生丽质，还不都是靠着您的爱宠，无忧无虑，精心保养，才能有今日之模样。照你这样说来，都是朕的功劳。你这手快鱼片的技艺倒是越发熟练了，片得如同雪片似的薄，这蘸料也好吃。朕觉得普天之下这一道菜没人能够超过你。那您总是想着吃宫外的小食。没人能够天天顿顿只吃一道菜呀，何况快鱼片生食，偶尔尝尝即可，多食不利养生。这些呀都是臣妾亲手做的，陛下觉着与裴相光之妻谭氏所做的小食比起来如何？各有各的味道，论起来裴相光也算是侄子辈，谭氏算是贵妃的侄媳妇儿，你大可待她和气些。瞧陛下说的，就像臣妾苛待了他似的。要是您觉着臣妾之前做的不够好，那么过些日子他再生产之时，臣妾赐些好东西下去就是。您觉着如何？
不知为何，朕突然肚中绞痛。陛下，怕是吃坏了肚子。皇帝嘶吼着，捂着肚子倒下，指着樊贵妃，目眦欲裂。你，贱人，是你！朕待你不薄，你怎么敢？陛下，臣妾也是不得已。说这些废话做什么？二皇子鬼魅一般从榻下爬出来，拿出一张写满了字的纸张，匆匆忙忙去解皇帝腰间的丝章，要蘸了朱砂盖印。逆子，这是什么？你要做什么？当然是传位于我的旨意了。二皇子狞笑着，见皇帝不肯配合，举起拳头便要朝着皇帝的脸面砸去，不想嗖的一声轻响，一点冷光划过，一根弩箭正正射入他的肩头，疼得他一声惨叫，拳头擦着皇帝的鼻梁，软软落下。呼啦一声响，弓上弦，刀出鞘，月光照铁衣。无数披甲卫士自殿外涌入，将皇帝、二皇子、樊贵妃三人团团围在中间。刚还中毒将死的皇帝缓缓坐直身体。逆子，毒妇！陛下，陛下，求求您饶了我们母子吧，我们不是故意的，求求您看在臣妾伺候你多年的情分上，饶了我们吧！皇帝恍若未闻，更不曾回头，直到登上龙辇，他才淡淡道：袁半半，陛下，老奴在。朕给过他们机会了，但他们还是想要朕死。回房去，回房去！跟着就见一支燃烧着的火箭自墙外射来，哆的一声插在窗棂上，火和烟雾瞬间窜了起来。谭悠悠把嘴张成 O 形，还没有来得及表示他的震惊，更多的火箭又从外面射了进来。传说中的火箭，我管老人和孩子，你管外头。裴荣没多话，折身便走了。谭悠悠边跑边喊人起来灭火，等到把轩轩抱起，人也尽数起来了。灭火的、抢救金银细软的，各司其职，忙而不乱。忙着家里的同时，他还记得让莲枝去看裴荣那边的情况如何。侯爷坐在您做的那个什么瞭望塔上，指挥人打外头的反贼呢。反贼？这事就要散了？是呀，侯爷说了，很快就好。赶紧的救火去啊，都去东跨院救火。果不其然，火还没救完，外头已经散了。裴荣很快带着人加入救火的队伍，一通忙碌，到底东跨院还是被烧了大半。我以为夫君该夸我英明，为夫也认为夫人该夸我英明神勇，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指挥若定，这么快打走反贼的。我觉着咱们应该夸陛下英明，早有防范。夫人就凭咱们家这点人，能够打垮反贼，而且撤得这么快。也是，我得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裴荣走到司仪书铺门前，侯爷，您这是和人结了仇啊？小人方才打听了一回，听闻除了皇宫6部之外，就属寿王府和咱们这儿最激烈。按说陛下英明，防患于未然，不该有一番动乱。但是吧，不引蛇出洞，就不能知道哪些是蛇子蛇孙，不好一网打尽，对吧？对，一网打尽了吗？不好说，怎么着也得再等个3、4天吧。听说福王自刎了呢，临死前一把火烧了福王府。这要戒严，府上吃食够吗？若是不够，小人这边能想办法。够了，毕竟家里那位爱吃，我们家最不缺的就是吃食。哦，爱吃能吃是福啊。侯爷回去吧，非常时期男人不在家，女人心里慌。也是。夫人，看着打扮像是最官家眷呢，可怜，有好几个女子外衣都被扒了，只穿着里衣，这么冷的天。
这几天，但凡与福王府交好的官员都没跑掉，男的被羁押在狱，家眷则是看男人罪行轻重，一些被封在家里，一些被缉拿下狱。咦，好像是福王府的女眷，还有那个女的夫人，像是福王世子夫人。只见2个王府下人抬着个担架，担架上头躺着个人，用薄被盖着，露在外头的头脸十分吓人，被烧得血肉模糊的那种。谭悠悠乍然看到，吓得心口狂跳，忙着把头缩回去。都怪奴婢不懂事，夫人，您没事吧？没事。安乐豪夫人，安乐豪夫人，可怜可怜我这可怜的孩子吧，他是无辜的。跟着哭喊声四起，婴儿哭，女人哭，还有打骂声不绝于耳。谭悠悠心中微动，示意柳枝让开，再次往外探望。白夫人，白夫人，求求您救救我们母女！我是闵氏，您见过我的，在寿王府的宴席上，我没做过坏事，真的，救救我们呀！我的孩子1天没吃东西了。谭悠悠叫了跟车的护院首领严百义过来，低声交代几句，又给了一定银钱。严百义应下，远远跟在闵氏等人身后，直到看着闵氏等人被赶进宗人府，这才去寻人说话，让给闵氏的孩子弄些吃食。庶人裴勉，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父不慈，子不孝，没了。你这话反了，分明是子不孝，父乃不慈。只因陛下非是民间寻常之父，而是国家天下之父，若是待你太过仁慈，便是辜负天下人。二皇子神经质地笑起来，嘲讽道：他这般待你，你却随时随地的不忘替他争辩，所以说贱人就是贱人，永远都这么贱。昔年东坡与佛印对坐相视，东坡问佛印看到什么，佛印曰佛，问东坡见到什么，东坡曰愤。因你至贱至恶，故而看到世间全是贱与恶。你不会有好下场的。裴荣恍若未闻，起身离开。呸！不会有好下场的人是你。哼，你忙活了这几天，审了这么多人，就只问出这一点点东西？他让裴荣审讯与此谋逆案有关的人员，想要挖出更多的线索和相关人员，好施展雷霆手段，一网打尽，肃清严明。不想裴荣只给了他这么一份内容简单的卷宗，里头只牵涉到20来名主要人物，其余人等皆用为逼迫所致，颇为悔恨，一笔带过。听闻你的妻室谭氏十分同情逆王之孙女，曾使下人拿银子打通关节，给那逆贼之后米面汤食果腹。回禀陛下，确有此事。稚子无辜，臣妻才做母亲，生的同样是女儿，慈母柔情，遇到这般情形实在不能坐视不理，铁石心肠。也是因为陛下仁慈，臣妻才敢如此大胆妄为。少给朕戴高帽！你的意思是说，朕若是要追究这些为虎作伥的狗东西，也是铁石心肠，就是不仁慈。天底下最大的善，需要用恶来成就，同理，恶需用善衬托对比，方能彰显。你敢顶嘴？袁半半，你听见了吗？这个什么都不是的白衣竟敢和朕顶嘴，他是不是想着朕舍不得杀他啊？陛下息怒啊！你劝朕息怒，你是不是也认为朕错了？是不是也要和逆王逆子一起反对朕，谋害朕？袁知恩叹了口气，低着头跪下，还去强拉裴荣，示意他也跪下认错，别和皇帝死犟着了。裴荣却是岿然不动。陛下若是想要宁臣弄臣，外面大把都是，全不必让微臣做这些事。微臣是白衣不假，但让微臣御前讲经，奉密旨审问谋逆大案的也是陛下。
你真是要气死朕！滚！谢主隆恩。裴荣利落地掀起袍角，3拜9叩，一丝不苟地行完了礼，这才却步退出。不识抬举，茅厕里的臭石头！既然陛下知道他是臭石头，还和石头计较什么呢？陛下是圣人呐，圣人不能和不懂事的小人计较的。圣人，呵呵，父不慈，子乃不孝。为什么世间的人总是觉得别人欠自己的呢？朕生了他，所以活该欠着他。不还债的人是他，是他。皇帝独自坐了许久，将手撑着额头，疲累道：把那份卷宗拿过来，就按照上面的内容结案吧。哪份卷宗啊？当然是裴相光才送来的卷宗。就这样吧，到此为止。朕要让他们看到什么是仁慈。至于记录在案的那20几个人，杀无赦，诛3族。回来了。回来了。若是以后我都只能这样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你觉着怎么样？有吃有喝，平安健康就行。我想你了，祭拜大爹，没你在身边，仿佛很不习惯。待到这里的事了结，我便亲自去一趟江宁，把姨娘家的那些案子了结干净。总这样下去不是法子。好。谭悠悠不客气地把腿翘起，搁在裴荣身上，八爪鱼一样的睡着了。裴荣睁眼到天明，好几次想把这没有睡相的女人推开，最终还是咬着牙忍了。这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呢？没有，能够十全八美已经很不容易了，否则便是太贪心。昨夜睡得真好啊，好久没这么沉了。夫君啊，我还想吃热乎乎的果子油酥饼，去给我买。麻烦都是惯的。裴荣皱着眉头假装不耐烦，手却忙着穿衣服。大冷的天儿，排队买果子油酥饼的人却一点不少，好不容易排到裴荣，只剩最后2个。怎么运气真好啊！裴荣面无表情地把果子油酥饼藏入怀中，转身才走了几步，就被人拉住了胳膊。侯爷，侯爷，可算找到您了。来的是袁知恩的徒弟，笑眯眯的。万岁爷召见您呐，赶紧来吧。我还有事，裴荣挣扎不得，就这么被拽进了宫中。坐，一起用。微臣已经用过了，敢问陛下有何吩咐？朕思来想去，你还是继续来讲经吧。没事的时候也去宗人府那边帮帮忙，朝廷不能白养活你。皇帝看出来他的不耐烦，还注意到他一直将手护着怀间。拿出来，是什么？裴荣不情不愿地拿出果子油酥饼，皇帝大为震惊，是完全没想到裴相光竟然会做这种事。袁知恩的徒弟笑眯眯地上前附在皇帝耳边说了几句话，皇帝便让裴荣把果子油酥饼拿上去，面无表情地撕下一块喂入口中。看着裴荣敢怒不敢言的样子，觉得心里十分舒爽。自逆王伏诛，今上励精图治，天下承平，已过5载。又是一年上元节，京中放开宵禁，举办1年1度的赏灯会。因有藩邦来朝，随行杂耍团技艺高强，于御前献艺之后声名远扬。于是今上特许藩邦杂耍团于上元节赏灯会上表演，又着鸿胪寺、礼部、工部协同在东华门外搭建高台，以供杂耍团表演，百姓观看之用。消息传出，京中沸腾，无论士庶皆都谋划着要带全家出游，一睹这藩邦杂耍团的风采。